年仅18就修炼到圣人巅峰境，只差一步就可以证到大帝。结果头铁硬扛了99道天雷，被劈成为一个筋脉寸断的废人。可大家见我没被天雷劈死，纷纷以为我渡劫成功了。如今100年过去，我已成为圣地老祖、紫霄老祖的名号传遍天域，修为越传越神。但实际上我的寿元早就所剩无几，我也不敢公开辟谣，因为在玄幻世界主打一个以强者为尊，自己是战五渣的事实一旦暴露，我绝对会死得很惨。于是我只能苟在太虚宫做宅男，不管圣地有没有事，我的理由都是稳固境界不变出面。另外，为了避免被这些长老识破，我就把整张脸给崩着装高手。可就在这天，太虚宫突然开始震动起来。卧槽，地震了吗？但太虚宫不是在云上吗？我正在纳闷时，16道黑光直接洞穿了太虚宫，随后太虚宫轰然坍塌。哈哈哈！紫战天，你们紫霄圣地的护山大阵不过如此。一道极为嚣张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抬头一看，我靠，天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这不是九幽圣主叶宗、落日圣主赵雪和黄泉圣主阴玄吗？他们怎么来了？而且背后还聚集着30多位圣人境、200多位武军境以及数千武宗境，这阵容，3大圣地恐怕已经倾巢而出，所有护法长老都来了。我不傻，很快看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九幽、落日、黄泉3大圣地围攻紫霄圣地，而且看紫战天狼狈不堪的样子，估计经历了一番苦战。长空中，叶宗3人脚踩云霞，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紫战天，当年你号称北海第一天才，可曾想到今日啊，护法圣兽被擒，护山大阵被破，稍后本座就将你这紫霄圣地彻底从天域中除名了。3人气焰异常嚣张，但紫战天丝毫不慌，带着一帮长老飞到我身边。其实准确的说，紫战天不仅不慌，反而还有点嘻嘻哈哈的感觉。在他眼里，自家老祖100年前就已经证得大帝境界，秒杀这群渣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紫战天呵呵一笑，挺起胸脯，极为自信道：“无所谓，老祖会出手。”然后微笑着看向绷着脸的我：“无所谓你个牙哟！”我面无表情，但心中已经爆粗口。看着这满天的圣人武军，我整个人早都麻了。我一动不动，身体已经僵住了。但是我深知一个道理：人可以输，但气场不能输。所以在叶宗等人眼中，是另外一番景象。太虚宫都被毁了，这位传闻中的紫霄老祖居然还能稳稳做主，完全看不出深浅。情报无误，紫霄老祖果然证得地境了。此刻，一直闭口不言的我突然张嘴，淡淡说出4个字：不退则死。话音刚落，就把3大圣地的强者吓退了几丈。黄泉圣主阴玄一脸黑线：“紫霄老祖，你虽已证得地境，但还远谈不上无敌。看来他们还真以为我是地境，装地境我是专业的，毕竟绷着脸装了100年。”随即我面无表情吐出4个字：“就凭你们！”落日圣主赵旭立刻回驳道：“你紫霄圣地能出一位大帝，我落日圣地难道就不能？老祖，请现身吧！”话音落下，只见天边一道云霞散去，一位老者大笑着踏空而来：“哈哈哈，林清玄，可还记得本座？”老者负手而立，自信满满，周身上下都氤氲着强大的道域。落日老祖徐烈，你居然也证得地境了！紫霄圣地的长老们一脸惊愕，惊诧无比。怎么不可？落日老祖瞪了一眼诸位长老，这是地狱。紫战天等人在徐烈的影响下，不由自主的想要跪下。大帝当面，圣人如蝼蚁。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发现大帝强者系统觉醒，恭喜宿主获得秒杀大帝能力，免疫一切地境强者的攻击，只被地境有效。我见状还来不及激动，徐烈的声音顿时响彻天地：林清玄，可敢上来一战？紫霄圣地的众人齐刷刷的看着我，期盼老祖出手。虽然我现在就能秒徐烈，但我的座右铭是装逼如风，长伴无身。况且只有装的越惊世骇俗，3大圣地的强者们才能彻底被我吓傻，系统中获得的名声值可能才越多。见我无动于衷，徐烈再次暴喝：“林清玄，可敢上来一战？”我还是面无表情，并极为轻蔑的又吐出4个字：“你还不够，不够。”3大圣地圣主听后，没想到紫霄老祖竟然如此之狂，同为新晋大帝境，难不成你能翻天？此时徐烈笑了笑：“灭你紫霄圣地，怎可能我独自前来？王道友、杜道友，该现身了。”刹那间，另外2股强大的气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紫战天等人定睛一看，惊呼道：“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毫无疑问，这2人浑身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地境。大帝来了3个，在众人眼里，这3位老祖宛如天神下凡，恐怖如斯；但在我面前，只是3个经验包而已。宿主触发主线任务，名震北海。前世熟读小说的我深知系统文猪脚的套路，出现任务也就是意味着自己准备起飞嘛。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接收任务。任务目标：半年内积攒名声值超过10万，完成奖励解锁修炼系统。任务失败，惩罚减少10厘米。不是身高，我靠这么狠！要是任务失败，我就只剩8厘米。不行，一定要成功！此时我双手插兜从鎏金宝座上站了起来，说了2个字：开启。闻言，3位老祖瞬间摆好防御架势。什么意思？不仅紫战天不明白，3大圣地的众人也不明白，故弄玄虚。落日老祖冷哼道：“他原本以为我说到的开启是某种强大功法的法诀，结果屁事没有发生。”接着，落日老祖已经运转起周身灵气，苍穹顶端的太阳好像渐渐陨落，天边的云霞燃烧的火红一片。落日焚天经，落日圣地的阵地功法。紫战天盯着苍穹中的异象，喃喃自语：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地境强者使用这套功法。在落日老祖出手的瞬间，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也同时出手。霎时间，苍穹之下出现一条巨宽的冥河，上面游荡着无数漆黑的魂灵。这是幽冥圣典和彼岸黄泉经。老祖快退！紫战天嘶声喊道：如此恐怖的攻势，凭他圣人境巅峰的修为根本没有可能逃走，但老祖已是地境，应该有机会逃生吧。然而我的举动再一次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居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3道强大的攻击重重地砸在我的身上，好像一座山倒塌进海里。
掀起了滔天涟漪。不愧是3位老祖同时出手，这威力我看2阶地境也扛不住。叶宗盯着那如同蘑菇云一般的烟尘，畅快地说道。然而等到烟尘渐渐散去，结果却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紫战天被我护住，两人就那么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落日老祖、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见我毫发无伤，瞳孔瞬间放大，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这不可能！他们3人几乎同时说出这4个字。3位大帝同时出手，就算是2阶地境也不可能毫发无伤。我轻描淡写地回道：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是你们太废物罢了。此时他们3人一致认为，对方身上必定有一件地宝，而且是极为稀有的地宝。这地宝不仅遮蔽了他的真实修为，而且还替他挡下了刚才致命的一击。我倒是要看看你身上那件地宝还能挡下几次这样的攻击。说罢，3人再次催动功法，天地异象再一次显现，直到他们对着我一直高强度轰了10次后，都快要抽空体内灵气，却还是没能击穿我的防御。这一刻，他们终于意识，眼前之人非常强，至少3阶地境。既然你们打够了，那就轮到我了。我将右手从衣兜里取出，然后对着天上打出一拳，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地能力。庐山升龙霸。同款特效匹配成功，一条金色的巨龙升腾而起，直奔落日老祖而去。落日老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条巨龙蕴含的力量超出了他地境的认知。九幽黄泉，快助我！落日老祖发出绝望的喊叫，但并未得到回应。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脚底抹油，在那条金色的巨龙出现的瞬间就撕破空间离开。不过，在这条金色巨龙洞穿了落日老祖的身体之后，迅速钻进了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撕开的空间甬道中。2声惨叫从里面向外传出，3位地境老祖被一招秒了，其他数千武宗境通通面如死灰。完了 BBQ 了！叶宗3位圣主愣在原地，那可是大地境啊！紫霄老祖就算再强，也不至于强到这种地步吧？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被我表现出来的强大给震慑住，根本不敢逃跑。宿主击杀3位地境老祖，名声值+5。我还有一点疑问，为啥名声值才+5啊？刚才宿主虽然进行了一连串的装逼，但影响范围仅局限于目前这3大圣地的几千参战强者，名声还没有传播出去。懂了，我自言自语。一旁的紫战天凑了过来，老祖，现在强敌已灭，3大圣地剩下的人要全部处理掉吗？败了，彻彻底底的败了。叶宗等人喃喃自语，等待着我的审判。我咳了2声，清了清嗓子，正准备说话，谁知道对面突然跪下了一大批人。老祖啊，我们刚才是鬼迷心窍了，还请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被叶宗他们逼来的呀。刚才被策反的紫霄圣地长老们通通跪下求饶，3大圣地的数千强者也有90%左右的人请求活命。战天啊，你怎么看？我突然看向紫战天问道。紫战天一听，心中顿时有了想法，老祖这是在考验我吗？大脑转得飞快，开始思考其中的深意。紫霄圣地遭到3大圣地的围攻之后，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老祖的意思是让他们留下来重建圣地，并且补充高端战力。不愧是老祖啊！紫战天看着我的眼神变得更加崇拜，于是他拱手说道：老祖，既然黄泉九幽和落日老祖已死，不如暂留他们一命，重建我紫霄圣地。我微微点头，战天，你安排吧。见我肯定，紫战天兴奋起来，哈哈，老祖点头了，我猜对了。他立刻催动修为，对叶宗等人喊话道：交出生魂，可免尔等一死。我愿意交出生魂，我也愿意。紫战天话音刚落，就有不少3大圣地的人立刻交出自己的生魂。不到几息的时间，紫战天手里已经握住了1000多条生魂了。你们，叶宗、赵旭、阴玄3位圣主看着不断被交出的生魂，是又怒但又不敢怒，哈哈。叶宗、赵旭、阴玄，你们3人若愿意入我紫霄圣地为奴，本圣主亦可饶你们一命。风水轮流转，刚才他们有多嚣张，现在紫战天就有多嚣张。只是我内心在默念，差不多得了，真把他们逼急了，我们都没好果子吃。可恶啊！本圣主岂可为奴？面对紫战天如此嚣张的叫喊，赵旭实在不堪受辱，自断经脉从天空陨落。叶宗和阴玄见状，内心百味杂陈，2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2条最为强大的生魂飞到了紫战天的手里，其余犹豫不决的人也都纷纷交出自己的生魂。到最后，3大圣地数千位强者尽数归为紫霄圣地为奴。1个月后，黄泉圣地3生秘境的一座木桥上，一位白须老者闭着双眼，静静地坐在河边垂钓。老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族老，不孝子孙阴玄，前来请罪。突然，一道急切的喊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此时，白须老者缓缓睁开双眼，用力拉起一条黑白相间的巨鱼，收入鱼筐之中。玄儿，你不是随他们去攻打紫霄圣地了吗？为何如此模样？阴玄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堂堂黄泉圣主在白须老者面前就好像稚童一般，将3日前攻打紫霄圣地时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其中还包括他为奴之后被紫战天故意弄去挑大粪的糗事。在听的过程中，白须老者的表情先从镇定转变为惊讶，然后又渐渐趋于平静。那紫战天欺人太甚，还请族老出手替子孙报仇啊！阴玄愤懑说道。白须老者稍微思索了片刻后摆了摆手，此事不急。玄儿，我且问你，你从紫霄圣地逃出来的时候可有阻拦？族老，我是趁着紫战天无暇分心的时候，隐秘气息偷偷跑出来的。蠢货！白须老者闻言骂道。你中计了，玄儿。那紫霄老祖既然敢放你出来，说明早已知道我的存在，故意试探。听自家长辈这么一提醒，阴玄顿时有些后怕。族老，不过也无妨。白须老者示意阴玄安心，若是1万年前一招击杀3个1阶地境，老夫的确办不到，但如今1万年过去，我已今非昔比。说到这里，白须老者释放出强大的修为，让阴玄眼前一亮。族老，您突破了。白须老者
者微微点头，我已经参透三圣秘境的奥妙，步入了三阶地境，想来那紫霄老祖应该和我伯仲之间，那该如何是好？殷玄没有想到紫霄老祖这么强，居然能和祖老五五开。白须老者呵呵一笑，老夫自有办法。出了秘境，白须老者从岸边拎起鱼筐，然后又采摘了一株青色的灵草，化为一道流光，飞速朝紫霄圣地疾驰飞去。快！太虚宫外突然传来一老者的喊声，这喊声极其雄浑，响彻整个紫霄圣地。老夫殷天辰特来拜会紫霄老祖。白须驼背的殷天辰腰上系着一株灵草，手里拎着一条黑鱼。单从外表气质上看，他看上去更像普通的渔夫，几乎没人会联想到殷天辰是一位三阶地境的强者。但刚才他喊出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地域。身为圣主的紫战天见状，立刻腾空而起，如临大敌。他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得到，这种压迫感远超过此前的九幽老祖三人。正在挑大粪的元皇权圣主殷玄，当他看到自家祖老亲自登临紫霄圣地的时候，立刻放下了粪桶。作为七世家之一，殷家的核心子孙，他发誓，等到祖老踏平紫霄圣地之后，一定要让紫战天吃屎。然而天上的殷天辰并没有对紫战天发难，而是极为客气说道：“紫霄圣主，老夫殷天辰特来紫霄圣地请罪，请罪。”紫战天对面前的这位地境强者回礼：“前辈何罪之有？”殷天辰抹了抹胡须道：“1个月前，我那不孝子孙殷玄听信谗言，才酿成大祸。老夫今日主要是为了面见林清玄道友，特来赔罪。”随后，紫战天先将殷天辰接引至紫霄宝殿，然后又飞到太虚宫去，将殷天辰降临圣地一事对我汇报。我示意紫战天退下，表示自己稍后就到。另一边，紫霄宝殿中，殷天辰安安静静地坐在安排好的座位上，等待我的到来。不过在那之前，紫战天先将殷玄给带了过来。满眼幽怨的殷玄见到自家祖老的瞬间，表示十分不解，为啥祖老不回家族去搬另外3位祖老啊？紫霄老祖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一挑4干死4位2阶以上的地境吧？此时，殷玄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了殷天辰的声音：“玄而莫及，老夫自有妙计，殷前辈，请用茶。”紫战天亲自为殷天辰斟茶，多谢紫圣主了。殷天辰完全没有大帝的架子，接下茶盏。不过，紫圣主，林道友为何还未过来？老祖行事，我这个做弟子的也不敢多问。紫战天品了一口香茗之后说道。然而，殷天辰在紫霄宝殿中坐了1个晌午，我都还没来，他和紫战天2人光是喝茶，都已经喝了2大壶了。一旁的殷玄终于忍不住，直接就怒了：“紫战天，你家老祖好大的架子！”紫战天略微有些尴尬，心想老祖不是说稍后就到吗？就在此时，只见紫霄宝殿外一道熟悉的白袍身影出现，殷天辰立刻瞩目望去，不由自主的轻声疑惑了句：“凡人吗？”我负手缓缓进入长长的大殿，稍微有些喘气。妈耶，第一次下太虚宫到紫霄宝殿，这么长的云梯和山路，累死我了。没错，因为我没有修为，这10来公里的路程是走下来的。这位道友，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我比较随意的坐在案前的蒲团上，然后端着茶杯狂喝一口，自己是真的渴了。但在殷天辰的眼中，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这是强大的秘宝隐匿了修为吗？亦或是传说中的9阶地境才能修炼的逆天功法凡尘炼心？殷天辰用尽全力去观察我，眼球中甚至出现了血丝。可无论怎么看，对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凡人。道友，你最近没有休息好吧？我看殷天辰眼睛都红了，放下茶杯说道。谁知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于殷天辰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之前为了对付我，他的确反复思索了很久覆灭紫霄圣地的方案。没想到紫霄老祖早就预料到了，加上方才他故意迟迟不来的举动，让已经活了上万年的殷天辰开始感到一些恐怖。嗨嗨，林道友，还是谈正事吧。当时殷玄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尊下，还请网开一面。说着，他从袖口处掏出一个储物袋，这里面有3万极品灵晶，用于赔偿紫霄圣地的损失。3万极品灵晶，紫战天看到储物袋，眼睛都看直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紫霄圣地下面就有一条极品灵晶矿，一年的产出不足3万的1/10。不过我并不打算收下，对于自己来说，灵晶有个屁用，关键是名声值。这个叫做殷天辰的地境老者主动送上门了，不用来收割一波可惜了。于是我又开启了装逼模式。3万，你当本座是叫花子啊？我的这句话可谓是极其嚣张，根本没把殷天辰放在眼里，这无疑激怒了站在一旁的殷玄。紫霄老祖，你莫要欺人太甚，3万极品灵晶够你圣地10年的收入了，还不等我发话？殷天辰立刻训斥道：“住口！林道友乃是你长辈，岂能如此说话？”然后他又看向我平和说道：“林道友，也怪我考虑不周，极品灵晶对于像你我这样的地境修士用处确实不大。正好前一段时日，我偶然钓到了一条大鱼，与道友共享如何？”鱼，我还挺纳闷，这殷天辰脾气这么好啊。暗暗想着，这和以前看的小说不一样啊，玄幻世界的反派大多数不都是一击就怒的吗？接着，殷天辰拿起身旁的鱼篓，放到了茶案上面，一条拥有黑白条纹的鱼儿在活蹦乱跳。紫战天见状不解道：“殷前辈，这鱼是？”殷天辰轻抹胡须，此鱼非是凡鱼，出自虚空古河。不过此地虽是秘境，但也逃不脱林道友的法眼啊。殷天辰想起对方故意放殷玄回黄泉圣地的事，肯定是知道虚空古河的事。既然知道虚空古河，不就是为了这条鱼吗？索性说开了算了。只是我自己倒是一脸懵逼，啥秘境？我啥时候知道的？一旁的紫战天闻言内心汹涌澎湃，难怪老祖不要3万极品灵晶，原来是想要虚空古河中的东西。紫战天盯着鱼篓中的鱼，前辈，这鱼恐怕异常难寻吧？呵呵，没错，我静坐古河边上垂钓1300多年，才得此一尾啊。提到钓鱼这件事，殷天辰颇有一种成就感，殊不知在我眼里，1000多年才钓一条，老空军了。紫战天又问道：“前辈，虚空古河中鱼类众多，此鱼全身黑白相间，敢问是何种类？”殷天辰得意道：“古籍中曾记载，虚空古河源头在北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此鱼名为虚鲲。”殷天辰拍了拍鱼篓，若不是有着地宝级
别的鱼篓，恐怕还真的困不住他。这鱼篓是地宝，难怪谁都知道昆之大衣锅炖不下，若没有地宝限制，恐怕早就跑了。林道友，这虚坤可是难得的宝物，你我共同享用此佳肴如何？听到这话，我一口就答应了。自己在太虚宫宅了100年，实在是没吃过啥好东西。殷天成立刻就开始踢鱼鳞，3下5除2，虚坤就被处理好，只等着和配菜一起下锅。殷玄看着这一切，十分的不解。无论是虚坤还是阴阳根生草，都是稀世珍宝，怎能与紫霄老祖分享呢？于是他悄悄传音道：“祖老，这不值啊！”殷天成一边烹饪一边回道：“玄儿，虚坤肉的确能增加地境修士的修为，阴阳根生草更是能激发其效应。两者共同烹煮之后，哪怕是一点点鱼肉，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但常言道，不要补到极致就是毒药。普通的地境只要喝上一口鱼汤，就能让丹田爆炸。老夫来此之前，去了一趟3大教之一的药神教，讨要了3粒地丹，已经提前服用了。这姓林的小子无地丹辅助，老夫敢保证，一片鱼肉下肚不出半刻钟，必然爆体而亡。2个半小时过去，里面渐渐呈现一片金黄色，让人看上去极有食欲。桌前的紫战天吞咽了口水，他隐隐感觉，若是能吸收掉其中一块鱼肉，就有可能让他突破圣人境的瓶颈。前辈，此等佳肴可有名字？当然有，古籍上记载，这道药膳由虚坤与灵草烹饪，所以有个典雅的名字。蔡虚坤，我听到这个名字，总觉得怪怪的。林道友，碗碟已备好，请用。我也不管那么多，先盛了一勺到碗里面。闻着扑鼻的香气，我并没有着急吃，自己得先向系统确认一下。系统啊，这鱼肉听说大帝吃了都补，我这种吃了应该也补吧？宿主想多了，你这具身体被大道天劫损坏，吃这东西没用，我觉得没用也无所谓了。然后夹起一片鱼肉，很快就吞入腹中。此刻，面容一直十分和善的殷天成突然阴冷了下来。林道友，这菜味道如何？我听到这个问题，顿时就回忆起这100年装隐士大佬的经历。为了不暴露自己凡人的身份，我基本上只能偷偷吃点灵草什么的，那玩意儿叫一个苦啊！所以这锅鱼肉对于我来说，味道实在是鲜美。于是我不由脱口而出了一句 very good， 味道好极了。但这句话在殷天成耳朵里，则是认为我故意在强撑。于是他马上不怀好意的再给我碗中加了几片鱼肉。林道友，味道既然不错，那就多吃一些。我也不多想，趁着热乎嗦了一口汤，然后又开始品尝鱼片，吧唧吧唧，我不停的吃。殷天成不停的看，他死死的盯着我的肚皮，十分期待我丹田爆炸开花的瞬间。此时我看了他一眼，发现这老头现在都还没动筷子，这给我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殷道友啊，你也吃啊，别客气啊。殷天成一听，知道这是我在给他下战书，所以镇定自若的加了几片鱼肉到碗里。一片鱼肉入腹，狂暴的能量瞬间席卷了殷天成的丹田，他立刻调用之前服用过的地丹的药力，将这股狂暴的能量进行转化。仅仅一片鱼肉，居然消耗了3枚地丹的1/5的药力。看着我那毫无变化的平淡表情，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对方也提前服用了地丹吗？我见殷天成吃了一口鱼肉后就愣着，老半天不动筷子，于是问了一句：“殷道友，是胃口不太好吗？”透过这句话，殷天成感受到了强烈的挑衅意味。我的胃口还可以的。他马上夹起一片鱼肉，当着我的面吞了下去。2人你一片我一片，不甘示弱。很快，殷天成就消耗光了3枚地丹的全部药力。为了压制住这股疯狂的能量，短时间内，殷天成的境界直接掉到了2阶地境，这已经是他的极限。然而另一边的我又是一片鱼肉下肚，让殷天成觉得简直匪夷所思。除非，难道对方的修为远超过自己吗？这会儿我并没有怎么注意殷天成，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肚子有些不舒服。一旁的殷玄敏锐地注意到了我表情的变化，然后兴奋地传音给殷天成：“祖老您看，紫霄老祖撑不住了，事情的转机要来了吗？”然而他们盼来的只是我的一个饱嗝。我感觉自己吃的有点多了，肚子撑得慌。之前正好在系统抽奖抽到一瓶健胃消食片，默默一兜，我从里面取出了出来。殷天成仔细一看，整个人直接麻了，因为他看到了那满满一瓶子的丹药，品级全部都超过了地阶，超越地阶的丹药，药神教都练不出来。殷天成甚至在猜测，这位紫霄老祖有可能来自天域之外。我不紧不慢地打开瓶盖，在众人的注视下抓了一把嚼着吃。健胃消食片，前世我基本都是当糖吃的，然而这简简单单的动作，更是让殷天成不敢呼吸。超越地阶的丹药，还一下吃那么多，紫霄老祖恐怖如斯，他绝对不是3阶地界。不知不觉间，我发现一整条鱼已经被他吃光了，但鱼汤还一大锅呢。于是我拿起勺子给自己碗里盛了一勺，然后又给殷天成来了一勺。原汤化原食，殷道友，来，再喝点汤。殷天成赶紧摆手回绝：“林道友，我已经饱了，我那个家里还有点事，这么多鱼汤，不喝浪费吗？喝了再走呗。”尽管我一直保持微笑，但殷天成现在怎么看怎么瘆得慌。好消息是，他从我的话中品到，只要喝了这最后一口汤，就能离开紫霄圣地了。这里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了。早知紫霄老祖如此深不可测，他说什么都不会听殷玄这个龟孙子的话。殷天成只能硬着头皮去抿最后一口鱼汤，谁知他才刚刚喝下去一滴，丹田里强行压制住的能量直接爆发了。我看着双手捂住肚子，脸色也极为难看的殷天成，不由道：“殷道友，肚子不舒服吗？”林道友，我狂暴的能量让他痛苦的说不出话来。我皱着眉头，道友应该是想问厕所在哪吧？不过修仙者也拉屎吗？大帝也拉屎啊？我有些尴尬，因为紫霄圣地除了杂役峰之外，好像没有修如厕，而且堂堂地境强者上杂役峰拉屎恐怕有点不合适吧。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紫霄宝殿内发出一声闷响，砰！殷天成的丹田直接炸开了。年仅18就修炼到圣人巅峰境，
差一步就可以挣到大地。结果头铁硬扛了99道天雷，被劈成为一个经脉寸断的废人。可大家见我没被天雷劈死，纷纷以为我渡劫成功了。此时，族老阴天辰在喝完一口鱼汤后，只听见紫霄宝殿内发出一声闷响，他丹田里强行压制住的能量直接炸开。一旁的阴玄见到这一幕，对着已经死去的阴天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族老没有气息了，阴玄感到惊恐，因为堂堂3阶地境的族老都被玩死了。这位紫霄老祖城府究竟有多深？我清清嗓子，阴玄啊，这位阴道友是你的长辈吧？他死了，你赶紧把他给带回去吧。至于阴玄这边，当他听见我允许他带走族老尸体的事，马上就想起阴天辰生前的谆谆教诲。玄儿，这紫霄老祖是故意放你来找老夫的，你上当了。阴玄上了一当，所以害死了阴氏4大族老之一。这一次，对方又要放自己走，阴玄已经感到绝望。紫霄老祖，你到底在谋划什么？他想不通，只能迅速用乾坤袋收下阴天辰的尸首，没敢多看我半眼，就催动修为化作流星飞速逃离了紫霄宝殿。整个过程旁观的紫战天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紫战天真的以为阴天辰是来登门请罪的，看到一半，他才明白刚刚老祖和阴天辰一直在暗处角力，放阴玄离开，难道老祖是为了给阴氏世家一个警告吗？3日后，7大世家的阴氏家族领地，议事大厅内一共4位老者审视着跪地忏悔的阴玄。这些人是目前阴氏世家最核心的高层，无一例外都是地境为首的阴氏世家家主阴道，修为更是达到了3阶地境巅峰，能把天辰逼到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那紫霄老祖修为简直深不可测。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明白紫霄老祖放玄儿回来的用意。其中一位2阶地境的族老突然说到家主，这会不会和那件东西有关？一提到那件东西，阴导脸色大变。如果紫霄老祖真的想要那件东西，那就有点恐怖了。北海的天看样子要变了呀！阴导不由得感叹一句，然后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个紫色的小葫芦。罢了，既然这紫霄老祖要与3大教去争，和北海大帝去争，那我就成全于他。玄儿，把这个带回紫霄圣地，交到紫霄老祖的手上。阴玄抬起头来，眼神中充满着不敢相信，这可是镇族地宝紫宝葫芦。玄儿，你记住，去之后暂时不要再回阴家了，我们阴家从此刻开始退出7大世家行列。退出？阴玄以为自己听错了，阴家纵横天域100万载岁月，难道真的就怕一个紫霄老祖？很快，仅3个时辰后，整个阴氏世家所有5宗境以上的强者全部倏然消失。另一边，紫霄圣地，自从我看了阴天辰那不要太美的爆体画面后，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随后，我继续给天域最强的北海大帝写信，作为这方世界的第1大帝，要是能把他骗来紫霄圣地，再用系统将其秒杀，到时我的威名响彻天域，自己的名声值绝对可以拉满。亲爱的北海大帝您好，我是紫霄圣地的林清玄，你有空来我这儿吗？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年迈的大帝和凡人一样，也憋不住答辩吗？写到这，我停住了笔，自己到底在写些什么玩意啊？就在此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出现，检测到宿主震慑住整个阴氏世家，名声值加2000，我蹭的一下直接从鎏金宝座上跳起来，我靠，直接加2000，这简直是笔巨款。看来是阴天辰窜稀而死带来的蝴蝶效应。此刻，紫战天带着阴玄急匆匆的就进了太虚宫。老祖，喜事，大喜事啊！7大世家之一的阴氏送了一件中阶地宝过来赔罪。紫战天说话间，用余光瞥了一眼阴玄，阴玄极不情愿的从乾坤袋中取出阴导交给他的紫宝葫芦。紫霄老祖，家主愿意以此件4阶地宝来换取紫霄圣地的宽恕，并且家主还承诺7大世家之一的阴氏将会永远的从北海天域中消失。紫战天把这个紫色的精致葫芦呈到我手上，4阶地宝，要知道这价值足以换取整座紫霄圣地，但再高级的东西，作为凡人的我也用不了啊，可惜了，只是一件废物。而我随口说了这么一句，然而阴玄耳朵听到这句话后欲哭无泪。4阶地宝在紫霄老祖眼里都是废物，他觉得自己永远没有机会让紫战天吃屎了。但自从经过上次一战，紫霄圣地吞并其他3座圣地后，急需护法、长老等位置维持紫霄圣地的日常运行。紫战天表示，准备面向整个北海天域，在3日后召开一次长老招募大会，并定下丰厚酬劳。我听了，微微摇头，然后副手说了2个字：地境。地境。紫战天悟了，老祖说的对，紫霄圣地现在根本不缺什么圣人境和武君境作为长老，在地境面前不过都是蝼蚁罢了。我将紫宝葫芦扔回给紫战天，这件4阶地宝用作招募地境强者的酬劳，这种手笔连阴玄都给听傻了。圣物和地宝是一个势力的底蕴，紫霄老祖居然当大白菜送人。很快，短短1日间，整个北海天域都知道了紫霄老祖要送4阶地宝的消息，一时间各大势力暗流涌动。3日后，紫霄峰上的长老招募大会现场，无数修士从天域4面8方踏空而来，渐渐汇聚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足有数万之数，独自修行的散修、小型宗门的长老，还有皇朝的皇室等等。当然，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些来自大势力的探子，比如苏晴雪就是其中之一。他来自北海天域3大教之一的月神教，是教中隐士长老之一，有3阶地境修为。这次月神教派他来打探紫霄老祖的秘密，以及争夺4阶地宝紫宝葫芦。至于为什么要选他，主要是看中了他过分稳健的性格。大帝修为的他，至今都还和杂役弟子混在一起。更离谱的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惹了他，他也会先忍受下来，再去打听这个弟子的所有人脉关系，确认不能威胁到他之后才会出手。稳健就是他的座右铭。而此刻，他已用秘法伪装成一位只有5宗境界的散修老妇人，不起眼的混在人群之中。紫霄圣地不愧是天域最顶尖的势力啊，光是招收个长老就有这么大的排场。一位坐在青牛背上的长须老头啧啧感叹。不过你们看这位道友，才5皇就敢来应聘紫霄圣地长老。老头李老官吹吹胡须，瞟了一眼自己身旁的一位头顶赤冠的修士，引来众人一阵哄笑。5皇放在一般的宗门或者皇朝里算是大能了，但在今天这个场面的衬托下，就显得
十分滑稽了。站在他身旁的一名武宗则是安慰道：“道友，以你的修为，今日要想被紫霄圣地看中，的确希望渺茫。不如等招募大会结束后，加入我伽马王朝如何？成为皇朝客卿，对于绝大部分武皇来说，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然而眼前的这位武皇态度异常的冷漠，压根没把这些武宗武君放在眼里，因为他和苏晴雪一样，是一位隐藏修为的大帝，因此也只有同为帝境的苏晴雪才能一眼就认出他的真实身份。阳神教烈阳老祖，你居然也来了！这位武皇当然也看穿了苏晴雪的身份，暗暗传音道：“苏丫头，老夫与你也有300年未见了吧？想不到今日你堂堂3阶帝境，居然伪装成一个不起眼的武宗。果然，不管过去多少岁月，你永远都是那么的稳健。”苏晴雪听到这话，立刻翻了个白眼：“烈阳老祖，你要点脸吧！4阶帝境，阳神教剧情一般的人物，悄悄化妆成武皇，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放屁！烈阳老祖呵呵回应：“紫霄老祖要送出如此重要的紫宝葫芦，谁知是真是假？所以老夫必须谨慎。我坐在太虚宫内，正在接受紫战天的工作汇报。老祖，这次招募报名的强者很多，光是圣人境一共就有400多位。我一如既往的保持高人风范，闭着眼盘坐在鎏金宝座上。有帝境否？”紫战天摇头回老祖：“暂时没有帝境大能出现。”我知道了，你暂去吧。我挥了挥手，示意紫战天退下。就在这时，太虚宫中，苍穹之上突然一声霹雳，轰隆！霹雳中间的空间都被撕碎，钻出9条巨龙，拉着一口巨大的棺材。位于紫霄山顶的众人抬头仰望着这震撼的一幕，因为那9条巨龙无一例外都是圣级灵兽。至于那口棺材，必定是地宝无疑。9龙拉棺，此人是谁？居然如此有逼格！在众多圣人境、武君境的围观下，9条巨龙振翅翱翔，来到了太虚宫上空。只见9条巨龙拉着的棺材盖子被缓缓打开，里面爬出一名中年修士，他站在巨棺之上，在阵阵龙吟的包围中睥睨着脚下的众人。在下叶凡，紫霄老祖何在？他声如洪钟，响彻云霄。混在人群中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定睛一看，几乎同时看穿了这人的修为。帝境，两人脱口而出。尽管这个出场逼格满满的男人只是1阶帝境，但无论是苏晴雪还是烈阳老祖都不曾见过这个男人的面孔，也就是说，此人绝不可能来自北海天域的几大势力。是散修。两人相视一眼，同时得出这个答案。烈阳老祖身为阳神教巨擘人物，活了无数岁月，见过不知道多少天资卓越之辈，但从来没有见过散修正到帝境。而且这人还驯服了9条圣级巨龙，并且拥有1件地宝，实在是不可思议。紫霄老祖何在？见太虚宫内没有应答，中年修士加大音量又喊了一句。林玄清实在受不了了，走出太虚宫，负手站在殿前。紫霄山顶，所有修士看到林玄清出现后，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议论声嘈杂一片。紫霄老祖出现了。传闻中，落日、九幽、黄泉3大帝境老祖同时出手，也不能伤到紫霄老祖分毫。今日得见，果然有强者风范。人群之中有不少其他几大圣地派来的探子长老，当他们第一眼见到凡人模样的林玄清后，立刻就确认了信息的真实性。只是不知道9龙拉棺的这位前辈找紫霄老祖何事，究竟有几阶帝境？从气势和地运上看，9龙拉棺的这位肯定是帝境，但这些人的修为不够，看不透他到底是几阶。此刻见到凡人样子的林玄清从太虚宫中出现，中年修士微微一惊，然后马上平复下来。然后他站在棺木上抱拳说道：“在下叶凡。”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已经确定这个叶凡就是一位散修，而林玄清只关心他是不是帝境。如果是帝境的话就好办了，如果不是帝境的话，必须要维护好自己绝世强者的形象。毕竟今天紫霄圣地汇聚的人比上次3大圣地围攻还要多，露出破绽被发现的话就完蛋了。于是林玄清再一次开启自己的装高手模式。叶凡没听说过，无论如何气势要够。紫霄老祖有够狂的，居然这么轻蔑这位。围观的数万修士听见紫霄老祖这样回应，十分期待9龙拉棺上面叶凡的反应。然而叶凡并不发怒，而是淡淡回道：“紫霄老祖，你没有听说过，我很正常，因为我是一名散修。”提到散修2字的时候，叶凡还故意提高了声量，因为他很期待现场数万修士的反应，还有林玄清的反应。散修，这位帝境前辈居然是散修！今日登临紫霄圣地的数万修士中，有不少都是散修。当他们听见叶凡亲口说出自己是散修后，既有兴奋，也有不可思议。只有同为散修的他们，才明白散修修炼到大帝有多难。如果要形容的话，只有5个字可以形容：男人生孩子。所以这数万修士中，绝大多数散修只有武宗，很少一部分能突破到武君。而圣人，至今为止，只有10万年前名声大噪的六丁散人达到过这个境界。至于大帝，自从北海天域拥有历史以来，散修当中从未出现过一人。所以今日叶凡的横空出世，让这群散修热血沸腾。谁言散修无大帝？散修们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掀起了滔天气势。叶凡等的也是这句话。他张开双臂，面对着数万修士，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叶凡天生圣体，10岁便入武皇，5年之后入武宗。那一年，我入远古暗灵，斩宗级金翅大鹏。又5年后入武军，随后战38路古之武军，此一战天昏地暗，从此龙须遗迹中再无人敢称武军。在5年后成圣人，宿命之战遭到3大圣人围剿，我将其神魂湮灭，永世不得轮回。10年之后，终成就大帝之位。”然后他看向林玄清：“前日我听闻道友以1敌3，连灭3大圣地，如今我已正得1阶帝境圆满，因此
特来与道友一战。叶凡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异常的自信，现场的数万修士全都被感染了。难以想象，只用35年就从凡人修炼到武帝，这是何等妖孽的天赋！现在两边，一边是前一段时间在北海天域中声名鹊起的紫霄老祖，另一边是横空出世的妖孽散修叶凡。两人一战，究竟谁胜谁败？此刻，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一战，而这一战已经箭在弦上。这种期待感让所有人都忘记，今日本应该是一场长老招募大会。而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此刻也希望想通过这一战摸清楚林玄清的真正实力，而且他们都认为此战胜负难料。尽管从目前所知的情报上看，紫霄老祖的修为貌似要高一些，但这个叫叶凡的实在太妖孽了，这种经历简直就是这片天域的位面之子。紫霄老祖，可敢一战？叶凡从巨棺中取出一杆长枪，约战林玄清。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仔细观察那杆枪后，发现那居然也是一件地宝。尽管它和那口棺材一样，只是2阶地宝，不如4阶的紫宝葫芦。这场战斗，紫霄老祖应该要用紫宝葫芦吧？有些眼力超群的圣人也能看出那杆枪的不凡。如此妖孽的成帝经历，加上2件地宝和9条圣级巨龙辅助，苏晴雪感觉，如果不用紫宝葫芦的话，即便是自己出手，至少也有30%几率会败。然而太虚宫殿前，刚刚听了叶凡那么多话的林玄清，此时心中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因为在那些逼格满满的话中，他其实就听见了2个大字：大帝。紫霄老祖，可敢一战？叶凡已经迫不及待与林玄清一战，然而他得到林玄清的回应只有4个字：你太弱了。但他并不被林玄清的轻视所惹怒，在叶凡眼里，只有这样的紫霄老祖才配得上与他一战，并且他也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越级战胜林玄清，因为叶凡除了拥有混沌古棺和破日金枪2件地宝之外，还有其他底牌，例如他的黑色铠甲里面寄养着一位远古时期超级大能的灵魂，当他陷入绝境，位于生死线上之时，这位超级大能就会出手一次，威力相当于6阶地境，6阶地境足以碾压一切。当然，叶凡并不认为林玄清能将他逼到这种绝境之中。紫霄老祖，你怕了？叶凡竖立着破日金枪，怒发冲冠。林玄清面无表情，淡淡回应道：杀你，本座只需略微出手。紫霄老祖此话有些嚣张，这是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听见林玄清这样回应后的第一反应。但林玄清接下来的话更嚣张：聒噪，只需一招，本座就能灭杀你。苏晴雪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招灭杀这个叶凡，他自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紫霄老祖有烈日老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4阶地境，可4阶地境这不可能吧？此刻叶凡握紧金枪，大地修为涌动，气势恢宏。很好，出手吧，紫霄老祖。林玄清毫不客气，微微抬手开启，然后对着九龙拉关的方向就是一指，指尖之上环绕着铭刻着金色符文的圆形光圈。叮，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特效随机匹配中 loading。叮，大荒球天指同款特效匹配成功。一束耀眼的激光从林玄清的手指中射出，并且越来越粗，朝着叶凡而去。叶凡还来不及反应，手中的长枪和脚下的巨棺好像被扔进了熔炉一般，瞬间湮灭。而他本人站在这光柱中间，宛如一粒不起眼的灰尘。他后悔挑战林玄清了。前辈，救我！绝望之中，叶凡呼唤着黑色铠甲下面潜藏着的灵魂。生死之间，他胸口处一道黑色的残影出现。然而下一秒，这道黑色残影就和叶凡一起湮灭在激光柱之中。飒！叶凡被轰杀的渣都不剩。而这一指伴随着轻响，最终点亮了苍穹。那刺目的光芒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北海天域位面之子，名声值加2000，白色宝箱成1。叮！检测宿主名声值已经达到5000点以上。叮！商城功能已解锁。在林玄清秒杀叶凡之后，脑海里传来了一连串系统的声音。这个叶凡是位面之子啊，难怪出场逼格这么高。这个白色宝箱是怎么回事？击杀位面之子报的物品吗？林玄清直接开启这个白色宝箱，获得龙神地宫地图乘1，获得龙神地宫秘钥乘1，一张地图和一把钥匙。林玄清正准备看物品介绍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龙神地宫遗迹，任务目标3日内前往龙神地宫遗迹获取龙神遗骸，任务奖励解锁签到功能，任务失败惩罚名声值清零，宿主是凡人的事实将暴露，注意此任务无法拒绝。林玄清听了这个隐藏任务的描述，这简直就是在把他往火坑里推啊！秘境里面一般都是危险重重的吧，自己这种没有修为的凡人过去，岂不是稳稳的送人头啊？关键这个任务还不能拒绝，系统你是故意的吧？叮！苍穹之上光芒褪去，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难以平复自己的内心深深的震撼。林玄清的那一指太过惊世骇俗，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而且当时的激光柱中那道气息极为强大的残影都被激光给湮灭了。那道残影的气息比我要强，至少也是5阶地境的水平，5阶地境都被一指灭杀。烈阳老祖喃喃自语，如此说来，这紫霄老祖是5阶巅峰，还是6阶，亦或是和老教主一样已经达到了7阶地境？烈阳老祖望着远处的林玄清，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法，难道说紫霄老祖和老教主一样，也是这7人之一？
联想到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本来就超级谨慎的烈阳老祖越想越感到细思极恐。不行，得赶紧离开紫霄圣地。月神教的苏晴雪此刻也有类似的感觉，她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处于这位紫霄老祖部下的局中。过分稳健的她，现在非常后悔答应月神教老教主交代的任务。这紫霄圣地太危险了，她现在只想赶紧返回月神教的杂役峰苟住。希望紫霄老祖没有发现我吧。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正这么想着，却发现太虚宫外的林玄清突然将目光投向这边，两人心间猛然一颤，因为他们发现林玄清的视线好像正好落在他们两个身上。糟了，紫霄老祖发现我们了！一时间，无论是苏晴雪还是烈阳老祖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如果林玄清真的有七阶地境的话，要想拿捏他们只是简简单单，哪怕他们立刻撕碎空间，七阶地境的超级大能也能将他们从空间里面给逮出来。怎么办？怎么办？苏晴雪急得焦头烂额，烈阳老祖也紧张的冷汗直冒。紫霄老祖是在警告我们，还是要杀我们？然而短暂的3个呼吸后，林玄清移开了目光。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如释重负，看样子紫霄老祖并没有要杀我们的打算。苏晴雪长舒一口气，对烈阳老祖传音道。烈阳老祖连连用衣袖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回应道：苏丫头，我俩从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紫霄老祖发现了我们却不杀我们，烈阳前辈，依你看来究竟有何用意？苏晴雪问道。烈阳老祖拍拍脑袋，回答道：苏丫头，你忘记今日紫霄圣地开设道场的目的了吗？长老招募大会。听烈阳老祖这么一提示，苏晴雪悟了。紫霄老祖这是希望我们加入紫霄圣地。太虚宫外，林玄清保持老祖风范，负手而立，秒掉位面之子叶凡。接下隐藏任务后，他望了望远处的紫霄山，刚才那一指拉风的惊天动地，应该镇住这些武皇以上的强者了吧？要不要在外面看看长老招募呢？林玄清暗暗想着，望着人群观察了几秒钟，算了，还是先回太虚宫苟住吧。虽然刚刚那一指的特效确实很帅，但林玄清最终还是放弃了待在外面的想法。这儿毕竟有数万武皇以上的强者，随便拎出来一个就能秒杀他，不怕胆子大的，就怕脑子有问题的。万一突然从里面冲出来一个神经病呢？所以还是回去苟着比较好。另外，系统发布这个龙神地宫遗迹的坑爹任务，林玄清还得仔细研究研究怎么办。然而，当他刚刚移开视线，正准备转身返回太虚宫的时候，远处人群中间喷射出2道耀眼的金光。金光之下，林玄清看到2个人，是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此刻他们撤去自己的伪装，霎时间2人的气息暴涨。武君、圣人、圣人巅峰，1阶地境、2阶地境，大地强大的气息在人群之中四散，把那些原本还沉浸在林玄清一指点亮苍穹震撼中的修士们拉回现实。人们惊讶地发现，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武宗，还有一级不起眼的武皇，居然是2名逆天大能。众道友快看，我们中出了2位大帝！此刻，一名有圣人境修为的长髯修士高声惊呼。众人的视线完全汇聚在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这边。大帝，居然又是大帝！想不到老夫迟暮之年，居然能在紫霄圣地一次性见到这么多位大帝，以后陨落了也值了呀！北海天域明面上的地境就只有北海大帝一人，所以绝大多数修士一辈子都见不到那些隐世地境。今日紫霄圣地前前后后一共出现3位大帝，小势力的修士自然激动无比。此刻，只见苏晴雪褪去老夫的面孔，露出绝美的容颜，一袭雪衣的包裹下，让人感到圣洁无比，高不可攀。烈阳老祖的变化倒不算太多，唯一的区别是，当他的气息攀升至4阶地境的时候，头顶的赤冠幻化为一轮赤色的火球，像太阳一样悬挂在空中。苏丫头，我们去见紫霄老祖吧。烈阳老祖沉声说道。苏晴雪微微点头。2人踏空而行，每走一步，周围就会出现一次冰火2重天的异象。那位嘲笑过烈阳老祖是武皇的武君境的修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说了不该说的话。他想后悔，但已经晚了。当烈阳老祖经过他时，灼热的赤炎直接将他的身体瞬间抽，然后化为灰烬。其余修士看到这位武君如同蚂蚁一样被烈阳老祖碾死后，身体恐惧的直打哆嗦。那可是武君，天域之中随手就能灭掉一个皇朝的存在。众人目送着2人靠近林玄清，而他们来到林玄清面前后，立刻就收敛了大地气息。毕竟在林玄清这种超级大能眼皮子底下，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小女子苏晴雪见过紫霄老祖，在下烈阳见过紫霄老祖。2人毕恭毕敬，给林玄清行的是尊敬长辈的弟子礼。苏晴雪这个名字似乎有些耳熟，有一些活得比较久的修士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青山宗的那位武君境的李老官就是其中之一。此时他的脑海因为苏晴雪这个名字浮现出一座伫立在神月之上的神秘莫测的宗门，而他幼小的自己就那么呆呆地站在下面仰望着。苏晴雪，苏晴雪，我想起来了，她是月神教当年从未路过面第4大护教长老之一，圣雪仙子。圣雪仙子？不会吧，她不是早就已经作化了吗？那只是月神教对外的说辞罢了。天域之中，北海大帝一人独尊，其他强者成就地境之后，基本上都退居幕后了，只是对外宣称作化了而已。你们看圣雪仙子身边的那位头顶赤阳的大能，虽然来历不明，但修为恐怕还要比圣雪仙子还强不少。只是圣雪仙子堂堂月神教的大能，怎么会对紫霄老祖行弟子礼呢？李老官不理解，许许多多的修士都不理解。3大教是仅次于北海地宫的势力，
就算紫霄老祖修为再高，也不至于让出自月神教的苏晴雪以弟子身份自居吧？更何况圣雪仙子可是大帝啊，让一位大帝行弟子礼，在北海天域，除了北海大帝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做到。就算有其他人，那也只有可能是三大教的老教主们。紫霄老祖恐怖如斯啊！这么看来，他的真实修为应该与北海大帝相差不多。像我这样的武宗，估计有100万个都不够紫霄老祖打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行弟子礼，对林玄清已经足够尊重。但让他们两个感到意外的是，行礼过后却迟迟得不到林玄清的回应。难道我会错紫霄老祖眼神中的真正含义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顿时压力山大。如果是这样的话，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眼神短暂的交流后，果断得出了结论：他们应该没有会错紫霄老祖的意思。紫霄老祖不回应，可能是因为自己诚意不足，没有让紫霄老祖满意。于是两人几乎同时开口说道：我愿加入紫霄圣地，并且献出2万、3万极品灵晶。烈阳老祖脱口而出3万灵晶，苏晴雪瞪了他一眼。苏晴雪表示：好家伙，论狗还是你烈阳老祖更狗啊！于是他赶紧补上1万，然后又加了5000。小女子出3万5，我出4万，我出4万5，我出6万。你！烈阳老祖急急忙忙从袖子里掏出6个乾坤袋，每个乾坤袋都装着1万极品灵晶。苏晴雪全身的家当一共就只有5万，拿不出更多，只好无奈作罢。烈阳老祖内心暗喜，哼哼，老夫好歹比你这丫头多活几万年，比财力你还嫩点儿。其实就算苏晴雪还能拿出1、2万，他也不怕，因为在他的鞋子里还藏了2万极品灵晶。这是我们对圣地的一点心意。两人奉上灵晶，期待着林玄清的反应。林玄清绷着脸，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还是倍感压力。就在这重压之下，林玄清突然开口说话：你们两个知道龙神地宫遗迹吗？听到这句话后，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身体猛然一颤。龙神地宫遗迹这个地方，他们两个不仅听说过，而且还很熟，因为就在半个月前，月神教与阳神教的老教主才进入其中寻找大机缘去了。果然，紫霄老祖和老教主一样，是这天域大事的执旗人之一。我们听说过。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抢着回答。林玄清微微点头，然后示意他们两个跟着他进入太虚宫。跟本座来。回到太虚宫，林玄清坐回鎏金宝座上，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小心翼翼地站在下面。从今日，你二人就是我紫霄圣地的太上长老。是。林玄清居高临下，看着他们两个，感到十分欣慰。这两人都是地境，不正好可以当自己的随身保镖吗？到时候下副本的时候，地境之下小怪就由他们两个清，网上的大怪就自己来好了。于是他拿出系统那里得到的龙神地宫地图，扔向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一左一右，正好接住。这是龙神地宫遗迹的地图。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看着地图上各种重要的标记，惊讶道：老教主找了数万年都没有寻到的东西，原来是在紫霄老祖的手里。林玄清看着他们两个脸上那吃惊的表情，心想这两人应该是看明白了。前世的林玄清其实是个路痴，即便有卫星地图，很多时候都看不明白该往哪儿走。更何况这玄幻世界的地图太过于抽象，东一笔西一笔的，他就更看不懂了。3日之内，本座要前往龙神地宫遗迹，你们可愿跟随？林玄清一本正经说道。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自然是要选择跟随。他们猜测紫霄老祖估计早就算到了月神教和阳神教会派遣他们两个来拿紫宝葫芦，选择让他们两个跟随进入龙神地宫遗迹，估计也是布局之一。没办法，谁让这就是天域中真正大人物的手段呢？2日后，一座幽暗的峡谷内，一位赤袍老者盘坐在一块岩石之上，手里紧握着一个精致的轮盘。没错，这个轮盘是一件6阶地宝，名曰天机盘。在他的面前有一道布满禁制的石门，即便是7阶地境的他也没办法用蛮力打破。而他就是阳神教第3代教主陈衍，烈阳老祖口中提到的老教主。这里就是龙神地宫遗迹的入口。不对，这不对啊！陈衍喃喃自语。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断地拨动轮盘，试图推演着他想要看到的天机。按照天机盘的演算，那个开启遗迹入口的位面之子早就应该出现了。陈衍想不通，因为他明明已经推演过上万次，每次都得出结论是那个位面之子会开启遗迹入口。可位面之子呢？陈衍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是有人篡改了天机，天机盘也不应该测算不出啊。陈衍紧锁眉头，觉得不可能有人能躲过天机盘的推算，除非那个人的强大远超这个位面。当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难道是天机盘坏了？陈衍正这么想着，幽暗的峡谷尽头出现了一位和他同等气息的绝美少妇，而她就是苏晴雪口中提到的月神教老教主李月儿。她和陈衍一样，也是提前在这儿等位面之子出现的。当然，她也遇到一件怪事，就是最近这2日，龙神地宫遗迹的位置好像暴露了。刚刚他去峡谷外面看了一眼，已经有大量的修士从4面8方汇聚过来。不可能啊！当初我明明用秘法屏蔽了这里的气息，怎么还能被别人找到呢？来到陈衍身旁，李月儿询问道，结果还是一样。陈衍点头，又询问他：你那边呢？李月儿摇头，回答道：按照你天机盘的演算，开启遗迹入口的人应该是地境，而且是独自前来。但现在的情况似乎完全不一样，那人没有来，但外面却来了很多天机不曾推算到的人，而且修为全都在地境之下。陈衍追问：
会不会是那人隐藏了修为，混在了人群之中？毕竟他是位面之子，手里很有可能也有一件推演天机的地宝。如果他推演出我们在推算他，自然会想办法制造出一种和天机盘描述的不一样的假象。李玉儿还是摇头，不太可能。天域之中，除了北海大帝一人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我看不穿修为。即便他是位面之子，还未成长起来，又能有多少手段？最近紫霄圣地的紫霄老祖风头正盛，会不会是他在搞鬼？紫霄老祖，李玉儿略微有些不屑，他最多不过4阶地境，不可能是他。李玉儿7阶地境在北海天域中是前5的存在，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不可能出现走眼的情况，也不可能判断失误。然而他话音刚落，林玄清就带着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从峡谷中出现了。丁，宿主成功抵达龙神地宫遗迹入口，隐藏任务时间限制增加。林玄清看到隐藏任务的信息栏里，探索时间又增加了3日。丁，紫霄圣地长老招募大会圆满完成，声名远播，获得额外奖励，名声值加500。丁，由于宿主击杀叶凡，并且成功收下2名地境长老，对北海天域中各大宗派、皇朝、家族等形成名声2次传播，名声值持续增加中。印，名声值加12，名声值加5，名声值加9。丁，恭喜宿主解锁成就名门正派，名声值加100。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下，林玄清面板上的名声值已经超过了，终于有1万多了，有机会逛一下系统商城吧。上次他解锁了商城功能，一直没机会用的原因就是商城里面的东西太贵了，基本上都是1万消费起步。不过呢，好在这次从紫霄圣地出发，一路上也没人敢招惹，毕竟有2个地境工具人的存在，商城里面的东西也暂时用不着了。前辈，遗迹的位置信息已经散布出去了，周边各大势力派了不少人过来。苏晴雪说道。林玄清微微点头，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在修真界实在是太危险了，特别是探索这种连天之骄子都有可能陨落的秘境。所以林玄清决定多搞一些人来，让他们先在前面排雷。前方就是遗迹的入口了，那里有一座石门。烈阳老祖指向前方深邃的空间，同时也看到了盘坐在岩石上的阳神教老教主和一边的月神教老教主。当然，陈衍和李玉儿也看到了他们。烈阳，你怎么来了？陈衍放下天机盘，诧异道：“你不是应该在紫霄圣地吗？”李玉儿看着苏晴雪，同样问道：“雪丫头，你又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又看向2人中间风度翩翩、仙风道骨的林玄清，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完全看不透这个男人。此人是谁？作为北海天域屈指可数的超级大能，李玉儿自然不会蠢到认为眼前这个他看不透修为的男人只是个凡人。但问题是，连7阶地境的他都看不透的人，说明修为已经达到了8阶乃至9阶。而8阶以上修为的，整个北海天域目前只有1人，那就是北海大帝。很显然，这个男人并不是北海大帝。排除掉这个选项之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他应该是天机盘推算的位面之子。李玉儿赶紧走到苏晴雪身边，拉着她的手说道：“雪丫头，交代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为什么你和位面之子在一起？”苏晴雪一脸懵逼：“老教主，什么位面之子？这位是紫霄老祖林玄清林前辈啊。”紫霄老祖？雪丫头，你当我人老眼花了呀？紫霄老祖区3、4阶地境修为，怎么可能是他？李玉儿不信，苏晴雪只好把2日前紫霄圣地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给他讲了一遍。你没开玩笑吧？叶凡被紫霄老祖一直秒杀。李玉儿听完，弄清来龙去脉之后，若有所思。这么说来，这个叶凡应该才是天机盘推演的位面之子，那这个紫霄老祖就有些恐怖了。事关重大，李玉儿悄悄给盘坐着的陈衍传音道：“位面之子叫叶凡，已经被紫霄老祖给劫杀了。”我耳朵不聋，早听见了。陈衍紧锁眉头，意味深长地望向身穿白袍的林玄清，回应李玉儿道：“而且刚刚我已经用天机盘推算过他，结果怎么样？算不出。在他的命格中，似乎有一种超越天道的存在伴随，所以我无论怎么推算，天机盘给出的结果都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尽管陈衍给出来的这个结果在李玉儿的意料之内，但他还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确定没有算错？这紫霄老祖劫杀位面之子，不受天机测算，命格真的有这么特殊？”陈衍无奈摇头：“我也希望是我算错了。劫杀位面之子，并且屏蔽天机，以凡人的姿态出现在龙神地宫遗迹，天机盘无法测算。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实力太弱，他的修为远高于我们。”陈衍收起天机盘，然后站起身来，来到林玄清面前，行礼道：“在下阳神教陈衍，见过林道友。”同时李玉儿也开口说道：“在下月神教李玉儿，见过林道友。”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超高质量名声传播，名声值加1000。在陈衍和李玉儿行礼的瞬间，林玄清的名声值就又涨了1000点。陈道友，李道友。林玄清回礼，然后看向身边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暗暗想着：哟，居然碰到2人的老乡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却从林玄清的眼神中读到了令他们压抑的气息，于是赶紧解释：“前辈，他们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岳阳神教老教主。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紫霄圣地，自然会竭尽全力为紫霄圣地做事，日后与神教再无瓜葛。”2人十分的狗。当他们看见连李玉儿和陈衍都要屁颠屁颠的过来行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一定要死死抱住林玄清的大腿。这下正好对林玄清表个忠心，以后才能活得更久啊。李玉儿和陈衍作为2大神教的第3代教主，虽
虽然早已不管教中的事情，但看到苏晴雪和烈阳两人公然叛教，内心还是有些郁闷的。好家伙，让你们去调查，你们直接给投敌了。不过，作为北海天域真正的大人物，他们两人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并未发怒。此时的林玄清则是有了新的想法，他看着陈琰和李玉儿两人，感觉看到了两个新的工具人。这两人是月神教和阳神教的老教主，修为姑，在地境中也是佼佼者。如果能够好好利用一下的话，说不定能在他们身上刷不少名声值。装逼是要有衬托的，他们两个不就正好是完美的背景板吗？而另一边的陈琰和李玉儿此刻也在思考着怎样利用林玄清一起进入遗迹秘境。于是他们三个互相看着对方，脸上保持着微笑。峡谷之上，一线天，前来探索龙神地宫遗迹的大部队已经陆陆续续赶到。看来这峡谷下面应该就是龙神地宫遗迹的入口了。悬崖之上，一位青袍白发，手中拿着拂尘的强者凝视着幽暗的峡谷。他来自星云宗，名叫赵成，是宗内的太上长老，乃是一名武皇。今日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来自大晋皇朝的皇室成员，一个叫司马勋，另一个叫司马曲。两人修为稍次一些，但也达到了武王境巅峰。赵老，听说隔壁的大齐皇朝这次也请来了一位武皇强者相助。司马曲说道，到时候进入遗迹秘境，若出现意外，还请赵老出手啊。两位这是说哪里话？赵成回道，我星云宗背靠大晋开宗立派，本就应该互帮互助。这一次秘境之行姿势重大，老夫定然竭力而为。如此便多谢赵老了。两位，我们先下去吧。赵成轻轻拍打拂尘，这龙神地宫秘境有大机缘，若是让其他人捷足先登，可就失了先机了。好，三人催动修为，背后长出一对灵气翅膀，从一线天上飞了下来。很快，三人就来到了禁制石门处，看到了林玄清等人。咦？赵成感到诧异。大晋皇朝距离龙神地宫遗迹最近，他作为武皇强者，接到消息后马不停蹄赶来，按理说应该第一批抵达啊，居然有人赶在了我们前面。赵成示意司马勋和司马屈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需要判断一下前面的林玄清等人是什么修为。于是他的视线从苏晴雪开始，一直扫描到陈琰结束。怎么5个人都是凡人？赵成以为自己眼睛花了，看错了，于是他又重新确认了一遍，横看竖看，上看下看，无论从哪个方向看，林玄清等人还是没有任何修为。赵老，怎么了？司马勋和司马屈两人凑了过来，询问道。赵成毕竟是武皇，少说也是苟了上千年的人物，自然不会草率的把林玄清等人真的当作凡人，他需要确认一下。于是对司马勋二人吩咐道，我们过去问问，记住务必要对前面几人客气一些。赵成走向林玄清这边，没有摆出武皇的架子，三人一起对着林玄清行了一礼。林玄清回了一礼。陈琰等人见林玄清回礼，就不端着大地架子了，也对着赵成行礼，以平辈相论。若是平时的话，区区一个武皇蚂蚁一般的角色，他们看都不会看一眼。几位也是打算探索遗迹，寻求机缘的？赵成试探性的疑问。陈琰几人看着林玄清，想看看他怎么回答，再回答。没错，林玄清简单回答道。既如此，若几位道友不嫌弃的话，我们同行如何？哦，忘了介绍了，在下赵成，这两位是司马勋和司马屈两兄弟，我等均来自大晋皇朝。赵成继续试探道，不知几位道友先乡何处？大晋皇朝，星云宗。林玄清表示自己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就说明这是个小地方。既然是小地方，那就进一步说明眼前的这个手持拂尘的老头修为绝对在大地之下，是可以轻松秒杀自己的存在。我等都是散修，修为松散，不值一提。林玄清的回答尽量低调。苏晴雪也附和道，对，我们都是散修，修为不高。赵成听罢呵呵笑道，就算几位是散修，肯定也不是一般的散修。几位的气息神秘莫测，在下以武皇境的眼力根本看不出几位的真实修为。林玄清抓住了赵成这句话中的武皇的字眼，武皇可做到灵气化意，强的一笔，所以他决定再低调些。原来是赵前辈。林玄清说出了前辈二字，引得陈琰和李玉儿两人一阵遐想。紫霄老祖这般的旷世大能，居然对一武皇称前辈，难道说这与他值得棋局有关？作为执棋人，陈琰和李玉儿敢确定紫霄老祖肯定也是执棋人之一。他们两人是在6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的，这其中涉及到7大世家的7件地宝，以及位面之子和龙神遗骸等等。但他们想不通的是，棋局中并没有这个小武皇什么事，这也不由得让他们猜想，难道是自己想的不够远？于是李玉儿暗暗传音陈琰，你怎么看？紫霄老祖城府极深，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我们顺着他说的做就是。陈琰严肃道，等进入遗迹后，我们兵分两路，再去寻龙神遗骸。李玉儿觉得陈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他们两个也装成了武皇都打不过的小弱鸡，对赵成称呼前辈。至于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个，他们本来就过分稳健和超级谨慎，装孙子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赵前辈，我们确实只是普通的散修。苏晴雪解释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秘法可以屏蔽气息，所以前辈您才没能第一时间看出我们的真实修为。说完，苏晴雪就伪装成了一个连武王都不是的武灵境。赵成这时一看，除了林玄清之外，其他4人的真实修为都渐渐清晰了，原来是4个武灵境的小辈。司马勋和司马屈在赵成耳边悄悄说道，赵老，只是几个武灵而已，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吧。赵成点头，刚才对林玄清的那种恭敬的态度瞬间消失。好，时间紧迫，我们走吧。
赵成挥动拂尘，准备打开石门进入遗迹。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女声出现在峡谷之中：“司马勋、司马区，你们给我站住！”话音落下，一名红发少女从天而降，在她身后站着一个蒙面人，气息不弱于这边的赵成。武皇，赵成一眼就看穿了蒙面人的修为，和他相差无几。赵老，此人就是大齐皇朝重金请来了武皇强者，据说来自……司马勋正在介绍蒙面人的来历，峡谷之中又出现一个声音：“哈哈哈，司马兄，叶儿妹妹，好久不见。”一名手持折扇的长发青年带着7个身穿铠甲的修士缓缓落下。叶枫，你居然带了7个武王境的死士前来！司马曲对青年后面7个弥漫着死气的武王境感到十分忌惮，就算是赵成，此时也觉得有些棘手。想不到你们叶家经过上次一战后，居然还有这么多资源，培养7个武王境死士来争夺遗迹中的机缘。叶枫将折扇收拢，对赵成皮笑肉不笑的回道：“只要星云宗还在，我叶家的死士就不会消失。”很好。赵成杀心渐起，对叶枫释放出强大的武皇灵压，7个死士立刻挡在叶枫前面。够了！在这剑拔弩张之下，红发少女大吼一声：“遗迹入口就在前面，要打进去了再打，把路让开！”这一声之下，赵成和叶枫两边稍微缓和下来。赵老，还是先寻机缘吧，在这里动手得不偿失。赵成哼了一声，然后抱着拂尘向石门走去。三方势力暂时达成和解。来到石门前，赵成仔细观察了一番，打不开。这石门之上似乎有禁制，他皱眉说道：“叶枫吩咐身边的3名死士，你们3个试试能不能将石门给轰开。”咚！3双拳头同时砸了过去，石门没有任何反应。风说：“要不你去看看。”蒙面人走了过去，以武皇修为击打石门，发现还是一样。不行，蒙面人沉声说道：“石门上的禁制十分强大，恐怕就算是武宗来了，也不一定能打破。”武宗？一直被当作空气的武灵陈琰和李月儿两人听见这2个字后，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当初他们寻到这里时，以7阶地境修为加上4件地宝都没能击破禁制，区武宗连石门上的灰尘都打不掉。赵老，不会白跑一趟吧？赵成仔细观察着石门上禁制的纹路，发现最终汇聚成了一个点。这里，赵成用拂尘指着这个小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禁制的阵眼。如果有阵眼的钥匙，我们应该就能进去。众人将视线投向赵成指着的那个小点。这石门上的禁制极其复杂，必须要与之匹配的秘钥进行阵解。老夫的师弟精通此法，已达到宗级。赵成略感遗憾道：“可惜他现在正在闭关，不能离开星云宗。”赵老，如此说来，这道石门我们就打不开了。赵成无奈点头，只凭我们目前进不去，但是在老夫看来，有2个方案可以执行。一个是等后续赶来遗迹的人中有没有精通破解禁制的大师，第二个就是老夫亲自回宗请师弟出山，让他来破解。只可惜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让我们失去进入遗迹的先机。听到赵成这么讲，众人陷入了两难的局面。2日前，一个神秘人传出了龙神地宫遗迹的消息，大晋皇朝、大齐皇朝和叶家是第一批知晓的，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批到这里的。但如果继续等下去，哪怕是多等半天，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势力加进来，这样一来，他们能够分到的机缘可能就要少一些了。你们是想要这么玩意儿吗？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林玄清突然开口了。林玄清取出了自己在系统那里得到的龙神地宫遗迹的秘钥，展示在众人面前。他身旁的陈琰在看到秘钥被林玄清拿出来后，眼神中充满着一片炙热的渴望，想到了遥远的过去。当初他用天机盘推演过遗迹秘钥的方位，得出的结论是在天域极北，然后他就去了遥远的极北之地，却又得知秘钥被带到了极南。为了获取龙神地宫遗迹中的龙神骸骨，完成自己的谋划，他不得已又去了极南。然而事与愿违，当他来到极南之地之后，天机盘再次给出了新的指示，龙神地宫遗迹的秘钥被位面之子得到，而位面之子的具体方位无法测算。当时的陈琰只能去推算位面之子进入遗迹入口的时间来确认秘钥。此刻他突然发现自己费尽心机，耗费无数光阴，期待得到的至关重要的遗迹秘钥，居然就那么静静地躺在紫霄老祖的手里。紫霄老祖啊，紫霄老祖，那个叶凡果然就是位面之子，你居然算到了他会去紫霄圣地挑战你。不对，不是算到了位面之子会去紫霄圣地，是一个局，一个引诱了位面之子去紫霄圣地的局。陈琰再次看向林玄清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发现林玄清的深不可测，越发让他感到恐怖。紫霄老祖以召开的长老招募大会和那件4阶地宝作为诱饵，找到了位面之子，将其劫杀。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吗？陈琰联想到这里，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丁，宿主成功进行一次超高质量民生值传播，民生值加300。林玄清刚拿出钥匙，系统提示音就来了。好家伙，武皇境也能加这么多民生值吗？丁，看着手握秘钥的林玄清，赵成等人这才想起来，这边还有几个武灵境的小辈。老伯，这个就是石门禁制的秘钥。红发少女第一个凑了过来，二话不说就从林玄清手中拿下钥匙。林玄清感到无语，靠，这小女孩一点礼貌也没有，本老祖都没说要给你，你就拿呀，等你修炼到大帝之后，看我怎么打你屁屁。林玄清暗暗想着，但只是想着，没有说出来。毕竟这小妹妹好像也是武王强者，恐不如斯。叶儿妹妹，这东西真的有用吗？叶枫狐疑道，
区区几个武灵就能破解武皇都破解不了禁制。红发少女没有理会叶枫，拿着密钥直接来到了石门前面，然后对着黑点插了进去。陈琰和李玉儿终于等来了这一日，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石门的禁制在密钥插进去的瞬间开始褪去，然后发出激烈的光芒。轰！伴随着一声响动之后，门开了，遗迹的入口真的打开了。没想到这把遗迹密钥居然是真的。一时间，赵成等人正视起林玄清等人，特别是林玄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露出真实的修为，让他们警惕起来。前辈、晚辈叶枫，方才言语上有些口不择言，还望恕罪。叶枫握着折扇，对着林玄清行礼。紧接着，红发少女也给林玄清行礼道：“晚辈徐嫣见过前辈，能够修炼到武王境的都是人精，基本上没有几个蠢蛋的。林玄清能解开石门禁制，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林玄清那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他们猜测林玄清至少也是个武皇。进入遗迹后凶多吉少，他们并不想多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林玄清回了一礼，然后说道：“在下修为浅薄，算不得什么前辈，前辈谦虚了。”徐嫣回道：“若是前辈不嫌弃，我们同行如何？”叶枫马上也抛出橄榄枝：“前辈若愿意助在下一臂之力，日后必有重报。”司马勋、司马区两兄弟相互看了一眼，然后也对林玄清行礼道：“我大晋皇朝和叶家水火不容，前辈三思。”三股势力同时邀约林玄清，林玄清不得不吐槽一句：“好家伙，这是妥妥的川剧变脸啊！”不过林玄清本来就是准备把他们当成工具人开路的，所以肯定是要跟着其中一队。稍微思考了一下，他最终决定选红头发妹子这一队。不要问林玄清为什么选这一队。龙神地宫遗迹里面是一片独立的空间，武皇境界的蒙面人在前方开路，林玄清跟在徐嫣和身后，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跟在林玄清身后。至于陈琰和李玉儿，进入遗迹后不久就分成两路去调查龙神骸骨去了。丁，宿主成功进入龙神地宫遗迹，获得额外奖励，抽奖次数乘1。哦，又能抽奖了。林玄清打开抽奖面板，发现普通抽奖那里的冷却时间也转好了，加上这次的额外奖励，一共又能抽2次。这一次可别再来什么键位消失片了呀。林玄清点击抽奖，奖励洗发星号1瓶。我靠，1瓶洗发水！系统，你这抽奖池子里面都是放的什么鬼东西啊？1瓶洗发水都拿来抽奖？丁，宿主不想抽奖可以不抽。林玄清感到无语，这个系统绝对是个线。再抽！林玄清化悲痛为力量，按下最后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奖励沐浴露星号1瓶。我靠，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林玄清抽中1瓶洗发水，马上又给他来了1瓶沐浴露，直接凑齐浴室洗澡2件套。尼玛，在玄幻世界这2件东西有毛用啊！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对这个抽奖系统抱有任何期待了。前辈，快看，前面有一片药园。正当林玄清感到郁闷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徐嫣突然兴奋地说道。只见众人身前出现一座碧绿的石门，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灵药园。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龙神大帝用来培育灵植的地方。蒙面人看着眼前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药园，激动说道：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灵药园，一定有不少高阶灵植，这是一场大机缘啊！蒙面人率先进入其中，徐嫣第二个跟上。这是王级的生息草。刚进入灵药园，徐嫣就被脚下密密麻麻的王级灵草给吓到了。这龙神地宫遗迹沉睡在天域中，不知道已经过去多少年了，连王级灵草都生长得像杂草一般多了。嫣儿快看，那里有黄级的灵魂花，足足有上万之数。徐嫣和蒙面人二话不说，立刻开始割花割草，疯狂地往乾坤袋里面装。要知道，这里随便一株拿到大齐皇朝都会遭到无数修士的哄抢。很快，两人就装满了整整4个乾坤袋，大概8000株左右。冯叔，你还有多的乾坤袋吗？徐嫣本来以为这次能遇到1-2场机缘就已经不错了，因此并没有带多少储物用的乾坤袋。毕竟谁也想不到啊，这龙神地宫遗迹的王级还有黄级灵植和大白菜一样不要钱。嫣儿，我这儿也只剩最后1袋了。蒙面人无奈道，这剩下的灵植与我们只能算有缘无分了。可是冯叔，这里还有这么多，就这样离开的话，实在太可惜了。徐嫣不想就这么离开灵药园，于是灵机一动，找到了一直站着看戏的林玄清等人。前辈，您还有多的乾坤袋吗？能不能借我几个呀？徐嫣双手合十，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央求林玄清借他点乾坤袋。蒙面人此时也走了过来，对林玄清拱手说道：若道友愿意相助，日后大齐皇室欠道友一个人情。蒙面人自认为给了林玄清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在他看来，林玄清就算修为是武皇，但也只是散修而已。对于散修来说，用一些灵植去换大齐皇室的人情，乃是一场不错的交易。毕竟大量的灵植对一个皇朝提升实力有很大的帮助，但对于林玄清这样的散修来说，有那么3-5株就差不多了。所以他自认为林玄清会愿意拿出乾坤袋。而且大齐皇室可是有5宗强者坐镇的，将来林玄清若是遇到一些棘手的仇人，或者在修炼上有所困惑，都能用到这个宝贵的人情。然而林玄清听完蒙面人的话后无动于衷。蒙面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给的条件还不够打动林玄清，于是他追加了交易的条件：如果道友嫌条件不够，我和嫣儿都能做主，等出去之后就让道友加入大齐皇朝，享受和皇室同等的修炼资源。看着徐嫣儿和蒙面人渴求的目光，林玄清保持沉默，因为他要是有乾坤袋的话，刚才在这儿傻站一半天干啥？而且刚才他还专门跑到系统商城里面去看了一眼乾坤袋的价格，
好家伙，一个要卖名声值，妥妥的奸商。你们带了乾坤袋了吗？无奈之下，林玄清只好询问身后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有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一人拿出一个，扔给了徐嫣。徐嫣看着乾坤袋到手，双眼一亮，道谢道：“多谢前辈。”于是他和蒙面人继续割草去了。苏丫头，这灵药园中都是些垃圾灵植，根本就不值得带走。你说林前辈为何要让我们借乾坤袋呢？烈阳老祖看不懂林玄清这么做的含义，对苏晴雪传音道。苏晴雪摇头，表示也很不解，不知道，恐怕前辈另有打算，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吧。两人站在林玄清身后，一直盯着徐嫣和蒙面人，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在徐嫣又装满一个乾坤袋后，灵药园的土地突然开始震动。吼！一道摄人心魂的猛兽吼叫从灵药园外传来，一头浑身散发黑气的闭眼黑虎跳到了灵药园的石门之上。蒙面人抬头一看，发现这头黑虎的修为居然达到了黄级巅峰。嫣儿，小心，我们招来了守护灵药园的灵兽。徐嫣赶紧收下乾坤袋，靠到了蒙面人的身后。闭眼黑虎口吐人言：“人类，放下你们手中的灵植，本虎可以只吃一个。”放肆！就凭你这头畜生，也敢口出狂言？蒙面人自信自己也是武皇巅峰，根本不惧这头黑虎。找死！闭眼黑虎从石门上一跃而起，猛烈地扑向蒙面人。与此同时，蒙面人武皇修为瞬间爆发，一掌拍向黑虎。虎掌和人掌击在一起，发出砰的一声，蒙面人向后连退了几丈的距离，随后吐出一口鲜血。冯叔！徐嫣立刻跑到蒙面人身旁，将他扶住。冯叔，你怎么样了？无碍。蒙面人抹掉嘴边的鲜血，如临大敌。随后他看向林玄清，道友，此黑虎的修为已达半步宗级，仅靠我一人恐怕难以抵挡，还请道友与我联手，将此黑虎除掉。日后我返回大齐后，必有重谢。此刻，全场的焦点来到林玄清这边。闭眼黑虎惊奇地发现，在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个武灵之间的林玄清，居然毫无修为。虎生多年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眼前这个毫无修为的老头绝对不好惹。于是，他也对林玄清说道：“道友，你千万不要和这个蒙面的联手，等本虎吃掉他后，带你去找遗迹中更好的东西。”这一刻，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突然悟了，原来如此，林前辈一切的谋划是为了引出这头黑虎。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懂了。林前辈刚才给乾坤袋的目的是为了让徐嫣两人引出这头半步宗级的黑虎。虽然这头黑虎的修为很低，不值一提，但它是生长在遗迹之中的，必然对遗迹机缘更为了解。如此一来，只要有这头黑虎引路，不说能直接找到遗迹中真正的大机缘龙神骸骨，至少也是更近了一步。此刻听见黑虎想要策反林玄清，蒙面人立刻说道：“道友，千万不要相信这畜生的花言巧语，他是想要将我们逐一击破。”闭眼黑虎不想蒙面人得逞，也赶紧说道：“道友，本虎从来都不骗人，你别听这个蒙面的瞎说。他们都想得到林玄清相助，但林玄清压根就没能力帮他们两方的任何一方。特别是林玄清第一眼看到这闭眼黑虎的时候，小心脏都差点给吓停了。这老虎比动物园里面的看上去猛多了，压迫感十足。要不是他心理素质过硬，连早就绷不住了。道友，你还在想什么？”见林玄清迟迟不动，蒙面人有些急了。前辈，你若愿意和冯叔联手，我返回大齐后一定给父皇说，让父皇给前辈封王。徐嫣迫不得已，直接对林玄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大齐皇朝的皇女，也是以后会登基的女皇。林玄清还是保持沉默。闭眼黑虎见林玄清按兵不动，直接杀向蒙面人。蒙面人推开徐嫣，对着黑虎又是一掌拍出。这一次，蒙面人直接被震碎了内脏。嫣儿，快走！蒙面人自知敌不过黑虎，便将全部乾坤袋交给徐嫣，希望他能逃走。徐嫣看着重伤的蒙面人，眼眶湿润。冯叔，我不走。黑虎巨大化的虎掌再次扑来，如同山呼海啸一般。蒙面人最后一搏，周身环绕着金色的灵鸦。此人不愿意出手相救，嫣儿，你快逃！轰隆！巨响之中，徐嫣含着泪水拼命地逃走。在离开灵药园的时候，他永远记住了林玄清的模样。如果他能逃回去，他要告诉自己的父亲林玄清见死不救的事情，他要让林玄清付出相应的代价。闭眼黑虎见徐嫣逃走，立刻追杀过去，但被奄奄一息的蒙面人拖住。自爆！蒙面人在最后时刻想要爆掉武皇境所有修为，炸死灵药园的所有人，但他没能得逞，刚说出口就被闭眼黑虎的巨口撕碎，陨落在灵药园内。此时黑虎趴在地上，用前爪按住食物，开始吃起肉来。他一边吃一边对林玄清说：“本虎向来言而有信，等我再多舔两口，就带你去找更好的东西啊。”林玄清的任务目标是找到龙神骸骨，现在有个工具虎，正好可以问一问。你知道龙神骸骨在遗迹的什么地方吗？龙神骸骨，你应该说的是龙神大帝的骨头吧？黑虎回答道。如果你要找这个东西，我就帮不了你了。为何？林玄清追问。我父亲说过，龙神大帝的骨头在地宫中央的问神塔顶，如果想要上去，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我父亲比较讨厌人族修士，你要是去的话，肯定被吃的渣都不剩。所以你还是要点别的吧。龙神大帝生前在地宫里面留下过很多好东西，其中圣物都有不少。你父亲什么修为？林玄清打断了他。闭眼黑虎听见这个问题，立刻抬起自己高傲的头颅，用虎爪拍着胸脯，自豪地说道：“我父亲的修为，说出来吓死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人族的圣人，在他面前
也就是一巴掌拍死的事情。当年龙神大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正到地级。大帝？对，按照你们人族的境界划分来说，就是大地境。怎么样，吓到了吧？闭眼黑虎看向林玄清三人，洋洋得意道：“那快带我们去吧。”林玄清斩钉截铁地说道。闭眼黑虎看着毫无惧色的林玄清，疑惑道：“你真要去？这还是他第一件主动找死的人族修士。”林玄清点了点头：“这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啊。”闭眼黑虎说罢，便带着林玄清三人往地宫中央走。一边走，他还在一边想着：“爸，儿子来孝敬您了。”另一边，问神塔第8层，一名身穿红色铠甲的大帝十分痛苦地盘坐在地上，用尽全力调转着丹田里面的灵气。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果，丹田中的业火不断灼烧着，就像是一头贪吃的饕餮，在源源不断地蚕食着他的修为。9阶地境、8阶地境、7阶地境，仅仅过去1个时辰，他的修为直接从9阶地境跌落到圣人境巅峰，而且还在继续往下跌落，并且越来越快。这问神塔第8层的试炼，居然是天道诅咒。当年的龙神大帝果然越过了最后这道界。天道诅咒啊，足以让我失去全部修为。龙神骸骨，我终究差了一步。他看着不断衰弱的自己，发出无奈的叹息。圣人境、五军境、五宗境、五皇境、五王境、武灵境，最终他的修为全部被诅咒吞噬，成为了一个凡人。此时他的身体变得很老，寿元也所剩无几。想不到我北海大帝纵横天域数十万载，最终要陨落在这小小的塔里。没错，他就是北海天域的霸主北海大帝。在他发出这最后一句感叹之后，将头顶盘着的长发放下了下来，然后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枚铜镜，看着镜中那张苍老的脸颊，他不由得感叹道：终于可以看看自己真实的样子了。北海大帝其实是个女人，这是他保守了一辈子的秘密，直到今天都不曾有人知晓。此时的他五味杂陈，内心浑然不是滋味。为了正道，他一心修炼，以男人的姿态示人，从未后悔过。然而今日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心中居然生出了悔意。林玄清被闭眼黑虎带到了地宫中央，问神塔下一头更大的闭眼黑虎正在打盹休憩。介绍一下，这是我爹黑心虎。那你是不是叫黑小虎啊？闭眼黑虎看着林玄清，吃惊道：你怎么知道？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远远的看过去，发现黑心虎的修为达到了地级2阶，隐隐有突破3阶的迹象。爹，我回来了。臭小子，你还晓得回来？黑心虎站起身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大的地狱。你小子又跑灵药园偷吃去了？老子早就跟你讲过，那是你伯父龙神大帝的药园，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能去吃，哪怕只是一些黄级的垃圾灵植也不行。黑小虎趴在他的身旁，用头狂蹭。爹，龙神伯父不早就嗝屁了吗？那灵药园都荒芜了。放屁！老子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你龙神伯父没死，没死懂吗？爹，你又骗我，我骗你这小兔崽子干什么？那爹，你为什么要守着问神塔上面的龙神骸骨？黑小虎白眼道：龙神伯父死的都只剩骨头了，你还说没死？你当我还是300岁的小孩虎啊？蠢蛋，那是你龙神伯父正道飞升后留下的仙人一退，乃是大机缘。正因如此，现在地宫内已经来了不少人族修士了，就是为了这骸骨而来的。当初我受到你龙神伯父不少恩惠，才有今日。你记住，我们身为问神塔的守护者，哪怕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明白吗？巨虎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问神塔顶。其实就在不久前，来了一位身穿红色铠甲的强大人族修士，把他给揍了一顿，差点命都丢了。你小子修为不到宗解，最近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免得被人族修士给扒了皮。爹，这你可就说反了。黑小虎舔了舔毛，然后用爪子指着林玄清等人。你看儿子，我给你带来了什么？黑心虎顺着黑小虎爪子指过去的方向，看到了林玄清3人。这3个人就是爹你说的想要大机缘的人族修士。黑小虎的意道：修为还不如本虎呢，爹你怕什么？刚才灵药园里我吃了一个，然后跑了一个最嫩的。这3个人看上去肉可能有点老，爹你别嫌弃啊。呵，长大了，知道孝敬你老子了。巨虎为自己突然懂事的虎儿子感到欣慰，正好他这会儿还一肚子的气没消呢。之前塔里那个人族修士太强打不过，现在吃这几个武灵总没问题了吧？巨虎凝视着林玄清3人，不由分说，直接释放出强大的灵气威压。此刻，问神塔下出现一道黑气凝成的巨型虎爪，霎时间，虎爪如同山峦一般往林玄清的方向镇压下去。轰隆！巨虎这随意的一击，让整个中央地宫发生强烈的颤动，尘烟弥漫。巨虎哈哈大笑，舒服了，一掌把3个人族小修士拍死。这种解压小游戏让黑心虎的心情舒畅了些。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烟雾散去，无论是林玄清还是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全部都完好无损的站着，身上甚至连一点灰都没沾上。看到这一幕，巨虎眼珠子都瞪大了，因为他看到刚才还是武林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气息陡然攀升到了大地境界，而且明显超过了2阶地境。唯独中间那位身穿一袭白衣的老者还是一股凡人的气息。黑心虎不蠢，他看得懂中间那个面瘫的男人才是这3人当中的主导者，必定是大佬中的大佬。黑心虎瞬间炸毛，2只毛茸茸的耳朵紧贴在脑袋上，整体蜷缩成一团。爹，你怎么炸毛了？闭眼黑虎看着自己大地境界的老父亲像一只猫一样炸毛，
觉得有些滑稽。巨虎一虎爪直接拍在他脑袋上，破口大骂道：“你这逆子，带来了什么玩意儿？真是笑死我了！”随后他赶紧趴着身体匍匐在林玄清面前，卑微的舔脚：“几位前辈，孩子小不懂事，之前都是闹着玩的，都是误会，误会。你这逆子，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几位前辈磕头赔礼！”黑小虎见自己的父亲恐惧到如此境地，这才后知后觉，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跨种族高质量民生值传播，民生值加500。在地级巨虎灵兽臣服的时候，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哦，跨种族也能额外增加民生值。”林玄清没有想到这巨虎还能刷民生值。丁，人族修士和灵兽均可传播民生值，其规则都是一样的。听见系统的解释，林玄清想到了新的玩法。北海天域中，除了有北海地宫为首的人族势力之外，万妖之地也有大大小小不少妖族势力。林玄清决定，等约战完北海大地之后，就迫害一下万妖之地的那些地级灵兽，刷刷民生值。龙神骸骨可在此处？林玄清开口问道。回前辈，在问神塔第9层。面对林玄清的提问，黑猩虎快速回答，丝毫不拖泥带水。爹，你刚刚不是说您和龙神大帝交情甚厚，就算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吗？逆子，闭嘴！黑猩虎又是一虎找过来，把黑小虎的脑袋打得嗡嗡作响。然后他赶紧对林玄清解释道：“前辈，你别听这逆子胡说，我跟龙神大帝真的不熟。”林玄清看着这具虎极力撇清与龙神大帝关系的样子，心想这是真的狗啊。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北海天域明面上的大帝只有北海大帝一人了。好家伙，说好的大帝威严呢？搞了半天全是老狗啊！本座不关心你和北海大帝的关系。林玄清说道：“你说一说这问神塔吧。”哦，好的前辈。这问神塔一共有9层，是龙神大帝飞升之后炼化出来的宝物，乃是一件9阶地宝。9阶地宝，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即便是出自2大神教，也是第一次听说天域之中存在9阶地宝。没错，9阶地宝。因此，要想进入问神塔，至少需要地境修为。巨虎继续解释，至于想要从塔顶取出龙神骸骨，则需要7阶地境以上的修为才有希望。当年我也进去过，刚踏上第2层就被塔内强大的灵压给挤出来了。你地级2阶，连第2层都上不去。黑猩虎无奈道：“第2层的灵压相当于2位2阶地境同时出手，我没办法，这才被轰了出去。如果想要继续往上的话，灵压的威力就越大。第1层大概相当于1位1阶地境出手，第2层2位2阶，以此类推。”苏晴雪问道：“这么说来，要想拿到龙神骸骨，在问神塔的第9层，岂不是要同时面对9位9阶地境？不，在第7层之上就没有灵压了，取而代之的是天道威压。至于第9层有什么，其实我也并不清楚。”天道威压？烈阳老祖疑惑道：“9阶地宝就算再是稀世珍宝，也不至于能模仿天道威压吧？”黑猩虎回答道：“这天道威压是当年龙神大帝飞升时用超越地境的力量模拟的天道威压，并非是真。前辈，如果你们想要龙神遗骸的话，还请尽快登塔。”黑猩虎看向问神塔第8层，刚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现在应该在第8层了。有人已经上去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相互对视一眼，难道是老教主？刚进入遗迹时候，陈衍和李玉儿2人就悄悄脱离了林玄清的队伍。如果说有谁符合登上第8层问神塔的条件的话，除了紫霄老祖，也就2位老教主了。林玄清听见这个消息后，心态也稍稍产生了一些变化。居然有人在我之前就进问神塔了，看来不能等了，得赶紧上去。林玄清直接向问神塔走去。如果龙神骸骨被那个先登塔的人拿走，隐藏任务完不成，那就啥也不用玩了。等林玄清3人都进入问神塔后，黑猩虎仿佛劫后余生，长舒一口气。黑猩虎刚才一直畏畏缩缩的不敢说话，此时见自己的父亲心情似乎好些了，于是开口说道：“爹，你不跟着进去吗？”随即而来的是又一巴掌呼在黑小虎的脸上。“爹，你又打我干嘛？”黑猩虎额头青筋爆发，破口骂道：“你母亲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货？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从现在开始，你被禁足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在地宫遗迹里面乱跑了。”黑小虎用爪子捂着浮肿的脸，委屈地趴在地上。他无聊地注视着前方。这时他突然发现前面又有2个人赶来地宫中央的问神塔了。“爹，你看，那边又来了2个人族修士。”巨虎远跳过去，发现还真是来了2个人类，正在往问神塔这边走来。又来了2个。有了此前在红色铠甲强者和林玄清面前吃亏的经历，黑小虎变得更为谨慎起来。他仔细观察着迎面走来的2人的修为和气息，一连确认了不下10遍，终于才敢动手。只是2个50而已。对，2个50，这次不会错了。问神塔下，黑猩虎一声嘶吼，几乎要将空间撕裂。人族修士，死！黑猩虎直接展露出地级2阶的修为，势必要将刚才丢掉的面子在这2个小小的50身上发泄一波。然而他刚刚吼出这一声后，面前这2人的气息瞬间暴涨，从50直接上升到了的大地境。李玉儿步若游龙，瞬间来到黑猩虎头顶。咦，这地宫中央居然有一头地级灵兽守护。李玉儿无视黑猩虎嘶吼的冲击，一脚踩了下去。紧接着手持天机盘的陈岩赶了过来，说道：“前面这座塔应该就是推算出来的问神塔了。这头灵兽估计是问神塔的守护兽，他应该知道龙神骸骨的具体位置。”李玉儿脚下，巨虎不能动弹。还不等李玉儿开口询问，他主动化身带路党：“2位前辈，龙神骸骨在问神塔第9层。”
问神塔也只有地境修士可以进入。刚才已经有4个人族修士上去了，其中有1人应该已经到了第8层了。黑猩虎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全部告诉了李玉儿和陈琰。两人听了之后陷入了思考之中。在陈琰两人的视角中，能够进入问神塔的必定是地境修士，那么就只有可能是林玄清、苏晴雪和烈阳3人。那黑猩虎口中提到的第4个人是谁？你说看见了4个人，还有一个是谁？是一个穿着红色铠甲的人族强者，我看不破他的修为。你说第1个进入问神塔的是一个身穿红色铠甲的男人。巨虎猛点头，你确定吗？两位前辈，千真万确，是北海大帝。李玉儿神色瞬间严肃起来，北海大帝竟然先我们和紫霄老祖一步去取龙神骸骨去了。这个消息对于陈琰和李玉儿两人来说十分不妙，因为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中，北海大帝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已经有紫霄老祖这个搅局者了，再来一个北海大帝，乱了。陈琰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和李玉儿布置的棋局开始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了。不行，先不要管这只猫了，先登问神塔。说罢，陈琰和李玉儿两人瞬影一般消失。黑猩虎直到过了很久都不敢抬头。爹，他们已经走了，你可以起来了。起什么起？不起了。此时的黑猩虎有些怀疑虎生，他堂堂地级2阶的灵兽，在天域里面不说无敌，起码也是天花板之一吧。但今日他居然被3次碾压，毫无猛虎尊严可言。现在外面的人族各个修为都这么恐怖的吗？正当黑猩虎陷入无限自我怀疑的时候，耳畔又一次传来了黑小虎的叫喊：爹，快看，前面又来了一拨人。黑猩虎整只虎浑身一激灵，因为这一次他看到了地宫中央排着队出现了8个人族修士。尽管这些人族修士都是武王修为，但他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可怕。快躲起来！黑猩虎用嘴叼着黑猩虎的颈项，迅速往灵药园的方向跑去。你小子是真的乌鸦嘴啊！8个武王实在太恐怖了。林玄清带着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来到问神塔最底层，从内部往上看，一座盘旋蜿蜒的塔梯直通塔顶。我们上去吧。林玄清话不多说，走在最前面，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跟在后面，若有所思。龙神骸骨在问神塔第9层，我们无法到达，但林前辈还是带着我们进了塔内，这说明什么？烈阳老祖暗暗传音苏晴雪。苏晴雪点点头，他表示自己也意识到了林前辈的用心了。林前辈在考验我们。没错，苏丫头，我们刚刚加入紫霄圣地不久，前辈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真实实力。烈阳老祖传音道，这问神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让前辈刮目相看。让前辈刮目相看。很快，林玄清3人来到了第1层。问神塔的第1层是一片深蓝色的混沌。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刚刚进入，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地境威压。虽然这股威压不至于将他们给挤出去，但也让两人喘息有些困难。不愧是9阶地堡，仅仅是第1层就模拟出了数倍1阶地境的威压。烈阳老祖神经紧绷，略微有些吃力。另一边的苏晴雪此刻则是扶着神塔内的楼梯艰难地往上走。好在这只是第1层，两人还能顺利度过。紧接着，他们和林玄清一起来到了第2层。问神塔的第2层是一片深灰色的混沌。烈阳老祖刚刚上去，就明显感觉比第1层的威压强上了不止10倍。仅仅只是站在原地不动，烈阳老祖的双腿几乎像快要断了一般难受。苏晴雪的情况则是直接吐出一口鲜血，差点直接倒在这第2层的楼梯上。苏丫头，你没事吧？烈阳老祖见苏晴雪的状况有些糟糕，关切说道。苏晴雪从乾坤袋里取出一枚金色的丹药，吞入腹中，稍微调息一番后，她才缓缓开口说道：没事，这问神塔的威压远远不止那黑猩虎说的那样，在这第2层，我起码感受到了超过2阶地境10倍以上的威压。这一点，烈阳老祖也早就发现了。他身为老牌4阶地境，如果按照黑猩虎的说法，登上第2层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的情况是，第2层的威压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此时，两人看着林玄清不断向上登塔的背影，感叹道：不愧是林前辈啊，丝毫不受这9阶地堡问神塔的影响。苏丫头，还能行吗？烈阳老祖拉了苏晴雪一把，林前辈已经上第3层了，我们快跟上吧。两人一咬牙，继续跟着林玄清登上第3层。问神塔的第3层是一片红褐色的混沌。苏晴雪刚刚踏上这一层，大脑就开始眩晕，整个身体都好像快要炸裂开来。烈阳老祖立刻坐在地上调息，同时服用了一颗疗伤的高阶丹药。这第3层的威压居然如此恐怖，苏晴雪几乎快要顶不住了，身体一软，瘫在了地板上。你们两个还行吧？林玄清停下脚步，看向已经停止登楼的苏晴雪两人。苏晴雪的脸色很难看，尴尬说道：林前辈，我估计要止步于此了。烈阳老祖一边调息一边说道：前辈，我应该还能登上第4层。好吧，那我等你一会儿。烈阳老祖迅速调息完毕，然后又吞下一枚丹药，赶紧跟上林玄清的步伐。然而从第3层开始继续往上，烈阳老祖每走一步都感觉十分沉重，他的行动变得非常缓慢，登塔的速度几乎和乌龟没有两样。要不还是算了吧。林玄清看着龟速前进的烈阳老祖，心想实在是太慢了。你不用强撑着。不，林前辈，我能够登上第4层。烈阳老祖心中暗暗发狠，说什么也要在林玄清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必了。林玄清表示拒绝。他暗暗想着，如果以烈阳老祖这乌龟般的速度继续爬塔，估计龙神骸骨早就被第8层的那个人给带走了。说罢，林玄清甩下烈阳老祖，全速前进。
他要一口气爬到塔顶。烈阳老祖看着林玄清远去的背影，无奈地叹息一声：“哎，看来我已经给前辈留下了一个不堪大用的印象了。”林玄清来到第4层，第4层是一片暗黄色的混沌，第5层则是一片墨绿色的混沌，第6层是乳白色的混沌，第7层是天青色的混沌。由于林玄清的被动技能免疫一切地境等级的伤，所以他一口气爬到第7层，完全没受到任何影响。唯一有点感觉的就是连爬7层稍微有点累，毕竟一把上万岁的老骨头又没有修为，能上来算身体好的了。看来龙神骸骨还没有被那人取走。林玄清继续往第8层走，前面7层每一层都有不同颜色的混沌，第8层却什么都没有，除了中间有一个白发苍苍、身穿红色铠甲的女子正在盘腿打坐之外，周围空空如也。这个人应该就是黑猩虎之前说的那个到达第8层的地境修士。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救命之恩。任务目标：救助问神塔第8层的女子，使其存活30分钟。任务奖励：获得海量名声值。任务失败惩罚：无。是否接受任务？是否。注意，如果宿主拒绝此任务，可能会影响后续名声值的获取。又刷出隐藏任务了。林玄清阅读了一遍这个任务的描述，感觉这个任务挺良心啊。成功后可获得海量名声值，失败后也不会有任何惩罚。不过他最关心的是系统提到的注意事项，这说明了这个女子应该很不简单。不说别的，就凭这女子登上问神塔第8层来看，至少也是个7阶地境。而7阶地境在北海天域绝对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估计要触发什么剧情。于是林玄清没有过多考虑，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朝着白发女子走去。北海大帝此时脸色极度苍白，状态很差。他看到一袭白衣的林玄清向他走来，摇头叹息道：“又来一个。”果然，没有人能撑过这第8层的天道诅咒。天道诅咒？黑猩虎不是说是天道威压吗？林玄清走到他的身前，相距不到1米，然后坐下。北海大帝见林玄清和他面对面坐得很近，本能的想要拔剑，可当他正准备从乾坤袋中取剑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而已。过去的他坐拥庞大的北海地宫，欲统整个天域，从未有任何一个修士能接近他身前100丈的距离。他是天域的命名者，唯一的霸主，不容任何人有丝毫的冒犯。然而今日他却只有自嘲一笑。没有修为的北海大帝还谈什么大帝之威？看着眼前同样沦为凡人的陌生修士，北海大帝轻叹道：“道友，这问神塔的第8层到底是天道威压还是诅咒？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林玄清有些懵逼：“什么叫我清楚呢？如果我清楚的话，我还问你干嘛？”北海大帝抬头看了看通往第9层的塔梯，继续说道：“道友应该也是来取龙神骸骨的吧？”林玄清沉默无语，内心暗暗想着：这不废话吗？不然我一口气爬8楼干嘛？难道为了锻炼身体啊？可惜了。北海大帝长叹一声，在这超越地境的天道诅咒下，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林玄清继续沉默。北海大帝见林玄清不想说话，于是闭上双目，等待最后的生命渐渐流逝。系统给林玄清发布的任务是保住他30分钟不死，所以林玄清也没办法，只能陪着他像块木头一样坐着。此时无聊的林玄清仔细端详了一番眼前这女子的容貌，眉目如画，明眸皓齿，身段挺拔，气质超凡。除了那一头白发略显苍老以外，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英气十足的美女。果然，玄幻世界的女的就没有难看的。系统，现在过去多少时间了？丁，宿主才3分钟。林玄清觉得这系统刚刚这句回答肯定在内涵他，要不我先上去把龙神骸骨给拿了吧。林玄清感觉干坐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索性站起来往塔梯那边走，先拿了龙神骸骨，交了任务再下来，估计要不了2分钟。不过当他走到一半，正要上楼的时候，背后传来了北海大帝的声音：“如果不想死的话，最好不要尝试上去。”北海大帝缓缓睁开眼睛，对试图登上第9层的林玄清劝说道：“问神塔的第9层一共有9阶阶梯，每一阶都有与之匹配的地境威压。如果你想要上去，就相当于重走了一次问神塔。你现在想要上去，已经不能算冒险了，简直就是送死。收起你危险的想法吧。”北海大帝好言相劝，希望林玄清不要做傻事。但林玄清听完他的话后，反而继续向前。他见林玄清不听劝阻，只好无奈摇头。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如果最后林玄清陨落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但马上他就不这么想了。只见林玄清左脚踏上第1阶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怎么会？北海大帝以为自己看错了。紧接着林玄清右脚迈上了第2阶，还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然后是第3阶、第4阶、第5阶，一直到了第9阶，林玄清依然毫发无伤。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地境威压失效了？北海大帝立刻站起身来，然后走向塔梯，试探塔梯的威压。他敢肯定，如果他现在将悬在半空中的脚放上去，肯定会死，而且死得很惨。所以他不敢踏上去。没有失效，没有失效。北海大帝站在塔梯前，喃喃自语。他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刚才那个看似只是凡人的修士，真实的修为其实已经超越了9阶地境。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地境威压没有触发。难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北海大帝悟了，他在猜测这个身穿白袍的前辈有可能出自天域之外。另一边，问神塔第7层，陈衍和李玉儿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才爬到这一层上。
两人赶紧打坐调息，并且服下一颗疗伤的丹药。还有一层，我们就能上第8层了。看样子，无论是北海大帝还是紫霄老祖，应该都还没取到龙神骸骨。李玉儿有些担忧道：“北海大帝多年以前就已经步入9阶地境，紫霄老祖也是深不可测，我们有机会吗？”陈衍皱眉道：“未必没有机会。玉儿，你看，我早有准备。”陈衍从乾坤袋中取出2枚不知名的黑色丹药，交给李玉儿其中1颗。当年我用天机盘测算过今日，所以曾造访过药神教的老教主，寻了2粒通天玄丹。7阶地丹，通天玄丹。李玉儿听到眼前这枚黑色丹药的名字之后，惊叫道：“没错。”陈衍继续说道：“只要凭借此丹，我们就可短时间将修为提升到9阶地境巅峰。哼哼，到时候我们联手先杀了北海大帝，再将紫霄老祖给除掉。”李玉儿点头，然后收下通天玄丹。此时他胸中已有90%的把握拿下龙神骸骨，哪怕通天玄丹服用过后有很明显的副作用，但只要能抢到龙神骸骨，一切都值了。很快，两人调息完毕之后，继续登塔。他们意外地发现，问神塔第8层和前面7层完全不一样，没有那颜色各异的混沌景象。然后他们看到了刚刚才被林玄清震惊到的北海大帝。北海大帝！李玉儿叫道。尽管此时的北海大帝披着一头苍苍的白发，并且还是一个女人的模样，但丝毫没有影响李玉儿的判断。原因就是他身上穿着的红色铠甲，那是7阶地宝赤霞精神甲，是北海大帝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件十分强大的地宝。北海大帝转过身来，看到了陈衍和李玉儿2人。陈教主，李教主。显然北海大帝一开始并未预料到这2人的出现。陈衍看着女儿姿态的北海大帝，突然仰头大笑：“哈，想不到纵横天域的北海大帝居然是个女人。”北海大帝其实是个女人，这是他守护的一生之中最大的秘密。现在这个秘密被陈衍发现，然后嘲笑他，恼羞成怒，但又无可奈何。“你找死！”北海大帝怒视着陈衍，陈衍反而笑得更加嚣张。北海大帝是个女人，真是天域中亘古难闻的奇闻啊！而且看你现在的模样，修为尽失，不过是区区一个凡人，能奈我何？陈衍来到问神塔第8层后，看到北海大帝的第一眼，就发现北海大帝没有修为了。北海大帝，你若修为尚在，我确实惧你3分。如今你只是凡人，本教主想要杀你，不过举手之劳而已。陈衍得意道：“是吗？”北海大帝突然阴笑道：“你就这么敢肯定，你能杀本帝？”陈衍和李玉儿听到这话之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只见他话音刚落，两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丹田仿佛如烈火一般，开始燃烧起来。糟了！陈衍大惊失色，因为他发现自己7阶地境的修为正随着丹田的燃烧而逐渐散失。7阶地境、5阶地境、3阶地境，陈衍和李玉儿2人修为散失的速度远快于之前的北海大帝。圣人境巅峰，圣人境初期，5军境、5宗境巅峰。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两人的修为迅速跌落到5宗境。他们也是此时才明白，为何9阶地境的北海大帝在这问神塔中变成了一个凡人。我们的修为在迅速散失，怎么办？玉儿，快趁着现在修为还在，杀了北海大帝！陈衍大喝一声，然后和李玉儿一起爆发5宗境修为，杀向北海大帝。然而仅又过去1个呼吸的时间，他们还未使出任何功法的时候，两人的修为已经跌落到了谷底。一共2个呼吸的时间，在天道诅咒的压制之下，他们的修为尽数散失。此刻他们和北海大帝一样成了凡人。问神塔第9层，林玄清上去之后才发现第9层的空间很小，他几乎要低着头才能在第9层中自由活动。这里和第8层一样，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除了第9层正中央的金色棺木里面放了一堆灰白色的骨架。传说中的龙神骸骨看上去极其朴素，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超越9阶地境的盖世大能留下的仙人遗退。林玄清靠近金色棺木，伸手去取龙神骸骨，一个深蓝色的光团突然出现在金色棺木前。不会要诈尸吧？林玄清本能的向后一退，紧接着金色棺木前又出现一个深灰色的光团，然后是红褐色的光团、墨绿色的光团、乳白色的光团、暗黄色的光团和天青色的光团相继出现。林玄清很快就意识到，这7个巴掌大小的光团对应的颜色正好就是问神塔第1层到第7层混沌的颜色。它们现在环绕在金色棺木周围，并且在不停的旋转。此刻棺木中的龙神骸骨映射出一道虚影，这道虚影很微弱，林玄清看不清具体长什么样子，但只要不蠢就能猜得出，这肯定是龙神大帝。虚影漂浮在旋转的光团上面，一道古朴浑厚的声音传出：“吾乃龙神大帝，剑无传承者，为何不拜？”问神塔第9层突然出现极其强大的地境威压，几乎是第7层的数倍，但林玄清的被动技能完全免疫，所以这威压没有任何效果。一个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逼灯，居然想要本老祖下跪！林玄清走上前去，直接将金色棺木中的龙神骸骨取出一块。7色光团围绕着的虚影瞬间变得暗淡许多。啊！道友不要！林玄清歪嘴一笑，然后将全部龙神骸骨从棺木中爆出。道友，我还没说完呢。龙神大帝的虚影彻底消失，7色光团汇聚在一起，变成了一本功法，落在地上。林玄清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7色混沌经。丁，恭喜宿主成功获取龙神遗骸，隐藏任务龙神地宫遗迹已完成。丁，签到功能已解锁。在林玄清取出龙神骸骨的瞬间，脑海中就传来了隐藏任务完成的声音。在系统的面板上
商城旁边多出了一个每日签到功能。与此同时，问神塔第8层，由于金色棺木中的龙神骸骨被林玄清取出，原本存在的天道诅咒瞬间消失。扭打在一起的北海大帝、陈琰还有李玉儿3人的修为渐渐开始恢复，丹田中的业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温润的甘霖在滋养增生丹田的生长。不到5个呼吸时间，北海大帝就恢复到了9阶地境，满头的白发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陈琰和李玉儿也是一样，分别都恢复到了巅峰的7阶地境。此刻，北海大帝手持清风长剑，颇具威严地站在2人的前面，眼神凌厉。陈琰和李玉儿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从乾坤袋中取出那粒通天玄丹。通天玄丹，北海大帝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手里的黑色丹药。7阶地丹虽然能让2等的修为暂时提升到9阶地境，但却有极其强大的副作用，能使2等的修为跌落至圣人境，并且永远不可能再有进步。你们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哈哈，北海大帝，只要能杀死你，这点小小的代价又能算得上什么？陈琰吞下通天玄丹，额头青筋迸发，气息陡然攀升至9阶地境。他的手心中凝聚出一簇黄紫色的火焰。与此同时，李玉儿也服用了通天玄丹，修为也在那时提升到了9阶地境。他的手心中同样凝聚出一簇蓝白色的火焰，然后2人手心合一，将2簇火焰融合成一簇。北海大帝瞳孔微缩，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那融合在一起的2簇不同颜色的火焰威力究竟有多恐怖。北海大帝，此乃日月神火诀，阳神教历代教主才有资格知道的地阶功法。上古时期，本教老祖曾用此功法越级杀死过9阶地境的魂天帝，而你将是第2个死于此功法的9阶大帝。陈琰和李玉儿2人手心中融合后的火焰渐渐形成一朵莲花，然后绽放。随后2人直接朝着北海大帝扔出火莲，并且释放出极其恐怖的能量。北海大帝见这火莲威力超凡，不敢去接，只好连连后退。哈，北海大帝，此乃日月神火莲，当年本教老祖只用了1朵就炸死了魂天帝，今日你有幸品尝这神火莲的威力，也算是不枉此生了。轰隆，这一簇火莲花如同惊雷炸裂，炸出一声巨响，差点直接将问神塔第8层给炸开。浓烟之中，北海大帝左手捂住胸口，右手紧握着插在木板上的长剑，吐出一口鲜血。要不是有7阶地宝赤霞精神甲护体，刚才这一击直接就能让北海大帝陨落。居然没死！陈琰见北海大帝一击未死，略微有些惊讶，不愧是主宰天域的霸主，居然能抗下一击。不过也到此为止了。说罢，陈琰和李玉儿再次融合2色火焰，扔向北海大帝。轰隆！这一次，问神塔被炸得摇摇晃晃，第8层的空间内燃起了熊熊烈火。陈琰和李玉儿凝视着火焰中心，只见伤痕累累的北海大帝突然持剑从里面冲了出来。黄龙剑势开！北海大帝大喝一声，手中的长剑化为一条黄龙，势如破竹，杀向陈琰2人。李玉儿早有预料，于是不紧不慢地从乾坤袋中取出一面铜镜。北海大帝的黄龙剑势看上去所向披靡，但在触到这面铜镜之后，顷天剑势顷刻间化为乌有。阴阳镜罚摁！李玉儿直接用铜镜将吸收了黄龙剑势给反弹回去。刹那间，那条黄龙重新从铜镜里出现，掉头杀向了北海大帝。此时的北海大帝根本来不及闪躲，只能硬扛9阶地境的自己挥出的这一剑。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喊叫，北海大帝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倒在了自己的剑下。7阶地宝赤霞精神甲已经完全损坏，再也不能为他抵挡任何攻击。北海大帝，再见了！陈琰和李玉儿再次使出日月神火诀，掌心中的火焰逐渐凝聚成一朵火莲。北海大帝的本能反应是逃走，如果躲不开这最后一击，他必死无疑。然而问神塔是9阶地宝，里面的每一层都是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现在重伤状态下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撕裂问神塔的空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那就是问神塔的塔梯。但塔梯的位置已经被陈琰和李玉儿封死，过去只会死得更快。难道本帝纵横天域数十万载，真的要陨落在这里？北海大帝看着已经迎面飞来的神火莲花，陷入了绝望之中。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一袭白衣的背影。林玄清伸出右手，直接抓住日月神火诀凝聚成的神火莲花，然后这朵莲花直接就在林玄清的手心里面灭了。果然，系统发布的这个隐藏任务会有事件触发。林玄清淡定地看着陈琰和李玉儿2人，心中暗暗想着，刚上去不到2分钟，下面就打起来了，还好下来得及时，差点浪费本老祖一个任务。林玄清护住了北海大帝。前辈。北海大帝看着林玄清那高大的背影，心中重燃活下来的希望。特别是林玄清的修为比他一开始想象的还要高，居然能够直接用手接住如此恐怖的日月神火诀。不必多言，本座会护你周全。林玄清示意北海大帝不要说话，他要开始装逼了。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陈琰和李玉儿也在重新判断着林玄清的实力。紫霄老祖的修为难道已经超过了9阶地境？李玉儿此时有些慌张，因为林玄清空手接神火莲花的画面实在不要太屌。那倒未必。陈琰传音道，紫霄老祖从第9层返回，多半是已经获得了龙神遗骸和龙神大帝的传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问神塔就是紫霄老祖的半个主场。有龙神大帝传承，加上9阶地宝问神塔，能接下日月神火诀算不得什么。以我猜测，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应该在8阶地境左右，最多也就和北海大帝相仿。
陈演身为阳神教第3代教主，活得足够久，本身的阅历也非凡超然。他自认为，关于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是不可能看走眼的。再退一万步讲，如果林玄清的修为真的超越的地境，进入了传说中的求道境，肯定会被天域的天道所排斥。然而天道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紫霄老祖的修为还在地境，否则龙神大帝就不用飞升其他位面了，哪里还有后面北海大帝称霸天域的事？听了陈演一番合理的推测之后，李玉儿觉得很有道理，心中的慌乱少了7、8分。于是两人联手，9阶地境的气息全面爆发，再次使出日月神火诀，搓出来一个更大的烈焰莲花。紫霄老祖，交出龙神大帝传承和龙神遗骸，本教主可让你死得痛快一些。陈演的语气极其嚣张，根本不把林玄清看在眼里。林玄清看着陈演那不可一世的表情，觉得有些可笑。是你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区区大帝又不是武王强者，还敢在本老祖面前如此叫嚣？此刻林玄清也摆出标志性的姿势，负手而立，一袭白袍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彰显出林玄清身为老祖的高人气质。然后他轻蔑地看着陈演，嘴里吐出3个大字：就凭你。陈演听言冷哼一声，好胆！紫霄老祖，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站着和本教主说话，别跟他废话，杀了他！龙神骸骨和龙神大帝的传承都是我们的。李玉儿直接将巨大的神火莲花扔向林玄清。一直躲在林玄清身后的北海大帝看着头顶上这朵巨大的火莲，紧张到了极点。他能感觉得到，这朵神火莲花爆炸的瞬间，即便是9阶地宝问神塔，恐怕也会轰然坍塌。陈演和李玉儿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林玄清，以为林玄清已经被吓傻了。然而下一秒，压迫感十足的神火莲花突然就在林玄清面前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巨大的神火莲花在林玄清手里当场熄灭。陈演感到无比的震惊，那是他和李玉儿用尽全力搓出来的火莲，那么大捏，怎么说没就没呢？特殊功法，护体地宝，还是问神塔助攻？不对，都不对。陈演可以确定，刚才林玄清就只伸出了手臂，没有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眼前的紫霄老祖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很多倍。日月神火莲，就这？林玄清轻笑一声，然后张开手掌。系统，这次秒杀能不能让我指定特效？丁，宿主如果需要指定特效，需额外支付500名升值定制。支付。林玄清毫不犹豫按下了支付按钮。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指定特效准备中 ，loading。丁，佛怒火莲同款特效装载成功。林玄清的掌心中出现一朵盛放着23叶火焰花瓣的莲花，这朵火莲比陈演和李玉儿融合出来的日月神火莲的能量恐怖无数倍。他们两人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就已经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也是日月神火莲？陈演满脸错愕，大惊失色。日月神火莲？哼，那只是你们的山寨版本罢了。林玄清单臂托起这朵盛放的耀眼莲华，然后朝着陈演和李玉儿的脸给砸过去。玉儿，快逃！面对恐怖至极的佛怒火莲，陈演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逃跑。问神塔的塔梯就在他的身后，一共只有不到1丈的距离。然而这区1丈距离对于此刻的陈演和李玉儿来说，宛如天堑鸿沟一般难以跨越。佛怒火连在陈演和李玉儿的头顶绽开，23叶异色花瓣如同狂风骤雨一般散落。紫霄老祖，你！陈演和李玉儿连痛苦的吼叫都没有机会发出，整个躯体就全部湮灭在耀眼的火光之中。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一座仙山之上，沉寂了无数载岁月的33座墓碑，今日突然不再宁静。玉儿和眼儿体内的魂种消失了，一道古朴苍老的声音从其中一座墓碑中传出：他们竟然失败了！是谁？谁能杀死李玉儿和陈演？是谁？是北海大帝？不，他只不过是这亘古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而已。那就是龙神大帝。难道他飞升之后还留有后手？一道又一道同样古老的声音相继出现，响彻整座仙山，并且这里的每一道声音的气息都蕴含着强大的地蕴，丝毫不亚于北海大帝。大约1刻钟后，这33座墓碑渐渐沉入虚空之中，然后33位亘古大帝从虚空中出现。问神塔第8层，林玄清的佛怒火莲将陈演和李玉儿轰得渣渣都不剩，但没有损伤到9阶地宝问神塔。隐藏任务救命之恩已完成，任务奖励名声值加9999。丁，由于宿主刚刚完成一次极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再加5000。卧槽，15000！林玄清惊了，这个隐藏任务居然直接加了1万点名声值，而且刚刚装逼杀死了陈演和李玉儿，居然完成了一次极高质量的名声值传播。林玄清回头看着这个铠甲碎开、衣衫褴褛的美女，肯定了一开始他心中的想法。这个女人在北海天域中一定是数1数2的强者，并且知名度可能还很高。可是北海天域中哪里去找修为这么高的女修士啊？难道说她是北海大帝的老婆？林玄清这样想着，此时的北海大帝内心也是风起云涌。此人就是近段时间声名鹊起的紫霄老祖。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小的圣地老祖，修为居然能够超过作为北海天域霸主的他。他更没有想过自己今日命悬一线，能够被紫霄老祖所救。而且他还看到了自己最大的秘密，现在还这么盯着他。不断脑补之中，北海大帝的脸颊渐渐变得滚烫，一片绯红。前辈，你这样看着我，我会很为难了。北海大帝在林玄清的面前失去了往日那霸道的一面，
宛如一个小女孩。经他提醒，林玄清也是才发现自己已经盯着他看了很久了。北海大帝的老婆虽然漂亮，但林玄清自诩品行正直，绝不会做牛头人的事情。嘿嘿，刚刚那场战斗，你应该伤得不轻。林玄清转移话题。北海大帝看着伤痕累累的自己，无奈道：前辈，陈衍和李玉儿服用了通天玄丹，与我同境，我中了他们的日月神火莲，又中了自己一剑，这2道攻击的威力都接近天道诅咒，所以伤势已经无法逆转。北海大帝将身上已经破碎的赤霞精神甲取下，露出被日月神火莲烧毁了肌肤。林玄清一看，这太惨了，整个1、3度烧伤啊，应该有灵植或者丹药再生肌肤吧。北海大帝脸色泛难，解释道：这些伤痕看上去只在表面，但实际上已经深入丹田，普通的灵植或者丹药根本无法修复，而且能以我的修为匹配的灵丹，至少也要9阶地丹才够。但即便是天域第1大炼药叫宗药神教，也无法找到炼制9阶地丹的材料，更无人能够炼制出9阶地丹。北海大帝说完，从乾坤袋中取出一套新的铠甲，披在自己身上，恢复了往日的英气。林玄清简单的安慰他2句之后，转身就要离开。这时他突然从背后拉住林玄清的衣襟：前辈，请等一等。女儿姿态的北海大帝温柔地叫住林玄清，然后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前辈，请收下这个。北海大帝此时的脸红得像猴子的屁股。水果？林玄清还是第一次见到颗粒如此饱满的葡萄，但这其实不是葡萄，这是一种地阶灵植，名为须弥菩提子，产自北海地宫的灵药园，1万年只生长3粒。林玄清手里这一串上足足有30粒，是北海地宫10万年的库存。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特产，确实也算是一种水果。北海大帝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须弥菩提子称为凡间的水果。前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请务必收下。日后若有机会，晚辈一定登门拜访，再好好答谢前辈的救命之恩。原来是家乡的特产，林玄清没多想，然后就收下了。不过你都送我东西，我也不能不回礼。林玄清想了片刻，然后取出之前抽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这2瓶也算我家乡的特产，送给你也正合适。北海大帝小心翼翼地接过这2个精致的小瓶子，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不凡。这瓶子的品阶似乎已经超过了地阶，一串地阶灵植换了2件地宝之上的物品，即便是他也难以掩盖内心的波涛汹涌。前辈，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北海大帝的话还没说完，林玄清就把装洗发水的瓶盖给打开，一股清香从瓶口里飘出。好香！北海大帝活了10数万年，第一次闻到如此清香的气味。林玄清让他把手掌张开，然后往他手心中挤出一点点乳白色的液体，这是洗发水，专门洗头发用的。然后他又将另外一瓶沐浴露给打开，挤出几滴透明无色的液体在北海大帝的手臂上，这是沐浴露，用来洗身体的。你回去之后洗澡的时候一次就涂这么一点点就行了，不要涂太多了。林玄清耐心解释道，毕竟眼前这姑娘是玄幻世界的土着，洗发水和沐浴露这东西应该没有用过。北海大帝此时直接愣住了，因为他发现这香气扑鼻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居然是远超地阶的超级灵药。前辈大恩，晚辈没齿难忘。北海大帝突然单膝跪在地上，对林玄清行了个超大的礼。林玄清都不好意思了，不就是洗澡2件套吗？看来玄幻世界的人都只顾修炼去了，在这方面的科技点还是太落后了。好了，赶快起来吧。林玄清挥了挥自己的袖袍，这次是真的准备离开问神塔了。前辈，我送你。北海大帝跟着林玄清一起下塔梯，林玄清也没有拒绝，他用发簪束起长发，打扮回男人的样子。2人一起下到了问神塔第3层，看到了烈阳老祖和苏晴雪。烈阳老祖看到林玄清归来后，万分羞愧道：林前辈，让您失望了。他原本是到了问神塔第4层的，但难以忍受上面的威压，只好回到了第3层和苏晴雪待在一起。苏晴雪上前行礼，正准备说话，便看到北海大帝跟在林玄清之后下来了。北海大帝，苏晴雪看到北海大帝在问神塔中出现，内心无比震惊。烈阳老祖也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们这才意识到，此前那头黑猩虎说的身穿铠甲的地境修士，原来是称霸天域的北海大帝。北海大帝跟在紫霄老祖身后，这说明什么？一向稳如老狗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果断想到，这是林前辈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了，而且北海大帝没有抢夺。最关键的是，刚刚上去的陈教主和李教主没有下来，这就说明他们2个抱紫霄老祖的大腿是抱对了，而且很对很对。林前辈，你应该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了吧？苏晴雪问。林玄清点头。丁，宿主成功完成1次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100。哦，又刷名声值了。林玄清看着满脸震惊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知道这名声值是从他们身上刷的了。看样子，只要在大帝的身上刷，基本上就是高质量传播。只不过这一次刷出来的比较少，应该是反复在同一批人身上刷有减益效果。前辈，这2位是？北海大帝走到林玄清身旁，看着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问道。哦，这是本座紫霄圣地新招募的苏长老和烈阳长老。原来是贵圣地的长老。北海大帝赶紧行礼。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见到高高在上的北海大帝居然如此谦卑地向他们2人行礼，赶紧回礼，不敢怠慢。而且刚刚他们没问听错吧？北海大帝居然称紫霄老祖为前辈，9阶地境巅峰的超级大佬都认可了林前辈的实力，
那林前辈的真实修为有多恐怖？这一连串的震撼让他们两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一直到他们随着林玄清出了问神塔，都还未平静下来。三人来到塔外，发现原本镇守此处的黑心虎不见了，倒是他们一开始在龙神地宫遗迹石门之外遇到的叶枫，带着7个武王徘徊在问神塔外。叶枫第一眼看到问神塔时，就觉得塔里面很有可能有遗迹内真正的大机缘，但他发现这座宝塔有一道很强大的禁制，无论他如何轰击都无法破开，几乎和外面石门的禁制差不多，所以他一直徘徊在问神塔周围，希望找到其他方法进去。直到林玄清等人的出现。是你们？叶枫看到林玄清等人从塔里走出来，立刻带着7个武王死士拦住了林玄清。在他眼里，遗迹的入口是林玄清这位禁制阵法大师打开的，那么这座塔的禁制应该也是林玄清打开的。你们拿到这座塔里面的机缘了？叶枫几人将林玄清等人团团围住，眼神中充满着杀气。前辈，这几位是？北海大帝看着眼前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武王，本来打算直接动手的，但看在他们好像认识林玄清，所以有所顾忌。本座在遗迹之外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原来如此。北海大帝取出清风长剑，指着叶枫等人，既然前辈与儿等有一面之缘，那就饶恕儿等一次冒犯之罪。10息之内若不快滚，后果自负。如果是在往常，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犹豫，刚才就会一剑削掉这几个武王的头颅。今日他给了叶枫等人10息的时间，已经足够宽容了。然而叶枫根本没有把北海大帝的话放在心上，在他眼里，北海大帝跟着林玄清，估计也就和另外2人一样，区区武林而已。他们这边加上他自己，一共有8位武王，所以他自信，即便是疑似武皇的林玄清出手，也有10成的把握拿下。于是他也对林玄清发出了最后通牒：道友，只要你肯交出塔里的大机缘，在下保证，道友将会成为叶家的朋友。否则，就算道友逃出此地，我叶家的4位武宗，哪怕是天涯海角，也会追杀到底。面对着叶枫赤裸裸的威胁，北海大帝直接一剑飞出，顷刻间，包括叶枫本人在内，8人的头颅全部倏然落地。10息时间已到，北海大帝毫无感情地收回长剑，然后纳入乾坤袋中。区区武王，若不是冒犯了林玄清，本来不至于他亲自出剑。杀了他们之后，北海大帝抬头看了一眼问神塔，对林玄清说道：前辈，这问神塔是9阶地宝，您不带走吗？林玄清摇了摇头，淡淡说道：不必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对视一眼，不明白林前辈为何不带走问神塔。9阶地宝啊，在天域之中绝对是至强地宝之一了，哪怕是3大神教也不曾拥有过一件。北海大帝也十分不解，因为9阶地宝罕见至极，天域中已经没有这么高等级的炼器大师炼制了。不过既然是林前辈的决定，那自然有其中的道理。北海大帝和苏晴雪2人都是这样想的。然而林玄清主要是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带走这么大的东西，他的心里默默流下一滴伤心泪。没有修为的日子太难过了，看见宝贝却拿不走宝贝，也用不了宝贝，太折磨了。我们走吧。林玄清没有办法，只好让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带路，离开龙神地宫遗迹。几人原路返回，离开了中央地宫之后，来到了灵药园。刚路过这里，林玄清的脑海中系统声音又出现了：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收服地宠。任务目标：收服地级兽宠1只，看护紫霄圣地山门。任务奖励：解锁预售系统。任务失败惩罚：扣除名声值。是否接受任务？是否？林玄清往灵药园里面看去，才发现是又遇到黑心虎和黑小虎了。这个任务居然这会儿才触发。这个任务比较简单，林玄清毫不犹豫就接下了。而且紫霄圣地原来的护山灵兽只是圣级初期，根本不怎么够看。如果真的收下黑心虎去看大门的话，估计能让紫霄圣地的大名在北海天域中更加显赫，说不定还能影响到林玄清本人的名声值增加。于是林玄清带着北海大帝3人进入了灵药园中，拍了拍正在打盹的黑心虎：臭小子，老子睡觉呢，别闹。黑心虎趴在药园中睡得正香，突然感觉身上有些痒痒，以为是黑小虎在闹。林玄清直接给他一巴掌：臭小子，你敢打老！黑心虎睁开双眼，正要动爪子去扇黑小虎巴掌，结果发现在他眼前的是林玄清。前辈，你怎么来了？黑心虎被突然出现的林玄清吓得又炸毛了，乖乖的趴在林玄清脚下。本座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林玄清低头看着黑心虎的脑袋。黑心虎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后，虎脑疯狂转动，在思考这是什么意思。2息之后，他懂了，这是前辈在试探他，看他的反应。毕竟上古时期，他和龙神大帝颇有交情。龙神遗骸本来就应该属于前辈，您拿到它，乃是天大幸事。黑心虎生存欲望极高，把龙神大帝和他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而且还顺便狂舔了一波林玄清。停！林玄清打住黑心虎，黑心虎赶紧闭嘴。他看得出来，黑心虎是真的怕他，而且也是真的能舔。于是林玄清直奔主题，说道：本座现在还缺一兽宠。还不等林玄清把话说完，黑心虎直接答应道：晚辈愿意做前辈座下的兽宠。好家伙，这黑心虎的生存欲望是真的离谱。林玄清也不多说了，直接询问系统该怎么驯服黑心虎。叮，驯服灵宠，宿主需要去商城兑换相应种类的坐骑缰绳。林玄清打开商城界面，根据提示找到了灵兽类物品：坐骑缰绳，猛兽类，等级地级，售价9999名声值。我靠，奸商！林玄清看到缰绳的一瞬间，不由自主的破口大骂。
上一个隐藏任务奖励的海量名声值一共才9999，这里买条缰绳就要花出去9999倍，奸商，绝对的奸商！叮，检测宿主有辱骂系统的行为，警告一次。林玄清极不情愿地按下的购买按钮，他敢保证，如果自己不买的话，这个谢系统肯定会再扣他额外的名声值。叮，恭喜宿主达成新成就。林玄清看到成就列表里买的成就解锁了，如果在系统商城中购买了超过999次，还会获得土豪买的成就。当然，买的成就让林玄清加了5点名声值，只不过这种感觉就像买玛莎拉蒂送50块钱代金券一样坑爹。林玄清拿起坐骑缰绳，正准备套黑心虎的脖子，黑心虎的脑袋却向后一缩。前辈，不，主人。黑心虎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有一事所求。何事？我为主人坐骑，主人能不能把小虎也带走？林玄清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原来只是要自己的儿子也出去。可林玄清果断答应，但黑心虎还是把脑袋往后缩。主人，我还有一件事。有屁快放！这龙神地宫对于我父子来说不是那么好出去的。黑心虎在林玄清身前将身体翻过来，露出自己的白肚兜。只见他的白色肚皮上刻有一道极其复杂的禁制图案。当年龙神大帝飞升后，我曾答应过他，将永世镇守问神塔，守护住他的骸骨，所以我就和他定下了契约禁制，若是背弃约定，将会生死道陨。还有这事，林玄清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谢系统给大坑特坑了。果然，系统的声音再次在林玄清的脑海中出现。叮，宿主是否使用一键抹除禁制功能？叮，只需消耗名声值点。林玄清默默地按下购买按钮，黑心虎白肚兜上面的禁制图案突然就消失了。一旁的北海大帝还有苏晴雪两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林玄清的手笔，随意抹除当年已是求道境的龙神大帝部下的禁制，恐怖如斯。黑心虎见自己身上的禁制已经消失，兴奋的像只小猫，主动钻进了林玄清的缰绳里。他那巨大的躯体在坐骑缰绳的作用下逐渐缩小，最后变成了正常的老虎大小。叮，隐藏任务收服地宠已完成。叮，预售功能已解锁。叮，由于宿主解锁预售功能，获得奖励地级升阶单星号1。林玄清点开预售功能界面，发现有个喂养功能，他点击喂养，黑心虎的修为直接从地级2阶上升到了地级3阶。黑心虎看着自己身体突然的变化，兴奋地给林玄清磕头，多谢主人恩赐。一旁的北海大帝三人也是看得惊呆了，点播地级灵兽直接提升修为，这是针线手段啊！叮，宿主成功完成一次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500。林玄清看着自己账号上增长的500名声值，依旧高兴不起来。他淡漠着表情对黑心虎这头田虎说道：黑小虎呢？黑心虎赶紧扬起头颅，对着天空长啸一声，吼！震耳欲聋的虎吼声下，黑小虎叼着司马勋和司马区两兄弟从灵药园的另一边出现，在他背后赵成恼羞成怒，一路追杀而来。畜生，赶紧放下他们，否则老夫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赵成一掌劈来，掀起滔天巨浪，直接掀翻了灵药园一大片土壤。黑小虎迅速赶到黑心虎身旁，然后将被束缚住的司马勋和司马区两人扔在地上。爹，我又抓到2个偷东西的，专门弄来孝敬您的。黑心虎一脸得意，用厚大的虎爪死死地按住两人。赵成灵气化翼，踏空飞来。畜生，看你还往哪里逃！是你们？赵成看到林玄清等人和黑小虎混在一起，有些诧异。林玄清抬头看着灵气化翼的赵成，心生羡慕。不愧是武皇强者，背后长出这么多华丽的翅膀，属实拉风啊！这位道友，火气太大了不好，赶紧下来吧。北海大帝见这个武皇似乎也和林玄清相识，所以并未拔剑，而是让他下来说话。然而赵成不知天高地厚，俯视着北海大帝道：区区武灵也敢如此跟老夫说话？然后他看向林玄清，咄咄逼人道：道友出现在此地，可是与这畜生相识？林玄清淡淡道：算是吧，道友可要想清楚了。赵成此刻修为攀升，从武皇巅峰直接升至武宗初期。没错，为了确保万一，他一开始就隐藏了修为。道友一介散修，修炼到武皇已极为不易。赵成蔑视着林玄清众人，若执迷不悟，老夫不介意送道友一程。北海大帝觉得这人脑子瓦特了，和刚才那几个小武王一样，脑子里面装的都是豆腐渣吗？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敢这样对一群大帝说话？梁静茹吗？找死！北海大帝意图拔剑，却被黑心虎抢先。黑心虎的躯体渐渐膨胀，回到原来的巨虎模样，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区区武宗竟然敢对主人不敬，吾要将汝碎尸万段！赵成见到突然变得巨大且恐怖的黑心虎，这才明白自己好像已经不小心踏入了深渊。这是什么级别的灵兽？赵成身为大晋皇朝数一数二的强者，曾经甚至见过军级的灵兽，也不曾有黑心虎散发出来的气息这么恐怖。难道说这一只闭眼黑虎是圣级？就算不是圣级，应该也差不了太远了。乾坤小挪移，开！这一刻，赵成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出一本终极的逃跑功法，企图逃走。但黑心虎张开的虎口如同深渊一般，并且还带有空间法则，他区区武宗根本不可能逃走。啊！一声惨叫之后，赵成被黑心虎直接生吞了，化为丹田中的养分。然后黑心虎又恢复了正常老虎的大小，乖乖地趴在林玄清的脚下，舔着林玄清的腿。好家伙，不愧是田虎！林玄清暗暗想着。
看来这预售功能还不错，至少以后有了一个绝对忠诚的地级打手。被束缚住的司马勋和司马曲目睹了刚才这恐怖的一幕，几乎吓破了胆。这头巨虎强大到一口就生吞了武宗境界的赵长老，那他称之为主人的林玄清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圣人，这位前辈一定是圣人。司马勋恍然大悟，赶紧扣住司马曲的脖子，连连给林玄清磕头。晚辈不知前辈驾临，有所冒犯，还望前辈恕罪啊。大晋皇朝虽然统领万里江山，但也不过是俗世王朝而已。按照北海天域的势力划分，他们算是第4等。第1等不必多说，自然是一地宫、3大教、7世家和10圣地。第2等就是这些势力下辖的2阶门宗主，差不多就是圣人境。至于第3等，基本上已经分布在天域中心之外的地界，宗内最强战力基本上就是武军。像大晋皇朝这样的第4等势力，皇朝之主也就武宗，有些弱一些的连武宗都不是，只有武皇境界。剩下的都是北海天域边缘的势力，连等级都没有，完全是不入流。因此在司马区和司马勋两人的眼里，见到一名圣人驾临，自然是既震撼又惶恐。当年3等势力残霞宗的宗主得罪了一位圣人，结果便被那圣人血洗了整个宗门。除此之外，残霞宗下辖的6个皇朝和3个家族在一夜之间全部覆灭。主人，这两人怎么处理？黑猩虎一边舔一边说道。林玄清想起了之前黑小虎叼着他们过来时曾说过他们是偷了东西。你们偷了东西？林玄清说道。司马勋和司马区两人停止磕头，然后对视一眼，露出腰间挂着的乾坤袋。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东西是前辈的，如果早知道了，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偷啊。黑小虎抓掉两人腰间的乾坤袋，打开之后取出一颗巴掌大小的蛋。爹，他们偷的就是这个东西，龙神大帝当年留下的蛋。黑猩虎上去就是一巴掌，呼在黑小虎的虎脸上。逆子，什么叫龙神大帝当年下的蛋？而且主人站在这儿，你以后要先拿给主人看，懂吗？黑猩虎取过这颗蛋，交到林玄清的手里。主人，这东西其实是龙神大帝留下的血脉凝聚而成，并非是蛋。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一听，惊道：龙神血脉，龙神血脉！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看着林玄清高大的背影，突然又明白了很多。烈阳老祖立刻传音苏晴雪：苏丫头，林前辈的这个局，你现在应该也看明白了吧？苏晴雪轻轻点头，回应道：基本上能够看清一些了。林前辈自己亲自去问神塔取龙神骸骨和龙神传承，然后利用赵成3人去取龙神血脉，顺便还收服了看守问神塔的地级灵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前辈这是想要复刻龙神大帝当年飞升的奇迹。烈阳老祖捋了捋胡须，赞叹道：这就是林前辈的格局和手笔啊，比老教主不知道高上多少，我等只配仰望。在这龙神地宫遗迹中，前辈一共收集了龙神遗骸、龙神传承和龙神血脉，这3样东西组合在一起，不恰好能够让一个崭新的龙神大帝的诞生吗？自从龙神大帝飞升后，天域之中再无一人飞升，仿佛如诅咒一般。烈阳老祖两眼放光，说不定林前辈就是打破这个诅咒的人。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想到这里，愈发的对林玄清感到崇拜。然而林玄清手里拿着这颗蛋，只是在想，这玩意儿好像和鸡蛋差不多，但应该不能吃吧？主人，这两人怎么处置？黑猩虎看了一眼司马勋和司马区，两人的心瞬间就悬在了嗓子眼上。林玄清拿着血脉蛋，发现好大一会儿都没触发什么任务，也没有加名升职，看来这两人没有什么可刷的了。林玄清暗暗想着，心中已经有了除掉他们的打算。这两人都有武王境，背后还靠有大晋皇朝，对于林玄清来说，始终是有那么一丁丁的威胁的。有威胁，哪怕只有一点，林玄清也要清掉。毕竟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不圣母，当老六，稳健一些，才能活得更久。你处理吧。林玄清面无表情说道。黑猩虎心领神会，直接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司马勋和司马曲吸入腹中。司马兄弟，走吧。这件事了结之后，林玄清让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继续带路离开遗迹。林玄清骑在黑猩虎的背上，众人原路返回，来到了一开始进入遗迹的石门处。刚打开石门，就看到外面站了10几20个修士，将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其中有一个林玄清很熟悉的面孔，现在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你们总算出来了。说这话的就是之前从黑小湖找下逃生的徐嫣儿。他逃回大齐之后，将龙神地宫遗迹的事情托盘告知自己的父皇徐晓。徐晓得知蒙面人身死后大怒，带着4大贤臣和12虎奔卫迅速赶来此地。这16人差不多是大齐皇朝一半的高端战力，无一例外全是武皇。而徐晓本人更是武宗境巅峰，只差一步就跨入武军境。嫣儿，这就是你说的对你冯叔见死不救之人。徐晓身穿黄金铠甲，眯眼看着一袭白衣的林玄清。因为他常年征战的原因，因此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很强烈的戾气。对，就是他害死了冯叔。徐嫣伸手气愤地指着林玄清。徐晓仔细打量着林玄清众人，发现包括林玄清在内，每一人的修为他都不看穿。徐嫣解释道：爹，他们身上应该有屏蔽修为的秘宝，除了那个身穿白袍的应该是武皇外，剩下几个都是武灵境界。徐晓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看林玄清胯下的黑猩虎和旁边变成小老虎的黑小虎，2只反虎。看样子果真如嫣儿所说，这几人的修为应该不会太高。徐晓武宗巅峰修为，在这周围数个皇朝中是绝对的强者，所以他对自己的判断极为自信。国主，是否要将此人拿下？徐晓身旁的4大贤臣进言说道。徐晓摆了摆手，
淡淡说了句不急，然后他以上位者的姿态对着林玄清说道：“阁下进入这遗迹之中1月之久，应该取到了不少机缘吧？”已经过去1月了，林玄清才发现遗迹里面的时间流逝和外面似乎不太一样。不过他没有回答徐晓，因为这会儿他有些郁闷。他发现从问神塔取到龙神遗骸后，这一路上怎么能遇到这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傻 X？ 特别是这个徐烟，妥妥的玄幻小说无脑女角色。你的冯叔因为实力不行嗝屁了，你怪我没有救他。这搁在林玄清前世的世界是妥妥的道德绑架，而这种行为林玄清最嗤之以鼻。你想如何？林玄清此刻已经动了杀心。徐晓突然大笑道：“想必阁下还不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吧？”哦，林玄清嘴角微微上挑，你倒是说说，我现在有何处境？朕手下有16位武皇，将你堵在遗迹入口，你觉得你处境如何？爹，别和他废话了，我要给冯叔报仇。徐烟突然插嘴道。本来徐烟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林玄清的心情瞬间跌落到谷底。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装逼打脸。任务目标：在徐晓和徐烟父女2人面前尽最大可能性装逼，系统会根据宿主的装逼效果评出相应等级。任务奖励 S 级，名声值加3000 ；A 级，名声值加1000；B 级，名声值加500；C 级，名声值加100。是否接受任务？是否？注意，本任务没有失败惩罚，宿主也可选择直接秒杀徐晓等人，获得500点名声值。这个任务本老祖接了。这个任务对于林玄清来说来得非常及时，他本来就想教训一下徐烟这种道德绑架的无脑小某某，正好接下这个任务还能得到不少名声值。装逼打脸是吧？林玄清现在坐拥好几个大帝可以用，在一群武皇面前不是随便装。于是林玄清先从徐烟入手，嘲讽道：“你的冯叔死在遗迹之中，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个废物罢了。当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因你而死，还心安理得地逃跑，你才是真正的废物。”你说什么？听到林玄清的嘲讽谩骂，徐烟顿时恼羞成怒。阁下，你对晚辈如此说话，作为武皇强者，有失气度。徐晓眼中此刻密布杀机。怎么不服？你身为一国国主，带着女儿胡作非为，也配合本座谈气度？林玄清转而挑衅到徐晓。哼！徐晓冷哼道，一派胡言。你可知冯道友是何身份？他乃3等势力青山宗宗主李云山的侄子。你对冯道友见死不救，就连本国主都难辞其咎。你一个小小的武皇，又能算得上什么？能承受得了李宗主的怒火吗？对于蒙面人的死，徐晓作为皇朝国主，其实是非常气愤的。其一，李云山乃是一名武军境巅峰的大能，他的怒火，大齐皇朝承受不起。其二，自己通过女儿徐烟，好不容易靠上了青山宗这棵大树，却因为林玄清的原因绞断了。综上2点，徐晓无论如何也要杀了林玄清等人，给青山宗一个交代。不过，在徐晓说出李云山的名号后，林玄清的反应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强烈。相反，林玄清表现得异常淡定。青山宗，李云山，没听说过。林玄清负手而立，轻描淡写说道：“无知狂妄。”徐晓看着一脸镇定的林玄清，虽然呵斥，但并未直接出手。身为大齐皇朝国主，他曾见过不少阴沟里面翻船的人，所以他要先看看眼前这个小小的武皇究竟有什么底气，敢说出这种狂妄的大话。你可知李宗主乃是武军境？武军盛怒，莫说是你这个小小的武皇，就算是我整个大齐皇朝，都不过是翻手之势。徐晓想通过说出李云山武军境的实力来探一探林玄清的反应，然而他的算盘却落空了。他发现眼前这个白袍老者似乎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难道他们不是散修？这是徐晓的第一反应。面对武军境面不改色，这很有可能说明此人有后台。叮，恭喜宿主成功达成 C 级装逼等级。哦，有效果了。叮，由于宿主已经达成最低1级别任务奖励，任务随时可以提交。不急，这个评分不过刚刚及格，上升空间还很大。林玄清准备开启进阶打脸计划了。苏长老，把徐烟给抓过来，注意不要暴露太高的修为。苏晴雪听见林玄清突然要他抓走只有武王境界的徐烟，不知道是何用意，但还是果断应了下来。其实包括北海大帝在内，所有人都不是很理解林前辈为何要在这群武皇身上浪费时间。当然他们也都相信林前辈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有时候前辈看似做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说不定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布局了。于是苏晴雪将自己的气息提升到和徐晓手下的4大贤臣一样的武皇境界，然后趁着徐晓不注意伸手抓了过去。一只无形的大手擒住了徐烟，等徐晓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住手！徐晓看着自己女儿被抓，暴喝一声，武宗修为全部释放，强大的气势让整个峡谷都有出现一种压迫感。苏晴雪根本不理会他，直接将徐烟给拉了过去。武王境界的徐烟想要反抗，但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抓住他的女人居然不是武灵，而是武皇。保护公主！4大贤臣见此一幕，立刻让12虎奔卫冲上去救。烈阳长老将他们压制住，先不要杀。林玄清吩咐烈阳老祖出手。烈阳老祖此时也将气息攀升，来到了半步武宗的境界。徐晓见状，立刻喝止住虎奔卫，都停下。12人看了林玄清一眼，然后退回到徐晓身旁。爹，救我！徐烟被苏晴雪拿住，丝毫不能动弹。万分无奈之下，他只能向徐晓求助。
但苏晴雪马上用灵气封住了他的嘴。叶儿莫怕，爹马上救你。徐小的子嗣之中，徐燕天赋是最好的，不到150岁就修成了武王，而且他还得到了青山宗的亲妹，将来是要成为宗主亲传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是如果徐燕今日陨落在此地，这一切都将成为梦幻泡影。阁下莫要做得过火，以免自误。朕可以许诺，只要阁下放了燕儿，将不会追究今日之事。徐小想先稳定住林玄清等人，但林玄清根本不买账。你有资格吗？林玄清淡淡道。对于林玄清接二连三的挑衅，徐小此时是真的怒不可遏了。身为皇朝国主，武宗境巅峰的强者，何时受过这种屈辱？朕有没有资格，阁下马上就知道了。说罢，徐小手持一柄长枪，杀气腾腾。被束缚住的徐嫣见到这柄长枪的一瞬间，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枪名为噬魂血金枪，跟随朕在战场厮杀多年，已炼化至半步军级。以阁下的修为，正好可以成为他正式进阶军级的养分。徐小握紧长枪，踏空而来。面对能够秒杀自己的武宗强者，林玄清艺高人胆大，拍了一下黑心虎的屁股。黑心虎立刻明白了林玄清的意思，开始释放自己的修为。他的气息肉眼可见的攀升，直接来到了宗级。吼！一声虎啸吼出，原本腾空而起的徐小直接被冲击波给震了回去，手里的噬魂血金枪也掉落在地上。宗级灵兽！徐小大惊失色，左臂鲜血滚滚流淌。一开始他以为林玄清最多不过武皇而已，但看到烈阳老祖有半步武宗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林玄清应该有武宗境界。可当林玄清做下的反虎修为突然暴涨到宗级之后，他忽然明白自己好像踢到了一块铁板。能以宗级灵兽为坐骑的修士，修为至少也有武宗巅峰。更让他意外的是，这头宗级的灵兽居然能伤到武宗巅峰的他，难道此人是武君？丁，恭喜宿主成功达成 B 级装逼等级。在徐小脑补之下，林玄清的装逼打脸任务评分提升到了 B 级。国主，您没事吧？无碍。徐小用衣袖掩盖住流血的手臂，示意四贤臣退下。然后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枚氤氲着古朴气息的铜币，只见铜币正面刻有4个醒目的大字“大气重宝”。这是一件气运灵宝，品阶不算太高，只是勉强过了宗级。但是这枚上面加持了自大齐皇朝开国以来一共437位国主的气运。黑心虎一眼就看穿了这枚铜币的不凡，对林玄清说道：“主人，这枚铜币品阶虽然不高，但凝聚了大量的气运。他一旦掷过来，我至少要军级的修为才能够挡得住。”黑心虎请求林玄清允许他释放更多的修为。林玄清微微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徐小直接将铜币抛到半空中，然后将自身全部灵气灌注到其中。铜币在空气中不停地旋转，峡谷内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历代先帝，请佑我大齐！徐小高声呼喊着，铜币几乎要将他的灵气给抽干了。而在那旋转的铜币上方，似乎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些人族修士的虚影。四贤臣和12虎贲卫看到这些虚影之后，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对他们连连磕头。去！徐小对着林玄清一指，旋转的铜币发出一声尖锐的长鸣，然后瞬间消失。仅仅一息不到，铜币就已经出现在林玄清的眼前。黑心虎把自己的修为提升至武君境界后，一跃而起，把铜币咬住。轰隆！铜币在黑心虎强大的咬合下爆炸，然后变成了一堆粉末。这怎么可能？先辈气运加持的大气重宝居然被咬碎了！徐小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再次看向林玄清时，心中五味杂陈。他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位白袍老者在听到青山宗的鼎鼎大名后无动于衷的原因了。青山宗宗主李云山是武君，但这位白袍老者的坐骑就有军级。那么林玄清的真实修为到底是？徐小不敢再细想了。晚辈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前辈，还望前辈宽恕。丁，恭喜宿主成功达到 A 级装逼等级。随着徐小这一求饶，林玄清直接将隐藏任务的完成等级给刷到了 A 级。很好，林玄清暗暗想着，接下来只剩最后一步，就能将这个隐藏任务完美完成了。他要将徐嫣给带走，然后让徐小背后的李云山来紫霄圣地认罪，否则无论是大齐皇朝还是青山门，哼哼，全部死拉死拉的。这样一来，装逼打脸效果才能最大化，应该可以获得 S 级。半月之内，让李云山到天域以南的玄逸峰见本座，否则后果自负。黑心虎驮着林玄清腾空而起，北海大地相继跟上，化为一道流光飞走。林玄清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久久不能停息。国主，刚刚那位前辈走了。徐小跪在地上，很久之后才敢抬起头来，然后看向无边无际的长空。他脸色极为难看，如丧考妣。徐小喃喃自语：“国主，事已至此，还是先通知李宗主吧。”四贤臣在一旁安慰说道：“也只好如此了。”徐小猜测，既然这位白袍前辈不直接杀了他们，说明这件事情就还有转机。而且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说明这位前辈或许与李宗主有救。只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这玄逸峰究竟属于哪个势力？3日后，青山宗议事堂内，徐小将事情的经过给李云山完完整整的讲了一遍。玄逸峰？李云山听后觉得玄逸峰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但又一时半会儿记不起来了。徐国主，你说的那位疑似是圣人的前辈是何模样？徐小仔细回忆后说道：“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老者。”李云山白了徐小一眼，追问道：“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特征？有，这位前辈有一头军级的猛虎坐骑，只是军级坐骑还是很难推断。李云山继续问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征？徐晓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了2个最为让他印象深刻的点。对了，这位前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将双手背在背后，还有前辈脸上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类似于这样。徐晓模仿了一番林玄清装逼时的表情，将脸紧紧绷住。李云山看到徐晓这惟妙惟肖的模仿之后，瞬间想到了一个人，白袍，负手而立，绷着脸没有表情。他妈的，这是紫霄老祖啊！李云山整个身体自己软了，瘫在了椅子上。徐晓这个杀千刀的，李老宗主，你怎么了？我怎么了？李云山从椅子上爬起来，然后一巴掌呼在徐晓的脸上，差点将他直接给打死。你知不知道你究竟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李云山半个月前才去参加了紫霄圣地长老招募大会，亲眼见识过紫霄老祖一指破苍穹，秒杀叶凡大帝的壮景。徐晓捂着红肿的脸，畏畏缩缩地问道，不是某个2等势力的圣人老祖吗？2等势力？李云山冷笑道，徐晓，你在你那小小的皇朝内作威作福这些年，连紫霄2个字是什么意思都忘了吗？紫霄圣地。徐晓如梦初醒，那位前辈竟然是紫霄圣地的老祖，这怎么可能呢？徐晓想不通，10大圣地之一的紫霄圣地，其老祖为何会出现大齐皇朝附近的一个小地方？难道那龙神地宫遗迹的消息就是紫霄老祖放出来的？李宗主，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紫霄老祖既然让我去紫霄圣地的玄逸峰，我敢不去？李云山瞪着徐晓，真想一巴掌把他给拍死算了。徐晓啊徐晓，你说你区区一个武宗和大帝作对干什么？徐晓一脸委屈，表示他自己也不想啊。我看你啊，真是坟头上蹦迪，好大的胆子！李宗主，您一定要救我呀！徐晓完全放弃自己身为皇朝之主的尊严，跪在地上紧紧地抱着李云山的大腿，苦苦哀求着。李云山一脚把他踢开，救你！老子现在自身都难保了。李云山觉得自己这次真是倒了血霉了，但他细细一想，事情好像又没那么简单。他区区武君，大帝眼里蝼蚁一般的存在，怎么会惹来紫霄老祖的注意呢？思来想去，李云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点，是徐嫣儿。想到这里，李云山的背后渐渐发凉。原来紫霄老祖早就知道了。徐晓看着突然大彻大悟的李云山，不解问道：嫣儿怎么了？李云山低头凝视着徐晓，徐嫣儿很可能是某些大势力的棋局中一枚关键的棋子。棋局？徐晓有些困惑，难道是因为嫣儿的天赋？李云山白了他一眼，徐嫣儿的天赋放在你那大齐皇朝，确实算得上天之骄子。即便是我青山宗，在众多亲传弟子中也能称之为翘楚，但是在一些2等势力内，他的天赋就只能算中上了。实际上10大圣地的圣子圣女们，哪一个不是100岁之内就证到武君了？因此徐嫣儿一个150岁的武王，根本不值得紫霄老祖正眼看一眼。但紫霄老祖却带走了嫣儿，为何？听完李云山的话后，徐晓更不解了。紫霄老祖堂堂大帝，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将自家嫣儿给带到紫霄圣地去呢？李宗主，林云山此时长叹一声，然后扶着徐晓坐回椅子上。徐博主，你可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收嫣儿为亲传弟子？徐晓疑问道。难道不是因为嫣儿的天赋？李云山摇头，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收徐嫣儿入青山宗，其实完全是因为7大世家的安排。哦，不对，准确的说，现在应该叫6大世家了。6大世家？徐晓惊讶道，嫣儿怎么会和6大世家这样的庞然大物扯上关系？李云山轻轻拍了拍徐晓的肩膀，徐国主，所以本座才说徐嫣儿被紫霄老祖带走，关乎着这些大势力之间的博弈。现在不仅是嫣儿，就连你我也都深陷这棋局之中了。李云山意味深长地说道。3个月前，6大世家之一的萧氏派遣了一位圣人境的使者前来青山宗，让我暂时收下徐嫣儿为徒，为期1年。他临走时曾留下一块萧家令牌，并反复叮嘱此事绝不能泄密。当时我还不理解，徐嫣儿的天赋就算再好，也不至于能吸引到天域世家专程派圣人前来。但现在我懂了。李云山将刻有萧字的令牌取出，放到岸边。这就是那块萧家的令牌。李云山捋着胡须说道，原本按照约定，我需要在整整1年之后才能用它联系萧氏，但现在紫霄老祖出现，强行带走了徐嫣儿，事情已经泄露，我必须马上禀明情况，否则天域世家一旦动怒，徐国主，无论是我青山宗还是你大齐皇朝，顷刻间就会化为灰烬啊！说罢，李云山便往萧家令牌中注入灵气。一旁的徐晓此时极为紧张，冷汗如同雨点一般滴落在地上。两人看到在不断注入灵气下，令牌上的萧字渐渐褪色，随后完全消失。紧接着，这枚令牌开始燃烧，一道虚影出现在议事堂内。尽管这道虚影看上去十分模糊，但李云山第一眼就认出了虚影的身份。他赶紧拉起徐晓，一起恭恭敬敬地跪在这人的面前。晚辈李云山拜见灵虚圣人。灵虚圣人便是萧氏世家之前派遣到青山宗的使者。虚影中的灵虚圣人看着跪在地上的李云山和徐晓，掐指一算，发现1年的时间还远远未到。李云山，约定的期限未到，你为何私自动用令牌？前辈恕罪，晚辈有极为重要的事情禀报，是关于徐嫣儿的。说！灵虚圣人勃然大怒，因为他作为萧家的使者，如果没按原本的计划接回徐嫣儿，将会受到不小的责罚。
这要从徐嫣。李云山将紫霄老祖突然出现在大齐皇朝境内，然后带走徐嫣的事情一字不落地讲了一遍。和他一起跪着的徐晓瑟瑟发抖，完全不敢正视灵虚圣人一眼。李云山，你确定是紫霄老祖？千真万确。李云山信誓旦旦地回答道，紫霄老祖还让我1月之内前往玄逸峰。玄逸峰。虚影中，灵虚圣人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并且陷入了沉思。他在思考，紫霄老祖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了族老们的谋划的呢？当初他们为了使得徐嫣这件事不泄露，萧氏世家的族老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抹除了其中的因果，就是为了防止被紫霄老祖这样的大能给算到。然而好像并没有用，紫霄老祖还是算到了，并且提前截胡了徐嫣。难道说紫霄老祖已经可以做到无视因果，随意窥探天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紫霄老祖真是恐怖如斯。灵虚圣人决定得赶紧回去，先将此事禀报给家族族老，让他们定夺。李云山，此事事关重大，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暂且等我消息。萧家令牌在灵虚圣人说完这句话后燃烧殆尽，虚影倏然消失。议事堂又回到了只有李云山和徐晓两人的情景。李宗主，接下来怎么办？灵虚圣人不见后，徐晓仍然心有余悸。李云山没有多想，斩钉截铁地说出4个字：去玄逸峰。去玄逸峰。徐晓惊道，刚刚圣人不是说让咱们先等消息吗？蠢货！李云山骂道，萧氏世家我们得罪不起，难道紫霄圣地就敢得罪了？从青山宗到紫霄圣地，以我5军境修为，最多不需3日就能抵达，但紫霄老祖却给了我1个月的时间。为何？紫霄老祖是以我为棋子，观察6大世家的反应。经过李云山这样一点拨，徐晓立刻就懂了。李云山补充道，身为大人物的棋子，我们只需要做好棋子该做的事情就行了。至于紫霄老祖和萧氏之间博弈的结果，那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李宗主，那我跟你一起去玄逸峰赔罪吧。不可。李云山直接拒绝了徐晓。紫霄老祖指点了我一人前去，那你就不能去。我离开青山宗后，你暂时待在这儿，等灵虚圣人的消息。说罢，李云山灵气化翼，飞出青山宗，化为了一颗流星，消失不见。议事堂内，徐晓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另一边，萧氏领地，萧家族堂，灵虚圣人跪在众多萧氏先辈的面前，将紫霄老祖带走徐嫣的事禀报了一遍。好了，燕儿，你先退下吧。萧燕是灵虚圣人的真名，让他暂且退下的是他3阶地境巅峰的父亲萧战，同时萧战还是萧家目前的家主。坐在他两边的是萧氏的大长老萧浩和二长老萧空。大长老、二长老，紫霄老祖此事，你们以为如何？待到萧燕退下后，萧战缓缓开口问道。两位长老对视一眼后，同时说道：家主理应暂避锋芒。大长老萧浩继续说道：紫霄老祖如日中天，先是灭了3大圣地，后又杀了散修地境叶凡。最关键的是，殷氏一族的隐退，说明他的实力至少在3阶地境之上。二长老萧空补充道：而且徐嫣身上流淌着的远古血脉，也不仅仅只对我萧氏有用。就算我们不出手，另外5大世家应该也坐不住了。萧战紧锁眉头，端起茶杯，可其余几大氏族未必愿意做出头鸟。家主，这个好办。萧浩说道，只需要将那青宝葫芦送给紫霄老祖即可。送给紫霄老祖？萧战陷入了犹豫之中。此前殷氏不就把紫宝葫芦送给了紫霄老祖吗？萧空说道，家主完全可以效仿，必定能在1月之后逼另外几大世家出手。好。听了身旁2位长老的话后，萧战不再犹豫，直接取出萧氏的镇族之宝青宝葫芦。2位长老，不知你们哪位愿意走紫霄圣地一趟？萧浩和萧空同时摇头，然后说道，不如让燕儿去，如何？离开龙神地宫遗迹后，北海大帝就与林玄清等人分别了。现在林玄清已经回到了紫霄圣地。此刻徐嫣被五花大绑吊在紫霄宝殿的房梁之下，他无法运转丹田中的灵气，也无法开口说话，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下面的黑小虎对他吐舌头。这里是10大圣地之一的紫霄圣地，徐嫣曾经无限憧憬过的地方。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的紫霄圣地，而且他也是现在才明白，那个看似毫无修为的白袍老者，居然就是紫霄圣地的老祖。眼泪从他的眼眶中淌出，如同江河决堤一般滚落在地上。我真傻，真的。林玄清交代紫战天一定要看好徐嫣，然后等李云山来玄逸峰后再通知他。他自己则是骑着黑猩虎在紫霄圣地中兜风，这是他这100年来第一次观看紫霄圣地的全貌。108座圣峰耸立云霄，大小宫殿错落有致，钟灵毓秀，美轮美。终于不用苟在太虚宫了呀！林玄清不由得感叹生活的美好。新加入圣地的长老们还有弟子们抬头仰望着正在云霄中兜风的林玄清，议论纷纷。你们快看，老祖今天从太虚宫里面出来，那头大老虎是老祖的坐骑吗？以前好像没有见过哦。好拉风啊！威风凛凛的黑猩虎引来了不少女弟子的憧憬羡慕，而长老们的眼里是另外一番景象。黑猩虎遨游在紫霄圣地上空，有意无意地释放着强大的地运，并且还不比此前的叶凡差。老祖坐下的灵兽应该是地级吧？以地级灵兽为坐骑，老祖的修为真是通天彻地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1次群体名声值传播，名声值+1，名声值+3，名声值+6，名声值持续增加中。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林玄清没有想到，
开车兜风居然都能装个逼。于是他决定骑着黑心虎在紫霄圣地中多转几圈，狠狠地压榨干净后再回太虚宫。丁，提醒一下宿主，今日宿主还未签到。签到啊！林玄清这会儿才想起来，完成了龙神地宫遗迹的任务后，解锁了签到功能，一直都还没点开过，看看能签到什么东西。林玄清打开面板，说实话，林玄清对于系统给的东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毕竟前面他抽到过健胃消食片、洗发水和沐浴露，所以林玄清觉得签到能得到的东西估计也就这些，大差不差。不过当他看着签到面板上的奖励之后，整个人激动地抖动了一下。系统，你没有开玩笑吧？每日签到居然全都是签到修为。林玄清穿越到北海天域100年之久了，他曾经无时无刻都想体验一下有修为是什么感觉。而这个每日签到的面板上，现在每签一次到就能加一次修为。虽然今日的签到只是50境修为，但林玄清已经足够满足了。于是他果断点击了签到按钮。叮，宿主签到成功，奖励发放中。在系统声音出现的瞬间，林玄清感到体内一片燥热，甚至还有些发痒。他知道这是经脉在再生的迹象。叮，恭喜宿主成功步入50境界。这一刻，林玄清那苍老的身体瞬间变得年轻，满头的白发也全部变黑。他不再是之前那仙风道骨的老者模样，而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帅哥形象，差不多和封面一样帅。我是50了。黑心虎的背上，林玄清泪流满面，激动无比。50可以做到灵气具象化，比如灵气化铠，很是炫酷。但林玄清现在有更想具象化的东西。他催动丹田内的灵气，将灵气引导在手心中央，渐渐凝聚出一面清澈的镜子。看着镜中那长发飘飘的自己，林玄清感叹一声：帅，真 TMD 帅，剑眉星目，气质超群，不愧是我。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支线任务，挑战弟子。任务目标：与一名紫霄圣地的弟子切磋，并且获得胜利。任务奖励：抽奖机会+2。失败惩罚：无。是否接受任务？是否。又来任务了。林玄清自恋一会儿后，系统发布任务的声音又出现了。他看了一下，这个任务倒挺简单的。于是林玄清决定骑着黑心虎在圣地里面找个弟子试一下自己50境的实力。正好他也想体验一下50强者之间的战斗是什么感觉。当然这场战斗圣子圣女就不要想了，那是5军，林玄清打不过。长老亲传也不用说了，几乎都是5宗巅峰，肯定也打不过。内门首席弟子是5皇，打不过。外门首席弟子是5王，还是打不过。林玄清想了许久，发现自己这50境界好像只能在杂役弟子中横着走。杂役就杂役吧，玄逸峰正好就是杂役弟子们日常修炼的地方。林玄清开着黑心虎慢慢悠悠地来到了玄逸峰。废物，全都是废物。今年晋升外门弟子的考核只剩最后1月了，时间已经不多了。你们如此松散的修为，连一个5王都没有，到时候如何能够考得过？演武场上负责培养杂役弟子的一位长老正在严厉地训斥着300多杂役弟子。这些杂役弟子一半以上都是50，少数人已经达到了50境巅峰修为。此刻他们站成阵列，全部都低着头，不敢正视这位长老。老夫知道你们当中不少人以前都是皇朝的皇室，宗门氏族的天才，可能有些不服气，以为200岁之前成就50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老夫要告诉你们的是，上一任圣子杨磊也是从杂役弟子开始，人家86岁就已经正到5军了。你们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思上进，有些人甚至还在考核前和道侣鬼混。老夫只最后说一次，这1月内再有人被管事长老发现，直接滚出玄逸峰。说到这里，这位长老明显已经气上头了，2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他恨铁不成钢的怒指着300多杂役弟子：你们是老夫带过的最差的一届。林玄清骑着黑心虎一直在云上俯瞰，总觉得这些话十分耳熟。等他全部说完后，林玄清才让黑心虎现身。黑心虎强大的地运瞬间的影响了整座玄逸峰。玄逸峰的峰主秦力感受到这股气息后，立刻带着峰内7位5军境长老前来迎接林玄清。弟子秦力拜见老祖。众人齐刷刷的跪在地上，给林玄清重重的磕了一个头。沉浸在训斥中的那位长老这时也反应过来，赶紧过来一同跪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拜见老祖？秦力见杂役弟子们无动于衷，赶紧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这300杂役弟子如梦初醒，赶紧给林玄清行跪拜礼。这一批弟子是圣地重建后新招收的，不知是老祖驾临，还请老祖恕罪。杂役弟子平日里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加上玄逸峰本来就处于紫霄圣地的边缘，林玄清又比较宅，所以这些弟子基本上都不知道紫霄老祖具体长什么样。即便是上次林玄清战叶凡的时候，玄逸峰这边也只能看到远处的苍穹被点亮了，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林玄清看着秦力问道：你是玄逸峰的峰主？回老祖，弟子上次侥幸从峰主选拔中胜出，现在确实居任玄逸峰峰主一职。林玄清点了点头，示意他站起来。诸位长老还有玄逸峰的众弟子们都起来吧。演武场上300多杂役弟子听见林玄清的话后，纷纷站起身来。秦力恭敬地站在林玄清身边，内心既激动又紧张。他激动是因为紫霄老祖堂堂大帝，平日里神龙不见尾，今日居然特地来了看管杂役弟子的玄逸峰。他紧张同样也是这个原因，担心老祖这次来是因为自己这个峰主哪里做得不好。林玄清看穿了他的心思，说道：秦峰主不必过于紧张，本座今日只是路过玄逸峰时，恰好看见一位长老在训斥弟子，一时兴起故前来一观。林玄清绷着脸
站在演武场上，白衣飘飘，颇有世外高人的感觉。反正他才不会说今天来这儿主要是想和杂役弟子比划比划呢。原来如此，秦丽一直悬着的小心脏瞬间轻松许多。老祖，负责杂役弟子修炼的王兴长老确实比较严厉。所谓严师出高徒，王长老这种培养理念也是为了这些弟子们好。林玄清摇了摇头，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有时候太过于严格反而会适得其反，压力过大，有些承受能力弱的弟子会失去信心，进而自暴自弃。因此要做到每一个弟子都有更高的成就，需要讲求4个字：因材施教。众人面面相觑，仔细品悟着林玄清的这4个字：因材施教。对啊，大道3000，何必执着于一条路呢？一瞬间，所有人都悟了，特别是王长老，他的领悟最为深刻。林玄清的因材施教给了他全新的培养杂役弟子的思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多谢老祖教诲。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200。林玄清没想到自己随便说了2句，居然也能加名声值。不过现在最重要还是先找个杂役弟子切磋一下试试。王长老，1月之后的外门弟子选拔一共有多少名额？回老祖，此次选拔外门一共给了10个名额。考核的内容呢？1月之后与外门弟子排名最末的10个弟子切磋，胜者即晋升外门。很好。林玄清点头表示对王鑫的回答很满意，然后他继续说道，再加1个名额，与本座切磋，无论胜负均可进入外门。什么？老祖要与杂役弟子比试？包括秦丽在内，众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林玄清咳嗽一声，严肃说道，本座会将修为压制到50境界。哦，原来是压制到50境界。但众位长老还是不解，为什么老祖突然要与这些杂役弟子比试呢？毕竟这一批杂役弟子中并没有像上一任圣子杨磊一样的天才，可就算有，也不至于老祖亲自关注吧。封主，这……王长老疑惑地看着秦丽。秦丽传音道，不要多言，按照老祖的吩咐去做吧。他身为玄逸峰峰主，虽然只是管理杂役弟子的，但好歹也是圣人，眼界还是要比一般的武军境长老更宽广一些。所以在他看来，老祖今日突然造访玄逸峰，并且提出要与杂役弟子切磋，肯定有其特殊的目的，只是老祖本人不便言说而已。搞不好这里面可能会牵扯一些北海天域的秘辛之事。王长老站在演武场上，对着杂役弟子们高声宣布了这个事情。听到晋级外门弟子的名额多了一个，而且是要和压制境界的紫霄老祖战斗，这些杂役弟子们全部都兴奋起来。和老祖对战，无论输赢，以后吹一辈子。你没疯吧？还想着赢吗？你不会以为老祖压制到50境界，你就能和老祖五五开吧？老祖的真实修为可是传说中的地境，大帝懂吗？对于功法的领悟，对于灵气的掌控，对于战斗的理解，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小武林可以比拟的。弟子们议论纷纷，整座演武场嘈杂一片。肃静！王长老维护着秩序，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林玄清和秦丽带着8位武军长老走了过来。此次比试，对手由老祖本人亲自挑选。秦丽圣音环绕，在场的弟子们都万分紧张。王长老从乾坤袋中取出一张金色的榜单，交给了林玄清。老祖，这是杂役弟子的排名榜单，请过目。紫霄圣地为区分弟子的实力，特制了天骄榜，一共分为3个等级：天、地、人。王长老拿出来的玄逸峰的这一份就是人榜。天骄榜上会根据弟子的修为和实战记录去累积积分，然后顺序排列，每1个月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的弟子，每月能够领到的修炼资源也就更多，反之亦然。林玄清对这玩意儿很熟悉，因为玄幻小说中的宗门都是用这一套管理弟子。挑一个弱一些的好了。林玄清打开人榜，目光迅速掠过榜单的前20，这些都是武灵境后期以上的，他直接 pass 掉，免得阴沟里面翻船。继续往榜单的后面浏览，一直来到了第63位，居然都还是武灵境中期。这感觉武灵中期也不太稳啊，还是挑个武灵初期的杂役弟子做下任务吧。看来看去，林玄清的目光最终汇聚到了榜单的第208位，因为再往后面排的杂役弟子修为就没有武灵了。林玄清将这个名字给圈出来，然后把人榜给交回给王长老。王灵。秦丽和众长老看着榜单上被林玄清圈出来的名字，十分不解。他们原本以为老祖就算不选人榜前3，至少也要选择前10，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老祖选了一个排名靠末的弟子。王长老看着王灵这个名字，仔细回忆着这名弟子自加入玄逸峰后的表现，可他哪怕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这名弟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准确的说，这个叫王灵的很普通，普通到他是最近这几天才突破到武灵的。不过既然老祖点名要他比试，这说明此人肯定不简单。王长老对着场下的杂役弟子喊道，王灵何在？人群的倒数第2排，一位相貌平平的少年模样弟子心头一震，王灵何在？见无人应答，王长老又喊了一声，王灵只好灵气化开，从人群中走出来。其他杂役弟子将全部都看着他，感到不可思议。武灵初期，老祖居然选了一个武灵初期的弟子，我还以为老祖肯定要选排名第1的李师兄呢，他可是半步武王啊。武灵巅峰的赵师姐、刘师兄都很强啊，为何老祖偏要选这个王灵？这个王灵运气真好，直接就进外门了。你们说王长老也姓王，他不会是长老的亲戚吧？王灵在众弟子的议论声中走到了演武场最前面，然后跪在地上给林玄清和秦丽行礼。弟子王灵拜见老祖峰主。秦丽近距离仔细打量了一番王灵，发现无论怎么看还是很普通。王灵，
老祖与你比试，是你的造化，待会儿你只管全力出手，能够领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了。弟子明白。好了，你起来吧。王林站起身来，然后走到演武场的中央。林玄清站在他面前，虽然什么也没做，但却让他感到一股极为强大的压迫感，因为他早在1年以前修为就已经达到武王了。杂役弟子第一的李无双远不是他的对手，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赋出众，相反，他的天赋和他的相貌一样，很一般。王林能够这么快修炼到武王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怀里的那颗黑色的珠子，他可以进入这颗珠子当中修炼，里面时间流逝的速度只是外面的1%，所以他实际上已经修炼很多年了，比某些圣地长老修炼的时间都还要久。而且只要怀揣这颗黑珠，他的真实修为就会被屏蔽，根本没人能看出来，就算是秦丽这样的圣人也不行。然而这一切的秘密都被眼前的紫霄老祖给看穿了。此刻秦丽和另外8位武军长老踏空，起悬立在演武场正上方，俯视着下面。王长老让剩下的杂役弟子退到演武场外面去。诸位弟子，此次老祖与王林的比试机缘难得，务必仔细观战，勿要喧哗。尔等若能领悟1、2，对1月之后的外门弟子选拔也大有裨益。众弟子齐声应道：是。演武场上，林玄清经典负手而立。王林，此战无需顾忌，尽管出手。林玄清说道。王林摸着怀里的黑色珠子，犹豫不决问道：老祖，我必须全力以赴吗？不只是全力以赴，还要毫无保留。王林思考了片刻后，点了点头。老祖，我懂了。说罢，他撤去对自己气息的屏蔽，武王境的真实修为全部暴露出来。灵气化翼，这是武王的基本标志。演武场上，王林后背的灵气凝聚出9对漆黑的灵翼，气势和之前完全不同。9对灵翼，居然是9对灵翼！原来老祖早就知道了，王林隐藏了真实修为。难怪老祖点名要排名208的王林，这比排名第1的李师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王林摊牌真实修为，围观的杂役弟子们都惊呆了，就连王长老此刻脸上的表情也是极为震惊的。此子不仅是武王，而且挣的还是一瓶武王境。众所周知，修士修炼到武灵巅峰的时候，丹田的容量已经到了第1个阶段的上限，接下来要想更进一步，就只能锤炼丹田，让丹田发生质的变化。这个过程被称作生变。进阶武王，丹田的生变次数正常情况下最多可以为9次，生变1次的为9品，2次的为8品，以此类推。王林后背凝聚出来的9对黑色灵翼，恰好就说明了王林在武灵境巅峰的时候，丹田生变了9次，9为极数，因此1品生变也被称为极品。秦丽身为紫霄圣地封主，圣人境修为，当年成就武王时也不过生变了6次而已。即便是上一任圣子杨磊，武灵境巅峰时冲击第9次丹田生变不下100次，最终都失败了。王林有大帝之资，这是秦丽的第一想法，也是在场其他长老的第一想法。按我圣地的规则，8次生变成就2品武王便可列为候补圣子，享受整个圣地的资源倾斜。这个王林却反其道而行之，想必身上有大秘密，担心被别人发现。秦丽身旁一名武军境长老说道：刘长老所言极是，王林隐藏修为的手段连封主都看不破，必定身怀大机缘。另一位女长老补充道。秦丽欣赏地看着演武场上的王林，此子身怀大机缘，但却不骄不躁，性格稳重，有这等心境的弟子不易夭折。众长老点头表示秦丽说得很对。纵观天域，天资出众者不知凡几，但能兑换天资的几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在中途因为各种原因陨落了。老祖亲自登临玄一峰，应该就是为了点拨一下王林吧。然而演武场上，林玄清现在慌的一批，本来准备挑个武林初期完成一下任务，结果这个王林居然是武王。这场比试如果就这样开始的话，王林估计一巴掌就能干死他。怎么这么多老六啊？林玄清无语了，但他是紫霄圣地的老祖，面对一个圣地的杂役弟子，气势上一定不能输，所以他依旧傲然站立在演武场上，白袍飘飘。王林再给林玄清行了一礼，然后运转功法，准备动手。等等！林玄清见他准备要攻过来了，赶紧喝止住他。玄一峰的长老们还有杂役弟子们，通通将目光投向林玄清。这么多人看着，林玄清慌的一批，暴露了，得想个办法，换个对手。他的思维飞速旋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嘴遁。王林，你知道本座为何一开始要选你吗？林玄清突然意味深长的疑问。王林稍稍愣了一下，他不明白老祖为何要这么问，难道不是因为他隐藏修为的原因吗？弟子不知，请老祖明示。林玄清轻叹一声，继续说道：王林，你再想想。面对这声叹息，王林深知老祖肯定是有深意的。渐渐的，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林玄清见王林被忽悠住了，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这一招叫做谜语人。一般来说，这种身份地位极高的人都喜欢做谜语人，说一些比较模糊的话，让下面的人自己去脑补。但王林大概率脑补不出来什么，所以林玄清就可以借着这个理由换一个人了。然而短短的几个呼吸之后，王林脸上的表情突然就从疑惑不解转变成豁然开朗。老祖，我明白了。我靠，你明白什么了？林玄清人傻了。只见王林从怀里取出那枚黑色的珠子，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这是一件圣物。秦丽看到这颗黑色珠子的瞬间，就发现它起码是一件圣物。不对，这好像不是圣物。秦丽凝神仔细观察，发现黑色珠子通身环绕着地蕴，有地蕴，说明它的品阶在圣级之上。王林手里
居然有一件地宝。其余几位长老相继看出这颗黑色珠子的不凡之处，应该就是这件地宝的存在，才让亡灵挣得了极品武王。如此看来，这件地宝的品级应该不低，至少也要在4阶以上。亡灵握着这颗黑色珠子，对林玄清说道：“老祖，弟子的修为大部分都是在这颗黑色珠子里面的空间中修炼的，里面空间时间流逝的速度和外面不太一样，所以我才能这么快修炼到武王境。”亡灵明白，老祖之所以找他，肯定是老祖已经知道他手里的这颗黑色珠子，加上刚刚林玄清的提问，他确信了这个想法，所以他索性将黑色珠子的功能说出来算了。然而，听完亡灵这些话后，林玄清都还没开口，封主秦丽已经完全尖叫出来。没错，他一个圣人，北海天域中排得上号的强者，今日居然也会像小孩子一样过于惊讶而尖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亡灵说，这颗黑色珠子里面的时间流逝和外面不一样，这说明黑色珠子里面有独立于北海天域的时间法则，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地宝。我居然看到了一件鸿蒙道宝。鸿蒙道宝这4个字从圣人境的秦丽口中吐出后，整座玄逸峰都陷入了沉寂之中。无论是亡灵本人，还是其他杂役弟子，亦或是长老们，完全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亡灵当初捡到这颗黑色珠子时，知道它必定不凡，但从未想过鸿蒙道宝。传说远古时期，宇宙一片混沌，有一位大能从混沌中诞生，用一把斧子将其劈开。从此，宇宙分成了无数天域，混沌中的物质不均匀地分布在这些天域之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天域不仅资源不均衡，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也是各不相同的。然后，天域中诞生了无数的生灵，并且可以利用天域的规则进行修炼。天域的规则就是天道，所有修士都要遵守天道的基本规则，大地也是一样。例如，北海天域7大世家的地境强者将天域的空间撕开，并且在里面开辟出独立的空间供家族发展，但这只是利用了法则，并没有改变法则。时间法则也是一样，无论在北海天域的什么地方，时间的流逝的速度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亡灵手里的这颗黑色珠子里面开辟出来的空间时间法则却和北海天域完全不同，所以这绝对不是地宝可以做到的事。那么这颗黑色珠子只能来自于北海天域之外，是一件鸿蒙道宝。秦丽再次看向负手里的林玄清时，脸上的崇敬之色又增添了几分。他终于明白老祖点名要亡灵出战的真正原因。老祖一开始就算到了鸿蒙道宝出世，并且在亡灵手中。秦丽喃喃自语，这种恐怖的天机测算，恐怕北海大帝都做不到吧。林玄清表示他根本就没这么想过。不过呢，亡灵手里的这颗黑色珠子，他倒是有那么点印象，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天逆珠子。林玄清的记忆中出现了这样4个字，然后脱口而出，原来这件鸿蒙道宝的名字叫天逆珠子。这颗黑色珠子一直伴随亡灵很多年了，但他从来都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当林玄清说出天逆珠子4个字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很贴切，肯定就是这颗黑珠的名字。亡灵和玄逸峰其他的杂役弟子不一样，并不是出自什么宗门氏族，也不出自皇室贵族，他的家乡是天域边缘地带的一处小村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过人的修炼天赋，可以说他能从小村落走到紫霄圣地，一路上逆天改命，黑珠子功不可没。不知不觉间，亡灵陷入了某种迷幻的梦境之中。天逆珠子散发出浑浊的气体，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住。秦丽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了。天逆珠子里面有一道强大的灵魂，正在吞噬亡灵的意识。众多长老也意识到了。演武场上，浑浊的气体渐渐弥漫开来，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和恐惧。亡灵双目黑化，气息陡然攀升，从武王直接来到了圣人境。结！亡灵发出咯咯的怪笑，让许多杂役弟子不寒而栗。秦丽立刻冲进演武场中，想要压制住还在侵蚀亡灵的这道陌生灵魂。清新生灵诀，去！秦丽手掌上发出通透圣光，射向黑化的亡灵。结！亡灵根本不理会杀来的秦丽，清新生灵诀打中了他，但没有任何效果。然后亡灵随意一拳打在秦丽身上，巨浪一般的拳风贯穿了秦丽的躯体，让秦丽身受重伤，痛苦地倒在地上。封主！众长老等人立刻赶到重伤的秦丽身旁，将秦丽给救走。众弟子，快退开！亡灵被夺舍了！王长老高声呼喊，额头上青筋迸发。此时，浑浊的气体已经将整座玄逸峰给围住，弟子们根本没有办法逃走。而亡灵的修为最终也定格在了地境。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收徒任务逆天之徒。任务目标：击杀天逆珠子中的灵魂，解救亡灵，并且收为弟子。任务奖励：名声值双倍卡星号3。任务失败惩罚：剥夺武灵境修为。是否接受任务？是否？又触发新任务了。林玄清没有犹豫，直接接受了这个任务。毕竟这个任务和上个任务基本上捆绑着的，完成一个相当于2个都完成了。更何况天逆珠子里面的这个灵魂貌似是地境 A。结，想不到这个位面居然有人能够识破本座的伪装。被夺舍后的亡灵用看蝼蚁一般的眼神看着林玄清，这让林玄清很不爽。你一个大地垃圾，为什么这么狂啊？但林玄清暂时忍了，因为他担心自己开启秒杀大地挂后把亡灵也给打死了。结，不过汝倒是有些眼力，识得天逆珠子。亡灵继续说道，本座愿意给汝一个机会，做吾的奴仆。林玄清不屑回道，你算什么东西，让本老祖做你的奴仆？亡灵突然大笑起来，哈哈，汝能做本座的奴仆，是汝的荣幸，是吗？结，当然。或许在汝看来，在这片天域成就地境，
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本座要告诉汝的是，这片天域很小，宛如一粒尘埃。吾若恢复全盛时期的修为，地境修士，本座弹指可灭。就算是求道境，最多也只是一掌拍死。听王林的语气，重伤的秦丽开始担忧，老祖接下来该怎么办？显然，天逆珠子里面的这道灵魂，巅峰时期的修为肯定远超地境，并且在传说中的求道境之上。而求道境，北海天域除了当年的龙神大帝之外，后面再也没有人达到过。老祖，众位长老和秦丽一起来到了林玄清的身旁。林玄清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依旧不屑地看着被夺舍的亡灵。说完了。林玄清这简单的3个字颇有挑衅的意味，这引得亡灵很不爽。结，本座如今虽是灵魂状态，但依旧能杀了汝。林玄清抬起手来，唧唧歪歪一半天，说到底你现在不还是个地境的灵魂？你在装什么啊？汝说什么？面对林玄清如此嚣张的挑衅，亡灵的脸变得扭曲起来。我说你就是个垃圾。林玄清毫不客气，啥也不是。你被夺舍的亡灵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有地境修士敢这么和他说话的。本座全盛时期，就算是太虚古界的界主来了，都要让3分。你区区5帝，竟然敢对本座不敬，找死！他对林玄清的称呼从汝变成了你，所以林玄清知道他急了。本座要用虚无炼魂诀折磨你的生魂，然后再将你炼制成没有意识的傀儡，永生永世供我驱使。亡灵这句话说完后，整座玄翼峰弥漫着的浑浊气体开始变黑，然后从4面8方朝着林玄清聚拢。秦丽和几位长老见到这一幕，纷纷施展法诀，保护自己和弟子们不受这磅礴浑浊的黑气侵蚀。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秦丽很快就发现，这些浑浊黑气可以无视他们的法诀，钻入他们的身体之中。虚无炼魂诀乃是当年魂虚古界界主所创的道主级功法，岂是你们这群蝼蚁可以抵抗的？乖乖被本座炼成傀儡吧，你们还可以少一些痛苦。秦丽感到自己的身体此时好像成了一只熔炉，她的生魂就像丹药一样在里面反复不断的炙烤。峰主，我快撑不住了。刘长老被折磨得七窍流血，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峰主，我也快不行了。王长老直接瘫倒在地上，意识渐渐模糊。秦丽只能眼睁睁看着接二连三倒下的长老，却无能为力。老祖，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林玄清能够力挽狂澜。但是夺舍亡灵的那道灵魂生前的修为远超地境，老祖能够胜过吗？林玄清伸手扶住虚弱的秦丽，站在我身后。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要开始装逼了。不过这句话太跳脱，说出来有损他身为紫霄老祖的威严，所以他没说。秦丽默默地往后面站。老祖要出手了，应该没问题吧？此刻林玄清利用秒杀大帝的被动，免疫着浑浊黑气的侵蚀，一步一步缓缓逼近亡灵。亡灵见到林玄清并没有被虚无炼魂诀影响，只是稍稍有些迟。精，你果然有资格做我的奴仆，本座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选择臣服亦或是死。林玄清没有回答，只是越来越逼近他。见林玄清还是完全无视他的话，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这一刻，他把演武场上所有的浑浊黑气全部吸收回体内。众人发现他的修为再次开始攀升，1阶地境，2阶地境，3阶地境，最后被夺舍后的亡灵的修为定格在了9阶地境巅峰。好强的压迫感！亡灵现在周身散发出来的地蕴，让圣人境的秦丽根本喘不过气来，和刚才完全不一样。可惜这具躯体只是武王，最多只能恢复到9阶地境的灵魂。不过这也足够统御这方弱小的天域了。林玄清听到亡灵这怪笑，身上不停地起鸡皮疙瘩。系统，如果我现在开启秒杀大帝的能力，一拳轰杀过去，会不会打死亡灵？丁，这个问题宿主可以参考当时1阶地境的叶凡。系统没有直接回答林玄清，但林玄清已经明白了。上次叶凡来紫霄圣地约战，9龙阿关的那9条龙族灵兽就是圣级。当时林玄清一指戳过去，叶凡湮灭了，那9条圣级巨龙也湮灭了。所以如果现在对被夺舍的亡灵直接出手的话，亡灵肯定也就一起被轰杀了。系统，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太好办啊。丁，宿主可以支付2000点名声值，系统将为你匹配一个全新特效。丁，这个特效可以直接将夺舍亡灵的灵魂跪在宿主面前叫爸爸。还有这种东西，你不早说。虽然2000点指定一个特效贵是贵了一些，但只要完成了任务，得到名声值双倍卡，这些都不是问题。于是林玄清果断选择支付。来吧，开启。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指定特效准备中 ，loading。丁，居灵潜降，同款特效装载成功。林玄清的掌心中突然冒出一缕纯黑色的气体，直奔向被夺舍后的亡灵。这是什么？竟然能给本座如此强大的压迫感！亡灵被林玄清的居灵潜将特效黑气给束缚住，9阶地境的修为此时根本无法施展出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灵魂和外界之间的联系好像被黑气给切断了。然后黑气凝成一股，钻入了他的身体之中。林玄清伸手往后一拉，黑气就像一根绳子一样，夺舍亡灵的灵魂被硬生生的拉了出来。这是灵魂类功法，而且等级至少和虚无炼魂诀一样是到主级。你一个地境，这片天域的土着，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功法？林玄清用力一握，啊！居灵潜降强大的作用下，这道已经达到9阶地境的灵魂直接变成了泡影，在空气中消失不见。一旁的秦丽等人都看呆了。老祖竟然如此轻描淡写就秒杀了这么强大的敌人！
天逆珠子里面的灵魂被除掉，亡灵慢慢睁开眼睛，他的身体在被夺舍的状态下超负荷运转，所以这会儿很虚弱，但他还是强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跪在地上，给林玄清猛磕了一个头。多谢老祖救弟子性命！演武场下，其他的杂役弟子也相继跪在地上，弯腰给林玄清磕头。多谢老祖！林玄清走到亡灵身旁，亲自把亡灵给扶起来。这场比试就算本座胜了，如何？听到这句话的亡灵鼻子突然一酸。过去他一个人修炼了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为晚辈着想并且还十分温柔的前辈，更何况眼前的这位是紫霄圣地的老祖，堂堂大帝居然如此关心他一个小小的武王。老祖！亡灵有些哽咽，说不出话来。林玄清心想，这孩子什么毛病，突然哭什么哭？赶紧说你输了呀，本老祖还赶着提交任务呢。亡灵哽咽了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他极为感动地看着林玄清，鞠躬说道，这场比试是弟子输了。丁，恭喜宿主挑战任意圣地弟子获胜，支线任务挑战弟子已完成，抽奖机会+2。在亡灵认输的瞬间，林玄清的支线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亡灵为徒了。亡灵，其实本座今日点名与你比试，有2件事。林玄清的表情很严肃，亡灵变得紧张起来。其一是清除天逆珠子中隐藏着的灵魂，此事已了；其二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本座的徒弟。亡灵，你可愿意拜入本座门下？林玄清这句话一说出来，整座玄逸峰都炸裂了。老祖要收亡灵为亲传弟子。峰主，我没有听错吧？王长老以为听错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其实包括秦丽在内，其余玄逸峰的长老也是一样的表情。老祖的第一个亲传弟子，居然是从我们玄逸峰的杂役弟子中选的。谁都知道，紫霄圣地哪怕是圣子圣女，最终也只是拜入圣主门下。这数万年来，不管圣地中的弟子天赋有多妖孽，老祖从来没有收下过一位。然而今日，这个亘古不变的铁律被此前一直籍籍无名亡灵给打破了，而这也让玄逸峰所有杂役弟子羡慕嫉妒恨。不是说好的只是让亡灵进入外门吗？怎么直接一跃成龙，成为了老祖的亲传了呢？老祖，我原本紧张万分的亡灵，在听到林玄清要收他为徒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天大的造化。亡灵，你可愿意拜入本座门下？林玄清又说了一遍。亡灵这才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林玄清行了拜师大礼。师尊！丁，恭喜宿主击杀天逆珠子中的灵魂后，成功收下亡灵为徒。收徒任务逆天之徒已完成。丁，明生值双倍卡星号3发放成功。在亡灵叫出林玄清师尊之后，第二个收徒任务完成了。林玄清迫不及待地点开明生值双倍卡的介绍。明生值双倍卡可以使任意一次明生值增加点数翻倍，不可叠加。可惜了，不能叠加。既然双倍卡不能叠加，林玄清准备留着以后上大分的时候再用。不过这些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对于现在的林玄清来说，怎么处理好亡灵这个亲传弟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说，弟子拜入师门，师尊是要给弟子拜师礼的。但林玄清自己才刚刚踏入武灵境，两手空空如也，连一本垃圾功法都没有。亡灵，你入我门下，需勤加修炼。嘿嘿，至于你的拜师礼，本座暂时还没有想好。还没等林玄清说完，亡灵兴奋道：“请师尊放心，弟子绝不负师尊所望。”很好，你先起来吧。亡灵站起身来，然后将怀中的天逆珠子取出来。师尊，这天逆珠子太过珍贵，所以还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天逆珠子是一件超越地宝的鸿蒙道宝。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只凭武王境的亡灵是根本没办法守住的。然而这东西对于林玄清来说没什么用，所以亡灵交给林玄清，林玄清也不打算要。亡灵，这是你自己的机缘。林玄清打断了亡灵，让亡灵将天逆珠子拿回去。老祖，我不必多言。林玄清淡淡道。亡灵垂头盯着手中的黑色珠子，一时间想了很多。另一边的峰主秦丽还有几位长老见到这样一幕，也陷入了思考之中。天逆珠子是鸿蒙道宝，即便是对于老祖这样的地境来说，也是绝对的至宝。然而老祖却将这至宝交还给亡灵，这说明什么？秦丽猜测，器重亡灵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多的应该是老祖有别的打算，比如钓鱼执法。亡灵身怀鸿蒙道宝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北海天域。到时候为了争夺鸿蒙道宝，各大势力应该都会派人来试探。只是老祖这样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想到老祖前一段时间灭掉了3大圣地，后面又收下了2位地境长老，秦丽似乎悟了一些。难道说老祖是要挑战北海大帝的地位？秦丽不敢继续往下面想了。正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负责看护玄逸峰山门的一名执事突然急急忙忙地赶来了演武场。峰主，刚刚外面来了一位武军境的强者，在山门前长跪不起。秦丽回过神来，问这名执事怎么回事。执事继续说道，那武军境的强者自称是3等势力青山宗的宗主，名叫李云山。他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我圣地，是特地赶来玄逸峰赔罪的。青山宗，李云山。秦丽迅速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这个势力和这个人，发现和圣地没有任何交集。诸位长老，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众位长老均摇头，表示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个人。秦丽继续问执事，既然他说他来赔罪，你可问过是为何事？峰主，他不肯说。执事回答道。
他只说自己得罪了圣地的某位大人物，但具体是谁，他无论如何也不肯透露。他还说，让我最好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圣主。禀报圣主？秦丽自言自语，难道此人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圣主？只是继续说道，封主，他还说，只要那位大人物一天不出现，他就会一直跪在山门外赔罪。另一边，灵虚圣人萧燕带着青宝葫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紫霄圣地。与他同行的还有萧族的一位地境长老，名为萧平。这次到了紫霄圣地之后，只需将青宝葫芦献给紫霄老祖即可。至于徐烟儿，能换则换，不能换绝不能强求。一路上，萧平反复嘱托，担心萧燕在紫霄圣地意气用事。知道了，平说。玄一峰、演武场上，林玄清收下亡灵之后，准备带着亡灵返回太虚宫。秦丽本来是想将李云山的事情告知紫战天的，但老祖正好在这儿，所以他趁着林玄清还没离开，直接禀报了林玄清。老祖，刚才执事来报，山门外来了一个名叫李云山的武军。秦丽还没说完，林玄清就打断了他。此事本座早已知晓，老祖已经知道了。秦丽暗暗想着，心里觉得这事情恐怕一点也不简单。老祖，那这个李云山该如何处置？林玄清没有回答，他骑着黑猩虎，直接带着亡灵一起离开了玄一峰。林玄清离开后，秦丽反复品味这件事情。云层中，亡灵小心翼翼地坐在黑猩虎的背上，丝毫不敢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因为他知道师尊的这只坐骑貌似是一头地级灵兽，气息极为恐怖。黑猩虎飞越紫霄圣地数座圣峰，很快来到了太虚宫的上空。亡灵看着下面雄伟壮丽的太虚宫，不由得问道：“师尊，这里就是您平时居住的地方吗？”林玄清笑道：“不过从今以后也是你修炼的地方了。太虚宫比较安静，不易被打扰，适合你这种埋头苦修的性格。”面对如此关心自己的和蔼可亲的师尊，亡灵感激的点头说道：“师尊，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徒儿，我们先下去吧。”黑猩虎缓缓落下，两人来到了太虚宫外。就在这时，圣主紫战天踏空而来，也赶来了太虚宫。老祖，弟子有要示禀。紫战天看到林玄清身旁站着的陌生的亡灵，话音戛然而止。亡灵一见是圣主来了，赶紧行礼跪拜。他还没跪下去，林玄清就拉住了他。老祖，这位是？紫战天疑惑问道。林玄清淡淡说道：“这是本座刚刚收下的弟子，叫亡灵。”老祖收亲传弟子了。紫战天看着只有武王境的亡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短暂的惊讶之后，他赶紧对亡灵行礼：“弟子紫战天拜见师叔祖。”紫战天这句话给亡灵整不会了。本来是他想给紫战天行跪拜大礼的，结果紫战天先给他行礼了。其实紫战天也不想这样啊，谁让林玄清的辈分实在是太高了呢？就算紫战天的师尊的师尊还活着的，都得给亡灵叫一声师叔祖。老祖，还有师叔祖，弟子有要事禀报。紫战天赶紧转移话题，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七大世家之一萧氏求见老祖。萧氏？紫战天接着说道：“一共来了2人，一人叫萧平，有地境修为；另一人叫萧燕，是圣人境。苏长老和烈阳长老已经前去迎接。得知他们是为了老祖带回来的那个徐一而来。”为徐一而来？没错。紫战天道，他们说愿意以一件4阶地宝交换徐一儿。林玄清听后对亡灵说道：“徒儿，为师有事情要去做，你先自己熟悉一下太虚宫。”是，师尊。说罢，林玄清骑着黑猩虎和紫战天一起去往紫霄宝殿。此时，紫霄宝殿内，萧平正在与烈阳老祖手谈，萧燕和苏晴雪各坐在2人的身旁。一颗白子落下，萧平说道：“想不到2位加入紫霄圣地的传言是真的。”烈阳老祖落下黑子，笑而不语。萧平再落一子，继续说道：“2位如此行事，难道不怕2大神教怪罪？”苏晴雪品了一口茶，暗暗想着：老教主都被紫霄老祖给灭了，还怕个屁啊！一旁的萧燕看着吊在大殿房梁上的徐烟，心中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他对萧平传音道：“平叔，紫霄老祖故意把他挂在这儿，到底是何用意？”其实萧平也看不明白用意，只能大概猜测。这或许是紫霄老祖对我们的一种警告。还是那句话，待会儿见了紫霄老祖之后，切记一定要谨慎。片刻后，林玄清和紫战天来到了紫霄宝殿。看到林玄清来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赶紧起身上前行礼。萧平仔细打量着林玄清，发现自己看不透林玄清的修为，这和最近萧氏世家打探到的消息一致，萧平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跟在林玄清身后的那只闭眼黑虎，地级灵兽，而且和我的修为差不多。萧平一眼就看出来，黑猩虎的修为在地级3阶，与他修为相当。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果然和家主猜测的一样，至少也是和3大神教的老教主一个级别。萧平此时不敢怠慢，赶紧拉起萧燕，给林玄清一同行礼。晚辈萧平、萧燕见过前辈。林玄清坐在 C 位，让众人都坐下。赶紧拿青宝葫芦交给紫霄老祖。萧平原本还准备试探一下林玄清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直接让萧燕把葫芦拿出来。前辈，这次我们前来紫霄圣地，主要是为了徐烟的事情。萧燕把青宝葫芦交到圣主紫战天手上，我们愿意用我萧族的镇族之宝进行交换。又一个葫芦。林玄清看着紫战天手里捧着的绽放青光的葫芦，立刻就想起上次殷玄送来的紫宝葫芦。好家伙，你们7大世家，难道每个世家都有一个葫芦？见林玄清迟迟不说话，萧平和萧燕2人都有一些紧张。
评说，果真和您说的一样，紫霄老祖应该不会答应交换徐烟了。叶儿，莫慌，心态要稳住。两人耐心地等待林玄清的回应，整座紫霄宝殿鸦雀无声。丁，恭喜宿主成功达到 S 级装逼等级。丁，隐藏任务装逼打脸任务等级已刷新。任务奖励 SSS 级名声值加 SS 级名声值加5000，S 级名声值加3000。任务更新了。林玄清没有想到，这个任务 S 级还不是最高的评分。如果完成 SSS 级评价的话，再加上一张名声值双倍卡，岂不是美滋滋？配合双倍卡，1万变2万，这可比现在的3000点名声值奖励多太多了。所以徐烟肯定不能给他们。而且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徐烟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武王。于是林玄清问道：4阶地堡只为了换走一个徐烟？听到林玄清这句话，萧平和萧燕两叔侄互相对视一眼。紫霄老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不知道徐烟血脉的事情？不对，这不可能。如果紫霄老祖不知道此事，他就不可能那么巧合的找到徐烟，也不可能不杀掉徐烟。评叔，紫霄老祖是不是想试探我们的诚意？萧燕传音道。萧平点头，表示这极有可能。不过或许紫霄老祖只是知道一些大概的事情。那我们要告诉紫霄老祖吗？无妨。萧平传音萧燕，紫霄老祖知道的越多，其余5大世家才越坐不住。于是他对林玄清说道：前辈，徐烟身上流淌着远古血脉，对我萧家不是对7大世家都有很大的作用。林玄清一听，心想这徐烟果然不简单，难怪能触发增加名声值这么多的任务。萧平继续说道：远古时期有一件鸿蒙道宝，名为七色彩莲。七色彩莲里面有一共7粒葫芦子，散落天域各处，最后被我们7大世家的先祖寻到。我萧氏一族当年寻到的就是这青宝葫芦的葫芦子。说到这里，萧平观察了一下林玄清的表情，发现林玄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他暗暗想着，果然这些事情紫霄老祖早就知道了。然后他话锋一转：前辈，想必您应该知道，天域之中最后一位正得求道境的人是龙神大帝吧？当初龙神大帝就是得到了7色彩莲，才成就了求道境。萧平再观察了一番林玄清，发现林玄清的表情稍稍有了些变化。没错，林玄清此刻联想到了当时在龙神地宫遗迹中得到的7色混沌晶，还有问神塔前面7层也是7种颜色，看样子就是对应了7色彩莲。我萧氏先祖曾言，龙神大帝因为有7色彩莲辅助修炼，才能迅速突破到9阶地境。最后正求道境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件鸿蒙道宝，才扛过了天道的诅咒。所以从那开始，我族便与其他几大世家一起，分别培育这7粒葫芦子。然而要想顺利将这7粒葫芦子培育成熟，需要巨量的灵气。7大世家之所以开辟出7个独立的空间，就是为了此事。只不过这葫芦子吸收了上千万载岁月的灵气，最终也只长成了4阶地堡。萧平讲到这里，微微叹气，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徐烟的存在，恐怕这7粒葫芦子还需要成长上亿载，才能最终长成鸿蒙道宝。一旁的紫战天疑惑道：萧前辈，你说徐烟体内流淌着远古血脉，可使这青宝葫芦进阶，但我之前探查过他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是因为徐烟还需要1年的时间才会觉醒血脉。萧平解释道。林玄清听完，搞了半天，原来这萧氏世家是想把徐烟拿来当肥料我靠。于是他对萧平说道：葫芦留下，你们就不用带走了。两人对视一眼，心想说了这么一半天，紫霄老祖果然还是不打算将徐烟交还给他们。不过萧平的目的达到了，徐烟能不能带走已经无所谓了。本来这次就算交换回去，萧氏也只是打算提前觉醒徐烟的远古血脉，将其血脉悄悄留下一份而已。既如此，那晚辈就不叨扰前辈了。萧平给林玄清行礼，然后打算带着萧燕一起离开，但他们正准备走的时候，却被林玄清给喝止住了。等等，林玄清突然说道：你们也不用走了。什么？萧平转过身来，看着林玄清一副冷漠的表情，心头一颤。然后林玄清对苏清雪和烈阳老祖吩咐道：把他们2个抓起来。萧平一听，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催动修为，大喊一声：叶儿，快走！霎时间，他用力撕裂空间，想要遁走。苏清雪和烈阳老祖2人一把抓去，巨大的灵气手掌拍向萧平与萧燕。萧燕只有圣人境修为，毫无反抗的能力，直接就被苏清雪给擒住了。萧平本来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撕裂的空间之中，但却被烈阳老祖强大的修为生生震了出来。毕竟他只有3阶地境，而烈阳老祖是4阶，实力强过他不少。紫霄老祖，你这是何意？萧平愤怒道。此刻2人分别被苏清雪和烈阳老祖用灵气束缚住，不能动弹。林玄清没有回答他，而是指着房梁上挂着的徐烟，对苏清雪继续吩咐道：和他一样都吊起来。是。苏清雪动作极为迅速，将萧平吊在徐烟左边，萧燕吊在右边。你们2个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逃了。烈阳老祖有些担忧道：这萧平是萧氏世家的4长老，有3阶地境的修为，只凭我和苏长老，恐怕难以防止他找机会逃走。无妨。林玄清淡淡道：如果他敢逃走，就直接杀了。是。烈阳老祖应声道。对于4阶地境的他来说，防止萧平找机会逃跑虽然有些困难，但杀他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林玄清没有多说什么，直接骑着黑猩虎离开了紫霄宝殿。被灵气束缚着吊在房梁上的萧平和萧燕2人怎么都没想到，紫霄老祖居然会这样做。听说现在怎么办？萧燕倒着看着下面的烈阳老祖和苏晴雪，心生绝望。
萧平冷静下来，说道：“紫霄老祖没有杀我们，这说明他应该只是想要借此警告其余5大世家。如此也好。”其余5大世家得知此事后，定然不会坐以待毙。7大世家之一，古族领地，一处灵气极其充盈的山峰上，一位身穿蓝色长袍的长者正在冥神打坐。就在这时，一个古族的年轻人骑着一只飞龙灵兽，突然落到了他旁边。家主，萧氏那边传来消息，说已经找到了那传说中的血脉，在一个武王境的女子身上。年轻人单膝跪在地上，拱手说道。蓝袍长者缓缓睁开双眼，淡然问道：“血脉现在何处？”回家主，在紫霄圣地。听见紫霄圣地4个字，蓝袍长者的心境稍稍波动。果然不出老夫所料，他缓缓站起身来，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只绿色的葫芦。古言，你立刻将这绿宝葫芦带到紫霄圣地去，切记不可与那紫霄老族起任何冲突。是。年轻人接过绿宝葫芦，骑回飞龙背后，很快就离开了古族领地。7大世家之一，炎族领地。炎氏族长炎阳耀正在焚天谷地淬炼龙炎圣体的时候，妻子炎如玉突然闯入其中。夫君，出事了！炎阳耀赶紧停下灵气运转，皱眉问道：“何事？竟然如此慌张？”用于培育赤宝葫芦的远古血脉，萧氏几月之前就发现了。什么？炎阳耀激动道：“那血脉被萧族独吞了？”不，炎如玉回答道：“那拥有血脉之人还需1年才能激活。既如此，夫人，现在就随我一起去萧氏领地。”炎阳耀听说血脉还在，迫不及待地拉着炎如玉，想立刻赶往萧家。炎如玉轻轻放下他的手臂，摇了摇头，说道：“夫君，那血脉早已经被紫霄圣的夺去了。据说前一段时间，紫霄老祖抢走了血脉，萧氏派了4长老萧平用青宝葫芦去换。”炎如玉说道。结果紫霄老祖不仅拿走了青宝葫芦，而且还将萧平给扣在了紫霄圣地。听到这里，炎阳耀一拳击碎了焚天谷地的岩壁。又是这紫霄老祖！自从殷氏世家交出紫宝葫芦之后，炎阳耀就一直关注着林玄清的动向。他一开始还不相信紫霄老祖所图谋的有如此之深，但现在看来，他必定是想要7大世家当年得到的7色葫芦子了。夫君，我们现在怎么办？炎阳耀隐忍道：“紫霄老祖的修为深不可测，我们贸然出手，恐怕难以全身而退。夫人，麻烦你走一趟，将这赤宝葫芦也送过去吧。”颜如玉从他手中接过如同火焰一般鲜亮颜色的赤宝葫芦，无奈的点了点头：“好吧，夫君。”临走时，颜阳耀反复嘱托道：“夫人，切莫与紫霄老祖发生冲突。”颜如玉应声之后，离开了焚天谷地。同一时间，剩下3大世家的家主在得知林玄清扣下萧平，并且拿到血脉之后，纷纷选择交出家族培育了数千万载岁月的镇族地宝。他们权衡利弊之后，均选择了妥协。此刻，太虚宫鎏金宝座上端坐的林玄清正在给北海大帝写约战信。主线任务名震北海发布到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他距离完成任务需要的10万名声值还差得很远，一共半年时间，他如果完不成的话，那个东西就真的要少10厘米了。所以林玄清才不忘初心，一回到太虚宫就继续写邀约信。亲爱的北海大帝，您好，我是紫霄圣地。因为连续几次都被打断的原因，林玄清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就想亲手把这玩意儿给写完，然后找人送出去，其实就是强迫症犯了。然而这一次，他又是只才写了2-3句话，紫战天这个龟孙子就又火急火燎地赶来了太虚宫。老祖，弟子有要事禀报。林玄清一受干扰，手中的狼毫笔一斜，刚才写的几个字全被涂了一横。你妹夫的！林玄清看着手中报废的信纸，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跑而过。如果紫战天是地境的话，他真想直接开启秒杀挂给他秒了。说吧，什么事？林玄清看着紫战天那张欠揍的脸，尽量不生气。紫战天指着紫霄宝殿的方向：老祖，有5位地境强者同时拜访我紫霄圣地，他们分别代表古氏、炎氏、雷氏、药氏和魂氏，要将家族中的镇族之宝献上。林玄清一听，这不是7大世家中的另外5家吗？看样子这应该就是徐一儿任务的后续了。林玄清这样想着，然后骑着黑猩虎与紫战天一起前往紫霄宝殿。紫霄宝殿内，颜如玉等人看着吊着房梁上面的萧平和萧燕，心中稍稍有些不安。萧平是萧氏4长老，堂堂3阶地境的大地强者，居然被如此耻辱的吊着，而且负责看管他们的居然是月神教和阳神教的2位隐士大能。带着这一副忐忑，5人安安静静的等待林玄清的到来，连面前的茶水都没有喝一口。没过多久，林玄清到了，和上次萧平萧燕来的时候一样，林玄清坐在 C 位，面无表情的看着这5人。颜如玉仔细打量了一番林玄清，发现林玄清隐藏的修为只有武灵境界，看不透，果然看不透。颜如玉放弃了试探林玄清的想法，直接开门见山的把赤宝葫芦给拿了出来。另外4人见状，也同时拿出自己家族的那只葫芦。林玄清一看，好家伙，7个葫芦现在都凑齐了。吊在房梁上的萧平和萧炎看着这5个葫芦，心里想着，怎么你们都这么狗啊？他们本来以为这几人是联合起来抢徐烟的，结果 TMD 是来送温暖的。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在林玄清的脑海中出现：叮，恭喜宿主成功达到 SS 级装逼等级，任务的完成等级又提升了，但是没有提升到最高的 SSS 级。颜如玉几人拿出葫芦之后，不敢多在紫霄圣地中停留片刻。这是我族的镇族之宝，现在交与前辈保管，告辞。
他们正准备脚底抹油，马上就被林玄清给喝止住。本座有说过让你们离开吗？五人心头一颤，苏长老、烈阳长老将他们通通都吊起来。什么？紫霄老祖，你莫要欺人太甚！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正要动手，五人之中，来自古族的那位年轻人沉不住气了。他立刻施展出自己一阶地境的修为，强大的地运如同浪涛一般在紫霄宝殿中卷积。尽管在来紫霄圣地之前，古族的那位蓝袍长者曾经反复叮嘱过，让他不要意气用事，但他身为古族最年轻的大帝，难免会有自己的傲气。更何况这次古族交出绿宝葫芦，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身为古族的一员，根本忍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此刻，林玄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淡淡说道：“你不服？紫霄老祖，你太过分了！”古族的年轻帝境愤怒说道：“我等已经将耗费无数心血的镇族地宝拱手让给你，你还要如何？”他看着房梁上道悬挂着的萧平，今日我古河就算是死，也不愿被你如此羞辱，是吗？那你就去死吧！林玄清直接给他宣判了死刑。古河见势不妙，想要撕开空间逃跑，但等待他的是林玄清随意的抬手一开启。叮，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正在随机匹配特效 loading。叮，天下吸神指特效匹配成功。只见林玄清的中指上射出一道银白色的激光，直接将古河的躯体给洞穿。古河都来不及自爆，直接就化成了一滩血水。颜如玉等人亲眼见到林玄清出手后，人都骂了：一阶地境好歹也是大帝，竟然被紫霄老祖一指秒杀。这紫霄老祖的修为应该已经和北海大帝相差无几了，而且看紫霄老祖的指法，恐怕至少也是地级高阶的功法。你们呢？秒杀古河之后，林玄清看向剩下的4人，颜如玉4人不是古河这种愣头青，心中早就权衡好了利弊，不就是吊在上面吗？吊就吊吧，劳烦2位长老捆得不要太紧。4人全部都怂了，尽管他们都是2阶地境甚至3阶地境。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麻利地把他们用灵气束缚起来，然后挂在萧平和萧燕的旁边。现在紫霄宝殿的房梁下面一共挂了5个大帝、1个圣人和1个武王，很好，再来一波应该就能达成 SSS 级了。林玄清前世熟读玄幻小说，很清楚其中的套路，打了小的来大的，杀了大的来老的。总而言之，7大世家的家主都还没出现，徐烟这事情肯定没完。林玄清看着桌案上的5只葫芦，正这样想着，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恭喜宿主成功集齐龙神遗骸和7色宝葫芦，成功触发美食任务大骨熬成汤。任务目标：将龙神遗骸和7色宝葫芦一起放在锅中烹煮，完成菜肴滋补大骨汤，并邀请圣地所有圣人进封主和长老品尝。任务特殊道具：高压锅星号1，不锈钢菜刀星号1，案板星号1。任务奖励：签到翻倍卡星号1。失败惩罚：无。是否接受任务？是否？什么鬼？系统，你没有搞错吧？你要让我做这玩意儿？林玄清看着这个美食任务的描述，心想这玩意儿是用来做菜的，而且这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吗？叮，友情提示一下宿主，这道菜肴还可以修复宿主的经脉哦。你说什么？听到系统这句话，林玄清立刻点下了是的按钮。我接，现在就接。林玄清接下任务，赶紧骑着黑星狐返回太虚宫。林玄清急匆匆地赶回来，将之前带回来的龙神遗骸给取了出来，然后又将系统发的特殊任务道具全部给取出来。一口高压锅，一张案板，一把菜刀，规规矩矩地摆在林玄清身前。徒儿，你先不要修炼了，快去给为师打一桶水来。他吩咐王林道：是，师尊。王林停下修炼，老老实实的去山涧中打了一桶泉水，然后带回了太虚宫。林玄清此时已经将龙神遗骸放在了案板上，卷起袖子准备开砍。王林把水桶放在旁边，说道：师尊，水打好了。然后他看着林玄清手里的那把熠熠生光的不锈钢菜刀，惊奇地发现其品阶好像很高。以他武王境的眼力，虽然他看不出来这刀究竟是什么品阶的，但至少可以确定不会逊色于天逆珠子。此时林玄清一菜刀用力看在龙神遗骸上，只将肋骨给劈开了一根。这是什么骨头？一刀下去竟然才劈开一根。王林十分惊讶，因为这骨骸的坚硬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那可是能和天逆珠子等级媲美的刀啊，竟然一次只能砍下其中一根骨头。这说明这案板上的骸骨的等级也不低。林玄清紧接着又是一刀砍下去，又一根肋骨被劈开。徒儿，你别在这儿傻站着。林玄清心想，这龙神遗骸可真硬啊，手都砍麻了，把刚才打好的水全部倒进旁边的锅里面去。哦，好的师尊。王林赶紧将泉水倒入锅中，他这才发现案板旁边这口模样怪异的锅，其品阶好像也和师尊手里的那把刀差不多，而且刚刚倒入锅中的泉水好像变成了某种灵液。一旁的林玄清一菜刀一菜刀的砍，龙神遗骸被砍得砰砰响。终于连续劈了几十刀之后，一整块的龙神骸骨全部都被砍成了小块，这样应该就可以下锅了。林玄清再将7只颜色各异的葫芦给放在案板上，他先用菜刀将其切成2半，然后再切成块。师尊，您这是要做饭吗？王林好奇问道。林玄清点头，然后把切好的骨块和葫芦块都放入高压锅中。为师要熬一锅骨头汤，等熬好了，你去找一下紫战天那小子，然后让他叫上圣地所有圣人境的封主和长老到太虚宫来。对了，刚刚忘记叫你劈柴了，徒儿，你再去劈点柴火来，我们直接就在太虚宫里面炖汤。师尊，柴
柴劈好了。林玄清怕这龙神大帝的骨头煮不烂，所以让王林多劈了一些柴。总之，堆在太虚宫里面大概有1吨左右吧。很好，徒儿，生火吧。是，师尊。王林动作很利索，很快就用石头架好了灶炉。这些柴火基本上都是100年以上的灵木。王林点燃之后，火焰极其旺盛。林玄清把高压锅给放上去，自言自语道：“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他从袖口里面取出7色混沌晶，递给王林：“徒儿，这是上次承诺给你的拜师礼，拿着吧。”王林接过功法，一眼就看出他的不凡。多谢师尊。他赶紧跪在地上给林玄清行礼。快起来吧。林玄清看着灶炉中很快就燃尽的柴火，柴火要灭了，徒儿赶紧添柴。王林立刻起身，从柴堆中挑选了2根大的，扔了进去，火焰再次旺盛起来。不过还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火焰又弱了下去。王林继续添柴，就这样反复循环，才1刻钟的时间，王林就烧了上百斤灵木柴火，而高压锅竟然才刚刚开始加热。他不由得好奇问道：“师尊，您炖的到底是什么灵兽的骨头啊？竟然需要耗费这么多的灵木？什么骨头？”说起这个，林玄清一直想吐槽系统。龙神大帝虽说有一半的龙族血脉，但另一半是人族血脉啊。这锅汤好听点是煮的龙骨，但实际上就是在煮人骨啊。虽说这名小说家迅哥曾经写下过狂人日记，但林玄清表示自己真心不想当狂人。是龙骨。为了正确教育王林这孩子的世界观，林玄清只能说里面炖的是龙骨。原来是龙族的骸骨。王林恍然大悟，难怪这骨头这么消耗柴火。他早就听说过纯血龙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全部飞升了，现在的北海天域中最多也只有一些觉醒了龙族血脉的灵兽而已。比如万妖之地的青蟒大圣，只是觉醒了龙族血脉的1/1000，就成就了圣级修为。可以说一般的地级灵值都比不了龙骨的珍惜程度。不愧是师尊。王林越发觉得自己的这位师傅深不可测，他已在心中暗暗发狠，我以后还要更勤奋修炼，才不会丢师尊的脸。王林持续添柴，大概500斤柴火燃尽之后，高压锅终于开始咕嘟咕嘟的响了。徒儿，差不多了，可以去叫圣地的封主和长老过来了。记住，一定要所有圣人境以上的封主和长老一个都不能少。按照林玄清前世的经验，高压锅开了之后，再用小火持续炖煮，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熟透了。这会儿让王林去叫他们过来，时间上正合适。好的，师尊。王林领命后，灵气化意，以最快的速度去了紫霄宝殿。紫霄宝殿内，紫战天和烈阳老祖还有苏清雪还在处理颜如玉等人的事情。因为这些人都是大帝，一般的手段很难长时间困住，所以他们在威胁颜如玉等人交出自己的生魂。就在这时，负责看守紫霄宝殿的一位武军境长老突然从外面传音紫战天：“圣主，外面来了一个杂役弟子，说是有要事要找您。”我以为他在胡闹，想打发他走，但他死活不肯走。圣主，您看要不要通知玄逸峰峰主，将他给领回去？杂役弟子。紫战天一听，立刻想到了王林，传音问道：“他的修为是不是武王？”回圣主：“是武王。”快把他请进来。紫霄宝殿外，看守长老有些纳闷：“圣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对一个武王境的杂役弟子说禁语？”“你可以进去了。”王林拱手行礼：“劳烦长老了。”说罢，他便快速走进紫霄宝殿。刚进来，王林就看到房梁上挂成一排的萧平等人，整个人突然愣了一下，因为这些人当中，除了那个少女好像和他修为差不多之外，其他的他全都看不透。关键的是，为啥这些强者都被挂在房梁上？紫战天见到王林来了，赶紧迎上去，微笑着问道：“师叔祖，您怎么来了？”师叔祖。紫战天这一句话不仅惊呆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还惊呆了上面挂着的颜如玉等人。紫霄圣地还有一位老祖。倒挂在房梁上的几人聚精会神地打量着王林，发现无论怎么看，这个被紫霄圣主称作师叔祖的人都只有武王，但他们不会天真的认为王林就只是武王，因为紫霄老祖这个老六也才展现出武灵境的修为。紫霄圣地隐藏的真深啊！他们已经暗暗决定，等烈阳老祖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这个惊人的消息给传回自己的家族。王林走到紫战天身前，行礼说道：“圣主，师尊说。”他把林玄清交代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紫战天听完，惊讶道：“喝汤？”王林点头：“师尊反复嘱咐了，要圣地中所有的圣人境以上的封主还有长老都去，一个都不能少。”紫战天看了一眼房梁上倒挂着的萧平等人，然后看向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如果苏长老和烈阳长老也去了太虚宫，紫霄宝殿吊着的这几个人可就没人能看管得住了。但既然老祖如此要求了，说明就不怕他们逃走，说不定老祖是故意留个破绽，放他们走。苏长老、烈阳长老，既然老祖说所有圣人境以上的长老都要去太虚宫，2位就和师叔祖一起过去吧。紫战天说道。3人心领神会，互相点了点头。然后他又对王林说道：“师叔祖，我现在就去召集满足要求的封主和长老。”说罢，他化为一股青烟，离开了紫霄宝殿。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则是跟着王林一起，直接去了太虚宫。被吊在房梁上的萧燕看到烈阳老祖等人都走了，兴奋说道：“他们走了？评说这是个离开紫霄圣地的好机会啊！”萧平紧闭双眼，一脸严肃：“燕儿，你还是太年轻啊！你看看他们几个。”萧燕环视了一周，发现颜如玉等人确实也没有要逃走的意思。随后，萧平叹息道：“紫霄老祖这是故意试探我们，如果我们敢逃，必死无疑。”话音落下，萧燕想到了古河死亡时的惨状，
不寒而栗。听说，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吗？一二，此事倒也不必如此悲观。萧平缓缓睁开眼睛，示意萧燕看颜如玉等人的小动作。萧燕仔细观察，发现颜如玉几位大帝用手指把空间戳出一个小洞。一二，虽然我们不能逃走，但却可以趁此机会将紫霄圣地的消息全部告知给家主。萧平也在身旁开启一个空间虫洞。对于大帝来说，传递信息出去再简单不过，一封灵气信顺着洞穿的空间裂缝传递，不出1个时辰就能抵达目的地。萧燕还是有些担忧，疑问道：“平叔，家族得到消息后，会不会和殷族一样，选择隐世避祸？”萧平摇头，立刻否定了萧燕的这个想法。一二，一开始各大世家愿意交出7色宝葫芦，是想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萧平说道：“但比一时此一时，现在紫霄老祖已经集齐了7只宝葫芦，而且还得到了远古血脉，各大世家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不会放任不管的。”说到这里，萧平突然停住，随后他暗暗传音萧燕，7大世家觊觎对方手中的7色宝葫芦已经多年，一直都在暗中较劲，没有结果。现在紫霄圣地集齐了全部的7色宝葫芦，还有远古血脉，赢家就能一网打尽，有谁会轻易选择放弃？紫霄老祖虽强，但也只是一人罢了。7大世家倾巢而出，紫霄圣地很快就会沦为一片火海。紫霄圣地太一峰峰顶屹立着一口古朴的金色巨钟，紫战天从云层中落下，来到这口巨钟之前，然后他抱起钟锥，用力地撞了上去。咚！震耳欲聋的钟声如同惊涛骇浪一般，瞬间传遍整座紫霄圣地。位于各处圣峰的峰主和长老们听到这股钟声之后，迅速往玄一峰这边赶来。圣地发生了何事？居然让圣主敲响了雷鸣圣钟！圣地的峰主和长老们内心极为忐忑，因为雷鸣圣钟被敲响时，说明紫霄圣地有重大变故发生。很快，紫霄圣地700多位身居各职的长老全部到了太一峰上空，他们有秩序地排列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等待紫战天发号施令。此刻，紫战天面对着700多位长老，大喝一声：“圣人境以上的出列！”一共48位圣人从方阵中出来。其实，紫霄圣地还有不少圣人境，但那些都是原来落日、黄泉、九幽3大圣地的，还有一部分是原来紫霄圣地的2、5载。因为林玄清只点名要峰主和长老，所以这48位圣人就是全部了。紫战天仔细清点了一番人数，确认一个都没有少。此时，内门之一的灵神峰峰主赵达上前询问道：“圣主，您突然敲响圣钟，难道圣地有变？”紫战天摇了摇头，众人面面相觑。然后他说道：“赵峰主，还有各位出列的峰主和长老，马上跟随我去一趟太虚宫。至于其余长老，你们暂且回去吧。”太虚宫，听到这3个字，所有人马上就联想到了紫霄老祖林玄清。当初他们这些来自天域各处的强者，就是奔着紫霄老祖的名号才加入的。老祖要召见我等？没错。紫战天点头回答，然后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化为一道青烟率先离开太一峰。48位圣人境紧随其后，丝毫不敢懈怠。至于剩下的5军境长老们，此刻都在猜测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刚才圣主可是亲口回答了，是老祖要召见整个圣地所有的圣人境。圣主敲响圣钟，老祖又亲自召见所有圣人境的前辈，此事不简单啊！你们说会不会其余几大圣地准备与我们开战了？毕竟上次老祖灭了3大圣地，他们极有可能已经坐不住了。长老们议论纷纷，在太一峰上空迟迟没有散去。刘长老，格局小了。一位身穿红色长袍的内门长老说道：“以老祖的修为，其余几大圣地恐怕屁都不敢放一个。依老夫看来，老祖应该是想主动攻打7大世家。”陈长老说的在理，说的在理。既如此，我等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另一边，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已经先一步到了太虚宫，而林玄清炖煮的葫芦大骨汤也快差不多要出锅了。在他面前，灶上的高压锅滋滋滋的冒着热气，排骨和葫芦的香味充斥着整座太虚宫。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刚进来，就被这扑鼻的香气震惊到了。林前辈这是在炖煮什么？香气居然如此沁人心脾。身为大帝，烈阳老祖早已摒弃了口腹之欲，有数万年没有进食过了。但当他闻到高压锅气嘴排出来的香味时，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流哈喇子了。苏晴雪也是一样，闻到香味之后，脸上居然泛起了潮红。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仔细品味了一番后，发现这香气不仅好闻，而且还隐隐蕴含着一种大道之力。师尊，我回来了。林玄清添加完最后3根柴火，拍了拍手，他们都来了吗？圣主已经去召集了，应该马上就到。林玄清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看着一脸陶醉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他暗暗想着，不是让你们俩看管萧平那几个人吗？怎么也跑来太虚宫了？不会是闻着味儿来的吧？林玄清又仔细一想，好像是自己让亡灵喊人的时候没说清楚。系统的任务是圣人境的峰主和长老，他最后说成圣人境以上了。不过无所谓了，来都来了，算了。林玄清也懒得赶他们再回去了，毕竟萧平那一批人要逃走的话，这会儿应该已经逃了。林玄清想到这里，突然间，紫战天和另外48位圣人竟像一阵风一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太虚宫。老祖，圣地所有圣人境峰主和长老都在这儿了。林玄清看着这个场面，总觉得这有一种食堂开饭的感觉。灵神峰峰主赵达拜见老祖，云居峰峰主李军拜见老祖，九元峰峰主吴长清
太虚宫内48位圣人境界的峰主和长老们一一报上名字，恭恭敬敬地给林玄清行礼。然后他们全部都闻到了高压锅内溢出来的浓厚香气，好香啊！众人好奇地把目光投向灶炉上的高压锅，他们发现这口锅的样貌与他们平时见到的做饭铁锅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古怪。这是地宝！灵神峰主赵达一眼看出高压锅的不凡，十分惊讶。他身旁的云居峰主立刻补充道：“老祖这口锅恐怕至少也是7阶地宝。”另一位峰主也点了点头，此锅地运缠绕，搞不好是一件9阶地宝。你们错了，这不是地宝。就在这时，玄翼峰主秦力突然开口说话。赵达等人看向秦力，疑惑道：“玄翼峰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此锅的锅身地运如此充沛，怎么可能不是地宝呢？”秦力指着高压锅解释道：“各位峰主，你们再仔细观察一下锅身上缠绕的地运，看看有何不同。”经过秦力这样一提醒，赵达等人马上就发现，那些缠绕着的地运中间似乎包含着难以发觉的大道之力。大道之力，竟然是大道之力！地宝之上，鸿蒙道宝。秦力缓缓说道：“没错，这口锅不是地宝，而是一件鸿蒙道宝。”然后他又示意众人看林玄清身旁的那把菜刀和案板，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老祖放在那里的2件东西，应该也是鸿蒙道宝。秦力前不久见过鸿蒙道宝天逆珠子，所以才能迅速辨认出来。当众人发现这3件灵宝都是鸿蒙道宝时，仿佛世界观都被颠覆了。鸿蒙道宝同时出现3件，即便他们是圣人，也不敢想象这样的场面。这种感觉就像一个5岁大的男孩子，有一天突然见到了3辆挖掘机。试问哪个孩子能挡住这样的诱惑？而且最关键的是，老祖居然在用3件鸿蒙道宝炖汤喝。那锅里面的得是什么等级的食材，才配得上用鸿蒙道宝烹饪啊？都到齐了吧？此时林玄清询问紫战天，紫战天拱手回答道：“老祖，都到齐了。”林玄清点了点头，心想只要人都到齐了就行。然后他看着众位峰主和长老，问道：“你们都带碗筷了吗？”碗筷。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后，众人面面相觑。圣主敲响雷鸣圣钟，老祖亲自召见，难道不是商讨攻打别的势力的事情吗？要碗筷干什么？你们不会都没带碗吧？林玄清无语了，他心想着，这喝汤不带碗，真把太虚宫当食堂了呀。算了，林玄清摆了摆手，没带就没带吧，反正你们都是圣人，平时应该收集了不少灵宝，到时候随便拿1件出来盛汤就行。喝汤？众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然呢？林玄清低头看着高压锅，发现此时已经不自弃了，应该可以了。林玄清用力将锅盖给拧开，鲜美无比的葫芦大骨汤诱人的呈现在众人面前。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一看，马上就分辨出锅里面炖的骨头是龙神大帝的骸骨。林前辈这是把龙神大帝的遗骸给砍来炖了。苏晴雪满脸的不可思议，因为她从未想过这玩意儿是这么使用的。正常来说，求道境强者留下的骸骨应该是用来换骨吧？这砍成块炖了是怎么回事啊？喂，徒儿有勺吗？师尊，有的。王林是从小山村里面走出来的，乾坤袋里面一直保存着当年还是凡人时留下的东西。林玄清接过普通的汤勺，然后在高压锅里搅动了一番，浓烈的香味伴随着热气一起升起，飘向太虚宫每个人的鼻孔之中。这味道，此刻不少峰主都发现了，这汤飘出来的香气之中蕴含着大道之力。一小块青葫芦肉被林玄清盛在勺子里，一旁的烈阳老祖突然惊呼：“这是青宝葫芦！”林玄清又盛起一块紫色的葫芦肉，我的天，紫宝葫芦也被炖了，还有绿宝葫芦、赤宝葫芦、黄宝葫芦。林前辈把可以成长为鸿蒙道宝的7只葫芦全部给炖了。林玄清每种葫芦块都盛起来看了一下，确认都煮烂了，然后自言自语道：“看起来嫩葫芦终究是蔬菜啊，哪怕是地宝，被高压锅炖上1个小时，还是烂透了。”一开始林玄清还担心这7只葫芦地宝炖不烂，现在看来他想多了。好了，一切就绪，林玄清示意众人可以开动了。你们都来喝汤吧，不过一次性不要喝多了，要保证每个人都至少有1口。众位峰主和长老吞咽着口水，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林玄清用汤勺舀起了1小口后，站在了一旁。从烈阳老祖开始，然后是苏晴雪、紫战天，一直到最后的一位圣人境长老王林，估算着分量，将一整高压锅的汤平均分成了52份。众人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些宗级甚至军级的灵宝，用来装大骨汤，然后咕噜咕噜地喝到肚子里面去。一瞬间，太虚宫中10数个圣人境身上隐隐约约出现了大地之运啊！大道之力，满满的全是大道之力！一位峰主兴奋地大喊起来。紧接着，第2位峰主也兴奋说道：“我在圣人境巅峰卡了3000年的瓶颈，居然松动了。”然后是第3位、第4位、第5位，本座也要突破了啊！我受不了了，那东西要溢出来了，不行，老夫要立刻回去闭关。这10多个圣人境的峰主都来不及给林玄清行礼道别，哧溜一声就消失了。至于剩下的这30多位，现在也是强行忍着不突破，他们憋得脸上青筋都迸发出来了。林玄清看着他们这难受的表情，瞬间就想起了一个人，殷天辰。当时他吃了虚坤肉后快要窜稀时的表情，和他们现在一模一样。我靠，你们不会要窜了吧？林玄清回忆起当时殷天辰在紫霄宝殿窜稀时的画面，那味道他至今都还记得。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画面太美，味道太冲。而现在这有30多人，要是一人一泡的话，太虚宫可就成太师宫了。
于是他赶紧说道：“你们赶紧给本座离开太虚宫。”众人一听，知道这是老祖在告诫他们不要贪多。一眨眼的功夫，所有人嗖的一声就离开了太虚宫。现在唯一还留在这儿的，除了亡灵之外，就只有苏晴雪、烈阳老祖和紫战天三人。他们是刚才所有人中修为最高的，所以还能撑。林玄清见他们没什么事，然后又看到高压锅里面还剩下那么多骨头和葫芦肉，便说道：“这锅里面还有一些干的，你们如果没喝够的话，可以捞起来带走。”三人一听，眼睛瞬间就亮了。多谢林前辈，多谢老祖。于是他们三个瓜分了锅里面剩下的所有骨头和葫芦肉，欣喜若狂地带出了太虚宫。现在整座太虚宫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林玄清和王林两人。师徒俩一人还剩一口汤。林玄清拿着汤勺，看着里面虽然鲜亮的汤汁，总觉得有些膈应，毕竟这可是用龙神大帝的骨头熬的呀。不过为了经脉修复的大业，他还是闭气一口干了。王林也跟着林玄清一起将手中的一小口汤给喝了。一勺鲜香的大骨汤入口，林玄清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发热，这种感觉就和上一次签到获得武灵修为时一模一样。经脉开始复苏了，林玄清的修为从武灵瞬间提升到武王，然后又到了武皇。然而当他的修为达到武宗之后，就不再继续增长了。怎么停了？林玄清发现自己全身大部分经脉都修复了，但最关键的几处却没有生长出来。系统，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喝少了？林玄清问道。丁，这是因为宿主的身体受损严重，滋补大骨汤的等级不够，并不能完全修复。丁，另外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美食任务大骨熬成汤，签到翻倍卡星号1。好吧，虽然有些无奈，但林玄清至少获得了武宗境界的修为，而且还得到了一张签到翻倍卡。师尊，林玄清正在看签到翻倍卡的说明时，喝了大骨汤的王林突然泪汪汪的跪在他面前，这给林玄清整懵了。这孩子什么毛病？怎么又哭了？他本想吐槽的，结果王林直接又给他磕了几个响头。徒儿，你这是为何？林玄清蹲下身子，想要把王林给扶起来。王林抓着林玄清的胳膊，极为感动的说道：“师尊，您的大恩，弟子永生不忘。”原来王林之所以修炼的慢，就是因为体内经脉天生残缺，所以即便是拥有天逆珠子，他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才修炼到了武王。而这次林玄清的葫芦大骨汤正好弥补了他的天生断脉，这相当于对他的再造之恩。可以说以后的王林在拥有天逆珠子的情况下，修炼速度会非常的恐怖。再加上这孩子是从小村子里面走出来的，极重恩情，所以当着林玄清的面就哭了。好徒儿，赶紧起来吧。林玄清得知一切后，欣慰地看着他。另一边，7大世家萧氏家族领地，7人太盛。萧氏三长老萧天策接到从紫霄圣地传回来的消息后，愤怒地拍向桌子：“家主，这紫霄老祖竟然将萧平和妍儿倒吊在房梁上面，简直没把我萧氏放在眼里。”族堂中，2长老萧空氏一萧天策冷静：“家主，根据萧平传回来的信息，现在是进攻紫霄圣地最好的机会。”一旁的大长老萧浩也附和说道：“没错，现在紫霄圣地手里已经集齐了全部的7色宝葫芦，并且还有那远古血脉存在。紫霄老祖这会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可全力进攻，将所有的一切一网打尽。”萧战点了点头，其实这就是他一开始制定好的计划，当然这也是剩下的几个世家早就制定好的计划。此时的古族领地，那位蓝袍老者已经进入了祖祠之中，将一块玉佩镶嵌到灵牌之上。一道气息极为强大的灵魂出现在古族祖祠中盘旋。何人呼唤本祖？蓝袍老者双膝跪在地上，回答道：“晚辈古元，特来请老祖助古族一臂之力，夺取7色宝葫芦。”古元将紫霄圣地和紫霄老祖的事情全部说给这灵魂听。灵魂听完之后大笑道：“古家后辈，你做得很好，快去准备一副地境躯体，本祖要血洗紫霄圣地。”是，老祖。严氏世家焚天谷地，严阳耀受到妻子传信后，立刻召集了家族中全部地境长老。诸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等可以血洗紫霄圣地了。严阳耀把情报公布，长老们听了之后纷纷点头。家主，根据信息来看，紫霄圣地除了紫霄老祖之外，似乎还有一位被紫霄圣主称之为师叔祖的老祖，此人不得不防啊。严阳耀大笑道：“哈哈，此人不足为虑。况且就算他与紫霄老祖联手，又能如何？此次进攻紫霄圣地，其余几大世家肯定也会出现，到时候各大世家的祖魂应该都会现世，仅凭他们2人翻不起什么风浪来。只是血洗紫霄圣地之后，我等需要全力抢夺7色宝葫芦，切不可被其余几家夺得先机。如果实在抢不过，那就毁了那远古血脉，让7色宝葫芦成熟的时间再推迟一些。我等明白。”一罢，炎族的众长老和炎阳耀一起带着焚天谷地的一团火焰离开了炎族领地。除此之外，雷氏、药氏和魂氏也相继出动，就连早早隐退避世的殷氏世家，此时也收到了消息。7大世家加起来30多位大帝，正在朝着紫霄圣地进发。紫霄圣地，玄翼峰。李云山跪在山门之外，一动不动，像王八一样，直到他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使得他大惊失色。霎时间，玄翼峰上风起云涌，苍穹变色。李云山看到有5个西雄魂超级大能从那裂缝中走了出来。洞察力敏锐的他立刻就看到了这群人腰间上悬挂着的木牌，上面刻有一个醒目的霄字。
是七大世家中的萧氏世家。李云山看到后，内心极为忐忑，因为他担心萧氏世家找到他并杀了他。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军，在大帝面前如同蝼蚁，只是一脚踩死的事。好在李云山发现萧氏世家的这群大帝的注意力并不在他身上。这5位地境强者降临悬翼峰后，径直奔向紫霄宝殿的方向。好险！李云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不过他还没放松多久，他的头顶上又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这一次，从里面走出来了4个身穿蓝袍的大帝，每一个的气息都不弱于刚才的萧族那几位大能。李云山认得这蓝色长袍，蓝色长袍，这是七大世家的古族。他惊了，因为萧家前脚赶来紫霄圣地，古族后面就跟来了。而且让他更震惊的是，这还远远没结束。在古族4个大帝去往紫霄宝殿的方向之后，他的头顶上相继又出现了5个不同位置的空间裂缝。炎氏、魂氏、药氏、雷氏、阴氏，其余5大世家的地境大能一个又一个的从裂缝中踏出，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36位大帝，尽数来到了紫霄圣地。七大世家倾巢出动了。李云山人妈了，他一个3等势力的小宗主，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而且当他想到这一切有可能都是因为徐嫣的事引起的，他跪在地上的双腿就开始不听使唤的颤抖。无论紫霄圣地是否被血洗，李云山觉得自己已经难逃一死。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青山宗，恐怕也会在日后遭到清算。紫霄圣地太乙峰，一位武军境的长老匆匆忙忙地爬上峰顶，然后挥动中锥，用力撞响了雷鸣圣钟。咚！雷鸣圣钟洪亮的响声再次传遍整座紫霄圣地，所有听到钟声的长老迅速到达太乙峰集合。钱长老，怎么是你在撞钟？圣主呢？几百位武军境长老来到太乙峰顶后，发现这次撞响圣钟的既不是圣主紫战天，也不是太乙峰峰主。这位姓钱的太乙峰长老慌张道：“诸位长老，方才我用观心镜看到有强大的外敌来到了紫霄圣地。老夫本想先通知峰主或者圣主，但他们都在闭关，都说不见。闭关不见。”众多长老听到这话后，才发现这次敲响雷鸣圣钟后，之前被圣主带走的各大圣峰的峰主还有圣人境的长老确实都没有来。钱长老，你看到的外敌来自何方？看不清。钱长老将观心镜拿出，这是一件圣物，可以观测到未来一段时间圣地的变故。此刻这镜面之中一共出现了大约30道人影，但却看不出修为。观心镜看不出结果，此事恐怕非同小可。众长老联想到紫战天上一次撞响圣钟，隐隐有些不安。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圣主带走峰主们是准备与某些势力开战，但现在看来好像并非如此。他们有了另外一个猜测，会不会是老祖比观心镜还要早预知了敌人的强大，提前带着圣主他们离开了紫霄圣地？毕竟钱长老说圣主和峰主们都在闭关。正当他们这样想时，七大世家的36位地境强者已经来到了太乙峰。众长老抬头一看，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迫感，让他们完全喘不过气来。地境强者，一共36位。他们以为自己看错了，出现幻觉了。北海天域一次性出现了30多位大帝，这怎么可能？苍穹之下，萧族4长老萧天策俯视着太乙峰峰顶的这几百位武军长老，大笑道：“哈哈，紫霄圣地不过如此。”在他看来，紫霄圣地面对七大世家集结的这几百武军境，就如同臭鱼烂虾一般，不堪一击。紫霄老祖何在？炎族家主炎阳耀一步踏入太乙峰，紫霄圣地所有武军境长老全部被他强大的地运压制的跪在了地上。紧接着，古族族长古元也踏空而来，站在了炎阳耀的身旁。七大世家在没有灭掉紫霄圣地之前，他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形成了暂时的联盟。紫霄老祖何在？古元重复了炎阳耀的话，但话语中明显多出了一股杀气。众长老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他们选择闭口不答的话，可能下一秒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有长老很快就忍不住了，立刻回答道：“老祖或许在闭关。”闭关？炎阳耀和古元听到这个回答后的第一反应是紫霄老祖带着七色宝葫芦跑路了。不好，得速速前往紫霄宝殿。七大世家的诸位大帝没有做任何停留，全力赶往了紫霄宝殿。至于这些武军境长老，他们只用了一件一阶地宝，就将其全部给困了起来。很快，他们来到紫霄宝殿外面。进入宝殿，众人一眼就看到了被倒挂在房梁上的萧平等人。叶儿，平叔，快看，我父亲带着浩叔还有天策叔他们来了。萧燕兴奋地提醒正在闭目养神的萧平，然后直接挣脱了灵气束缚。萧平看到萧战等人后，直接伸手去抓徐嫣。燕儿，快抢远古血脉！他大喝一声。萧燕看到一旁的颜如玉也同样伸手抓过去。滚开！颜如玉一脚踢开圣人境的萧燕，差点直接把萧燕给踢死。颜如玉，你找死！萧平3阶地境修为全部释放，杀向颜如玉。颜如玉还没抓到徐嫣，就被萧平的圣级掌法给打伤。夫君，快救我！颜如玉大喊一声，宝殿下方的炎阳耀瞬间就意识到，那个被吊着的武王境少女就是传说中可以使七色宝葫芦成熟的远古血脉拥有者。于是他3阶地境巅峰的修为尽显，噌的一声飞向徐嫣，加入萧平和颜如玉等人的抢夺之中。颜家主，就凭你也想抢远古血脉？同一时间，萧家家主萧战直接挡在他面前，然后一掌劈了上去。这一掌威力巨大，仿佛如10万座大山压顶一般，沉在炎阳耀的肩上。炎阳耀大意了，没有闪，生生的应接了萧战这一掌。萧战，你竟然偷袭！
严阳要捂着肩膀，赶紧调理气息。然后肖战伸手抓向徐烟。严族的几位长老见状，赶紧去拦肖战，却又被萧家的3位长老给拦住。你们！萧浩3人挡住严族众长老，说道：“这远古血脉本就是我萧家寻到，你们还没有资格染指。远古血脉终究是我萧家的。”就在肖战正得意之时，一方蕴含着法则之力的金色的大印突然从天而降，重重的砸向他。肖战见势不妙，赶紧往后躲开。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方金色大印的法则之力伤到了。古元，肖战怒道：“没错，古族族长古元出手了。这一方金色的大印就是古族的地级镇族功法地印诀。肖战，你的对手是老夫。”古元凝视着肖战，面无表情的说道。然后，古族的几位长老趁势去夺徐烟。殷氏世家家主殷导沉寂良久，见到机会正好，直接出手和古族长老站在一起。然而，当殷族的3位2阶地境长老出手时，却又被雷氏世家家主雷厉挡住。药族和魂族此时也是一样，2位家主站在一起，短时间不分胜负。至于其余地境强者，均在抢夺徐烟，但都没有抢到徐烟。紫霄宝殿内此时乱战一片，36位大帝斗得天昏地暗，不出片刻，便将偌大的紫霄宝殿打成了一片废墟。也正是因为紫霄宝殿成了废墟，他们才看到了一直在闭关的紫战天、苏晴雪和烈阳老祖3人。我靠，什么情况？本来正在专心闭关的紫战天看着突然只剩断壁残垣的紫霄宝殿，整个人都愣住了。紫霄宝殿被毁了。要知道，这座雄伟的宫殿是上个月才重建好的啊！此时，7大世家的诸位大帝暂时停手，徐烟还是吊在房梁之上，欲哭无泪。肖战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紫战天，发现紫战天是一位地境强者，2阶地境。他自言自语，然后他又看向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发现2人的修为居然都要高于他，至少也是4阶地境。不过他是认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的，知道2人曾是月神教和阳神教的隐士长老。至于紫战天，虽然他没见过，但根据情报已经推测出了其身份，想必道友便是紫霄圣地的那位一直没有露面的第2位老祖了吧？肖战对紫战天说道。他敢确信，紫战天就是萧平提到过的被紫霄圣主称为师叔祖的人，只是2阶地境而已。交出7色宝葫芦，否则血洗紫霄圣地！肖战直接放出了狠话。紫战天站起身来，环视一周，这才意识到这些地境强者应该全部都来自7大世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其实他还不太敢相信7大世家加起来居然有这么多个大帝。36位地境基本都是3阶，这股力量足以横行北海天域。若是在以前，比如上次3大圣地围攻紫霄圣地时候，紫战天或许会感到棘手，甚至是恐惧。但现在不一样了，紫战天在喝下林玄清的大骨汤后，直接突破到了1阶地境，然后又在葫芦肉的帮助下晋级了2阶。若不是7大世家这些人突然打断了他的闭关，他很可能在短时间再突破1阶，一跃来到3阶地境。2阶地境的修为，在7大世家中的这群大帝中虽然不算高，但至少也有一战之力了。更何况喝了老祖的大骨汤的人又不止他一个，圣地中的48位圣人境封主和长老都喝了，而且现在很可能已经突破到地境了，更别说还有苏长老和烈阳老祖的存在。所以紫战天此刻有恃无恐，说了句就这。肖战一听冷笑道，莫非道友以为有苏仙子和烈阳老祖在就能高枕无忧了？在他看来，紫战天还能如此冷静，无非就是仗着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罢了。肖战对苏晴雪和烈阳老祖说道，苏仙子、烈阳老祖，你们应该知道我7大世家又被称之为远古7族吧？远古7族这个名字对于3大神教的高层来说并不陌生。2人脸上的表情稍变。肖战继续说道，如果2位执意要和紫霄圣地站在一起，休怪本家主不给月神教和阳神教留半点情面。4阶地境、5阶地境，在我族祖魂面前又能算得了什么？说罢，肖战的身体突然开始抽搐，一道强大的灵魂从他腰上的足牌里面出现，然后钻进了他的身体。随后，肖战的气息开始攀升，从3阶地境巅峰一直向上，直接来到了9阶地境。汝等见到本祖，还不速速跪下！肖战的声音变得古朴雄浑，整个人的气质和之前大相径庭。他面无表情地命令着，强大的地运让紫战天3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此刻，太虚宫内刚刚才安慰好亡灵的林玄清突然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坐骑培养。任务目标：立刻前往紫霄宝殿，利用任务道具收集7条地境远古灵魂，并且制作魂丹，然后喂养坐骑。任务特殊道具：地级捉魂瓶星号1，地级炼魂炉星号1。任务奖励：坐骑缰绳、猛兽类星号1。失败惩罚无。注意，本任务无法拒绝，一旦拒绝，紫霄圣地将会不复存在。系统啊，你总算是拿出一点靠谱的东西了。林玄清看着面板上红光闪闪的任务道具，感动不已。终于不是什么洗发水、高压锅、菜刀之类的东西了。地级捉魂瓶，准鸿蒙道宝，域外玄晶打造，可束缚求道境之下任何等级的灵魂。地级炼魂炉，准鸿蒙道宝，太虚古界道主级炼器大师炼制而成，最多可以同时炼化9条地级灵魂。林玄清看着这2件东西的介绍，注意到了一个关键词：太虚古界。这个地方之前天逆珠子里面那个被林玄清杀掉的灵魂也提到过。这2件东西都来自北海天域之外，用起来肯定是逼格满满。看样子这次的对手应该都是大帝级别的吧。丁，
没错，此任务的所有敌人均是地境，宿主可以放心前往。OJK。说罢，林玄清简单的交代了亡灵2句，然后骑着黑心虎就去往了紫霄宝殿。此刻，紫霄宝殿的废墟之中，紫战天3人被附身祖魂后的肖战压制的死死的，干，站不起来。面对9阶地境的敌人，紫战天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眼角都开始流血了，还是站不起来。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也一样，他们感到的压力比当初在问神塔中受到的还要恐怖。肖战漠然地看着3人，问道：“七色宝葫芦现在何处？”紫战天没有回答，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也一样。很好，肖战伸出右掌抓住紫战天的头颅。既然如此，本祖便亲自来看。紫战天听到这句话后，内心一惊，知道他要用秘法搜魂了。一旁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都站不起来，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紫战天。就在这个时候，苍穹之上，云层之中，一个骑着插翅巨虎的白衣帅气男人出现了。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眼睛一亮，兴奋喊道：“林前辈！”7大世家的30多位大帝同时看向从云层中落下的林玄清，神色变得紧张起来。紫霄老祖出现了！萧平握紧了拳头，退到肖战的身旁。他亲眼见识过林玄清的强大，所以最为谨慎。7大世家其余修士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过，但最近这一段时间也听说了不少林玄清的惊人事件。其中，一指击杀散修大帝叶凡是最为让他们震惊的。他们通过多方面的情报分析，最终推测紫霄老祖的修为至少也和3大神教的老教主一个等级。再加上此刻林玄清骑着一头地级3阶的闭眼黑虎出场，使得他们更为忌惮。难怪这个任务如果拒绝，紫霄圣地将不复存在。看着满地碎石木屑的紫霄宝殿，林玄清缓缓落下。30多个，全是地境。这才几个时辰时间不到，紫霄宝殿就给干烂了。7大世家众人仔细打量着林玄清，发现林玄清只展现了5宗境的修为，看不透，果然看不透，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紫霄老祖隐藏了修为，殷氏家主殷导自言自语：“看样子此战必定要借祖魂附身了。当初天辰就栽在了紫霄老祖的手里，我族迫不得已选择了避世。如今有祖魂庇护，紫霄老祖，此仇我族必报。”殷导暗中发狠，紧握着手中的青色玉佩，随时准备召唤祖魂。你就是紫霄老祖？祖魂附体的肖战放下紫战天，转身看向林玄清。林玄清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对劲。当初亡灵被天逆珠子中的灵魂夺舍后，就是这副模样。秉着装逼如风、常伴无身的座右铭，林玄清从黑心虎背上优雅的下来，紧绷着脸，做出自己标志性的负手而立的动作，然后问道：“汝是何人？”肖战皮笑肉不笑，回答道：“本祖乃是萧族先祖萧玄，帝号青岩。”没听说过。林玄清不屑道。肖战并不发怒，只觉得林玄清可笑。远古时代，北海天域灵气充沛，大地众多。他青岩大帝纵横天域时，曾经斩杀过不少7阶以上的地境强者，哪怕是和他同样的9阶地境，他杀过的加起来也有1手之数。交出7色宝葫芦，否则死！萧玄直接给林玄清下了最后通牒。此刻7大世家的众位大帝也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林玄清，只要林玄清一旦拿出7色宝葫芦，他们就立刻涌上去抢。7色宝葫芦，你们肯定是带不走了。林玄清淡淡说道。不过如果你们早点来的话，兴许可以端走。众大帝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后，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端走？林玄清冷冷一笑，听不懂吗？你们的镇族地宝刚才被我切了炖汤喝了。你说什么？古元反应激烈，立刻反驳道：7色宝葫芦是鸿蒙道宝的种子长成，怎么可能被你损毁？紫霄老祖，你当我等是3岁稚童吗？林玄清摇了摇头，可悲地看着古元，怎么，你不信？不是不信，是不可能。古元信誓旦旦，心想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立刻很识时务地从乾坤袋中取出2块之前没吃完的葫芦肉，扔到了古元的面前。林玄清一看，心中给苏晴雪2人加了分。此刻古元捧着2块已经炖得烂乎乎的葫芦肉，不可置信地说道：“这是青宝葫芦的残骸，还有紫宝葫芦的7色宝葫芦，真的被炖了。紫霄老祖，你该死！”霎时间，古元额头青筋爆发，是要将林玄清碎尸万段。没有了7色宝葫芦，7大世家的先祖们即便真正复苏，也无法突破天道的桎梏。他们筹谋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计划，就这么被林玄清如同儿戏一般的摧毁，无论是谁都无法接受。于是在这同一时间，另外6大世家全部召唤出祖魂。6道和萧玄同等气息的灵魂附身在6位家主身上，整个苍穹都变得暗淡下来。这样的情景宛如地狱降临一般，令人绝望。黑心虎默默地躲在林玄清背后，4条腿直打颤。主人，一共7个9阶地境的灵魂，您。林玄清轻轻拍了拍黑心的脑袋，淡定说道。不慌。林玄清默默地从袖口中掏出系统给的捉魂瓶。系统，这玩意儿怎么用？丁，宿主看过《西游记》吗？什么意思啊？丁，《西游记》平顶山金角，银角大王那一集有一个紫金红葫芦。丁，捉魂瓶使用出来的效果和它差不多。哦。丁，使用时宿主只需要喊一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丁，捉魂瓶就会自动将灵魂捕获到瓶身里面。林玄清皱眉道，这么复杂，万一人家不回答怎么办？岂不是很尴尬？丁，不需要回答，那句话只是口诀而已，这样看上去更有仪式感。这该死的仪式感！林玄清无语了。此刻
七大世家的所有祖魂都成功附身在各大家主身上，他们直勾勾地盯着林玄清手中的瓶子，惊奇地发现那是一件不俗的宝贝——九阶地宝。不对，是准鸿蒙道宝。古族祖魂惊讶道：“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失去了紫宝葫芦，却又见到了一件准鸿蒙道宝。如果能够夺取到一件准鸿蒙道宝作为补偿，也不算是功亏一篑。”鹰族祖魂厉声说道，然后就要对林玄清出手。林玄清直接举起瓶子，将瓶口对着他，大喝一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鹰族祖魂一脸懵逼，完全没反应过来是啥意思。霎时间，捉魂瓶的瓶口狂风倒灌，鹰族祖魂生生的被从鹰岛的身体中拉扯出来。糟了，这是一件专门克制灵魂的准鸿蒙道宝。鹰氏世家的3位2阶地境长老看出了端倪，惊呼道。然而鹰族祖魂已经被林玄清收进了捉魂瓶中。只见透明的捉魂瓶内，原本灵魂状态的鹰族祖魂瞬间变成了一个赤身果体的实体小人儿。他被困在瓶内的小天地之中，怎么爬都爬不出去，浑身上下都好像有针在刺一般。啊！紫霄小儿，快放本祖出去！鹰族祖魂痛苦的嚎叫，因为他发现这如同针刺一般的折磨其实是在刨解他的灵魂体。如果他继续被困在里面的话，最多1个时辰就会被完全溶解掉。收了鹰族祖魂之后，林玄清又把捉魂瓶对准雷族祖魂，同样喊了一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雷族祖魂意识到不妙，想要主动脱离雷氏家主的身体，然而捉魂瓶那强大无比的吸力将他硬生生的逮了进去。雷族祖魂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就直接打了酱油。此时此刻，7大世家的所有大帝都幡然醒悟，徐儿的事件发展到现在，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在紫霄老祖的计算之中。如果更仔细一些思考的话，众大帝发现其实从3大圣地攻打紫霄圣地开始，紫霄老祖就已经开始布局了。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林玄清人狠话不多，在收了雷族祖魂之后，又马上收了药族祖魂。众大帝见势不妙，开始联手围攻林玄清，各种法则之力都扔到他身上，然而连破防都做不到。林玄清杀疯了，7只祖魂一个接一个的被林玄清收进捉魂瓶中，他们全部变成赤身果体的小人儿，在里面瑟瑟发抖。叮，恭喜宿主成功达到 SSS 级装逼等级。叮，装逼打脸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叮，名声值奖励结算中，是否使用翻倍卡道具 ？SSS 级了吗？名声值啊，用，我要用名声值翻倍卡。名声值翻倍成功，名声值加，一笔巨款直接打了林玄清的账户中。林玄清现在更有力气收拾这群7大世家的大帝了。开启，林玄清打开秒杀大帝外挂，随便动一根手指就射死一个7大世家的大帝。萧平等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肠子都悔青了。他们想着，如果一开始不选择攻打紫霄圣地就好了，可惜这一切没有如果。叶儿，快逃！林玄清一指激光射到萧燕这边，被萧氏大长老萧浩飞身挡住。萧燕作为萧氏最后的血脉，他无论如何也要将其保留住。然后林玄清这一指过来，把他和萧燕一起击穿了，两人同时化为了一滩血水。二长老萧空眼睛通红，对林玄清愤怒地说道：“紫霄老祖，你就算再强，能护住紫霄圣地所有人吗？”苏晴雪和烈阳老祖瞬间反应过来，不好！只见那剩余的10多位大帝分别向8个不同的方向遁走。苏长老、烈阳长老，快拦住他们！紫战天也意识到了，这群人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准备与整座紫霄圣地同归于尽。他们决定，哪怕是死，也要拖着紫霄圣地的那些长老和弟子垫背。太一峰就是第一个目标。然而就在此时，紫霄圣地的33座圣峰中突然出现了48道冲天光芒，一共48位地境强者从那光芒中踏空而出。地境，全是地境！紫霄圣地为何有如此多的地境强者？7大世家的大帝们全部都骂了。他们看到这48位地境强者中，半数以上都是2阶，还有少部分是3阶。区区圣地底蕴居然比他们这种远古家族都还要厚，这怎么可能？尔等，犯我紫霄圣地，杀无赦！48位地境峰主和长老将7大世家剩下的这10几个大帝团团围住，等待他们的只有无穷无际的绝望。这一日，7大世家的36位大帝尽数陨落在紫霄圣地。此战结束之后，紫战天亲自带着30多位地境峰主进入了7大世家的领地，将7大世家血洗。一夜之间，7大世家再也不复存在，永远从北海天域中消失。紫霄圣地则是名震北海，影响力甚至超过了3大神教，直逼北海地宫。而林玄清的名声值依兰那里，一夜过后发生了疯狂的增长，名声值加1，名声值加1，名声值加1。虽然一次性加的不多，但总共却足足加了多点。林玄清距离主线任务的10万点名声值瞬间快要完成。太虚宫，林玄清坐在鎏金宝座上，看着自己不断增加的名声值，心情非常愉悦。只可惜的是，每次只加了1点，使用双倍卡没啥用，否则的话，点名声值还能再翻1倍。先把魂丹炼制了吧。林玄清看着手中的捉魂瓶，自言自语道。一夜过去，7大世家的祖魂早就化为了一滩乳白色的浓稠液体。林玄清将炼魂炉取出来，架在之前放高压锅的灶上。系统，这炼魂炉怎么使用啊？对于炼丹，林玄清的这具身体没有丝毫相关的记忆。丁，宿主只需要将捉魂瓶中的灵魂溶液倒进炼魂炉中，然后用火焰烧制，先大火后小火，总共7天7夜即可炼成。这么简单，类似于炖大骨汤。丁，宿主可以这么理解。丁，不过
地级炼魂炉的材料特殊，以宿主目前的修为，普通的火焰无法用于炼丹。丁，因此宿主需要花费名声值兑换高阶兽火或者异火。听到这里，林玄清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一打开商城，有关高阶的兽火或者异火的商品，最拉胯的价格也在 1W 名声值以上。我就知道，这次加这么多名声值，你肯定要坑回去一些。丁，本系统从不坑宿主，这些火焰的价格童叟无欺，谁用谁知道。古灵冷火，青莲地心火。林玄清看着商城第一排的异火，离谱，随便一个都要10万名声值，其中虚无吞炎更是达到了100万的价格。算了，我不炼制了，反正这个任务也没惩罚。丁，金乌兽眼已兑换名声值。林玄清正打算放弃炼制魂丹，系统直接自动给他兑换了一种地级的兽火，这气得他连连抓头。你妹的，系统你直接改抢了呀！丁，嘿嘿。林玄清气不过这个谢系统，所以也只好吃这个哑巴亏。不过这金乌兽沿用起来倒是非常的拉风。林玄清以5宗的修为催动，炼魂炉很快就被烧得通红，炉顶上一只巨大的金乌残影若隐若现。师尊，您是要炼丹吗？亡灵从天逆珠子的空间中出来，站到林玄清的身后。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师尊居然还是一位炼丹师，天域之中最顶级的炼丹师都出自药神教，不知道师尊能炼制出什么等级的丹药呢？亡灵带着对自己师尊的期待，暗暗想着。林玄清暂时收起金乌兽炎，拿起捉魂瓶，对亡灵说道：“为师准备炼制一种魂丹，应该是一种地丹，其原材料就是这瓶子中的灵魂溶液。师尊是地级炼丹师。”听到这个答案，亡灵是既震惊又觉得在意料之内。就在这时，紫战天单手拎着徐烟来到了太虚宫，弟子拜见老祖。紫战天将昏迷的徐烟扔到地上，然后对林玄清行礼：“老祖，紫霄宝殿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个徐烟要怎么处理？上次大战，徐烟好巧不巧，居然活了下来。”紫战天本想直接杀掉，又怕老祖有别的安排，所以特地来询问。林玄清一直秉承着杀伐果断的原则，于是说道：“战天，你安排吧。”紫战天立刻心领神会，直接带着徐烟离开了紫霄圣地。徐烟的背景他早就调查清楚，出自大齐皇朝，还与一个3等势力青山宗有关。于是半日不到的时间，这2个势力就和7大世家一样，永远的在北海天域中消失。紫战天走后，林玄清继续炼丹，一整瓶灵魂溶液全部倒进炼魂炉后，他再次施展金乌兽火。徒儿，为师炼丹的手法，你要仔细观察。是，师尊。亡灵老老实实的站在林玄清身后，观察着林玄清的炼丹技巧。一天一夜过去，炼魂炉中的灵魂溶液渐渐开始凝固。根据炖大骨汤的经验，这个时候就应该大火转小火了。于是林玄清收起一部分金乌兽炎。又是一天一夜过去，炼魂炉中的灵魂溶液全部汇聚在一起，已经开始有了丹药的形状。不过这才2日过去，林玄清就有点遭不住了。虽然说5宗修为的他熬夜不成问题，但这炼丹实在是太无聊了吧。这2天下来，就只能呆呆地盯着炼魂炉，连个抖音或者西红柿小说都刷不了。干！林玄清这段时间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听名声值上涨的声音了。没错，7大世家破灭之后，紫霄圣地的名声值一直都在上涨，只是到了点后，上涨的频率慢一些了而已。名声值+1，名声值+1，名声值1，名声值1。林玄清突然感到不对劲，我没听错吧？怎么名声值突然减少了？系统，这是不是你在搞鬼？丁，检测到宿主的名声传播中出现了负面传播的情况。丁，名声值持续减少中，是否支付1000点名声值解锁具体原因？负面传播，系统赶紧解锁，我要看原因。名声值1000，解锁成功。系统面板上出现了3个关键词：混元妖帝、花小莲、黑小虎。丁，检测到这次名声值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黑小虎搞大了混元妖帝小孙女花小莲的肚子，然后始乱终弃，脱了裤子不认人。丁，此事已在万妖之地的各大势力中传开，混元妖帝和花小莲正在前往紫霄圣地。路上，希望宿主能够给个说法。林玄清这才意识到，难怪上次黑小虎被带回紫霄圣地后不久就不见了，原来是跑到万妖之地去鬼混去了。好家伙，这才过去多久，黑小虎就搞到了小母老虎了。黑小虎这小子肯定是惧怕混元妖帝，然后把本老祖的名字给报出去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林玄清暗暗想着，当初就不该把黑小虎带出龙神地宫遗迹。不过反过来一想，这未必不是一个刷名声值的好机会。此时紫霄圣地上空，混元妖帝撕裂空间，带着自己的宝贝孙女花小莲从万妖之地不远万里赶来，2位都幻化了成了人形，方便在万妖之地外走动。爷爷，紫霄老祖修为通天，您还是不要去了好不好？花小莲挽着混元妖帝的胳膊，眼看就要到了，心中却打了退堂鼓。混元妖帝气愤说道：“紫霄老祖就算再强，难道还能不讲道理？可是小黑子他肯定也是有苦衷的。”花小莲轻轻抚摸着自己微微鼓起的肚腩，轻声说道：“小莲啊，这种时候了，你还替这个狗东西说话？”混元妖的看着自己傻白甜的孙女儿，胡子都气歪了。乖孙女儿啊，那黑小虎吃干抹净后，早就跑去其他地方逍遥去了。若他心里有你，怎会见到我后就跑回紫霄圣地躲着？混元妖帝越说越气，今日爷爷就算死在紫霄圣地，也要找紫霄老祖这个做长辈的要个说法。说罢，他立刻施展出自己地级8阶的威压，冲着整个紫霄圣地大喊一声：“
紫霄老祖何在？这声音烈士流云，并且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地蕴，立刻引来了紫霄圣地的诸位峰主和长老。刹那间，圣地中全部的48位地境出现，将混元妖帝和花小莲团团围住。何人在我圣地喧哗？灵神峰主质问混元妖帝。混元妖帝冷哼一声，然后一掌拍出，直接将灵神峰主拍到太乙峰上，正好撞到了雷鸣圣中。雷鸣圣中发出咚的一声，然后引来了更多的圣地长老，只一掌就将灵神峰主差点拍死。众峰主看着如此实力、如此恐怖的混元妖帝，略微后退。他们在猜测，眼前的这位难道是7大世家的余孽，特地来寻仇了？花小莲看到灵神峰主差点被拍死，嘟着俏脸生气道：“爷爷，你不准再随便伤人了。”混元妖帝轻轻摸了摸花小莲的额头，然后漠视着紫霄圣地的诸位帝境：“你们实力不够，赶紧退开，否则后果自负。”众峰主和长老神经紧绷，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此时，烈阳老祖从远处踏空而来，他话不多说，对着混元妖帝直接使出了地级功法大日轮回诀。他头顶的烈阳迅速膨胀，恐怖的能量几乎吞噬了周围所有的空间，逐渐逼近混元妖帝。然而混元妖帝只是伸手轻轻一握，就轻而易举地破开了烈阳老祖的功法。巨大的烈阳化为一团泡影，混元妖帝毫发无伤地站在烈阳老祖面前。什么？烈阳老祖大惊失色，因为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修为必定远高于他，至少也在7阶地境以上。混元妖帝凝视着惊慌失措的烈阳老祖，说道：“不愧是最近名震天域的紫霄圣地，除了这几10位低阶地境外，居然还有一位5阶地境的强者坐镇。不过，仅凭你还不够。”他又是一掌拍向烈阳老祖。千钧一发之际，紫战天和苏晴雪两人出现，和烈阳老祖联手，才勉强挡下了这随意的一掌。烈阳长老，你没事吧？多谢圣主，老夫没事。烈阳老祖知道这次是撞上硬茬了，他看着这眼前一老一少陌生的相貌，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地方。你们来自万妖之地？烈阳老祖问道。除了3大神教和北海地宫之外，修为能达到7阶地境之上的就只有万妖之地了。传闻万妖之地一共有54位妖帝，其中有2位妖帝实力最强，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位老者到底是哪位妖帝。混元妖帝停手，看着紫战天等人，捋着胡须说道：“老夫帝号混元，今日特来拜会紫霄老祖。”烈阳老祖听到混元2字，心中一惊。混元妖帝，这不就是万妖之地最强的那2位妖帝之一吗？原来是混元前辈。烈阳老祖赶紧行礼，然后他对紫战天道明了混元妖帝的身份。紫战天听完，以晚辈的身份对混元妖帝行礼，不知混元前辈突然造访我紫霄圣地，是为何故？你就是紫霄圣主吧？混元妖帝眯着眼问道。正是。很好，那狗东西想必也是受到了你的庇护，才无法无天。混元妖帝冷冷说道：“老夫就先教训你一顿，再找紫霄老祖讨要说法。”说罢，混元妖帝挥动衣袖，一件地宝从天而降。紫战天抬头看到一座银色的宝塔化成小山压向他来，他想要逃走，却发现自己此时根本无法使用灵气，是这件地宝限制了他的修为。轰隆，银色的宝塔连着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一起全部镇压。爷爷，你快收了玲珑塔！花小莲看着重伤的紫战天等人，惊声道：“小莲啊，你放心，爷爷没有砸死他们。”其实混元妖帝的每一次出手都刻意把握了分寸，无论是灵神峰主还是现在的紫战天3人，都只是看上去伤势严重，日后只要服用一些疗伤的丹药，稍做一些调息，就能完全恢复。毕竟他是来找紫霄老祖要说法的，只是有些气不过而已。老夫再问一遍，紫霄老祖何在？混元妖帝继续追问，咄咄逼人。就在这个时候，林玄清骑着黑猩虎慢慢悠悠地从太虚宫出来。刚才他让王林去带黑小虎去了。黑小虎这小子闯祸之后，化为了人形，躲在了玄逸峰杂役弟子之中。要不是有系统在，指不定还要找多久。你在找我？林玄清来到紫霄峰上空，距离混元妖帝不足100丈。混元妖帝看着只有5宗境界的林玄清，气势突然就萎了下来。花小莲看到林玄清旁边的黑小虎，泛起笑容，一脸花痴模样。他兴奋地想要飞过来，但被混元妖帝给拉住了。小黑子，你最近还好吗？花小莲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们的宝宝好像要降生了。”黑小虎听到这句话后，突然生出一脸的恐惧。紫霄老祖，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必这个狗东西早就告诉你了。你作为长辈，今日无论如何也要给个说法，否则老夫就是死在紫霄圣地，也要替小莲讨个公道。面对干死过7个9阶地境灵魂的狠人林玄清，混元妖帝失去了刚刚那无敌的气势，但为了给自己的乖孙女出头，他还是鼓起勇气向林玄清讨要说法。林玄清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淡淡问道：“你想要什么？”混元妖帝指着黑小虎，沉声道：“很简单，老夫要将他带回万妖之地。”一听到自己要被带走，黑小虎立刻躲在黑猩虎庞大的身躯后面去，然后他颤颤巍巍地说道：“爹，我不去。”混元妖帝见状，怒道：“你个狗东西，玷污了小莲的血脉，现在翻脸不认！”黑小虎委屈巴巴地看着林玄清和黑猩虎，反驳道：“可那根本不可能是我干的，我去万妖之地一共都没有多久，怎么可能就有小虎了？”林玄清看着黑小虎那惊恐的表情，然后又看了一眼花小莲那挺着的大肚腩，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搞了半天，你小子当了接盘侠？小黑子，你好狠的心！面对黑小虎的薄情寡义，花小莲不停地抹着眼泪。混元妖帝肺都要气炸了，头脑一发热，直接伸手去抓黑小虎。
一张巨大的金色手掌像天塌下来一般落下。林玄清赶紧挡在黑小虎面前，利用被动技能化解掉了混元妖帝的这一波攻击。混元妖帝，你要搞清楚，这里是紫霄圣地，若再敢放肆，休怪本座一指将你灭杀。林玄清不怒自威，强大的气场让混元妖帝瞬间冷静。紫霄老祖，我知道你修为通天，但你若是决心护着这狗东西，老夫就一头撞死在你这紫霄圣地。叮，警告，警告！叮，混元妖帝在万妖之地德高望重，若因为黑小虎事件死在紫霄圣地，会对宿主的名声值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叮，本系统建议宿主最好以和平的方式摆平此事，这不就是倚老卖老耍流氓吗？林玄清看着混元妖帝，瞬间觉得这老头儿挺混的。就在此时，黑猩虎突然开口说道：“混元妖帝，你一大把年纪了，还玩这种把戏，害不害臊？我儿离开紫霄圣地1月都不到，你那小孙女儿怎么可能挺这么大的肚子？你当我们是傻子啊？”黑猩虎这一连串的输出，正好就是林玄清想要说的。林玄清心中默默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谁知混元妖帝一听更怒了：“你懂什么？小莲已经觉醒了碧岸的血脉，子嗣生长的速度极快，1个月足矣。碧岸，这不是龙和虎杂交的品种吗？”林玄清赶紧询问系统，这混元妖帝说的是否属实？丁，花小莲和混元妖帝都是龙血妖虎，确实为碧岸后裔。丁，在这个位面，碧岸血脉一旦觉醒，子嗣的生产力极高。丁，简单的说，碧岸子嗣的生产力和血脉的纯度有关。一般来说，纯血碧岸一次至少可以怀100胎，生长周期只需要7天左右。我靠！林玄清惊了，这种生产力，猪圈里面的母猪都得往后稍。嗨嗨！林玄清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混元妖帝，此事本座已经了解。既如此，黑小虎，你就跟着他们回去吧。”听见紫霄老祖都这么说了，花小莲转悲为喜，远远看着黑小虎，眼神中满是温柔。小黑子，跟我回万妖之地吧。混元妖帝对着林玄清行了一礼，然后就要上前带走黑小虎。不，爹，我不去万妖之地，我不去。黑小虎看着逐渐逼近的混元妖帝，害怕极了，牢牢地抱着黑猩虎的后腿。黑猩虎摇了摇头，无奈道：“儿啊，这是主人的命令，爹也不敢违背啊。况且你是去万妖之地当姑爷，有什么不愿意的？爹，今夜我就算是死，也不去万妖之地。”说罢，黑小虎就往太一峰上撞去。黑猩虎见状，赶紧用灵气把他给捞回来。你小子怎么回事？黑猩虎束缚住黑小虎，怒斥道：“万妖之地又不是刀山火海，就这么不愿意去？”林玄清看着欲哭无泪的黑小虎，猜测这里面应该还有事，于是他拦住混元妖帝，说道：“既然他不愿意去万妖之地，不如让花小莲先留在紫霄圣地如何？”混元妖帝一听，立刻反驳道：“不可，黑小虎必须随老夫返回万妖之地，然后与小莲一起筛选我族血脉。”筛选血脉？林玄清问道：“什么意思？”混元妖帝解释道：“小莲是我族这一代的圣女，觉醒了6星的碧岸血脉。按照原本的计划，她是需要与天青牛蟒族的圣子成婚的。天青牛蟒的这一代圣子觉醒了5星的真龙血脉，如果与之结合，有极大的概率诞下7星乃至8星以上的拥有碧岸血脉的子嗣。可这黑小虎是碧眼黑虎一族，没有丝毫龙族血脉，因此小莲诞下纯血后裔的几率很低，必须进行不断的筛选。”混元妖帝说到这里，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黑小虎，对他说道：“你放心，等回了万妖之地后，天青牛蟒的5则妖帝，老夫替你摆平，不用害怕。”这下林玄清总算是搞清楚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混元妖帝得知自己的小孙女儿被黑小虎给搞大了肚子后，一开始应该是想一巴掌拍死黑小虎的，然后黑小虎为了保命就搬出了林玄清这个后台。混元妖帝见到黑小虎的后台太硬了，就只能接受他，结果黑小虎还给跑了。盛怒之下，他只好带着小孙女儿来紫霄圣地讨要说法。至于黑小虎为啥不愿意去万妖之地，这太简单了，他一旦去了万妖之地，那就是生产队的驴啊。林玄清可以想象，为了筛选纯血子嗣，黑小虎被榨干了的样子。也就是说，如果黑小虎拥有龙族血脉，花小莲诞下纯血子嗣的可能性才更高，对吗？没错，只可惜碧眼黑虎一族根本没有任何龙族血脉，与小莲结合后，恐怕要诞下10万胎以上，才有可能出一个4星以上的子嗣。混元妖帝长叹一声，无奈说道：“10万啊，才一个4星，按照混元妖帝的标准，估计至少要整个6星出来吧。”林玄清突然有些同情黑小虎了。黑猩虎用舌头舔了舔黑小虎的脸，说道：“儿啊，爹祝你幸福。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长辈的馈赠。任务目标：将龙神地宫遗迹中得到的龙神血脉赋予黑小虎。任务奖励无，失败惩罚无。注意，此任务已经自动添加到宿主的任务栏中，请宿主立刻完成。龙神血脉，要不是系统提醒，林玄清几乎都快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龙神地宫遗迹中还拿到过一个龙神大帝的血脉蛋。龙神大帝妥妥的真龙血脉啊！完成这个任务虽然没有任何奖励，但可以完美解决黑小虎的这个事件。如果黑小虎得到龙神血脉，与混元妖帝一起返回万妖之地，传开之后，林玄清的名声值估计立马就会开始逆转。系统啊，这个龙神大帝的血脉按照万妖之地的划分算几星？丁，龙神大帝虽然只拥有1半的龙族血脉，但是上古龙血纯度远高于天青牛蟒族，按照万妖之地的划分，此血脉在9星半这个等级。9星半这个等级听上去虽然不是顶级，
但肯定能够吊打天青牛蟒族那个只觉醒了5星血脉的圣子。既然这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林玄清询问混元妖帝，如果黑小虎能够拥有9星的真龙血脉，诞下纯血子嗣的概率有多大？混元妖帝一听，奇怪地看着林玄清，紫霄老祖，你莫要拿老夫开涮，就算是武则妖帝当年也只是觉醒了6星真龙血脉，若真有9星血脉，以小莲的6星来计算，随便一发应该都能诞出5星。又的子嗣，可自从纯血龙翼消失之后，万妖之地已经有上千万年没诞生过7星血脉了。混元妖帝惋惜道，若非如此，我妖族势力怎么沦落到如此境地？若我就有9星真龙血脉呢？林玄清突然说道。你，紫霄老祖，老夫知道你修为高深莫测，手段通天，但老夫不是傻子，你人族势力收集的血脉能有我万妖之地多？莫说是9星真龙血脉了，你要是能拿出7星血脉，老夫当场给你叫爸爸。哦。林玄清将手伸进衣袖中，默默地掏出之前得到的那个龙神血脉蛋。混元妖帝一看，立马感觉不对劲，因为林玄清手里的那颗蛋很明显就是龙族血脉凝聚而成的，而且看样子等级绝对不低。这混元妖帝感觉自己的 flag 好像立太快了。林玄清示意黑猩虎将黑小虎给弄过来。黑猩虎撤去了黑小虎的灵气束缚，说道：儿子，快过去，主人叫你。林玄清看着小心翼翼的黑小虎，问道：你还记得此物吗？黑小虎一看，立刻就认了出来，这是龙神伯伯的那颗血脉蛋。没错。林玄清将其交到黑小虎的手里，这里面的血脉是9星半的真龙血脉。林玄清语重心长地说道：你拿去换血，将来可不要辜负龙血妖虎一族的圣女。丁，隐藏任务长辈的馈赠已完成。9星半。混元妖帝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按照万妖之地有关血脉等级的划分，9星血脉就已经算绝对的纯血了，而9星之上只能说明这是上古龙血。紫霄老祖居然拥有上古龙血！混元妖帝还是不敢相信，于是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对林玄清说道：紫霄老祖，这是检验血脉纯度的鉴定圣石，圣石若能变成金色，则说明此血脉在7星以上。说罢，他便靠近黑小虎，然后从他手里拿走龙神血脉蛋。混元妖帝催动自己地级8阶的修为，用特殊的功法剥离了血脉蛋上面的一点碎屑。毕竟这玩意儿如果真的是9星半的血脉，混元妖帝可是一点都不想浪费了。此刻他屏住呼吸，将碎屑撒在鉴定圣石上面，碎屑立刻就融进了圣石，紧接着圣石逐渐变成金色，而且越来越亮，到最后整块圣石几乎变成了一颗发着金光的小太阳。混元妖帝，结果如何？林玄清明知故问。混元妖帝此刻的内心是无比震撼，两只手都在不断的颤抖。这真的是9星以上的真龙血脉。混元妖帝顿时觉得这次来紫霄圣地一趟算是来对了，有了这9星半的真龙血脉，他龙血妖虎一族将来注定成为万妖之地的第一大族。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200。听见名声值上涨的声音，林玄清知道自己已经在混元妖帝面前装到了。很好，接下来只要让这件事情慢慢发酵下去就可以了。混元妖帝，你觉得本座给你的这个说法如何？混元妖帝低下头，给林玄清行了一个大礼。作为万妖之地排名前2的妖帝，他从来没有对人族修士如此敬重过。紫霄老祖就不要再挖苦老夫了。很好。林玄清示意黑小虎和花小莲都过来。有了9星半血脉，你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了。年轻虎要懂得节制。好了，你们就一起返回万妖之地吧。然后他又对混元妖帝说道：去了万妖之地后，就劳烦道友替黑小虎换血了。混元妖帝点头，然后带着黑小虎和花小莲撕裂空间，抱着龙神血脉蛋就要离开。林玄清突然喝止道：道友就这样一走了之？混元妖帝想起了自己立下的 flag， 拉下老脸喊了一句：爸爸。5日后，太虚宫，林玄清撤去金乌兽火，炼魂炉里面的魂丹终于成型了。师尊，这就是您说的魂丹吗？王林看着林玄清手里黑乎乎的丹药问道。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将其扔到地上。化成普通老虎大小的黑猩虎立刻心领神会，伸出舌头将魂丹舔了舔，然后一口吞下。丁，宿主已经成功完成隐藏任务，坐骑培养，坐骑缰绳，猛兽类，星号1，终于完成了。林玄清打开预售功能，看到吞下魂丹后的黑猩虎潜力点提升了，名称黑猩虎，修为地级3阶，血脉闭眼黑虎，潜力3+1，优秀。变异否？原本黑猩虎的潜力只有3点，后面显示的是白色的普通。林玄清喂养魂丹后，黑猩虎的潜力来到了4点，并且进阶为了绿色优秀。系统，潜力点增加了，具体有什么作用？林玄清问道。丁，坐骑的潜力分为白色普通、绿色优秀、蓝色杰出、紫色卓越和金色超凡，这些等级对应了坐骑将来可能的修为上限。丁，例如白色普通最高只能成长到地级9阶。林玄清懂了，黑猩虎的潜力现在来到了绿色，日后应该就能超越地级了。不过这有必要吗？以后再抓一只更好的不就行了？丁，宿主想多了。丁，以目前宿主的财力买不起第2个坐骑栏位。林玄清往左边一滑，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样，第2个坐骑栏位开启要1000万名声值。不愧是你，奸商。丁，看来宿主对本系统有很大的误解。丁，本系统集成了预售、
签到等多种功能贵一些很正常。况且御兽的灵魂就是把一只弱小的灵兽培养到巅峰啊。提到签到功能，最近林玄清炼丹的这几天每天都在签到，他的修为也从5宗境来到了5军境。不过由于他经脉还没有完全修复的原因，越往后面签到增加的修为就越少，目前上限就是地境。另一件好事是，混元妖帝带着黑小虎和花小莲返回万妖之地后，林玄清的名声值很快就出现了逆转，原本稳定一现在变成了稳定+1，所以现在林玄清的名声值又接近10万了，距离主线任务名震北海的目标只剩下一步之遥。林玄清决定必须要趁热打铁，于是他再次重操旧业，取了一张白纸，准备约战北海大帝。熟悉的文字被林玄清写下：亲爱的北海大帝，您好，我是紫霄圣地。然而还是和之前那几次一样，才刚刚写几个字，就马上有人打断他的思路。没错，紫战天这个杀千刀的小子又来捣乱了。老祖，操！紫战天刚进太虚宫，林玄清直接绷不住了，圣地老祖的威严瞬间破功。但这一次无论如何，他也要将这信给送出去。徒儿，马上给为师再拿一张白纸来。马上！王林赶紧撤去林玄清刚刚写废了的纸张，重新在桌案上铺了一张崭新无垢的白纸。紫战天则是被林玄清突然的愤怒给吓到了，此刻站在大殿内，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此刻林玄清握紧狼毫笔，使出全身力气，在纸上写下6个大字：北海大帝。约吗？紫战天。林玄清将写好的约战信合上，然后直接扔给了紫战天。限你1日之内将此信送到北海地宫，交给北海大帝，否则本老祖就让你去砸一峰，和阴玄一起挑大粪。紫战天小心翼翼地捧着信笺，反复思考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对，让老祖如此盛怒。但他思来想去，无论怎样也想不明白。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将这封老祖写的信给送出去。紫战天虽然不敢看上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其内容恐怕涉及天机。为了不沦落到和阴玄一起挑大粪，他赶紧撕裂空间，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北海地宫。另一边，北海地宫华清池，北海大帝卸去铠甲，将盘起的头发放下，进入了浴场之中。自从上次龙神地宫遗迹与陈烨和李玉儿一战之后，他丹田的伤势一直在恶化。不过好在有林玄清送给他的名叫沐浴露和洗发水的超级灵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用这2件灵药恢复伤势。前辈说过，这洗发水和沐浴露一次只需要使用1点。北海大帝从洗发水瓶中挤出一小团在掌心之中，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让北海大帝心旷神怡。他涂抹在发丝之上，搓出不少的洁白泡沫。然后是沐浴露，虽然不及洗发水的香味那么浓烈，但却能使得他的身体滑滑的。原本被日月神火莲灼烧的死皮，在沐浴露的作用之下重新焕发生机。不愧是超越了地级的灵药，前辈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啊！北海大帝一边用华清池中的灵液洗涤着身子，一边想着林玄清的身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想起林玄清那一身白袍的背影时，总会让他的心跳加速的特别快。啊，前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到底在想什么啊？北海大帝意识到自己的脸红了，而且摸起来滚烫，像水烧开了一样。就在这时，正在看守华清池的北海大帝奴仆李坤突然传音进来：主人，紫霄圣地那边有信传到。紫霄圣地。听到这4个字的北海大帝内心突然一震，因为林前辈就是紫霄圣地的老祖啊！他赶紧擦干身子，穿上铠甲，将洗净的秀发重新盘起来。北海大帝恢复了男人的模样，来到了浴场之外。他的奴仆李坤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将信呈上。其实说是奴仆，那是因为北海大帝的修为太强了。这个李坤的修为是圣人境，比绝大多数2等势力的宗主都还要强不少。主人，此信是紫霄圣主紫战天亲自相送，说是紫霄老祖所写。紫霄老祖。此刻北海大帝的心脏突然扑通扑通狂跳，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笺，只见上面写着：北海大帝，约吗？约吗？北海大帝看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前辈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脸颊比刚才沐浴的时候还要红，比猴屁股都还要红上100倍。主人，您怎么了？跪在地上的李坤见北海大帝有些失态，疑惑问道。他赶紧恢复北海大帝的威严，将脸给绷住。紫霄圣主现在何处？紫霄圣主说他需要尽快复命，所以没有停留，已经走了。好了，我知道了。李坤，你先下去吧。是。等到李坤退下之后，北海大帝长舒一口气，白纸就好像珍宝一样被他捧在手中，然后他反复地观看上面的内容。首先，他肯定是要去的。不管怎么样，林前辈都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还给了他2件超越地级的灵药，用于恢复伤势。但问题就在于，他应该怎么去？是身着铠甲，以北海大帝这副姿态出现在紫霄圣地，还是以当初问神塔里面的女儿身与前辈相见？想来想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辈之所以这么写，应该也是想让我以女子的身份去见他吧。北海大帝这样想着，然后返回寝宫换衣裳去了。紫霞圣地太虚宫，林玄清坐在鎏金宝座上面，突然有些后悔让紫战天送的那么急了。上午的时候他上头了，那封信上连日期都没有写，而且紫战天走的时候，林玄清也忘记吩咐他将信送到北海地宫之后，一定要说清楚是约战。唉，搞不好还是要重新写一张。林玄清正这样想着，紫战天已经返回紫霄圣地了。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太虚宫复命，因为他堂堂圣主，
可不想被老祖安排到杂役峰那里去挑大粪。老祖，我已经将信笺送到了北海大帝心腹李坤手中。大殿中，紫战天跪在地上说道。林玄清摇了摇头，紫战天不解，为何信已按时送到，老祖好像还不满意呢？同一时间，紫霄圣地外此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北海大帝从里面出来。对于9阶地境的他来说，从北海地宫到紫霄圣地不过抬手的事，要不了多久。此刻的他紫衫如花，青丝如雪，如落尘的仙子一般，气质超群的立在玄逸峰的上空。这里就是紫霄圣地了吗？紫霄圣地虽然在北海天域中是10大圣地之一，但对于以前的北海大帝来说，基本上都不会正眼看一眼的。毕竟在紫霄老祖横空出世之前，紫霄圣地连个地境都没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紫霄圣地坐拥50多个地境，然后灭了7大世家，已经快与北海地宫齐名了。而且还有紫霄老祖这样的超级大能坐镇。他感叹之余，突然一道声音从玄逸峰内传出：天上何人，竟敢窥视我紫霄圣地？地境！北海大帝立刻就感知到，这道声音的主人是一位地境强者，虽然只有1阶。见天上的北海大帝没有回复，玄逸峰主秦力直接冲天而起。道友好胆！秦力催动自己1阶地境的修为，抽出腰间的圣级宝剑，对着北海大帝一剑劈出。苍穹之间瞬间风云变幻，剑气纵横，犹如陨星坠落。北海大帝见状，只是轻描淡写一挥手，秦力的擎天剑势就被化解了。秦力不可思议地看着北海大帝，如临大敌。道友的剑招气势虽强，但只停留在表面，并未做到剑随意动，随心所欲。北海大帝抽出自己腰间的长剑，对着苍穹之上一剑刺出。秦力看到北海大帝的剑招虽然气势不强，但剑气所到之处，似乎连法则都砍断了。这秦力看呆了。北海大帝将剑收回剑匣，然后说道：我见你也是剑修，一时兴起，所以指点1、2。秦力立刻对北海大帝拱手行礼：晚辈受教了。道友不必客气。秦力见北海大帝没有恶意，问道：不知前辈仙居何处？北海大帝淡淡回答道：北海地宫。秦力听到北海地宫4个字后愣了一下。北海地宫，天域之中第1大势力，由北海大帝创建。但其实北海地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势力，因为那只是北海大帝一个人的住所而已。不过天域都有北海大帝的帝号的命名，又有谁敢说北海地宫不是天域第1的势力？只是眼前这位来自北海地宫的气质超群的仙子是北海大帝的什么人？秦力猜测此人要么是北海帝妃，要么就是北海帝女。原来前辈来自北海地宫，不知道前今日驾临我紫霄圣地，所谓何事？秦力接着问道。北海大帝回答：我是来赴林前辈之约的。林前辈，您是来老祖邀请的？北海大帝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前辈您跟我来。说罢，秦力在前面引路，带着北海大帝往已经重建好的紫霄宝殿的方向而去。见圣主紫战天不在，秦力只好先将北海大帝安置在紫霄宝殿等候。然后他去了一趟太虚宫，把北海地宫来人的事情告诉了林玄清。林玄清听了之后大喜，这么快北海地宫就来人了？于是他赶紧骑上黑猩虎，第一时间去往紫霄宝殿。北海大帝安安静静地坐在紫霄宝殿内。在林玄清到来之前，他的内心极为忐忑。林玄清写的那句北海大帝约马一直浮现在他脑海之中。片刻过后，林玄清的身影出现了。他远远地看着，发现林玄清的模样竟然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年轻修士。他的小心脏瞬间狂跳。林前辈，这是为了见我故意变化了模样。林玄清则是看到北海地宫来人居然是北海大帝的老婆，他不会认错的。当初在龙神地宫遗迹的问神塔上，林玄清见过他。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丁，宿主，你要老婆不要？丁，检测到宿主触发了姻缘任务，宿主你的明白。林玄清看了看坐在位置上的北海大帝，说道：系统这个时候突然触发姻缘任务，不会是说的我和他吧？丁，不然呢？系统你没有搞错吧？这是北海大帝的老婆呀。林玄清说到这里恍然大悟，我懂了，我约战北海大帝，把北海大帝秒了，然后他就成寡妇了。你要让我娶她？丁，本系统很纯洁，想不到宿主居然好这一口。你别瞎说，我不是，我没有。林玄清一脸严肃地否认道。丁，姻缘任务已触发，与眼前的北海大帝战斗。任务目标：此任务需宿主和北海大帝交战，战斗的形式不限，地点不限。任务奖励：解锁道侣系统。失败惩罚：如果失败，宿主从此失去某种功能，达成终身不举成就。注意，此任务需宿主在7日之内完成。姻缘任务自动添加到林玄清的任务面板里面。林玄清看着这个任务描述，特别注意到了眼前的3个字。他看了看默默坐在茶案旁边的北海大帝，突然意识到，系统，你的意思是他就是北海大帝？丁，怎么样，宿主兴不兴奋？林玄清终于明白，难怪当初在问神塔里面，系统发布了一个保护他的任务。搞了半天，这都是系统的安排啊！林玄清缓缓走到北海大帝面前，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北海大帝看到林玄清来了，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低着头紧张地说道：前辈。林玄清看着北海大帝绯红的脸颊，心想，这北海大帝长得确实好看，可是他至少已经活了几10万岁了呀。虽然他的这副身体也是上万岁的老骨头。这就是终极黄昏恋吗？
林玄清不由自主地感叹了一句。北海大帝愣了愣，前辈，您说什么？没什么。此刻，两人安安静静地坐到椅子上。林玄清看着北海大帝，北海大帝也看着林玄清，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林玄清咳了一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上次送给你的洗发水和沐浴露用起来怎么样？很好用。北海大帝立刻回道，毕竟他用了这2件超级灵药之后，身上的伤势已经差不多快好了。林玄清闻到北海大帝头发上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清香，心想在玄幻世界中，对于女孩子来讲，洗发水这种东西就是降维打击。本座今日让紫战天那小子给你送了一封信，上面的内容你看了吧？林玄清决定赶紧说正事。前辈，我已经读了。听到林玄清提起那只有6个字的信笺，北海大帝的大脑马上开始发热。那你怎么看？邀约吗？约？北海大帝的大脑更热了。林玄清突然觉得这话说的有些不对劲，于是纠正道：是约战。林玄清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北海大帝的浑身好像被电流刺激了一下，瞬间就软了。此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和林玄清一起的不可描述的约战画面。你怎么了？没什么。北海大帝发现自己在林前辈面前太失态了，赶紧重新坐好。那你是答应了吧？林玄清追问道。北海大帝双手放在膝盖上，低头回复道：前辈，我还没有准备好。林玄清想起这个任务的时限是7天，说道：哦，没事，7日之内我都可以的。听到林前辈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决定不再推脱了。这几十万年来，他纵横天域，从无对手，因此从未有他看得上的难修，所以他也常常觉得这样的日子未免有些枯燥了一些。直到林前辈那可靠的背影出现，于是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他终于下定决心，是时候真正的做一个女人了。前辈，我没问题了，你同意了？听到北海大帝同意约战，林玄清心想，终于是保住了自己的那个功能，那就将约战的地点定在紫霄圣地如何？和北海大帝一战极为重要，林玄清打算主场作战，这样更保险一些。如果跑到北海地宫去打客场，万一有一些不要命的圣人境杀过来，他目前5军境的修为根本扛不住。北海大帝点头，同意了林玄清定下的地点，将来和林前辈一起就住在紫霄圣地也挺好的。那就说好了，在紫霄圣地一战。林玄清继续说道，到时候你不用有所保留，全力出手即可。听到这里，北海大帝突然觉得自己刚刚好像理解错了，于是问道：前辈，您的意思是要在紫霄圣地与我约战，指的是切磋打一场的意思？林玄清奇怪地看着他，说道：不然呢？他这才发现自己想污了，顿时羞愧无比，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林玄清心想，虽然约战的形式不限，但我也不会炼丹炼气这种东西啊。不过这样一来，北海大帝就改变主意了，因为战斗的话，他有自知自明，肯定打不过林前辈，所以他想要拒绝。前辈，这样的话还是算了吧，您修为通天，我不是您的对手。不行！林玄清一巴掌拍到茶案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前辈，北海大帝看着突然激动的林玄清，下意识地向后缩了一下。本座的意思是，这次切磋你不必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林玄清发现自己急了，赶紧平复了一下心境，重新控制了表情。这样吧，本座到时候让你3招，3招之内，你若能伤到我丝毫，就算你赢，如何？这个提议，北海大帝同意了。那前辈，你一定不能出手哦。自从在问神塔见过林玄清秒杀陈琰和李月儿之后，他总有一种感觉，如果和前辈切磋的话，一定不能让前辈出手。没问题，不过要说好，3招之后若没有伤到本座，就算我赢。林玄清得把规矩说清楚，免得系统到时候不判定是他赢了。北海大帝点头，认可了林玄清的规则。那就这么定了。3日之后，你我紫霄峰上一战。北海大帝对林玄清行礼道，到时候还请前辈多多指教。一切都定好之后，北海大帝离开了紫霄圣地。林玄清有些兴奋，因为他终于要完成名震北海这个任务了。于是他叫来了紫战天，对紫战天吩咐道：战天，3日之后，我与北海大帝在紫霄峰上约战，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事传遍北海天域，明白吗？是。紫战天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后，想都没想，直接太一峰上面敲响了雷鸣圣钟，召集了所有的长老。峰主和长老们听到后全都沸腾了，老祖才刚刚灭掉7大世家，现在就直接越过3大神教，要对北海地宫出手了吗？不愧是老祖啊！于是他们按照紫战天的指示，迅速去到了紫霄圣地下辖的数十个2等势力。这些2等势力得知此消息后，又不断派人去3等、4等势力传播。1日之内，北海天域大大小小所有势力都得知了紫霄老祖要在紫霄峰约战北海大帝一事。无数修士都在猜测，3日之后的天域会不会改名叫紫霄天域？另一边，遥远的一座仙山之上，月神教和阳神教的第4代教主刚刚也得知了林玄清约战北海大帝一事。在他们身后，33位气息极为强大的老者，如同雕像一般矗立着。他们之中，只有4位身穿月神教和阳神教的服饰，另外29位全部身着黑袍。诸位老祖，紫霄老祖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了。月神教第4代教主李清凡跪在地上，有些担忧。在他面前的33位之中，一位身穿月神教服饰的老者缓缓开口说道：既如此，清凡，你去紫霄圣地一趟吧。是。李清凡领命。然后在他旁边的阳神教4代教主陈军说道：
陈衍和李玉儿两位老教主魂种灭掉的原因已经查出来了。刚才那位月神教服侍老者旁边的阳神教老祖听到这话后，立刻问道：“是谁？到底是谁杀了眼儿和月儿？”当初龙神地宫遗迹问世时，他们曾经测算过北海大帝也会进入其中，但测算的结果是北海大帝被杀，陈衍和李玉儿会将龙神遗骸和龙神大帝的传承带出来。可事实却恰恰相反，龙神地宫遗迹中出现了搅局者。暗哨已经确认，两位老教主的死的确是紫霄老祖所为。陈军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果然是他。”一位黑袍老者开口说道：“此人命格极为特殊，当初本帝曾经测算过他，发现他只是一个凡人。然而最近几次测算后发现，他的修为飘忽不定，居然有时是武灵，有时却又是武宗。”另一位黑袍老祖说道：“看来紫霄老祖此人已经发现了我等在测算他，所以才故意变换修为戏弄我等。”那位阳神教服侍的老者怒道：“此人根本就是挑衅我等，难道他以为能灭掉7大世家就能无敌于天域？”陈军，弟子在。3日之后，紫霄老祖与北海大帝一战，你与李清凡前去观战。待到紫霄老祖疲软，北海大帝落败后，你捏碎空间玉简，本帝自会出现。是。陈军拿到空间玉简后，与李清凡一起离开了这座仙山。等他们两人走后，33位老者之中，最中间的那位黑袍老者发出最古朴的声音：“如今龙神遗骸和7色宝葫芦都已经在紫霄老祖的手里，药神窖藏着的那颗鸿蒙道丹，有哪位愿意去取？”刚刚说过话的月神教服侍老者站了出来，对黑袍老者拱手说道：“此丹就由我去取吧。”黑袍老者微微点头：“药神教的第1代教主如果还活着，修为与你相差无几，你若要去，需谨慎一些。”弟子明白。说罢，月神教服侍的老者撕裂空间，立刻赶往了药神教。他离开以后，黑袍老者沉声说道：“天域已变，我们不能再等了。”紫霄圣地，紫霄峰，此时距离与北海大帝的约战10日，只差1个时辰左右。为了亲眼一观这天域盛世，各大势力的宗主都亲自赶来了紫霄圣地。10大圣地中剩下的那6个圣地的圣主老祖还有圣主们，此时也都在紫霄峰现身。想不到啊，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恐怖到这种地步，居然直接约战了北海大帝。无极圣地老祖赵无极立于长空之中，长叹一声：“7大世家都被灭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罢了。”在他身旁的有缥缈圣地老祖苏相欢、瑶池圣地老祖上官荣和一元圣地老祖周九龄。周九龄摇了摇头：“人比人，气死人啊！现在就连紫战天那个小娃娃都成了2阶地境。4人一想起他们苟了上万载，才勉勉强强突破到了1阶地境。本来是他们正春风得意的时候，结果紫霄圣地、紫战天一个后生仔都超过了他们，他们心里自然一点都不平衡。最关键的是，紫霄圣地除了紫战天之外，还有48个地境大能，这找谁说理去？不过他们还不是最惨的，另外的空明圣地老祖和灵庙圣地老祖才倒霉，他们现在都还是圣人境巅峰，到了紫霄圣地连头都抬不起来。哈哈，诸位圣地前辈都来了，本圣主有失远迎啊！紫战天和林玄清学的身着一身白衣，嬉皮笑脸的踏空而来。几位圣地老祖见状，连忙拱手行礼，见过紫霄圣主。紫霄圣主如今的修为已经超过我等，应该是我等叫前辈才对。无妨无妨。紫战天一脸臭屁：“诸位前辈，我已安排好极佳的观战位置，大家就赶紧落座吧。”紫战天亲自在前面引路，带着赵无极等人落到紫霄峰上，其他观战的势力由各位峰主带引。当然，在李清凡和陈军两人也悄悄混入在了其中。太虚宫内，此时的林玄清正在筹划如何出场才最帅。毕竟这一战的对手是北海天域目前的最强者，各大势力都来观战，装逼如果完美的话，名声值绝对暴涨。黑猩虎，此次本座与北海大帝一战，出场时你懂的吧？林玄清给了黑猩虎一个眼神，他马上就懂了。主人，没问题，您就看我的吧。当初龙神大帝问鼎天域时，其中有1半的逼格都是我撑着的。林玄清点了点头，说道：“那本座就放心了。”另一边，紫霄峰上诸多势力已经全部落座，此时他们静静地等待北海大帝降临紫霄圣地。上一次有人挑战北海大帝，还是5万年前的青云剑圣吧？观战席内，无极圣地老祖赵无极开口说道：“那也算挑战。”一元圣地老祖周九龄不屑道：“青云剑圣虽然被称之为北海天域第一天才，300岁就入地境，但当年也只是1阶地境而已。而北海大帝的修为早已站在天域之巅，当初出手不过是顺便指点了青云剑圣3招罢了。”瑶池圣地老祖上官荣点了点头，此次北海大帝与紫霄老祖一战，也是3招之约，依诸位看来，结果会如何？应该没有悬念吧？周九龄说道：“紫霄老祖灭掉了7大世家，但7大世家的家主也才3阶地境巅峰而已。根据最近几战的分析，紫霄老祖的修为可能在7阶左右，应该不到9阶。所以紫霄老祖这一战最终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最多只是比当年的青云剑圣场面好一点罢了。”赵无极点头说道：“九龄兄所言甚是。”放屁！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声音传出。几位老祖一看，说这话的人是一位陌生面孔的修士。没错，此人就是混在人群之中的李清凡。尔等可知，7大世家有9阶祖魂庇佑。9阶祖魂？几位圣地老祖面面相觑，然后仔细观察了一番李清凡。地境强者。赵无极等人内心一惊，
如今七大世家已灭，能够出现在紫霄圣地的地境强者，除了北海地宫以外，只可能是三大神教。原来是来自神教的前辈。赵无极三人同时给李清凡行礼。李清凡并不掩饰自己来自月神教，因为他之所以站出来，就是因为想等紫霄老祖此战结束后，利用这些异阶地境的圣地老祖去寻找龙神遗骸。毕竟紫霄圣地现在地境众多，一旦真正的大战开启，他和陈军可能无暇分身。前辈，您说的九阶祖魂庇佑是什么意思？上官荣问道。李清凡回答道：你们不知道其实也很正常，毕竟当初10大圣地的创建者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7大世家其实又被称为远古七族。远古七族？没错。李清凡继续说道，远古时代这7个家族就已经存在了，而他们的每一位族长修为必定是9阶地境巅峰，实力不亚于现在的北海大帝。只不过后来7大世家没落，这7位族长不得已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到7大世家的祖祠之中，所以表面上7大世家的最高战力只是3阶地境，但实际围攻紫霄圣地的那一战，7大世家迫不得已召唤了这7位的灵魂。虽然他们失去肉身，实力不及巅峰，但毕竟都是9阶，而且一共是7人。可即便如此，紫霄老祖依旧将其一一击破。因此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必定是9阶地境巅峰，而且很可能已经半只脚迈入了求道境。半步求道境，李清凡一番话完全颠覆了赵无极等人的认知。7大世家的这些秘辛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前辈，您的意思是此战胜负难料？不是，北海大帝会败，但紫霄老祖也不会是胜者。说到这里，李清凡突然停住，然后悄悄传音赵无极等人：你们知道本座是谁吗？本座乃月神教4代教主，此战结束后尔等需要。什么？几人一听，满脸震惊之色。前辈，您没开玩笑吧？此事容我等拒绝。李清凡冷笑道：你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方才说话之时，本座已在尔等体内种下了噬心种。你们都是地境，应该听说过噬心种吧？赵无极等人面露苦涩。噬心种他们当然听过，那是一种类似于蛊虫的秘法，一旦种下就无法取出，除非修为远高于施法者。而噬心种若是爆发，4阶地境以下必死无疑。尔等修炼不易，应该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吧？赵无极等人被李清凡牢牢拿捏，只好暂时应下，到时候看情况再行动。我们明白了。很好。李清凡满意的点头，然后和众人一起望向苍穹，等待北海大帝的出现。此刻天际之边，空间裂缝出现，各大势力的修士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突然开启的空间裂缝，期待着北海大帝的出现。是地狱，好强大的地狱！所有修士都感受到了，空间裂缝中的那人还没有出现，就散发出了强大的地狱。北海大帝要来了吗？只见一位身穿青衫的中年男修，脚踏一柄巨剑从里面出现。是北海大帝？不对，此人不是北海大帝。青衫男修如同流光一般降临到紫霄峰，脚下的那柄巨剑直接将旁边一座圣峰的山头削掉。哈哈哈！想不到5万年过去了，竟然又有人挑战北海大帝。他俯视着下面的紫战天，说道：此等盛会，在下不请自来，紫霄圣主不会怪罪吧？紫战天极为警惕地抬头看着他，因为他发现这位青衫男修的修为竟然远高于他。此人是谁？不少观战的修士都发出了这个疑惑。就在这时，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从紫霄宝殿中出现。此人就是5万年前挑战过北海大帝的青云剑圣。青云剑圣，他就是青云剑圣。5万年前，青云剑圣横空出世，在北海大帝手下走了3招，名声大噪。只不过，对于今日前来观战的几乎所有修士来说，这都只是一个传说。5万年的岁月，当初那些观战的那一批修士早已作化，只有像烈阳老祖和苏晴雪这样的地境大能，才能熬过这漫长的时间。想不到，此人就是传闻中的青云剑圣。赵无极喃喃自语：5万年过去了，他的修为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了？青云剑圣傲立于紫霄峰上，大笑道：想不到我青云子的虚名还有这么多人记得。说罢，他将巨剑收到腰间，然后落到紫战天的身前。烈阳老祖赶紧挡在紫战天的前面，警惕着青云剑圣，道：青云子，你来做什么？青云剑圣看着烈阳老祖，笑道：烈阳，想不到这5万年过去，你居然都到了5阶地境的修为。然后他又看了看另一边的苏晴雪，苏仙子也入了4阶地境，可喜可贺呀。青云子，你到底要干什么？烈阳老祖厉声道：今日是林前辈与北海大帝之间的巅峰一战，他和苏晴雪2人负责秩序的维护，自然不希望看到青云剑圣这样的强者捣乱。因为烈阳老祖发现，已经5阶地境的他都看不透青云剑圣的真实修为。青云前辈，如果你是来观战的话，请先入座吧。紫战天不卑不亢对青云剑圣说道。谁知青云剑圣根本不理会紫战天这个紫霄圣主，而是直接对众人说道：我青云子以剑入道，正道大帝，被世人尊称为剑圣，自以为剑道通神，不可一世。当初我天真的认为，如果只比对于剑道的领悟，整个天域将无人与我能比。然而5万年前，北海大帝压制境界与我一战，只用了3记剑招就把我这个公认的剑圣打败。青云子手指比了个3招，仅仅3招，对于当时不可一世的我来说，简直是毁灭的打击。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找到了一条新的路。说到这里，青云子从乾坤袋中再取出一把黑色的短剑。紫战天等人一看，便知道这把剑是地宝。此剑名为乌羽神剑，乃是一剑7阶地宝。我腰上这把剑名为凌风巨剑，可媲美3阶地宝。
这5万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练习这2把剑。青云子抚摸着乌羽神剑，终于在1000年前将双手剑道练到巅峰。所以今日我特意来此，就是要向世人证明，我青云子将重拾剑圣之名。说罢，青云子8阶地境的修为尽数显现，双手握剑，天地风云色变。一直沉默着的陈军看着气息尽显的青云剑圣，终于开口道：“8阶地境巅峰，青云剑圣只差一步就步入9阶地境了。”此刻，只见青云子对着整个紫霄圣地宣布道：“我以剑圣之名，将先战紫霄老祖，再战北海大帝。”青云子此言一出，全场炸裂。什么？青云剑圣要挑战紫霄老祖，同时还要挑战北海大帝？好狂的青云剑圣！众人议论纷纷，心想今日观战可以大饱眼福了。5万年的时间，青云剑圣练成双手剑，并且从1阶地境的修为增长到8阶，应该能够和北海大帝堂堂正正的一战了吧？陈军和李清凡则是看出青云剑圣这样做，应该是想一鼓作气突破到9阶地境。搅局者出现了！李清凡看着意气风发的青云剑圣，略微有些兴奋。虽然他知道以青云剑圣的实力，几乎是必败给紫霄老祖的，但是多一个搅局者就能多消耗紫霄老祖几分。到时候他捏碎空间御剑，老祖降临时胜算才更大。此刻，青云子双手持剑，对着太虚宫的方向大喝一声：“紫霄老祖何在？”这一声震天裂地，浩瀚的气势如同汪洋一般。正准备骑着黑星虎出场的林玄清突然听到了这句叫喊，愣了一下。这种感觉怎么有些似曾相识？谁在外面装逼？林玄清说完这句话，骑着黑星虎就出了太虚宫。黑星虎为了将林玄清的逼格拉满，将自己的双翅张开到最大，足以遮天蔽日的那种。然后黑星虎每飞一段距离都释放出强大的地域。然而现在紫霄峰上众多修士的注意力全都在青云子的身上。青云子8阶地境修为尽显，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地运比黑星虎多的不是一星半点。好在紫战天、烈阳老祖还有苏清雪3人见到林玄清出现后，立刻带着圣地48位地境上前跪拜，弟子拜见老祖。一共51位地境，同时林玄清行弟子礼，这场面终于是帮林玄清找回了一些逼格。诸多围观的修士这才反应过来，是紫霄老祖来了。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范围民生值传播，民生值持续加1中。听见系统的声音出现，林玄清还是比较满意自己的这次出场的。不过还没等林玄清维持这种状态多久，青云子直接用乌羽神剑指着他说道：“紫霄老祖，可敢与我一战？”众人的目光再次汇聚到青云子的身上。林玄清冷漠地看着他，心想：你某某谁啊？居然故意挡在本老祖面前装逼。青云子见林玄清不说话，以为林玄清不敢应战，便将另一把凌风巨剑收起来。紫霄老祖，你若不敢战，我只用单手剑如何？见林玄清还是不说话，青云子索性说道：“3招，我亦只需3招。你若接下我3剑，就算我输，如何？”青云子自信自己的剑道已经登峰造极，哪怕只用单手剑也能击败紫霄老祖。等胜了紫霄老祖之后，再用双手剑战北海大帝。听了青云子这么多逼话，林玄清此刻已经忍无可忍。你的剑很强。青云子微微一愣，林玄清淡淡道：“本座杀你只需1剑。”1剑？青云剑圣以为自己听错了，紫霄老祖居然说自己1剑就能杀他，这对于号称剑圣的他来说简直就是笑话。他自认为这5万年过去，他的剑道天域之中除了北海大帝之外，已无人能够匹敌。此刻青云剑圣看着林玄清，提剑嘲笑道：“紫霄老祖，你腰上连佩剑都没有一把，如何1剑杀我？”林玄清淡漠道：“杀你何须用本座自己的剑？”青云剑圣正在疑惑，林玄清已经在询问系统匹配特效了。系统，这一次我要指定剑来特效，你懂的。丁，本系统已经扣除1000点民生值，出招口令剑来已经匹配成功。很好，对于剑修来说，1声剑来绝对足够装逼了。指定特效成功，林玄清凝视着青云剑圣，满眼都是即将蹭蹭上涨的民生值。可惜，林玄清双手一摊，惋惜说道。青云剑圣皱眉道：“紫霄老祖，你什么意思？”林玄清突然将右掌的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然后指向青云剑圣，他大喊一声：“剑来！”霎时间，紫霄圣地范围内，无论是峰主、长老，还是前来观战的各大势力的修士，腰间的佩剑全部瞬间出鞘，一波又一波飞剑，如同汪洋一般遮天蔽日向林玄清飞来，然后朝着他手指的方向震杀青云剑圣。这一刻，青云剑圣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剑圣称号是假的，因为他发现，当紫霄老祖喊出剑来之后，连他自己手上的乌羽神剑和凌风巨剑都飞了过去，那可是跟随了他数万年的2件地宝啊，怎么会如此跑向紫霄老祖手中，倒戈一击啊！青云剑圣的惨叫响彻在天地之间，他来不及逃跑，整个人就直接被一把又一把的飞剑砸成了筛子。青云剑圣足！紫霄峰上围观的吃瓜修士们全部都惊呆了。青云剑圣出场时，这妖牛奔哄哄的，就这么被紫霄老祖点菜了。说好的先战紫霄老祖，再战北海大帝呢？说好的重拾剑圣威名呢？怎么现在看起来好像紫霄老祖才是剑圣啊？喂，紫霄老祖恐怖如斯！赵无极几人都是地境，比那些2等、3等势力来的圣人境、五军境更能明白紫霄老祖的强大。刚刚那声剑来是什么等级的功法？周九龄也是剑修，刚才他腰上的圣级灵剑突然不受他的控制飞走，让他极为震撼。最关键的是，紫霄老祖这一声剑来，万剑归宗，
对于剑修来说也太拉风了吧？保守估计应该是地级9阶的巅峰功法。李清凡皱眉道：“看来紫霄老祖的真实修为应该已经超过了半步求道境。”陈军传音过来：“半步求道境之上吗？”李清凡握紧了手中的空间玉简，居然和诸位老祖的修为一样，我们还是太小看紫霄老祖了。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高质量范围名声值传播，名声值持续+2中。秒杀青云剑圣后，林玄清的名声值持续上涨，很快就超过了支付的1000点。涨停之后，林玄清的总名声值已经无限接近10万，只差最后与北海大帝一战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林玄清正在想北海大帝，北海大帝就来了。紫霄峰上空，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被撕开，身穿红色铠甲的北海大帝骑着一只烈焰环绕的灵兽从中穿梭而来。他扮回男人模样，腰上配着一把地级长剑，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王霸之气。紫晓峰落座的修士们，无论是赵无极这样的地境大能，还是一些圣人、武君，此刻都有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欲望。北海大帝来了！众修士惊呼，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他一人身上。林玄清望着他的一举一动，发现他出场的逼格实在是太高了。就说他坐下的那头坐骑，出场时都是自带地狱火皮肤特效的。林玄清拍了拍黑心虎的屁股，说道：“检讨一下自己，懂？”黑心虎委屈地低下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换个拉风的皮肤啊。主人，北海大帝骑着的灵兽是赤焰龙马，天生都带火的。万众瞩目之下，北海大帝逐渐靠近林玄清，越来越近。这场巅峰之战的话题度也在这个时候被拉满。北海大帝5万年前将青云剑圣打得怀疑人生练双手剑，5万年后双手剑大成的青云剑圣又直接被紫霄老祖秒了。你们说此战谁能胜？应该是紫霄老祖吧？不，我觉得是北海大帝。修士们拿着青云剑圣做对比，一时间众说纷纭。就在这时，紫霄圣主紫战天宣布道：今日北海大帝挑战本圣地老祖，以3招为约，3招之内北海大帝若伤到老祖，就算北海大帝胜。什么？紫战天的这短短的2句话才算是真正让全场炸裂。在这场巅峰对决开始之前，所有人都以为3招之约是北海大帝让紫霄老祖，怎么现在反过来了？于是又圣人境修士问到紫战天：紫霄圣主，你没有开玩笑吧？紫战天嘿嘿一笑，一脸臭屁的说道：你觉得呢？这一刻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刚刚青云剑圣的死不是因为他太菜，而是紫霄老祖太强。苍穹之上，北海大帝驾着赤焰龙马来到林玄清面前，内心极为忐忑。前辈说好的3招，你一定不能出手哦。他必须再和林玄清确认一次，因为刚才他其实在空间裂缝偷偷观战了林玄清和青云剑圣的一战。事实上，青云剑圣闭关练了5万年的剑，本来是不知道今日他要和林玄清一战的，是他偷偷派人到青云剑圣闭关的地方散布了消息。已经8阶地境的青云剑圣一听到紫霄老祖横空出世，马上就来了劲儿，嚷嚷着要用紫霄老祖魔力剑道。结果来了紫霄圣地后就被林玄清给捅了。有青云剑圣这个愣头青开路，他确认了自己绝不可能在前辈手下走一个回合。林玄清回答道：放心吧，你尽管出手，本座就在此地，不会走动。北海大帝点了点头，然后一路狂退，直接退到了他出来时的空间裂缝那里去。紫霄峰上看到这一幕的众多修士都有点懵逼，北海大帝这是在干什么？怎么都还没开始打就准备回去了？其实北海大帝只是想更靠近空间甬道，这样更有安全感而已。此刻他吞咽着口水，紧张地看着林玄清，说道：前辈，我要动了。林玄清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尽管来吧，我没事的。好的。北海大帝取下腰上的佩剑，蓄势待发。下面观战的众修士知道北海大帝要出手了，全部都屏住了呼吸。天域第一强者出手，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场面？万众期待之下，北海大帝一剑挥出，强大的剑势铺天盖地向林玄清袭来，周围的法则都被完全斩断。飒！望着天上这恐怖的剑势，李清凡和陈军2人暗喜。他们2个都是7阶地境，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剑下去，即便是青云剑圣还活着，估计也接不住。这么看来，北海大帝与紫霄老祖之间的差距不大，北海大帝应该也是半步求道境左右。陈军暗暗想着，心想这一次的任务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了。紫霄老祖注定和北海大帝2败俱伤。然而这一剑的最终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北海大帝生生斩断法则的一剑，居然没有对紫霄老祖造成任何伤害。此刻林玄清依旧悠哉地坐在黑心虎的背上。丁，恭喜宿主装逼一次，名声值略有增加，名声值加500。哦，来了，名声值开始刷起来了。黑心虎背上，林玄清听到系统的声音后变得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对着远处的北海大帝说道：北海大帝，快再来一发。听到这句话，北海大帝的头脑突然开始发热，头盔下面藏着的脸颊变得红润起来。前辈，那我再来喽。说罢，北海大帝这次改为双手持剑，一招黄龙剑势杀出。霎时间，天地之间出现一条黄色的巨龙，翻江倒海一般奔向林玄清。巨大的咆哮声蕴含着无上地狱，响彻整座紫霄圣地。其实第一剑只是北海大帝的普通一剑，5万年前他压制修为只叫青云剑圣时就是用的普通一剑，现在的这双手黄龙剑势是他的认真一剑，也是他几乎不会使用的杀招。自从他称霸天域以来，也只有龙神地宫遗迹那次
在问神塔中与服用了通天玄丹的陈琰和李月儿用过黄龙剑士。这一幕，李清凡和陈军也看懂了。遥望着那恐怖的黄龙剑士，李清凡笑道：“看来北海大帝的第一剑只是试探，这一剑才是真正的杀招啊！”陈军点头，这一剑下去，紫霄老祖若还是硬接的话，非死即伤。其余的修士，哪怕是赵无极这样的一阶地境老祖，全部都在黄龙剑士那恐怖的威压下面瑟瑟发抖。这一剑应该就能分出胜负了吧？然而事实又和他们想象中的完全相反。那条气势汹汹的黄龙在临近紫霄老祖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那恐怖的威压瞬间消失，把紫霄峰上所有人都看傻了。刚才紫霄老祖应该还是没有出手吧？如此强大的剑招，怎么突然就消失了？难道是北海大帝收手了？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众多修士的脑海之中。李清凡和陈军两位教主也是一样看不懂，黄龙剑士消失了，紫霄老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敢确信，刚才北海大帝绝对是没有收招的。那么就只有一个结果，紫霄老祖身上有鸿蒙道宝。鸿蒙道宝，绝对是鸿蒙道宝！李清凡突然兴奋道：“如果没有鸿蒙道宝，刚才那一剑，紫霄老祖绝对不可能毫发无伤，绝对！”陈军，快通知老祖们，紫霄圣地有鸿蒙道宝现世！陈军立刻打开一条空间甬道，将紫霄圣地目前的信息尽数传到那座仙山之上。仙山之上，那30多位亘古大帝收到陈军这条消息的瞬间，天地色变。鸿蒙道宝，娟儿说紫霄老祖手里有鸿蒙道宝。10几道古朴的声音同时开口，兴奋的表情让脸上苍老的皱纹全部挤在一起。难道是七色宝葫芦已经被紫霄老祖激活了？不，应该不是。最中间那位看上去最为神秘而古朴的黑袍大帝摇头道：“七色宝葫芦现在只有4阶，即便是用远古血脉催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鸿蒙道宝。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紫霄圣地中还有其他鸿蒙道宝。”这一刻，这些亘古大帝完全按捺不住了。其中最靠左的一位黑袍大帝取下脸上的面罩，露出猩红的左眼。诸位，就让我来看一看吧，紫霄老祖手里到底有什么鸿蒙道宝吧。众位黑袍大帝将目光投向他，因为他的左眼可以窥探天机。只不过他每次窥探天机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他那猩红的左眼里一共有3个黑点，每窥探一次天机，其中一个黑点的颜色都会变得暗淡一些。如果是超越天道规则的天机，例如现在要窥探鸿蒙道宝，一旦看到黑点就会立刻消失。也就是说，他的左眼一共只能看到3件鸿蒙道宝而已。此刻，他催动自己半步求道境的修为，沉声道：“天机万花眼，开！”这一瞬间，他的目光跨越一切法则，准确地看到了亡灵身上的那颗天逆珠子。他的天机万花眼立刻少了一个黑点，眼角开始淌血。神阶，你看到了什么？最中间的那位黑袍大帝问道。是一颗黑色的珠子，在紫霄圣地的太虚宫中。此时的亡灵正在打扫太虚宫的卫生，他的目光也随着亡灵一起移动。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亡灵身旁的一口奇怪的铁锅，还有一把菜刀和一张案板。啊！突然，他发出极为痛苦的叫喊，然后那只猩红的天机万花眼直接瞎了。神阶，你又看到什么了？窥探天机的神机大帝用手紧紧捂住左眼，眼眶中的血液如同江河决堤一般滚滚流落。然后他拖着虚弱的身躯说道：“诸位，我在太虚宫内又看到了3件鸿蒙道宝。”你说什么？众位黑袍大帝听到这句话后大惊。3件鸿蒙道宝，神机，你确定没有看错？神机大帝用秘法止住了鲜血，缓缓说道：“不会，我的天机万花眼不会看错的。刚才我看得很清楚，在紫霄圣地的太虚宫内，除了那颗黑色珠子外，还有一口奇怪的锅、一把菜刀和一个案板。3件看似普通的灵宝，居然全都是鸿蒙道宝。”听到神机大帝如此肯定，不少黑袍大帝都沉默了。也就是说，紫霄圣地里面现在一共有4件鸿蒙道宝，如果再加上7色宝葫芦的话，区紫霄圣地居然齐聚了11件鸿蒙道宝。看来我们都小看他了呀。正中央的黑袍大帝说道：“以天域为棋盘，紫霄老祖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现在看来，紫霄老祖与北海大帝约战，应该是故意作饵，想引我等上钩。地主，你是说？”众位黑袍大帝仔细一想，发现紫霄老祖约战北海大帝一事，时间上确实太巧了。紫霄老祖先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龙神遗骸，紧接着就灭掉了7大世家，取得7色宝葫芦，每一步都走在了他们的前面。这时候突然约战北海大帝，显然是想借此吸引他们前去夺龙神遗骸和7色宝葫芦。原来如此，紫霄老祖是目标是我们。他们恍然大悟，想清楚了这前后的因果逻辑，然后所有人都将目光汇聚到最中间的黑袍大帝身上。地主，紫霄老祖既然敢用约战北海大帝做局，那紫霄圣地之中必然存在陷阱。那我们无妨。最中间的黑袍大帝轻笑道：“即便是局，又能如何？我等屏蔽天机，隐匿了无数纪元，紫霄老祖定然想不到，他的对手其实不止一人。北海天域天道有缺，紫霄老祖修为再高，也不过和我们一样，只是半步求道境而已。就算他在半步求道境上走得更远，难道能敌得过我们33位之和？紫霄老祖已经设下陷阱等我们上钩，那我们就如他所愿，倾巢出动。到时候我倒要看看，就算他手握数件鸿蒙道宝，又能怎样？”听到这里，所有大帝都明白了，单挑或许有点虚，但群殴肯定可以。既然紫霄老祖想干，那就他奶奶的腿的，直接一鼓作气全部冲了。
不过神机大帝还是有些担忧，地主，我们与紫霄老祖交手，势必会暴露气息，万一被这残缺的天道察觉，就不好办了。神机不必担忧，我等只需要迅速夺得鸿蒙道宝，即便天道出手，那也已经晚了。当年的龙神大帝以七色彩莲脱胎换骨，硬汉天道天劫飞升，如今我们等待数千万年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们又有何惧？神机大帝听了，仔细想了一下，确实是这个道理。他们30多个半步求道境围攻紫霄老祖的话，估计紫霄老祖很快就会落败。到时候，就算天道找到了他们这群老不死的，紫霄圣地的鸿蒙道宝也已经被他们夺得了。所以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天机万花眼虽然瞎了，但获得的情报血赚值了。于是，在正中央的那位被称之为地主的黑袍大帝一声令下，除了之前赶去药神教的那一位不在之外，其余32位亘古大帝全部向着紫霄圣地的方向进发。另一边，北海大帝和林玄清之间的比试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北海大帝认真一剑挥出被无效之后，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短时间内完成第2次装逼，名声值显着增加，名声值加2000。这一刻，林玄清看到他的名声值面板上只差最后1000多的名声值就满10万了。快，北海，赶紧再来一发！林玄清太兴奋了，因为名震北海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修炼了。虽然他现在已经5军了，但经脉还没有完全修复，修为上涨空间很小。只要修为1天没有涨到大帝，他这个秒杀大帝的能力始终是有缺陷的。比方说，他某一天出门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个圣人境巅峰偷袭，那他必然是瞬间暴毙，毫无安全感可言。所以林玄清绝对不能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漏洞存在。大帝之下我帝境，大帝之上我开挂，这才是真正的无敌啊！来吧，北海，快，赶紧再捅我一发！林玄清如此强烈的要求北海大帝再来一剑，北海大帝都怀疑林前辈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比如受虐倾向什么的。但既然是林前辈的要求，他必然会全力以赴。北海大帝一剑起手，有一汪一望无际的大海倒悬在苍穹之上。紫霄峰上，苏晴雪和烈阳老祖2人立刻传音紫战天：圣主，快开启护山大阵！这一刻，紫战天和圣地全部48位帝境撑起一道巨大的光幕，将观战的修士们全部围在里面。他们这才意识到，北海大帝这一剑若没有这些紫霄圣地的帝境撑起护山大阵，仅仅只是余威就能秒杀帝境之下的所有人。北海大帝此剑只从天上来啊！周九龄看着北海大帝即将杀出的这一剑，同为剑修，他竟然看入迷了。据说北海大帝正到帝境时，北边天生异象，就是这倒挂苍穹的阵势汪洋，所以他才帝号北海啊。今日有幸的见这惊天一剑，对于我等来说是天大的机缘。无论是帝境还是圣人境，亦或是五军境，他们远远地望着天边悬挂的汪洋大海，每个人都能悟到一些东西。林前辈，此剑已是我的极限了。北海大帝一剑刺出，那天边倒悬的海洋和天一起坠落了下来。好恐怖的剑势！即便是7阶帝境的李清凡和陈军，当他们看到北海大帝这一剑后，觉得如果对面是自己，估计直接就会被秒杀。紫霄老祖这次应该要被逼出手了吧？所有人都这样想着，所有人都这样期待着。然而所有人都看到紫霄老祖还是和前面2剑一样，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不过林玄清坐下的黑心虎此时倒是在瑟瑟发抖，因为在他眼中，北海大帝这一剑威力已经媲美当初龙神大帝飞升之前的全力一击。面对犹如天塌的一剑，黑心虎恐惧道：主人，您真的不出手吗？林玄清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淡淡说道：小场面，莫慌。黑心虎虽然知道自己主人的修为应该在北海大帝之上，但挡都不挡一下，这也太狂了吧。于是他紧闭双眼，听天由命。而林玄清则是另外一个风，他此时已经张开怀抱，准备拥抱这广阔的大海，还有即将涨满的10万点名声值。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北海大帝和林玄清之间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这裂缝正好挡在北海大帝剑士的必经之路上。然后一位气息丝毫不弱于北海大帝的阳神教服饰的老者出现，他催动修为，掌心中好像无底洞一样，将北海大帝的擎天剑势全部吸收进去，一切戛然而止，天地间所有惊涛骇浪瞬间平静下来。此人是谁？竟然横插一脚，不费吹灰之力就接住了北海大帝的剑势。紫霄峰上观战的修士们既诧异又震惊，而陈军见到这一幕后，则是内心狂喜，因为突然出现的这位是那仙山上33位亘古大帝之一，而且是他阳神教的老祖之一。你是何人？北海大帝握紧长剑，略微有些紧张地看着他，因为他发现这位突然出现的老者的修为似乎还要在他之上，而且这老者身着阳神教的服饰，但他并不记得阳神教中有着1号人物。听到北海大帝的询问，老者突然笑了一声：呵呵，张道友，你连老夫都不记得了吗？北海大帝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这老者的模样确实有些眼熟。你是阳神教的第1代教主？他震惊道。可是你不是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作画了吗？在北海大帝的记忆中，上古时期天域之中只有2大神教，药神教是龙神大帝飞升之后才出现的，其古老程度远不如这2大神教。眼前的这位老者就是当年药神教还不存在的时候，阳神教的第1代教主蔡恒。当初北海大帝还只是5军境的时候，曾经亲眼见过他天人5衰后作画。张道友，这方天域之中，
你所知道的事情还是太少了。蔡恒的脸上布满着沧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往事，作画不过是为了规避这天域残缺的天道而已。残缺的天道，蔡恒提起的天道残缺，其实他也早有感应。这数十万年来，他一直寻求突破9阶地境的桎梏，但始终没有成功。所以这几万年来，他一直在找寻龙神大帝的遗骸。毕竟自龙神大帝飞升求道境之后，天域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第2位求道境了。但龙神遗骸最终被林前辈带走了。北海大帝想到这里，突然明白今日蔡恒这位与龙神大帝一个时代的强者突然出现的原因了。你是为林前辈而来？蔡恒没有回答，而是直接看向林玄清。紫霄老祖，今日你设下此诱饵，可有想过是自掘坟墓？林玄清看着这突然出现并且胡言乱语的老头，有些莫名其妙。而且林玄清此时还有些气愤，因为这个姓蔡的老头干扰了他最后一波名声值的收割，就差一点了呀。林玄清暗暗想着，并且已经准备开启秒杀大地卦了。蔡恒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在求道境的这条路上，紫霄老祖，你又能比我等走得远到哪里？半步求道境。紫霄峰上所有修士都听到了蔡恒的这句话。瑶池圣地老祖上官荣喃喃自语道，难怪北海大帝先后2剑就无法伤到紫霄老祖分毫，想不到紫霄老祖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赵无极这几个圣地老祖正在感慨之时，李清凡突然传音过来，现在老祖已至，尔等速速分成2路去寻本教主说的东西。赵无极几人观察了一番子战天等人，面露难色回应道，前辈，我等只是1阶地境，若是被紫霄圣主等人发现，就尔等难道忘记本教主种下世事心重了吗？李清凡厉声道，如果不想死，就赶紧去找我说的东西。当然，大战爆发后，紫霄圣地的这些地境自然由我和陈教主牵制。说罢，李清凡直接打开2条空间甬道，通向紫霄宝殿和太虚宫。赵无极几人没有办法，只好遵从李清凡的命令，分成2路钻了进去。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也是这才发现，观战的势力之中居然会有赵无极等人之外的地境。空间甬道，地境修为，你们是何人？烈阳老祖头顶一轮烈日过来，想要阻止。李清凡和陈军2人索性不装了，以真面目示人。苏晴雪认出了他们2个，惊道，李教主、陈教主，居然是你们！李清凡冷笑一声，哼，苏长老，你背叛我月神教，可还记得教规？陈军也是一样，冷冷地看着烈阳老祖。而苍穹之上，蔡恒身旁的那道空间裂缝中，此时又走出来一人。这个人身穿月神教的服饰，和蔡恒一样，脸上布满了沧桑。月神教的第1代教主千叶雪，你居然也还活着！北海大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大神教的2位上古时期的大能，居然都没死。张道友，今日之事与你无关，10息之内你退走吧。千叶雪话音刚落，空间裂缝之中，第3位大能出现了。此人身穿黑袍，气息比蔡恒、千叶雪还要古老。北海大帝完全认不出这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大能，但是毫无疑问，这位黑袍人也是半步求道境。3位半步求道境，北海大帝此刻都还来不及震惊，那空间裂缝之中，紧接着又一位黑袍人出现，还是半步求道境。第4位黑袍人的气息和上一位一样的古老，缓缓从空间裂缝中走出。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很快那空间裂缝中走出了第5位、第6位、第7位同为半步求道境的黑袍修士。这些修士全都是上古大能，并且一个比一个古老。北海大帝一时间竟然失了神。张道友，10息时间已过。千叶雪提醒着北海大帝，他身旁的一位黑袍人轻轻挥动衣袖，烽火雷电4种法则之力同时落到北海大帝身上。北海大帝赶紧提剑一劈，将周围的空间都给斩断。4种法则之力落到斩断的空间上后，渐渐湮灭消失。北海大帝挡下了黑袍人的这一击。不错，看样子你也快触碰到了半步求道境的门槛了。出手的黑袍面无表情说道。北海大帝很清楚，刚才这位黑袍前辈并没有全力出手，所以这一击只是一个警告，警告他赶紧退开。可是他现在要退开吗？林前辈曾经救过他，还给他送上了疗伤灵药，如果就这么一走了之，岂不是置林前辈不顾，成了忘恩负义之人？不行，我张柳一要与前辈并肩作战，绝不做逃亡主义者。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北海大帝骑着赤焰龙马，选择陪伴在林玄清身边。在他看来，林前辈的实力深不可测，或许能够以一敌多，要不然也用不上7位半步求道境进行围剿。待会儿大战起，如果他能为林前辈分担1位半步求道境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些转机。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正当北海大帝这样想时，蔡恒忽然叹息道：可惜了，原本你若退开，我等可以承诺你永镇天域。按照他们的计划，杀掉紫霄老祖，拿到鸿蒙道宝后就会选择飞升，届时的天域依旧可以由北海大帝主宰。当然，那时候的北海大帝只是他们在天域之中的代言人罢了，但至少不会死。蔡恒，何须废话？其中一位黑袍人不耐烦说道：既然这天域他不想要，就留给你阳神教的后人掌管吧。紫霄峰上正在与烈阳老祖对峙的陈军听到这句话后大喜，他已经可以预见等到北海大帝死后自己吃香喝辣的日子了。与此同时，那道空间裂缝之中又有一名修士出现，一样的黑袍，一样的半步求道境。还有，北海大帝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了，从那道空间裂缝打开开始，到现在居然一共走出了8位半步求道境的上古大能。他只好看向林前辈，
却发现林前辈的脸上一脸平静。前辈这是怎么了？面对如此多的强敌，丝毫不为所动，是麻木了，还是胸有成竹？蔡恒和千叶雪等人也发现了林玄清的异样，冷笑道：“紫霄老祖，莫非你还觉得自己有翻盘的可能性吗？诸位都现身吧。”说罢，那空间裂缝之中，一个又一个黑袍人相继出现。第10位、第11位、第12位，3息时间之内，一共31位亘古大帝全部出现在林玄清的面前。他们将林玄清团团围住，并且用秘法将周围的天地都隔开来。紫霄老祖，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可曾想过，这场棋局与你对弈的不止一人？你所谓的陷阱，在我们31人绝对的力量下，又有何用？这群黑袍大帝自以为已经完全看透了林玄清，然而林玄清心中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半步求道境算不算大帝？系统，半步求道境怎么算？是算 0.5 个求道境，还是算 1.5 个9阶地境？丁，当然是算9阶地境。哦，那就好办了。林玄清喃喃自语，引得这31位亘古大帝有些疑惑。然后他对着这群玩黑袍 cosplay 的人说道：“说吧，你们谁想先死？”此言一出，他们全部都惊了。哈哈，紫霄老祖，你是疯了还是傻了？此前瞎了眼的神机大帝嘲笑道。林玄清人狠话不多，抬起左手对着空气拍了一掌，开启吧。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特效正在随机匹配中 ，loading。大天造化掌，匹配成功。话音落下，林玄清对着空气的一掌突然迸发出强大的法则力量。神机大帝微微一愣，直接就被这强大的掌势给吞没。31位半步求道境，瞬间只剩下30了。这林玄清刚刚一掌简直匪夷所思，导致蔡恒等众多亘古大帝根本没有看清。神机死了，一个照面，紫霄老祖居然就杀掉了神机，这怎么可能？神机大帝虽然主修窥探天机之道，但好歹也是半步求道境，实力不会差他们太多。可他居然连紫霄老祖的一掌都没有撑下来。这一刻，他们重新审视着林玄清的实力。难道紫霄老祖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不对，他不可能是求道境。如果已经是求道境，天道为何没有察觉？他也不可能不飞升上界。难道是鸿蒙道宝？极有可能。30位亘古大帝一致得出结论，刚才神机被瞬秒，应该是鸿蒙道宝所致。仅凭半步求道境的修为，鸿蒙道宝催动不了几次。紫霄老祖想用这种方式恐吓我们，我们绝不能上当，让他得逞。蔡恒说罢，然后从30位亘古大帝的队列中踏出。千叶雪，你与恒宇大帝一起，和我从3个方向进攻紫霄老祖。一共3道身影，分别从3个方向杀向林玄清。林玄清一点不慌，刷刷刷就是3掌。蔡恒3人顷刻间被林玄清拍成齑粉。什么？剩下的27位亘古大帝大惊失色。林玄清歪嘴一笑：“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速速前来领死！”一个人包围一群大帝。北海大帝站在后面，呆呆地看着林玄清的背影。不愧是前辈啊，好狂好喜欢。另一边，剩下的27位亘古大帝如丧考妣，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尽管他们还是认为林玄清能秒杀蔡恒等人靠的是鸿蒙道宝，但问题是，鬼知道他还能用出几次。这27位亘古大帝，每一位都是活了无数岁月的老怪物，现在好不容易看到突破的希望，谁愿意跑上去白白送死？可也不能这样一直耗着，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不如我们同时出手，紫霄老祖肯定接不住。有大帝提议道，其他人相视一眼，然后点头同意了这个方案。27人同时出手的话，紫霄老祖纵有3头6臂，也没办法应付过来。如此一来，拿捏林玄清不是轻轻松松。好，诸位听我口令。刚刚提出这个建议的亘古大帝说道，我数到3，大家一起出手。众大帝催动修为，蓄势待发。1、2、3，口令喊出，其中2位黑袍大帝蹬腿奋力杀出。林玄清见状，啪啪又是2巴掌扇过去。诸位，紫霄老祖有破绽！这2位大帝迎着林玄清的大天造化掌高声喊道。然而剩下的25位大帝一动不动，根本没有出手。我靠！2人如梦初醒。刚才口令喊完之后，除了他们2个老实人外，其余人全部都只是佯装要出手。一群老六，你们啊！他们2人话还没说完，就被林玄清扇成了肉酱。好险好险！见到2人被秒杀，剩下25位大帝赶紧抹了抹冷汗。紫霄老祖又出手了2次，应该没有多余的灵气催动鸿蒙道宝了吧？攻杀类鸿蒙道宝和天地珠子这种辅助类的有很大区别，全力催动时极其消耗灵气。因为这玩意儿主打的就是一个爆发，相当于使用者出了一个暴击，可以做到超出本身力量的攻击。刚才林玄清已经连续用了6次，所以他们判断林玄清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诸位，不如我再喊一次口令，大家一起出手如何？喊口令的那位大帝眉开2度，提议道。众大的点了点头。好，紫霄老祖已经是强弩之末，诸位无需害怕，只管出手。1、2、3，同样的口令喊完之后，又有2位大帝被坑了，出手了。他们杀向林玄清，发现其他人还是苟在原处，肠子都悔青了。你们这些老狗是真的狗啊！林玄清啾啾2掌劈砍过去，2人瞬间被掌风劈成2半。这一刻，剩下的23位大帝终于决定出手了，因为他们看到林玄清的几次出手威力越来越弱了。从神机大帝开始到蔡恒3人死时是被拍成了齑粉，惨不忍睹。
第二波的2人则是被拍成了肉酱，威力显然有所下降。至于刚刚这被忽悠出去的2人，只是被紫霄老祖劈成了2半而已。看来紫霄老祖丹田内的灵气应该不多了。诸位，我们的机会来了！这一次没有口令，23位亘古大帝极为默契的同时出手，霎时间风声鹤唳，天昏地暗，北海大地仿佛有一种置身地狱的感觉。林玄清骑着黑猩虎，位于这恐怖威压的漩涡之中，默默抬起了右臂。系统，给我指定一个特效吧。叮，检测到宿主所想特效，已扣除1000点名声值。叮，指定特效匹配成功，昊天锤武魂特效已加持。林玄清的掌心中多出了一把黑色的大铁锤，他奋力挥动，系统自动补足了昊天锤的攻击特效。叮，乱披风锤发特效已使用。23位亘古大帝见到林玄清手中突然出现的铁锤，感到了一种明显的压迫感。而林玄清挥动乱披风锤法的时候，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状。这是功法还是鸿蒙道宝？看着昊天锤狂风暴雨一般落下，他们已经分不清林玄清的手段到底是功法还是灵宝了。他只知道林玄清的每一锤都砸烂了前方的所有法则，金木水火土，风火雷电，空间时间，3000法则在乱披风锤法之中全部失效。23位亘古大帝位于其中，如同凡人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半步求道境看上去修为通天，但在这恐怖的锤法之下，简直就是个笑话。也是这一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刚才林玄清的那几巴掌应该并不是用了什么鸿蒙道宝。紫霄老祖很强，强到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至于是不是求道境，这已经不重要了。紫霄老祖，饶我一命，我愿交出生魂，成为您的奴隶。这些修炼了无数年的老怪物，在面对真正的死亡之时，本能的向林玄清求饶。他们不甘心半步求道境修为的自己就这样陨落。但林玄清此刻已经杀红了眼，他一锤一个，就像打地鼠一样，23锤下去，23位亘古大帝全部陨落，就像下饺子一样，他们被敲碎的烂肉落到了紫霄峰上。李清凡和陈军2人在和苏晴雪与烈阳老祖对峙之时，作为观众，苍穹之上林玄清所做的一切完全都看在眼中。他们怀疑自己疯了。一共31位半步求道境的老祖，前后加起来没有撑过1炷香的时间，就被紫霄老祖轻描淡写的灭杀了。这不可能，不可能啊！李清凡和陈军喃喃自语，心态已经爆炸。林玄清俯视着紫霄峰，正好看到了他们这2个漏网之鱼，随即举起锤子，2锤砸去。陈军，快逃！李清凡大喝一声，妄想撕裂空间逃走，但这只是徒劳而已。锤法所经之处，一切法则都已经被毁了。李清凡和陈军这2位7阶地境的神教4代教主就这样惨死在林玄清的锤下。太虚宫和紫霄宝殿那边，紫战天和其余圣地的地境已经将赵无极等人擒杀。北海大帝看着傲立于风中的林玄清的白衣背影，心中有一种难以平复的震撼。而整个紫霄圣地，在他看来，俨然成为了一座大地坟场。前辈，北海大帝小心翼翼地叫着林玄清。林玄清收起特效昊天锤，转过身来说道：“刚刚我们还没比完，继续比吧。”北海大帝一听，人傻了：“林前辈啊，你都砸死30多个半步求道境的上古大能了，还和我一个小小的9阶地境比什么啊？”他表示拒绝：“前辈，还是算了吧。”北海大帝低着头，看着下面宛如坟场一般的紫霄圣地，轻声说道。林玄清立刻骑着黑猩虎来到他的面前，说道：“不行，必须得比完。”北海大帝欲哭无泪：“林前辈，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他看着林玄清那无比坚定的眼神，知道这肯定是推脱不了了。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问道：“前辈，我可不可以直接认输？”“当然可以。”林玄清点头。北海大帝大喜，赶紧鞠躬道：“前辈，那我认输。”叮，恭喜宿主完成姻缘任务，道侣功能已解锁。随着北海大帝的鞠躬认输，林玄清的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出现了。点开道侣系统，林玄清发现上面默认还未绑定的道侣就是北海大帝。道侣张柳一，化名无极，修为9阶地境，性格仰慕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好感度100%，双修进度0%，此4个数0。林玄清看着上面北海大帝的基本信息，脑子里面一个大大的问号。系统，这解锁道侣功能之后，就直接可以绑定北海大帝了。叮，宿主觉得不满意。林玄清看着道侣面板上北海大帝的图片，老脸一红，倒也不是不满意。他发现道侣功能中北海大帝的穿着是可以换的，这有点像那种换装游戏，只要用手指轻轻一划，就可以让北海大帝的衣裳少一件，然后可以去商城里面购买新的服装给北海大帝换上。什么 cosplay 啊，只要名声值够都可以的。叮，宿主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吧？叮，目前张柳一对宿主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100%，友情提示，宿主可以开始双修，增加子4个数哦。子4个数？我一把老骨头了，要那么多子4干嘛？叮，不知宿主有没有听说过开枝散叶系统？你是说子4越多，宿主越强的那种？叮，那是本系统的小弟之一。叮，不过本系统不提倡搞后宫，所以宿主一旦绑定道侣之后就无法再进行更改。叮，绑定道侣后，道侣和子4都将自动为宿主计算名声值，而且根据好感度的高低，名声值还会暴击。什么意思啊？林玄清有点没听明白。叮，举个例子，目前宿主只要绑定了张柳一，以后他所刷出来的名声值也会累积到宿主的账户中。
由于好感度目前是100%，所以是1倍的倍率。丁，温馨提示宿主，好感度会根据宿主与道侣之间的互动提升，最高可以达到1000%。这样说来，如果好感度达到1000%，他装逼刷出100点名声值，我就能得到1000点。丁，孺子可教也。丁，道侣的双修进度每次达到100%，就能产出一个子嗣。子嗣日后刷出来的名声值，计算方式和道侣一样。听完系统的讲解，林玄清悟了，这个道侣功能对于日后名声值的累积有极大的提升。这么说来，不绑定也不行啊。于是林玄清默默地按下了绑定键。道侣张柳一绑定成功。系统啊，我是为了名声值才绑定的哦。丁，宿主不解释，懂的都懂。绑定完后，林玄清明显发现北海大帝的脸上突然多出了一抹红晕。北海大帝骑着赤焰龙马主动靠近林玄清，摘下头盔，呼出一口热气，头顶的发簪被他取下，长发如瀑布一般垂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要这么做，只是刚刚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他来到林前辈的面前。此刻他勇敢地凝视着林玄清的眼睛，缓缓说道：林前辈。林玄清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实在是凑得太近了，嘴都快要亲上了。我们双修吧。北海大帝身体一酥，直接吻了到林玄清的嘴唇上。丁，宿主不用谢本系统，这是绑定道侣后的引导任务之一。丁，引导任务初次双修已发布，任务目标2日内完成一次双修，地点不限。任务奖励好感度双倍卡星号1，失败惩罚道侣好感度归0。注意，现在张柳一正处于狂热状态，宿主尽快完成双修，增加的好感度会更多。这都有引导任务。林玄清表示，这真不能怪他是 LSP， 主要是系统太逆天了。另一边，躲在空间裂缝中的那位地主，在看到林玄清锤死自己31位同道之后，麻溜地返回了那座不知名的仙山。虽然他的修为比那31位亘古大帝还要略高一筹，但他明白，那时若是自己出去，肯定也是紫霄老祖一锤子的事。紫霄老祖的修为至少是求道境，至少他已经回到了仙山，但仍然心有余悸。就在这时，之前被那位去药神教取鸿蒙道丹的那位亘古大帝重伤返回了仙山。地主，药神教第1代教主果然还活着，好在最后他还是棋差一招，被我以轮转大法给灭杀，终于是将这粒鸿蒙道丹给夺了回来。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粒金光璀璨的丹药，呈给地主。然而他发现自己从地主的身上嗅到了恐惧的气味，而且仙山之上除了地主一人之外，其余31位亘古大帝竟然都不在。于是他开口问道：地主，诸位同道呢？怎么没见到他们？地主长叹一声，然后颤颤巍巍地说道：他们都死了。死了？地主，您没和我开玩笑吧？这天域之中有谁能杀这么多半步求道境的亘古大帝？紫霄老祖。地主沉声道：我等前去紫霄圣地围剿紫霄老祖，本以为能碾压，但结果却是……地主回忆起紫霄圣地的经过，声音在不停地颤抖。什么？听了地主的讲述之后，他身体一震，手中的鸿蒙道丹滚落到地上。地主无奈地看着地上那粒金色的丹药，说道：松喜啊，这粒鸿蒙道丹还给药神教吧？松喜一听，不甘道：地主，我等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就这么放弃？地主自嘲道：不放弃又能如何？难道去紫霄圣地送死？如今龙神遗骸和诸多鸿蒙道宝全在紫霄老祖的手中，这粒鸿蒙道丹若不赶紧送回药神教，恐怕他会找上这仙山来。松喜捡起鸿蒙道丹，还是有些不甘心。可是此乃求道神丹，天域之中仅此一粒。地主，您如今已经无限接近求道境，何不服用此丹药，最后一搏？不可！地主立刻回绝道：以我的修为，服用此丹最多只能增加2成几率进入求道境，没有龙神遗骸、幻骨和鸿蒙道宝抵挡一部分天劫，这简直就是送死。他说到这里，仙山之上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两人神经瞬间紧绷，以为是紫霄老祖追来了。然而从空间裂缝中走出来的并不是紫霄老祖，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因为这座仙山被他们屏蔽过天机，能够找到这里的修为不会弱于他们。何人竟然敢擅闯此地？地主凝视着来的两人，散发出半步求道境的威压。来人是一老一小，看上去有些像主仆。松喜一眼就认出前面衣衫褴褛的老者是万妖之的与混元妖皇齐名的吞天洼地。吞天洼地，你居然已经半步求道境了！吞天洼地乃是万妖之地52位妖帝当中与混元妖皇齐名的最强妖帝之一，但由于妖族势力薄弱，所以混元妖皇和吞天洼地都只是地级8阶。不过现在松喜看到的吞天洼地修为居然已经来到了半步求道境，气息与他相差无几。此刻吞天洼地佝偻着身子来到松喜的面前，说道：老夫也只是受到了主人的一点恩惠罢了，不值一提。主人？地主和松喜两人同时注意到了这个称呼。果然吞天洼地和他身后的那位年轻人是主仆关系。可是这到底是什么人，能让地级8阶的吞天妖帝认主？而且不仅让他认主，还给了他巨大的好处，让他进入到了半步求道境。地主已经无限接近求道境，但怎么都看不透这位年轻人的修为。求道境强者？地主震惊道。听到这句话的年轻人似乎有些不屑。吞天妖帝赶紧说道：他们和老奴一样，都是这片天域的土着，不知道主人的威能，还能主人恕罪。地主看得出来，刚刚他说求道境说错了话，也就是说这位年轻人的真实修为远在求道境之上。
天域之外来人。地主懂了，松喜也懂了，年轻人定然是天域之外的大能，否则无法无视天道，进入北海天域。此时，年轻人缓缓开口，只此一次。吞天洼地如释重负，赶紧跪地谢恩。随后，他看向地主和松喜，说道：“想必两位已经猜到了，主人来自天域之外。”地主和松喜相视一眼，然后点头。吞天洼地接着说道：“那老夫也就不废话了。主人今日来此，主要是希望两位能够成为主人的奴仆。”什么？松喜和地主一听，内心微怒。他们乃是这片天域中最古老的存在，岂能为他人之奴？吞天洼地早已预料到两人的反应，继续说道：“难道两位不想进入求道境吗？紫霄圣地一事，主人早已知晓。以主人的威能，灭掉紫霄老祖，不过弹指之间而已。”松喜立刻反驳道：“既然是弹指之间，又为何要我等为奴？你的主人若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大，我们不过只是蝼蚁而已。巨人何须蝼蚁相助？”吞天洼地的话中破绽被松喜敏锐地抓出，在他看来，这位陌生的年轻修士若真的手段通天，就不会带着吞天洼地前来。当然，松喜的质疑也在吞天洼地的预料之内。他接着说道：“老夫也不瞒两位，现在两位看到的不过是主人的一道分身而已。”分身？没错，主人的本体受到北海天域区的天道所限，暂时进不来。说到这里，吞天洼地从乾坤袋中取出一面镜子，两人一看，发现这面镜子居然是鸿蒙道宝。此镜名为梵天道镜，乃是主人所赐的鸿蒙道宝。两位若交出生魂为奴，主人亦可赏赐一件鸿蒙道宝。吞天洼地又指着松喜的那粒鸿蒙道丹，笑道：“鸿蒙道丹对于主人来说，也不过是普通丹药而已。”面对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的诱惑，两人吞咽了口水。如今进入求道境的机会就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根本无法拒绝。于是地主开口问道：“我们需要做什么？”很简单，主人需要你们前往万妖之地，收集万妖血脉，为主人所用。万妖血脉？地主不解道：“万妖之地的混元妖皇才地级8阶而已，以你的修为，足以横扫万妖之地，不需要我等了吧？”吞天洼地摇了摇头，混元妖帝与紫霄老祖有些关系，所以以防万一，需要你们与老夫联手去办。不行，地主表示拒绝。紫霄老祖才砸死他们30多半步求道境，他们3个去万妖之地，若是被紫霄老祖发现，不是找死吗？吞天洼地知道地主的顾虑，突然大笑道：“完成此事，主人会赐予两位一件鸿蒙道宝和2枚求道神丹，到时候主人会用两位收集的万妖血脉弥补此片天道残缺的部分。天道被捕，主人的本体立刻就能降临，紫霄老祖又有何惧？”紫霄圣地太虚宫，林玄清和北海大帝进行了一场连续2个时辰的深入浅出的交流。交流期间，林玄清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了北海大帝的2个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个漏洞。虽然林玄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点，但好在有一个长处可以填补北海大帝的漏洞。丁，恭喜宿主完成双修引导任务，好感度双倍卡星号1，道侣好感度增加正20%，子嗣进度正20%。燥热的空气中，林玄清听到了系统的声音。北海大帝熟睡在林玄清的怀里，看上去有些累了。前辈，他在林玄清的耳边轻声呢喃道。林玄清捂住了他的嘴，说道：“以后就别叫我前辈了吧，叫我老公就行。”老公？北海大帝第一次听说这个新奇的词汇，他转念一想，或许这是林前辈家乡的叫法。老公。林玄清轻抚着北海大帝的脸颊，微笑道：“老婆，找一个良辰吉日，你老公我会在紫霄圣地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北海大帝微微点头，然后埋在了林玄清的怀之中。丁，检测到宿主的道侣张柳一再次进入狂热状态，本系统温馨提示，宿主可以抓紧时机刷好感度和子嗣进度。系统，你不会一直在看吧？丁，宿主放心，宿主双修时，本系统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即便听见系统这么说了，林玄清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老公，你怎么了？林玄清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没什么。说罢，林玄清继续和北海大帝进行交流。道侣好感度持续增加正20%，子嗣进度持续增加正20%。一天一夜，林玄清直接将好感度刷到了200%，子嗣进度也干到了100%。第二日清晨，北海大帝坐在床边替林玄清更衣。丁，恭喜宿主的子嗣进度达到100%，第一个子嗣正在酝酿之中。丁，引导任务2大帝之子已触发，任务目标：宿主和道侣结合后产出的子嗣，一生下来就有大帝之资，但实力越强大，怀胎就越久。宿主需前往万妖之地，为道侣怀胎备好补品。补品内容：万妖血脉。注意，此任务虽然不设任何奖励和惩罚，但希望宿主尽快完成，以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万妖血脉，这玩意儿是啥？有什么用？丁，万妖血脉指的是万妖之地所有妖族的精血总和，具体的用法是泡澡。哦，懂了。那大概需要取多少精血？丁，一个种族1滴即可。丁，另外，由于宿主的名声值已经累计达到10万点，主线任务名震北海已完成。系统这样一提示，林玄清这才发现自己的名声值栏位里面已经超过10万点了。昨夜和北海大帝交流的时候，他灭杀30多位大帝的事迹已经彻底传遍了天域，当然还有他约战北海大帝最后约到太虚宫的事迹也传遍了天域。这2件事情综合起来，
林玄清的名声只一夜之间上涨了多。系统面板中主线任务那一栏里面出现了结算画面，主线任务名镇北海已完成，任务结算点名升职，综合评价 SSS， 任务奖励修炼功能已解锁，最终评语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你都彻底的征服了北海，已成为此片天域的霸主。但这其实只是旅程的开端，你的目标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新地图太虚古界已解锁，主线任务2名镇太虚古界已发布，任务目标7日内飞升太虚古界，并在半年之内累积100万点名升值。任务奖励不死不灭，失败惩罚宿主失去一条腿，就是你想的那条，并且生孩子没屁眼儿。林玄清看完心想，好不容易在北海天域熬出头了，无敌了，你又让我去什么太虚古界？而且这个失败惩罚也太恶毒了吧！系统，这个太虚古界我连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叫我去我怎么去啊？丁，宿主可以看看自己现在的修为等级，谢谢。林玄清一看，发现自己现在的修为居然已经是异阶地境了。异阶地境是因为修炼功能解锁的缘故吗？他打开刚刚解锁的修炼功能，果不其然，修炼功能面板那里显示的经脉信息是已经完全修补好了的。我的经脉完全修补好了，也就是说，我现在的修为就是当初这具身体渡劫成功后的修为，是异阶地境。丁，没错。林玄清又仔细看了一下修炼功能后，发现这个功能竟然是挂机修炼。说话之间，林玄清的修为就已经挂机到了2阶地境，这么快？丁，怎么样？挂机修炼的感觉还可以吧？看来7日之内我就能通过签到和挂机自动修炼到求道境，然后飞升。林玄清突然觉得时间好紧迫，于是一把抓住了北海大帝正在为他更衣的玉手。老婆，今天就先不起了吧。北海大帝俏脸一红，老公，你说什么？时间紧迫，我们还是再交流交流吧。林玄清卧倒在战壕之中，与北海大帝并肩作战，又是1天1夜过去。另一边，万妖之地，龙血妖虎部族，混元妖皇与吞天洼地对峙在长空之中，已经处于绝对的下风。混元，只是让你交出一部分精血而已，何必走到这一步呢？吞天洼地吐了吐自己细长的舌头，有些玩味的说道。混元妖皇浑身是血，气息极为紊乱。刚才他只是和吞天洼地对了一掌，要不是有地保护身，差点直接陨落。吞天，你居然半步求道境了，这怎么可能？混元妖皇满脸的不可思议。短短数月时间未见，一直和他同境的吞天洼地居然进步如此之大，太诡异了。吞天洼地大笑道，只是主人的一些小恩惠罢了，不值一提。主人？混元妖皇听到这2个字十分诧异。吞天洼地在万妖之地的妖帝之中与他齐名，究竟是什么人才能让他心甘情愿的认主？混元，老夫所认之主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实话告诉你吧，这次收集万妖精血也是主人的指示。混元妖皇咬牙看着下方已成火海的龙血妖虎部族，怒道，灭我龙血妖虎一族也是你所谓的主人的指示？这倒不是。吞天洼地阴冷着脸说道，灭你一族自然是我的主意。我龙血妖虎一族与你吞天蛙族素来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吞天洼地叹道，混元，你是真不知还是装不知道？听闻你一族新招了个姑爷，拥有9星真龙血脉，你那孙女儿和他结合，应该已经产出不少7星以上的血脉天才了吧？若现在不灭了你一族，难道还要等将来他们全部成长起来吗？混元妖皇虎躯一震，一掌拍向吞天洼地。吞天洼地吐出一口水弹，直接将混元妖皇的左臂给割断。啊！混元妖皇发出痛苦的嚎叫，气息瞬间跌落到7阶地境。吞天洼地又吐出一团毒雾，侵蚀着混元妖皇的神经。混元妖皇感到大脑一阵眩晕，仿佛如同跌落了无底的深渊一般。混元，你的妖帝内丹，老夫就不客气了。说罢，吞天洼地化身原形吞天巨蛙，然后张开如同深渊一般的巨口，仿佛天地都能吞没。混元妖皇已经被逼入了绝境，只好燃烧龙血，也变化为龙血妖虎的本体。此刻，苍穹下一头巨虎被一只巨蛙含在口中，场面极其恐怖。龙血妖虎部族的火海之中，花小莲抱着一头熟睡的小老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他的父亲和母亲刚刚才被吞天巨蛙族的2位太上长老所杀，其余族人也尽数丧生在屠刀之下。黑小虎正在和一只同为宗级的吞天巨蛙首领生死搏杀，根本顾不上花小莲。爷爷！此刻，花小莲看到苍穹下的混元妖皇被吞天洼地彻底吞入腹中，这一切仿佛都结束了。但在这最后关头，混元妖皇分出了一缕灵气，为黑小虎和花小莲撕开了一个空间甬道。龙血妖虎族的大长老见状，直接抓起花小莲和黑小虎，将他们2人给扔到了空间甬道之中。随后一夜过去，整个龙血妖虎一族彻底被吞天洼地从万妖之地中除名，而地主和松喜2位半步求道境，则是在马不停蹄地收集万妖血脉。若又不从着，他们雷厉风行，下场和龙血妖虎一族一样。紫霄圣地太虚宫，又是一夜过去，林玄清和北海大帝交流到了精疲力竭，他已经把好感度刷到了320%，新的一个子嗣进度也刷到了100%。北海大帝能够明显感受得到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2团生命的迹象。老公，你好坏！北海大帝心想，林前辈也太厉害了，这2天不仅把他折腾得飘飘欲仙，而且还直接让他怀上了2胎。要知道，像他这样的大帝，要想怀上子嗣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林前辈随随便便就做到了。
北海大帝隐隐感觉自己的2个孩子只要顺利诞下，至少都是圣人境。老婆，差不多了，我们赶紧起来吧。有一说一，林玄清恢复大帝修为之后，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累。如果继续下去，其实他再来个几天几夜没有任何问题。两人互相为对方更衣。就在这时，太虚宫外传来了紫战天的声音：“老祖，天域之中出了大事了！”紫战天急匆匆地冲到太虚宫，被守门的王林赶紧拦下：“师叔祖，你赶紧让我进去，弟子有要事要禀报老祖。”王林给了他一个眼色，说道：“圣主啊，我劝你现在还是先不要慌，等会儿再进去。”师叔祖，此事甚急啊！紫战天这个愣头青直接打开太虚宫门，恰好看到更玩意的林玄清和北海大帝走来。王林一看，还好师尊已经完事儿了，不然他都不知道圣主是怎么死的。见到林玄清走来，紫战天单膝跪地，行礼道：“老祖，万妖之地那边有大事发生。”何事？林玄清打了一个哈欠，腰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吞天洼地灭掉了龙血妖虎一族。紫战天沉声道：“龙血妖虎？”林玄清一听，这不是黑小虎嫁过去的那个妖族吗？这个吞天洼地又是谁？能灭得掉有混元妖皇坐镇的龙血妖虎一族？紫战天赶紧解释了事情了来龙去脉。林玄清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因为刚刚紫战天提到了万妖血脉。你是说吞天洼地灭龙血妖虎一族只是妖族内部争斗，他真实的目的其实是收集万妖血脉？王林身旁一直酣睡的黑猩狐听到龙血妖虎一族覆灭，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黑小虎，激动地问道：“我儿黑小虎呢？是不是也死了？”紫战天一一回答道：“吞天洼地已经收集了半数以上的妖族血脉，现在正在收集最后的几百种。而黑小虎和花小莲、混元妖皇在陨落的最后关头，将他们2个给送了出来。此刻，他们就在我紫霄宝殿之中。”黑猩虎听到自己的儿子没死，如释重负。林玄清则是在想，吞天洼地为何突然要收集这个万妖血脉？按照系统的说法，这玩意儿不是用来给孕妇泡澡的吗？难道说吞天洼地怀小蛤蟆了？算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需要立刻赶往万妖之地，从吞天洼地手中将那万妖血脉给抢到自己的手里。于是林玄清直接催动自己的地境修为，在身前生生撕开一个空间裂缝。黑猩虎，跟本座去一趟万妖之地。林玄清吩咐道。黑猩虎立刻趴到林玄清面前，等待林玄清骑在他背上。北海大帝见状，连忙问道：“老公，你这是要去万妖之地？”林玄清拍了拍黑猩虎后背，对北海大帝说道：“走，老婆，老公开车出去，带你出去兜兜风。万妖之地位于北海天域东南方位，距离紫霄圣地路途极为遥远，非地境修士只凭踏空而行的话，哪怕是圣人境的速度都需要7日以上才能抵达。不过，对于现在的林玄清来说，想要进入万妖之地已经是抬手之事。”北海大帝坐在林玄清后面，两人一起骑着黑猩虎穿越空间，来到了万妖之地之中。然而，两人刚刚进入，就被眼前的一片景象所震惊了。万妖之的号称万妖栖息，本来应该是一片繁华，但此刻映入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火海。火海之中一片狼藉，零零散散的小妖在吞天蛙族的追杀下逃窜。作为人族，林玄清和北海大帝两人对此刻妖族发生的一切没有太多的感觉，但他们坐下的黑猩虎却有些颤抖。特别是黑猩虎正好看到了一只幼年期的闭眼黑虎，灵级都不到，就被一只吞天蛙族残忍的杀害。黑猩虎立刻变换出巨大的身躯，然后一口吞了下去。下面的众多吞天蛙族见到黑猩虎这如山脉一样的身躯，恐惧的四处逃窜。但黑猩虎的巨口就像深渊一样，在他们逃窜的路上等着他们坠落其中。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这群吞天蛙族直接被黑猩虎一网打尽，唯独剩下一个头领是黑猩虎故意留下来了的。北海大帝催动修为，将这头领一把抓了过来，厉声问道：“吞天蛙帝在何处？”头领见状，瑟瑟发抖道：“前辈饶命，饶命！”虽然他只是个黄级的小头领，但一眼就看出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修为至少和族长吞天蛙帝一个等级，因为他在黑猩虎的身上感受到了恐怖的地级威压，而他似乎只是这两位前辈的坐骑而已。族长被天青牛蟒部族邀请过去做客了。小头领立刻回答北海大帝的问题。得到答案之后，北海大帝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一巴掌将其拍死。作为北海天域的主宰，他对于万妖之地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这里的土着，他只要知道吞天蛙帝在天青牛蟒部族就够了。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有意地维系着天域中人族和妖族的平衡。如今这个平衡被吞天蛙帝打破，也激起了他的一部分怒火。于是北海大帝撕开一条空间裂缝，在他的带路下，林玄清进入了天青牛蟒部族的领地。天青牛蟒部族核心领地，武则妖帝将吞天蛙帝奉为上宾，并让族内圣子吕二口拜吞天蛙帝为义父。吞天老哥，二口天资聪颖，古龄不到500就已经修炼到了圣级。地级6阶的武则妖帝一直推荐着自己的儿子吕二口，希望能加入吞天蛙帝的麾下，为他那背后的神秘主人效力。吕二口跪在地上，顺着自己父亲的话给吞天蛙帝连磕3个响头。晚辈吕二口愿拜吞天前辈为义父，从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吞天蛙帝大笑道：“武则老弟啊，今后这万妖之地有你坐镇，我很放心啊。”然后他走到吕二口面前，从乾坤袋中取出一粒丹药。武则妖帝一看，惊讶道：“地级丹药！武则老弟好眼力，此乃地级丹药驱骨丹。”
吞天洼地将其交在吕二口手上，此丹服用后可逆生骨灵，我儿的天赋可再上一层。吕二口接过驱骨丹，眼睛一亮，拜谢道：“谢义父赐丹。”就在这时，天青牛蟒族的二长老突然传音进帐：“族长，方才外围领地传来急报，说有2个陌生人族修士闯进领地。”武则妖帝一听，有些不屑道：“这种小事让外围的长老们处理就行了，何须报到我这里来？”族长，正是因为外围的那些长老们拦不住这2人，所以才不得已报给您。你说什么？武则妖帝诧异道：“拦不住？天青牛蟒部族外围领地的长老们修为虽然不算太高，但至少也是军级，相当于人族3等势力的宗主了。这样的实力都拦不住，只能说明来的2人至少是圣人境。是圣人境？”二长老沉声道：“很可能是圣人境巅峰。”听罢，武则妖帝突然站起身来，对吞天洼地说道：“吞天老哥，部族出了一点小状况，老弟我稍微失陪一会儿。”吞天洼地见状，摆手说：“武则老弟自便就是。另外还有几个部族的妖帝想见我一面，我过去将血脉收集之后，再回来找老弟叙旧。既如此，那老弟我就不送了。”武则妖帝拱手道。吞天洼地点了点头，转身就踏入了空间甬道之中。恭送义父。等到吞天洼地的身影完全消失之后，吕二口才站起身来，询问自己的父亲武则妖帝道：“父亲，外围领地出什么事了？”武则妖帝回答道：“闯进来了2个陌生的人族修士。”人族修士？吕二口疑惑道：“外围的我族长老没有将其擒获。”武则妖帝摇了摇头：“应该是圣人境，所以才有恃无恐。”吕二口一听，气愤道：“区圣人境而已，何须父亲亲自去看？待我前去将其擒获，献与父亲帐下。”武则妖帝听了，还是觉得有些不妥，毕竟吕二口才刚刚突破到圣级，他不放心。于是他拍了拍吕二口的肩膀，说道：“不如让二长老与你同去如何？”二长老吕辽是圣级巅峰，有他陪着吕二口去，武则妖帝放心。只可惜大长老吕顺不在，此刻在帮助吞天妖帝收集万妖血脉。他是地级3阶天青牛蟒族唯2的妖帝之一。听到自己的父亲要派二长老与自己同去，吕二口也没有拒绝。既如此，父亲，儿子就去了。武则妖帝微微点头，然后传音给二长老吕辽，2人踏空而起，向着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方向飞去。另一边，天青牛蟒部族外围领地，林玄清和北海大帝所过之处，如同死神降临一般。但凡是天青牛蟒一族的阻拦者，全部都被北海大帝就地正法了。林玄清看得出来，自己的老婆好像心情有点不太好，所到之处一个不留，实在是太狠了。林玄清庆幸自己处于家庭主导地位，否则万一被北海大帝家暴，肯定没一个人敢帮忙。差不多了。北海大帝秒杀掉最后一个军级的天青牛蟒长老之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这是他给天青牛蟒一族勾结吞天洼地的小教训。我们继续走吧。他拍了拍黑猩虎的屁股，黑猩虎麻溜地往天青牛蟒的核心领地前进。与此同时，吕二口和吕辽2人正在朝着他们赶来。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他们4个就撞到了一起。汝等好大胆，竟敢擅闯我天青牛蟒部族，杀我如此多部族长老！吕二口看到下面全都是外围领地长老的尸体，愤懑说道。他都没有来得及探查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修为，就催动自己的真龙血脉开始龙化。这是天青牛蟒一族的秘法，龙化完成后可以显著提升修为。本来只是圣级初期的吕二口，在真龙血脉的加持之下，气息瞬间就长到了圣级中期。然而他身后的二长老吕辽则是一脸的愁容，轻轻拍了拍吕二口的后背：“圣子，勿要动怒，勿要动怒。”圣地巅峰的吕辽刚才探查了一番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修为，发现居然完全看不透，而且他还发现2人坐下的那头威风凛凛的巨虎，其修为恐怕也不在他之下。二长老，你放心，我会给这2人留一个活口，然后交到父亲手上。吕二口自信满满，全然没有理解到吕辽的意思。吕辽一脸黑线，赶紧对着林玄清和北海大帝行礼：“我族圣子顶撞了2位前辈，还请2位前辈恕罪。”前辈？吕二口见吕辽的行为如此诡异，问道：“二长老，区2个圣人境而已，何须如此啊？”吕辽真想给吕二口一巴掌，将他的脑花给摇晕喽。本族圣子哪里都好，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圣子，别说了，赶紧给2位前辈行礼。吕辽进行了最后的提醒，若吕二口再反应不过来，那也就不怪他了，他尽力了。好在吕二口也不是纯傻子，在吕辽的反复提醒之下，发现了林玄清和北海大帝是不好惹的角色。帝境！吕二口2条腿瞬间一软，赶紧跪在半空中，给林玄清和北海大帝赔罪。方才我有眼无珠，请2位前辈饶命啊！吕二口此刻比吕辽还怂，2条腿直哆嗦。人族和妖族之间的关系向来就不是很好，万一眼前这2位帝境前辈一招把他给秒了，就算他爹是武则妖帝，也只能干瞪眼。他是天青牛蟒族10万年一出的天才，并且还新拜了义父，可不能就这么死了。此刻，林玄清面无表情地看着吕二口2人，说道：“你就是天青牛蟒族的圣子。”林玄清还记得，当初混元妖皇曾经说过，花小莲本来就是要嫁给天青牛蟒族的圣子的，只不过被黑小狐给截胡了。回前辈，正是。吕二口听见林玄清这么问，眼前一亮，他心想，会不会是这位前辈忌惮自己的父亲，所以没有出手灭杀他？于是他试探地说道：“武则妖帝正是晚辈的生父。”林玄清也不想跟他废话，直奔主题问道：“吞天洼地现在何处？”吕二口一听，这不是我义父吗？2位前辈，您找我义父有何事？吞天洼地是半步求道境的修为，吕二口将自己和他的关系给搬出来，心想你们2个人族修士如果知趣的话，
就应该赶紧滚回去。吞天洼地是你义父？林玄清听了有些诧异，但转念一想，蛇拜蛤蟆为义父，感觉也不是那么不搭。吕二口见林玄清的态度有些变化，胆子也大了起来，骄傲说道：“晚辈刚拜吞天前辈为义父。”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相视一眼，心想你是他义子就好办了。既然如此，你现在就带我去见你义父。林玄清说道。吕二口微微一愣，有些不解，这两个人族修士杀了我族这么多长老，居然还敢去见义父，这胆子是真低大。不过既然你们要找死，那就不怪我了。吕二口如实回答道：“方才义父和我父亲在帐下议事，两位前辈，请跟我来。”说罢，他站起身来，在前面为林玄清和北海大帝引路。他暗暗想着，先将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人族修士送到自己父亲那里去，让父亲发落。虽然不是擒拿过去的，这也差不多了。凭借父亲地级6阶的修为，还拿不下这两人。哼哼，吕二口冷哼一声。跟在他身旁的吕辽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感觉送这两个人族修士去武则妖帝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暗暗传音提醒吕二口道：“圣子，这两人既然敢去见吞天洼地，说明修为不低啊。以老夫看，不如将他们引入我族的迷幻杀阵之中去，然后圣子再伺机脱身如何？”吕二口自信回道：“二长老多虑了，父亲乃是地级6阶巅峰修为，即便是遇到人族的7阶地境，也有一战之力。听闻近日人族内斗严重，7大世家和3大神教不少高阶大能都陨落在了紫霄圣地。如今这天域之中，除了北海大帝和紫霄老祖之外，还有哪个人族修士能够对我父亲造成威胁？”吕辽还是觉得不妥，可是二长老勿要胡思乱想了，这二人虽然也是地境大能，但很明显不可能是北海大帝和紫霄老祖。据说北海大帝一直都是一身红色铠甲示人，而紫霄老祖则是一身白袍，反观这两人一个都对不上。而且像北海大帝和紫霄老祖那样的绝世强者，天域主宰一般的人物，要想见我父亲和义父，何须用杀我族长老这种手段，以我的关系去见？所以他们绝不可能是北海大帝和紫霄老祖。在吕二口的带路下，林玄清和北海大帝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天青牛蟒部族的核心领地。众多天青牛蟒一族的族人见到自家圣子带了两个人族修士来，都感到十分诧异。大帐之中，武则妖帝正在和族内3长老一起商讨万妖之地东部势力的整合。父亲，我回来了。吕二口见到武则妖帝的大帐，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武则妖帝听到他的声音，立刻走出大帐迎接。父亲，我把这两个人给擒回来了。看到自己的父亲出帐，吕二口顿时有了底气，索性说是自己将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给擒回来的。一旁的二长老吕辽老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感觉圣子这小子闯大祸了。果不其然，在北海大帝看到武则妖帝的一瞬间，立马催动修为，一把抓去。武则妖帝闻声色变，惊呼道：“地境强者！”他赶紧爆发自己6阶地境的修为，然后激活了自己的一部分真龙血脉，融化了自己的左臂。武则妖帝真龙化后的左臂覆满了黑色的鳞片，变得既粗又硬。他直接和北海大帝硬碰硬对了一掌，轰隆！天青牛蟒方圆几十里的陵墓在两人对掌的余波中尽数震断。霎时间，众多天青牛蟒的族人见此一幕后全部融化，如同潮水一般的围向北海大帝和林玄清两人。他们个个都面色紧张，如临大敌。武则妖帝呢？他融化过的左臂在刚才那一掌下鳞甲碎裂，滚烫的鲜血浸透了整只手臂。7阶地境以上的强者，武则妖帝喃喃自语，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在如今的北海天域之中，能够伤到他的人族修士已经寥寥无几。武则妖帝打量了一番林玄清坐下的黑心虎，惊奇地发现他是一头地级灵兽，以地级灵兽为坐骑，此人莫非是紫霄老祖？那刚刚与我对掌的，难道就是北海大帝？此刻他已隐隐猜到眼前这两人的身份。在他背后的吕二口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疑惑问道武则妖帝：“父亲为何要对此二人留守？”武则妖帝老脸一黑，内心暗暗想着：你这逆子真是想害死你爹不成？留守？倘若这二位前辈要是想的话，可以只给你爹的尸体留个手。住口！武则妖帝呵斥道。随后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对着林玄清和北海大帝行了一个大礼。晚辈武则有眼无珠，不知是两位前辈驾临，多有得罪，还望恕罪。堂堂武则妖帝，万妖之地，如今除了吞天洼地之外的扛把子，居然就这么跪在了这两位陌生修士的面前。二长老和3长老都是老人精了，他们看到武则妖帝都跪了，赶紧也跪在地上给林玄清行礼。神经紧绷的天青牛蟒族人们见此一幕，也都齐刷刷的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唯独吕二口这个铁憨憨还愣在原地，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的众多族人。父亲，您这是干什么？赶紧闭嘴，否则为父想保都保不住你。武则妖帝见吕二口还在发愣，直接硬生生的将他给按在地上。此刻整个天青牛蟒部族的所有族人全部跪在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面前。你就是武则妖帝？林玄清缓缓开口，语气中没有任何情感，但却让武则妖帝感到一种无形的威严。他不敢怠慢，立刻回答道：正是晚辈。吞天洼地何在？林玄清见到天青牛蟒部族中并未有吞天洼地的身影，疑问道。武则妖帝一听，立刻就明白是收集万妖血脉的事情暴露了。紫霄老祖指名道姓的要找吞天洼地，那自己到底是实话实说还是隐瞒？一想起吞天洼地给予他统领万妖之地的承诺，紫霄老祖虽然强大，他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将吞天洼地的行踪给隐瞒下来。而且吞天洼地背后的主人一旦降临，紫霄老祖也就不够看了。前辈，晚辈并未见过吞天洼地。
武则妖帝镇定说道。可他话音刚落，一旁的吕二口就开口说道：“父亲，您刚刚不才和义父一起商谈吗？”武则妖帝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此刻真想用力掐死这个逆子。黑猩虎看着武则妖帝这丰富多彩的表情，再看看吕二口，满眼都是自己儿子黑小虎的影子。当初守护问神塔的时候，黑小虎这个逆子就是这么坑爹的。义父，武则妖帝，看来这万妖之地生灵涂炭，有你一份。北海大帝怒意横生，不准备再给武则妖帝任何机会。他取下腰间佩剑，一剑斩了过去。恐怖的剑势破坏了空间法则，让武则妖帝没有办法撕裂空间逃跑。无奈之下，他只能完全祭出自己的真龙血脉。北海大帝，你莫要欺人太甚！武则妖帝暴喝一声，顺着北海大帝的剑势迎了上去。全身都真龙化的他的修为已经堪比7阶地境，虽然还是和北海大帝相差甚远，但他有信心能够逃走了。北海大帝的剑势如同锋刃一样切割着武则妖帝浑身的鳞甲，让武则妖帝痛苦不堪。1处、2处、3处，一共378处细微的伤口在武则妖帝的身体上出现，鲜血渐渐从血管中迸发出来。染血！紧接着，武则妖帝又是一声暴喝，她全身的真龙血脉像油一样燃烧起来，金色的火焰覆满了她的全身，她的修为居然再次上升到了8阶地境。族长居然用出了染血秘法！二长老吕辽双目圆瞪，知道武则妖帝这是在拼命了。染血秘法是天青牛蟒族只有必死之境的情况才会用出，使用者通过燃烧血脉之力激发潜能，让自己的修为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例如圣级巅峰的他，如果燃烧自己的4星真龙血脉，可以瞬间突破桎梏，达到地境。但是染血的代价极高，使用此秘法者，血脉之力会永久的消耗，无法挽回。而且染血结束之后，使用者还会遭到血脉反噬，直接成为废人。武则妖帝的气息已经来到了地级8阶的顶峰，强大的真龙血脉让他的身体变得异常的坚硬。北海大帝这一剑被他挡下来了。二长老、三长老，快带二口走！他自知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希望二长老和三长老为天青牛蟒一族保留最后的血脉。二长老没有犹豫，立刻幻化为原型天青牛蟒，含着吕二口就要逃走。北海大帝见状，又是一剑挥出，黄龙剑势，去！这是他的认真一剑，一般的9阶地境都无法轻易的挡下来。武则妖帝此刻已经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幻化为原型，一条足以缠绕整座山峰那么大的青色牛蟒出现在苍穹之下。在真龙血脉的加持下，武则妖帝的样子更像龙形一些，而且还带有一道猛烈的龙威。死！武则妖帝龙吟阵阵，面对北海大帝的黄龙剑势，他奋力地扑杀过去。霎时间，苍穹之下，一条黄龙和一条青龙缠绕一起，相互厮杀，不分胜负。吕二口被二长老吕辽叼在嘴里，望着苍穹下自己浴血厮杀的父亲，终于明白自己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他也是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带回来的2位陌生的人族修士，正是紫霄老祖和北海大帝。圣子，勿要回头，快随我走！二长老催动圣级巅峰修为，全速逃窜。然而区区圣级，连空间都无法撕裂，又怎能在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手中逃走？林玄清直接随手撕破空间，瞬间就来到了吕辽的面前。糟了！吕辽见到林玄清来了，知道仅凭圣级巅峰修为是逃不掉的。是，他也效仿武则妖帝，激活真龙血脉，并且使用了染血秘法。染血！吕辽的修为在染血之后来到了地级，虽然只有1阶，但已经可以撕开空间送吕二口走了。圣子，快走！一道空间甬道打开，吕辽直接将吕二口扔了进去，然后他直接自爆，想要以这种方式阻止林玄清追杀圣子。轰隆！达到地级1阶的吕辽如愿以偿的自爆了。天地间血雨弥漫，但对林玄清没有丝毫伤害。天青牛蟒一族的三长老不可思议地看着天空中的林玄清，喃喃道：吕辽以地级修为自爆，居然都没有伤到紫霄老祖一丝一毫。地级修士哪怕只有1阶，自爆的威力也不容小觑。就算紫霄老祖是9阶地境，甚至是半步求道境，也不至于一点反应都没有吧？这就像一个强壮的人被蚂蚁咬了一口，虽然没有任何伤害，但至少也会有一点反应。林玄清看着这漫天的血雨，无奈地摇了摇头，叹道：本来想试一下自己现在真实的修为的，结果这家伙直接自爆了。穿越到这个世界100年之久的林玄清，好不容易真正获得了大地修为，一把都还没有爽过，这也太悲催了。不行！林玄清来到这万妖之地，除了夺万妖血脉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几个妖帝或者妖族大圣来打一打。此刻他将目光投向了底下神情呆滞的三长老。林玄清发现这个天青牛蟒一族的长老似乎和刚才那个自爆的修为差不多，也是圣级巅峰，于是他果断瞬移到三长老的身前。林玄清的身影突然出现，三长老一个机灵，然后立刻紧张起来。他知道自己被紫霄老祖给盯上了，龙化染血，反正也活不了了。三长老索性学二长老一样，龙化后染血，将自己的修为拔升到地级。随后他眼睛一闭，直接自爆了。轰隆！这一爆由于是在地面上，将很多天青牛蟒的族人都给直接炸死了。林玄清眉头紧皱，心想自己又没有出手成功，靠！他只好环视四周，发现周围还活着的这些天青牛蟒族人修为最高也只是5军，以他现在的地境修为，灭杀不过1指之势。然而天上正在和黄龙剑士厮杀的武则妖帝修为又太高了，他若出手的话，得靠外挂才能秒杀了。无奈之下，林玄清只好选择从空间甬道中将吕二口给抓回来。吕二口一脸恐惧地看着林玄清，
仿佛如看到了死神一般。紫霄老祖，放开我儿！苍穹之下，已经强弩之末的武则妖帝见到林玄清擒拿住了吕二口，暴怒，一口龙息对着林玄清吐来。林玄清一动不动，龙息还未到他身旁，就突然消失了。北海大帝提剑登天，面对血脉已经燃烧到尽头的武则妖帝，一剑斩了下去。武则妖帝那巨大的青蟒龙身瞬间被北海大帝斩成两截，然后陨落到大地上。族长被斩杀，圣子被擒拿，天青牛蟒一族此时一片死寂。北海大帝落到林玄清身边，再次质问吕二口道：“吞天洼地现在何处？”吕二口此刻已有取死之志，想要学吕辽那样自爆，但林玄清这次没有给他机会，直接封住了他的丹田。本帝再问你一遍，吞天洼地在何处？北海大帝威胁道：“如若隐瞒，本帝不介意将天青牛蟒一族从万妖之地彻底抹除。”面对灭族的威胁，吕二口作为圣子只好妥协。义父在与父亲商讨过后，去了另外的几个部族。林玄清疑问道：“哪几个部族？”吕二口咬牙说道：“义父曾经在帐中说过，等他登临求道境后，会将万妖之地交给父亲统领，并且让另外4个妖帝辅佐。他们分别是紫翼蝠皇、邪火白帝、赤木狼皇和天妖雕帝。现在应该在紫翼蝠皇那里。”北海大帝听罢，直接撕开通往紫翼蝠皇部族的空间裂缝，抓着吕二口就踏了进去。同一时间，紫翼蝠皇部族核心领地吞天洼地正在给他画饼。紫翼老帝，等主人降临后，就会立刻除掉紫霄圣地这个障碍，随后灭掉北海地宫也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情而已。到那时，我妖族将以人族修士为食，远古时期的强盛将重现天域。紫翼边皇听完吞天洼地的种种计划后，大喜道：“那就看吞天老哥的了。老弟放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吞天洼地说罢，就撕开通往邪火白帝的空间甬道。紫翼蝠皇拱手道别，恭送吞天老哥。紫翼蝠皇刚送走吞天洼地，就听见大帐之外传来了二长老的声音：“族长，天青牛蟒部族圣子吕二口求见。”二口贤侄。紫翼蝠皇与武则妖帝是至交，早年间曾一起出生入死，所以也把吕二口当作半个儿子。听到二长老说吕二口来了，他甚是欢喜。二长老，快请二口贤侄进帐。是。话音落下，吕二口掀开帐帘，缓缓走了进来。紫翼蝠皇喜笑颜开，走上去拍了拍吕二口的肩膀：“贤侄啊，怎么突然想到来我部族了？”吕二口面露难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北海大帝和紫霄老祖这2个绝世大能此刻就在帐外藏着偷听，他要是说错一句话，基本上就凉了。紫翼前辈，这次晚辈来此，主要是想问一下吞天洼地是否在。吕二口话还未说完，就被紫翼蝠皇给打断：“贤侄，为何如此生分？叫我前辈。”吕二口挤眉弄眼，用手指了指天上，想提醒一下紫翼蝠皇。然而紫翼蝠皇并没有在意吕二口的这些不合常理的举动，直接拉着他的胳膊来到了桌案前。“贤侄啊，其实你来的正是时候。”紫翼蝠皇想起刚才吞天洼地画的那些饼，微笑道：“这次你返回部族后，替我好好谢谢你父亲。”他继续说道：“要是没有武则兄的推荐，恐怕我等也和那混元妖皇一样，将会遭到灭族之灾。”紫翼前辈，不！吕二口刚想插嘴，紫翼蝠皇又立刻打断了他：“贤侄啊，你叫我前辈还是太生分了。你父亲与我是生死之交，你若是不嫌弃，可称我一声干爹。”紫翼蝠皇凝视着吕二口的眼睛，让吕二口极为难受。吕二口暗暗想着：“我的好干爹啊，你快闭嘴吧。”于是他决定再提醒一下紫翼蝠皇，说道：“干爹，你和吞天洼地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紫翼蝠皇一听，摸了摸吕二口的额头：“贤侄，你怎么了？吞天老哥还是你父亲的推荐，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这句话一说出来，吕二口就知道紫翼蝠皇完了。此刻紫翼蝠皇丝毫没有注意到吕二口脸上那如同拉不出屎一样难受的表情。他看着帐中的北海天域地图，指着紫霄圣地和北海地宫的地界说道：“贤侄，吞天老哥已经承诺，等日后铲除紫霄老祖和北海大帝之后，这一带疆域将由本皇坐镇。到时候我妖族将以人族为食，重振上古时期的盛况。”紫翼蝠皇转身看向吕二口，笑道：“贤侄，听闻你对鏖战之法多有研究，到时候人族的那些女修士，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听到这里，吕二口整个身体都已经麻了，自己的这个干爹看样子是没救了。此刻大帐之外藏匿着气息的北海大帝听到紫翼蝠皇的话后勃然大怒，他直接现身，散发出极为恐怖的地运，席卷着整个紫翼蝙蝠部族的核心领地。帐外的众多紫翼蝙蝠族人见到有人族地境修士出现，大惊失色，特别是二长老和三长老，正准备呼喊紫翼蝠皇，就被北海大帝一剑斩落。紫翼蝠皇，速出帐临死！北海大帝声如响雷，在紫翼蝙蝠部族内炸裂开来。大帐之内，吕二口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干爹，没办法，我尽力了。”紫翼蝠皇微微一愣，然后迅速掀开帐帘，发现北海大帝持剑立于苍穹之下。“你是何人？竟敢如此猖狂，杀我族长老！”紫翼蝠皇看到了二长老和三长老的尸体，怒意横生。北海大帝没有多跟他废话，一剑就斩了起来。紫翼蝠皇在这一剑之下感受到了极为恐怖的压力，发现眼前的这个人族修士的修为并不亚于他，于是他直接幻化为原形，用自己那坚韧的巨型紫翼包裹住身体。蹭蹭蹭，北海大帝的普通一剑将他的紫翼划出一道又一道细微的伤痕。这一刻，紫翼蝠皇才恍然大悟，这个突然出现在部族中的人族修士似乎是那个人。艰难地抵挡下这一剑后，他收起他那伤痕累累的紫翼，仰头质问道：“阁下可是北海大帝？”
北海大帝傲立苍穹，紧接着又是一剑斩下。面对着威力更为凶猛的第二剑，紫翼蝠皇确认了眼前这个人族修士就是北海大帝。此时他会想起自己在大帐中给吕二口说过的话，才明白自己是祸从口出了。紫翼蝠皇赶紧激活自己的六星上古血脉，和武则妖帝一样，强行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地级7阶。然后他又祭出一件地宝，奋力抵挡住北海大帝的这第二剑。不过由于他的修为远低于北海大帝，即便是他激活了血脉之力，还是被剑士的余威砍断了一只子翼。可恶！事已至此，只能逃走了。紫翼蝠皇自知不是北海大帝的对手，于是当机立断，准备撕开空间逃命。就在这时，骑着黑猩虎的林玄清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有埋伏？不过你只是2阶地境修为，休想拦住本皇。他迅速探查了林玄清的修为后，发现林玄清不足为虑。于是紫翼蝠皇煽动仅有的一只子翼，妄图钻进空间甬道之中。然而林玄清上来就是一指，不讲理，有的直接洞穿了他的脑袋。下一秒，紫翼蝠皇卒！如此轻描淡写的秒杀，让紫翼蝙蝠部族的这些族人感到林玄清更为恐怖，个个都面如死灰。北海大帝从苍穹上缓缓落下，来到林玄清的身旁。刚才他还极为盛怒，现在却立刻变得温柔无比。老公，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妖族部落吧。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将大帐内的吕二口给抓了出来，说道：走，和刚才一样，去找邪火白帝。吕二口悻悻地点了点头，脑海中满是下一个受害者邪火白帝的样子。因为邪火白帝比紫翼蝠皇与他父亲的交情还要深厚，当年吕二口刚出生时就认了邪火白帝这样一个干爹。邪火凤族，邪火白帝大帐之中，邪火老帝，万妖之地由武则掌管，北海地宫和紫霄圣地这一片区域已经给了紫翼。吞天洼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画饼，北海天域中要神教的领地就分给老弟，你如何？邪火白帝听完吞天洼地的筹谋之后，大喜道：那老弟我就却之不恭了。哪里话？吞天洼地摆了摆手，事已说定，我还要到赤木和天妖雕那里去一趟，就不留了。邪火白帝行了一礼，说道：那老弟我就不送了。说罢，吞天洼地撕开空间裂缝，前往了下一个地方。和紫翼蝠皇一样，吞天洼地刚走不久，大帐之外就传来了二长老的声音。紧接着吕二口就被引入大帐中来。贤侄，你怎么来了？邪火白帝赶紧将吕二口带到桌案边上坐下，然后倒了一杯茶。吕二口一脸苦涩，根本无心品茗。干爹，你应该和吞天洼地没关系吧？吕二口说这话时，一把抓住了邪火白帝的手臂，并给了他一个眼神。邪火白帝现在还沉溺于吞天洼地话的饼中，根本没领悟到吕二口的意思。贤侄，这是何意？吕二口眉头紧皱，又不敢直接说，只能不断的暗示。邪火白帝喝了一口茶，笑道：贤侄，此乃吞天老哥送的悟道茶，乃是地级灵植，对修为大有裨益。吕二口一听这话，知道自己的这位干爹又把笔劈了。他根本来不及阻止，邪火白帝就主动说到了刚刚吞天洼地讲过的筹谋。日后这北海天域就要更名为我妖族的天域了。听说贤侄你的鏖战之法常常让部族中的女妖受不了，到时候人族的女修士多的是，你懂的。干爹，你休要胡说了。吕二口急了，怎么这个干爹和上个干爹说的话都一模一样呢？邪火白帝还以为是吕二口不好意思了，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贤侄啊，这鏖战之法当年干爹也修炼过，没什么丢脸的。等我妖族称霸天域之后，大不了干爹和你一起去。而且听说北海大帝也是个女修。邪火白帝玩味一笑，听到这句话，吕二口整个人像触电了一样，突然一颤。他暗暗想着：干爹啊，你的心可真大啊！此刻帐外的北海大帝又一次盛怒，而且比上次还要严重。邪火白帝找死！这次他都没有释放自己的地运威压，而是直接杀了进来。邪火白帝措手不及，直接被北海大帝斩断了一条腿。人族修士，地境。邪火白帝乃是凤族后裔，身体有极强的再生功能。刚才北海大帝虽然斩断了他的腿，但他马上就催动修为，那条断腿瞬间就再生了。面对盛气凌人的北海大帝，邪火白帝逃离大帐，幻化为圆形火凤。北海大帝持剑跟了上去，人族剑修，修为远高于我。邪火白帝俯视着跟上来的北海大帝，惊呼道：你就是北海大帝！想到自己刚才给吕二口说过的话，他感到无比的恐惧。完了完了，只能逃了。邪火白帝催动六星火凤血脉之力，将修为强行拔高到地级7阶，然后打开一条空间甬道，通往赤木狼族的领地。由于他是火凤一族，敏捷极快，因此一时间北海大帝并没有追上。林玄清骑着黑猩虎，将北海大帝揽在怀中，也撕开一道空间裂缝，通往赤木狼族的领地。吕二口被黑猩虎叼在口中，一起穿了过去。而此刻，赤木狼族领地中，赤木狼皇才刚刚送走吞天洼地。邪火白帝穿越空间甬道，狼狈不堪地来到赤木狼皇的大帐之中。赤木兄，救命！邪火兄，你这是？赤木狼皇见邪火白帝如此狼狈，疑惑问道。邪火白帝根本来不及解释，林玄清就已经骑着黑猩虎来了。吕二口被黑猩虎扔了下去，正好砸到赤木狼皇的大帐上。什么人？赤木狼皇出去一看，发现居然是吕二口。贤侄，怎么是你？吕二口的修为被林玄清封死了，刚刚摔下来受了重伤，吐出一口鲜血。干爹，快走！他刚提醒到赤木狼皇，北海大帝的剑士就已经来了。赤木狼皇抬头一看，
发现这件事恐怖如斯，不能应接，于是他激活血脉之力，极为敏捷地躲开了。人族修士竟敢擅闯我族领地，找死！赤木狼皇张开凶狠的獠牙，赤红色的瞳孔散发出微光，直接扑杀向北海大帝。哼！北海大帝冷哼一声，正准备出手，但被林玄清给拦了下来。因为林玄清发现让他出手解决起来实在是太慢了。这次从紫霄圣地出发，路过了这么好几个妖族部落了，要是每一个都这么打的话，估计吞天洼地早就收集完万妖血脉跑了。于是林玄清开启秒杀大地卦，一直指向赤木狼皇。赤木狼皇瞬间感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他还来不及思考什么，林玄清的指法已经将他的脑袋给戳爆。地级7阶的赤木狼皇一个照面就陨落在自己的部族之中。邪火白帝看着这一幕瑟瑟发抖，因为刚刚林玄清的这一指，即便是他这样拥有所谓的不死之身的火凤后裔来说，中了也不可能复活。还有一只，林玄清对准目标邪火白帝，又是一指。邪火白帝好想逃，但逃不掉，他燃烧血脉，企图自爆，但林玄清的指法击中他后，似乎将他的丹田给锁死了。砰！一声轻响，邪火白帝倒在了血泊之中。驴二口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内心不停地忏悔着。他的父亲，包括这3个干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他害死的。而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干爹，名为天妖雕帝。当然，还有一个新任的义父，叫吞天洼帝。北海大帝打开通往天妖雕帝领地的空间甬道。累了，毁灭吧。驴二口站起身来，已经无所谓了。天妖雕部族核心领地，吞天洼帝正在画最后一张饼。吞天兄，你背后的那个主人有把握胜紫霄老祖吗？天妖雕帝听完之后将信将疑，毕竟最近他也听说了紫霄老祖一人灭杀30多半部求道境的故事。吞天洼帝大笑道：雕兄，不怕告诉你，主人的威能远超你的想象，他真的来自天域之上，如假包换。吞天洼帝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枚鸿蒙道丹，说道：此丹你应该认识吧？求道神丹。天妖雕帝大惊道：这天域之中号称炼药第一的药神教，最多也只能炼制8阶地丹而已，这枚鸿蒙道丹正是主人所赐，用于我日后冲击求道境。吞天洼帝说到这里，突然改为传音，悄悄说道：其实不妨告诉雕兄，主人的真实来历乃是太虚古界。太虚古界，天域之上，据说是由一个又一个古界组成。天妖雕帝虽然没有去过，但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看到过相应的记载。传闻古界是由界主所统御，其修为高深莫测，地境与之相比如萤火，比之皓月，不值一提。只是天妖雕帝疑惑，吞天洼帝口中的主人在太虚古界是什么身份？吞天兄，你所认之主在太虚古界如何？吞天洼帝很清楚天妖雕帝的性格，知道他是一个极为谨慎的妖，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他直接告诉了天妖雕帝答案。雕兄，你可知道天域之上的境界？天妖雕帝只在古籍上看到过界主这个境界，其余的除了地境之上的求道境之外，一概不知。他摇了摇头，回答道：还请吞天兄解惑。地境之上一共分为5个境界，分别是求道境、悟道境、合道境、道尊境以及道主境。而合道境就是古界中修士的分水岭，合道之上为真仙，之下为伪仙，差距之大，有如云泥之别。雕兄，你可知我所认之主是什么样的存在？天妖雕帝试探性的猜测道：合道境。在他看来，吞天妖帝如此自信，想必其主修为应该不低，至少来说应该是个真仙吧。然而听到这个答案的吞天洼帝摇了摇头，说道：雕兄不妨再猜一下，不会是道尊境吧？哈哈，雕兄身处下界天域，限制你的想象力。吞天洼帝拍了拍天妖雕帝的肩膀，让天妖雕帝再猜一猜。天妖雕帝神色突然紧张起来，问道：吞天兄，难道是道主境？吞天洼帝听了居然还是摇头，这让天妖雕帝极为不解。不是说道主境就是古界中5境的最后一境了吗？此刻吞天洼帝缓缓说道：雕兄啊，实不相瞒，其实我第一次听说主人的真实修为时，也是与你一样的不可思议。道主境，呵呵，的确，道主境在古界之中也是至尊强者了，只不过即便是道主境，也只配仰望主人罢了。天妖雕帝听到这里，冷汗直流，他隐隐已经猜到吞天洼帝接下来要说什么，主人便是太虚古界的界主。果不其然，吞天洼帝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此刻天妖雕帝心中所想的这个。古界的主宰被称之为界主，其修为在这5境之上，并且只有一位。传闻古界不灭，界主不死。太虚古界的界主怎么会？即便是吞天洼帝亲口所说，天妖雕帝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如此恐怖的存在，怎么会找到北海天域中来？吞天洼帝看出了天妖雕帝的疑惑，解释道：雕兄，主人的存在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只需要紧紧地抱着主人的这条大腿，尽快飞升到太虚古界就好了。天妖雕帝猛地点头：吞天兄，我听你的。很好。天妖雕帝，这里是吞天洼帝的最后一战，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地主和松喜2人收集完血脉之力即可。他早就和地主2人提前约定好，一旦万妖血脉收集完毕，就在天妖雕部族集合。差不多，他们2个也快完事了。吞天洼帝话音刚落，大帐之中一道空间裂缝突然出现，地主和松喜2人出现。天妖雕帝看到一身黑袍的2位陌生人族修士闯入，立刻警觉道：尔等何人，竟敢擅闯我族领地？吞天洼帝示意天妖雕帝不要动手，解释道：
雕兄，跟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乃是神教地主和松道友，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主人的奴仆。天妖雕帝听后，态度立马缓和，拱手说道：“两位道友多有得罪，还望海涵。”地主和松袭没有计较，而是直接将收集完的一部分万妖血脉取出，交到吞天洼地手中。这是万妖之地南部的3700种妖族血脉，加上之前我们收集的东部2400种血脉，全部都已经齐了。吞天洼地用神识清点了一遍，点头道：“数量没有差错。加上这段时间老夫收集的6200种妖族血脉，可以向主人交差了。”地主和松袭早就迫不及待了，说道：“吞天兄，事不宜迟，赶紧联系主人吧。”他们两个最怕的就是被紫霄老祖发现，所以一直催促着吞天洼地。吞天洼地呵呵一笑，调侃道：“两位道友勿要忧虑，紫霄老祖此人早晚会被主人除掉。”两人相视一眼，无奈道：“吞天兄，还是赶紧将万妖血脉交上去吧，免得夜长梦多。”地主和松袭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大帐之外传来了天妖雕族二长老的声音：“族长，天青牛蟒族圣子求见。”贤侄来了，快将贤侄给请进来。吕二口掀开帐帘，缓缓走了进来。吞天洼地一看，这不是自己才认的义子吗？吕二口环视了一遍大帐内的所有人，然后叹了口气：“贤侄何故叹气？”天妖雕帝疑惑问道：“干爹义父孩儿不孝，是来给你们收尸的。”贤侄，你此话是何意？天妖雕帝听到这句话后，先是愣了一下，并未直接发怒。吕二口挠了挠脑袋，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干爹，你没有听错，我就是来给你们收尸的。混账！天妖雕帝一巴掌扇了过去，打在吕二口脸上。你如何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一旁的吞天洼地也斥责道：“二口啊，我赐你地丹，待你不薄，为何要纣为父？”吕二口捂着红肿的脸说道：“不是孩儿要纣义父和干爹，是确实没办法了。”他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狂风骤起，将大帐直接给掀飞。林玄清和北海大帝坐在黑心虎背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吞天妖帝等人。地主抬头一看，发现是紫霄老祖来了，心脏狂跳。怎么回事？才刚刚收集完万妖血脉，这位就来了？难道这其实也都在紫霄老祖的计划之中？地主是见识过林玄清那恐怖的实力和恐怖的计算天机的能力的，从龙神遗骸到七色宝葫芦，再到现在的万妖血脉，让他合理的猜测，这一切都还在紫霄老祖的掌控之中。如此说来，自己的那个天域之外的主人，或许很可能也在紫霄老祖的计算之中。恐怖，太恐怖了！想到这里，地主已经决定逃走，哪怕他已经认了那位天域之外的修士为主。吞天洼地也没有想到，紫霄老祖居然这么快就追到万妖之的来了。此刻，林玄清看着底下的一群人问道：“谁是吞天洼地？”吞天洼地吞咽了口水，然后悄悄传音天妖雕帝和地主两人，还请三位暂且拖住紫霄老祖一阵，我现在就联系主人，将万妖血脉交上去。天妖雕点了点头，直接激活血脉之力，气息上涨到了7阶地境。随后，他直接幻化为天妖雕原形，天地色变。哦，林玄清看着眼前的银白色巨雕，得知了他就是天妖雕帝。看来你就是那小子说的天妖雕帝了。那小子，银白通透的天妖雕帝听闻此话后，看了一眼生无可恋的吕二口。好家伙，原来就是你把紫霄老祖引到这儿来的。林玄清人狠话不多，对准天妖雕帝就是一指。和前面几位妖帝一样，7阶地境的天妖雕帝才刚刚出场亮相，就直接被林玄清灭杀。什么？吞天洼地都还没来得及捏碎传讯令牌，天妖雕帝就打酱油了，这让他大为震撼。此刻，林玄清将目光投向吞天洼地，这让他极为紧张。地主，松道友，快抵挡紫霄老祖片刻，老夫即刻就联系主人。神经紧绷的吞天洼地希望地主和松袭可以挡住片刻，但地主直接选择逃命了。地主撕开空间裂缝，往神教仙山的方向逃走。松袭紧紧跟上，将吞天洼地一个人撂下。什么？他没有想到，半步求道境的地主和松袭会如此惧怕紫霄老祖，居然连抵抗的勇气都丧失了。不过，传讯令牌已经被他捏碎，他觉得自己未必没有胜算，只需撑住10个呼吸的时间，主人的分身就能降临到万妖之地，所以他必须要拖住。于是，吞天洼地将万妖血脉高高举起，对林玄清说道：“紫霄老祖，你不远万里从紫霄圣地赶来，想必是筹谋着万妖血脉吧？”林玄清看着吞天洼地手中那隐隐散发红光的血脉圆球，心想：这玩意儿就是万妖血脉，看上去有点怪啊，能用来泡澡吗？吞天洼地见林玄清突然沉默了，心想自己应该说中了紫霄老祖的目的。他暗暗想着，看来紫霄老祖应该也算到了主人的存在了。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方才紫霄老祖沉默的片刻，已经过了10个呼吸的时间。哈哈哈，紫霄老祖，你不该犹豫的！吞天洼地狂笑起来，在他那肆无忌惮的笑声之中，昏暗的苍穹上一道雷霆霹雳落下。那位陌生的年轻修士傲立在半空之中，凝视着吞天洼地。吞天洼地立刻幻化为吞天巨蛙原形，一跃而起，将收集好的万妖血脉交到了他的手上。陌生年轻修士握紧万妖血脉，淡淡说道：“你做得很好，主人。地主和松袭那2个贪生怕死的家伙跑了，此事我已知晓。”陌生的年轻修士说罢，直接撕开一道空间裂缝，带着万妖血脉就要离开，去修补这片天域残缺的天道。丁，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击杀吞天洼地。任务目标：立刻击杀吞天洼地。任务奖励：
秒杀大帝能力升级大礼包。此任务已自动加入到宿主的任务列表中，请宿主尽快完成。秒杀大帝的能力将会引来史诗级别的升级。居然在这里触发任务了！林玄清万万没有想到，遇到吞天洼地能触发新任务，而且看样子这个任务的奖励应该很不错。于是林玄清当着这位陌生修士的面，一指指向吞天洼地。恐怖的压迫感对着吞天洼地迎面而来，竟然让已经半步求道境的他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主人，救我！吞天洼地惊声喊道。陌生修士本来没把林玄清放在眼中，但当着他的面杀自己的奴仆，让他觉得这是在挑战他的威严。区区下界天域修士，竟敢！他回过身来，正准备替吞天洼地挡下这一击，但他突然发现林玄清的这一指，其中竟然蕴含着某种道的力量。合道境？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陌生修士百思不得其解，林玄清是如何做到的？无论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紫霄老祖都只有地境，地境连求道的门槛都还没有进入，又何谈悟道，甚至是合道？更关键的是，这个紫霄老祖的道也太奇怪了吧！身为太虚古界界主的他，万千大道都见过，就没有见过如此古怪的道。这种道似乎是专门用来灭杀地境修士的。他能够感受得出林玄清的这一指威力虽然极为恐怖，但却只能灭杀地境修士，高一个境界杀不了，低一个境界也杀不了。有趣！陌生修士喃喃道。陌生修士的这具下界天域分身受到残缺天道的限制，最多只能发挥出地境的实力，因此他没办法阻止林玄清的这一指。吞天洼地瞳孔急速收缩，在惊恐中被林玄清的攻击给刺穿身体。临死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认知主明明是古界界主，为何不救他？难道说这个陌生的修士骗了他？吞天洼地死后，林玄清的脑海中再次弹出系统的声音：丁，宿主已经成功完成击杀吞天洼地的任务，秒杀大帝能力升级大礼包星号1。看着系统面板中金光闪闪的礼包，林玄清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了。点击升级大礼包，炫酷的特效在系统面板上出现。LV1 秒杀大帝 ，LV2 秒杀界主。被动技能，完全免疫古界界主的任何攻击，不需要主动开启。秒杀界主。林玄清点击升级后技能的介绍，上面写着：秒杀界主，顾名思义，只能秒杀界主。友情提示：天域之上为古界，境界分为求道境、悟道境、合道境、道尊境、道主境和界主。另外，请宿主尽快完成引导任务2后飞升上界，谢谢。林玄清看了之后，脑袋里面多出了3个巨大的问号。什么情况？我好不容易有了地境修，喂，配合秒杀大帝的能力无敌于天域，你现在给我整个秒杀界主，飞升到古界中去，那么好几个境界，光能秒杀界主有个屁用啊！干！林玄清表示非常鄙视这个谢系统，这样一升级，他现在直接从大的变成了大帝。丁，宿主，格局啊，你都大帝了，格局为什么还这么小呢？丁，等你飞升古界之后，直接约战古界界主不就行了？林玄清白了一眼，说道：你妹夫的，我区区地境，飞升古界后就是个地中地，又没有人脉和势力，直接约战界主，你确定不会被当成傻子？丁，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击杀界主分身。任务目标：击杀眼前的界主分身，并放出狠话，拉满仇恨。任务奖励：道子身份卡星号1。失败惩罚：名声值清零。注意，此任务已自动加入到宿主的任务栏，请宿主立刻完成。击杀界主分身。林玄清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修士，惊讶道：系统，你是说他是界主的分身？丁，太虚古界界主分身哦，如假包换。太虚古界界主居然跑北海天域来了。林玄清凝视着陌生修士，眼神中满是名声值。虽然是个分身，击杀之后应该会直接影响到本体吧。如果能做到一击秒杀，再狠狠地拉一波仇恨的话，估计名声值能加爆。可问题是，这位界主的分身目前是地境，自己的外挂升级了，反而秒不了，这咋办？就在林玄清一筹莫展的时候，陌生修士突然开口说道：你很有趣，明明只是地境，却悟出了某种道，专杀地境修士。你将两者结合，在这方小小的残缺天域中的确做到了无敌。可惜投机取巧的人终究悟不到真正的大道。陌生修士将一半的万妖血脉分出，然后又画出第2道分身，交予分身的手中。林玄清看到万妖血脉被一分为2，想要去抢夺，谁知他又分出了第3道分身，然后是第4道、第5道、第6道。陌生修士一连分出了20几道分身，并且每一道都达到了9阶地境的修为。林玄清见此一幕，惊呼道：引分身之术！一半的万妖血脉在这堆分身中来来回回的交换，搞得林玄清眼花缭乱，最终不知道在哪个分身的手中了。北海大帝用神识去探查分辨，但却被陌生修士给屏蔽了。毕竟这里的每一道分身修为都不弱于他。去吧，先去将残缺的天道补全。陌生修士对着身边的20多分身吩咐道。这些分身立刻撕开20多道空间裂缝，带着一半的万妖血脉在林玄清和北海大帝的眼皮子底下离开。随后，陌生修士举起手中剩下的一半万妖血脉，直接扔给了林玄清。林玄清都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听陌生修士冷笑道：你们想要这劣等的血脉，应该是想阻止我修补你们这残缺的天道吧？其实只需要一半的万妖血脉就能修补这片天域了，剩下的这一半送给你们陪葬也无妨。如今尘埃已定，这片天域终究归我所掌控了。
林玄清握着手中的万妖血脉，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引导任务2大帝之子已完成。任务评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了万妖血脉的加持后，宿主的子嗣出生时自带10倍大帝之姿的光环，将来必定成为独断万古的超级大能。大帝之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林玄清避免了自己生孩子没屁眼的恶毒诅咒。老婆啊，这个你拿回去泡澡，对孩子好。林玄清把这一半万妖血脉交到北海大帝的手中。好的，老公，我会的。北海大帝握紧万妖血脉，心暖暖的。陌生修士见到此幕，忽然感到不爽。这两人公然秀恩爱，丝毫不把身为界主的他放在眼中，实在是太嚣张了。而且，难道你们不知道，等本界主修补完残缺的天道之后，这具分身瞬间就会拥有本体的威能吗？所谓界主，只要在自己的古界之中，无论有多少分身，其修为都是等同的。也就是说，等北海天域被他纳入太虚古界的疆域之中后，这里的所有分身，其修为全都在道主境之上。到时候，他哪怕是放个屁，都能直接崩死这片天域的所有修士。秀恩爱，死得快！陌生修士喃喃自语，苍穹之上迸发出5颜6色的光芒，这些光芒汇聚成一道巨大的人影，看上去极为虚弱。这是天道的巨象。林玄清和北海大帝屁股下的黑猩虎惊呼道：苍穹之上，这道巨大的人影渐渐缩小，最后成了一个普通修士的模样。只不过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整个人都是病怏怏的。都说天道残缺，可究竟残缺了什么？北海大帝凝视着天道的身影，疑惑地自言自语。数十万年来，他一直在找寻其中的原因，但始终没有结果。此片天域，亘古时期名为妖神域。陌生修士突然解释道：妖神域曾经是一片完整的大域，诞生过无数道主境强者，其灵气充沛程度远超一般的天域。道主境，北海大帝虽然不知道这个境界究竟有多高，但他能够从陌生修士的语气中猜到，道主境至少要比求道境强上不止1星半点。可是天域的上限不就是求道境吗？地境之上，例如龙神大帝，正得求道境后直接就飞升了。这也是林玄清疑惑的地方。天域之中也能诞生到主境？陌生修士有些不屑道：井底之蛙终究看不见广阔的天际，天道若是完整，任何一片天域都能诞生到主境。什么？北海大帝一脸错愕，陌生修士的这句话完全刷新了他的认知。陌生修士接着说道：妖神域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亘古时代的一场大战。当初妖神域乃是一大天域，鼎盛时期曾同时出现过18位道主境的强者，至于所谓的道尊境，更是达到了上千之数。只可惜所谓盛极必衰，道主虽多，但界主只能有一个。那一日，界主之争，圣虚古界出现了一场旷世大战，18位道主，1000多道尊，将古界打得4分5裂，30多个天域崩坏，妖神域也难逃幸免。天道被毁，妖神域的灵气和资源瞬间枯竭，无数高阶修士死于这场灾难之中。最终，若不是另一位古界界主伸出援手，整个圣虚古界恐怕都会成为永恒的废墟。讲到这里，陌生修士的一具分身将万妖血脉融入到天道身影之中。由于妖神域已经无法诞生道境修士，因此也渐渐被古界中的其他修士们遗忘。直到我偶然得到了那位界主留下的手书，才发现了此地。其实，要想彻底修复妖神域天道的方式很简单，这也是那位前辈陨落前生命的最后关头才领悟到的。当初妖神域那18位道主之战，毁掉了天道中蕴含的妖族气血。如果能够获取到妖神域大部分妖族的血脉，将其补入其中，天道自会恢复。此刻，天道身影已经完全融合了万妖血脉。果真和陌生修士所说一致，天道在融合了万妖血脉之后，脸色瞬间好转。虽说已经过去了无数个纪元，当初妖神域的那些妖族强者的血脉已经稀释了不少，但却不曾缺少过任何一种。难怪万妖之地的每一种妖族都能激活一种血脉之力。林玄清想到了之前武则妖帝等激活血脉的场景，恍然大悟。陌生修士接着说道：这些劣等的妖族血脉在此片天域完全恢复之后，将全部变为亘古血脉，到那时妖神域将重回巅峰。说罢，天道重新化为各种彩色的光芒，回到苍穹之上。紧接着，北海大帝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自己周围的灵气变得更浓郁了，灵气已经开始复苏了。太虚古界之中，遥远的王座之上，陌生修士的本体明神闭目，淡淡说道。随后，他的神识穿越无数虚空，链接到了妖神域中的分身。霎时间，这具分身的修为开始暴涨。妖神域已经正式被他纳为自己的领域，所以这具分身也拥有了和他同等的威能。求道境之上，界主境，是时候惩治一些不听话的奴仆了。他随意一个念头，早已逃回神教仙山的地主和松喜两人，顺便被抹杀。北海大帝呢？此刻，陌生修士凝视着北海大帝，让北海大帝有一种不受控制想要的臣服的想法。他的两腿一软，几乎快要跪下去。林玄清赶紧扶住他。陌生修士见状，喃喃道：有趣，想不到一只虫子居然有能力抗拒本界主的威能。他很好奇林玄清是怎么做到的。地境修士面对界主，生理上会本能的想要臣服，因为他是一界之主，是这照熠生灵的帝王。然而现在他的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只罕见的特别的虫子。陌生修士不允许一只虫子无视他的无上威严，于是他冷冷说道：给本界主跪下。此话一出，北海大帝彻底顶不住了。即便林玄清扶着他，他依旧想要跪下去。黑猩虎更是心中一慌，直接从空中跌落了下去。
林玄清将北海大帝抱在怀里，询问道：“老婆，你没事吧？”北海大帝紧紧拉扯着林玄清的衣袖，在他耳边呢喃道：“老公，我有一种莫名的心悸感。”林玄清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安慰道：“老婆别怕，有我呢。”林玄清完全无视了陌生修士，并且居然又在他面前秀恩爱。你们，陌生修士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身为界主，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地境虫子给搞破防。给本界主跪下！他再次喊道。然而林玄清还是什么事都没有，而且将北海大帝抱得更紧了。给本界主跪下呀！陌生修士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恐怖的威压让远在紫霄圣地的烈阳老祖等人都感受到了。此刻，紫霄圣地的所有修士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要下跪，但是想站又站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跪了？圣主啊，我也跪了，邪门了！师叔祖，你也跪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场面十分尴尬。而林玄清这边，陌生修士嗓子都喊干了，还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只会让北海大帝腿软，然后被林玄清抱得越来越紧密。这不合理！陌生修士怒道。就在这时，林玄清突然将目光投向他，区区界主而已，很不合理吗？陌生修士看着林玄清那一脸轻蔑的样子，以为自己看错了。区区地境的虫子面对身为界主的他挑衅，这怎么敢的？于是他念头一动，只见苍穹之中出现一张巨大的手掌，北海大帝直接惊了，因为这手掌几乎将整座天域笼罩。这是什么等级的力量？同一时间，紫霄圣的跪在地上的诸多地境封主和长老直接看傻了，他们可以感觉得到，只要这一掌拍下来，恐怕整个天域都会四分五裂。陌生修士此刻漠视着林玄清，想要看看一只天域之中的小虫子在绝望之中的挣扎。那具无边际的手掌如星球坠地，燃烧着神火，拍向大地。北海大帝绝望了，在他看来，不单单是自己，或许整个天域中的所有修士都无法逃脱这恐怖的一掌。于是他紧闭双眼，将林玄清抱得很紧。老婆，不怕。林玄清丝毫不慌，然后不紧不慢地向着天空劈了一掌。叮，检测到宿主使用秒杀界主能力，系统正在匹配特效中 loading。叮，盘古之力特效已匹配。随着系统的特效匹配成功，林玄清这一掌比陌生修士的还要炫酷。陌生修士那燃烧着神火的巨掌，在面对林玄清的盘古之力时，顷刻间化为了乌有。然后整个天域又恢复了刚才的宁静。什么？陌生修士瞳孔放大，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因为他在林玄清的掌法之中看到了传说中超越大道的无上之力。这不可能，不可能啊！陌生修士身为界主，很清楚所谓的无上之力出现意味着什么。难道说此人是古神转世？他再次看向林玄清时，内心感到一种极大的恐怖。传闻天地未分时，有无数的古神沉眠，这些古神掌握着世间运行的本质，掌控着无上之力。换句话说，古神的力量超过了一切的大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陌生修士慌了，质问着林玄清。林玄清并没有立刻理会他，而是对着北海大帝温柔说道：“睁开眼吧，没事喽。”北海大帝缓缓睁眼，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老公，你是怎么做到的？北海大帝不可思议地看着林玄清。林玄清语气看似平淡，实则装逼道：“区区界主而已，啥也不是。”北海大帝不明觉厉，陌生修士更是再次破防。叮，恭喜宿主对特定对象太虚古界界主完成一次震慑心灵的装逼，名声值已暴涨，名声值加。我靠！林玄清看着面板上突然增加的10万名声值，直接惊了。只是在这个所谓的界主面前装了个逼，居然直接加了之前名震北海所需要的名声值。这么看来，只要对着这个界主多刷刷，应该很快就能完成第2个主线任务啊！剧情经验包，我来了。林玄清暗暗想着，然后准备给陌生修士一点小小的秒杀震撼。此刻，陌生修士看到林玄清那不怀好意的眼神，忽然感到后背发凉。他现在几乎可以确信了，这个妖神域的土着应该是某个古神的转世，而且还觉醒了。你要干什么？虽然在妖神域的只是陌生修士的一具分身，但如果这具分身被林玄清灭杀的话，他的实力就会被削弱一部分。当然是杀你！林玄清面无表情地说道，随后一掌拍了过去。尽管这第2掌没有那么夸张的特效，但依旧蕴含着盘古之力，乃是开天辟地的力量。陌生修士催动自己所有的修为，3000大道齐出，想要阻止林玄清把自己一波带走。紫火、弱水、奔雷、旋风，一种又一种大道之力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色彩斑斓的网。这是3000大道之力。北海大帝9阶地境多年，如果不是天道残缺，应该早就成就求道境了。现在天道补全，再加上陌生修士展示的3000大道，他只看了一眼就立刻顿悟了。步入求道境后，他也更清晰地看出这位陌生修士究竟有多强。那3000大道编织成的网，仿佛可以把世上的一切都揽尽，然而却挡不住林前辈的这简简单单的一掌。只见林玄清的掌力摧枯拉朽一般洞穿着大道之网，陌生修士自觉必死无疑，放弃了最后的抵抗。飒，好像微风轻拂而过一般。妖神域中，陌生修士的所有分身都在这一掌中湮灭。北海大帝呆呆地望着林玄清的脸，想着这就是大道之简吗？前辈的修为到底有多高？他觉得自己能够嫁给林前辈，
可能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林玄清杀掉陌生修士的分身之后，轻轻挠了挠头，糟了，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太虚古界，陌生修士的本体倒吸一口凉气，身体直接瘫在王座之上。王座之下站成两列的道主境强者纷纷皱眉，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身为无上至尊的界主会露出这种惊恐的表情。难道是古界战争又要开始了？界主，发生何事了？左列最靠近陌生修士的道主境问道。本界主只是想到了当年的某场惊险之战，忽有所感罢了。陌生修士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众修士。众位道主境一听，以为界主是想起了当年和太玄古界界主的大战。界主，叶璇已经被您重伤，太玄古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叶璇就是太玄古界的界主。陌生修士忽然站起身来，摆手摇头。众位道主竟十分不解，追问道：界主，您这是？陌生修士叹息道：上次与叶璇一战，本界主被夺走了3成修为，至今都还没有恢复。什么？众位道主一听大惊，上次界主不是说与叶璇一战虽然惊险，但并未受伤吗？现在怎么变了？陌生修士从王座上缓缓走了下来，然后对着众人说道：从今日起，我要暂时闭关养伤，切记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本界主的行踪。界主，您要闭关？如今正是我太虚古界吞并太玄古界的大好良机啊，还请界主三思。众多求道境纷纷跪在地上，希望陌生修士继续主持大局。但陌生修士表示自己受伤得很重，必须要去闭关，并且如果可以的话，他决定将界主这个位置让出来。诸位，我伤势虽不致命，但也不轻，只是当初为了稳定古界局势，才强撑了一段时间。陌生修士看似十分无奈，摇头道：如今本界主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若诸位能够通过界主试炼得到太虚古界的认可，我就将界主之位让出来。界主，您没开玩笑吧？陌生修士这句话直接让这些道主境强者两眼发光，头脑发热。陌生修士严肃道：只要等能够得到太虚古界认可，本界主绝不食言，立刻就将太虚界印传给他。众位求道境面面相觑，心中的小算盘已经开始打起来了。他们都是太虚古界中各大势力的宗主或是太上长老，互相明争暗斗不知道多少岁月了，始终没有结果。如果界主真的将太虚界印传出来的话，那么谁得到了，另外一方将永远抬不起头来。不过太虚界印只是成为界主的最后一步，前面还需要通过界主试炼获得太虚古界的认可，才有资格执掌太虚界印。诸位若没有疑虑，就暂且退下吧。陌生修士准备早点开溜，争取在妖神域的那个家伙飞升太虚古界之前，躲到一个绝对没人能够找到的偏僻疙瘩地方去。界主，请问这试炼什么时候可以？临走之前，一位求道境的宗主问道。从现在开始都可以。得到陌生修士的答复后，这些道主境的强者片刻都等不及了，直接消失在虚空之中。陌生修士长舒一口气，然后将太虚界印随意扔到界主王座上面，遁入虚空之中。哼哼，古神觉醒又如何？本界主只需要换个容貌，随即找个天域苟住，你能找到我？虚空之中，陌生修士对自己的逃跑计划满意的点了点头。妖神域紫霄圣地太虚宫。丁，检测到宿主对太虚古界界主完成第2次心灵震撼的装逼，名声值暴涨，名声直加。这个太虚古界界主太能刷了。林玄清已经决定，等飞升太虚古界后，一定要逮着这个界主同志多薅几次羊毛。随后，系统开始结算击杀任务。丁，隐藏任务击杀界主分身已完成。道子身份卡星号1。系统啊，你这次任务结算的有点慢啊。鎏金宝座上，林玄清吐槽道。然后他点击新得到的道子身份卡，阅读了一下上面的介绍。道子身份卡使用后可立即获得太虚古界任意大势力道子身份。道子是什么？林玄清问道。丁，名词解释：宿主需要支付500名声值。奸商，这点便宜都要占。林玄清口嫌体正直，一边骂着系统，一边支付着名声值。主要是最近赚的名声值有点多了，500点其实不算个事。丁，太虚古界的各大势力中，拥有河道潜力的年轻弟子被称之为道子。系统的声音戛然而止。完了，就一句话。靠，不愧是你。林玄清觉得就不该给这个谢系统支付名声值，但他仔细一想，其实这句话中基本的信息其实也都蕴含了。太虚古界势力的分水岭应该就是河道境了吧。丁，宿主猜得不错，河道真仙就是太虚古界的主要高端战力。这样说来，飞升上去之后，至少尽快让修为提升到河道境，差不多就不会有危险了。毕竟林玄清只能秒界主，他现在这个修为上去之后就是真正的弟弟了，还是得先苟着。林玄清又看了看主线任务2里面，只有7日的飞升倒计时，这7日对于他来说相当于就是婚嫁了。可是这实在也太短了，林玄清表示也赶紧把事情都办完。于是他催动地境修为，一道洪亮的声音传遍整座紫霄圣地。紫战天等人一听，惊呼道：老祖要办婚礼！林玄清与北海大帝互相结为道侣，这在众人眼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不过一想到2个年龄都是以万为单位的人办婚礼，紫战天等人想想都觉得很有趣。于是这一日，紫战天命令紫霄圣地的封主和长老们赶紧将此事张罗起来。无数张请帖被送了出去，天域之中各种等级势力的宗主和长老都收到了邀请。具体的时间就定在7日倒计时的最后一天。林玄清决定这一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升上界，肯定还能赚一波名声值。当然这几日嘛，
还是先追一追子嗣的进度吧。6日之后，紫霄圣地，红霞满天。天域之中各大势力的修士们收到请帖之后如约而至。哈哈，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能看到北海大帝的婚礼。紫霄老祖不愧是天域第一人啊！以后这天域应该叫紫霄天域了吧？几十万高阶修士齐聚紫霄圣地，谈论着紫霄老祖与北海大帝的婚宴。还有数百万修士没有请帖，但听说了这场盛况之后，主动到紫霄圣地观礼的。来这军事客，只要送上贺礼，紫战天都会派人给他们安排位置。一时间，紫霄圣地人潮如海，热闹非凡。如此气象，就连见多识广的烈阳老祖都赞叹不已。苏长老，当初老教主成婚也远不及这1/10吧？苏晴雪默默点头，对烈阳老祖的话极为认同。今日前来紫霄圣地的修士，应该就是整个北海天域几乎所有的高阶修士了。太虚宫中，北海大帝已经换好了凤冠霞帔，林玄清则是心满意足地看着面板上增长的名声值，还没有飞升，现在就累积了5万多名升值了。要是飞升了，那还得了。1个时辰之后，婚典正式开始。紫霄圣地，来自天域各地的所有修士屏住呼吸，等待着紫霄老祖和北海大帝的身影出现。紫战天站在紫霄宝殿之上，作为今日婚典的主持。黑猩虎和赤焰龙马2只坐骑，在紫战天宣布开始的瞬间，从太虚宫中飞出。48位地境封主还有长老也相继腾空而起，为林玄清和北海大帝2人铺出一条火红的道路。其余圣人境和五军境长老按照紫战天的安排，催动修为，点亮圣地。北海大帝挽着林玄清的手臂，在如雨的烟火中漫步。下面宾客席的修士们看着天上这梦幻的一切，如痴如醉。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怎么都不会相信，威名赫赫的北海大帝真的是个女修。女修怎么了？女修就不能统一天域了？哈哈，强如北海大帝又如何？还不是被紫霄老祖给拿下了？紫霄老祖不愧是我男修的楷模呀！宾客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无论是男修还是女修，看着林玄清和张柳一这一对神仙眷侣，都是由衷的羡慕。烟火中，林玄清的名声值还在不断的增加。由于张柳一算做他道侣的原因，今日成婚，林玄清的名声值在双倍的增加。修士的婚典和凡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凡人通常是3拜：拜天地、拜父母和对拜。林玄清和张柳一2人已经是这片天域主宰级别的人物，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可以拜的了。而且他们2个的年龄加起来恐怖如斯，父母早就不在世上了。至于对拜，2人也只是微微点头，心意早已相通。今日礼成，我便要飞升太虚古界了。林玄清在漫天的烟火中轻抚着张柳一的脸，温柔说道。张柳一紧紧抓住林玄清的胳膊，说道：“我已经进入求道境了，我要跟你一起。”林玄清摇了摇头：“老婆，此去太虚古界凶险，你还是先留在紫霄圣地主宰天域为好。”可是张柳一想要陪着林玄清一起走，但林玄清担忧他的安危，更何况如今他还怀有身孕。说到这里，系统倒计时的提示音已经出现了，飞升倒计时1分钟。老婆，时间不多了，我要走了。非得现在就走吗？张柳一恋恋不舍，低头埋在林玄清的怀里。苍穹之上，天道忽显，迸射出金色的光辉，洒在林玄清的身上。紫霄圣地，无论是布置婚礼的长老们，还是宾客席的修士们，此刻都无比惊讶地看着这一幕。那是传说中的天道巨象吗？他们看到那些金色的光辉中，一个人影出现，浑身上下都蕴含着大道之力。天道出现了，这岂不是意味着紫霄老祖或是北海大帝要飞升古界了？想不到自龙神大帝以来，我天域之中终于有第2名修士证的求道境了。据说古界灵气比天域充沛无数倍，灵花灵草无数，可谓是我辈修士的净土啊！对于林玄清的飞升，修士们都羡慕不已。他们遥望着苍穹中天道的身影，感悟着自身的修行。此刻，天道来到林玄清的面前，给林玄清行了一礼，恭贺2位道友结成道侣。林玄清呵呵一笑，回礼道：“多谢了，道友，时辰已到，飞升通道已经为你打开。”天道指着那金辉洒下来的镜头说道。林玄清点了点头，轻轻放下了张柳一的玉手。张柳一想要再次拉住林玄清，但伸出手后却不自觉地回缩了。他知道自己身为北海大帝，不应该如此优柔的。曾经的他独断天域，行事雷厉风行，根本不是这样。可自从他遇见林前辈后，老婆，我走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林玄清虽然看上去十分平静，但内心其实是抗拒去太虚古界的。毕竟他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有势力，还无敌，随便摆烂都可以。去了太虚古界之后，虽然有个道子身份卡，但还是危险重重。2人即将分离，张柳一留下了他几十万年来都不曾流过的泪水。老公，一路顺风。林玄清默默点头，然后转身。金辉之中出现了一道天梯，天道在前方引路，林玄清跟在后面缓缓向上。就在这时，林玄清身后的张柳一忽然开口问道：“老公，给我们未来将要降生的孩子取一个名字吧。”林玄清在天梯上停顿了一下，然后回头说道：“如果是男孩，就叫林腾吧，我儿林腾，10倍于大地之资。如果是女孩呢？”张柳一追问道：“名字我还没有想好，不过如果他以后成就地境的话，不如就叫狠人大帝吧。”说罢，林玄清转身便和天道一起消失在天域之中。太虚古界，玉清城，林家。林玄清登上天梯后昏迷了很久，等自己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屋子中。
他赤身躺在床上，胸口仿佛钻心一般疼痛。这是哪里？林玄清坐起身来，发现这具身体无比的虚弱。就在这时，一旁负责照料他的侍女忽然惊呼道：“少爷，您醒了！”少爷！林玄清环视四周，发现除了这名侍女之外，还有一个老仆跪在地上。少爷，都怪老奴，是老奴没有及时阻止林浩少爷。不过好在少爷终于是醒过来了。林玄清感觉大脑一阵眩晕，无数的记忆涌上他的思绪中。他叫林玄清，是林家的三公子，玉清城最年轻的裘道静，曾经被称为玉清城第一天才，家族曾经给予他厚望，并且与太原仙宗的太上长老的孙女定下婚约。然而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他丹田被毁，经脉寸断，修为直接跌落到了5军境，曾经的天才变为了废物。他受到了无数的冷嘲热讽，更是让家族蒙羞。林玄清回忆到这里，突然觉得这个剧本怎么这么熟悉？系统，我不是飞升了吗？这退婚流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定，系统，你必须要给我解释。林玄清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一旁的侍女和老仆见状，关切问道：“少爷，您没事吧？”林玄清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好像激动了，赶紧让两人出去。福叔、小蝶，我要更衣，你们先出去吧。两人相视一眼，然后狐疑的从房间退了出去。临走时，他们还在想，少爷是不是被二公子给打傻了？等到他们都走后，林玄清立刻说道：“系统，别装死了，快说是怎么回事？”熟悉的声音在林玄清的脑海中响起。丁，因为宿主只有地境，达不到下界天域飞升古界的最低标准，所以临时更改了方案，从天域中飞升古界，至少要求道境。他在北海天域中签到，飞升时只签到了4阶地境，还差得远。系统这么一解释，林玄清倒也觉得情有可原。不过，你好歹给我选个有点新意的开局吧，而且这个开局有点差啊。这个本体既没有爹妈，也没有戒指中的老爷爷。丁，宿主有本系统，要什么老爷爷？丁，而且你不是有一张道子身份卡吗？林玄清刚刚苏醒，头还有点晕，差点忘了自己还有这玩意儿。这个道子份卡用了之后是立刻有效果的吗？丁，宿主只需选择相应的势力，系统会自动为宿主触发即时事件。懂了。他赶紧搜索这具身体的记忆，看看选择哪个势力加入比较合适。太虚古界的格局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首先是玉清城，位于太虚古界东南，隶属于大前仙朝，而大前仙朝有点类似于北海天域中的凡国，属于末流势力。在仙朝之上的就是仙宗。这具身体记忆中的太原仙宗宗主是和道境巅峰，比大前仙朝之主稍微要强上那么一点。仙宗也分为3、6、9等，太原仙宗在这偏僻地界算是第一大宗，但在中州就不够看了。中州的大势力非常之多，但最出名的也就是一殿一塔2谷3宗4方阁。林玄清想到这里，怎么感觉越来越熟悉了？系统，你确定这个太虚古界不叫斗气大陆？定，一殿一塔指的是天道殿和阴阳塔，2谷指的是乾元谷和坤元谷。至于3宗，分别是天神宗、地神宗和人神宗，4方阁则是紫薇仙阁、长生仙阁、勾陈仙阁和后土仙阁。这11个势力均由道主境强者坐镇，但总的来说，天道殿和阴阳塔这2家势力最为强大。这个道子身份，选天道殿还是阴阳塔呢？林玄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房间外面突然传来福叔的声音：“少爷，大事不好了！”林玄清更衣后推开房门，问道：“福叔，什么事？”“少爷，刚刚家主派人让少爷若是没死，就赶紧去议事堂一趟。”议事堂。林玄清立刻想到了自己身受重伤的原因。3日之前，太原仙宗来人说是要重新修改婚约的内容。原本婚约的内容是林玄清和太玄仙宗孙女王嫣成婚，但修改之后成了林浩。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林玄清成了废人，另一方面就是林浩展现出了更高的天赋，拜入了比太原仙宗还要强上一个等级的9级道宗。原主得知这件事情后不堪受辱，与太原仙宗的使者闹翻，然后被林浩给打了一顿，重伤濒死。林玄清叹了口气，摇头自言自语道：“年轻人啊，还是沉不住气啊，没有外挂你成什么能呢？不过既然本老祖来了，这口气我就帮你顺带出了吧。”说罢，林玄清径直地向议事堂走去。一路上，林家众人眼中尽是嘲讽的意味，但林玄清丝毫不在意，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刷名升职了。太原仙宗和9级道宗都是太虚古界南部的势力，林玄清决定等会儿他们退婚的时候，就用长生仙阁的道子身份压制他们吧。林玄清在30多双目光的注视下走进家族议事堂。林家家主林浪天已经和太原仙宗的使者商量完毕，打算择日就举行林浩和王嫣的婚礼。林家主，此事已定，那我们就不多叨扰了。王嫣站起身来，微笑着行礼。林浪天极为满意的点头，然后对林浩说道：“浩，送嫣小姐吧。”“是，家主。”林浩和王嫣仿佛视林玄清为无物一般，大摇大摆地走出议事堂。此时林玄清忽然挡在他们2人前面，赫然说道：“我还未同意，你们就想成婚了？”面对林玄清如此举动，议事堂内诸多林家长老都呵斥道：“林玄清，还不速速退下！”林浩白了一眼林玄清，不屑道：“林玄清，本以为你没死，应该能稍微有所醒悟，现在看来，废物就是废物。”见林玄清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坐在高堂之上的林浪天皱眉道：“玄清，你的婚约我已经帮你做主了，今日让你过来，是想适当的给予你一些补偿。”林浪天取出一方精致的木盒，继续说道：“
这里装着的是润灵丹，可以修补你的丹田和经脉。等你恢复后，我再替你寻一桩好婚事。王嫣儿此时也取出一个小瓶，对林玄清说道：“这是我太元仙宗对你的补偿，里面有3枚鸿蒙道丹，在你日后重新正求道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林家众长老附和道：“林玄清，家主和嫣儿小姐如此待你，你还在犹豫什么？”犹豫？林玄清环视议事堂，冷笑道：“你们真的以为我会傻到如此地步？”林浪天和众长老微微一愣。林玄清看着高堂之上的林浪天，默然说道：“3日之前，林浩出手重伤于我，就是您老人家的主意吧？直接杀了我，怕有损家族的名声，所以就先将我击落谷底，然后再给我一点甜头。如此一来，我非但不会因为婚约而记恨家族，相反还会因为修为的恢复而感激家族。我说的对吗？”林浪天脸色大变：“玄清，休要胡说！家族补偿你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爱护。”林浪天站起身来，眼神中蕴含着些许不易察觉的杀气。林玄清心想：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要不是太元仙宗的人在这儿，估计你这个老逼灯都要直接动手了吧？不过林浪天越是这样，林玄清越兴奋。关心爱护，老狗，你说出这话来，难道都不害臊吗？林玄清开始浪起来。众长老怒斥道：“林玄清，议事堂内你竟敢冲撞家主！左右，快将此子拿下！”长老们一声令下，议事堂的2位执事立刻动手，想要擒拿林玄清。林玄清虎躯一震，直接将这2位执事弹开。林浪天一看，略微有些惊讶道：“帝境，你恢复了修为？”林玄清的这具本体虽然跌落到了5军境，但刚刚这一小会儿的时间，系统已经自动为他补齐了修为。他飞升时是帝境，现在就还是帝境，虽然等阶并不高，在这议事堂内，他的修为也就仅仅比这2位一阶帝境的执事要高上那么一点了。其他的人修为都在他之上。林家的长老基本上都是求道境，家主林浪天更是悟道境。至于林浩和王嫣然，自然也是求道境。不过林玄清丝毫不慌，反正有道子身份卡兜底，我的修为不能恢复吗？老狗，你觉得很意外？林浪天似笑非笑地说道：“玄清，你恢复修为对于家族来说乃是幸事。浩儿已拜入9级道宗，日后我整个林家的资源将再次为你倾斜。”长老们附和道：“林玄清，家主既往不咎，还不快跪谢？”呵呵。林玄清冷笑一声：“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当初挖我丹田的幕后黑手就是你这条老狗吧？”然后他又看向林浩：“林浩，用我的丹田修炼的感觉怎么样？”在林玄清这具身体的记忆中，其实毁他丹田的罪魁祸首，他早就知道了。当初他展现出惊人的天赋，成为玉清城最年轻的求道境时，就被林浩这个小人给盯上了。林浩提议挖取林玄清的丹田，林浪天深思熟虑之后，竟然同意了。原因就是林玄清是孤儿，当年是捡来林家的。林浪天担忧日后林玄清在大前仙朝有所成就之后不好掌控，于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林浪天挖取了林玄清的丹田，然后用秘法移植到了林浩的体内。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天赋平平的林浩忽然崛起的原因。取得林玄清丹田的林浩原本是准备直接杀了林玄清的，但林浪天碍于影响家族的名声，所以这3年来一直没有动手。也因为如此，原主才渐渐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得知事情真相的原主卧薪尝胆了3年，但还是在王嫣然决定退婚那天破防了，所以3日前才会莽撞的找到林浩，结果被林浩借机重伤。此刻眼见事情已经败露，林浩索性也就不装了。他走到林玄清身前，盛气凌人说道：“林玄清，你又能如何？3年过去，我早已步入求道境，并且还被9级道宗内门长老收为亲传弟子。悟道境对于我来说不过是时间问题，就算是合道境，将来也是大有希望。而你就算重新恢复了修为，也不过是个地境废物而已，终将被我踩在脚下。”林玄清一听，果然是标配的反派嘲讽啊！他默默地用掉了道子身份卡，系统的声音立刻出现：“道子身份卡已使用，势力选择长生仙阁，即时事件道子归来已触发。”林玄清之所以选择长生仙阁的道子身份，主要是因为长生仙阁的阁主长生道主就是太虚古界南域之人，他的大名在南域势力中如雷贯耳，甚至要超过天道殿和阴阳塔。而且林浩拜入的9级道宗只是长生仙阁的一个附属宗门，太元仙宗就更不入流了。再看看道子归来的任务介绍，林玄清觉得这一波肯定能够收割完整个玉清城的名声值。道子归来，3年之期已到，身为道子的您不必再隐藏身份，长生仙域将会立刻派出4位道尊和28位合道迎接。事件触发条件，您只需要歪嘴一笑即可立即触发。这个即时事件有点东西。林玄清轻声自言自语。林浩还以为林玄清被自己震慑住了，哼声道：“看来你这个废物还是有一些自知自明的。”王嫣然像施舍乞丐一样，将装有3粒鸿蒙道丹的药瓶扔到地上。林玄清，我们之间的婚约到此结束，休要再混搅蛮缠了。而且，你若再胡闹，恐怕不会有机会走出议事堂了。王嫣然说这话时，林家的诸位长老已经虎视眈眈，仿佛随时都要动手抹杀林玄清。此刻，所有人都以为林玄清会趁着还未与家族彻底闹翻之前知难而退。然而，林玄清的嘴里只蹦出2个字：就这。区区太元仙宗，米粒大小的宗门，你在豪横什么？王嫣然脸色巨变：林玄清，你敢辱我师门？说实话也叫侮辱吗？林玄清双手一摊，云淡风轻说道：其实9级道宗也是个垃圾宗门，垃圾堆专门收垃圾，你俩也正合适。王嫣然大怒：你找死！
他身旁的太原仙宗使者催动修为，强大的气息瞬间席卷整座议事堂。林家长老们一看，这才发现这位使者的修为竟然与家主林浪天一样，是悟道境。小子，你会死得很惨！使者一巴掌拍向林玄清，好似五行山岳镇压而来。千钧一发之际，林玄清歪嘴一笑。议事堂内，林家众长老都惊了，必死无疑的局面，林玄清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而且这个歪嘴一笑，怎么看上去如此的新奇？轰隆！一声巨响下，议事堂内浓烟四起。坐在高堂上的林浪天冷漠地宣布道：“从今日起，将林玄清逐出林家。”林玄清侮辱太原仙宗，林浪天将林玄清逐出林家，也算是一个交代。虽然林玄清已经死了，但表面上的功夫还是得下。然而浓烟消退后，出现的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只见林玄清完好无损地站在议事堂内，相反的是，太原仙宗的使者被一位陌生修士如提孩童一般提在半空中。何人竟敢擅闯我林家议事堂？林家的求道境长老们还搞不清楚状况，想要对陌生修士动手。林浪天马上阻止了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拱手说道：“敢问前辈，来我林家贵干。”太原仙宗的使者乃是悟道境，被这陌生修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这只能说明这位忽然出现的修士是河道真仙。面对林浪天的提问，陌生修士并未回答。河道境，林浩对着陌生修士行礼道：“晚辈师从九极道宗内门长老柳晴，不知前辈是？”他想以自己的师尊来和陌生修士套近乎，毕竟柳晴在这太虚古界南域中颇有名气，与许多河道真仙都有交情。但陌生修士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滚！”河道真仙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所悟之道，所以他只是说了一个字，就直接把林浩给震飞了。前辈，您这是何意？林浪天赶紧出手接住林浩，质问着陌生修士。王嫣然直接威胁道：“难道前辈要同时得罪我太原仙宗和九极道宗吗？”在他看来，这个陌生修士就算再强，也绝对敌不过太原仙宗宗主，毕竟那是河道巅峰，而且九极道宗的宗主更是道尊敬这样恐怖的存在。然而陌生修士一脸的不屑，当着王嫣然的面将太原仙宗的使者给杀了。谋害道子者，杀无赦！说罢，他扑通一声跪在林玄清面前。与此同时，林家府邸上空忽然出现了极其恐怖的威压，随后一道青光掀翻了议事堂，苍穹中一共31位白衣修士缓缓落下。林浪天一眼就看出，这31位白衣修士中，其中27位都是河道真仙，与刚刚出手的陌生修士修为相当。至于为首的那4名修士，林浪天只能看到他们身上那无穷无尽的道义。无穷道义，道尊降临！林浪天赶紧领着林浩跪下。4个道尊，还有28个河道，这样恐怖的阵容，为何会突然降临到林家？林浪天不解，林浩也搞不明白，但他们能够看得出来，这32尊大能好像是冲着林玄清去的。这是长生仙阁的真仙们？林浪天和林浩认出了他们的服饰，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林玄清是当年林家在战场上捡到的孤儿，其背景他们也调查过，只是平常人家的孩子而已。一个没有背景的孤儿，如何能够攀上如此恐怖的靠山？然而，更让他们觉得恐怖的事件发生了。4位道尊境，28位河道境，来到林家之后，居然第一时间同时跪在林玄清的身前，然后他们异口同声说道：“3年之期已到，恭迎道子归来。”这声音响彻云霄，整座玉清城都能听到。道子！林浪天等人已经傻了，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林玄清居然是长生仙阁的道子，这不可能，不可能！林浩忽然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歇斯底里的叫喊着。他夺走了林玄清的丹田，修为大增，随后又拜入了九极道宗，成为内门长老柳晴的弟子，以为可以永远将林玄清狠狠地踩在脚下。可这一切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个笑话。论潜力，林玄清现在是长生仙阁的道子，阁主长生道主的亲传弟子；论背景，九极道宗不过是长生仙阁的一个附属宗门而已。所以此刻他心里极不平衡，道心严重受损，几乎有走火入魔的迹象。林玄清，你不可能是道子！林浩发疯般的冲了过来，跪在林玄清面前的一位河道真仙出手，直接一巴掌将他拍死。看着已经被拍成肉饼的林浩，林玄清叹了口气：“年轻人啊，这点打击都遭受不住，不是一个合格的反派啊！”林家其他人此时也是屏住呼吸，生怕自己也被一掌拍死。王嫣然身体一软，像泥一样瘫在地上，无法动弹。他后悔撕毁与林玄清的婚约。长生仙阁是他曾经梦寐以求想要加入的势力，可这个机会被他亲手损毁，一片死寂。片刻后，4位道尊竟拱手说道：“拜见道子，林家已尽在掌控。”林玄清挠了挠头，心想不愧是龙王归来的剧本啊，台词都大词不差。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家族装逼，名声值以小幅增加，名声值加1000。才加这么一点儿？系统，你没有搞错吧？林玄清看着系统面板上增加的1000点名声值，疑惑问道。这林家的长老可都是求道境，家主林浪天更是悟道境，这可都比地境强上不止1星半点啊！当初在天域中时，地境随便一刷也有个好几百的，这儿这么多求道境，你一共就给我1000。丁，求道境在太虚古界中属于烂大街的修为，望周知。系统，你这双标玩挺溜啊！虽然有系统的解释，但林玄清还是觉得自己被坑了。道子，这些人怎么处置？林玄清看了一眼林家的众人，再看一眼王嫣然。
都杀了吧！林玄清一声令下，这是原主的愿望，林玄清决定满足他。4位道尊领命，顷刻之间就将整个林家高层给屠戮。道子，跟我等回仙阁吧。林玄清对林家没有任何留恋。1日之后，林家覆灭的消息在玉清城中传开，众修士听后都倒吸一口凉气。与此同时，太元仙宗与9级道宗遭到牵连，宗内高层惶惶终日，害怕长生仙阁清算。而林家废物是长生仙阁道子的消息也渐渐传遍整个大前仙朝，让林玄清狠狠地吃了一波名声值。道子，仙阁到了。道子，仙阁有道主亲自设下的大道极意阵法，无法飞行，我们下去不行吧？林玄清跟随众多和道真仙一起降落到了一座气宇轩昂的阁楼之下。道子，我长生仙阁一共有12主阁，108副阁。林玄清步行之中，身旁的河道真仙在帮他熟悉长生仙阁的格局。像这次前来接引林玄清的4位道尊境，就是12主阁当中的4位阁主，其余河道真仙均是108座副阁的阁主。至于仙阁的主人长生道主，常年游历在外，并未设阁。1位道主，12位道尊，108河道，不愧是太虚古界排名最靠前的势力了，比什么太元仙宗、9级道宗强太多了。这在我前世的世家中，高低也得是个985，还是顶尖的那一批。林玄清感叹之余，长生仙阁中的弟子们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他是新加入仙阁的弟子吗？一个地境弟子，为何惊动了我长生仙阁1/3的阁主？而且这些阁主之中，还有4位主阁阁主，此人是谁？好大的牌面！众多地境、求道境弟子议论着林玄清，林玄清的名声值略微有些上涨。他们都是副阁的弟子，修为并不算太高，大多都是求道境。林玄清走马观花，很快就跟随众位真仙来到了12主阁。他原本以为12主阁会比外围的副阁更加恢宏大气，但走近之后才发现12主阁走的是古朴典雅、小巧精致的风格。主阁修炼的弟子相对来说很少，每一阁只有寥寥数人而已。他们的修为基本上都在悟道境，少数弟子已经触摸到了和道境的门槛。不过当林玄清经过之时，这些弟子还是投来了惊异的目光。青红道尊、长河道尊、上月道尊、灵剑道尊，弟子有礼了。3位修为不俗的主阁弟子上前行礼。林玄清身前的4位道尊境阁主回礼道：“3位候补，无需多礼。”候补？林玄清听到这2个字有些疑惑。1位河道正仙解释道：“所谓候补，其实就是候补道子。”原来如此。诸位阁主，这位是？3位候补道子看了一眼林玄清，问道。长河道尊轻抚胡须，呵呵笑道：“罗明、杜洞、赵信，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阁主钦定的道子林玄清。”道子？3人相视一眼，一脸不可思议。长河阁主，此人修为稀松平常，竟然是阁主钦定的道子？您没开玩笑吧？他们3人都是太虚古界赫赫有名的天才，当初刚加入长生仙阁时就已经是悟道境，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才被长生道主认定为候补道子。而这个林玄清不过地境而已，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体质，为何会被长生道主收为道子？青红道尊摇了摇头：“3位候补，道主行事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只是照办而已。可是我长生仙阁的道子，最终不是应该从候补道子中选出吗？”一旁的上月道尊叹道：“这都是老黄历了。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诧异，但道主他老人家忽然传来消息，说取消了这个传统，直接任命玄清为道子。”灵剑道尊继续解释道：“我向道主追问其原因，道主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3位候补道子脑海中出现3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道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难道道主做这个决定不受自己的控制？我们知道了。3位候补微微点头，然后面对林玄清拱手鞠躬，行了一礼。林师弟，你身为道子，一定要勤加修行，如果一直是地境，恐被其他弟子非议。日后若有修炼上的问题，可以问诸位阁主，也可以问我们3个。林玄清觉得这3人还挺礼貌的，于是就回了他们一礼。那就多谢3位师兄了。长河道尊微笑道：“我长生仙阁追求长生大道，和别的势力不一样，不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东西。所以玄清你大不可不必担心他们3个会嫉妒你的地位。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我长生仙阁全体弟子每月都会测试一次修为，然后将测试结果的排名公示，并且年底还会有一次大的考核，重要程度更高。虽然排名的结果不会影响到仙阁对每位弟子的资源发放，但一直吊车尾的话，会遭到很多弟子的鄙视的哦。最关键的是，若连续多次排名靠后，是需要去洪峰道尊那里补习的。洪峰道尊这个人比较严格，补习不过的话，就要24小时一直修行，直到过了为止。这些年进去的弟子们，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想去第2次的。玄清，你是道子，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加油！”林玄清听完微微一愣，好家伙，这是什么鬼？月考和期末考，而且考不过还有补习不考。虽然他当老祖的时候，紫霄圣地也有天骄榜这种东西，但天骄榜的排名是用来激励弟子修行的，排名靠前的修炼资源多一些，靠后就少一些。这个长生仙阁竟然一视同仁，只看排名，咱们仙阁为什么不以排名来分配修炼资源呢？林玄清问道。这样的话，弟子们的动力会更足一些吧？毕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大家都不甘落后。长河道尊拍了拍林玄清的肩膀，解释道：“玄清啊，修仙不是打打杀杀啊，你说的这种教学理念，早在300万年前就被淘汰了。狼性思维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宗门迟早都会倒闭的。
青红道尊看着林玄清，语重心长地说道：“玄清啊，你的修行课程本来应该道主亲自指导的，但道主似乎有事，暂时不能返回仙阁，所以接下来的修炼，你可以跟着任意主阁或者副阁的阁主学习。”林玄清表示，他来长生仙阁当道子，其实是想躺平摆烂签到的。修炼？练个屁啊！但看着这4位阁主那殷切的眼神，林玄清也不好拒绝，于是问道：“所有的都能选吗？”青红道尊摇头：“不是选，你理解错意思了。玄清，你是道子，在长生仙阁中的地位仅次于我们这些主阁的阁主，所以你每日可以任意选择一阁进行修炼，没有固定的师尊。”林玄清懂了，说来说去就是自己的导师其实是长生道主这个院士，但他现在不在，于是自己就暂时没有导师了。没有导师并不意味着林玄清就可以在长生仙阁中摆烂了，他还是要修炼，不过呢是去长河道尊这样的老教授的教室里面旁听。至于每日他要选择去哪一间教室，这无所谓，你随意。我靠，怎么有种在念学校的感觉？林玄清顿时感觉背后阵阵发凉，好不容易穿越到玄幻世界飞升了，还要上学。可是林玄清现在又没有什么破局的办法，毕竟他只是个地境的弟弟，在太虚古界中州啥也不是。河道多如狗，道尊遍地走啊。另一边，界主试炼之地，太虚古界几乎所有的道主都齐聚在此，只为通过试炼之后得到太虚古界的认可。长生仙阁之主长生道主此刻就在其中，不知这界主试炼到底是什么内容。11位道主竟凝视着虚空，等待试炼内容的出现。片刻过后，虚空之中迸射出一枚棋子，众道主一眼就看出这枚棋子是古界至宝，于是纷纷出手抢夺。或许试炼的内容就是抢夺黑棋。乾元道主暴喝一声，灵气如倾盆暴雨一般落下，几乎要淹没虚空的出口。与此同时，阴阳道主吐出一口黑白气，将乾元道主的灵气雨吹散。玄黄道主不甘示弱，手持芭蕉扇扇出猛烈的生死风，这风所到之处，任何活物立刻就会变成死物，就算是道主也一样。玄黄，你来真的啊！坤元道主大骂一声，双手合十，全身被蓝色的铠甲所包裹。随后他右手凭空出现一把气刃，一砍了过去。玄黄道主见势不妙，立刻后退。4大仙阁的4位道主认为时机已到，几乎同时出手去抢那枚黑色的棋子。玄黄道主忽然又扇出猛烈的生死风，4位道主连忙躲避，黑色的棋子被生死风带到阴阳道主的身前。哈，这太虚古界的试炼是我的了！阴阳道主狂笑。然而他还没笑多久，虚空之中又迸射出一枚白色的棋子。还有棋子，一黑一白，2枚棋子漂浮在空中。长生道主没有多想，直接转去抢白色的棋子。反斜杠先下手为强。反斜杠，长生道主已经很接近白色棋子了，脸色露出了些许的笑容。4大仙阁的另外3位道主见状，心生默契，居然同时出手阻止长生道主。3种恐怖的大道汇聚在一起，像雷霆闪电一般杀向长生道主。长生道主自知不躲必死，所以没有勉强，选择躲开。白色的棋子缓缓下沉，众道主的机会又均等了。黑色的棋子本来已经被阴阳道主拿到，但还没拿稳，就被玄黄道主给背刺了。玄黄，枉你还是太虚古界第一正人君子，居然不讲武德，偷袭！玄黄道主大笑道：“界主试炼，谁跟你讲什么正人君子？”11位道主在试炼之地大打出手，几乎要将天幕给锤烂。忽然间，虚空之中出现一道苍老的声音：“停！”一位虚影老者从虚空中出现，来到众道主的面前。众道主一看，惊道：“没有实体，太虚古界的意志。下界的天域有天道的意志，可化为人形与修士见面。太虚古界也一样，只不过是古界的意志而已。”所有人都知道，此刻老者的出现可能才意味着试炼真正的开始。但老者此刻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显然是有不小的怒火。你们这11个娃娃在这儿一通乱打，想把老夫这把老骨头给拆了吗？老者这样一说，他们才发现刚才好像是有点狠了，差点把天幕给打碎。天幕碎了，太虚古界的意志就会缺失一部分，然后整个太虚古界的灵气浓度都会下降。晚辈也是无心之举，还请前辈恕罪。众道主能屈能伸，先认错再说。老者稍微平息了怒火，然后取出一张棋盘摆在众人面前。那2枚棋子是刚才老夫收拾棋局时不小心掉出来的而已。真正的试炼并非是棋子，而是这棋局。你们11人轮流与老夫下棋，谁能赢，老夫就认可谁。众道主一听，心想搞了半天试炼的内容只是下棋。长生道主询问道：“前辈，若我们11人中有多人都赢了您呢？”没有这种可能。老者解释道：“你们谁先赢我，谁就直接通过试炼。你们谁先来？”老者此刻已经坐在棋盘边上，手执黑棋。众道主见状，抢着要第一个上，于是天幕差点又要被打碎。太虚古界中州长生仙阁，林玄清在这里已经修炼了1个月。这个月内，他见识到了修仙世界的卷王们，无论是主阁的弟子还是副阁的弟子，个个都是早上6点开始修炼，晚上12点才返回住处。返回住处后还没完，因为到了他们这种修为，压根就不用睡觉的。回来之后，他们会躲着其他人偷偷修炼，直到第2天早上6点。林玄清在这种内卷的氛围中被迫前进，在短短的1月之内连破3阶，加上每天还在签到，林玄清现在已经达到了9阶地境。丁，
恭喜宿主距离求道境又近了一步。隐藏任务，问道长生已触发。任务目标，在月底测试中利用任务道具展现道子天赋，震惊所有人。任务道具3000大道悟道卡星号1。任务奖励名声值3倍卡星号1。悟道卡。林玄清点开任务道具，查看介绍。3000大道悟道卡，可在悟道碑上使用，看一眼即可悟出3000大道。翌日清晨，长生仙阁响起了刺耳的钟鸣。叮铃铃，这声音是由一口仙钟发出，它一旦响起，意味着本月的修为测试还有1刻钟就要开始了。长河道尊等阁主早早的来到了测试广场，使用声音神通宣读着测试纪律。本月测试内容一共2科，分别是问境时测试和问道时测试。请诸位弟子有序进入测试广场，期间不得喧哗，不得街头交耳，不得作弊。无论是主阁的弟子还是副阁的弟子们，此刻都飞到了测试广场中，默契地站成了一个巨型的方阵。广场中央立着2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分别刻有问道时和问境时的字样。林玄清早就打听好了，这测试极为简单，只需要将手放在石碑上即算完成。此次负责监考的道尊境除了长河道尊之外，还有洪峰道尊。林玄清加入长生仙阁已经1月了，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洪峰道尊是位女修，不过和别的修仙小说画风不太一样，她没有妖娆的身段，只有一张看上去极为严厉的脸，还有一只类似于教鞭的东西。今日参加测试的修士们看到洪峰道尊也是监考之一，紧张程度直接拉满了。叮铃铃，随着仙钟的第2次鸣响，测试终于开始了。测试的顺序是随机打乱了的，每位弟子都有自己的考号，因此第一位出场的并不一定是主阁的弟子。求道境9段，长河道尊高声念道。科目1是问境时，测试者将手放上去就能直接显示修为。第一位来自副阁的测试弟子见到上面的信息后，拍了拍胸脯，长舒一口气。不过林玄清感到有些诧异，这个求道境不是只有前中后期吗？这个9段是什么鬼？怎么有一种斗之气9段的感觉？站在林玄清身旁的候补道子罗明看出了林玄清的疑惑，好意解释道：玄清师弟，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测试，可能不知道，这问境时测试出来的修为更准确，每个境界都是划分了9个等级的，而且问境时的颜色变化也能体现出测试者在这个境界中的走了多远。果然，经过罗明的提醒，林玄清发现刚刚那位测试弟子下去之后，问境时出现了淡淡的金色。懂了，林玄清说道，多谢罗师兄解惑，不许交头接耳。林玄清刚刚说完这句话，洪峰道尊就投来了尖锐的目光，他警告之后，林玄清和罗明立刻闭嘴。紧接着第2位测试弟子走了上去，悟道境1段，问境时变成了比较深的金色，然后是第3位、第4位、第5位。求道境6段，求道境8段，悟道境5段。总的来说，副阁的弟子基本上都是求道境，少数是悟道境，而主阁的弟子全都是悟道境，有的甚至已经触摸到了和道境的门槛。很快，修为测试轮到了林玄清身旁的罗明。罗明缓缓走上去，然后将手掌轻轻放在问境石上，问境石立刻变为深金色。合道境3段，长河道尊兴奋宣读着结果，一直板着脸的洪峰道尊此刻也缓和了一些。考场上不能说话，但林玄清还是可以通过众多弟子的表情看出他们的震惊之情。合道境啊，在太虚古界偏远一点的地界都能直接建立一座仙朝了。然而罗明看到问境石上面的结果后，露出极不满意的表情。这种表情林玄清前世见过，那是一种每次考试结果后学霸都会露出的一种的表情，而且学霸考完试后通常还会说这样一句话：哎，这次没发挥好。罗明走回方阵中，回到林玄清的身旁。测试继续进行，随后也轮到了杜洞、赵信2位候补道子，他们2个和罗明差不多，一个是和道境4段，还有一个也是3段。很好，下一位林玄清。终于在科目1进行的尾声，长河道尊喊到了林玄清的名字。林玄清迈开步子，缓缓地往问境石走去。测试广场上，所有弟子的目光都齐聚在林玄清的身上，他们都在期盼着这位长生道主钦定的道子究竟能测出什么样的境界。玄清，将右掌放上去即可，问境时会自动分析你的灵气。由于林玄清是第一次参加，长河道尊好意提醒道。林玄清将右掌轻轻放上去，问境时渐渐变为淡淡的金色。随后石碑表面出现了4个大字：地境9阶。洪峰道尊一看，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垮掉了。其余弟子看着问境石碑上面的字样，均露出了鄙夷的目光。道子，就这？林玄清走回方阵时，能够明显感觉得到，这群卷王已经不屑看他了。不过这也没关系，毕竟他才刚刚加入长生仙阁，偏科很正常。待会儿科目2测试时，林玄清会让在场所有人知道什么叫天才。1个时辰过去，所有弟子都测试完了科目1，长河道尊已经将排名给排好，林玄清排名倒数。叮铃铃，仙钟的声音再次敲响，洪峰道尊宣布所有弟子可以暂时休息1刻钟，这1刻钟内可以自由活动，调整一下状态，迎接科目2。测试广场瞬间嘈杂起来，对于林玄清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新入阁的道子修为不咋地啊，本来以为是个天才，结果资质平平，还不如我呢。你们说道主他老人家会不会看走眼了呀？啥也不是。罗明拍了拍林玄清的肩膀，说道：玄清师弟啊，这1月进步已经很多了，不要灰心。
在他看来，很多弟子只是不清楚林玄清入阁时候的修为而已。林玄清从地境3阶到9阶，速度不算慢了，但是真正能够看出一名修士天赋的，还是地境和求道境之间的门槛。如果无法悟到的话，这个门槛可能一生都跨不过去。罗明接着说道：“玄清师弟，待会儿问到碑上，可要好好顿悟哦。如果一种大道都悟不出来的话，师兄也是会鄙视你的。”好的，师兄。玄清师弟不必紧张，等会儿正常发挥就行。测试广场上，众多弟子除了议论林玄清之外，还在议论上一轮的测试结果。有的弟子十分后悔，测试的时候紧张了，导致丹田灵气没运转好，不然能测出更高的等级的。林玄清也是听了他们的讨论之后才知道，这测试修为还有发挥不好的说法。火九剑，1刻钟很快就过去，仙钟的钟鸣声再次响起，叮铃铃。众弟子们按照上一场测试的位置重新站好。长河道尊站在巨大的问道石碑下，宣读着测试纪律。此次悟道测试，每人最多只能在问道石碑下停留10个呼吸的时间。10个呼吸之内，谁领悟的大道种类越多，排名就越高。当然，测试期间，其余弟子切忌喧哗。洪峰道尊是这场测试的主监口，在长河道尊宣读完测试纪律之后，按照顺序念弟子的名字。第一个，赵宇。被念到名字的弟子走到悟道石碑下，紧闭双眼，深吸一口气后，将手放在石碑上面。这个叫赵宇的，在科目1的修为测试中取得了求道境9段的成绩。求道境的修士与地境修士最大的不同，就是已经初步领悟到了大道之力。不过，求道境的修士对于大道的领悟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通常领悟不到一种完整的大道。所以，他在问到石碑前停留了10个呼吸之后，只是点亮了一小团神火。洪峰道尊看了测试结果后，十分不满意，都已经求道境9段了，对于神火大道的领悟还不如本尊初入求道的时候。赵宇听完之后，有些气馁地回到了下面。随后，洪峰道尊让第2个测试的弟子上来。第2位弟子来自主阁，是一位悟道近1段的修士，比刚才的赵宇要稍微强上那么一点点。然而，他顿悟大道时，却是让苍穹之中出现一条若隐若现的长河。洪峰道尊一看，满意道：“不错，对于长河神道的领悟，不亚于当初长河道尊在你这个境界时候的领悟。”下一个，洪峰道尊一个接着一个喊着，弟子们排着队参加测试。很快，在第23位测试弟子后，出现了本场测试第1位同时掌握2种大道的修士。此刻，这位弟子的周围围绕着紫色的气和青色的气，紫气神道和长青大道。洪峰道尊略微有些意外，不错，与上次测试相比，你又进了一步。听到洪峰道尊的肯定，这位测试弟子十分兴奋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紧接着，下一位轮到了罗明。罗明作为候补道子，拥有和道境的修为，对于大道的领悟，他早已炉火纯青。毕竟，所谓合道真仙，本意就是将大道彻底为己用。他走到问道石碑下，伸出右掌，静静感受着石碑中蕴含的3000大道。前3个呼吸的时间，罗明的头顶直接出现了一朵圣洁的白莲花。中间4个呼吸的时间，他的左掌心中出现了一团幼小的青色火苗。最后3个呼吸的时间，他的脚下踩着一条黑色的冥河，看上去深不见底。一共10个呼吸的测试时间，罗明向众人展示了他顿悟到的3种完整的神道。不愧是候补道子，对于神道的掌握，比老夫当年还要更胜一筹。长河道尊不由得赞叹罗明，罗明对他行了一礼。洪峰道尊对于这个测试结果也非常的满意，毕竟当年他和道境3段的时候，才将2种大道融会贯通而已。圣莲大道、青焰大道还有冥河神道均是3000大道中的上乘。洪峰道尊评价道：“罗明，将来你入道主境，应该有1/1000的几率。”洪峰道尊的这句话让众弟子们羡慕不已。1/1000入道主，几率看上去不高，但实际上已经很了不起了。毕竟他们这些副阁的弟子，要想步入合道境，概率都微乎其微，远低于这个几率。罗明回到原位，表情不悲不喜。林玄清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在无形装逼中。悟道测试继续。罗明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后，剩下的2位候补道子也不堪落后。他们2人同样都悟出了3种完整的大道，将今日的悟道测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长河道尊连连感叹：“我长生仙阁，将来很可能一阁3道主啊！”当然，这只是长河道尊夸张的说法。3位候补道子测试结束后，洪峰道尊又把目光投到了林玄清的身上。不仅如此，其余弟子也都再次注意到了林玄清这位官方指定的道子。虽然林玄清上一轮的测试结果只是9阶地境，还不到求道境，很可能什么大道都悟不到，但这是对于普通修士的标准，道子是有更高标准的。林玄清走到问道石碑前，洪峰道尊严厉道：“你若一点大道都悟不出来的话，本尊必向道主说明，将你道子身份剥夺。”长河道尊无奈道：“玄清啊，洪峰阁主是吓你的，你不要有压力，尽力就好。3000大道悟道卡已使用。”林玄清对着洪峰道尊嘿嘿一笑：“洪峰阁主，火气不要太大，当心更年期。”随后，他将手掌放到问道石碑上，霎时间，长生仙阁中忽然黄沙弥漫，黑烟遮天蔽日。紧接着，苍穹之下风起云涌，雷霆大作。1个呼吸的时间都还没过去，24种不同颜色的火焰从大地中升腾而起。暴雨之中，远古兽像若隐若现，一双双发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测试广场的众人。这是什么？这些好像都是3000大道。广场上的弟子们被这惊人的景象所震撼，全然不顾测试几率，左顾右盼，议论纷纷。罗明等3位候补道子更是震惊得无以复加，因为他们看到林玄清的周身
出现了之前所有弟子测试后悟出来的大道，而这一切仅仅只在一个呼吸之内而已。长河道尊和洪峰道尊两位监考直接看傻了，太逆天了吧！这位道子只是看了一眼就悟出了3000大道。林玄清悟出3000大道之后，体内丹田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求道境和地境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大道的理解程度。大道顿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一名修士已经踏入了求道境。林玄清的丹田内出现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的大道之力，这5种大道之力化为了5颗小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丹田正中央出现一黑一白2道勾玉模样的气，在不停地旋转。阴阳神道和五行神道已经在道子的丹田内显现了。长河道尊用神通凝视着林玄清的身体，看到了林玄清丹田的变化。这可是排名第1和第2的2种至尊神道，同时领悟，这说明道子的潜力不可限量。大道3000虽说听上去像是并列，但实际上是有等级之分的。排名前3的大道分别是阴阳神道、五行神道和宇宙神道。长河道尊看林玄清还未睁眼，紧张说道：“看样子道子还在领悟最后的宇宙神道。太虚古界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一名修士能一次性领悟所有的3000神道，即便是历代界主，也是修炼到了道主境之后，才领悟到了1000余种神道而已。”洪峰道尊忽然想到了什么，他眉头紧锁，对长河道尊传音道：“长河，道子步入求道境就能领悟所有大道，你说会不会是？”听到洪峰道尊这么一提醒，长河道尊脸色大变。洪峰师妹，你是说古神觉醒？洪峰道尊微微点头，没错，如果不是古神觉醒，根本解释不通现在的情况。古神，传闻世界诞生之前就出现的某种存在。据说古神天生就掌握着世间一切规则，并且每一尊都拥有着无上的力量。道主境这种级别的修士，在古神的眼里也不过是蝼蚁而已。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林玄清引发的大道异象渐渐平息，10个呼吸的时间已经到了。林玄清放下手掌，整个人的气质和之前大不相同，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深邃的大道之力。站在问道石碑下方的众多长生仙阁的弟子，还没从刚刚惊人的异象中回过神来，一个个都神情呆滞。罗明3位候补道子更是无法接受自己与林玄清之间巨大的差距。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超高质量的装逼，名声值已大幅增加。名声值加，名声值加1，名声值加2。林玄清的名声值面板上直接多出了1万点，看来这1万点是从长河道尊和洪峰道尊两人身上刷的，道尊境居然可以刷这么多。林玄清很满意自己的这次装逼，心想以后可以多在12主阁的阁主身上刷。他正这样想着，耳畔就传来了洪峰道尊的声音：“道子，你跟我来。”洪峰道尊袖袍一挥，直接将林玄清给抓了过去。紧接着，长河道尊对众人宣布道：“本次问道石碑的测试暂时终止。”什么？终止了？测试广场上的仙阁弟子们躁动起来。长河道尊和洪峰道尊没有做多余的解释，直接将林玄清给带回了第1主阁之中。长生仙阁第1主阁的阁主是清河道尊，此刻正在凝神打坐，领悟道主极意。忽然，洪峰道尊单臂抓着林玄清闯了进来，将他的修炼进度直接打乱。洪峰，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如此冒失！清河道尊功亏一篑，怒道。洪峰道尊放下林玄清，急忙说道：“清河师兄，师妹并非故意想要打断师兄修行，只是今日突发大事，不得不向清河师兄讨教。”大事？清河道尊狐疑地看着洪峰道尊，难道是道主他老人家回来了？长河道尊摇了摇头，解释道：“清河师兄并非道主之事，而是和道子相关。”道子？清河道尊看向林玄清，淡淡说道：“玄清道子怎么了？”清河道尊等其余主阁主早在林玄清刚刚加入长生仙阁时，就用神识窥探了一遍，所以林玄清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清河师兄，难道你没看出道子有哪里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不就是进入了求道？清河道尊话说到一半，脸色忽然大变。他很清晰地看到林玄清周身环绕着的大道气息，竟然囊括了所有的3000大道。3000大道！清河道尊坐不住了。洪峰师妹，这是怎么回事？洪峰道尊解释道：“方才道子测试问道石碑时，1个呼吸的时间直接悟出了所有大道。”什么？清河道尊感到极其的不可思议。与此同时，林玄清的脑海中系统奖励的声音又一次出现：“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超高质量的装逼，名声值已大幅增加。名声值加7000。”名声值又刷了。林玄清看着清河道尊，心想这位不愧是第1主阁的阁主，一个人就刷出来7000点。清河道尊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然后说道：“洪峰师妹，长河师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古神觉醒，事关重大，道主不在，此事难以定夺。”清河道尊露出一脸为难的模样。长生道主常年在太虚古界中云游，这些道尊阁主并不能主动联系，只能被动等待长生道主的指示。洪峰道尊和长河道尊异口同声地说道：“清河师兄，要不要用件东西？”清河道尊犹豫片刻后，严肃说道：“只能如此了。”随后，他从怀中取出一枚刻有长生字样的令牌。当初道主云游时曾说过，长生仙阁若遇到生死为难，可用此令。古神觉醒乃是可以颠覆太虚古界格局的大事，即便道主怪罪，也必须要用了。说罢，清河道尊就要捏碎令牌。然而这一瞬间，长生仙阁外忽然传来了一道虚弱而苍老的声音：“
玄黄道主，你当真要将老夫逼到如此地步吗？这道声音刚刚落下，另外一道极为强盛的声音从苍穹中出现。哈，长生道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我这么多年的恩怨，是时候了解了。长生仙阁中，所有阁主和弟子都听到了这两人谈话的声音。刚刚正准备联系长生道主的清河道尊惊讶道：“这是道主的声音，而且好像还有玄黄道主的声音。”他话音刚落，苍穹之上又传来了2道声音：“玄黄老狗，你当真要赶尽杀绝？”长生道主的声音比刚才听上去还要虚弱。赶尽杀绝又如何？玄黄道主意气风发，老夫要先杀了你，再灭掉你那长生仙阁。轰隆！长生仙阁所有修士此刻都听到了天空中发出了炸雷一般的响声。片刻之后，一道空间裂缝被撕开，长生道主衣衫褴褛的从里面钻出来，脸上全是血迹，狼狈不堪。长生仙阁所有阁主都用神识感受到了，是道主回来了。12主阁的道尊倾巢而出，准备迎接长生道主。然而玄黄道主从另一道撕裂的空间钻了出来，随后一掌拍向长生道主。长生道主来不及躲闪，只能硬扛这一掌。轰隆！又是天崩地裂一般的炸雷声，响彻整座长生仙阁。道主！清河道尊等阁主见到长生道主中了这一掌后，纷纷冲了上去。玄黄道主大笑道：“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数种大道尽数显现。长空中风起云涌，火光雷电交织着，看上去极为恐怖。12位道尊境的阁主以同样的神道还击，但和玄黄道主比起来，只是以卵击石而已。各种属性的大道之力如同潮水一般淹没了12位道尊阁主，他们差点当场陨落。长生道主已经难以支撑自己的身躯，于是便对众位阁主喊道：“快快返回仙阁，开启我布置的阵法。”说罢，他便落到了长生仙阁正中央的位置，充当着大阵的阵眼。12位道尊刚才虽然受伤，但并无大碍。听到长生道主的命令后，他们立刻去到大阵的12个方位上坚守着。13金钟神阵开！长生道主大喝一声，一道光幕从他那里开始撑起。12位道尊使出浑身解数，将这道光幕变得更大。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整座长生仙阁都被包裹在了这道巨型的光幕之中。玄黄道主俯视着打开护阁阵法的长生道主，嘲笑道：“若是以往，10个老夫也打不碎你们长生仙阁的龟壳。可如今老夫已成界主，区区大道阵法，能奈我何？”玄黄道主亲口说出他已成界主后，所有阁主都沉默了。一位道尊开口问道：“道主，这玄黄道祖成为了哪一个古界的界主？”长生道主吐出一口鲜血，然后解释道：“就是我们所在的太虚古界。”什么？玄黄道主成为了太虚古界的界主？众人惊呼，他们此刻才明白刚才长生道主为何落于下风的原因。玄黄道主与长生道主有血海深仇，这是太虚古界早已公开的秘密。只不过由于2人之前都是道主境，所以一直都只是暗中较劲，明面上都杀不了对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玄黄道主已经成为了界主，实力已经远远凌驾于长生道主之上。长生仙阁威仪！面对长生道主支起来的天幕，玄黄道主丝毫不慌，对着长生仙阁吐出一口浊气。这口浊气中蕴含着300种排名靠前的大道，无视天幕的阻挡，摧枯拉朽一般毁灭着长生仙阁。长生仙阁的弟子们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在仙阁中乱窜，死伤一片。无论是求道境还是悟道境，只要触碰到了玄黄道主的浊气，立刻就会湮灭，尸骨无存。这就是界主的实力吗？灵剑道尊凝视着高高在上的玄黄道主，随后一剑问天。他已剑入道，号称太虚古界剑道前3，曾在阴阳道主手下走过10招不败。这些年他在剑道上又有进步，再次挑战阴阳道主，他自认为可以做到短时间内不败。也就是说，即便是全盛时期的长生道主出手，他也能全身而退。然而这灿若星河的一剑没能掀起一点涟漪，就直接被玄黄道主的饕餮大道给吞噬掉了。紧接着玄黄道主至宝显现，手中出现一个白玉瓶。灵剑师弟，快退！清河道尊惊声喊道。但灵剑道尊根本来不及退了。玄黄道主将白玉瓶的瓶口对准灵剑道尊，他仿佛看见了无尽的深渊。灵剑道尊，你是个人才，老夫不杀你！玄黄道主用白玉瓶收走灵剑道尊后，肆意大笑。13金钟神阵在失去灵剑道尊之后缺失了一角，天幕也出现了一道缺口。长生仙阁还活着的弟子们见到有一条生路被打开，如同潮水一般向缺口涌去。因为只要离开了长生仙阁的控制范围，他们就能够撕裂空间逃走了。可惜的是，玄黄道主就如同死神一般挡在了他们的生路之前。长生道主见此一幕，袖口中一件至宝飞出，一支袖剑化为了神火凤凰，直逼玄黄道主。太古神凤精血！玄黄道主略微有些惊讶，想不到你居然把这种至宝炼成了袖剑，真是暴殄天物。神火凤凰据说是古界存在之前古神的食物，正因为是食物，其精血的作用不言而喻。玄黄道主丝毫不惧，直接用手掌将燃烧的袖剑握住。随后他意念一动，苍穹之上忽然出现无边瀑布，好似银河坠落。此刻长生仙阁所有弟子还有阁主望着那铺天盖地的洪流，心生绝望，因为那是3000大道排名第5的弱水神道。传说弱水3000，古神不能饮，神传不能过。丁，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击杀界主分身。任务目标：击杀眼前的玄黄界主分身，拯救长生仙阁。任务奖励：
增加被动长生仙阁内无敌。林玄清站在混乱的人群中，本来一直在等玄黄道主杀光长生仙阁的人再出手的，这样他秒杀掉玄黄道主后，才不会受到其他修士的威胁。不过新的隐藏任务的奖励杜绝了林玄清秒杀玄黄道主后可能遇到的危险。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秒了吧。林玄清踏空而起，朝着玄黄道主的方向飞去。自从林玄清飞升太虚古界以来，好久都没有摆出过自己的经典 pose 负手而立了。玄黄道主正在装逼，林玄清背着手悠哉悠哉地飞到了靠近他的位置。清河道尊见到林玄清飞了上来，赶紧阻止道：“道子，此地危险，不要过来。”林玄清没有理会他，继续往上，直到来到长生道主的身旁。虽说林玄清这个道子是长生道主自己定下的，但长生道主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怎么才求道境？长生道主探查林玄清的修为之后，略微有些失望。其实长生仙阁道子这个位置，他本来准备一直留着的，毕竟道子之位将决定一个仙阁的未来，极为重要。要不是当初那股神秘的力量左右了他的想法，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说什么都不选择只有求道境的林玄清。然而正当他这样想时，他忽然发现林玄清的身上好像蕴含着数种大道之力。1道、2道、3道。长生道主默默地数着，发现林玄清并不简单，3000大道。长生道主惊了，他居然在一个求道境的身上看到了所有大道之力。要知道身为道主的他也才领悟到100余种大道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长生道主抬头看着苍穹中傲立着的玄黄道主，心中已暗下决定，如果长生仙阁今日注定毁灭的话，那么林玄清就是将来他复仇的唯一希望。所以今日无论如何，他也要杀出一条血路，将林玄清给送出去。此刻长生道主开始燃烧自己的寿命，原本狼狈虚弱的身体瞬间恢复了生机。长生神道。玄黄道主俯视着长生道主，喃喃道：“长生神道在3000大道中排名第16，是长生道主之号的由来。此神道的被动技能就是长生，寿命一般是同境修士的2倍以上，主动技能就是燃烧寿命，可以瞬间让自己恢复到巅峰状态。长河，借你所悟大道之力一用。”长生道主暴喝一声，大河之水天上来，3万里滚滚奔流，他的身体也瞬间回到了虚弱状态。然而玄黄道主只是简单一吸，居然轻而易举地将这3万里长河之水全部吸入腹中。随后他张嘴一吐，刚才被吸进去的长河之水如天塌一般落下。长生道主见此一幕，只能再次燃烧寿命，使出第2种大道之力。红风神道，去！火红色的枫叶漫天如刀，竟然生生地将落下来的长河水给斩成尘埃。天地重新归于平静，危机暂时解除了。长生仙阁的弟子们死里逃生，长舒一口气。不过此次燃烧寿命之后，长生道主看上去更虚弱了。玄黄道主暂时停止了攻击，大笑道：“老夫如今主宰整个太虚古界，大道之力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的长生神道还能燃烧寿命几次？”玄黄道主所言非虚，连续燃烧2次寿元的长生道主已经快要油尽灯枯了。他没有想到，道主境巅峰的他与已经成为界主的玄黄道主之间的差距，有如鸿沟难以跨越。长生道主绝望了，因为他无法替林玄清杀出一条生路。玄清道子，可惜了这样一个好苗子了。他正这样想着，林玄清忽然继续朝着玄黄道主飞去。玄黄道主见状，一指震杀下来。长河道尊等阁主想要帮林玄清挡下，但已经来不及了。轰隆一声巨响之中，林玄清的身体被包裹在尘烟之中。长生道主这才反应过来，刚刚自己走神了。他望着弥漫的烟尘，痛心自责。然而待到烟雾散去之后，林玄清居然完好无损。众人看见林玄清背着手静静立在长空之中，距离玄黄道主很近。道子没死，包括长生道主在内，所有修士看到这一幕后都震惊了。刚刚玄黄道主那一指，即便是我恐怕也十死无生。然而道子却……青红道尊想不明白林玄清是怎么做到的。然而位于苍穹之上的玄黄道主本人却是看清了刚才的一切。他惊奇地发现自己那一指的大道之力根本没有触碰到下面负手而立的林玄清。你是何人？玄黄道主本来以为自己只是碾碎一只虫子，并不太在意林玄清这个小角色，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从自己刚才那一指中本能地感到了危险。太虚古界的意志似乎在告诉他，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求道境他惹不起。林玄清淡淡说道：“你不配知道。”好胆！自从玄黄正得到主境之后，无尽的岁月之中，从来没有一名修士敢这么跟他说话，更别说此刻的他已经成就界主之境，位于太虚古界的顶点。于是他这次认真一指，玄黄道主的这一指蕴含着5行神道，5种颜色的大道光柱交织在一起，从天而降。这是排名前3的5行神道。想不到玄黄这条老狗居然连这种神道都领悟了。长生道主本想替林玄清挡下这一指，但当玄黄道主使出5行神道之后，即便他燃烧最后的寿元也无济于事了。轰隆，又是一声巨响，长生仙阁尘烟滚滚。玄黄道主仔细盯着弥漫着的烟尘看，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还是发生了。这个小小的求道境修士居然还活着。林玄清还是背着双手静静地立于长空之中，面不改色，甚至他身体上面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沾上。长生道主等人的震慑程度比刚刚更甚，下巴几乎都要掉下去了。这不可能！看着完好无损的林玄清，玄黄道主心中居然有点慌了。林玄清面无表情地说道：“闹够了没有？
随后，他缓缓抬起右手，对着玄黄道主竖起中指。叮，检测到宿主使用秒杀界主的能力，随机特效正在匹配中 ，loading。玄黄道主看见林玄清那侮辱性的手指尖上，瞬间汇聚了上千种大道之力。长生仙狗饱了，你可以去死了。叮，洪荒之力匹配成功。话音落下，林玄清指尖上汇聚的1000多种大道之力获得了史诗级别的加强。他的中指此时金光闪闪，极为耀眼。长生仙阁的弟子们仰望着林玄清，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好帅的中指！”随后，林玄清对着玄黄道主简简单单的一指，恐怖的宇宙神道限制住玄黄道主的行动，让他无法跨越虚空逃走。阴阳神道则是让玄黄道主完全失去施展神通的机会，导致他灵气都无法运转。至于五行神道，林玄清的这一指比刚才玄黄道主的威力大的不是一星半点。这不是普通的大道之力，这不是普通的大道之力。玄黄道主临死之前连续念叨了数遍这句话，随后苍穹中仿佛绽放了灿烂的烟花，他的整个躯体在这壮丽的景象中被林玄清的中指给洞穿，而他手中的小玉瓶也落到长生道主的手中，灵剑道尊被放了出来。玄黄道主分身足，遥远的虚空之中，界主王座之上，玄黄道主的本体猛然一颤，下面站成2列的道主们纷纷皱眉问道：“界主，发生什么事了？”玄黄道主回忆着刚刚自己分身与林玄清之间的战斗，仍然心有余悸。仅仅一指就能灭杀我的分身，此子必定是古神转世。玄黄道主内心翻涌着，久久不能平息。阴阳道主见状，询问道：“界主，可是长生仙阁已灭？”玄黄道主很快恢复了平静，回答道：“本界主网开一面，并未取长生道主的性命。”诸位道主一听，齐声拍马屁：“界主胸襟广阔，乃是古界之福。”玄黄道主忽然站起身来，面不改色地说道：“老夫年事已高，今后恐怕难以承担界主之位。诸位道友，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界主之位让出来。王座下面的道主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觉得这句台词如此熟悉？”诸位道主暗暗想着，玄黄道主才刚刚通过界主试炼，拿到太虚界印，为何忽然要退位？难道这是在试探我们的忠心？诸位道主立刻跪在地上，齐声说道：“界主，太虚古界不可一日无主，还请三思。”玄黄道主直接掏出太虚界印，本界主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太虚界印在此，你们谁若是能通过界主试炼，就自己来拿吧。说罢，他便将太虚界印扔在王座之上。诸位道主见玄黄道主好像是认真的，纷纷将目光投向太虚界印。不过为了确保万一，众人还是问道：“界主，您没有开玩笑吧？”玄黄道主冷冷说道：“你们看老夫像是在开玩笑吗？尔等若是想继承这界主之位，现在就可以去试炼之地了。”诸位界主听到这句话后，脑子瞬间发热，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刚刚才经历了一次界主试炼，居然又有机会了。于是诸位道主不装矜持了，直接开溜。等到他们都走后，玄黄道主自言自语道：“只要我躲起来，就算是古神觉醒，又能奈我何？本界主只需要换个容貌，逃到太虚古界偏僻的天域中去，我不信你能找得到我。”他制定好逃跑计划，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另一边，长生仙阁大战结束后，林玄清的脑海中出现了系统结算任务的声音：“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击杀界主分身任务，长生仙阁内无敌被动已激活。叮，由于宿主秒杀界主级别强者，完成了一次惊人质量的装逼，名声值加。叮，注意，此名声值已经无限接近长生仙阁 NPC 的上限。长生仙阁名声值刷满了才20万。”林玄清觉得这个谢系统肯定坑了他，不过无所谓了，他距离主线任务2已经进了一大步了。而且得到长生仙阁内无敌的被动技能后，他终于不用装孙子了。长生仙阁内无敌，顾名思义，长生仙阁势力范围内，哪怕古神来了，您也是无敌的。有了这个被动技能，还修炼个屁！林玄清自言自语，心想自己终于可以摆烂了。长生道主等人遥望着长空中的林玄清，短时间还未从刚才秒杀的场景中回过神来。下面的弟子们更是痛哭流涕，心想自己终于逃过一劫了。片刻之后，长生道主和所有阁主一起来到了林玄清身旁。玄清道子，你已经觉醒了吗？清河道尊对于林玄清的称呼直接变成了您。在他们眼中，现在的林玄清已经不是林玄清了，而是一尊传说中的古神在世。林玄清直接顺着他的话回答道：“没错，觉醒了。”众人面面相觑，倒吸一口凉气。清河道尊追问道：“道子，不知您觉醒的哪一尊古神？”传说中，混沌之中，古神众多，比如流传甚广的盘古就是古神之一。林玄清看着众人，略微想了一下。长生道主等人吞咽着口水，极为紧张地等待着林玄清的答案。大约10个呼吸之后，林玄清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觉醒的古神名为古娜娜黑暗之神。”古娜娜黑暗之神这个名号，即便是活了无数岁月的长生道主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只听名字，他都觉得这尊古神强的一批。黑暗之神，莫非是掌控世间黑暗本源的？长河道尊推测着，悄悄传音道。众道尊点了点头，极有可能。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为道子树立古神雕像？此言极是。只是不知道这古娜娜黑暗之神究竟长什么样子。长生道主决定给林玄清立雕像，以方便收集太虚古界的信仰之力。因为古籍记载，古神觉醒后，若无修士的信仰之力加持，力量很快就会消失。虽然林玄清并不是什么古娜娜黑暗之神，这只是他瞎编的。
但长生道主的这个提议给了林玄清很大的启发，立个雕像让众人膜拜，这种名声传播的方法，当初我怎么没想到呢？太虚古界中州天道殿，雄伟的宫殿之中，24位黑袍道尊盘腿悬空，下面默默站着200多位合道真仙。据传长生仙阁有古神觉醒，名曰古娜娜，其中一位黑袍道尊皱眉道：道主不在，此事真假难辨啊。若长生仙阁真的坐拥古神，这太虚古界的格局恐怕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阴阳塔那边怎么说？另一位黑袍道尊摇了摇头，回答道：阴阳塔的塔主不在，他们已经闭塔了。什么？阴阳道主也不在？天道殿内众合道真仙面面相觑，总觉得有风雨将来。殿主、阴阳道主，再加上此前已经确定的玄黄道主、后土道主、紫薇道主等，整个太虚古界除了长生道主还坐镇长生仙阁之外，均已失踪。天道殿的黑袍道尊们心中有些担忧。众位道友，我们得早做准备啊！就在此时，天道殿内忽然出现一道虚空裂缝，一位蒙面老者从中出现。大殿内的所有修士见到这位老者之后，纷纷行礼，说道：弟子见过龙神大道尊。没错，这位龙神大道尊就是当年从北海天域飞升的龙神大帝。龙神大帝本名敖丙，来到太虚古界后，他觉醒了混沌龙魂，修为突飞猛进，不到3万年就步入了道尊之境。混沌时期，古神以龙凤为食，所谓混沌龙魂，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缕龙族魂魄而已。但这也足以让龙神大帝超越同辈所有人了。他加入天道殿后，一直在闭关修炼，现如今已经无限接近道主境，所以他也被天道殿的长老弟子们尊称为龙神大道尊。听闻太虚古界有古神转世觉醒，此事当真？闭关出的敖丙看上去脸色并不是很好。一位黑袍道尊回答道：禀龙神大道尊，此乃暗部从长生仙阁传出来的消息，真假未辨。长生仙阁？敖丙掐指一算，脸色愈差。大道尊，怎么了？长生仙阁，本尊并未算出有古神觉醒。天道殿的众人都清楚，敖丙是混沌龙魂觉醒，天生就对古神敏感，所以只要敖丙说没有，那就肯定没有。既然如此，看来长生仙阁传出的消息是假的了。错，敖丙立刻反驳道：长生仙阁虽没有古神转世，但本尊却算到了比古神还要恐怖的存在。比古神还要恐怖的存在？天道殿的200合道真仙惊了。龙神大道尊比古神还要恐怖的存在，莫非是传说中的超凡意志？敖丙叹了口气，并未肯定。传说中古神虽然是混沌的主宰，但并非说古神就无敌了。敖丙觉醒了混沌龙魂，很清楚的知道，在混沌时期，古神之上还有一个存在，他称之为超凡意志。据说超凡意志可以随意修改世界的规则，只要他愿意，想要抹杀任何生灵都可以。如果真的是超凡意志降临，这说明我们的这一个神纪元已经快要走向终结了。敖丙严肃道：神纪元，这是敖丙觉醒混沌龙魂之后记忆中的一个词。传说混沌诞生以前，那个超凡意志定义了世界轮转的时间，混沌时期的古神将其称之为神纪元。敖丙的记忆之中很清晰的记得，正是因为神纪元的终结，才导致了众神陨落。神纪元的终结，黑袍道尊们陷入了沉思。大道尊，您说的是真的吗？这是远古龙魂给本尊的感应，估计10有8九是真的。敖丙回答道。另外，如果长生仙阁有超凡意志降临的话，那么距离古神的觉醒也不远了。上一个神纪元终结之前，一部分强大的古神将自己的灵魂分散到大千世界之中，他们用这种方式规避掉神纪元的终结，然后寻求在下一个神纪元中灭杀掉那所谓的超凡意志。说到这里，敖丙已经决定退出天道殿了。古神是本尊的天敌，这天道殿我不能待了。大道尊，您要走吗？敖丙点了点头，别怪本尊没有提醒过你们，古神不只以龙凤为食，还以人族为奴。像你们这样稍微强大一些的人族修士，很可能会成为古神们觉醒后的玩物。天道殿内，众修士们再次陷入了沉思之中。敖丙言尽于此，一只脚已重新踏入了虚空之中。就在这时，他身后的一位黑袍道尊忽然开口说道：大道尊，我想要跟随你一起。哦，敖丙回头看见说这话的是天道殿的大长老。紧接着，天道殿的2长老也开口说道：大道尊，我也愿追随你。大殿之内，2位长老说出这句话后，剩下的长老也都纷纷效仿。结果这一下来，整个天道殿所有合道境以上的长老全部都想追随敖丙跑路。你们就不怕店主回来之后怪罪？众长老摇头说道：此前我们用过各种方法联系过店主，均未联系上，所以我们猜测店主很可能已经……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跟着本尊吧。不过本尊提前说好，离开天道殿后，你们全部都要用秘法改变相貌，并且装成一个普通凡人。而且本尊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天域。敖丙与天道殿的长老们约法3章，众长老们听了之后纷纷点头认可。大道尊，我们都听您的吩咐，您放心吧。敖丙满意的点头，然后带着众长老进入虚空之中。同一时间，乾元谷和坤元谷的2位副谷主早就联合起来，带着谷内合道境以上的长老往偏僻的天域逃去。他们和天道殿的众人一样，也是化为了凡人，并且用秘法改变了样貌。天地人3大神宗消息稍微滞后一些，但也紧随其后，所有宗内的中坚力量都逃了。至于阴阳塔，他们是第一个跑路的势力，在敖丙和天道殿议事之前，阴阳塔就闭塔了。此时此刻，太虚古界中，中州的顶尖势力只剩下了4大仙阁：太虚古界、中州、长生仙阁。
长生道主亲自为林玄清立了一座1比倍的等比例雕像，其原材料采用的全是极品灵晶，即便是在夜里也能闪闪发光。这座雄伟雕像的动作就是林玄清一直秒杀玄黄道主时候的样子，只花了半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建成。雕像建成之后，长生道主派人在中州宣传，并且邀请了各大势力的道尊前来参观。可是长生道主请帖治好后，却发现天道殿等势力的长老们居然一个都没来。什么情况？长生道主感到奇怪，今日邀请了所有阁主议事，当然也邀请了林玄清。如今林玄清在长生仙阁中的地位最高，所以他坐在正中间，长生道主在其次。这种感觉让林玄清有种身处于紫霄圣地的错觉。道主，最近太虚谷界各大势力有些奇怪。长河道尊皱眉道：昨日我与青红师弟拜访天道殿的时候，居然连门都没进。一旁的清河道尊也补充道：阴阳塔也闭塔了，我与灵剑师弟也没有进去。洪峰道尊等人也是相继摇头，表示乾坤二谷以及天地人三宗都是一样。莫非与界主之争有关？长生道主想到了界主试炼，他猜测会不会是玄黄道主的手笔？界主之争？众阁主疑惑问道。长生道主将玄黄道主如何通过界主试炼并且成为界主的经过讲了一遍。如此说来，会不会是玄黄道主的手笔？古神觉醒需要大量的信仰之力维持，所以玄黄道主联合了其他势力，禁止他们前来观摩，极有可能。既然如此，道主，我们何不主动出击，趁着道子的古神之力还在，将玄黄道主给灭了算了。长生道主思考片刻后点了点头，甚善。然后他看着林玄清问道：不知道子意下如何？林玄清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离开长生仙阁的，虽然玄黄道主他能秒杀，但其他人能秒杀他，所以他直接摇头拒绝。道子，这是为何？众阁主十分不解，13双目光此刻全部汇聚在林玄清的身上。这种感觉让林玄清想起当初在太虚宫时面对众长老绷着脸的往事了。林玄清现在在众人的眼中是古神觉醒，所以他的逼格不能掉。于是林玄清绷着脸淡淡回答道：杀鸡焉用宰牛刀。长生道主一听立刻懂了，除了玄黄道主之外，这太虚古界的其他修士有谁值得一尊古神出手？道子，既如此，我等现在就去搜寻玄黄道主。长生道主判断玄黄道主分身被杀之后定然会躲起来，于是他对众人说道：诸位阁主，你们各自带几位和道境的长老前往各个天域，一旦发现玄黄道主的气息，立刻用咆哮令通知我。众阁主领命，火速带人前往。另一边，界主试炼之地，试炼还没开始，众道主再次大打出手。乾元，这次不会让你得逞了，我要第一个下棋。紫薇道主怒道，然后一巴掌拍了过去。乾元道主没有闪躲，而是汇聚大道之力，同样一掌拍了过去。啪啪啪啪啪啪，两人噼里啪啦连续对了几十掌，不分胜负。阴阳道主和坤元道主也在交战，两人至宝尽出，将试炼之地轰了个底朝天，轰隆隆，轰隆隆。至于其他道主，同样是叮叮咚咚的打个不停。片刻之后，虚空之中一枚黑色的棋子嗖的一声飞出。众道主见状，眼前一亮，兴奋道：试炼要开始了！开始个屁！一道苍老而愤怒的声音传出，随后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出现，脸上的胡子都气歪了。你们在外面打来打去，还让不让老夫睡觉了？老者怒目圆睁，想要杀了他们的心都有。众道主见状，赶紧停手。试炼之地终于安静下来，老者的怒火也稍稍平息。紫薇道主见老者怒气消退，第一个上前问道：前辈，这次试炼让我先下棋吧。下棋？老者将怀中的棋子全部扔出去，还下个屁！刚刚老夫差点想把这棋盘都给毁了。众道主有些尴尬，躬身道歉道：前辈息怒，息怒。老者见众人认错态度还不错，也不跟他们计较了。你们当中不是有个叫玄黄的已经得到老夫的认可了吗？老者仔细瞅了一眼，发现之前得到他认可的玄黄道主不在这群人之间。众道主解释道：玄黄道主已经将太虚界印让了出来。什么？老者十分意外，他心想这是什么情况？之前这个玄黄道主不是打得挺狠的吗？怎么这才当1月不到的界主就跑路了？前辈，具体的缘由我等也不知晓。阴阳道主解释道。老者叹口气，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再给尔等开一场试炼吧。说罢，他从怀中取出9支笔。老者将这9支笔扔到9位道主的手里，说道：本次试炼是用此笔为老夫画像。画像？没错，尔等谁画的老夫最满意，试炼就算通过。这阴阳道主有些尴尬，因为画画这个东西他完全不擅长。紫薇道主就不一样了，他拿到笔后立刻开始作画，已经领先其他道主很多了。哈哈，这界主我当定了。紫薇道主一边画一边大笑。太虚古界黄沙天域，玄黄道主卸去界主之位，变换成了一个普通渔夫的模样，来到了一个名为圣人村的地方。据说这个小村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曾经出过一位圣人。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村子现在很普通，普通到最强的村长也只有50境，至于其余的村民几乎全是武徒。这个村不错，就在这住下吧。玄黄道主找到了村长唐昊，交了一些零食，租了一间村里最偏僻的房子。他拿了钥匙，跟着村长儿子唐三来到了住处。就在这时，隔壁的茅草屋中，一个男人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慵懒的出门，
正好和他撞在了一起。玄黄道主和他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一惊：“你怎么在这儿？”玄黄道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能在如此偏僻的小村落里面见到自己的前任、前一任界主的简称。尽管他们两个都改变了容貌，但那种熟悉的气息是不会变的，所以玄黄道主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村长儿子唐三疑惑问道：“老伯，你们俩认识？”两人憨憨一笑，极为默契地解释道：“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哦，是亲戚啊。”唐三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毕竟最近天斗皇朝和星罗皇朝开战，天下并不太平，很多人都是妻离子散，四处逃难。圣人村因为处于沙漠之中，没有什么修炼资源，才免遭战火。两位老伯，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唐三离开后，玄黄道主两人大眼瞪小眼，一起进入了屋内。玄黄道主用秘法封闭空间，避免谈话泄露。界主，您不是闭关养伤去了吗？玄黄道主坐在椅子上，皱眉问道。玄黄道主，如今我已不是界主了，叫我陈道友就好了。太虚古界的上一任界主，也就是第一个被林玄清秒杀分身的修士，本名陈玉皇。他卸去太虚界印后，修为回到了道主境巅峰，与玄黄道主差不太多。陈玉皇没有立即回答玄黄道主的问题，而是反问道：“萧道友，你又是为何出现在此地？”这个玄黄道主有些难以启齿，毕竟他可是堂堂道主境，站在太虚古界顶点的男人之一，却因为遇到古神转世而苟在这里，属实有些丢失高人风范。他吞吞吐吐了一半天，编了一个蹩脚的理由：“修炼先修心嘛，我来这边散散心。”散心？陈玉皇不是傻子，自然不相信这个理由。道主境巅峰，你不去争夺太虚界印，跑这里来散心，谁信啊？玄黄道主不给陈玉皇质疑的机会，直接反问他：“陈道友，你不是伤势未愈吗？看上去不像啊。而且这黄沙天域资源匮乏，恐怕没有道友你需要的灵植吧？”陈玉皇听到玄黄道主反问，脸蛋稍稍有些抽搐。这个，他大脑飞速旋转，在思考怎么编造一个合理的理由。其实我也是来散心的。哦，是吗？两人坐在木桌前，像两尊蜡像一样沉默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散心？鬼才相信你是来散心的。这是两人此刻共同的内心独白。然后他们也在猜测对方不约而同来到圣人村的真实原因。萧道友，你不会是为了躲避什么人才来这里的吧？陈玉皇主动出击，率先发难。玄黄道主听到这句话后，内心忽然一颤，两眼飘忽不定。他一看，知道自己说中了。这个吗？这里面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是这个原因，一点点。玄黄道主顶不住陈玉皇给的压力，主动承认了。不过他反复强调，只是一点点而已。陈玉皇追问道：“萧道友，什么人竟然能将你逼到这种地步？不会是新任界主吧？”玄黄道主的修为与他相当，太虚古界之中能够稳稳拿捏的就只有新任的界主了。事实上，新任界主就是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不装了，摊牌了，逼我不得不苟在这种地方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人。说到这里，陈玉皇啪的一声，一巴掌拍到木桌上面，把玄黄道主都吓了一个机灵。萧道友，是不是那个家伙？一个身穿白袍，有点面瘫，总是背着手装逼的家伙。玄黄道主惊了，站起来抓住陈玉皇的手，问道：“陈道友，你怎么知道的？”陈玉皇拍了拍玄黄道主的肩膀，流下了苦涩的泪水。想不到你我竟同是天涯沦落人啊！话都说开了，老哥我也不装了。陈玉皇叹息道：“我也是被那家伙逼到这破地方来的。老弟啊，古神转世，惹不起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到这里，陈玉皇和玄黄道主紧紧相拥。与此同时，远在长生仙阁的林玄清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叮，鸣声直加。”林玄清正在给自己的道侣张柳一写信呢。我靠，这是干啥了？怎么突然加了这么多名声值？突然加这么多名声值，直接将他的思绪都打乱了。原本他准备晚一点再将张柳一他们给弄上太虚古界的，但现在他已经有了长生仙阁无敌的被动，已经可以护住他们了。重新整理好思绪后，林玄清开始写信：“亲爱的北海大帝。”啊，不对！林玄清刚写第一句，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他直接撕掉这张白纸，重写：“亲爱的老婆。”这才对嘛。林玄清顺着写完之后，将信给封起来，然后去了一趟长生道主闭关养伤的地方。上次与玄黄道主一战，长生道主伤势很重。不过当林玄清来找他的时候，他立刻暂停了调息。道子，你怎么来了？林玄清如今的身份是已经觉醒的古神转世，他这个道主在林玄清的面前都是弟弟。虽然面子上长生道主还是称呼林玄清为道子，但实际上林玄清的地位已经在他之上。林玄清取出信封，对长生道主说道：“道主，这是我写的一封家书，需要您派人去送一趟。”家书？长生道主接过信笺，道子可是想将他们都接到长生仙阁来。林玄清点头，既然如此，那老夫亲自走一趟吧。长生道主将信收入袖口，准备亲自跑一趟。道主，你的伤？道子，这点小伤而已，无碍。长生道主面带微笑，暗暗想着，这可是一个能给道子亲人留下好印象的机会啊，老夫必拿下。林玄清也面带微笑，暗暗想着，不愧是道主级别的人物，这种小事也亲自去做，比紫战天那小子可强多了。那就多谢道主了。林玄清行礼，将紫霄圣地的地址给了长生道主。妖神域，长生道主纵横太虚古界无穷岁月，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天域。然后他化为一道虚影，踏入了虚空之中。太虚古界
界主试炼之地。紫薇道主化道通神，画出了一幅完美的肖像画。太虚古界的意志已经正式认可了他，他即将成为下一任界主。阴阳道主等人见到大势已去，纷纷跪拜紫薇道主，恭贺紫薇道友喜提界主之位。紫薇道主春风得意，居高临下说道：“诸位道友，都起来吧。”随后，他领着众道主返回界主王座，在玄黄道主留下的太虚界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从这一刻开始，紫薇道主成为了太虚古界的新主宰，强大的力量在他的体内涌动。这就是界主之力吗？他惊人的发现，得到太虚古界的认可之后，自己对于大道之力的认识更深刻了。如果说到主境的他战斗力为5的话，现在的他差不多有5万，也就是说，现在的他只需动一动手指就能轻易灭杀之前的自己。乾元道主等人担忧自己被紫薇道主秋后算账，所以这会儿一直不敢吭声。紫薇道主凝视着王座下的众人，给了他们极大的压力。诸位道友不必过分紧张，紫薇道主成为界主之后，已经不将他们这群道主看成对手了。此前发生的事情就此接过吧。谢界主。众道主擦了擦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心想躲过了一劫。诸位都是我太虚古界的顶尖战力，日后本界主与其他古界开战时，没有诸位可不行。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紫薇道主刚刚当上界主，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灭掉隔壁的叶玄，吞并太玄古界。但是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一统太虚古界的顶尖势力。历代界主对于太虚古界的管理都过于松散。紫薇道主说道：“本界主决定整合中州所有顶尖势力，诸位意下如何？”众道主一听，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将中州的顶尖势力整合，这不就是变相的削弱他们的力量吗？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反驳，毕竟现在紫薇道主是界主，他说了算。于是众道主只好附和道：“全凭界主您安排。”很好。紫薇道主满意的点了点头。即日起，诸位统领的势力全部并入紫薇仙阁，本界主任面等为我紫薇仙阁主阁阁主，可有异议？什么？阴阳道主惊讶道：“我等只是一主阁阁主。”在场的道主们面色如蜡，已经难看到了极点。谁都知道4大仙阁的主阁阁主只是道尊而已，他们这些道主被任命为主阁阁主，就是摆明了在削减他们的地位。如此一来，他们势力中的那些道尊长老，到了紫薇仙阁之后，只能是副阁主和道真仙，甚至可能连阁主都不是。界主，如此有些不妥吧？坤元道主低头说道。不妥。紫薇道主歪嘴说道：“有何不妥？如有不从者，休怪本界主无情。”听见紫薇道主都这样说了，众道主也只能忍了。紫薇道主冷冷一笑，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中州势力1殿1塔2谷3宗4仙阁的格局，他早就不爽了。凭啥？大家都是道主，4仙阁要排在最后，而且他紫薇仙阁还在4仙阁的最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1载岁月以来，他紫薇仙阁招收的弟子质量最低。现在他终于翻身了，自然要打破这个格局，让紫薇仙阁成为太虚古界唯一的最屌的势力。诸位可还有异议？回禀界主，我等没有了。不过长生道主不在，是否需要派人去通知一番？紫薇道主摆手说道：“不必了。”然后他分出一道分身。长生仙阁，本界主准备亲自去一趟。4大仙阁中，长生仙阁和紫薇仙阁一直都是排名倒2和倒1，因此紫薇道主和长生道主也相互争了数1年了。今日他已经正得界主之位，说什么也要亲自去长生仙阁找长生道主嘚瑟一番。于是他的这具分身一脚踏入虚空之中，前往长生仙阁。中州长生仙阁，长生道主离开仙阁后不久，紫薇道主就踏碎虚空来到了仙阁之中。他从苍穹的裂缝中出现，第一眼看到的是林玄清那雄伟无比的古神雕像。紫薇道主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定位错了。长生仙阁什么时候修建了这尊雕像？而且这雕像看上去也不像长生道主那家伙啊。算了，不管了。紫薇道主今日来长生仙阁是来装逼的，这尊莫名其妙的雕像，等拿下长生道主之后再说。于是他立于苍穹之下，俯瞰着长生仙阁，声如海啸：“长生道主何在？”紫薇道主的声音震耳欲聋，其中还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大道之力。仙阁内诸多修为稍差的弟子都有些受不了，耳窍开始流血。怎么回事？紫薇道主发现他这一声下去，长生仙阁怎么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立刻又喊了一声：“长生道主何在？”然而这第2嗓子下去，长生道主本人还是没有出现，甚至连一位道尊都没有出现。紫薇道主今日是来炫耀装逼的，这要是没有观众的话，还装什么呀？长生道主何在？他第3声直接怒吼，震破云霄。此刻正在摆烂的林玄清终于忍不住了：“什么人竟敢来我罩着的长生仙阁装逼？”同一时间，系统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出现：“叮，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秒杀界主分身。任务目标：秒杀正在仙阁外挑衅的界主分身，并且拉满仇恨。任务奖励：高级坐骑升阶单星号1。”又是界主。林玄清看着触发的任务，略微有些惊讶。按照常理来说，界主不应该只有一个吗？其实这个问题之前他在秒杀玄黄道主分身的时候就疑惑过，因为很明显，玄黄道主并不是当初他在万妖之地秒杀的那个陌生修士。正好现在又来了一个界主，林玄清准备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生道主何在？苍穹之下的紫薇道主如同复读机一般，
还在叽叽喳喳地叫喊着。长生仙阁内仅剩的20多位副阁主也终于忍不住了，纷纷飞向天空。紫薇前辈，道主今日不在，求求您别喊了。23个河道真仙捂着耳朵，一脸苦涩。不在。紫薇道主伸出手掌，一位河道真仙直接被他吸了过去。不会是故意躲着本界主吧？紫薇道主单手擒住这位河道真仙，散发出强大的大道之力，压迫感十足。紫薇前辈，道主确实不在。紫薇道主厉色道：“你当本界主是3岁稚童好骗？长生道主不在，那12主阁阁主呢？你不会想说他们也都不在吧？”诸位河道真仙齐声回答道：“紫薇前辈，您说对了，他们也确实都不在。”放屁！紫薇道主怒骂道：“怕不是因为受到玄黄道主的重创之后闭关养伤了吧？少废话，赶紧让他们给本界主滚出来！”紫薇道主气势凌人，让众河道真仙十分难堪。就在这时，林玄清慢慢悠悠地飞了上来。众位河道境看见到林玄清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一般，立刻行礼道：“我等拜见道子。”紫薇道主凝神一看，感到有些奇怪，这些修士都是河道境，为何给一个求道境的弟子行如此大礼？就算他是道子，也不至于让一众真仙像见到道主本人一样顶礼膜拜吧？紫薇道主打量着林玄清的脸，忽然发现这张脸似乎有些熟悉。仔细一想，他猛然发现这个人的样貌貌似和长生仙阁的那座雕像一模一样。为一个道子修建工程量如此巨大的雕像，说明此人定然不简单。果不其然，紫薇道主发现长生仙阁的这一任道子身上蕴含着极为磅礴的大道之力。此刻，林玄清摆出经典动作，负手而立。他也打量着紫薇道主，发现这个界主分身的样貌确实和前面两人不一样。你是长生仙阁的道子？紫薇道主问道。林玄清反问：“你又是什么界主？”听到林玄清如此反问，紫薇道主感觉到了一丝挑衅的意味。你敢无视本界主的话？界主算个屁！什么？区区求道境的蝼蚁，竟敢在他这个界主面前狂，简直就是找死！小子，你天赋不错。紫薇道主脸色微变，只可惜本界主最喜欢的就是打压天才。说罢，紫薇道主微微抬手，掌心上跳跃着爆裂的雷电。众河道真仙一看，惊呼道：“这是雷切神道！”雷切神道在3000大道中排名67，被称为万物均可切割的雷电。紫薇道主直接一掌劈来，吓得众河道真仙腿软。他们能够感觉得到，若是自己被这雷切神道给切中，估计连生魂都能劈成碎片。小子，今日本界主要教你一个道理，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紫薇道主的掌刀如同狂风骤雨落下，林玄清却不动如山。只见林玄清随便伸手一挡，紫薇道主的雷切神道立刻化为乌有。什么？紫薇道主瞳孔微缩，不可思议地看着发生的一幕。林玄清冷冷一笑，回了一句：“不气盛叫年轻人吗？”虽然只是一个照面的交手，但紫薇道主此时已经有些慌了。结合长生仙阁为这个年轻人修建的巨大雕像，林玄清的身份几乎已经是名牌了。那是神像，而你是古神转世。长生仙阁居然有一尊已经觉醒的古神！紫薇道主倒吸一口凉气，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转而一想，终于想通了玄黄道主为啥突然要卸任界主之位了。好家伙，原来你是踢到铁板了，跑路去了。玄黄啊玄黄，你个老六，为什么不早说？紫薇道主正在懊悔，林玄清已经开启了秒杀界主的能力。系统，给我指定一个特效吧。紫薇道主的雷切神道让林玄清联想到了一个前世看过的忍术。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界主能力，指定特效准备中 ，loading。丁，玄幻改良版螺旋丸匹配成功。林玄清的右掌心中，一颗蓝色的旋转能量球出现，随后系统扣除了15000点名声值。我靠，怎么这次指定特效扣这么多名声值？丁，秒杀界主的定制特效，1分钱1分货，懂吗？好吧，不纠结。反正林玄清现在一增加名声值，动不动都是10万，这1万多也就洒水了，先爽了再说。林玄清握着膨胀的越来越大的蓝色丸子，很想喊出一句撒是给。紫薇道主此刻人都骂了，因为他在林玄清掌心中的那团旋转着的蓝色气团中看到了远超大道之力的未知力量。他敢确定自己这具分身一旦被那气团击中，可能连本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林玄清带着巨大的螺旋丸飞向紫薇道主，求道境的速度在界主的眼里如同慢动作，所以紫薇道主想要踏入虚空逃走。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凝聚的气团竟然影响到了此片天地之间的所有大道法则。紫薇道主手指甲都掰裂了，都没有把虚空入口给打开。他好想逃，但逃不掉。螺旋丸将紫薇道主的分身扭断，然后湮灭。界主王座之上，紫薇道主的本体忽然大叫一声啊！与此同时，他的心脏出现剧烈的绞痛。王座之下站成两列的道主们被紫薇道主的这突如其来的叫喊一激灵。什么动静？阴阳道主看着紧捂胸口的紫薇道主，内心吐槽道：痛，太痛了。紫薇道主用拳头不停地锤击着自己的胸口，喃喃自语。果然，那家伙的气团不仅毁灭了我的分身，还让我本体都受到重创，太恐怖了，这里不能再待了。他这样想着，然后艰难地从王座上站起来。诸位，嗨嗨，本界主宣布个事儿。众道主仰头看着紫薇道主，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界主，您不会是要卸任吧？乾元道主抢答道。面对乾元道主的抢答，紫薇道主面露尴尬之色。
你妹的，抢我台词是吧？紫薇道主瞪了前元道主一眼，给前元道主瞪出一身冷汗。界主是在下失言了。前元道主赶紧跪地行礼，请求紫薇道主的宽恕。算了，你也是无心之失而已。紫薇道主顺着台阶就往下走，起来吧。前元道主听见紫薇道主没有责罚，内心松了一口气。紫薇道主酝酿片刻后，捂着胸口处连连叹息。众道主面面相觑，随后询问道：界主，您怎么了？紫薇道主摇了摇头，无奈道：其实本界主确实有隐退之意。隐退？众道主呆呆地看着紫薇道主那张苦脸。刚才你紫薇道主还振臂高呼要整合太虚古界势力的，怎么这才过去2个时辰不到就要隐退了？又是试探，还是川剧变脸？界主啊，您何出此言呢？坤元道主替众人问道。紫薇道主早就编好了理由，就等着你小子来问呢。他满面愁容，一拳又一拳捶着胸口，说道：诸位有所不知，其实本界主的心脏部位一直都有隐疾。界主，你有病？阴阳道主惊讶道。紫薇道主听到这句话后，一口老血闷到胸口。靠，你这句话有其意懂吗？不过紫薇道主现在也不在乎这些小事了，他只想立刻丢掉太虚界印这颗烫手的山芋，早日归隐去。没错，当年本界主与太玄古界的天魔道主斗法时，不小心中了天魔咒印，在心脏部位留下了暗疾。原本我以为只要成就界主之位，此暗疾可能会有好转，但现在看来不仅无用，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紫薇道主编起瞎话来是面不改色，说的连自己都信了。众道主也回忆起当初陈界主在位时，确实与太玄古界爆发了一场大战，当时那天魔道主的对手也的确是紫薇道主。原来如此，难怪方才界主忽然抽风大喊一声，原来暗疾发作了。紫薇道主见众道主都深信不疑，于是顺理成章的将太虚界印给取了出来。本界主暗疾发作时，心如刀绞，实在难以忍受。诸位道友，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还是将这界主之位让出来。王座之下，道主们再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一切幸福都来得太突然了。不过按照流程，他们还得确认一下。界主，您没开玩笑吧？紫薇道主严肃道。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太虚界印在此，诸位现在就可去进行界主试炼了。有了紫薇道主的这句话，众道主二话不说，纷纷踏入虚空走了。一群蠢货！紫薇道主见众人都走了，轻笑道。然后他直接把太虚界印像垃圾一样扔到王座上面。这界主谁爱当谁当，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偏僻一点的天域狗一下。紫薇道主掐指一算，一处绝妙的藏身之所被他算出。很好，就这里吧。他指定好逃跑计划，一脚踏入虚空之中。哼哼，本界主躲在这精心挑选的偏僻之地，然后再换个容貌，就算你是古神觉醒，又能奈我何？黄沙天域、圣人村，这些日子，玄黄道主和陈宇皇两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凡人的生活之中。因为圣人村处于沙漠之中，所以每一个月都会去300多里外的黄石镇取水。不过，由于路途遥远，加上沙漠之中有妖兽出没，因此对于取水的村民来说是一件极为危险的苦差。上个月，村长唐昊带队去取水，在返回的路上，有2名五屠七段的村民被黄沙吞没。五屠七段在圣人村里已经是最高端的战力了，他们主要负责护卫，保护取水队伍的安全。然而失去他们2人之后，只靠唐昊一人，这个月的取水行程危险程度倍增。所以今日他找到了玄黄道主和陈宇皇，希望他们2个外乡人能帮帮忙。老陈、老肖，这次取水麻烦你们了。沙漠之中，唐昊走在最前面，玄黄道主和陈宇皇2人紧随其后。他们2个本来只想伪装成凡人的，但又觉得伪装成完全没有修为的凡人实在太假。毕竟全村人都知道他们是从外面来这里躲避战乱的，如果只是凡人的话，这片沙漠都走不过，早就死了。再三思索之后，他们2个最终给自己定位成了五屠9段。不过这一定位直接让他们2人成为了圣人村的高端战力。在村长唐昊和他儿子唐三的软磨硬泡下，他们不得不加入了取水的队伍。村长放心吧，有我和老陈在，没问题的。玄黄道主露出憨憨的笑容，让人丝毫联想不到他曾经是站在古界顶点的男人。陈宇皇也是一样，灰头土脸的，完全是种地老农的模样，与玄黄道主并肩走着。取水队伍走了2天2夜，终于来到了黄石镇。黄石镇外围由一圈土墙围着，看上去并不大，而且极为简陋，在玄黄道主2人眼里和茅厕差不多。但这里面却有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井，养育着方圆数个村子的人。唐昊交了11枚下品灵石后，带着取水队伍进入了镇中。玄黄道主和陈宇皇观察着四周，发现里面确实和他们想象中的一样，极为简陋。不过镇中央的那颗巨型的黄石之下，倒是围着不少人。村长唐昊示意取水队伍，大家将家伙拿下来，排队取水吧。村民们纷纷自觉排到其他人的身后。唐昊拿着水囊，感叹道：最近天下不太平，好多人都因为躲避战乱逃到这里。黄石镇的人气这几个月也越来越旺了呀。经过唐昊这么一提醒，玄黄道主和陈宇皇也发现了这个小城镇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一些。他们打开神识，悄悄探查了一番黄石镇，发现这里居然汇聚了超过2000多人。什么情况？玄黄道主和陈宇皇对视一眼，因为他们发现刚刚用神识探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2000多人怎么有1600多个都是合道真仙，而且貌似还有100来个道尊境。玄黄道主和陈宇皇2个直接愣住了，这黄石镇是什么鬼？
陈道友，我们不是暴露了吧？玄黄道主拉着陈玉皇的手躲到石墙后面，忐忑说道：“应该不会吧？”陈玉皇吞咽着口水，仔细观察着正在打水的奈群和道真仙。我怎么感觉这群人的气息有些熟悉啊？你看，那名老妇虽然样貌丑陋，但这举手投足之间却与万花仙子的气质相差不多啊。还有他旁边那位，虽然一脸的麻子，但我怎么看都像灵妙仙子。反斜杠还有这位，越看越像初雪仙子呢。反斜杠，陈玉皇指着井口前围着的黄脸大妈们，说出了太虚古界一个又一个有名有颜值的女仙：万花仙子、灵妙仙子、初雪仙子。陈玉皇越说越激动，玄黄道主直接白了他一眼：合着你当界主这么多年，就认识漂亮的女修了是吧？陈道友，你不用再说了，我不瞎。玄黄道主将他打住，因为他也确实看明白了，这1000多盒道镜以及100来位道尊镜，貌似还真的都来自中州。最直接的证据是，正在卖力吆喝的壮汉，竟然是龙神大道尊假扮的。玄黄道主立刻传音道：“龙神长老，你怎么在这儿？”龙神大道尊听见玄黄道主的声音后，一个机灵，店主。他环视周围，发现玄黄道主站在石墙下面，直勾勾地盯着他。敖丙有些忐忑，心想：店主怎么出现在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带着长老们当逃兵的事，这么快就被店主发现了。见到敖丙忽然愣住，天道殿的其他长老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玄黄道主，因为他们的修为低于玄黄道主，所以无法看穿玄黄道主的伪装。敖大哥，你在看什么呢？天道殿的一位女长老奇怪问道。抵达皇石镇后，天道殿的长老们都是互相称大哥大姐，比较接地气，不易暴露。敖丙眉头紧锁，不知道如何开口。玄黄道主确认敖丙身边全都是他天道殿的长老之后，从石墙一侧走了出来。店主，我不用说了，我懂的。敖丙正准备解释，玄黄道主主动开口：是因为古神觉醒吧？敖丙听到这话，微微一怔，不愧是店主啊，竟然已经算到了古神觉醒之事。要知道，他可是因为有混沌龙魂的传承记忆才得知的呀。带领众长老到此地避难，保留我天道殿中坚力量。龙神长老，你做得很好啊。玄黄道主走到他身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一旁的天道殿长老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玄黄道主，心想：老伯，你谁啊？其中一位天道殿的道尊上来想赶走玄黄道主，被敖丙连忙使眼色阻止。他对众人传音道：快退下，此人是店主。店主。经过敖丙这么猛然一提醒，天道殿的200多长老们露出同样一个惊恐的表情。囧！诸位长老，勿要惊慌。玄黄道主传音众人：古神觉醒乃是天意，我辈修士无法抵挡，也属正常。做一介普通人未尝是一件坏事，大家好好生活吧。天道殿的众长老一听，没想到店主不仅不责备他们，反而还开导大家一起摆烂。许多长老心中都生出了一种莫名感动，当初加入天道殿真是加入对了呀。这个时候，村长唐昊来到玄黄道主身旁，询问道：老萧啊，这些人你认识？玄黄道主憨憨的笑，挠了挠头，笑道：村长，都是老乡，我过来说两句话。原来是老乡啊。唐昊环视天道殿众长老，发现都是一群武徒，一个武士也没有。他暗暗想着，都是一群苦命的人啊。如今天下大乱，天斗、星罗和星月皇朝死的武林强者都不下1万了，更别说武师和武徒们。武徒境的普通人能够在这场腥风血雨中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老萧，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唐昊提着水囊准备离开，待会儿水装完了，我再叫你。玄黄道主依旧保持着憨笑，村长放心吧，我聊会儿就过来。包括敖丙在内，天道殿的众长老看着如此憨厚的玄黄道主，下巴都惊掉了。这还是那个傲视中州、意气风发的店主吗？这神态，这动作，简直就是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老农啊！店主不必多说。敖丙正要说话，又被玄黄道主给打断了。他咳了2声，脸红道：此乃凡尘炼心，有助于修行。哦，好的。众人点了点头。玄黄道主赶紧转移话题：对了，我观这皇石镇中，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许多河道真仙。难道古神之事已经传遍中州了？敖丙解释道：长生仙阁为那尊古神立了雕像，中州的势力除另外3个仙阁后知后觉之外，其他几个都不约而同逃到这里了。这个时候，一直旁观的陈玉皇走了过来，开口说道：建立雕像应该是想收集信仰之力，还好我们这群高阶修士溜得快，不然就真的被长生仙阁得逞了。信仰之力，修为越高的修士身上抽取的越多。不过长生仙阁觉醒的这尊古神是传说中的哪一尊？玄黄道主和陈玉皇都很好奇。敖丙回答道：据传是古娜娜黑暗之神。古娜娜。两人同时皱眉，表示这尊古神的名字怎么听上去这么怪。但既然是掌管黑暗的，恐怕就算在所有混沌古神中，实力也是名列前茅的。好了，叙旧就暂时到此为止吧。我天道殿的长老们切记，日后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旦遇到来历不明且喜欢背着手的陌生人，务必要沉住气，不要在慌乱之中乱了阵脚，露出自己的真实修为。玄黄道主严肃说道。天道殿的众长老们齐声传音道：谨遵店主之令。很好。玄黄道主捋了捋胡须：散会吧。太虚古界，界主试炼之地。玄黄道主卸任之后，剩下的道主们再次来到这里，并且大打出手。这一次的传承，本道主势在必得。阴阳道主连续2次失利，心想着第3次必拿下。于是他催动至宝天地阴阳幡，在试炼之地掀起了生死风。所谓生死风，吹单数死，
吹双树火。他猛烈地摇动着风帆，虚空中狂风肆虐，无差别攻击其余所有道主。乾元道主和坤元道主两人联手，以3000大道中的风雷大道和山火大道阻止。两团恐怖的能量与生死风交织在一起，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轰隆！这一炸直接将试炼之地的苍穹炸出个窟窿。本来准备出手的勾陈道主目瞪口呆地望着苍穹上的窟窿，心想这下糟了。果不其然，太虚古界的意志立刻从虚空中出现。老者原本飘逸的白发好像被狗啃了一样，愤怒地站在众道主面前。是谁？他怒吼一声，整个试炼之地都跟着在颤抖。众道主将目光投向始作俑者阴阳道主。是你这小子！老者一眼就注意到了阴阳道主手中握住的天地阴阳幡，随后他一巴掌扇了过去。太虚古界意志的一巴掌相当于整个世界在锤阴阳道主，如果阴阳道主应接的话，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所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着老者就是一番。其实他也很想知道生死风不能暂时让太虚古界的意志死去。好小子，居然敢还手！老者改变巴掌的方向，拍向袭来的生死风。这一掌下去，生死风被拍成了2半。前辈晚辈也只是自保而已。阴阳道主趁着老者攻击的间隙赶紧赔礼道歉，方才晚辈为了争夺试炼资格，不小心叨扰到了前辈，还望前辈恕罪。老者一听，眉头上挑，试炼是什么炼？众道主行礼道，我等是来参加界主试炼的。老者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在拿老夫开涮是不是？刚才不是已经给你们试炼过了吗？那个叫紫薇的小子，紫薇。老者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因为他发现人群之中并没有紫薇道主。那个已经得到老夫认可的小子呢？阴阳道主拱手说道，前辈，紫薇道主已经卸去了界主之位，将太虚界印拿出来了，所以我等确实是来参加界主试炼的。老者听完一脸黑线，他怒道，你们当这界主之位是大白菜吗？想买就买，想扔就扔。众道主无辜道，前辈，这也不是我们卸任的界主之位啊。老者一想，这也算说的有些道理，也就是老夫年龄大了，脾气好了，要是搁在以前，指定有你们好果子吃。他怒气消退，心情渐渐平复。前辈，您再给我们一场试炼吧。阴阳道主诚恳说道，我敢保证，您若是认可我，肯定不会出现上任又卸任的情况。乾元道主等人也相继说道，前辈，我们也是，我们也肯定不会当界主之位为儿戏的。老者听罢叹道，既然如此，那老夫就再给你们准备一场试炼吧。他望向被炸穿的苍穹，继续说道，你们谁能最先补上天上的这个大窟窿，谁就能得到老夫的认可。乾元道主一听大喜，因为他的手中正好有一块混沌时期传下来的补天神石。哈哈，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乾元道主迫不及待地飞到窟窿处，取出了补天神石。这个界主我当定了。中州长生仙阁，自从林玄清杀了紫薇道主的分身后，名声值又上涨了10万。最近这连续几次击杀，让他的主线任务2进度大幅上涨。如果保持这个势头下去，估计很快就能完成。可惜我只能在长生仙阁内无敌，不能主动出击。如果能击杀界主本体的话，估计名声值要爆。林玄清无奈自言自语。丁，检测到宿主的抽奖次数即将过期，请宿主尽快抽奖。抽奖？要不是系统提醒，林玄清都差点忘了自己之前做任务得到的抽奖次数一次都还没用。林玄清打开抽奖界面，发现好像变得更华丽一些了。系统啊，这个抽奖功能是更新了。丁，没错。丁，由于宿主飞升到太虚古界，本系统已经自动为宿主升级了抽奖功能，奖池也进行了大幅度更新。提起奖池，林玄清立刻就想到了之前抽到的健胃消食片、洗发水还有沐浴露。即便现在系统说升级了，他也觉得肯定抽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算了，还是先把剩下的抽奖次数一次性抽完吧。名声值加500，名声值加300，名声值加200。林玄清一个10连下去，前面9次奖励全都是名声值，直到第10次，抽奖界面忽然绽放金色的光芒。哦，好东西来了！按照前世的经验，一般抽奖抽出金色，这象征着 SS2 级别的好东西来了。人字拖星号1，金色的光辉中，一双普普通通的人字拖鞋映入林玄清的眼帘。靠，拖鞋！果然，系统的这个抽奖功能就是靠不住。这是第3次了，林玄清抽出来的东西居然又是生活用品。系统过分了呀！一双破拖鞋，你搞得这么炫干什么？丁，因为它不是一双简单的拖鞋。确实，估计在前世能卖个30块。丁，本系统建议宿主看下物品简介再吐槽。还有物品简介。林玄清按照系统的提示，点击拖鞋，一串金色的文字出现。人字拖，混沌至宝，穿上后速度可媲美古神，遨游太虚，畅通无阻，十分拉风。混沌至宝，就这双拖鞋。林玄清再次看着这双人字拖的时候，发现竟然是那么的耀眼。等等，林玄清忽然想到一件事，一双拖鞋都是混沌至宝，那之前抽到的洗发水那些？丁，本系统早就说过，那些都是极品道具，是你自己不看介绍。林玄清发现自己错过了1个亿。健胃消食片、洗发水和沐浴露其实全都是至宝。得知这个事实后的林玄清痛心疾首，大骂自己是傻逼。丁，宿主，行了行了，别骂了别骂了，不至于不至于。林玄清狠起来自己都骂，把系统都给惊了，搞得都有点看不下去了。痛定思痛，林玄清决定继续抽奖。系统，我要继续刮彩票。
林玄清骂完自己之后，立刻点击了10连抽。他现在面板上的名声值已经累积了好几十万，再多搞几个10连抽都没问题，毫无压力。白背心星号1，第一次10连下去，出了个紫色的保底。这是一件纯白色的背心，从外观上看非常像前世的地摊货，但那只是表象。林玄清点开物品介绍，上面用金黄黄的粗体字写着鸿蒙道宝4个字，地宝之上就是鸿蒙道宝。不过鸿蒙道宝的范围很大，里面还有6个小级别的区分。这件白背心就是一件界主级的鸿蒙道宝，和修为划分差不多，界主级之下还有道主级、道尊级、合道级、悟道级以及求道级的鸿蒙道宝。总而言之，在这太虚古界，林玄清若是穿着这件界主级的纯白背心出门，界主以下修为的修士根本打不穿他上身的防御。好东西啊！林玄清感叹一声后，继续点击10连抽。黑裤衩星号1，五分裤，和刚刚抽到的白背心一样，这件黑色的五分裤同样也是界主级的鸿蒙道宝。没想到才20抽就凑齐了全身的防御装。虽然这2件衣裳磕碜了一点，但只要实用也都无所谓了。毕竟全部穿上之后，界主以下的修士破不了防，界主之上的修士直接秒杀呢。总结起来就是，太虚古界他现在应该能横着走了。反正林玄清现在名声值还很多，于是紧接着他又一口气抽了30抽。然而这一波下去，只抽到了5枚坐骑进阶单，金色的道具没有，紫色的道具同样没有。系统，你按条暴率了？这让林玄清不得不怀疑，这个谢系统又搞了鬼。丁，本系统良心暴率，没给宿主整个幸运值就已经很不错了。林玄清表示无法反驳，前世他玩的大多游戏中的抽卡什么的，必须要抽满幸运值才爆好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坑。算了，不重要了，这次先抽到这里吧。林玄清脱下身上的白袍，换上了刚刚抽到的3件套，白背心、黑裤衩、人字拖。林玄清这一身装扮，总有一种社会大佬的感觉。有了这一身，终于可以主动去寻找界主了。路上遇到什么道主境、道尊境，应该打不破我的防御了吧？而且就算有意外发生，我不还有这双混沌至宝人字拖吗？打不过就跑，能把我咋地？林玄清准备立刻动身，但此时突然发现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界主住哪里呢？他去问了长生仙阁的一些副阁主，这些人都表示不清楚。长生道主估计应该知道，但他去妖神域了。无奈之下，林玄清只好求助系统。系统还是稳定发挥，直接要求扣走林玄清名声值。这么多，你怎么不去抢？林玄清听到系统狮子大开口，瞬间红温了。丁，名声值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丁，本系统将要给宿主的是动态追踪的全界主地址。丁，请注意第一个关键词动态追踪，其含义是无论界主逃到哪里，本系统都能给出最新的地址。第二个关键词全，意味着这个功能将覆盖所有古界的所有界主，就连以前出任过界主的修士也囊括在内。听完系统这一长串的解释，林玄清觉得这个名声值的消费似乎也不算贵，毕竟这相当于给所有古界的界主身上都装上了一个定位装置，他这边可以实时接收位置信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我买还不行吗？林玄清一咬牙，巨款打给了系统，功能激活成功。林玄清的脑海中多出了许许多多的白色斑点，这些斑点像夜空中发光的星星一样散布在各处。这是所有古界的地图。林玄清发现这些白色斑点坐落的疆域分别写着各个古界的名字：太虚古界、太玄古界、太清古界、魂虚古界。地图上全部疆域加起来一共有33个古界，不过所有的白色斑点加起来貌似一共有50几个，超过了33个古界的数量。只要曾经做过界主的都算上，多出来的这20几个应该是以前退下来的界主吧。林玄清看着地图喃喃道：林玄清将目光投向太虚古界的位置，发现一共有2个白点，其中一个白点位于太虚古界西北域，另一个已经接近太虚古界的边缘了。林玄清还发现西北域的那个在快速移动，好像是在靠近边缘处的白点，而且为啥边缘处的白点看上去要更厚一些呢？丁，友情提示一下宿主，古界地图可以放大，比例尺最多可以精确到1里。哦，林玄清按照系统的提示，将边缘处白点的疆域放大。黄沙天域、星罗皇朝，一直放大到极限，他看到了一个名为黄石镇的地方。这一刻，他才明白边缘处的这个白点为啥要更厚一些了，因为这是2个白点。之前因为地图比例尺很大，2个白点距离近重叠在一起了，所以看上去比别的要厚。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界主的老巢了吧？其实林玄清也没想到，堂堂界主级别的大能居然住在如此不起眼的偏僻地界。另外那个正在移动的白点，此时也来到了黄沙天域，估计很快就会来到这个黄石镇了。既然已经摸清楚了位置，那就出发吧。也不知道他们3个一共能刷多少名声值。林玄清正这样想着，地图上面嘣的一声又冒出一个白色斑点，这个白色斑点的位置就在中州，而且距离长生仙阁不算太远。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界主？另一边，界主试炼之地，乾元道主在众道主的围攻下伤痕累累，浑身是血，但他还是用补天神石缝补好了苍穹上的窟窿，率先完成试炼。太虚古界意志化为的老者在窟窿补全之后，一头的白发也终于恢复了原样。乾元道主肆意狂笑，界主之位终究还是本道主的。乾元道主试炼通过后，以迅雷之势掌握了太虚界印，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上面。界主王座之上，他服用了1粒道主级的鸿蒙道丹，
用于疗伤。下面站成两列的道主们内心极为忐忑，害怕乾元道主的清算，特别是阴阳道主，试炼之时他出手最狠。如果乾元道主要杀一个人立威的话，他估计肯定是自己。然而还不等乾元道主开口，众道主却不约而同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然后他们齐声喊道：“我等冒犯界主尊威，罪该万死啊！”阴阳道主喊得最卖力，跪的也是最认真的。乾元道主调理气息，身上的伤口在丹药的作用下渐渐愈合。众道主冷汗直流，不敢抬头正视乾元道主的眼睛。这种紧张且压抑的气氛一直持续了半刻钟。半刻钟后，乾元道主才缓缓开口：“尔等都起来吧。”众道主听不出乾元道主的语气是好是坏，所以依旧跪着，不敢站起身来。乾元道主眯眼笑道：“尔等放心，本界主不会杀你们的。”众道主还是不敢起，依旧跪着，像粘在地板上面了一样。乾元道主淡淡道：“尽管本界主确实很想杀掉等，但如今太玄古界虎视眈眈，目下正值用人之际，所以本界主打算网开一面，赦免尔等的不敬之罪。”众道主听见乾元道主的解释后，才放心下来，纷纷站了起来。不过他们仍然低着头，不敢正视乾元道主的眼睛。这给乾元道主看乐了。他成为界主之前，这些道主一个比一个狂，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一旦真的成为了界主，这群人马上就变成懦夫，屁都不敢放一个。亏你们还是站在太虚古界顶点的人，竟然一点骨气都没有。如果是本界主的话，就算对手再强，也绝不会低声下气，像一条狗一样苟活。乾元道主嘲笑道。众道主保持沉默。罢了，毕竟尔等只是失败者，与本界主相比，定然是有些差距的。要不然，这界主之位也不会是属于我的了。乾元道主持续臭屁，引得众道主内心疯狂吐槽。要不是这次试炼你正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能有机会当得上界主。之前紫薇和玄黄当界主的时候，也没见你有什么骨气啊。此事暂时接过吧，本界主要与尔等商议另外一件事。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乾元道主与紫薇道主差不多，刚拿下界主之位，就准备干一番大事。紫薇道主是要整合中州势力，乾元道主则是更进一步，直接要与隔壁太玄古界开战。本界主希尔等3日之内，集结势力当中所有合道境以上的修士。乾元道主正色道：“如有不从者，格杀勿论。”这众道主听后面面相觑。界主攻打太玄古界一事，还请三思啊。勾陈道主进言道。玄黄道主、紫薇道主以及羽黄道主如今都在养伤，长生道主大概率也因为玄黄道主的关系负伤了。如此一来，我太虚古界道主境的战力直接少了1/3。反观太玄古界，自从上次一战后一直养精蓄锐，道主境的强者不减反增，几乎已经快要赶上全盛时期的我们了。此时交战，凶多吉少。古界战争是在域外战场上进行的，所谓域外战场，指的就是2个古界之间的缝隙，那里毫无生机，只有一片虚无。因此，界主到了那里会直接失去古界意志的加持，唯有界印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所以，一场古界战争的最终胜负，主要就是由道主境修士之间的厮杀决定。如今太虚古界少了好几个道主境的战力，贸然与太玄古界开战的话，送死的可能性很大。但乾元道主表示无所谓，他会出手。上次大战，叶璇身负重伤，战力大幅下降。此次大战，本界主将其拿下后，自然会亲自出手解决太玄古界的道主境。至于长生道主等人，负伤不是借口，本界主将亲自带他们上战场。说罢，他直接召唤出一具分身，就先从长生仙阁开始吧。中州长生仙阁内，林玄清看到太虚古界多出来的白点，竟然分裂出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灰点，而且这个灰点貌似在跳跃虚空，以极快的速度往长生仙阁这个方向赶来。这个灰点是啥？他正在疑惑，系统发布任务的声音忽然出现。叮，恭喜宿主激活隐藏任务，秒杀界主分身。任务目标：击杀即将赶到长生仙阁的界主分身，并满挑衅。任务奖励：坐骑进阶丹星号100。又来一个秒杀界主分身的任务啊！看来这个灰色的点就是界主分身的位置坐标啊！那就从他开始开刀，一路杀向黄沙天域吧。林玄清盯着灰点看，发现他已经到了长生仙阁了。乾元道主从虚空中踏出，和之前的紫薇道主一样，第一眼看到的也是林玄清那巨大的雕像。长生仙阁什么时候修建了这座雕像的？这也不是长生道主啊！算了，雕像的事情待会儿再说。乾元道主自言自语说的话，几乎都与紫薇道主一模一样。此刻他傲立苍穹，声如惊雷。长生道主何在？长生仙阁中正在卷修炼的弟子们立刻用秘法堵住耳朵。没人应答。乾元道主有些惊讶，长生仙阁为什么如此安静？与紫薇道主不一样的是，他见没人回答，直接就要出手，竟敢无视本界主，简直就是找死！乾元道主意念一动，空中出现无数流火，落向长生仙阁。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白衬衫、黑裤衩和人字拖的靓仔忽然出现在漫天的流火之中。这是什么造型？乾元道主发誓，他活了无数岁月，第一次见到造型如此别致的修士。那朴素的背心、不羁的短裤以及夸张的拖鞋，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贵族的气质。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让乾元道主在意的是，这一套风格怪异的服饰，竟然全都是极为罕见的灵宝。其中最显眼的那双拖鞋，品级更是达到了混沌至宝。求道境修士居然拥有混沌至宝。另外2件鸿蒙道宝，
品级也达到了界主级。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些至宝全都集中在一个求道境的蝼蚁身上，乾元道主怎能不眼红？更何况他才刚刚取得界主之位，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抢一个求道境修士的东西，不是手到擒来。于是乾元道主直接操纵着满天飞舞的流火砸向林玄清。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足以摧毁整个长生仙阁的流火，在接近林玄清的时候，居然直接熄灭了。什么情况？是威力不够吗？乾元道主的第一反应是林玄清身上的至宝消减了这次攻击。也对，界主级的防御灵宝怎么可能如此不堪一击？那试一试这个如何？乾元道主自说自话，意念一动，掌心中冒出一缕黑烟。湮灭神道，去！湮灭神道，3000大道中排名第12，其威力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这缕黑烟看上去确实不怎么起眼，但是任何东西若是被其触碰，将会直接分解。乾元道主也是成为界主之后，才忽然领悟到这种顶级神道的。他自认为湮灭神道用来对付眼前的这个求道境修士是最好的选择。湮灭神道凝聚出来的黑烟有穿透的功能，这样就不用担心搞坏了林玄清身上穿着的这一身灵宝。哈哈，要怪就怪你太弱了，感受痛楚吧。乾元道主很享受虐菜的快感，殊不知在林玄清眼中，他才是那个菜。当黑烟飘到林玄清面前的时候，林玄清只是轻轻一吹，就直接把他给吹散了，就像普通的烟雾一样，完全不堪一击。你太弱了。林玄清负手而立，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一瞬间，乾元道主盯着林玄清，像盯着一个怪物一样。明明是求道境，为何可以？难道你隐藏了修为？乾元道主仔细观察林玄清的身体，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林玄清都只是个求道境而已，看不透，完全看不透。那么这意味着他的修为在我之上。乾元道主猛然想起长生仙阁中屹立着的巨型雕像，那座雕像的模样不就和眼前这位一模一样吗？此刻他悟了，古神觉醒，你是传说的混沌古神？乾元道主惊呼，内心已经怕了。他再次观察林玄清，才发现自己刚刚被至宝冲昏了头脑，居然没有发现另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林玄清的身上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大道之力。除了古神觉醒，哪个求道境能做到这种程度？逃，一定要逃！这是乾元道主的第一想法。虽然现在长生仙阁的只是他的一具分身，但他也曾在古书中看到过，古神超凡的力量可以通过分身伤到本体。虽然并不是每一尊古神都拥有这种力量，但他不能冒这个险。古神固然强大，但在这太虚古界中，速度应该不会比我快的。乾元道主催动太虚界印分印，蹭的一声就消失了。这是界主专属的底牌，可以在太虚古界中任意瞬移，但极消耗灵气。这种逃逸的速度比光速还快，1秒不到就能逃出中州。乾元道主来到了太虚古界的东南部，也就是曾经林玄清刚飞升上来的地方玉清城。他气喘吁吁，丹田中的灵气已经消耗了1/3，应该逃掉了吧？乾元道主立于玉清城上空，回首望去，没有追来，应该没事了。他长舒一口气，心想得赶紧回去卸任这个界主之位。然而他刚准备离开玉清城地界的时候，忽然感到自己头顶有一股凉意。乾元道主抬头看去，惊奇地发现林玄清竟然早就在上面等着他了。这个人字拖确实好用啊。林玄清低头说道。乾元道主比他先跑，先到玉清城的却是他。你这是什么速度？居然比光的速度还要快！乾元道主握紧太虚界印分印，恐惧油然而生。光速确实很快。林玄清淡淡道，但我这是想速。想速？什么意思啊？所谓想速，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乾元道主无法相信这种荒谬的说法，这是在打击本界主的道心。没错，一定是的。于是他再次催动太虚界印分印，蹭的一声又消失了。这一次他来到了太虚古界中的仙江天域。仙江天域是太虚古界的诸多下界之一，从上界东南玉清城到仙江天域距离遥远，即便是动用了太虚界印分印的乾元道主，也需要花费20多个呼吸的时间。这下应该追不过来了吧？乾元道主为了逃到这里，耗费掉了丹田内剩下的几乎所有的灵气。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林玄清在背后拍了肩膀。等你半天了，你才来啊？乾元道主整个人一哆嗦，然后回头，眼神瞪得老大了，惊恐地看着林玄清。还跑吗？要不要我先让你1分钟？林玄清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刀子一样刺痛着乾元道主的小心脏，手中的太虚界印分印都快握不住了。本界主跟你拼了！乾元道主大喝一声，准备直接让这具分身自爆。界主分身自爆，威力巨猛，估计能把半个仙江天域给炸平。但林玄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叮，秒杀界主的能力已经开启。林玄清伸出手掌一握，乾元道主的这具分身像肉饼一样被压扁。虚空之中，界主王座之上的乾元道主本体冷汗直流，小心脏砰砰狂跳。我的妈呀，太残暴了！界主，您怎么了？乾元道主的脸色突然变得奇差无比，众道主疑惑地看着他。这不科学啊！你刚刚不还牛逼哄哄的要攻打太玄古界的吗？怎么这才不到3分钟就萎了？嗨，没什么。乾元道主咳了2声，然后从王座上站起来，恢复了此前威严的神态。尽管他现在仍然心有余悸，方才本界主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此时攻打太玄古界是有些操之过急了。而且之前界主失恋造成的伤势比本界主想象中要严重很多，一枚道主级的鸿蒙道丹用来疗伤根本不够，所以这太玄古界
还是暂时不攻打了。众道主一听，立刻领悟到了前元道主的真意。界主的意思，难道是要我等献上道主级的鸿蒙道丹？此言极是。也对哦，界主不追究我等在试炼之地所犯的不敬之罪，我们是应该出一些诚意，以表忠心。那大家都把道主级的鸿蒙道丹拿出来吧。道主们看着对方，互相传音沟通，最后同时点了点头。随后，他们每个人都从袖口中取出一枚疗伤用的道主级鸿蒙道丹。阴阳道主更是一次性拿出3枚，准备献给乾坤道主。这是我等的一点心意，还请界主笑纳。众道主齐声道。前元道主看着这一幕，一脸黑线。这尼玛全是疗伤用的鸿蒙道丹，你们是巴不得我死啊？我只是想找个台阶跑路而已，至于吗？阴阳道主捧着自己的3枚丹药，嘿嘿笑道：界主，如果您觉得还不够的话，我阴阳塔还有一些底蕴。够了。前元道主赶紧将阴阳道主给打住。诸位道友，你们太见外了，我怎能拿你们的丹药？前元道主为了早点跑路，脑子转得飞快。界主之位本来就是能者居之，既然我已经受伤了，自然是需要将这个位置给让出来的。你们心意我领了，但真的没必要。说罢，他果断取出太虚剑印。诸位道友，赶紧将你们的极品丹药给收回去吧。这众道主不明白，前元道主到底是在抽什么风？好不容易抢来的界主之位，现在说撒手就撒手了，不过就是受了点伤嘛，1枚丹药治不好就2枚呗。奇了怪了。此刻，所有道主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自从陈界主放弃界主之位以来，这连续几任界主竟然都是屁股都没坐热就放弃了。难道其中另有隐情？阴阳道主准备询问其中缘由。界主，请问您？他才刚开口，前元道主就已经将太虚界印扔到王座上，然后撕开了虚空。太虚界印就在这里，我已经将自己的名字给划掉了。说这话时，他一只脚已经踩进了通道之中。诸位道友，我先去养伤了，再见。在众人的注视下，前元道主消失了。他才不管这些道主在想什么，反正他自己先溜了再说。至于详细的逃跑计划，他刚刚已经想好。躲避古神的追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容貌，然后躲到偏僻地界过普通人的生活。前元道主掐指一算，还真的就算到了一处绝佳的藏身之地——黄沙天域、黄石镇、圣人村。想不到太虚古界的下界天域，居然还有灵气稀薄到这种程度的地方。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古神固然强大，但我若是苟在此地，必然无忧。前元道主一边想着，一边往黄沙天域的方向赶去。只不过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一切动向其实均在林玄清的掌控之中。丁，隐藏任务秒杀界主分身已完成，坐骑境接单星号100。丁，由于宿主又一次震惊道界主强者，名声值显着增加。名声值加，果然还是界主刷得快啊！灭杀掉前元道主的分身后，看着增加的名声值，林玄清感叹一声。然后林玄清观察着古界的地图，哦，中州的这个白点也往这个黄石镇的方向去了。果然，界主的老巢就是这个位置。他歪嘴一笑，决定亲自去一趟这个偏僻的黄石镇。2个原因，其一是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其二，当然是为了快速增长名声值。不过，要想完成这件事，有2个问题需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前任界主算在秒杀范围之内吗？第二个问题，秒杀他们后，如何迅速让自己的名字传遍太虚古界呢？林玄清询问了系统，系统果断扣除了他2000点名声值。奸商嘛，林玄清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渐渐习惯了。丁，很遗憾，古界同时只能拥有1名界主，失去界主之位的修士将还是道主境。也就是说，这4个白点，只有刚刚那家伙的本体是界主，另外3个都是道主呗。那我过去也没用啊。丁，不，宿主其实可以支付名声值，对秒杀界主的能力进行加强，加强后就可以秒杀道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林玄清觉得消费其实也不贵。丁，错。丁，加强之后并不能秒杀道主，那我花钱加强干嘛？吃饱了撑的呀。丁，又错。丁，如果宿主进行加强，秒杀界主这个能力将会发生蜕变，成为一个概念性技能。概念性技能。丁，消耗名声值，增加一个新概念。面板上系统给出了详细的解释。新概念1，只要曾经是界主，依然算作界主。啊！林玄清懂了。系统，我要加强。新概念1已增加。对了，这个叫新概念1，那应该还有新概念2或者3吧？丁，宿主可消耗名声值，再解锁一个词条。新概念2，任何有界主之资的修士均被视为界主。我靠！林玄清发现了新世界，只需支付名声值就能增加新的概念性的技能。系统将剩下的所有概念全部都摆到林玄清的面前，搞得林玄清眼花缭乱。其中，林玄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条是新概念9。新概念9，只要宿主将对手视作界主，就以界主处理。这一条实在是太变态了。秒杀界主能力加新概念9反斜杠 U003D 无敌。林玄清很想兑换，但问题是这个新概念9的价格实在太离谱，凭他现在的财力根本买不起。新概念1的价格是名声值，新概念2增长了1倍，来到了。一开始林玄清还以为这价格是个等差数列，后一个只比前面高点，这样的话多攒攒名声值应该买得起。然而在看到后面几个的价格后，他只能望洋兴叹。新概念3的价格是，新概念4则是点。
这不是等差数列，这是等比数列啊！所以一直到新概念9，需要花费的名声值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哎，还得是你啊，系统。林玄清看着囊中羞涩的名声值，默默流下穷逼的泪水。但好消息是，兑换过新概念以后，他至少可以去收割太虚古界的界主们了。黄沙天域圣人村，玄黄道主和陈玉皇护送取水队伍返回村子，发现村口站着一个外来人。这个外来人想要住进村子，但村长唐昊不在，所以一直站在村口等。你是？唐昊放下水囊，仔细打量着这个外来人的模样，外貌很普通，身材很普通，修为也很普通。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外来人都给人一种人畜无害、十分朴素的感觉。然而，在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两人的眼里，这个人一点也不普通。这你妹的，不是紫薇道主吗？他怎么也来这个村子了？尽管紫薇道主屏蔽了修为，改变了容貌，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与紫薇道主相识了不知道多少万年，这个气质他们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同样的，紫薇道主也懵逼了，他也是一眼就认出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两位前任界主，怎么也在这个村子？唐昊见玄黄道主两人看这个外来人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于是问道：“老萧、老陈，这个人你们认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尴尬一笑：“算认识吧。哦，又是老乡对吧？”唐昊拍了拍玄黄道主两人的肩膀，想到了他们在黄石镇上取水时见到的几百号老乡。老萧、老陈，你们的家乡遭受如此重创，一定不要多想，要坚强。村长，我们没关系的，我懂。你们放心，老乡都逃到我们圣人村了，我唐昊还能坐视不管？我现在就让唐三那小子安排住处，安心吧。在唐昊的殷勤帮助下，紫薇道主顺利地入住了圣人村，并且住到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的隔壁。等村长儿子唐三离开后，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主动去到了紫薇道主的茅草屋。昏暗的烛光中，三人用手撑着脸，围坐在木桌旁。此时屋子中的气氛显得有些微妙。紫薇道主，说说你来圣人的原因吧。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凝视着紫薇道主的脸，让紫薇道主感到压力山大。这个吗？紫薇道主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看到紫薇道主表现出这种反应，印证了他们心中的猜测。得了，又来一个。紫薇道主，你不用装了，我们懂的。你应该是想说自己是来这儿修心的吧？紫薇道主微微一怔，上次他与那尊觉醒的古神交战，分身被灭杀后，本体确实受到了不小的伤害。紫薇道主那脆弱的小心肝，现在都还有点隐隐作痛。两位界主，你们看出来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摇头道：“你这太明显了，没有看不出来的理由。还有，你以后千万别叫我们界主，界主我们早就不当了。”紫薇道主现在也对界主这个称号有些敏感，他改口道：“萧道友、陈道友，既然你们都看出来了，小弟我也不隐瞒什么了。你们应该不知道吧？太虚古界有混沌古神觉醒了，我这心口处落下的暗疾，就是出自混沌古神之手。”说这话时，紫薇道主一脸严肃，他期待着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得知此消息后脸上震惊的表情。然而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的脸上一点波动都没有，平静的过分。两位道友，混沌古神觉醒了，就是那个传说中生于混沌之中的生灵啊！紫薇道主以为两人没有听清，又强调了一遍。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依旧面无表情，并没有出现他想要看到的震惊脸。怎么回事？混沌古神觉醒这么大的事，两位道友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哦，我明白了，没有证据，两位道主不相信。于是为了拿出证据，紫薇道主也不管形象了，直接扒开了自己的衣裳，露出光滑的胸膛。在他的心口处流动着一股超越3000大道力量的能量，这是林玄清当初用螺旋丸特效留下的伤口。萧道友、陈道友，你们看，这就是古神觉醒的证明。当时我与那尊古神大战了3000回合，最终不敌，遭到重创，无奈之下，我才来到此地暂避风头。两人看着紫薇道主那张戏精的脸，暗暗想着，大战3000回合，你小子可真会编啊！知道了知道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没空听紫薇道主吹牛逼，站起身来，转身就要走。村长那边找我们还有点事，紫薇兄，我们就先走了。两位，你们。袒胸露乳的紫薇道主已经很卖力了，没想到玄黄道主两人还是漠不关心。既然如此，也罢，两位道友慢走。紫薇道主送走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两人后，坐到了草铺上。他自言自语道：“可惜了，若是两位道主亲自去一趟长生仙阁，看到那座雕像的话，应该就会相信了。”不对啊，我胸口处的伤痕已经足够证明古神的存在了吧？思来想去，想到最后，紫薇道主老脸一红，然后他赶紧将自己的衣裳给穿好。哎呀，本道主后知后觉，竟然现在才反应过来。堂堂两位道主和我一样苟在这破村子里面，这不恰恰说明他们两个也是受害者吗？大意了大意了，我给他们两个露了胸，出大糗了。紫薇道主估计自己这个敞开心扉的名场面将会被玄黄道主和陈道主记一辈子，说不定这会儿他们俩已经在笑了。紫薇道主越想越气，越想越尴尬。另一边，第4位受害者乾元道主刚刚踏入了黄沙天域，哈哈，那家伙肯定想不到我会躲到灵气如此稀薄的天域中来。站在山巅的乾元道主得意笑道。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切行踪一直都在林玄清的掌控之中。地图上他的白点每移动一点距离，林玄清就跟多少距离。当然，这一切全靠那双混沌至宝人自托。
很好，接下来就一口气赶往那个坐落在沙漠中的小村子吧。前元道主撕开一道空间裂缝，正准备进去，就在此时，林玄清忽然闪现到他的身前，大约1丈的距离。哈喽！林玄清挡住空间裂缝的入口，给前元道主打了个招呼。前元道主被吓了一跳，整个身体直接僵住了。是你？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位置？从中州出逃到这黄沙天域，整个计划前元道主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林玄清为何能这么快的精准的找到他。更何况太虚古界的疆域是如此的广阔，一个古神就算是窥探天机，最多也就只能算到一个范围而已。除非……想到这里，前元道主的后背突然发凉，全身都开始颤抖，他的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错了，饶我一命吧，前辈！前元道主不停地磕头，祈求林玄清的宽恕。这个场面若是被阴阳道主他们看到了，定然会狠狠地吐槽，说好的骨气呢？你咋跪了？你咋磕了？然而此刻的前元道主早就把尊严抛在脑后，因为他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比自己一开始想象的还要强大。传闻混沌之中，古神与古神之间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混沌中自然诞生的叫先天古神，后面通过修行成神的被称作后天古神，两者之间的实力有着天然的差别。先天古神可以做到轻松碾压后天古神，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先天古神握有神权，后天古神没有。林玄清能够准确的在太虚古界中找到他的具体位置，没有时空类型的神权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前元道主敢断定林玄清绝对是一尊已经觉醒的先天古神。与后天古神交手，他或许可以用分身拖住个片刻，然后想办法逃到天涯海角躲起来，但面对先天古神，逃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前辈，只要您愿意饶我一命，我愿意做您的奴仆。不对，是做您的狗啊！前元道主这突如其来的一系列操作给林玄清整懵了。好家伙，你都不反抗一下的吗？林玄清还是第一次见站在太虚古界顶点的修士居然这么没有骨气。不过由于前元道主的求饶，林玄清的名声值又增加了。丁，检测到宿主震惊道主境修士，名声值小幅度增加，名声值加5000。居然已经不是界主了。听到系统的提示，林玄清觉得有些惋惜。界主和道主虽然只差一个字，但获得的名声质量可是天差地别。算了，5000点其实也不少了。林玄清想起当初在北海天域时，刚开始都是几点的加的，现在一个道主随随便便都能刷几千点，已经很不错了。想到这里，林玄清决定将前元道主给收入麾下，就如同当初收下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一样，当一个充电宝，有事没事刷一刷名声值。于是他对着跪地不起的前元道主说道：“交出生魂，我可以饶你一命。”前元道主一听转机到了，毫不犹豫地将生魂给拉扯出来，兴奋地交到林玄清的手里。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前元道主不仅不气恼，反而还谢谢林玄清呢。很好，你起来吧。林玄清收下他的生魂，并且读取了他的记忆。你是前元道主？您可千万别这么叫，老奴现在不过是主人一条狗罢了。前元道主将姿态摆得很低。既如此，以后我就叫你前元吧，任凭主人吩咐。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前元道主撕开空间裂缝，往黄石镇的方向而去。另一边，界主王座之下，众道主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抢界主这个位置。陈界主、玄黄道主、紫薇道主以及前元道主4人，短时间内相继放弃界主之位，怎么看都有些不对劲。阴阳道主，前几次界主试炼你抢得最凶猛，这次要不直接你来当？勾陈道主当着所有人的面提议道。众道主将目光汇聚到阴阳道主的身上，阴阳道主不是傻子，果断选择了拒绝。勾陈道主，界主之位一直都是能者居之，本道主前几次争夺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我还欠缺一些火候，所以这个界主还是你来当吧。前元道主将皮球踢回给勾陈道主，众道主的目光又全部汇聚到他的身上。勾陈道主赶紧再将皮球踢到坤元道主的身上。坤元道主，你与前元道主合称乾坤，如今前元道主卸任，你来继任界主之位最为合适。坤元道主呵呵一声，表示你们自己玩吧。他二话不说，直接溜了。其余道主见状也不打嘴炮了，纷纷踏入虚空，相继返回自己的势力。太虚界印就这样成为了无主之物。几乎是同一时间，太玄古界一座不知名的仙山洞穴中，正在闭关养伤的界主叶璇，掌中的混沌至宝天机古镜突然亮了。这是……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了天机古镜显现出来的天机。太虚古界的界印变成了无主之物。陈玉皇那家伙已经死了。叶璇没有想到，上次与太虚古界交战之后，伤势更轻的陈玉皇居然先他而死。哈哈哈哈，这真是天助我也！叶璇狂笑，声音在洞穴中激荡。他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率领太玄古界众多大能，一举踏平太虚古界。太虚古界，黄沙天域。前元道主跟在林玄清身后，来到了圣人村。根据地图显示，他们应该都在这儿了。林玄清环视四周，发现除了这座小村子之外，全是沙漠，环境是极其的恶劣。他不得不吐槽道：“这群界主就住在这种破地方。”站在林玄清身后的前元道主暗暗想着，他们为啥住这个地方？你心里还没逼数吗？走吧，我们进去吧。是，主人。两人收敛了气息，来到了村口，正好碰到了村长唐昊。唐昊一看，村子里面居然又来了2个外乡人。得，不用多说，肯定又是老陈和老肖的老乡。
他笑脸相迎，来到了林玄清和前元道主的面前，取出水囊，说道：“两位一路上肯定辛苦了吧？村子刚刚取水回来，喝一口解解渴吧。”眼前的这个村民如此热情，让林玄清感到有些措手不及。老伯，你……林玄清正打算问，却马上被唐昊给打断。哦，忘了介绍了，我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唐昊。两位不必客气，我都懂的。你们放心，既然来到我们圣人村，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大家绝不会撵你们离开的。林玄清接过水囊，不知道该说啥。唐昊直接就领着他和前元道主往村子里面走，并且一边说道：“老陈和老萧就住在村北，待会儿我让小三儿带你们过去。”老陈和老萧，前元道主听到这两个姓，立刻联想到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他悄悄传音林玄清：“主人，是他们。”林玄清微微点头，跟着唐昊继续往里面走。小三儿，先别练了，快过来！唐昊扯着嗓子喊着正在修炼的唐三。唐三听见后马上赶了过来。随后，唐昊将钥匙交给了他。小三儿，村北正好还剩下2间空屋，你带着这2位过去。唐昊吩咐道。随后他转头对林玄清和前元道主说道：“都是老陈和老萧的老乡，租金的话就免了吧。战乱之中，普通人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唐昊也不打算收取眼前这2个外乡人的租金，毕竟老陈和老萧2人之前还互为了取水队，圣人村算是欠他们一个人情。好的，跟我走吧。拿到钥匙的唐三带着林玄清2人往村北走。他一边带路一边想着，怎么最近村子里面老是来人呢？来到村北，玄黄道主和陈玉皇2人正在远处开垦荒地。本来这片地都是无法种植的沙漠，2人用了高级的灵液改善了地质，才得以成为一片肥沃的土地。平日里种种蔬菜瓜果，做一个凡人其实也挺好的。玄黄道主除完地后，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道。陈玉皇表示赞同，点头回道：“虽然生活品质远不如当初，但至少不会被那古神找到，性命无忧，实乃一件幸事啊。”陈道友，我们继续吧。玄黄道主和陈玉皇2人正准备继续锄地，身后就传来了唐三的声音：“陈爷爷，萧爷爷，上午好啊！你们看，我带谁来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一听是唐三的声音，2人微笑着回头：“哟，是小三儿，你怎么来了？”他们话刚到嘴边，才说一半，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垮了。唐三疑惑地问道：“陈爷爷，萧爷爷，你们怎么了？”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丢下手中的农具，浑身上下都好像有尖针在刺挠一般。他们暗暗想着，这不是那尊觉醒的古神吗？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太可怕了，他居然能算到我们的具体位置。陈道友，我们是逃还是跪地求饶？玄黄道主暗暗传音陈玉皇，他额头冷汗狂冒，比刚刚做农活的时候都还要多。陈玉皇也不遑多让，此时冷汗已经将整个后背给浸透了。萧道友，稳住，一定要稳住！我们用秘法屏蔽了修为，改变了相貌，他只是见过我们一次而已，没那么容易就认出我们。我们只需要保持心态，不露出马脚，到时候等骗过他之后，再找个好机会悄悄逃走，应该问题就不大。陈玉皇的话说到这里，忽然注意到了林玄清身后恭恭敬敬站着的老者，随后他感到了无比的绝望。前元道主，他怎么也在这儿？陈玉皇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开垦的田地中。前元道主居然跟在了这尊古神的身后，这一切难道都在这尊古神的计算之中吗？陈玉皇不再心存侥幸，因为只要有前元道主在，就不愁认不出他们2个。玄黄道主也是一样，刚刚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林玄清的身上，反而忽略了林玄清身旁的前元道主。当他看见与他们认识了无数岁月的前元道主后，2条腿也极不争气地跪了下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小小年纪的唐三给看懵了，这是什么情况？2位平日里和蔼慈祥的老爷爷怎么突然跪了？难道是最近做农活太多，老骨头有些扛不住了？他赶紧上前追问其中的情况。陈爷爷，萧爷爷，你们没事吧？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唐三捡起泥地上的农具，然后想要将2人给扶起来。然而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的双腿就像焊在了地里面一样，怎么拔都拔不起来。玄黄道主和陈玉皇没有理会唐三，而是对着缓缓走来的林玄清砰砰地磕着响头。唐三这才明白，2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之所以跪在地上，是因为林玄清2人的关系。他看向林玄清问道：“你们应该是2位老爷爷的债主吧？”这个说法倒是让林玄清觉得有些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算他们2个的债主，只不过他们2个欠的是命而已。说的没错，他们确实欠我一件东西。林玄清微笑着看着2人，让2人不寒而栗。前元道主对唐三说道：“孩子，你先回去吧，我们找他们有事。”在唐三眼里，虽然2位老爷爷平日里对他不错，但欠债还钱毕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知趣的离开了。等到唐三走了之后，玄黄道主和陈玉皇2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前辈，我们错了，饶我们一命吧。这个反应和前元道主求饶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我愿交出生魂，任凭前辈处置。陈玉皇果断将自己的生魂取出。玄黄道主见状，不甘落后，也立刻取出生魂。这是我的生魂，请前辈收下。前辈若能饶我一命，我愿意认前辈为主，并且将整座天道殿献给前辈。陈玉皇一听，立刻补充道：“前辈，我也一样。早些年我做界主时，曾搜刮了不少天才地宝、灵丹妙药和顶级功法。只要前辈不杀我，我愿意将这些东西统统献出，今后就是前辈做下的一条狗。”玄黄道主想不到陈玉皇竟然比他还狠，
做到这种程度。于是他马上抢着说道：“我知道太虚古界中的18个远古秘境，还有60处地脉宝藏，或许对前辈的修为有所帮助。”陈玉皇急了：“我还收集了3万多个天生仙体的鼎炉，可供前辈昼夜不停息的采取，对修为帮助更大。前辈，我还有。”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两人脸面通红，争先恐后的说着，看上去就差打起来了。而他们提到的那些东西，则是让乾元道主大开眼界，特别是那3万个天生仙体的鼎炉，简直是闻所未闻。林玄清本来是准备击杀他们的，但他们2个愿意当名升职的充电宝，林玄清也不反对，所以林玄清决定暂时收下他们2个当奴仆。当然，绝对不是为了那3万个天生仙体的鼎炉啊！够了，你们起来吧。林玄清收下2人的生魂，示意他们起来。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兴奋地站起来，拱手说道：“多谢主人不杀之恩。”林玄清读取了他们生魂当中的记忆，得知了陈玉皇就是当初在北海天域时的那个陌生修士。原来就是你啊！林玄清意味深长地看着陈玉皇，把陈玉皇吓了一大跳。陈玉皇立刻跪下求饶道：“当初老奴不知是主人和夫人，还请主人责罚。”林玄清没有继续追究，而是看了看地图上最后一个白点，径直往走向紫薇道主的茅草屋。正在草圃上闭目养神的紫薇道主忽然感到有些不安，猛然站起身来。随后木门被林玄清一脚踹开。紫薇道主定睛一看，顿觉大事不妙。是你？与玄黄道主等人的反应一样，紫薇道主先是不可思议，随后感到有些恐惧。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紫薇道主并没有跪地求饶，而是催动了修为，打算逃走。想不到我屏蔽了修为，改变了相貌，居然还能被你找到。但本道主还有后招。他立刻服用了一枚提升修为的鸿蒙道丹，短时间进入了自己的全盛状态。紧接着他分出6具分身，每具个分身都有着道主境的实力。去！紫薇道主大喝一声，茅草屋被掀翻，6具分身同时杀向林玄清。与此同时，他再分出6具分身，朝着6个不同的方向逃走。这是他一开始就想好的策略，一旦自己被林玄清给找到，就用分身分散林玄清的注意力，然后快速逃往下一处藏身地点。7道空间裂缝被打开，紫薇道主和他的6具分身分别逃到了7个不同的地方。乾元道主3人灭杀掉紫薇道主杀向林玄清的6具分身后，皱眉道：“主人，紫薇道主不知道逃哪里去了，要不要暂回中州，让老奴派人去搜？”林玄清摆手道：“不必了。”他看着地图上紫薇道主本体逃窜的白点，催动人字拖，瞬间移动到了紫薇道主本体的面前。紫薇道主见到林玄清居然跟了过来，大惊失色道：“本道主分出6具分身，你竟然能直接找到我的本体，很难吗？”林玄清冷笑道：“准备开启秒杀界主的能力。”紫薇道主再次服用一枚鸿蒙道丹，用来增加丹田内的灵气。千钧一发之间，他又一次分出6具分身，同时开启7道空间裂缝。本道主就不信，这次你还能找到我？紫薇道主放下狠话，本体和分身相互转换，然后同时踏入空间裂缝中。短暂的几个呼吸后，他的本体转移到了距离黄沙天域很近的灵海天域。林玄清也再次催动人字拖，照着地图白点的位置，同一时间抵达了灵海天域，并且就在紫薇道主的身旁。他轻轻拍了拍紫薇道主的肩膀：“还继续吗？”林玄清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紫薇道主身旁，直接把紫薇道主整傻眼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就算你看穿了我的本体，也不可能得知我本体具体逃走的位置啊！难道说你是先天古神？”紫薇道主想到了唯一一种可能，先天古神，并且掌控着和时空相关的神权，只有这一种解释。我不信。紫薇道主自说自话，从袖口中取出最后一枚鸿蒙道丹，吞入腹中。他再次分出6具分身，与本体互相转换后，开启了7道空间裂缝。这一次，他逃到了上界太虚古界的西北域。甩掉了吗？紫薇道主忐忑地环视四周，寻找着林玄清的身影。下一秒，林玄清如同死神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叮，检测到宿主开启秒杀界主能力，随机特效匹配中 ，loading。叮，荒无妖眼，特效已匹配。林玄清两眼一瞪，紫薇道主的生机瞬间流失，顷刻间化为了一具干尸。叮，由于宿主成功使用新概念1的效果，本次击杀后已自动扣除5000点名声值，升级新概念1。新概念1 LV1，新概念1 LV2，新概念1 LV2。宿主可将任意到主境修士视为隐退的界主，同时隐退的界主将视作界主。林玄清看着面板上升级过后的技能，自言自语道：“这么一来，岂不是随便秒杀到主境了？”在林玄清击杀紫薇道主的同一时间，太玄古界界主叶璇停止了闭关养伤，返回了罗浮宫中。罗浮宫位于太玄古界的中州，是叶璇麾下的势力。此时的叶璇手持太玄界印，高坐在界主王座之上。他一声令下，罗浮宫24位道尊境、360位合道真仙全部前来觐见。我等拜见界主。罗浮宫中，这群修士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然后对叶璇叩首。叶璇右臂一挥，示意众人平身。紧接着，他又以界印催动太玄古界的意志，命令中州其他势力的道主境大能前来罗浮宫。诸位道主，速速前往罗浮宫！霎时间，太玄古界一共16位道主同时听见叶璇借助古界意志的传音。众道主惊道：界主忽然出关，恐有大事发生。叶璇亲自召唤，他们根本不敢怠慢。于是，众道主立刻催动修为，打开虚空通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罗浮宫。不到半刻钟的时间，16位道主的本体全部降临。不过，当他们降临罗浮宫后，却一眼发现叶璇的伤势似乎并没有完全恢复。其中一位道主疑惑问道：“界主，您的伤势？”他话还未说完，就被叶璇打断，
此乃小伤而已，无需忧虑。今日突然召唤诸位，乃是有大事商议。众道主分成平均分成2列，默默地站在界主王座下面。他们知道，能够让叶璇宁愿终止闭关养伤也要商议的大事，肯定非同一般。王座之上，叶璇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从袖口中取出混沌至宝天机古镜。界主，这是？众道主看着散发光芒的古镜，问道。此物名为天机古镜，乃是一件用于窥探天机的混沌至宝。叶璇得意地解释道，当初本界主被陈玉皇重伤后，在一处秘境中疗伤时偶然所得，窥探天机的混沌至宝。道主们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璇手中的天机古镜，感到无比的惊讶。混沌至宝本来就是世间罕有的灵宝，天机类的更是难得一见。如此说来，难道是？众道主议论纷纷，他们此时算是明白叶璇为何会提前出关了。想必他应该是通过天机古镜窥探到了某些关键的信息。叶璇也不卖关子，直接将自己看到的信息告诉众人。太虚古界的界印已成无主之物。此言一出，整座罗浮宫的所有修士心头一颤。太虚界印成了无主之物，这岂不是说陈玉皇已经死了？众道主面面相觑，被叶璇刚刚的这句话震撼得无以复加。叶璇大笑道：“哈哈哈，就算陈玉皇不死，也不足为虑了。”道主们明白叶璇是什么意思。太虚界印无主，意味着太虚古界已无界主。如此一来，就算陈玉皇还活着，也不过只有道主境而已。区道主，即便是叶璇伤势未愈，在域外战场上也能轻松拿捏。难道太虚古界发生内乱了？一位老者模样的道主轻捋胡须，皱眉说道。他身旁的老妇模样的道主附和道：“极有可能。如果不是内乱的话，太虚古界不可能没有新的界主产生。以老身看，多半是太虚界印在内乱中丢失了，太虚古界才没有新的界主诞生。”此言差矣。玄风道主、玄火道主，你们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站在老妇对面身穿金甲的年轻道主说道：“诸位道主，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其实是陈玉皇设下的陷阱？毕竟陈玉皇坐镇太虚古界1载岁月，老谋深算，手段颇多。”其余道主一听，陷入了思考之中。凌天道主说的有些道理，不怕1万，就怕万一。若真是陷阱的话，我等恐怕都要有去无回。关于陷阱的问题，其实叶璇早就考虑到了。当时他通过天机古镜得知太虚界印无主之后，紧接着又补算了一次，然后天机古镜就给了他想要的答案。没有陷阱，没有套路，太虚古界的界主之位确实是无主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计算道主和界主级别的天机需要耗费大量的寿命，叶璇本来可以直接用天机古镜再窥探更多天机的。不过在叶璇看来，有前2次的天机补算已经足够了。此刻王座之上的叶璇将太玄界印高高举起，然后自信满满说道：“现在是我们吞并太虚古界最好的机会。诸位道主，请速速返回各家势力，调集全部合道真仙以上修为的修士。我以太玄古界界主的身份，正式对太虚古界宣战。”是。太玄古界的16位道主齐声应答，随后立刻返回自己的势力，以迅雷之势宣布了叶璇要攻打太虚古界的计划。霎时间，太玄古界一共集齐了300多位道尊，7000多个合道真仙，在叶璇和16位道主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开往太虚古界。域外战场上，太玄古界的修士黑压压的一片，直接惊动了正在沉睡的太虚古界意志。试炼之地中，太虚古界意志所化的老者从虚空中猛然出现。太玄古界又要来侵吞老夫了吗？他喃喃自语，神色异常紧张。如果叶璇成功吞并太虚古界，那么他的意志就会与太玄古界的意志融为一体，换而言之，老者会消失。于是他立刻通过太虚界印通知已成界主的前元道主，希望赶紧带人去域外战场抵御叶璇。然而老者传音过去后发现，前元道主并未应答，太虚界印上面的名字怎么被抹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夫交出去的界印怎么又成了无主之物？无数个问号出现在老者的脑中，他顿觉不妙。他立刻在古界中搜索前元道主的位置，发现前元道主此时正在一座贫瘠的小村子里。好小子，好好的界主不做，你跑到这里来做甚？老者忽然注意到了前元道主身旁玄黄道主，怎么玄黄这小子也在这儿？老者妈了，因为除了玄黄道主之外，他还看到了陈玉皇。这3人都是先后做过太虚古界界主的男人，此时竟然窝在同一座小村子里面，这什么情况啊？这座小村庄有什么魔力？难道比老夫的界主之位都还要香？老者捏紧拳头，表情十分难看。这下糟了呀！他感到很无奈，因为一名修士只能在太虚界印上镌刻一次名字，也就是说，像前元道主这种已经退位的界主，已经没有机会再次坐上太虚古界的界主之位了。当务之急是先选中一位修士承当界主之职，否则老夫命不久矣。老者赶紧将视线转移到中州的各大势力，呼叫阴阳道主等人：“诸位道主，速速与老夫一见。”然而众道主并没有回复。老者见状，重复了一遍：“诸位道主，速速与老夫一见。”还是和刚才一样，中州仅剩的几位道主君没有回复。什么情况？连续2次无人应答，老者只好降低自己的姿态，主动去找阴阳道主等人。这一刻，太虚古界中州、阴阳塔、坤元谷、天神宗等大势力同时出现了老者的分身。诸位道主，老夫有要事相商，还请相见。太虚古界意志亲自降临，众道主也不好再装死了。前辈，您有什么事？
阴阳道主仰望着阴阳塔上出现的老者分身，询问道：“太玄古界界主叶玄已率众来到域外战场，准备攻打太虚古界了。现在界主之位暂空，急需一位道主统领御敌，不知阴阳道主可否愿意出任界主？”阴阳道主一听，摆手说道：“前辈，还是算了吧，我不太行的。”阴阳道主拒绝，老者只好用坤元谷的分身询问坤元道主：“坤元道主，界主之位，你来做如何？”坤元道主呵呵一笑，什么话也没说。老者见他也没有出任界主之位的意思，于是用下一句分身去问勾陈道主。勾陈道主严肃道：“前辈，不好意思，我不太感兴趣。”老者一个接一个的问，发现没有一人愿意执掌太虚界印。他急了：“以前你们不都是拼了老命都要抢到界主之位的吗？怎么今日送给你们当？你们一个两个的都选择拒绝？”老者暂时平复心情，对众道主说道：“你们是担忧太玄古界的战力才放弃出任界主的吧？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可不必。方才老夫已经探查过域外战场，太玄古界此次派出的修士总数与上一次大战时的数量相差不多，而且叶玄伤势并未痊愈，不足为惧。因此，诸位道主只需召集各自势力的道尊和河道真仙，全部联合起来，定然能将敌人击退。怎么样？有没有哪位道主愿意拿走太虚界印？”老者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以为能够打动这些道主出任界主之位。然而，众道主听后脸色变得更差了。阴阳道主叹息道：“前辈，你看看我阴阳塔，还像是有道尊境和合道境的样子吗？”老者展开意念探查，发现此时的阴阳塔中还真 TMD 一个合道境都没有。阴阳道主，你阴阳塔中的合道真仙还有道尊呢？阴阳道主两手一摊，反问道：“前辈，你问我？”他表示自己从试炼之地返回后，阴阳塔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除了悟道境和求道境的弟子还在之外，合道境以上的长老一个都没了。老者立刻询问坤元谷的情况，坤元道主同样两手一摊，没了，都没了。天地人三大神宗呢？和道境的修士还在不在？三位道主同时摊手，前辈，你就不要明知故问了。不可能，怎么会呢？合道真仙不可能凭空消失。于是老者展开大意念，探查整个太虚古界，包括下界天域。终于，他在黄沙天域一处偏僻的小镇找到了这消失的上千合道真仙和数百道尊境。老者惊奇地发现，这座贫瘠的小镇距离玄黄道主他们待着的村子并不远，相隔了一小片沙漠。这又是什么情况？身为古界意志，老者已经存活了无数岁月，曾见过无数修士和无数古怪的事，但他依旧看不懂，这群真仙全部跑到一座连武王都没有的小镇去干鸡毛啊！难道天要亡老夫了吗？老者喃喃自语，这次是真的骂了。另一边，林玄清灭杀紫薇道主后，催动人自托返回了圣人村。玄黄道主、陈玉皇两人见到林玄清咻的一声归来，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可不是通过空间裂缝返回的，是踏空飞行，纯速度，所以让他们两个感到惊讶。乾元道主倒是不以为然，因为之前林玄清追杀他的时候，他已经见识过了。他对玄黄道主两人讲解道：“主人脚下的那双拖鞋看似普普通通，但实则是一件混沌至宝，速度比我执掌太虚界印时还要快。”紫薇道主不自量力，妄图逃走，实在是可笑。两人望着林玄清脚下的人字拖，微微点头：“多谢乾元兄不吝赐教，多谢了。”他们暗暗想着，还好当时没有选择逃跑，否则肯定得和紫薇道主一个下场。丁，检测到宿主完成一次震惊道主，名声值小幅度上涨，名声值加4000，名声值增加了。林玄清看向乾元道主三人，猜测是从他们身上刷的。充电宝确实好用。就在这时，唐三领着唐昊来到了林玄清的面前。老陈、老肖，我听小三儿说，你们欠这位老哥的债对吗？欠多少？如果不够的，我这儿可以帮你们先垫着。唐昊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把下品灵石。玄黄道主和陈玉皇有些尴尬，他们看着林玄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林玄清让唐昊把灵石给收回去，微笑着说道：“村长，他们刚刚已经还清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对了，村长，刚刚我们不小心打烂了几间屋子。林玄清指着旁边已成废墟的茅草屋，然后掏出一块极品灵石，这个就算我赔您的了，请收下吧。唐昊捧着这枚极品灵石，脸色突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晚辈拜见前辈。极品灵石，一名逃难的修士绝对不可能拿得出来，而且在星罗皇朝中，一出手就是极品灵石的，除了官员之外，就是那些世家大族。像唐昊这样的武士境，修炼了半辈子了，连上品灵石都很少见过，更别说极品灵石了。所以他猜测眼前的林玄清修为定然不俗，恐怕至少也是个武林强者。小三儿，还不快过来见过前辈！跪在地上的唐昊焦急地喊着唐三，唐三一时间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超低质量的装逼，名声值略微增长，名声值加0.00000001。这，林玄清看着小数点后那么多零，人傻了。这就是从武士境上刷的名声值吗？也太他妈少了吧！系统，你不想加可以不加，谢谢。丁，积少成多，积业成裘，涓涓细流汇成海，众星拾柴火焰高。丁，本系统本着严谨的态度，宿主的每一分名声值都不能少。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啊？听见这谢系统解说的一套一套，林玄清不由得吐槽道。不过转念一想，一名武士境确实没什么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太虚古界疆域广阔无垠，其面积超过前世的地球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孕育出来的修士也是繁若星辰。
像唐昊这样的武师就和沙漠里的沙子一样，随手一抓都是一大把。可绝大多数修士终其一生可能也就5途径，甚至连唐昊都不如。想到这里，林玄清微笑道：“村长，不瞒你说，数月之前我连5途都不是，还不如你呢。”唐昊一听，心想这肯定是前辈的谦辞罢了。能随手拿出极品灵石的人，几个月前怎么可能只是凡人呢？哦，村长，别跪着了，快起来吧。林玄清亲自将唐昊扶起来。唐昊受宠若惊，有些惶恐道：“前辈若是不嫌弃，晚辈现在就去设宴如何？”哦，吃席。听见这个，林玄清顿时来了兴趣。老实说，除了第8章吃过蔡虚坤之外，这100多章他都没有食用过美味佳肴了。至于龙神大帝的骨头汤，说到底只是相当于喝了口水。修仙嘛，还是要注重劳逸结合，该吃吃该喝喝，一定不能太累了。尽管他的修为全是系统送的，自己压根没修炼过一天。既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林玄清欣然接受了唐昊的邀请。那前辈稍后，晚辈立刻去通知村民设宴款待。说罢，唐昊立刻拽着唐三就往南村去。等到2人背影远去后，一直没有吭声的玄黄道主疑惑问道：“主人如此闲情雅致，何不让老奴通知天道殿设宴？虽说没有神果，但道果还是能管够的。”林玄清想起了当年在紫霄圣地太虚宫每天的伙食，全都是灵芝和灵果，都吃吐了。中药大家都喝过吧？修仙者吃的灵芝和灵果，味道差不多，就和中药一样。而且他们不是拿来熬水的，是直接生吞的，恐不如斯。当然，也有少部分灵果和水果差不多，但林玄清又不是猴，吃了100年的果子也遭不住啊。于是林玄清白了玄黄道主一眼，表示拒绝。玄黄道主还以为自己哪里做错了，赶紧低头道歉：“是老奴唐突了。”林玄清没有理会玄黄道主，而是往村南方向走去。玄黄道主见林玄清没有责备的意思，长舒一口气。前元道主传音提醒道：“玄黄道友，千万不要妄加揣测主人的意思。”玄黄道主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冷汗，回道：“多谢前元道友提醒，在下懂了。”玄黄兄明白就好。前元道主轻抹胡须道：“主人乃是古神觉醒，所行之事不是我等这种小道主能够理解的。”一旁的陈玉皇还是有些好奇，传音道：“难道是这圣人村有什么特殊之处？”陈道友慎言。前元道主立刻将陈玉皇的话打住：“主人自有道理，我等只需要跟在主人身后看就够了。”陈玉皇立刻闭嘴，和玄黄道主一样，不再去揣测林玄清留在村里吃席的含义。远处的林玄清回头一看，发现前元道主3人竟然还没跟上，这3个老头儿在嘀嘀咕咕什么呢？他暗暗想着。3人见状，赶紧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为了款待林玄清，唐昊让村民杀了5只羊，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全羊宴。除此之外，还准备了不少蔬菜瓜果，摆在烤好的羊肉旁边。唐昊又叫人从地窖中取出一桶精酿的葡萄酒给林玄清满上。夕阳西沉，天色昏黄，村民们席地而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林玄清兴致高涨，好多年都没吃过这么爽了。前元道主3人恭恭敬敬地站在林玄清身后，一言不发。唐昊感到不解，疑惑道：“老陈、老萧，你们快坐下吃啊！”玄黄道主3人成道多年，早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在他们眼中，这些凡国俗物不吃也罢。另一边，域外战场上，叶璇率领着数千太玄古界修士，正在对太虚古界的天幕进行狂轰乱炸。只要将天幕炸开一个口子，他们就能进去，然后血洗太虚古界。界主，我们已经连续轰炸了1个时辰了，这太虚古界上界的天幕似乎比想象中的要难以攻破。灵天道主探查完后禀报道：“看样子应该是太虚古界的意志亲自出手了。”神火道主提议道：“上界灵气充裕，天幕本来就比一般的地方要厚。界主，我等不妨换个思路，攻打太虚古界最薄弱的下界天域如何？”叶璇一听，认可了这个提议。虽然直接进攻上界也不是不行，但消耗的时间太久了，叶璇担心迟则生变。既如此，灵天，你去探查一下哪一个天域的天幕最薄弱。叶璇吩咐道。灵天道主催动修为，将神识像蛛网一样展开，探查着太虚古界下界的33个天域。很快，他得出了结论：界主，找到了，是黄沙天域。很好，那就全力轰击黄沙天域的天幕。叶璇一声令下，数千河道真仙迅速转移战场，来到黄沙天域天幕之外。随后，这群道主纷纷催动修为，施展出各种大道之力，叮叮咚咚地往天幕上砸。而此刻，手撕羊肉正爽的林玄清忽然听见苍穹上发出春雷一般轰隆隆的响声。什么动静？他抬头望着天空，发现天上也没有下雨的迹象啊。圣人村的村民也纷纷放下手中的羊肉，抬头仰望着天空。轰隆隆，轰隆隆，这如同炸雷一般的响声越来越大，让他们开始觉得有些恐怖。村长，这好像不是在打雷吧？怎么感觉天都要裂开了？村民们担忧道。唐昊也觉得越来越可怕了，总感觉天马上就会塌下来。一直沉默着站在林玄清背后的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同时开口说道：“主人，好像有些不对劲，要不要老奴上去看看？”林玄清点了点头，示意玄黄道主2人快去快回。于是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当着众人的面，如同闪电一般冲上苍穹。看到这一幕的村民们惊讶无比，纷纷后退，与林玄清保持距离。唐昊震惊地望着玄黄道主2人远去的身影，喃喃自语道：“老陈和老萧竟然是武王强者。”在他武士境仅有的眼界中，知道武王强者可以灵气化翼，御空飞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玄黄道主2人认成了武王。
然而，即便是武王，也足够让唐昊顶礼膜拜了。更何况，眼前的林玄清是敢千里迢迢追债武王的人，比武王还要强。难道他是传说中的武皇？星罗皇朝的国主，也就是个武皇而已。此刻，唐昊又一次跪在林玄清面前，他慌张说道：“晚辈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与前辈同坐一席，还请前辈恕罪。”玄幻世界主打强者为尊的逻辑，唐昊只是小小的武士境而已，在面对比自己强大数百倍的武皇时，很自觉的就跪了下去。其余村民也是诚惶诚恐，纷纷拜倒在林玄清的脚下。哎，村长，你怎么又跪了？林玄清手里拿着啃了一半的羊腿，我这手里有油，不好扶你，你快起来。晚辈不敢。唐昊和众村民都不敢起来，甚至连抬头看林玄清的勇气都没有。没有办法，林玄清只好催动灵气，强行让他们站起来。与此同时，已经冲上苍穹顶端的玄黄道主和陈宇皇遇见了黄沙天域的天道化身。天道化身正在顽强地抵御着太玄古界修士从天幕之外发动的攻击，搞得浑身都是伤痕。当他看见到主境的玄黄道主和陈宇皇飞上来后，先是一惊，然后大喜。天道化身立刻大声喊道：“有外敌入侵，劳烦两位道友助我一臂之力。”玄黄道主展开神识，穿透天幕壁障，看到了域外战场上太玄古界的数千合道真仙。太玄古界的修士们居然在攻打黄沙天域！玄黄道主震惊道：“他现在算是明白了，苍穹上的巨响源自于域外战场太玄古界修士的大道轰击。”陈道友，这太玄古界开战，此乃大事。玄黄道主身为太虚古界的修士，自然想要助天道一臂之力。但他正准备出手时，耳边却传来了陈宇皇的声音：“萧道友，你忘记晚宴之前乾元道主说过的话了吗？主人行事自有其中道理。”原来如此，玄黄道主恍然大悟，终于明白林玄清为何要留在圣人村了。原来这一切都在主人的意料之中吗？哈，既如此，那我等就无需忧虑了。陈道友，那我们先下去。陈宇皇点了点头，两人转身就走，丝毫不拖泥带水。天道化身见到两人来了又溜了，欲哭无泪：“两位道友啊，你们怎么跑了呀？”另一边，域外战场太玄古界众修士已经持续轰击黄沙天域半刻钟了。终于，黄沙天域灵气最为薄弱的地方，也就是圣人村所在的那片沙漠上空的天幕，被他们击破了。诸位道友，吞并太虚古界的机会终于来了！见到这一幕的叶璇兴奋大喊，心想自己上一年的心愿终于能在今日实现了。他大手一挥，率先冲向天幕破碎的裂口。太玄古界的16位道主紧随其后，心中已经在盘算该如何瓜分太虚古界的疆域了。哈哈，想不到这次进攻太虚古界如此顺利。玄风道主畅快大笑道：“是啊，此次攻打太虚古界竟然连反抗都没有，就让我们这样进来了。”凌天道主微笑点头。众道主和叶璇一起降临在黄沙天域圣人村上空。黄沙天域的天道化身本想逃走，却被冲进来的叶璇一把抓住。想逃？紧接着他用大道之力直接将天道化身锁死在一座神火牢笼之中。诸位道主，此片天域的天道化身已被本界主擒住，大家可以飞升太虚古界了。叶璇正说这话时，突然注意到了脚下沙漠中央圣人村的袅袅炊烟。他倒不是被林玄清的这顿晚宴所吸引，而是通过神识探查到了一张久违的面孔。陈宇皇。叶璇惊讶道：“他居然出现在了黄沙天域！”陈宇皇的突然出现让叶璇不得不谨慎起来，因此他立刻制止了众道主的飞升行为。但当他仔细观察陈宇皇的修为之后，发现只有到主境而已。陈宇皇的身边虽说还有2个道主和一个求道境，和叶璇的修士大军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哈哈，天机果然不假！叶璇大笑道：“情报是真的。诸位道主，等本界主亲手杀掉陈宇皇这条老狗后，再飞升太虚古界不迟。”说罢，叶璇化为一道流光，向圣人村的方向落下。而此时的林玄清脑海中忽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秒杀界主本体。任务目标：秒杀即将抵达圣人村的太玄古界界主叶璇。任务奖励：坐骑进阶丹星号100。”林玄清惊了，吃个席，竟然吃出了秒杀界主的隐藏任务。啃完手中羊腿最后一口，林玄清抬头看去，叶璇从天而降。来了吗？林玄清淡淡道。强大的气流将沙漠中的黄沙卷起，圣人村因为叶璇的降临掀起了恐怖的沙尘暴。林玄清催动求道境的修为，用青木神道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把整座圣人村给围了起来。唐昊等村民见到这宛如神迹一般的巨大高墙，两眼瞪大如铜铃，震撼得无以复加。他们再次看向林玄清时，仿佛看到了仙人折凡。哈哈哈哈！陈宇皇，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叶璇站背靠夕阳，朝着林玄清这边一步步缓缓走来，压迫感十足。圣人村的村民们要不是因为有林玄清的保护，仅凭叶璇刚刚说话时释放出来的大道之力，就足以屠村。乾元道主见到来人是叶璇，略微有些惊讶。难道说刚刚苍穹上发出的雷响，其实是太玄古界的修士在轰击天幕？玄黄道主和陈宇皇点了点头，回答道：“没错，太玄古界倾巢出动，除了叶璇之外，16位道主全部来了。”原来如此。听到玄黄道主两人的回答，乾元道主陷入了思考之中。太玄古界神不知鬼不觉地入侵太虚古界，这种事情都在主人的计算之中吗？他看着林玄清端着木碗干葡萄酒的背影，眼神愈发的钦佩。
叶璇一拳轰出，将林玄清用青木神道围成的幕墙给打烂。乾元道主三人立刻动到主境的修为，分别以风、油、火三种属性的大道之力还击。滔天游浪携带着熊熊烈火，在飓风的吹拂之下，向着叶璇滚滚而来。叶璇伸出左臂，冷冷说道：“虚空神道，去！”乾元道主三人施展的大道之力，瞬间被叶璇的虚空神道吞噬殆尽。陈玉皇，你没有了太虚界印，拿什么跟我斗？就凭你身后的2个道主境的帮手。叶璇冷笑道：“愈发靠近圣人村了，今日本界主必杀你，然后再血洗太虚古界。”话音落下，叶璇同时施展出上百种大道之力，将苍穹染成一片血色。远在太虚古界中州的太虚古界意志此刻突然反应过来，叶璇等太玄古界的修士已经突破天幕的屏障了。黄沙天域，老者惊呼，将自己在中州的意志分身全部融为一体。方才他为了抵挡叶璇等人突破中州的天幕，却忽视了下界天域的情况，这下真的完了。没想到他们已经打破了天幕。老者脸色糟糕，监视着黄沙天域的情况。老者忽然发现叶璇等太玄古界修士选择突破的地点，正好就是他之前看过的小村子，而乾元道主等人此刻正在与叶璇交战。难道这3个小子早就算到了太玄古界会从黄沙天域入侵？不对啊，既然算到，为何要放弃界主之位？老者感到奇怪。放弃太虚界印，一道主境的修为对上升为界主的叶璇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叶璇是客场作战，没有太玄古界的加持，但人家毕竟是界主，掌握的大道之力要比道主境不知道高深多少。应该还有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老者仔细观察着圣人村的情况，注意到了正在淡定啃羊肋骨的林玄清。求道境？不对，此人面对太玄古界界主面不改色，不可能只是求道境。难道是隐世强者，隐藏了修为？老者怀疑林玄清应该也是一名不知名的道主境修士，否则根本不可能与陈玉皇他们3人同行。但转念一想，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他是太虚古界的意志，古界中有多少道主他最清楚不过，不可能有修士瞒过他的眼睛。这老者实在是看不懂了。同一时间，乾元道主3人硬抗叶璇的100种大道之力，败下阵来。主人，老奴无能。3人披头散发，灰头土脸的回到林玄清身边，单膝跪地，请求责罚。林玄清啃完最后一根羊骨头，站起身来，淡淡说道：“无所谓，你们退下吧。”3人眼睛一亮。对了，我出手时，你们要将他们好好护住。林玄清指着圣人村正在瑟瑟发抖的村民们说道：“主人放心。”3人立刻催动大道之力，以铜铁神道筑起一道壁垒，把唐昊等人全部挡住。很好，你们也退后吧，我要开始动手了。林玄清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缓缓走向叶璇。这一幕，叶璇全程看在眼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3个道主，任一名求道境的小修士为主，你在跟我开玩笑呢？陈玉皇，你是老糊涂了吧？叶璇嘲笑道。陈玉皇没有理会叶璇，因为在他眼中，叶璇已经是个死人了。虚张声势，叶璇根本不把林玄清放在眼里，只是随意催动一种火焰大道，漫天火焰起，围绕着林玄清烧去。林玄清被动技能触发，火焰瞬间消失，免疫了叶璇的这一击。哦，叶璇略微有些惊讶，有点意思。随后他加大力度，同时使用神火和神水2种神道试探林玄清。林玄清面不改色，轻轻一挥手，2种大道之力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一刻，叶璇终于是确认了眼前的这个求道境修士有点东西，难怪能让陈玉皇那条老狗认主，原来你隐藏了修为。叶璇停下脚步，凝视着林玄清的脸说道：“不过，你再怎么隐藏真实修为，最多也不过道主境而已。一日不成界主，你永远不会明白界主的威能。”说罢，叶璇高举双臂，苍穹中出现上千颗光团，照耀黄昏。这些光团每一颗都蕴含着无上的大道之力，恐怖至极。看到了吗？叶璇得意说道：“我成就界主之位后，领悟到了1800多种大道，你不过一道主境而已，没有界印辅助，3000大道，你又能领悟几种？到此为止了。”叶璇双臂一挥，1000多颗光团如同流星坠落一般砸向圣人村。林玄清摇了摇头，叹息道：“和我比领悟大道的数量，你算找对人了。系统，这次我要指定特效，请给我安排3000大道的特效，不仅数量上要碾压对手，质量上也要碾压对手。”丁，没问题，宿主请支付民生值。支付吧。丁，3000大道特效匹配成功。伴随着系统面板上点名升值的扣除，圣人村的上空出现了3000多颗体积更为巨大的光球。这些光球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让整个天域都变得白茫茫一片。而叶璇的那些大道之力凝结成的光团和林玄清的比起来，就好像萤火比皓月，微不足道。林玄清只是轻轻一拍，他们就如同黄沙一般，全部轻飘飘地落到大地，然后与沙漠融为一体。叶璇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你做了什么？你怎么会领悟全部3000大道的？你到底是谁？林玄清没有理会他，而是意念一动，苍穹中所有光团落了下去。这一瞬间，叶璇感受到了死亡来临的恐惧。他100%确定，天空中任意一颗光团一旦落到他的身上，他必死无疑。逃，必须要逃，这是叶璇的第一反应。可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丹田已被封锁，无法催动灵气撕裂空间逃走。这不可能，不可能的！你没有界印，不是界主，最多只有求道境而已，怎么可能有如此威能？
叶璇如同石头一般陷入了沙漠之中，绝望地等待陨落的巨型光团。诸位道主，快救我！绝望之中，叶璇朝着天上大喊一声。那些太玄古界的道主听到叶璇的求救声后，大惊失色。我没听错吧？这是界主在求救？这巨型的大道光团不是界主施展的吗？快，我等快下去看看！太玄古界16位道主催动修为，迅速向圣人村的方向落下。然而此时的叶璇整个身体都已经完全被光团吞没。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隐藏任务，击杀界主本体，坐骑进阶丹星号100。叶璇灰飞烟灭，任务完成，100颗坐骑进阶丹入账。太玄古界的16位道主愣在半空中，被脚下这惊悚的一幕吓到了。界主死了，而且死在一名求道境的修士手上。叮！检测到宿主完成一次群体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已叠加增长，名声值加2000乘16。哦，入账3万多。林玄清抬头看着被震惊的太玄古界道主们，知道这名声值就是从他们身上刷的了。于是林玄清忽然生出来一个想法，要是这16个道主全部都能成为自己的名声值充电宝的话，主线任务2的完成岂不是指日可待？所以他直接对天喊道：尔等选择臣服还是死？16位道主这才反应过来，现在他们还身处险境。诸位道主，此人实力深不可测，我建议先退回域外战场。神火道主说道。他身旁的另外3位道主点了点头，立刻往天幕缺口处逃去。林玄清见他们想要逃走，立刻就是一指，逃命的3个道主瞬间毙命，连反应都来不及。这太玄古界剩下的13位道主面如死灰，如丧考妣，只用一指就击杀了3位道主，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我再问一次，选择臣服还是死？林玄清对着天上又喊了一次。13位道主面面相觑，意见出现了分歧。少数人想要屈服，大多数人选择鱼死网破。毕竟他们的背后还有几百道尊和数千合道真仙，就算林玄清再强，就没有灵气枯竭的时候。犹豫之时，太玄古界的凌天道主站了出来，他俯瞰着林玄清，对其他道主说道：诸位道主，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此人既然翻手之间就能灭杀我等，为何还要我等臣服？凌天道主短短2句话，道主们如醍醐灌顶。对啊，以他表现出来的实力，想要杀我们易如反掌，何须废话？就像一个巨人，哪里需要一群蚂蚁的臣服？凌天道主，老夫懂了。玄风道主两手一拍，你的意思是，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没错。凌天道主点了点头。依我猜测，此人方才与界主一战定然消耗巨大，因此才用灭杀3位道主的方式震慑我等。此刻我等若选择交出生魂臣服于他，就上了他的当了。所以现在优势应该在我们这边。凌天道主一番分析，有理有据，转变了好几位想要臣服的道主的想法。既如此，我等何不同时出手，将此人拿下？凌天道主振臂一呼，其余12位道主如心有灵犀一般，同时施展出10余种大道之力。圣人村上空100多种大道之力交相辉映，气势非凡。哼哼，阁下的伎俩已经被我等识破。凌天道主自信满满，带头冲向林玄清。林玄清是真的没想到这群道主竟这么勇的。哎，想收几个名声值充电宝，不给机会啊？没有办法，林玄清只好再次开启秒杀界主的能力。当然，其中运用到了新概念1 LV2的技能，将道主敬视为界主。叮，3000大道特效匹配成功。太玄古界13位道主冲下来的瞬间，林玄清意念一动，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巨型大道光球出现了。凌天道主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一通分析是多么的愚蠢。糟了，我们上当了！快逃！残阳中，这13位道主瞬间化为了泡影，在大道光球中湮灭。一直躲在铜墙铁壁后面偷看的村民们已经傻眼了，他们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力量。夏虫不可语冰，凡夫不可语道。乾元道主3人虽然早就见识过林玄清的厉害，但还是被刚刚发生的一切所震撼到了。他们庆幸自己成为了林玄清的奴仆。不过刚刚秒杀完10多位道主的林玄清此时脸色并不好看，因为他看到了太玄古界的几百道尊境还有数千合道境渐渐靠近了圣人村。苍穹之上黑压压的一片，望着天空这黑压压的一片合道真仙，林玄清妈了，这数量起码有5000往上了吧？林玄清喃喃自语，然后自觉地往后退到了乾元道主3人的身后。主人，您怎么了？3位道主疑惑问道。林玄清绷着脸故作镇定道，我来看看你们村民保护的怎么样。乾元道主拍着胸脯回答道，主人放心，方才你与太玄古界的10几位道主交战之时，我们3人全力施展防御神道，圣人村的村民连一根毫毛都没掉。没错。玄黄道主想起林玄清秒杀众道主的英姿，兴奋道，有一说一，主人对于3000大道的掌控无人能出其右，实在是太强了。陈玉皇也连连赞叹，老奴虽然曾有幸见识过主人出手，但这次观战依旧是让人震撼无比啊。3位道主彩虹屁拍的那叫一个响，把林玄清都给捧上天了。林玄清咳了一声说道，机操而已，勿六。3位道主虽然没听懂林玄清这句话是啥意思，但伸出大拇指点赞就对了。一阵吹嘘后，玄黄道主突然问道，主人，老奴方才在您施展的大道光球中领悟颇多，这太玄古界的进攻貌似没有退去的意思，何不再施展一次？陈玉皇和乾元道主附和道，实不相瞒，老奴也收获良多。
林玄清抬头看了一眼那数千河道真仙，然后又看了一眼他们三人，无奈的摇了摇头。林玄清暗暗想着，好家伙，要不是有白背心和黑裤衩，你们三个是真怕我死得慢是吧？主人，您这是？乾元道主三人见林玄清摇头叹息，十分不解，难道是他们哪里说错了？林玄清发现自己刚刚在三人面前失仪了，于是赶紧将脸重新绷住，负手说道：“区区河道真仙不值得本神出手。”此言一出，三位道主微微一怔。林玄清凝视着他们三人，暗暗想着：你们应该听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吧？听明白了的话，赶紧上，我会站在圣人村村民身后给你们三个加油的。三位道主面面相觑，反复思索林玄清的意思。主人，老奴懂了。主人，老奴也懂了。俺也一样。三人突然站起身来，表情严肃，好似恍然大悟一般。随后，玄黄道主催动修为，捏碎一道空间玉简。同一时间，正在黄石镇上打井水的天道店长老们纷纷扔下了水桶。敖丙惊讶道：“店主传信，太玄古界正在入侵黄沙天域，快，我等速速前去支援。”在敖丙的带领下，天道殿20多位道尊以及数百河道真仙咻的一声向圣人村的方向飞去。乾元谷的修士们也是一样，收到了乾元道主传来的消息，是谷主的谕令，谷主要我们立刻前往圣人村。没想到这太玄古界居然已经打到黄沙天域了。乾元谷的10几位道尊以及300多河道真仙紧随其后一跃飞天。黄石镇的原住民都看呆了，愣在原地。但这还没完，此刻黄石镇中那些来自阴阳塔、坤元谷、天神宗等势力的河道真仙们，虽然没有收到自家宗主的谕令，但都听到了陈宇皇的声音。在一众河道真仙以及道尊的眼中，他们还不知道陈宇皇已经不是界主之位了。因此，当陈宇皇以界主身份发号施令，加上天道殿和乾元谷众修士已经赶往战场，剩下的所有修士也都化为流光，纷纷飞向圣人村。太虚古界有难，我辈修士义不容辞，道友们冲！一时间，黄石镇数以千计的河道真仙以及上百道尊境全部汇聚到了圣人村上空，与太玄古界的众修士们对峙着。这场面浩浩荡荡，把林玄清都给惊到了。主人，老奴去也！玄黄道主三人给愣着的林玄清行了一个礼后，呲溜一声飞向空中。乾元道主一边飞行一边传音道：“想必主人早已算到黄石镇中有我们的人，因此才用语言暗示我们。”陈宇皇点了点头，心中越来越钦佩林玄清。仅凭我们三人，面对数百道尊境和几千河道境，还是有些吃力的。但是加上黄石镇的援军，那简直就是碾压了。哈，说实话，要不是主人的暗示，我都差点忘了黄石镇有这么多我们的人了。主人现在就在下面看着，我等千万不要让他失望才是啊。玄黄道主说道：“没错，这是主人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我等必须全力以赴，莫给主人丢脸了。”玄黄道友，放心吧，老夫今日必定杀个痛快。乾元道主大笑道：“否则区区河道和道尊，还不是主人一个想指的事。”黄石镇赶来支援的道尊还有河道真仙，见到玄黄道主三人后，士气也是大增。毕竟对面貌似一位道主境都没有，而自己这边却是有3位。诸位道友，杀！陈玉皇一声令下，圣人村上空两方的河道真仙绞杀在一起，各种手段尽出，恐怖的大道之力把整个沙天域都搞得天旋地转，一位又一位河道真仙像下饺子一样陨落在圣人村周围的沙漠之中。太玄古界的河道真仙以及道尊数量虽然都要多于太玄古界这边，但因为没有道主境坐镇，很快就被杀得溃败了。光是玄黄道主一个人就能硬抗几10位道尊的联手进攻，顺便还能杀掉一些。仅仅半刻钟不到，太玄古界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很少部分修士逃出了天幕，狼狈不堪地躲回了太玄古界之中。而太虚古界这边，只有极少数修士运气不好被对面的自爆而炸死，绝大多数修士连伤都没有受到半分。陈宇皇三人为了给林玄清留下一个好印象，各自杀了几10位道尊，数百位河道。要不是丹田灵气消耗殆尽，来不及补充，加上对方仓皇逃窜，他们还能继续杀。三人落回地面，来到林玄清的身前，躬身说道：“主人，可惜了，逃了几个。”虽然3位道主是请求责备的语气，但他们的脸上挂着的都是一副想要请求林玄清夸奖的表情。林玄清咳了一声，说道：“一些蝼蚁而已，跑了就跑了，不足为虑。”得到林玄清的认可，三人内心狂喜。与此同时，天空中的道尊们以及河道真仙们也落了下来，齐刷刷地跪在三人的身后。毕竟他们这次亲眼看到了长生仙阁传说的古娜娜之神本尊，这个场面震撼最大的还是圣人村的村民们。刚刚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神仙打架，而这群神仙现在都清一色地跪在林玄清的面前。唐昊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他难以想象自己今晚招待的这位寨主究竟是什么身份。叮，恭喜宿主又完成一次名声值传播，名声值略微增加，名声值加0.00000001。喂，系统过分了呀，你又来！林玄清吐槽道。叮，宿主别慌，还有一部分名声值没有结算。叮，由于宿主在刚才的击杀中连续震惊界主叶璇以及16位太玄古界道主，名声值叠加统计中，名声值加，这还差不多。林玄清满意说道。3位道主见状，疑问道：“主人，您在和谁说话？”没什么。林玄清尴尬道：“你们都起来吧。”是，主人。玄黄道主三人起身，看向身后跪着的河道真仙还有道尊们。陈宇皇问道：“林玄清，主
主人，现在太玄古界的入侵已被击退，那他们……玄黄道主插嘴道：“太玄古界现在群龙无首，正是反攻的机会。主人，老奴建议，不如趁热打铁，吞并太玄古界。”乾元道主也表示认同。林玄清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此事不急。”陈宇皇三人不是很理解林玄清为何要放弃如此好的机会。主人，如果现在不反攻太玄古界的话，恐被其他古界坐收渔翁之利啊。玄黄道主进言道。林玄清脸色一变，厉声说道：“你再叫我做事！”玄黄道主一惊，立刻闭嘴。乾元道主和陈宇皇也是一样，知趣的不再提反攻太玄古界的事情。其实林玄清不打太玄古界的主要原因是太玄古界实在太危险了。他目前的境界是求道境，太玄古界的河道、道尊、道主以及界主虽然被灭了，但还有一个悟道境啊。鬼知道太玄古界有多少悟道境，反正没有10万，肯定也有8万。万一有人给我把背心和裤衩给扒了咋办？能狗肯定是要狗的。林玄清暗暗想着，虽说可以让乾元道主三人带人去攻打，但攻打成功后的名声值肯定算不到他头上。毕竟刚刚林玄清已经在那场大战中证实过了，乾元道主三人作为他的奴仆，击杀那么多河道和道尊，系统并没有计算额外的名声值，否则林玄清就不止加了，至少翻一番。也就是说，名声值的增加必须要林玄清本人出手才行，除非是北海大帝那种在系统中和林玄清绑定了道侣关系的才行。可惜了，那些道尊和河道真仙没能看到我秒杀叶璇以及那些道主的英姿，否则我肯定还能加一波的。名声值归根结底是需要传播的，没有观众，你再怎么强，也就是敌人被震惊的那一瞬间能增加名声值。虽然一次能加20多万，确实很爽，但却不可持续。观众都死光了，还加个屁啊！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想到这里，林玄清决定让乾元道主三人做一件事情：你们派一些人返回自己的势力，然后给我修建一座神像，越气派越好。乾元道主问道：“主人，就像长生仙阁的那一座一样吗？”林玄清点头：“没错，我要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本神的名号传遍整个太虚古界，明白吗？”老奴明白了。乾元道主应声答道。他见过古娜娜之神的雕像，是懂的。不过修建神像和派人宣传一事用不了多少人。乾元道主追问道：“那剩下的这些人怎么办？”现在跪在林玄清面前的有上千河道真仙，修建神像和派人宣传最多有个1/3就足够了。毕竟以天道殿这种级别的势力出面，整个太虚古界很快就能人尽皆知，不愁没人跪拜林玄清的神像。面对这个疑问，林玄清也没有多想，随意说道：“剩下的人该干嘛就干嘛吧，该干嘛就干嘛。”乾元道主脑子一动，听出了林玄清的话外之音。老奴懂了。乾元道主转身对跪在地上的2/3的修士传音道：“主人说了，让你们留在黄石镇，该干嘛就干嘛。剩下的人现在就跟着我返回上界，修建神像。”说罢，乾元道主领着1/3的修士飞升太虚古界，余下的2/3修士按照陈玉皇的吩咐，化为一道道流光向黄石镇的方向飞去。最后，圣人村内除了村民和林玄清之外，就只剩下陈玉皇和玄黄道主两人。林玄清看着他俩，疑问道：“你俩咋还不去？”两人异口同声回答道：“修建神像和宣传这2项工作，有乾元道主一人领导就足够了。主人，您不是说让剩下的人该干嘛就干嘛吗？我俩一直都是住在村子里面的，因此就留下来了。”听到两人要留在圣人村，林玄清也懒得管他们。既然你们要留，就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林玄清留下这么一句话后，催动人字拖返回了长生仙阁。3日后，黄石镇外来了6个陌生修士，他们分别来自黄沙天域的6个隐士势力，分别是幻月宗、灵月宗、暗血阁、隐刹阁、风雷圣地和苍蓝圣地。灵月仙子，你确定3日前天狱中出现的异象源头就在此地？一名浑身都散发着邪气的地境修士开口问道。包括他口中的灵月仙子在内，剩下的4人也都是地境。暗血大帝、灵月仙子的卜算，这10万年来可曾出过错？一位蓝袍老者青绿胡须说道。哼，风雷老祖，若是白跑一趟，本地就将这座小镇夷为平地，吃了这群凡人。暗血大帝，你敢！蓝袍老者身旁的苍蓝老祖听见暗血大帝要屠戮凡人，厉声说道。暗血大帝邪魅一笑，讽刺道：苍蓝老祖，当年你成就地境的时候，不也献祭了不少凡人吗？怎么现在开始装好人了？你！苍蓝老祖被暗血大帝嘲讽，气得说不出话来。另一边的幻月仙子说道：两位都先不要吵了，灵月姐姐好像有头绪了。暗血大帝和苍蓝老祖同时闭嘴，5位大帝的目光此时都汇聚到了灵月仙子身上。灵月仙子手里拿着一块罗盘，乃是一件7阶地宝，名为寻星盘。在她的灵气催动下，罗盘的指针先是指向了黄石镇内部，随后又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灵月仙子怎么样了？风雷老祖皱眉问道。有些不对劲。灵月仙子回答道：寻星盘给出了2个方向，均显示有大机缘。哦，众人对视一眼，同样觉得奇怪。按理说7阶地宝寻星盘不可能出错的。灵月仙子继续说道：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此地有2处机缘，只是相隔很近。既如此，我们2处都去探查一番不就行了？风雷老祖说道。灵月仙子点了点头，那就先进入这个小镇吧，待会儿再去沙漠里面。他话还未说完，暗血大帝就直接化为血影进入了黄石镇，其余5位大大帝紧随其后，也都降落到了黄石镇中。6人到了黄石镇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位于小镇中央的那口古井，而灵月仙子的罗盘
指针也是正对着古井。看来机缘就是那口古井中的东西了。诸位，先让这些正在打水的低阶修士和凡人让开吧。灵月仙子兴奋说道。苍蓝老祖正准备上前劝说，暗雪大帝直接释放了自己的地境修为，强大的地运瞬间席卷着整座皇石阵。暗雪大帝，你在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让这群蝼蚁让开。暗雪大帝看着苍蓝老祖等人，邪笑道：“哼，若不是担心机缘被毁，这座小镇已经被本地踏平了。”你！苍蓝老祖怒了，却被风雷老祖制止。苍蓝道友，算了算了，暗雪也只是用了地运威压而已，这些低阶修士和凡人死不了的，还是先探机缘吧。幻月仙子也附和道：“没错，苍蓝老祖，你与暗雪大帝的恩怨，等取了机缘再说吧。”机缘当面，苍蓝老祖只好忍了下来，冷哼一声之后，怒气暂消。暗雪大帝桀桀怪笑，然后看向井口周围的凡人。他突然发现这群凡人怎么有些不对劲，自己明明释放了地境威压，如此强大的地运，就算是武君境也得跪下啊。可这些打水的镇民呢，好像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就像完全看不见他一样。其余5位大帝同样也发现了，这些凡人丝毫没有受到暗雪大帝地运威压的影响。怎么回事？难道是这座小镇有什么特殊的阵法庇佑？风雷老祖疑惑问道。幻月仙子注视着镇民们从井里打出来的水，震惊道：“诸位快看，那口井中的水好像是仙浆。”什么仙浆？几位大帝同时将目光汇聚到被打出来的井水上，脸上出现了和幻月仙子一样的震惊之色。真是仙浆！风雷老祖惊道：“难怪这群凡人不受地运的影响。仙浆其实是黄沙天域的修士对于上界灵液的一种别称，灵液和灵芝一样，对修士的修炼有着巨大的帮助。如果这口古井中的水全都是上界灵液的话，其价值不可估量。”风雷老祖眼底绽放金光，因为他已经卡在7阶地境几万年了，如果能够饮上几瓢的话，说不定就能突破桎梏，再进一步。于是他也不顾隐藏修为了，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仙浆，我的仙浆！风雷老祖释放地境修为后，浑身上下都环绕着恐怖的风雷之力。一般的修士，例如武灵境，哪怕只是靠近风雷老祖，瞬间就会毙命。暗雪大帝见到这一幕，大笑道：“哈哈，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大宗，见到机缘之后，不也和我这邪修一样？”苍蓝老祖等人汗颜，毕竟这次暗雪大帝说的没错，他们无力反驳。与此同时，井口旁边提着水桶的2位天道殿河道境长老对敖丙说道：“龙神大道尊，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已经按照天道殿的标准改造了水源。”敖丙喝了一瓢井水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干得不错，你们辛苦了。”2位长老听到敖丙的肯定后，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这时，风雷老祖正发疯一般冲了过来：“仙浆，我的仙浆！”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2位天道殿河道境长老手中的水桶。2人回头一看，暗暗想着哪里来的疯狗？方才他们一直在和敖丙讨论井水的事，一直没注意到风雷老祖等人。于是冲上来的风雷老祖理所应当被2人一巴掌给拍翻在地。若不是因为玄黄道主吩咐过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刚刚这一巴掌本来可以直接把风雷老祖像拍苍蝇一样拍死。风雷老祖摔了个狗吃屎，嘴里面全是黄土。他身后的苍蓝老祖等人都看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什么情况？7阶地境的风雷道友被2个凡人拍翻了。他们赶紧再次探查井口旁众人的修为。没错啊，是2个凡人啊，其余的人修为最高的好像也才50境而已啊。此刻风雷老祖扭了扭脖子，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然后抖了抖身上的泥土。真是气煞老夫也！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万年没有如此狼狈过了，特别是他的这副狼狈样是2个凡人造成的，而且还有5位地境的观众。于是他催动全部修为，抓向2位天道殿的长老：“给老夫去死！”他厉声大喝，掌心上跳跃着黑紫色的闪电。2位天道殿的长老不慌不忙，对着风雷老祖又是一巴掌。风雷老祖应声倒地，又一次摔了个狗吃屎。什么毛病？2位天道殿的长老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躺在地上的风雷老祖说道。这一刻，无论是风雷老祖本人，还是与他同行的其他5位大帝，都确认了出手的2位根本不是什么凡人，而是修为远高于他们的前辈。至于具体是什么境界，他们只能猜测，但保守估计不会低于9阶地境。晚辈有眼无珠，不知2位前辈在此多有冒犯，还请前辈恕罪。风雷老祖川剧变脸，翻过身来跪在地上求饶。2人根本不在乎风雷老祖这样的地境蚂蚁，于是连理都没有理他。风雷老祖见状，赶忙退后，逃到灵月仙子等人身边。呼呼，还好这2位前辈没有追究，否则今日老夫必定命丧于此。风雷老祖用手捂住胸口，如释重负。灵月仙子微微皱眉，无奈说道：“看来这里的机缘我们无法拿到了。”苍蓝老祖叹息道：“既如此，我们去另外一处地点吧。”诸位，这仙浆如此难得，难道我们就这么放弃？幻月仙子说道。方才风雷老祖去抢那2位前辈的仙浆，但2位前辈并未痛下杀手，这说明他们并不是什么嗜杀之人。如果我们能够拿出一些宝物的话，未必不能从那2位前辈手中换到一些仙浆。幻月仙子说的在理。风雷老祖连连点头，他刚才确实没有从那2位前辈身上嗅到杀气。灵月仙子思考片刻后，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件地宝和一枚地丹。这次探寻机缘，我出来的比较仓促，没有带多少宝物，也不知道2位前辈肯不肯换一些仙浆。
苍兰老祖见状，立刻也掏出一件地宝和一枚地丹，说道：“不如我等凑一凑，换了仙浆之后再分。”其余几位大帝点了点头，纷纷掏出地丹或是地宝，与灵月仙子的东西凑在一起。那诸位道友先在原地等一下，我过去问问。灵月仙子攥着地丹，携带地宝，走向古井，来到刚才掀翻风雷老祖的2位天道殿长老面前。晚辈灵月宗主姬千言拜见2位前辈。灵月仙子自报家门，紧张着对着2人行礼。2人正在打水，这会儿没空理他。于是灵月仙子又自报了一次家门。晚辈灵月宗主姬千言拜见。还没等他说完，2人旁边的另外一位乾元谷的河道长老开口说道：“什么千言万言的，没听说过。你什么事情就直接说，我们还要打水。”尽管这话极为嚣张，但直觉告诉灵月仙子，这个人肯定也是一位前辈大能。于是他赶紧献出刚才他们凑的地丹和地宝，说道：“晚辈想用这些东西换一些井里面的仙浆。”乾元谷的这位长老接过来一看，然后随手就扔到了地上。什么垃圾玩意儿！呸！他吐槽了一句后，转身继续打水了，不再理会灵月仙子。看着被扔到地上的地丹和地宝，灵月仙子人傻了。这些东西虽然与仙浆相比稍逊一些，但也不至于是垃圾吧？比如9转破地丹，服用之后直接可以造出1名地境，若是放在外面，不知道会有多少势力抢得头破血流。再比如6阶地宝黑曜玄铠，普通修士穿在身上，即便是像他这样的7阶地境出手，也能硬抗一击不死啊！还有5阶的。灵月仙子蹲在地上，将散落在地上的宝物一件一件的捡起来。就在这时候，敖丙走了过来，低头俯视着他说道：“小姑娘，你想打水？”灵月仙子抬头一看，发现又是一个陌生面孔，但既然叫她小姑娘，这说明此人的修为肯定也在她之上。前辈，我想要一点仙浆，不知道您……敖丙打断了他：“你不是黄石镇的镇民，回去吧。”回去。尽管灵月仙子不甘心，但知道这是前辈在下逐客令了，如果再不离开的话，恐怕会遭到前辈的反感，到那时他们就可能走不掉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抱着这些宝物回到苍兰老祖等人身边，将其原物归还。哎，此地的机缘不属于我们赶紧走吧。众大帝只好作罢，跟着灵月仙子一起准备前往下一处机缘。然后他们出了黄石镇后，才发现暗雪大帝好像没有跟上。暗雪大帝呢？此刻暗雪大帝正偷偷地绕过刚才出手的2位天道殿长老，跑到了古井的另一边。哈哈，一群蠢货！既然换不到仙浆，偷不就行了？暗雪大帝溜到人群之中，试图偷走地上放着的水桶。然而他刚准备去提，就被旁边的一位老者按住肩膀。暗雪大帝内心一惊，因为他从老者的掌心中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威压。他身体立刻往后一缩，然后顺势去提另外一个水桶，但马上又有一位老者按住了他的肩膀，使他感受到了一模一样的威压。怎么回事？难道这2位也是隐世大能？暗雪大帝不敢相信，这座偏僻的小镇之中居然隐藏着超过5位9阶地境的绝世强者。见自己被发现，他索性催动修为，不管不顾地冲击另外一堆凡人的中间。暗雪大帝想要趁着他们不注意，直接抢上几桶仙液逃走。反正这古井周围打水的凡人这么多，你们还能都是隐藏大能不成？哈，得手了！暗雪大帝左臂和右臂同时提起一个木桶，内心狂喜。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敖丙瞬间移动到他的面前。暗雪大帝突然感觉自己身体一软，丹田内的灵气已经无法感应。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修为呢？他万分焦急，想逃却无能为力。古井周围正在打水几百河道真仙，此刻都注意到了暗雪大帝。飒飒，一阵风吹过，敖丙一脸黑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小子，你有取死之道！黄石镇外沙漠之中，灵月仙子5人见暗雪大帝没有跟上，纷纷回头望去。忽然间，他们发现黄石镇的上空出现了数道恐怖的大道之力，风、火、雷、电。5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发现其中蕴含着的起码不少于500种。苍兰老祖和风雷老祖惊呆了，灵月仙子和幻月仙子傻眼了，就连同行的一直都不怎么说话的隐刹大帝，此时都开口说了一句：“窝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5人惊叹之余，黄石镇中传出了暗雪大帝的如同猪叫般的惨叫声。啊！这声音极为尖锐，响彻天空。短暂的数个呼吸之后，这几百种大道之力渐渐消失，黄石镇重新恢复了平静。灵月仙子等人不是傻子，自然知道暗雪大帝肯定是在里面作死了。但问题是，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道之力，居然是大道之力！风雷老祖像得了失心疯一样，自言自语道。苍兰老祖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刻仍然心有余悸。那可是500多种大道之力，难道那座小镇之中的凡人全部都是上界的仙人？幻月仙子脸色极为难看，吞咽着口水。不好说。灵月仙子垮着脸说道。虽说我等隐世宗门与上界有些来往，曾经也有上界修士造访过，但你们可曾听说过黄沙天域一次性出现上百位求道境的修士？而且方才这座小镇上空出现的大道之力，远比我们之前见过求道境仙人的要雄浑得多。让我相信这座偏僻的小镇有500个求道境甚至是悟道境的修士，还不如让我相信这其实是个幻觉。由于事实太过于震撼，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片刻的沉默之后，苍兰老祖开口说道：“诸位道友，无论那座小镇里面有什么，都是我们都惹不起的存在。现如今还是要赶紧收拾心情，前往下一个机缘地点。没错，灵月姐姐，去探查下一处机缘吧。”
灵月仙子点了点头，取出7阶地宝寻星盘，注入灵气。罗盘上的指针正好是黄石镇相反的方向。灵月仙子解释道：“诸位道友，寻星盘所指的这一处机缘就在前方的沙漠之中。”那我们赶紧过去吧。众人点了点头，朝着罗盘所指的方向飞去。很快，他们就看到了沙漠中央的圣人村。风雷老祖从空中俯视着村子，说道：“想不到灵气如此稀薄的沙漠之中，居然还有一座村庄。观星盘所示的机缘，看来就在这座村庄附近了。”灵月仙子一边环视圣人村附近的沙漠，一边说着：“灵月姐姐，你看那是什么？”幻月仙子忽然注意到，圣人村西边不远处的沙漠上，好像有很多修士的尸体。灵月仙子见状，赶紧朝着那个方向落下，其余大帝紧随其后，跟着他一起下去。这到底是什么？5人来到沙漠之中后，被眼前看到的一堆又一堆尸骨所震撼。这种震撼比他们刚才在黄石镇的时候都还要强烈，因为他们看到了暴露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的数千具尸骸，全是仙人。另一边，圣人村中，自从3日前村民们见识过那场古界大战之后，都不太敢接近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了。也只有年纪不大、不谙世事的唐三还敢来村北看他们两个。此刻，唐三正在玄黄道主的督促下修炼一套天道殿的基础功法。小三儿，左臂摆直了，再出拳，重来。玄黄道主极为严厉，只要唐三稍微出一点错，就会被他厉声纠正。萧爷爷，知道了。唐三小脸涨得通红，赶紧重新出拳。一旁的陈玉皇坐在石阶上，正在给唐三调配淬炼身体的灵液。本来他们没有想过要教唐三的，但3日前古界之战结束后，他们反复琢磨了一下林玄清临走之前说过的话。林玄清没有带他们离开，只是叮嘱他们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其含义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所以他们分别探查了村子里面所有村民的天赋，惊奇地发现唐三是天生道体。天生道体若是勤奋修炼，再配合上好的修炼资源，几乎100%能够挣得到主境，整个太虚古界不知几百万年才会出一个。只是没想到的是，如此天赋卓绝的天才居然出现如此偏僻的小村子里面。小三儿，先别修炼了，过来看看这套灵液适不适合。陈玉皇对唐三招了招手，说道。经过玄黄道主同意后，唐三跑向陈玉皇。陈玉皇把调配好的灵液倒出来一滴，然后抹在唐三的手臂上，问道：“怎么样？是什么感觉？”陈爷爷，有点像蚂蚁在炸，还有一点热。唐三尽力的描述。那就对了。小三儿，你把衣裳脱了吧，爷爷给你淬炼身体。陈玉皇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摸出一个大澡盆。玄黄道主走了过来，看着澡盆问道：“老陈，淬体金身灵液已经配好了。”陈玉皇一边往澡盆里面加水，一边说道：“配好了。小三儿只要泡一泡，然后就能服用求道果了。这水是敖丙那边改造的井水。”“没错，用上界的水泡，效果更好。”一切准备就绪，玄黄道主见唐三还没脱衣服，催促道：“小三儿，快！这淬体金身灵液只有1刻钟的时效。”唐三本来有些害羞的，这个时候也不管了，脱光了，直接跳进澡盆之中。在淬体金身灵液的作用下，唐三的身体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萧爷爷，陈爷爷，好疼，坚持住！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坐在旁边给唐三打气加油。小三儿，你不是吵着嚷着要成为仙人吗？等你淬炼出金身，从澡盆中出来之后，就可以服用你陈爷爷之前为你准备的求道果了。只要吃下求道果，你瞬间就能步入求道境，飞天遁地，撕裂空间，无所不能。在淬体金身灵液的作用下，很快唐三开始全身发烫。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痛苦，但在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的不断鼓励下，唐三还是顺利完成了。很好，这才是真正的天生道体啊！看着唐三淬炼好的金身，陈玉皇眼底绽放金光，兴奋说道。然后他马上从袖口中取出一枚巴掌大小的金色果子。小三儿，快，趁现在吃下这枚求道果。唐三接了过来，轻轻咬了一口，随后他的丹田发生剧烈的变化，开始凝结大道之力。小三儿，不要停下，全部吃下去。玄黄道主督促道。唐三狠狠地又咬了数口，将果肉吃得一干二净。这一刻，他的丹田发生了质变，已经与一名普通的求道境修士相差无几了。哈哈，不愧是300万年才结一颗的求道果呀，小三儿，恭喜你啦，你已经是一名求道境的修士了。陈玉皇大笑道。求道境？唐三之前听玄黄道主讲过，求道境是下界飞升上界的起点，是成仙的开始。他仔细打量着自己身体周围氤氲的大道之力，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3日前他都还只是一名武徒而已，而现在却成了求道境，比黄沙天域中的那些大帝的修为都还要高。陈爷爷，萧爷爷，唐三感激地跪在地上，给2人重重地行了一个师徒礼。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微笑道：“小三儿，其实你最应该感激的是我们的主人，要不是他的暗示，我们2个老骨头根本发现不了你这块璞玉。”听到2人这么说，唐三回忆起3日前的那个黄昏，林玄清睥睨天下，横扫一切的身姿。陈玉皇摸了摸唐三的额头，说道：“小三儿，你现在已经求道境了，我和你萧爷爷打算将你接到太虚古界去，你去和村子的人告别吧。”现在就要走吗？虽然陈玉皇和玄黄道主早就提起过要将他接到上界去继续修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玄黄道主安慰道：“去了又不是以后不回来了，不必担忧。现在黄石镇的古井水源已经改造过了，这里的村民长期饮用的话，修为也会与日俱增的。相信很快，圣人村就能出一位新的圣人了。”唐三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因为只要村子的人修为增加，寿命也会增加，他以后返回村子依旧可以见到他们。他点了点头，然后向村南跑去。等到唐三走后，陈玉皇严肃说道：“方才圣人村外好像来了5个地境蝼蚁，老萧，我们赶紧过去，莫要让他们打扰了村子的宁静，否则主人责怪下来就糟了。”玄黄道主也早就注意到了外面的地境气息，于是二话不说就和陈玉皇一起飞了过去。另一边，圣人村边缘沙漠之中，林月仙子等人直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这里是仙人坟墓吗？幻月仙子喃喃自语。苍兰老祖吞咽口水说道：“恐怕这不是什么坟墓，而是战场。3日之前黄沙天域出现的异象，应该就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场旷世大战。风雷老祖站在尸骸中间，一脸震色，到底是因为什么会让如此多的修士死于这场战争之中？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林月仙子说道：“对于我们来说，只需要知道这是一场天大的机缘就是了。”林月仙子说的没错，这是我们的大造化、大机缘。苍兰老祖兴奋道：“这些仙人生前的实力恐怕不会低于悟道境，如果用来换骨的话，我们将直接突破地境，飞升上界。”换骨吗？苍兰老祖继续说道：“而且除了这些仙人骸骨之外，此地起码有还上万件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若是将这些宝物全部带回去，可永镇宗门啊！”众人相视一眼，然后立刻取出乾坤袋，开始一边收取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一边寻找沙漠中完整的仙人骸骨。一笔天大的横财从天而降，让他们兴奋到了极点。短短半刻钟不到，3人就将这些宝物和仙人遗骸横扫一空。这是什么？在风雷老祖翻开最后一具尸骸之后，发现下面压着一块氤氲着无上之力的大印。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捡起来，看到上面浮现出4个大字：太玄界印。太玄界印。风雷老祖不懂这是什么，但是能感受得到，这个太玄界印绝对比他刚刚捡到的所有鸿蒙道宝都还要古朴且玄妙。这时候，捡得盆满钵满的4人朝着风雷老祖走来，说道：“风雷道友，你运气不错呀，这方大印看样子品级不低啊。若是搁在平时，风雷老祖手里捧着的大印，他们肯定是要抢的。但现在嘛，就没必要了。”林月仙子沉声道：“机缘已经拿到，此地不宜久留。”众人点了点头，想到了黄石镇上空曾出现过的几百道大道之力，搞不好那里面的隐士仙人与这处战场有某种关系，那就赶紧走，免得夜长梦多。5人赶紧打开一道空间裂缝。不过正当他们准备踏入进入时，不远处的圣人村有2道气息极为强大的身影冲天而起，并朝着他们飞来。林月仙子等人大惊失色，因为他们发现这2道身影伴随着的大道之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糟了，快走！林月仙子焦急大喊。但下一秒，玄黄道主和陈玉皇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前。哪里来的蝼蚁，竟敢跑到这里来偷东西？玄黄道主声如惊雷，一根手指点过去，林月仙子5人的丹田全部被封印。由于丹田被封印，他们5个无法催动灵气，因此空间裂缝也就消失了。玄黄道主缓缓走来，压迫感十足。活了数万年的大帝，在面对道主时，犹如凡人看见了神明，几乎快要吓破胆。前辈，饶命啊！风雷老祖率先顶不住了，跪地求饶。玄黄道主看到了他手中捧着的太玄界印，区区地境也敢动主人留在这儿的东西。玄黄道主怒斥道。随后他意念一动，手指间跳动着一团金色的火焰。既然你们敢来偷主人留下的东西，那就去死吧！玄黄道主二话不说，直接一指指向风雷老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玉皇顺序靠了过去，用虚空神道吸收了玄黄道主的攻击。风雷老祖被吓破了胆，其余4位大帝也差不了哪里去。老陈，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何要阻止本道主杀他们？玄黄道主十分不解，负手问道。陈玉皇摇头回答道：“老萧，你差点就酿成大错了。”酿成大错？玄黄道主听到此话后更加不能理解了。老夫杀掉这群小毛贼，是为主人分忧，何错之有？陈玉皇解释道：“老萧啊，你难道忘记主人临走前说过的话了吗？当初主人同意我俩守在圣人村，曾经说过不要捅出什么幺蛾子。”玄黄道主当然记得，所以他才和陈玉皇一起发掘了唐三这个先天道体。难道说主人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陈玉皇点了点头，说道：“老萧，我且问你，太玄界印如此重要的东西，主人为何不带走，要故意留在此地？还有，这数千太玄古界的河道真仙遗体，还有几百具的道尊境遗体，加上各种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主人为何也都不带走？其中的原因，现在你还看不清吗？”经过陈玉皇一番详细的解释，玄黄道主悟了。他看着正在瑟瑟发抖的灵月仙子5人，震色道：“原来主人早就算到了会有下界修士前来此地偷走这里的东西。”陈玉皇走到玄黄道主身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老萧，让我用搜魂大道来盘问一下这几人吧。”跪在地上的风雷老祖虽然听不明白玄黄道主和陈玉皇2人具体交流的内容，但他至少听懂了，如此强大的2位前辈居然还有一个主人，那这个主人究竟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前辈，求求您饶我一命吧，小人愿意认您为主，交出自己的生魂。陈玉皇走到风雷老祖身前，冷冷说道：“地境蝼蚁也配做我等的奴仆？”说罢，他张开手掌，一把抓住风雷老祖的脑袋，黑色的气息在风雷老祖的头顶盘旋，使得他痛苦不已。陈玉皇闭上眼睛，仔细搜索着风雷老祖生魂中的记忆。他看到了风雷圣地的位置，
还看到了此前一直在闭关的风雷老祖。原本陈玉皇以为这个7阶地境的蝼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然而在最后，他正准备收回搜魂大道的时候，看到风雷圣地之下有一颗金色的光球出现。这颗金色的光球悄悄钻进了风雷老祖的体内，并且镶嵌进了他的心脏之中。这是古神之种。陈玉皇大吃一惊，随后赶紧将一缕灵气注入到风雷老祖的心脏里面，确认了这个事实。果然是古神之种。陈玉皇喃喃自语，马上又将4道灵气注入到灵月仙子5人的体内，同样发现了他们心脏中镶嵌着的古神之种。老陈，你发现什么了？玄黄道主看到陈玉皇的脸色有些难看，疑惑问道。陈玉皇严肃回答道：老萧，古神要觉醒了。古神？玄黄道主以为陈玉皇在开玩笑呢。他看着这5个只有地境的蝼蚁，怎么也无法将其联想到古神上面去。但陈玉皇表示这就是事实，因为当初他在妖神域的时候，看到已经觉醒古神之力的林玄清也是地境，甚至那时候的林玄清修为还不如这几个7阶地境的修士。老萧，主人定然是早就知道，黄沙天域中将孕育出5尊古神。陈玉皇看着灵月仙子等人说道，只是这5人古神之种貌似还没有觉醒。玄黄道主走上前去，也探查了一番风雷老祖等人，发现的确如陈玉皇所说，他们的心脏里面都有一颗金色的古神之种。传闻古神会在纪元终结之前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这是否说明超越一切的超凡意志已经出现，我们赖以生存的古界也即将崩坏？此事事关重大，老陈，我们赶紧带着他们5个上去，让主人来处理吧。玄黄道主谨慎说道。陈玉皇伸出袖口，用束缚神道将灵月仙子5人封印了进去。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和小三儿一起去长生仙阁。说罢，两人飞回圣人村，找到了正在和唐昊告别的唐三。身为父亲，唐昊很满意唐三能够和2位仙人一起学习。当他听到唐三要返去往上界继续修行时，眼神中满是期待。可这毕竟是唐三的家乡，赖以生存的地方，临走之时依旧有些不舍。陈玉皇和玄黄道主给圣人村留下了一句话：村子如果遇到了什么危机，可以去黄石镇找一位叫做敖丙的人。随后他们带着唐三就像一颗流星一般往太虚古界飞升。另一边，太虚古界内，在乾元道主的敦促下，林玄清的古神雕像已经遍布了中州所有势力，加上太虚古界的意志亲自前来拜访林玄清，让古娜娜之神这个称号响彻了整个古界。各大势力的宗主和长老带头跪拜林玄清的神像，其余的求道境和悟道境弟子在这股浪潮下也以古娜娜之神为信仰。因此一直宅在长生仙阁内的林玄清这几日来名声值发生了指数一般的增加。系统给他发布的主线任务2只差最后几千名升值就能完成了。林玄清闭着眼兴奋地等着系统的声音。果不其然，只过了1个时辰不到，系统结算任务的声音出现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在规定时限内累积了100万名升值，主线任务2已成功完成。任务结算，点名升值。综合评价 A。 任务奖励不死不灭技能正在发放中。不死不灭，好技能啊！林玄清看着系统面板上新加入的技能，兴奋道：系统，主线任务2完成之后，岂不是说我这次真正的无敌了？之前林玄清只是拥有一套白背心和黑裤衩，其实是不太稳的，就怕有不要命的上来给的衣服裤子鞋子都给扒了或者偷了。叮，看来宿主对不死不灭这个被动技能有一些误解。林玄清脸色一变，系统，你什么意思？又坑我？叮，不死不灭顾名思义就是宿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死了之后都能原地复活。叮，换句话讲，如果宿主碰到了古神降临，打不过依旧是打不过的呀。干！林玄清就知道这个系统给的技能不靠谱，之前刚击会的秒杀大地外挂也是这样不靠谱的。不过这次的技能虽然并不无敌，但林玄清至少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别的古界溜达了，反正死不了，原地复活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林玄清正这么想着，系统的第3个主线任务也顺理成章的发布了。叮，主线任务3混沌之主已发布。任务介绍，各地的古神已经相继苏醒，各大古界即将走向终结，主角将扮演古神收割者，将所有觉醒过的古神一网打尽，最终成为混沌之主。任务奖励无敌。注意，此任务一旦完成，宿主将获得史无前例的终极技能无敌。无敌吗？系统，这次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了吧？林玄清非常清楚这个谢系统老是来套路，所以先质疑再说。叮，宿主，这次的技能无敌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敌，天上地下，混沌中烟，所向披靡，无人能挡。叮，您将成为伟大的超凡意志，主宰着这个玄幻世界的每一寸土地。系统一阵吹嘘，林玄清动心了。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成为古神收割机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貌似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于是系统清空了林玄清目前拥有的所有名升值。叮，正在给宿主的秒杀能力进行升级 loading。 LV2 秒杀界主， LV3 秒杀主神。被动技能完全免疫任意主神的任何攻击，不需要主动开启。同时 LV2 的能力依然完全保留。又升级了，但是你这扣除所有我积累的名升值，过分了吧？林玄清捂着胸口吐出一口老血，100万名升值，光是抽奖都不知道能抽多少次了。叮，难道宿主没有发现这一次的主线任务已经不需要收集名升值了吗？听系统这么一提醒，好像还真是。叮，不过宿主依旧可以传播名声，然后抽奖或者在商城里面兑换精美物品。叮，
另外，免费给宿主科普一下古神之上的境界。林玄清已知的古神一族分为先天古神和后天古神，在这之上，系统提到了古神领主、神王、神皇和至高主神。丁，先天古神握有神权，可以做到超越的古界意志，大道之力对他们的攻击没有任何用处。古神领主顾名思义，是混沌时代众神部落的首领，每一尊都握有古神的生杀神权。丁，至于神王和神皇，是站在混沌顶点的古神，至少拥有10种以上的神权。当然，最后所谓的至高主神，是指混沌时期能够对抗超凡意志的最强古神们。超凡意志，林玄清捕捉到了这个词，想起主线任务3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林玄清成为超凡意志。搞了半天，这一次他是大反派啊！可是只能秒杀主神，又有什么用呢？这就和当年他在紫霄圣地做老祖的时候一模一样，看上去牛逼哄哄，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能秒杀他。坑爹啊！系统，你确定这个任务要杀光所有苏醒的古神，成为古神收割机？以我目前的能力，这简直是地狱难度好吧？主线任务3的奖励虽然极其逆天，但任务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使得林玄清陷入了苦思之中。就在此时，从黄沙天域飞升到上界的玄黄道主和陈宇皇携带着唐三来到了长生仙阁之中。进入林玄清的居所，玄黄道主和陈宇皇立刻行主仆之礼，拱手说道：“老奴拜见主人。”林玄清看着两人身旁氤氲着大道之力的唐三，惊奇说道：“这小子怎么求道境了？”玄黄道主和陈宇皇应声回答道：“多亏了主人提醒，老奴才发现此子是天生道体啊。”林玄清暗暗想着，我什么时候提醒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天生道体太逆天了吧！林玄清本人通过签道等外挂，才勉强升级到求道境，这小子几天就突破了，还有天理吗？嗨，林玄清正襟危坐，保持着古神应该有的形象，问道：“你们飞升到长生仙阁来，不是只为了说唐三的事情吧？”玄黄道主和陈宇皇相视一眼，拍马屁说道：“主人果然明察秋毫，老奴佩服。这次飞升，自然还为了主人提醒过的第2件事情而来。”第2件事情，林玄清又懵逼了，他怎么不记得了？自己在圣人村的时候提醒过他们。陈宇皇将封印在袖里乾坤中的灵月仙子等人放了出来，他们摔在地上，不可思议地打量着林玄清所处的仙阁。这里难道就是上界太虚古界？风雷老祖趴在地上喃喃自语，他和其他几位大帝一样，寻求机缘，其实就是为了飞升太虚古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几个是以这种方式上来的。陈宇皇封住了5人的丹田，严肃说道：“主人，我们守在圣人村没过几日，他们几个就前来偷您留在沙漠中的太玄界印。老奴仔细探查后发现，这5人的体内竟然都埋藏着金色的古神之种。”你说什么？林玄清刚刚才接了主线任务3，就有5位尚未觉醒的古神送上门来。古神之种，如果提前灭杀，算不算击杀古神？丁，宿主的这个问题问得很蠢。这么说来，无论觉醒与否，其实都是算的，对吗？林玄清追问道。丁，沉眠的古神数量是有限的，宿主若是能够在他们觉醒之前完成击杀，未来会减少很多压力。懂了。林玄清听完后，看向趴在地上求饶的灵月仙子5人，然后对玄黄道主说道：“把他们心脏中的古神之种取出来吧。”尽管灵月仙子5人并不明白古神之种究竟是什么，但他们隐隐猜测，如果心脏中的那个金色的小球被挖出来的话，定然是凶多吉少，不死也要掉层皮。于是，在玄黄道主准备动手之前，他们5个疯狂的求饶：“这位前辈，我们并不知道那沙漠中的宝物全是您留下的呀。所谓不知者无罪，还请前辈饶过我们吧。”就连不善言辞的影杀大帝此时都开口求饶了：“前辈，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聒噪！玄黄道主走上前来，一把抓起灵月仙子的头发，然后伸出手臂，对着他的胸口直接掏了进去。灵月仙子发出痛苦的嚎叫，在仙阁内回荡。玄黄道主动作干净利落，3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就直接将灵月仙子体内的那颗金色的古神之种取了出来。7阶地境的灵月仙子在这一刻一命呜呼，成为了一具尸体。正常情况下，地境修士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是可以修复心脏的，但问题就在于这颗金色的古神之种长年累月的在他的体内汲取生机，导致一旦他被取出，宿主立刻就会死去。玄黄道主像扔垃圾一样将灵月仙子的尸体扔到地板上，这一幕吓坏了其余4位大帝。他们猜测的没错，古神之种被取出之后必死无疑。下一个，你们谁先来？玄黄道主像死神降临一般冷冷说道。他们4个被封锁了丹田，和凡人别无二致，想逃都逃不掉。玄黄道主见无人应答，直接上前抓起了幻月仙子的头发。幻月仙子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惊声尖叫道：“不要杀我！”玄黄道主面无表情的说道：“女士优先。”随后他的左臂直接插进了幻月仙子的胸膛，将嵌在心脏中的金色古神之种给取了出来。下一个，玄黄道主继续逮住了风雷老祖。风雷老祖都还来不及求饶，玄黄道主就已经将其古神之种给取了出来。至于剩下的苍兰老祖和影杀大帝，玄黄道主搞得更快，2人加起来都还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就搞定了。此刻5颗金色的古神之种被玄黄道主捧在手中，呈给了林玄清。丁，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古神之种收集者。任务介绍：从各个古界找寻寄宿在修士体内的古神之种，在其觉醒之前将其取出。收集进度51000。任务奖励：随机增加1条秒杀主神的新概念。林玄清看到面板上新增的任务，
略微有些惊讶需要收集的古神之种的数量。系统，你没搞错吧？要收集整整1000克才算完成任务。混沌时代的古神数量有这么多吗？丁，经过本系统的测算，目前全部古界之中正在沉眠的古神数量保守估计有10万以上。什么？10万以上？就这？你要让我把他们全部杀光？林玄清傻了。丁，所以本系统建议宿主尽量在他们觉醒之前将其干掉，否则主线任务3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好吧。林玄清接过玄黄道主呈上来的5颗金色小球，放入乾坤袋中。你们做得很不错，都是老奴分内之事。林玄清站起身来，摇了摇头。不过还不够，从现在开始，你们立刻前往各个下界天域，继续搜寻尚未觉醒的古神之种。一旦发现，无需有任何顾虑，直接将寄宿在修士体内的古神之种取出。听到林玄清下达这样的命令，玄黄道主和陈玉皇两人顿时忧心忡忡。陈玉皇暗暗传音玄黄道主，看来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一个大的纪元要终结了。玄黄道主点了点头，古神大批量觉醒，无论是对于人族修士还是妖族修士，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混沌时代来临，希望我们跟着主人是正确的吧。两人简短的交流之后，将林玄清的命令接下。他们临走之前，林玄清还特意强调，这件事情办得越快越好。另外，太虚古界找不到，就去别的古界寻找，希望能尽快收集完1000克古神之种吧。林玄清坐回位置上，发现唐三还老老实实的待在仙阁内。很显然，刚刚玄黄道主的一番掏心窝子，把幼小的唐三给吓到了。尽管他已经是个求道境的修士了。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收徒任务天卷之徒，任务目标收下唐三为徒，任务奖励名声值3倍卡星号1。今日什么情况？居然触发了2次任务。林玄清想起了上一次遇见亡灵时，系统发布的收徒任务名为逆天之徒。这次这个唐三是天卷之徒，听上去有种气运之子的感觉啊。然后林玄清又看到了这次收徒任务的奖励名声值3倍卡，他这才想起自己背包里面还有好多张名声值翻倍的卡没有使用。看着还在发呆的唐三，林玄清沉声说道：唐三，你这像了。唐三被林玄清的这句话惊醒，忽然反应过来，刚刚自己的心境有些不稳。所谓修仙一途本来就是弱肉强食，这种事情每天每夜都在发生，而他刚刚居然对一群偷东西的贼生出了怜悯之心。数息之后，唐三平复了心境，跪在林玄清面前。林玄清见状，诚实说道：唐三，你可以愿意拜我为师？拜师？唐三听到这句话后，内心一怔，萧爷爷和陈爷爷所认之主要收我为徒，唐三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唐三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答应了林玄清，拜他为师。他跪在地上，对着林玄清连磕了好几个响头。丁，隐藏任务天卷之图已完成，名声值3倍卡星号1。小三儿，你起来吧。虽说现在的名声值加成卡用处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但能攒一张是一张，说不定以后就有用了呢。小三儿，你的拜师礼，为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林玄清看着仙阁内灵月仙子等人的尸体，眯眼说道：看到他们身上的乾坤袋了吗？里面有上万的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这些资源已经足够你接下来从求道境修炼到界主境了。至于太玄界印，我打算将其留给亡灵。当初他拜师时，为师虽然也给他准备的拜师礼，但与你的比起来太过于寒碜，所以我决定将太玄界印赐给他。你可有怨言？唐三当然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毕竟这上万的鸿蒙道宝和鸿蒙道丹，其价值不比太玄界印差。不过唐三也知道，凭借师尊的通天手段，这些修炼资源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了。毕竟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大师兄一直处于师尊的放养状态，师尊却还是打算把太玄界印赐给他，这说明这个大师兄将来必入界主境。弟子多谢师尊。唐三恭恭敬敬的再给林玄清磕了几个响头。很好。林玄清走到唐三身旁，将他扶起，小三儿，起来吧。唐三见师尊亲自来扶，受宠若惊，赶紧站了起来。师尊，其实弟子有个疑问，但说无妨。不知大师兄现在何处，弟子能否见一见？听到唐三问出这个问题，林玄清忽然想到了之前请长生道主下北海天域去紫霄圣地的事情。如今已经过去了好多时日了，长生道主居然还未带着紫霄圣地的众人返回长生仙阁，这顿时给了林玄清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凭长生道主那道主境的修为，恐怕半日不到就能携带紫霄圣地所有封主和长老飞升到太虚古界。难道是出事了？林玄清喃喃自语，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唐三不明白为何自己只是问到了大师兄的事，师尊突然出现了这种表情。师尊，弟子是不是说错什么了？唐三小心翼翼地问道。林玄清将双手拍在唐三的肩上，表情凝重。小三儿，你没有做错什么，恰恰相反，是你提醒了为师。你不是想见你的大师兄亡灵吗？林玄清接着说道。现在就跟为师一起去妖神域一趟。妖神域？唐三不明白妖神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深不可测的师尊反应如此之大，但他至少明白一件事，师尊压抑着一种很恐怖的情绪。林玄清催动自己的人字拖，右手直接将幼小的唐三给提起。他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唐三一起慢悠悠地返回北海天域，于是说道：小三儿，速度可能有点快，你要抓紧为师。如今妖神域已经成为了一方完整的天域，因此他和其他天域一样，地境之上的修士也是可以进入的。林玄清提拎着唐三，在人字拖的超速转移下，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返回了紫霄圣地。
然而，紫霄圣地现在的模样与林玄清飞升之时相差甚远。准确的说，紫霄圣地如今已是一片破败萧索的模样。林玄清带着唐三站在苍穹之上，看到了一半以上的圣峰被夷为平地，弟子和长老们的尸体杂乱无序地从山门堆积到了太虚宫，如同炼狱一般，一片狼藉。这是幼小的唐三第二次看到尸山血海，他不由自主地想要作呕。此刻的林玄清紧握着拳头，愤怒油然而生。这100年以来，林玄清几乎所有的光阴都在紫霄圣地度过，尽管那时候的他毫无修为，只能整天绷着脸装高手，但是林玄清毕竟是紫霄圣地的老祖，哪怕过去的他有再多的怨言，那又如何呢？山门被破，弟子被屠，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林玄清系统激活后，更是让紫霄圣地成为了天域之中最强大的势力，而且他还收了黑心虎为坐骑，之后又娶了北海大帝为妻，并且有了孩子。可眼前紫霄圣地这一副破败萧索的模样，让林玄清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一炬。短暂的缅怀结束后，林玄清沉声说道：“小三儿，跟我一起下去。”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在林玄清的带领下，两人率先到了太虚宫。太虚宫周围全是圣地封主或是长老的尸体，其中有好几个林玄清都比较熟悉，比如玄翼峰峰主秦立、灵神峰峰主赵达等。不过令林玄清意外的是，圣地被屠后，太虚宫居然完好无损。走，跟为师进去。林玄清一脚踢开太虚宫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更多的尸首，这些尸首堆积如山，几乎快要将整座太虚宫给填满了。这一刻，林玄清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熊熊怒火了，因为灭掉紫霄圣地的敌人很显然是知道林玄清的存在的，他们将整个紫霄圣地打得支离破碎，唯独让太虚宫完好无损，并且塞满尸首，显然是在对林玄清发出挑衅。唐三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这一次他直接吐了。林玄清独自走了进去，试图去寻找某些线索，没有长生道主的尸体，也没有北海大帝的尸体，这说明长生道主很可能带走老婆离开了。不对，林玄清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长生道主若是带着他离开了，定然会率先返回长生仙阁寻求庇护。可现在的情况是，他与老婆都失踪了，下落不明。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了：“丁，宿主可以打开道侣功能的面板，确定道侣和子嗣的状态。”情急之下，我差点将这个忘了。林玄清赶紧打开道侣功能，发现张柳一正处于虚弱状态。庆幸的是，北海大帝还活着，只不过道侣功能面板上他的状态值在渐渐变得糟糕，已经快要到濒死的临界点。系统，你能帮我定位他现在的位置吗？林玄清保持冷静，询问道。丁，正在为宿主定位道侣位置 loading。 这一次系统罕见的没有收取林玄清一分一毛的名声值。林玄清脑海中的古界地图上，除了那些被标注出来的界主之外，立刻多出了一个鲜红色的小点。丁，定位已成功，检测到张柳一正在魂虚古界炼魂域中。炼魂域，林玄清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他追问系统，这个炼魂域是一座监狱还是一个势力？丁，炼魂域既是监狱又是势力。系统，麻烦你说详细一些。系统面板上自动弹出炼魂域相关的信息，名称炼魂域，归属魂虚古界，创建者秦昊。基本信息：魂虚古界界主秦昊主宰炼魂域，因所修炼之大道和功法特殊，经常收割强大修士的灵魂，导致整个魂虚古界几乎成为了修仙者的坟墓。魂虚古界，秦昊。林玄清听到这两个词，总觉得自己在哪里听过。他仔细搜索自己脑海中的记忆，片刻之后找到了答案。天逆珠子，林玄清几乎是喊出来的。他想起来了，当初在收下亡灵之前，天逆珠子里面寄居着的那道灵魂，曾经就提到了魂虚古界和炼魂功法。难道说那魂虚古界的界主就是为了天逆珠子而来？可天逆珠子只是一件鸿蒙道宝而已，就算有道主级，也不至于被一名界主如此的重视。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一定还有。林玄清陷入了思考之中。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如果是魂虚古界的界主派人动的手，那他们是如何越过古界意志的限制，自由穿梭于两个古界之间的呢？林玄清暂时想到了两种可能：其一，太虚古界的天幕可能存在某处未知的漏洞；其二，魂虚古界已经有古神觉醒，可以无视古界的意志，自由穿梭两个古界。显然，第一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前不久太玄古界的叶玄才带人攻打了太虚古界，如果有某处没被发现的漏洞的话，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所以，其实摆在林玄清面前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魂虚古界中很可能已经有古神出现了觉醒，并且已经准确地盯上了他。到底是为了天逆珠子，还是为了我呢？林玄清喃喃自语，不知不觉的又一次陷入了困惑之中。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冲破了林玄清困在死胡同中的思绪。丁，既然宿主如此烦恼，何不问问万能的系统呢？丁，放心，这次是免费的哦。林玄清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今天系统怎么回事，竟然如此通情达理了？这都不像是系统的风格了，毕竟往常随便找系统帮忙都要扣除大量的名声值。系统，看来我最离不开的还得是你啊。林玄清长叹一声，感叹道。丁，宿主不要误会，本系统只是想让宿主早点完成主线任务3而已。对，我知道了。林玄清微笑着，心里突然觉得暖暖的。这些系统其实有时候还是挺靠谱的。那请问系统大佬，您能告诉我紫霄圣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死者苏生现实卡星号1。系统突然给林玄清发了一张类似于民生值双倍卡的卡片到背包中，他点开死者苏生现实卡，仔细阅读着上面的功能介绍。死者苏生现实卡可暂时复活一名死者1刻钟，复活后的死者没有自我意识，但可以进行搜魂。谢了。丁，大恩不言谢。其实林玄清早就在想搜魂的事情了，但搜魂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人活着，所以他才十分苦恼。但现在有了这张死者苏生现实卡后，一切的障碍就都扫除了。小三儿，你过来一下。林玄清回头看着干呕不止的唐三，吩咐道：为师交给你一个任务，务必要完成。唐三这才缓过神来，师尊，弟子在。林玄清点了点头，以你现在的修为，在这片天域中应该没有敌手。我将妖神域中各大势力的位置告知于你，你按照顺序将各大势力的长老、宗主和老祖全部请到紫霄圣地来，为师有话要问他们。林玄清说这话时，请字说得格外用力。师尊，若他们不来怎么办？唐三问道。林玄清冰冷回答道：若是不来，说明心中有鬼，无论是谁，就地杀掉，以儆效尤。唐三心头一颤，因为他别说杀人了，连鸡都没有杀过。林玄清则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小三儿，这也是为师给你准备的第一堂课，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为师对你的期望。唐三狠下决心，心里说道：师尊，您放心，弟子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去吧。说罢，唐三撕开空间甬道，按照林玄清给的势力具体位置，率先去了无极圣地。等到唐三走后，林玄清开始判断这些尸骨死亡的先后顺序，毕竟最后一个死去的修士所看到的信息是最多的。从太虚宫到紫霄宝殿，再到其余圣峰，林玄清只花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通过血迹等诸多打斗痕迹的细节，基本判断出最后的战场就是太虚宫。但太虚宫里面堆积的尸首却不是最后一批死去的修士，他们都是被敌人故意塞进去示威的。经过林玄清最后的筛查，最后决定把死者苏生现实卡用到太虚宫门口的玄翼峰峰主秦力的身上。死者苏生现实卡使用成功，伴随着系统清脆的播报声音，身体已经支离破碎的秦力忽然睁开了眼睛。林玄清伸出左臂，张开五指，紧紧抓住他的头颅。这一刻，有关紫霄圣地的诸多记忆如同潮水一般涌入林玄清的脑海之中。林玄清的眼神此刻也变得愈发的凌厉起来。在秦力的记忆中，林玄清首先看到的是一道浑身上下都环绕着强大黑气的身影，他很利落地降临到了玄翼峰上。当时玄翼峰上的正在修炼的弟子们全部都来不及反应，仅仅只是一个照面，这道黑影就摄走了玄他们的生魂。见到这惊悚一幕的长老们大惊失色，合力动手想要抵抗，却是无能为力。黑色身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走到哪里就杀到哪里，就像切瓜砍菜。玄翼峰上所有的武君境、圣人境长老最终都是一个结局，顷刻间毙命，然后化为一具尸骨。要不是地境的秦力提前打开了空间裂缝，否则他也早就成为了黑影手下的亡魂。此人难道就是魂虚古界界主秦昊？在秦力的记忆中，林玄清试图看清黑影的面孔，但发现根本做不到。他猜测这个人应该是运用了某种大道之力，遮蔽了所有的特征，导致地境的秦力根本没有办法看清黑影下隐藏着的具体面孔。林玄清继续看下去，发现秦力踏入空间裂缝之后，刚刚抵达紫霄宝殿，正准备给紫战天禀报之时，整座紫霄宝殿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那是一片旺盛的黑炎，无论是圣人还是大地，只要沾上这火焰一分一毫，瞬间就会化为灰烬。驻守紫霄宝殿的峰主和长老们几乎死伤殆尽，最后只剩下紫战天、苏晴雪和烈阳老祖3人还活着。只不过他们3个现在正被3位身披金甲的红脸战士如提孩童一般提在手上，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还活着的灵神峰峰主赵达见到秦力来了，赶紧飞扑过来，拽着他一起往太虚宫的方向逃。秦峰主，快走！秦力根本来不及思考自己看到的一切，转眼间就跟随赵达一起来到了太虚宫。庆幸的是，此时的太虚宫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太虚宫外，王林正在闭目修炼，因为有天逆珠子的关系，他的修为已经快要突破至地境了。王世祖，出大事了！圣地有来历不明的强敌入侵，各大圣峰的弟子均被屠戮得一干二净，就连紫霄宝殿都已经被未知的神火给烧毁了。正在闭目修炼的王林猛然睁开眼睛，惊诧道：赵峰主，你莫非是在开玩笑？一旁的秦力赶紧补充道：王师祖，赵峰主所言没有半句是假，弟子恳请您赶紧与老祖夫人一起暂时离开圣地。说到这里，秦力和赵达2人同时跪在了王林的面前。紫霄圣地是有北海大帝这个求道境坐镇的，能让秦力和赵达2人绝望到请求北海大帝都要逃走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怪物？这一瞬间，王林懂了，但他现在想要通知北海大帝撤走，已经晚了。因此此时，那道最初降临在玄翼峰上环绕着雄浑黑气的身影，已经来到了太虚宫。原来老夫的天逆珠在你的手上。黑影苍穹之上，俯视着王林3人，就像在看蝼蚁一般。王林催动自己圣人境巅峰的修为，想要探查这道黑影的具体修为。然而他只是抬头看了黑影一眼，自己的道心差点就崩溃了。因为在王林探查的那一瞬间，黑影也催动了修为，让王林仿佛置身于无垠的沧海之中。在那辽阔且没有尽头的修为海里，王林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王师祖，您赶紧走！王林恍惚之间，秦力和赵达发出一声暴喝，并且挡在了他的身前。王林这才意识到刚刚自己走神了。秦力和赵达2人爆发出全部的地境修为，
如同2颗流星一般义无反顾地冲上天空。黑影见状，有些玩味地说道：“区区萤火，也敢与皓月争辉？”说罢，他伸出左手食指，轻轻一点，一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秦丽和赵达2人的生魂就被他射走。他们2个尸体从高处陨落下来，摔得支离破碎，正好落到亡灵的面前。记忆读取到这里，画面戛然而止。死者苏生现世卡的时限也恰好在这个时间结束。林玄清微微有些动容，内心五味杂陈。犹记得紫霄圣地第一次遭遇危机时，圣地中的长老全是墙头草，但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秦封主、赵封主，本老祖会记住你们的名字的。等我调查清楚之后，很快我就会亲自杀到魂虚谷界去，让你们的灵魂得到安息。说罢，林玄清走出太虚宫，然后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云朵。现在他需要等的就是唐三那边的消息了。紫霄圣地被灭之时，这些势力究竟在干什么呢？另一边，唐三按照林玄清给的势力位置，先来到了无极圣地。无极圣地由于无极老祖已死，现在整个圣地中修为最高的也就是圣主而已。幼小的唐三站在苍穹之上，毫不客气地喊道：“师尊有令，无极圣地的圣主、长老和老祖立刻前去紫霄圣地拜谒。”唐三的声音中蕴含着大道之力，无极圣地修为较低的长老听见之后，直接七窍流血，差点昏死过去。如今的无极圣主正在闭关冲击地境，听到唐三的声音后，差点直接走火入魔。他倒不是因为忍受不了那一丝大道之力，而是被唐三话中的紫霄圣地4个字所震慑住了。紫霄圣地被灭一事，天域中所有大势力其实都脱不了干系，所以他之前一直都是寝食难安，害怕紫霄老祖返回后清算。唐三见紫霄圣地无人应答，于是又喊了一遍。他想起了自己临行时师尊嘱托过的话，如果有人拒绝前往紫霄圣地，就地诛杀。所以唐三只准备给无极圣地2次机会。不过在他第2次喊过之后，无极圣主很知趣的出了关，快速的飞了上来。无极圣主仔细打量着幼小的唐三，一脸的不可思议。修士的外貌虽然难以判断年纪，但骨龄却无法作假。无极圣主一眼就看出眼前的这个孩子骨龄不超过8岁，然而一个8岁都不到的孩子，修为竟然远高于他，甚至让他有一种在面对北海大地的感觉。前辈大驾光临，晚辈有失远迎，还望多多海涵。无极圣主小心翼翼的躬身说道：“你是？晚辈是无极圣地新任圣主，圣号天仪。”无极圣主赶紧自我介绍：“哦，你是无极圣主？”唐三追问道：“你们圣地其他人呢？”前辈，您的意思是？师尊说了，除了你之外，其余长老和老祖均需前往紫霄圣地拜谒。无极圣主一副难堪的模样：“前辈，我圣地诸多长老都在闭死关，突然被要求前往紫霄圣地，恐怕有些不方便。”唐三继续说道：“师尊还说了，如果有人胆敢拒绝，就让我直接将其诛杀。这，敢问尊师是？你们去了便知。”说罢，唐三替无极圣主打开一条通往紫霄圣地的空间甬道。无极圣主看着自己面前的空间甬道，仿佛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无极圣主，你的时间不多，请尽快按照要求将圣地上下所有长老都带到紫霄圣地。如果有人耍花样，我会先灭了无极圣地，再将他追杀到天涯海角。幼小的唐三一脸天真的模样，却说着最狠的话，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无极圣主感到恐惧。晚辈明白了。无极圣主点头说道，知道这一劫肯定是躲不过去了。处理好了无极圣地，唐三立刻去了缥缈圣地。唐三如法炮制，在缥缈圣地上空开启了一道通往紫霄圣地的空间甬道。缥缈圣主也和无极圣主一样，一开始都是以长老闭关为由，想要推脱拜谒的事。唐三同样告知了缥缈圣地，若是不去，后果自负。于是缥缈圣主也不敢再推脱了。妖神域中现存的大势力其实并不多，毕竟当初的7大世家和3大神教军已经覆灭，所以唐三只需要跑完剩下的几个圣地，就算完成任务了。不过这些圣地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老实的，比如一元圣地的圣主突破地境后，带领着10几位圣人境长老企图跟唐三碰一碰，结果被求道境的唐三无情碾压。当然，这也是唐三第一次杀人。另一边，紫霄圣地，林玄清站在紫霄峰巅，仰头凝视着唐三开启的数个空间甬道。他神情凝重，沉默不语，因为他的身后就是已成灰烬的紫霄宝殿。很快，各大圣地的圣主和长老都穿越了空间甬道，来到了紫霄峰上空。他们一眼就看到了伫立在山巅的林玄清，先是震惊，然后赶紧落了下来。我等拜见紫霄老祖。霎时间，上千位修士整整齐齐地跪在林玄清面前。林玄清面无表情，只是低头看着他们。原本紫霄老祖突然从上界返回天域，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忐忑不安了，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清楚，紫霄老祖很明显就是为了紫霄圣地被灭一事而来。现在林玄清一言不发，进而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师尊，我回来了。片刻后，唐三穿越空间甬道，也回到了紫霄圣地。此时林玄清才开口说第一句话：小三儿，你到为师身边来。唐三老老实实的降落到林玄清身旁。随后林玄清对跪在他面前的众修士问道：说吧，我紫霄圣地被灭之事，你们知道多少？面对林玄清的提问，这些修士脸上表情各异，东张西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回答。林玄清见状，沉声说道：我的耐心的是有限的，若你们实在不愿意讲，那就休怪本老祖对你们进行搜魂了。众修士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自家圣地的圣主。几名圣主互相对视一眼后，由无极圣主领头说道：回紫霄老祖的话，
紫霄圣地当时覆灭的太过突然和离奇，其实我等知道的信息也不多，是吗？林玄清直视无极圣主的眼睛，直接惊出他一身冷汗。无极圣主赶紧重新组织语言，说道：“刚刚晚辈重新回忆了一下，紫霄圣地覆灭当天，有人曾经看到天域中来了一个陌生修士。这个陌生修士浑身环绕着黑色气息，看不清脸庞，但修为十分强大。如果晚辈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陌生修士应该就是紫霄圣地覆灭的元凶。”林玄清点了点头，走到无极圣主身前。无极圣主吞咽了口水，额头上的汗珠沿着脸颊和下巴一滴一滴的落到地面。既然你说有人看到过这个陌生修士，那是谁看到过？现在在哪里？林玄清冰冷问道。无极圣主忐忑回答道：“那个修士是散修，晚辈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散修？林玄清冷哼一声，然后一把抓住无极圣主。他直视着无极圣主的眼睛，说道：“你在撒谎。”无极圣主瞬间感觉不妙，想要催动修为抽身逃跑，但林玄清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封锁了他的丹田。看来我猜的没错，这件事情果然和你们有关。林玄清抓紧无极圣主的头颅，施展搜魂秘法。这一刻，无极圣主痛苦的嚎叫响彻整座紫霄峰巅。林玄清毫不留手地抽干了他所有的记忆，将其攥在手中。至于无极圣主，则是在这搜魂的折磨之下变成了一个白痴。林玄清暂时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扔到人群之中。这群修士看到无极圣主的惨状之后，纷纷低下了头颅。他们知道这下瞒不过了，他们完蛋了。紫霄老祖，饶命啊！人群之中，一位来自缥缈圣地的五军境长老率先求饶。那些事情全部都是圣主和大长老他们做的，与我们无关啊。对，我们也是后面才知情的，全都是圣主他们干的。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很快，林玄清的耳朵环绕着的全都是求饶的声音。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各自势力的圣主和少数几位权势最大的长老，卯足了气力撇清自己的关系。林玄清自然不会信他们为了保命的鬼话，毕竟无极圣主的记忆还在他手里。小三儿，看着他们，为师要读取刚刚搜到的记忆。是，师尊。唐三应声道。随后，他施展出刚刚步入求道境领悟到的西木神道，将紫霄峰上跪着的所有修士全部困在一座木质的牢笼之中。林玄清闭上眼睛，开始探查无极圣主的全部回忆。林玄清率先看到的是一处无极圣地的秘境，秘境之中，上一任无极圣主被附加了禁制的铁锁捆住，奄奄一息。新任的无极圣主与圣地中的3位元老级别的长老一起，从秘境中倒出来了一方看上去十分古朴的木盒。刘长青这个老东西一直不肯同意将这盒子从秘境中取出，如果早点取出来，我无极圣地早就崛起了，哪里还有紫霄圣的什么事？新任的无极圣主捧着盒子，和3位长老一同进入了一间密室之中。然后他将木盒放到石桌上面，轻声说道：“3位长老，我可说好了，打开这个盒子之后，无论发生什么，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若是有人打了退堂鼓，或是有人想要退出，休怪本圣主翻脸不认人。”呵呵呵，圣主哪里话？若是我们3人有什么意的话，岂会和圣主您一起锁住老圣主？无极圣主点了点头，微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打开这盒子吧。”林玄清看到他往盒子的锁上面滴了一滴血，那滴血瞬间融进了木盒之中，盒子上尘封不知多少岁月的禁制就这样被解开了。无极圣主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只见里面除了一颗红色的小珠子之外，其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什么？无极圣主将红色珠子拿起来仔细观察，发现它既不是丹药，也不像灵宝。围在石桌旁边的另外3位长老也看不出这颗红色的小珠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只有历代圣主才配知道的秘密。无极圣主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这玩意儿无论怎么看都不像可以振兴圣地的东西。然而就在他满心怀疑的时候，这颗红色的小珠子忽然向上窜去，密室的石墙直接被他洞穿，吓了无极圣主等人一跳。这竟然是活物！无极圣主平复心境之后，立刻说道：“3位长老，快跟我一起将他给抓回来。”说罢，他们4个化为一道青烟，顺着红色小珠子破坏的洞口跟了上去。红色小珠子的威力很大，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就将整个秘境给洞穿了。然后他一直往上飞，一直往上飞，直到接近妖神域的天幕。轰隆！那一日，无极圣地上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不明真相的弟子还以为那只是一次晴天霹雳，可事实上，那声巨响就是紫霄圣地覆灭的源头。妖神域的天幕碎了。圣主，你看，那是什么？飞到半空中的3位长老仰望着碎裂的天幕，猛地看见了一个人影。无极圣主也看到了，但他一开始以为那只是幻觉，但随着他们越来越靠近，那个人影就越来越清晰。最后，他们终于确认了，那碎裂的天幕中间的确站着一个人，而且那是一个周身都环绕着特殊光环的人。无极圣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人的心脏就是他们从木盒中取出的那颗红色珠子。红色珠子长出了一根又一根鲜红的血管，连结成了一个整体，里面流动着一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能量。无极圣主看得目瞪口呆，他不由得怀疑自己看到的真的是个人吗？前辈，晚辈是无极圣地这一任圣主。无极圣主的声音有些颤抖，因为这个由红色珠子形成的人压迫感实在是太大了。他敢肯定，即便是求道境的北海大帝出手，也不是他的对手。晚辈唤醒前辈，是想请前辈助晚辈一臂之力，振兴无极圣地。无极圣主小心翼翼地说了很多，但他并没有任何回应。忽然，他举起右手，对着无极圣主就是一指。
这一指运，无极圣主四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力量。无极圣主四人惊愕之间，以为自己死定了，但实际上他的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身后的妖神御天道化身。此刻，妖神御天道化身出现，试图修补缺漏的天幕，但直接被他一指给击散。天道都被击散了。无极圣主被他展现出来的力量所感到震撼。尽管天道并不是真的死了，但天道既然没有再次聚拢，说明是惧怕他的。记忆读取到这里，林玄清已经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了，因为他比这里所有人都清楚，那颗红色的珠子是一枚古神之种，而且和金色的古神之种不同，它不需要寄居在活体修士的心脏之中，直接就能完成觉醒。换而言之，红色的古神之种是活的。林玄清怒了，但他并没有明显的表露出自己的情绪，他直接将另外几个圣地的圣主给抓了过来，对他们使用了搜魂秘法。一串又一串记忆拼接在一起，林玄清终于查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妖神域中，这种红色的古神之种居然有5颗，金色的古神之种更是超过了10颗。无极圣主则是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觉醒后的古神给予他们恩赐，承诺帮助他们覆灭紫霄圣地，但代价就是他们的身上会被刻上黑色的奴印，成为神永远的奴隶。所以其实现在紫霄峰上这上千名修士身上刻印着所谓的古神留下的标记。至于魂虚古界的界主秦昊，似乎也是古神的奴隶之一。你们不配为人族。林玄清淡淡说道，杀心已起，他要用最残忍的3000大道去祭奠紫霄圣地逝去的那么多的亡魂。万古神道，去！林玄清意念一动，西木神道围成的牢笼中出现了无数的蛊虫，这些蛊虫如同潮水一般涌上他们的身体，然后钻进他们全身上下每一处缝隙之中。他们不会立刻死去，而是在幻觉中被蛊虫痛苦的蚕食，直到一干二净。但对于林玄清来说，这还不够，清算才刚刚开始。丁，宿主已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击杀魂虚古界界主。任务目标：前往魂虚古界，找到魂虚古界界主秦昊，将其击杀。任务奖励：做其进阶单星号100。特殊任务道具：精神杵星号1。林玄清处理完这群修士之后，正在思考前往魂虚古界的事情，系统就发布相关任务了。又是一个秒杀界主的任务，但和之前的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道具精神杵。林玄清点击道具图标，查看信息。精神杵，混沌至宝，可以砸碎天幕，击杀先天古神和后天古神。很简单的介绍，但这正是林玄清想要的。这一下就解决了林玄清的2大难题：如何进入魂虚古界和如何战胜觉醒后的古神。小三儿，你先返回长生仙阁，为师要去将你的大师兄还有师娘他们带回来。林玄清摸了摸唐三的额头，轻声说道。唐三心里面是想跟着林玄清一起去的，但他也知道自己修为不够，去了也是拖师尊的后腿，所以只好老老实实的等林玄清回来。简单的道别之后，林玄清催动人字拖朝着域外战场飞去。所谓域外战场，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虚无。林玄清升起一团火焰，在这漆黑中缓缓前行。距离太虚古界最近的一个古界，就是此前被林玄清重创的太玄古界。所以当初叶璇等人进攻太虚古界的时候，不会在域外战场上迷失方向。但魂虚古界相距太虚古界就很远了，若没有确切的地图的话，修士很容易在虚无中丧失方向，而一旦迷失方向，等待他们的就是绝望，然后死亡。林玄清一路前行，就看到了不少修士的骸骨在虚无中漂浮着，与其叫域外战场，不如叫域外坟场，恐怕还更贴切一些。林玄清感叹道：那是什么？林玄清忽然发现漂浮着的尸骸远处有什么东西在隐隐约约的闪烁，他疑惑之时，那东西似乎以极快的速度在向他靠近。7、8个呼吸后，林玄清终于看清，那闪烁发光的东西原来是一双眼睛，而那双眼睛的拥有者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它的躯体上长满了赤色的肉球，看上去十分恶心。这种地方居然还有活物，还有这是什么东西？是妖兽吗？他挡在了林玄清前往魂虚古界的必经之路上，对着林玄清吐出一堆粘液。这粘液散发着诡异的绿光，并且还伴有一种奇怪的味道。那些漂浮着的尸骸只是接触到了一点点粘液，瞬间就被融化。虽然林玄清已不死不灭，但还没有必要被这种恶心的东西给击中。他赶紧催动人字拖快速躲开。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前往魂虚古界，所以林玄清不想在这种未知生物上浪费时间。但他继续向前后不久，又看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怪物。这一只也挡在林玄清的前面，对着林玄清发起了攻击。一口粘液吐出，林玄清闪身躲开。系统，这恶心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丁，这其实是古神的一种宠物，名为横害。什么？你说这玩意儿是古神的宠物？古神的口味儿也太重了点吧？林玄清无力吐槽这横害的样貌了，那是要多惊悚就有多惊悚。他不由得联想到，如果古神的宠物长得就这么抽象，那古神是不是长得更加抽象？丁，如果宿主看不下去的话，可以使用精神杵将其击杀。算了，杀他们我怕脏了我的手。林玄清还是打算避开他们，先进入魂虚古界再说。但是他越靠近魂虚古界，这所谓的横害就越来越多。当林玄清来到魂虚古界天幕之外时，直接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了。这是假的吧？林玄清看到魂虚古界的天幕上密密麻麻趴着的全是这恶心的横害，其数量根本数不清，恐怕至少有100万之数，或许更多。林玄清吞咽着口水，自言自语道：看来魂虚古界已经成了古神的游乐场了。
他深吸一口气后，从背包中取出金神杵，然后缓缓靠近天幕。与此同时，天幕上趴着的横害也嗅到了林玄清的气味。霎时间，无数的横害如同潮水一般朝着林玄清涌来。林玄清挥动金神杵，在黑压压一片中用力横扫，横害们的躯体就像烂肉一般被林玄清给划开，然后不断落入虚无之中。100只、1000只、10000只，林玄清催动人字拖，在横害群中不停地穿梭，不知道杀了多少只。可恶，这也太多了！林玄清每次想要用金神杵击碎天幕时，就会有新的横害前来挡路，所以他一直在和他们纠缠，迟迟不能进入其中。无奈之下，林玄清只好选择使用自己的被动技能不死不灭。他闭上眼睛冲了进去，故意被横害们吐出来的粘液给击中。随后，在强烈的灼烧痛感中，林玄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这粘液渐渐腐蚀融化。不死不灭已触发，如同做了一场梦一般。虚空中，林玄清猛然睁开眼睛，不死不灭的被动技能让他瞬间复活。此刻，林玄清已经足够靠近天幕，他的战术成功了。这玩意儿可真 TMD 的恶心啊！林玄清发誓自己绝对不要再体验一次被横害的粘液给吐中了。他挥动金神杵，重重砸向魂虚古界的天幕。轰隆！一声巨响下，巨大的震荡波将林玄清周围的横害给掀飞。魂虚古界的天幕直接被金神杵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林玄清赶紧进入其中，迫不及待地赶往地图上标记的炼魂域。炼魂域在魂虚古界的中州，林玄清敲碎的天幕正好就是这一块，所以其实他现在距离炼魂域已经很近了。然而，让林玄清没有想到的是，魂虚古界的中州早已成为了炼狱，因为他看到了更加令人作呕的东西。苍穹下，林玄清看到了难以想象的画面。魂虚古界的中州，无数的修士被撕下了人皮，切开了血肉，像晾肉干一样挂在屋顶，一眼望过去看不到尽头。魂虚古界已经被古神支配了吗？林玄清敢断定，如今的魂虚古界应该没有多少人族修士还活着了，就算有，应该也就是和魂虚古界的界主一样，成为了古神的奴隶。可是古神呢？古神在什么地方？林玄清环视四周，并未发现一尊活着的古神，这让他觉得奇怪。而且据说古神是以混沌龙凤为食，他们杀这么多人干什么？林玄清回头看着不断从天幕外落回魂虚古界的横害，忽然明白了这一切的缘由。这些古神在用人肉饲养他们，果然古神都该死。林玄清正这样想时，忽然感觉背后有些发凉。他回头望去，看到了一尊身形巨大、身披金甲的战士。入侵者。他机械地说出3个字，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一般拍向林玄清。林玄清根本来不及躲，直接就被他拍得粉碎。不死不灭已触发，系统的声音出现，原本已经粉身碎骨的林玄清瞬间恢复。林玄清明明已经死了，却又立刻复活了，这金甲战士明显愣了一下。林玄清看着这比山还要高的金甲战士，则是想起了自己在秦力记忆中看到的抓走紫战天的那3个金甲战士。丁，检测到宿主触发隐藏任务，击杀后天古神。任务目标：击杀后天古神金甲力士，取出古神之种。任务奖励：坐骑进阶单星号100。原来这就是后天古神。林玄清手持金神杵冲了过去，金甲力士的擎天巨掌再一次拍下来，林玄清的身体又一次被拍得粉碎。不死不灭已触发。同样的，在被动技能的加持下，林玄清的身体粉碎之后又立刻恢复。古神不能秒杀，真的是很麻烦啊！林玄清奋力挥动金神杵，砸在金甲力士的脸上。轰隆！金甲力士那巨大的身体在金神杵的轰击下瞬间失去平衡，像一座山一样轰然崩塌。紧接着，金神杵释放出一道银色的光芒，将金甲力士胸口处的古神之种给吸了出来。失去古神之种的金甲力士身躯开始瓦解，然后渐渐消失。丁，隐藏任务击杀后天古神已完成，坐骑进阶单星号100。林玄清将得到的古神之种放回乾坤袋中。另一边，炼魂域中，由于金甲力士的死去，界主秦昊左臂上刻有的古神印记直接消失了一枚。随后，他因为反噬而发出痛苦的嚎叫，响彻整座炼魂域。炼魂域中，秦昊坐下的8位道主疑惑问道：“界主，您怎么了？”这个林玄清居然真的杀死了一尊古神。秦昊将左边衣袖挽起，给众道主展示了已经消失了一枚的古神印记。8位道主一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啊？老夫也认为不可能。秦昊皱眉道：“但这是事实，不相信也没有用。不过诸位道友也不必过于惊慌，这一切其实也都在主人的计算之中。我们只需要尽快将天逆珠与主人的古神之种融合，然后等他过来送死就行了。”说到这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炼魂域中关押着的亡灵。此刻的亡灵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在他的体内有2颗绽放着的光芒的珠子，一颗就是天逆珠，绽放着微弱的白光；另一颗是古神之种，绽放着十分强烈的红光。一位道主有些担忧道：“界主，这个亡灵虽然失去了意识，但身体本能的排斥主人的融合，万一……”秦昊斩钉截铁地说道：“没有万一，主人是何等的存在，岂有算错的道理？这亡灵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必忧虑。”另一位道主指着亡灵旁边关押着的紫战天等人，问道：“界主，既然如此，这些人要不要拿去炼魂？”秦昊摆了摆手，说道：“不必了，这几个人后面还有其他用处。”其实一开始，秦昊只想留亡灵和张柳一2个活口的，但是他转念一想，林玄清若是真的如同他的主人所预示的那样杀了过来，
那么他手里的筹码越多，胜算就越大。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败，因为在他林玄清前往炼魂域的必经之路上，一共有18位觉醒的古神等着他，所以秦昊一直都觉得自己的主人有些小题大做了。一个人族修士就算再强，最多也就是界主境而已，能杀掉一尊古神，恐怕只是偶然罢了。他正这么想着，忽然左臂上的古神印记又少了一枚。啊！炼魂域中，秦昊又一次痛苦的嚎叫。界主！8位道主看向表情十分狰狞的秦昊。秦昊喘着粗气说道：“没事，大家不用紧张，只是又杀了一尊古神而已。主人当初留下了18尊古神，老夫就不信他还能……”秦昊话刚说一半，左臂上面又一道古神印记消失了。啊！他身体绷直，这次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嚎叫。界主，您没事吧？没事。秦昊捂着自己的左臂，强忍着剧痛。巧合而已。依老夫猜测，他现在体内的灵气已经所剩无几了，3尊古神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8位道主一起凝视着秦昊手臂上的古神印记，果然如秦昊所说，这会儿已经没有印记再消失了。秦昊见状，大笑道：“哈哈哈，诸位道友，那林玄清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我等只需要等待主人降临就可以了。你们看，我左臂上剩下的14枚古神印记全都还。”我靠！秦昊话还没说完，左臂上的古神印记竟然同一时间全部消失了。这意味着林玄清同时杀死了剩下的所有古神。这一刻，8位道主赶紧冲上去按住疯狂抽搐的秦昊。啊！这一次古神印记消失带来的剧烈反噬的痛感，让秦昊想死的心都有了。他坐在界主王座上面，口吐白沫，抽搐的身躯被8位道主用力的按住。界主，您没事吧？我……痛苦的嚎叫声中，秦昊的眼中饱含着泪水。短暂的强撑后，他直接昏死过去。8位道主见状，倒吸一口凉气。界主貌似昏死过去了。诸位道主怎么说？一位道主从袖口中取出一枚鸿蒙道丹，我这儿有一粒9转回魂丹，可以把界主给救回来。天晴兄，你糊涂啊！他旁边的道主示意他赶紧将丹药给收回去。你把他就行了，待会儿我们怎么跑？难不成你还真想和那个紫霄圣地的老祖碰一碰啊？天晴道主左手捏着丹药，右手拍了拍脑袋。青岩兄，你看我这脑袋，差点给忘了。他不好意思的看着另外6位道主，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抱歉，诸位道主，刚刚入戏太深了。众道主们听罢，点头表示理解。天晴道主不必解释，我们都懂。其实他们8个只是迫于压力，表面上屈服于秦昊，暗地里他们一直看不惯秦昊，早就想叛出炼魂域了。所以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在演戏，然后伺机寻找逃脱秦昊控制的机会。终于不用看这个老家伙的臭脸了。血河道主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狠狠地踢了处于昏死中的秦昊一脚。依老夫看，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将他给杀了。血河兄，不要冲动。金阳道主立刻反驳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杀了这条老狗的代价。”血河道主冷哼一声，然后又用力地踢了秦昊几脚，说道：“只是说气话而已。”其余道主摇了摇头，也明白就这样杀掉秦昊的后果。首先，如果秦昊死去，偌大的炼魂域直接就会失去控制。自炼魂域建立以来，其中炼化了不下100亿条生魂，如果他们失去控制，全部跑出来，即便他们是道主，也没有办法逃脱。其次是秦昊背上有一道至高主神留下的奴印，这道奴印从某种意义上保护着秦昊。他一旦死去，这道主神的奴印感知到后，立刻会对整个魂虚古界降下一道神法，那可是至高主神的神法，不是他们这些道主能够承受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即便他们有机会杀掉秦昊，但也不敢动手。你们说，那个叫林玄清的，有没有机会帮我们杀掉这条老狗吗？天晴道主忽然提问道。7位道主想了一下，然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几乎不可能。”青岩道主解释道：“虽然他已经接连斩杀了18位古神，但那终究只是后天古神而已。”金阳道主点了点头，补充说道：“亡灵身上的仪式已经接近完成，主神很快就要降临，他没有机会的。可惜，要是他早一点赶来魂虚古界的话，或许我们还能帮一帮他。”血河道主插嘴道：“多说无益，诸位道主，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此言极是。8位道主从秦昊身上夺回他拿走的生魂，临走之时，他们每人又朝着秦昊的身上狂踹了数脚。另一边，林玄清用精神杵杀死全部金甲力士之后，将收集好的古神之种放入乾坤袋中，收集进度23/1000。随后，他催动人字拖，一脚踏入了炼魂域。林玄清通过地图标记，径直来到炼魂域中关押北海大帝的位置。只见张柳一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被人用锁链绑在铁架上，手筋和脚筋全部都被挑断，奄奄一息。他的脸色很差，几乎快要失去意识，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林玄清。老公，你来了。张柳一的气息微弱，有些艰难地说道。林玄清用精神杵斩断绑住他的锁链，然后将他抱在怀里。对不起，我来晚了。终于在这一刻，张柳一安心地闭上了眼睛，他的胸脯缓缓地上下起伏，内心感到无比的宁静。没关系的，你能来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我没想到你能来。林玄清看着张柳一身上的伤痕，胸中已经燃起了无尽的怒火。丁，宿主，刚刚本系统给你发放了一粒丹药，给你说一下。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林玄清打开背包，里面果然有一粒丹药。太乙青木丹、混沌之丹、
服用后可清除所有负面状态，并且治疗所有伤势。系统，谢了。林玄清将丹药取出，然后喂入张柳一的嘴里，他的所有伤势瞬间恢复，整个人直接恢复了满状态。咦，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刚刚他还半死不活的，现在就可以活蹦乱跳了。老公，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丹药？好神奇啊！他睁圆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林玄清微微笑道：“据说叫太乙青木丹，一个朋友送的。”另一边，刚刚昏死过去的秦昊恰好在这个时候醒来，他缓缓睁开双眼，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地上。发生什么事了？秦昊的记忆有些模糊，他隐隐约约记得自己遭到古神印记的反噬之后就昏死过去了。诸位道主，仪式进行的怎么样了？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然后询问手下的8位道主。然而8位道主早就溜了，此时估计已经躲到魂虚古界下界的某个偏僻的天域里面去了。秦昊后知后觉，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逃了。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自己怎么全身上下都有些隐隐作痛，就好像被人群殴了一样。更过分的是，他的左半边脸此刻已经肿成了猪头，轻轻触碰都疼得要命。你妹夫的！秦昊坐回界主王座上，无能狂怒：你们8个后面别被老夫逮住了，老夫必定让你们碎尸万段！短暂的平息怒火后，秦昊从袖口中取出一枚恢复类的丹药，吞入腹中。他身上的痛感很快就消失殆尽，脸上红肿的一片也消失不见。然后他从界主王座上站起来，向着亡灵的方向走去。比起那8人，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主人能否顺利的降临。不过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关押北海大帝的锁魂链断了。锁魂链断了？难道他已经来了？秦昊正这么想着，林玄清带着北海大帝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让秦昊感到意外的是，他明明用断魂针挑断了张柳一的手脚筋，但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完全恢复了。他赶紧释放修为，浑身被黑色的气息所包裹。林玄清第一眼并没有看他，而是注意到了被关押着的亡灵和紫战天等人。他们的状况和此前的张柳一差不多，几乎都是处于濒死状态。秦昊见状，嘴角微微上挑：紫霄老祖，其实你应该感谢老夫，如果没有老夫，他们早就已经成了横害的粮食了。听到这句话的张柳一想起自己一开始被抓到魂虚古界时看到过的密密麻麻的横害，有点犯恶心。林玄清没有理会秦昊，而是直接用精神杵砸向关押着紫战天等人的牢笼。轰隆！令林玄清意想不到是，这牢笼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制成的，居然连系统给的精神杵都砸不开。要知道，精神杵可是连天幕都能砸出一个洞的。秦昊凝视着林玄清，大笑道：哈哈哈哈，紫霄老祖，此乃无上神铁，乃是混沌之前就存在的至宝，岂是你能砸开的？不过你手上的那把杵看上去品级也不低，你应该就是用它击杀了那18位金甲力士的吧？喂，老夫在跟你说话，你究竟听到没有？秦昊一连串话，林玄清压根就没有理他，直接给他整急了。虚无炼魂诀，去！下一刻，他大喝一声，整座炼魂域忽然开始颤抖。位于炼魂域深渊之中的100万道生魂在这一瞬间冲天起，随后将整片苍穹都染成了恐怖的黑色。秦昊操纵着这些生魂，猛然砸向林玄清和北海大帝。林玄清见状，立刻转身挡在张柳一的前面，挥手直接将这100万生魂给驱散。秦昊见此一幕，略微有些不可思议：你的修为最多与本界主相仿，怎么可能？林玄清还是没有理会他，而是温柔地问到张柳一：老婆，你没事吧？老公，我没事，你呢？我也没事。秦昊心态炸了：你妹的，能不能理我一下？而且你们2个有没有搞清楚状况？这里是炼魂域，是本界主的主场啊！盛怒之下的秦昊再次抬起双手，暴喝道：虚无炼魂诀，去！这一次，炼魂域深渊处1000万道生魂冲天起，直奔林玄清和北海大帝。漫天的生魂在空中游荡，好像风暴一般席卷一切。秦昊敢确定，哪怕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击下面活下来。然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秦昊看到林玄清只是站在那里，这些生魂就一道又一道的自动湮灭。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因为林玄清什么都没有做。难道你修炼了克制老夫虚无炼魂诀的功法？秦昊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林玄清还是不理他，而是拍了拍张柳一身上的灰尘，问道：老婆，没有影响到孩子吧？张柳一温柔地回答道：老公，你放心吧。林玄清！此刻秦昊狂躁了，直接喊出了林玄清的名字。他再也受不了了，自己堂堂一界之主被这样无视的感觉。林玄清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仿佛有1000万把利刃。你这么想死吗？林玄清冰冷的一句话让秦昊心头一怔。其实我要杀你，不过弹指之间，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好该用什么方法杀死你而已。是的，秦昊区区界主而已，他只要开启秒杀能力就能做到一击必杀。但是如果就这么让他死了，实在是太便宜了他了。秦昊是紫霄圣地覆灭的元凶之一，林玄清必须要给予他最痛苦的死法，只有这样，他才能告慰紫霄圣地的长老和弟子们的在天之灵。不过此刻的秦昊倒是不以为意，因为亡灵身上的主神降临仪式即将完成。只见亡灵体内的天地珠和古神之种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并且绽放着深紫色的光芒。这一刻，炼魂域深渊中100万年来所有被炼化后的生魂全部被秦昊放了出来，然后朝着亡灵的身体里面钻去。丁，检测到至高主神冥神即将觉醒，隐藏任务冥神之种已触发。任务目标
秒杀觉醒后的冥神，将掉落冥神之种。任务奖励：众神之冠星号1，全是主神。林玄清看着突然弹出来的任务面板，喃喃自语道。秦昊看着愣住的林玄清，还以为林玄清怕了。哈哈哈，林玄清，想不到吧？我的主人乃是混沌时期至高主神之一的冥神。这我确实没想到。林玄清淡淡道。你说你召唤个什么古神不好，偏偏要召唤至高主神呢？数道黑紫色的光芒从苍穹上落下，洗礼着亡灵的躯体。片刻后，亡灵猛然睁开双眼，一道又一道特殊的神纹从他的胸口向周围扩散，最后布满了全身。林玄清和张柳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神纹中蕴含着的无上力量，远超任何大道之力。秦昊兴奋地看着这一切，然后飞到亡灵身前，极为虔诚地跪在了亡灵的脚下。主人！亡灵没有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在秦昊的额头上画下一个点。秦昊吞咽着口水，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我成神了，我成神了！他近乎癫狂地叫着，体内的大道之力在不断地流失。随后，他额头上的那个点变成了一道神纹。我成神了，我成神了！在林玄清眼中，秦昊这不是成神了，而是成神经了。不就纹个身而已，那么兴奋干啥？还有，亡灵这臭小子更辣眼睛，全身上下全都是那稀奇古怪的纹身。难道混沌时代古神们都好这一口？林玄清调侃道，显然是激怒了秦昊。此乃神纹！林玄清，你竟敢亵渎神明！秦昊好似发疯了一般冲向林玄清，拳头上似乎带有着些许林玄清没有见过的力量。丁，神纹中蕴含着古神的权柄，秦昊现在拥有了部分冥神之力，威力堪比先天古神。丁，不过由于他依旧执掌魂虚界印，所以仍然被判定为界主。哦，那没事了，只要你还算界主，别说你拥有古神之力了，你就是发生变异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界主就能秒，无所谓。所以面对秦昊扑上来的这一拳，林玄清丝毫不慌，反手就是一个擒拿。他所谓的冥神之力在接触到林玄清的手掌之后直接消失了。这怎么可能？你为什么可以无视主人的力量？林玄清不以为意，嘲讽道，你不会真的以为纹身能长战斗力吧？随后他对着秦昊的手臂就是一击神杵，咔嚓，这一击下去，秦昊的右臂内侧响起清脆的骨头断裂声音，剧烈的痛感瞬间袭上秦昊心头。啊！秦昊痛苦地嚎叫着，其声音响彻整座炼魂域。我的手臂！林玄清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将金神杵高高举起，再一次猛烈地砸向他已经骨折的手臂。咚咚咚！林玄清就像一个手里握着巨大铁锤的建筑工人，像砸钢筋水泥一样重复地砸着秦昊已经断裂的右臂。炼魂域中，他的惨叫声此起彼伏，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一共36金神杵下去，秦昊的右臂被林玄清从粉碎性骨折砸成了粉末性骨折。他躺倒在地上，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右臂，几乎快要失去意识。林玄清冷哼一声，操起金神杵，马上又对着他的左臂砸了下去。咔嚓！左臂骨碎裂的强烈痛感让秦昊不得不清醒过来，然后他的嘴里再次发出杀猪般痛苦的嚎叫。林玄清面无表情的持续挥动金神杵，又是整整36锤，秦昊的左臂也被砸成了粉碎。这就不行了，还没完呢！看着双臂残废的界主秦昊，林玄清如同恶魔一般继续挥舞着金神杵。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朝着秦昊的双腿砸去。咚咚咚，一锤又一锤，林玄清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折磨着秦昊。但是无论砸多少锤，紫霄圣地的那些长老和弟子们都不会复活了。一想到这里，林玄清的心中就不是滋味。所以在他把秦昊的四肢全部砸成肉饼之后，又立刻用万古神道在他的颅内种下了成千上万只蛊虫。这些蛊虫会给他带来无数种幻觉，每一种都会让他后悔还活在这个世上。老公，张柳一上前挽着林玄清，有些担忧林玄清现在的精神状态，因为在最后关头，林玄清还用大道之力将秦昊给淹了。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击杀界主任务，坐骑境接单星号100。现在差不多了。林玄清收回金神杵，微笑着对张柳一说道，然后他看向已经被冥神附身的亡灵，亡灵身体上的神纹隐隐发光，一步一步地朝着林玄清这边缓缓走来。此刻炼魂域开始朝着深渊崩塌，整个魂虚古界的苍穹已经成了黑紫色。超凡意志，你是神的敌人！亡灵飞到苍穹之上，居高临下的凝视着林玄清，终于开口说话了。准确的说，这是冥神在说话。跪下！他的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天地之间，并且蕴含着至高无上的神力。张柳一听见之后，双腿忽然一软，不由自主地想要臣服于他。林玄清见状，赶紧将他扶着，然后对亡灵说道：好徒儿，让你师娘下跪，胆子不小。亡灵张开双臂，身后出现一道巨大的虚影，这虚影戴着一张猩红色的面具，瘦骨嶙峋，身上却披着99道灰色的锁链，手中还握着一把镶嵌着某种奇怪神纹的黑色镰刀。林玄清定睛一看，自言自语道：这玩意儿怎么有点像死神？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差不多。丁，这是冥神的神权，可以收割世间一切生灵的生魂。还好他没有提个灯笼。丁，巨大的黑色镰刀从天而降，落向林玄清和张柳一两人。林玄清免疫主神攻击的被动技能触发，黑色镰刀挥到他身上后直接碎了。系统，给我指定上次一样的特效吧。林玄清抬头仰望着被冥神夺舍的亡灵，
轻声说道：“叮，没问题，居灵潜将古神版匹配成功。”伴随着系统的声音，林玄清的手中出现一股黑色的气息，熟悉的特效，熟悉的场面。好徒儿，为师犹记得与你初见时，你也是被夺舍了。林玄清感叹一声，一股黑色的气息冲天起，将苍穹上的亡灵牢牢地困住。然后他用力向后一拉，亡灵吸入体内的无数条生魂，如同流水一样哗啦啦地出来，并且朝着炼魂域的深渊落下。冥神见势不妙，操纵着亡灵的身体往魂虚古界外逃。林玄清见状，加大力度，释放出第二股黑色气息，捆住亡灵。想逃？林玄清额头青筋爆发，用尽全力拉扯着冥神的神魂。这一刻，亡灵面目狰狞，整个人都变得扭曲起来。是，师尊！苍穹下，亡灵痛苦地喊着。林玄清知道这是冥神的伎俩，想要用这种方式让他分神。好徒儿，再忍一忍，马上就帮你弄出来。林玄清将两股黑气凝成一股，卯足力气，最后一拉，一条特殊的生魂被硬生生地拉出来。没错，那就是冥神的神魂。冥神的神魂样子出乎意料的小，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婴儿。他发出极其尖锐的叫声，让林玄清不得不捂住耳朵。这是冥神的神权之一，冥语。在这尖锐的冥语声中，林玄清只是觉得吵闹，但张柳一却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快要出窍，吵死了。林玄清冲了上去，对准冥神的神魂就是一杵。叮，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主神能力，冥神已成功秒杀。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冥神的神魂在一道紫光中灰飞烟灭。由于神魂已灭，亡灵体内的古神之种自动和他的肉体分离开来。叮，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冥神之种。冥神之种星号1，众神之冠星号1。两件看上去非常牛逼的道具掉落，林玄清赶紧打开系统面板，点开查看。冥神之种，天逆珠的终极形态，本源是冥神的星头种，品阶不详。众神之冠，一口神奇的棺木，传说有人用它埋葬众神，品阶不详。一开始林玄清还以为这个冥神之种就是冥神的古神之种呢，结果报了道具之后才发现，这玩意儿和古神之种完全是两码事。冥神的古神之种是红色的，而这冥神之种其实就是天逆珠，是黑色的。难怪这秦昊要来紫霄圣地抢回天逆珠子。林玄清自言自语道：原来天逆珠是冥神的星头种，必须要有它才能完成冥神降临的仪式。亡灵这小子不愧是天逆之徒，偶然得到的灵宝竟然是这种危险的玩意儿。林玄清将虚弱的亡灵背到地面上，然后询问系统道：系统啊，你的那个太乙青木丹还有没有？再来几粒。叮 OK， 丹药已发放，宿主可以放心使用。太乙青木丹星号99。我靠，你怎么这么好了？免费送这么多。林玄清发现这次系统还挺给力的，从头到尾都是要什么给什么。系统，既然你这么大方，不如再给我个东西，帮我把关押紫战天他们的那个什么无上神铁给撬开呗。叮，宿主的精神杵已完成升级 ，LV1 精神杵 ，LV2 封神杵。系统二话不说，再一次满足了林玄清的请求。林玄清手中的精神杵变粗变长，其中一头还多出了一个铁环。轰隆，他一杵砸下去，所谓的无上神铁立刻变成破铜烂铁。亡灵、紫战天、苏晴雪、烈阳老祖、黑猩虎、黑小虎还有花小莲等人全部被林玄清带出炼魂域，然后给他们一人服用一粒太乙青木丹。原本濒死的亡灵等人在太乙青木丹的作用的瞬间变得生龙活虎。咦，老祖您老人家怎么也来了？紫战天睁圆了眼睛，看见林玄清居然站在他面前，还以为看到了幻觉。完了，看来这次我是真的没救了，竟然都幻视到老祖他老人家了。紫战天伸手捏了捏林玄清的脸，你别说，这临死之前的幻觉还挺真实的，这触感。他话刚说到一半，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然后他猛地低头探查着自己的身体，发现身上的致命伤全部都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丹田也恢复如初了。一个事实出现在紫战天的脑海中，我靠，难道我活过来了？不然呢？林玄清两眼眯成一条缝，反问道。紫战天发现这一切真的都不是幻觉，赶紧抱住林玄清的大腿，化解刚刚的尴尬。老祖啊，真的是你啊，刚才我是睡糊涂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林玄清踢了他一脚，白眼道，身为大帝，像这样搂住我的腿，成何体统？赶紧起来。紫战天见林玄清没有责怪的意思，嘿嘿一笑。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走过来，对林玄清和张柳一行了一个重礼。其实他们一直以为被抓到这魂虚古界来，定然是十死无生了，但没想到的是，紫霄老祖居然有如此威能，能横渡2个古界，来到魂虚古界，将其界主杀掉。其实他们若是见到林玄清击杀冥神，肯定会更加震撼。师尊。此刻虚弱的亡灵也走了过来，对着林玄清行礼。在这些人中，他最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冥神通过他作为媒介降临，然后又被林玄清秒杀，这一切经过他感知的清清楚楚。既然大家都没事了，就跟我一起回紫霄圣地吧。林玄清看着众人，淡淡说道。提起紫霄圣地，众人都情绪都有些失落。老祖，紫霄圣地已经……此事我早已知晓。老祖，既然您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还？林玄清负手说道。圣地覆灭了，又如何？不过是从头再来罢了。难道你们忘了，我紫霄圣地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重建了吗？林玄清提起九幽、落日、黄泉3大圣地攻打紫霄圣地的往事。那一日，山门被破，长老倒戈，整个紫霄圣地就剩下林玄清和紫战天两人了。
但后来呢？后来山门重建，召回了弟子，然后又招募了新的长老，紫霄圣地反而比之前还要强盛。弟子懂了。众人听完林玄清的话后，豁然开朗。他们暗下决心，返回妖神域之后，定要全力重建紫霄圣地，不辜负老祖的期望，重现当初的辉煌。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他们的修为基本上都是地境左右，根本没有办法跟随林玄清一起横渡域外战场。魂虚古界饲养了无数只横骸，他们随便碰上一只都是必死无疑。要知道，当初林玄清为了闯进魂虚古界，都是用了一次不死不灭的被动的。林玄清陷入了思考中。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出现：丁，友情提示一下宿主，宿主现在背包里面攒了非常多的坐骑进阶丹。坐骑进阶丹？对哦，要不是系统提醒他，他都忘了。最近做的绝大部分任务奖励都是坐骑进阶丹。林玄清看着背包里面的好几百颗坐骑进阶丹，喃喃道：好家伙，这要是全部吃下去，黑心虎要升多少级？林玄清打开预售功能的面板，名称黑心虎，修为地级6阶，血脉闭眼黑虎，潜力4，优秀，变异否。黑心虎，你过来一下。黑心虎老老实实的来到林玄清身前，然后趴在他的脚下。我这儿有一点丹药，你先吃一点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主人。林玄清从背包中抓出一大把坐骑进阶丹，大概有个30多粒。众人眼睛都看直了，因为这一把丹药的品阶貌似全部都在地品以上，很可能是鸿蒙道丹。老祖，这是？紫战天疑惑问道。林玄清看着众人解释道：这是坐骑进阶丹，可以提升黑心虎的修为。你们不是怕回不去妖神域吗？只要黑心虎进阶了，就能带着你们一起回去了。进阶？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对视一眼。如果让黑心虎进阶，然后再带着他们横渡2个古界的话，那得进多少阶才做得到？毕竟那横骸是古神的宠物，若没有个道主境或是更高，连一战之力都没有。来，张开嘴，先服用20粒试一试。林玄清低着头，准备给黑心虎投喂坐骑进阶丹。黑心虎畏畏缩缩的，有些不敢吃。主人，能不能一粒一粒来？没错，在他的眼中，这丹药的品阶如此之高，一次性吃个20丸，岂不是要爆体而亡？你不用担心，此乃极品丹药。林玄清淡淡说道：这进阶丹没有任何副作用，以你的体质，一次性吃个几千粒都没有任何问题。林玄清前世玩游戏培养坐骑的时候，都是存个上万粒再一下突破的。黑心虎吞了吞口水，还是有点担心。他可怜巴巴的抬头看着林玄清，请求道：主人，在服用这个丹药之前，能不能让我和小虎说2句？林玄清点头说道：那你抓紧时间，这么多人还等着的。黑心虎赶紧站起身来，传音一旁的黑小虎：小虎啊，你爹我如果不小心爆体而亡，来年清明一定记得将我埋到你龙神伯伯的陵墓里去。黑小虎一听，回应道：爹，你不是说过你与龙神伯父不熟吗？黑心虎脸色一黑，骂道：逆子，那是爹当初为了活命才……算了，反正你记住，以后不要辜负小莲。说罢，黑心虎重新趴到林玄清的脚下，闭上双眼，张开大嘴。主人，来吧，我准备好了。林玄清没有细数，几乎将手中这一把丹药全部扔到了黑心虎的嘴里。丁，检测到宿主正在培养坐骑，黑心虎进阶中 ，loading， 地级6阶，地级9阶。丁，已突破至地级极限修为，正在检测坐骑潜力值，潜力值4，优秀。丁，潜力值达标，持续突破中，请耐心等待。地级9阶求到1阶，求到1阶。黑心虎像嚼糖豆一样将这20多粒坐骑进阶丹全部吞入腹中，霎时间，他的修为从地级6阶陡然攀升到求到1阶，并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黑心虎的变化，被林玄清所给的坐骑进阶丹的药力所震撼到了。烈阳老祖传音苏晴雪道：苏长老，依你看来，老祖这个坐骑进阶丹是什么等级的丹药？苏晴雪摇了摇头，表示凭他的眼界根本猜不到，因为哪怕是道主级的鸿蒙道丹，也不可能同时服用20多粒，并且没有一丁点的副作用。丁，培养成功，黑心虎进阶已结束。第一波培养结束，林玄清打开预售功能面板，查看黑心虎的状态。名称：黑心虎，修为悟道9阶，血脉闭眼黑虎，潜力4，优秀，变异否。从地级6阶升级到了悟道9阶，还可以。这一波进阶一共才消耗20-30粒丹药，就将修为提升到了悟道境巅峰。林玄清是非常满意的。他从背包中又抓出一把坐骑进阶丹，低头看着身上氤氲环绕着大道之力的黑心虎说道：来，再吃个20粒看看。黑心虎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主人，我没死。废话。趁着黑心虎说话的时候，林玄清把第2把坐骑进阶丹全部扔进黑心虎的嘴里。丁，已突破至悟道境极限修为，正在检测坐骑潜力值，潜力值4，优秀。丁，潜力值不达标，突破合道境失败。这一次，黑心虎咕噜咕噜吞下这20-30粒进阶丹后，一级都没有进阶。原因是黑心虎的潜力值太低，悟道境已经是他目前的极限了。我竟然把潜力值这个设定给忘了。林玄清想起上一次培养黑心虎的时候，是给他吃了魂丹，才让他的潜力值从白色普通涨到了绿色的优秀，而绿色优秀潜力值上限就是悟道境9阶。难道要我再炼制一波魂丹？林玄清自言自语道，然后陷入了思考之中。炼魂域中随处都是被炼化过的强者生魂，如果要炼制魂丹的话，原材料倒是不少，
不过这太麻烦了，毕竟上次林玄清炼制魂丹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如果宿主想要提升坐骑的潜力，可以投喂刚刚得到的冥神之种。冥神之种，这也可以吗？林玄清完全没有想过，击杀冥神后爆的东西可以用来喂猫。不过这玩意儿真的不会吃出什么问题来吗？林玄清取出黑色的冥神之种，轻轻一弹，扔到了黑心虎的嘴里。主人，黑心虎囫囵吞下，搞不清楚状况，一脸懵逼。林玄清仔细观察着它的变化，只见黑心虎在吞下冥神之种后，身形开始迅速的膨胀，达到了原来的3倍多。不仅如此，黑心虎的爪子和牙齿变得更加锋利了，瞳孔也从碧绿色变成红褐色。这是进化了。名称：黑心虎，修为悟道9阶，血脉鹤眼巨虎，潜力7，杰出，变异否。当林玄清再次打开预售功能面板时，黑心虎的血脉已经从闭眼黑虎进化成了的鹤眼巨虎，它的潜力也从4点的绿色优秀成长到了7点的蓝色杰出。当然，在冥神之种的作用下，黑心虎的进化才刚刚开始。很快，它的瞳孔再一次发生变化，从红褐色变成了暗紫色。与此同时，黑心虎的体型持续膨胀，变成了一开始的6倍之多。叮，恭喜宿主，坐骑黑心虎成功完成第2次血脉进化，血脉暗夜巨虎，又进化了。林玄清还来不及感叹，紧接着黑心虎的瞳孔颜色第3次发生变化。这一次，它的瞳孔从暗紫色进化为了纯黑色，身体足足比之前大了10倍有余。叮，恭喜宿主，坐骑黑心虎成功完成第3次血脉进化，血脉邪眸巨虎，为啥不叫邪眸白虎？林玄清想起了什么，吐槽道。第3次进化后，黑心虎在冥神之种的持续作用下，继续进行了第4次、第5次、第6次进化。它的每一次进化都会改变瞳孔的颜色，身形也愈发变大。终于，在第11次进化过后，进化的系统提示音戛然而止。此刻，林玄清打开预售功能面板，发现黑心虎的潜力值已经来到了20点的金色超凡。名称：黑心虎，修为悟道9阶，血脉9幽暗冥虎，潜力20超凡，变异否。紫战天等人仰望着如同山峦一般的黑心虎，惊叹道：这还是黑心虎吗？黑小虎则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还是我爹吗？林玄清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将剩余的几百粒坐骑进阶丹全部扔向黑心虎。叮，检测到宿主正在培养坐骑，黑心虎进阶中 ，loading， 悟道9阶道尊9阶。叮，已突破至道尊境极限修为，正在检测坐骑潜力值，潜力值20超凡。叮，潜力值达标，持续突破中，请耐心等待。道尊9阶道主9阶。几百粒坐骑进阶丹的作用下，黑心虎的境界不断向上攀升，直到道主境巅峰才停下。正当林玄清以为这就已经结束时，系统的声音又响起了：叮，恭喜宿主，坐骑黑心虎升阶过程中发生血脉变异，由于发生变异，潜力值再次上涨。林玄清惊喜地发现，黑心虎的潜力值从20点上涨到了24点，它的血脉信息也从9幽暗冥虎进化为了真9幽暗冥虎。与此同时，黑心虎开始凝聚神格，修为从道主境巅峰攀升成了后天古神。主人，我成神了！一道神纹出现在黑心虎的额心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另一边，泰明古界中州，这里和魂虚古界一样，已经觉醒了相当数量的古神。此刻，一共64尊古神正悄悄地窥探着炼魂域中发生的一切。其中，为首的古神名为扎图，是一尊神皇。他看到林玄清击杀伟大的至高主神冥神后，大怒道：超凡意志出现在魂虚古界，并且击杀了至高无上的冥神，夺走了他的心头种，此乃冥神一族的耻辱，无事要报仇雪恨。神皇息怒，息怒。旁边的3位神王赶紧说道：如今12神族才刚刚觉醒，灭杀超凡意志一事还需从长计议啊！而且，万一神皇您再有什么闪失，我冥神一族恐怕就要从12神族中除名了。混沌时代一共有12位至高主神，冥神是其中之一。这12位至高主神繁衍了12个神族，几乎掌握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真理神权。只不过，这12个神族的绝大多数古神都在上一次神纪元的终结时陨落了，只有极少部分的古神躲过浩劫，进入了漫长的沉眠中。比如冥神一族，原本一共是有4位神皇的，但最后只有查图一位活了下来。听了3位神王的劝告之后，扎图怒气稍退，他站起身来，对下面的几十位冥神一族的古神领主问道：诸位首领，尔等部落中的族人现如今觉醒多少了？众冥神一族的古神领主依次回答了一个数字，其中大多都是觉醒了2成，少部分部落已经觉醒了3成。只有2-3成吗？太少了。查图显然是不太满意这个进度。按照大祭司的推测，距离这一个纪元最后的终结只剩下最后3年了。如果这3年之内无法围杀超凡意志的话，尔等应该知道等待无足的将是什么样的后果。3位神王还有60位古神领主当然明白，若真的无法在3年之内杀死超凡意志的话，等待他们的将不再是沉眠，而是灭亡。没错，是永久的灭亡。短暂的沉默后，扎图话锋一转，提起了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无名神一族绝大部分族人都在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沉眠，尔等可立刻前去，将他们的古神之种带到太明古界来，由吾亲自为他们进行觉醒仪式。
众古神领主听后，立刻跪地应道：“遵命。”然后扎图又对3位神王吩咐道：“你们3个也一起过去吧，记住，一定要将他们都带回来，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是。3位神王齐声说道。随后，除了神皇查图之外，冥神一族的全部部族首领都往太玄古界的方向飞去。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2界的古神之种，已经基本上被玄黄道主和陈宇皇2人派人收刮光了。冥神一族的古神们，也就是那些金色的古神之种，此刻被玄黄道主2人像晒豆子一样搁在长生仙阁的测试广场上。老陈，我数完了，一共是7639颗。你那边呢？数出来是多少？陈宇皇挠了挠头，皱眉道：“老萧，你是不是数错了？应该是7640颗才对吧？”玄黄道主和陈宇皇2人极其无聊，正坐在地上数豆子玩。魂虚古界中州，黑猩虎进阶成后天古神的境界后，在冥神之种的持续作用下，获得了冥神的一部分神权，因此他直接从后天古神进阶为了先天古神。不过由于坐骑进阶丹数量不是很够，黑猩虎的进阶成了先天古神之后就不再继续升级了。但先天古神已经足够带着紫战天等人离开魂虚古界了。黑猩虎驮着林玄清等人在魂虚古界的苍穹中遨游。天幕上趴着的恒亥见到身形巨大的黑猩虎后，如同海潮一般涌了过来。黑猩虎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暴风吸入，数以万计的恒亥直接被他吞入腹中，鸡肉味儿，嘎嘣脆。黑猩虎打了个饱嗝，然后冲出了天幕，进入了域外战场中。恒亥也是有智慧的。域外战场上游动的恒亥们见到黑猩虎朝着他们飞来的时候，纷纷四下逃散，活命去了。黑猩虎驮着众人从魂虚古界返回太虚古界，一共只用了3个时辰。林玄清的原计划是让黑猩虎降落妖神域，但转念一想，不如直接返回长生仙阁算了。重建紫霄圣地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这2个条件长生仙阁正好都满足。于是黑猩虎巨大的躯体朝着太虚古界的中州降临，同时也惊动了虚空中正在沉睡的太虚古界意志。有敌袭！老者佝偻着身子，藏在虚空中，偷偷观察着黑猩虎。他惊讶地发现，这只虎的修为远远地超出了界主的上限。这到底的虎妖还是觉醒的古神？算了，反正也不可能挡得住，我都一把老骨头了，还是回去睡觉吧。太虚古界的意志直接选择摆烂，任凭黑猩虎进入中州。黑猩虎在中州的苍穹中遨游，散发出强大的古神气息，导致各大势力的修士都警惕起来。又有新的古神觉醒了吗？勾陈道主仰望着从苍穹下掠过的黑猩虎，神色严肃道。他身旁的后土道主皱眉说道：“也没听说过混沌时期有长得像虎妖的古神啊。2位道主，依老夫看，此事应先禀报长生仙阁，让那位来处理才是。”坤元道主提议道：“你是说长生仙阁的那位古娜娜黑暗之神？”没错。众道主觉得坤元道主说的很有道理，决定一同前往长生仙阁，请林玄清来定夺此事。然而当他们打开虚空通道抵达长生仙阁时，忽然发现那巨虎也跟过来了。什么情况？难道我们的行踪被这巨虎古神发现了？坤元道主抬头仰望着黑猩虎，疑惑说道：“不对，他不是跟着我们而来的。”后土道主伸手指着黑猩虎的后背：“诸位道主请看，他身后驮着的好像就是长生仙阁的那一位。”众道主定睛一看，果然如后土道主所说，巨虎背后驮着的几个人当中，为首的就是长生仙阁的那位古神。原来是虚惊一场。与此同时，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的玄黄道主和陈宇皇也感知到了林玄清的归来，赶紧放下手中的古神之种前来迎接。正在指导唐三修炼的乾元道主以及12主阁的阁主见状，也都纷纷向测试广场赶来。霎时间，长生仙阁内所有高层全部前来迎接林玄清，恭恭敬敬地跪着等待。苍穹上，坐在黑猩虎背上的众人俯视着长生仙阁那巨大的林玄清雕像。紫战天惊讶道：“这座巨型雕像的模样，怎么看上去这么像老祖？而且这整座雕像貌似都是用极品灵晶打造的吧？这得要用多少吨极品灵晶啊？”紫战天吞咽着口水，感叹着长生仙阁的财力。毕竟在下界天域，紫霄圣地的灵矿脉10年产出的极品灵晶数量，还不够修建这座雕像的一根脚趾头。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心中虽然也早有预期，但亲眼看到这雕像后，同样也是被长生仙阁的好给震撼到了。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一次无形装逼，名声值略有增加，名声值加600。想不到这也能刷名声值。尽管从紫战天等人身上刷的名声值很少，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多攒攒就可以抽奖了。黑猩虎遮天蔽日般的身形惊动了长生仙阁的副阁主还有弟子们，他们全都停止了修炼，抬头遥望着苍穹。林玄清驾驭着黑猩虎降落到了长生仙阁的测试广场。轰隆！由于他的身形过于巨大，落下去之后直接把问镜石盒问到石压碎了。众弟子见状，心中暗喜，终于这个月不用测试了。到了，这里就是长生仙阁了。林玄清挽着张柳依对紫战天等人介绍道。众人看着恭恭敬敬跪成一片的长生仙阁弟子和阁主们，略微有些紧张。求道境，好多求道境。紫战天放眼望去，发现这里面修为最低的就是求道境，至于悟道境、合道真仙、道尊境，他完全分不清。上界修士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紫战天喃喃自语，然后老老实实的站在林玄清身后。林玄清走到唐三面前，然后回头对王林说道：“王林，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为师飞升太虚古界后新收的弟子，名叫唐三。
王林走上前来，稍微打量了一番幼小的唐三，发现他的修为竟然比自己还要高。唐师弟，你好。王林行礼道。唐三站起身来，回了王林一礼，大师兄好。林玄清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对唐三说道：“这位是你的师娘。”唐三看向挽着林玄清手臂的张柳依，躬身行礼道：“师娘好。”张柳依微微点头，看出唐三的修为竟然和他相仿。随后，林玄清相互介绍了长生仙阁的主阁阁主以及紫战天等人。原来是前辈下界的故人们，我等有失远迎了。长河道尊等阁主拱手和紫战天他们套了个近乎。不过，长生仙阁众人最在意的还是林玄清背后的那只巨虎。于是，玄黄道主走上前来，询问道：“主人，这位是？”林玄清轻描淡写的回答道：“他是我的坐骑。”坐骑吗？玄黄道主等人得知这个答案之后，面面相觑。他们不禁猜测，林玄清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古神，竟然能驱使同为古神的妖虎作为坐骑？难道说古娜那黑暗之神在混沌时代是一尊神王或者神皇？片刻后，玄黄道主和陈宇皇两人将搜刮来的古神之种取出，交给林玄清。主人，这是老奴目前在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两界收集到的全部古神之种，我们清点过，一共有7640颗。这么多！林玄清接过乾坤袋，对这数量有些不可思议。他一开始还以为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两界加起来有个1000古神之种就差不多了。如此一来，林玄清的古神之种收集者的任务直接就完成了。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隐藏任务古神之种收集者，收集进度76631千，任务评价 SSS。丁，由于宿主超额完成此任务，任务奖励发生暴击，任务奖励秒杀主神新概念星号2，直接获得2条秒杀主神的新概念。林玄清万万没想到系统这么良心，他二话不说，直接点击随机开始抽取2条新概念。新概念1，宿主可以对任意混沌古神进行一次命名。新概念2，宿主可以把所有名叫主神的混沌古神视为真正的主神。哦，林玄清差点没保持住自己世外高人的姿态。这2条新概念如果单独去看的，什么用都没有，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但是，一旦把它们组合起来，直接就是2个字：无敌。嗨嗨，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了。林玄清轻轻拍了拍玄黄道主和陈宇皇的肩膀，表示肯定。两人不胜惶恐，躬身说道：“都是老奴分内之事，主人谬赞了。”不必过谦。林玄清微笑道：“你们这次帮了大忙，不过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们去做，主人尽管吩咐。”林玄清点头，然后看向长生仙阁的各位阁主，将紫霄圣地覆灭一事讲了一遍。其中，林玄清还提到了长生道主。只是可惜的是，长生道主已经陨落，其生魂也早已被秦昊炼化，沉入了炼魂域的无尽深渊之中。想不到道主就这么陨落了。长生仙阁的众阁主听了之后，纷纷感叹惋惜。短暂的沉默后，林玄清继续说到了重建紫霄圣地的事情。他打算派遣长生仙阁一部分阁主协助紫战天完成这件事。除此之外，乾元道主还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前往。林玄清也没有拒绝，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只是紫战天就有点惶恐了，因为这次和他一起重建紫霄圣地的一共有1位道主、4位道尊、38位合道真仙以及数百物道境。至于求道境的弟子，林玄清的原话是随意调遣。紫霄圣地重建的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长生仙阁1/3的修士随着紫战天等人返回了妖神域。张柳依原本也想跟着去出一份力，但被林玄清阻止了。他有身孕，林玄清让他在长生仙阁安心养胎，并且还安排了玄黄道主和陈宇皇两人充当护卫。至于林玄清自己，此刻则是和王林还有唐三2个徒儿一起蹲在测试广场上，将乾坤袋中7000多颗古神之种给导了出来。因为就在刚刚，系统又给他发布了一个新的任务。丁，恭喜宿主成功集齐超过5000颗古神之种，成功触发美食任务一起黄豆粥。任务目标将超过5000颗古神之种倒入锅中进行烹煮，完成主食一起黄豆粥，并邀请长生仙阁所有阁主进行品尝。任务特殊道具：电饭锅星号1，优质大米星号1袋。任务奖励：签到翻倍卡星号20。美食任务：林玄清在第46章是做过的，那时候紫霄圣地还在，他做的是滋补大骨汤。圣地的圣人境封主还有长老喝了大骨汤后，直接突破至大地了。所以林玄清猜测，这次的一起黄豆粥可能会让长生仙阁的这些阁主直接突破到后天古神。毕竟这道美食的原材料黄豆其实就是这些金色的古神之种。师尊，我们把这么多古神之种倒出来干什么啊？幼小的唐三不是很理解自己的师尊这是在做什么。王林则是轻车熟路，因为他看到了林玄清掏出来的电饭锅。唐师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师尊应该是打算做饭了。做饭？唐三傻眼了。大师兄，这里也没有食物啊。王林指着地上晒着的古神之种，解释道：诺，这些不就是吗？林玄清将系统给的那袋优质大米拆开，然后吩咐道：你们2个先别聊了，去给为师打点水过来。唐三还在发愣，王林提着他就往长生仙阁的灵泉方向飞去。片刻后，两人一共4桶灵泉返回测试广场。王林还非常机敏地砍了3000多斤柴火回来。上次在太虚宫炖排骨，王林很清楚地记得师尊消耗了1吨柴火，差点还不够，所以这次他多砍了点回来，以备不时之需。
但林玄清却是摆了摆手，说道：“王林啊，这次为师用的是电饭锅，不需要柴火。”电饭锅？王林瞪大了眼睛，看着林玄清手中拿着的那口外观奇特的锅。所谓电饭锅，运用到的能源是电，不是火。林玄清一边淘米一边解释道。唐三站在他身旁，疑惑问道：“是不是待会儿要用紫电神道劈这口锅呀？”什么紫电神道？林玄清敲了敲唐三的脑袋。所谓电饭锅的原理，运用的是电磁感应涡流加热。王林和唐三两人不明觉厉。算了，给你们说了，你们也听不懂。王林、唐三，你们去把晒好的古神之种取5000克出来，为师准备开煮了。哦，好的，师尊。记住，要挑一些颗粒比较饱满的。林玄清嘱托一句后，继续淘米。前世蒸饭的经验告诉他，淘米水洗到不怎么白的时候，差不多就算是洗干净了。王林和唐三老老实实的挑选了5000颗最大最饱满的古神之种，然后用盆盛着端到林玄清面前。师尊，已经选好了。林玄清点了点头，将整整一盆金灿灿的古神之种接过来，倒入灵泉洗了一遍。还别说，细看的话，这金色的古神之种还真有点像黄豆。洗干净古神之种后，林玄清暂时把盆放到一边，然后他打开系统给的电饭锅，把优质大米给倒了进去。林玄清吩咐王林道：“徒儿，把灵泉桶提过来。”哦，好的。王林怕灵泉不够用，直接提了2大桶过来。因为在他看来，师尊拿出来的大米等级很高，恐怕需要大量的水才能蒸好。保守估计，至少是鸿蒙级的灵值，搞不好有可能是混沌级的也说不定。很好，两位徒儿，倒水吧。林玄清沉声说道。王林和唐三各提一个桶，开始往电饭锅里面倒灵泉。吨吨吨，停！王林和唐三两人倒到一半，林玄清忽然喊停。他伸出一根手指，插入电饭锅的米饭中。两位徒儿，看到为师被淹没的手指头了吗？林玄清一脸严肃道。如果是煮干饭的话，目前这种水量就正合适。可惜今日我们要做的是粥，所以还需要继续加水。王林和唐三两人不是很理解，师尊为何突然要停下来说这个？他们可都是从凡人修炼过来的，煮饭的核心技术早就掌握了。两人继续加水，直到灵泉在电饭锅中和大米的比例是7:1左右，差不多了，把那盆古神之种也倒进来吧。一切就绪后，林玄清盖上锅盖，深吸一口气。王林和唐三两个徒儿神情严肃，保持安静。滴，林玄清点击电饭锅上的煮饭按钮，很快锅里面就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师尊，这电饭锅好神奇啊！唐三围在电饭锅旁左看右看，十分好奇。王林也是一样，他无论怎么看都没有看出这个所谓的电饭锅是如何把锅中的食物给加热的。不愧是师尊拿出来的东西，总是那么的令人不可思议啊！王林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又记得在紫霄圣地太虚宫时，那时师尊拿出的高压锅也同样惊艳无比。其实林玄清也觉得系统给的这口电饭锅挺神奇的，因为按照他前世的生活经验，电饭锅得插电啊，而这口电饭锅不需要插电，直接就能用，真是牛得一匹。两位徒儿，粥很快就能煮好，你们赶紧去通知仙阁的所有阁主，让他们带上吃饭的家伙过来。是，师尊。由于有一部分阁主正在和紫战天等人重建紫霄圣地，所以王林和唐三兵分两路，一个留在长生仙阁，另一个去了妖神域。片刻后，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12位主阁阁主和108位副阁阁主全部到齐了。哦，这么快？没有缺的阁主吧？任务的要求是所有阁主都要喝粥，所以林玄清清点了一下人数，反复确认之后，他点了点头，对着众人说道：“诸位阁主，吃饭的家伙都带上了吧？”众阁主神情凝重，纷纷从袖口中取出各式各样的鸿蒙道宝，齐声说道：“前辈都带上了。”林玄清一看，他们掏出来的全是什么刀啊、剑啊、枪啊什么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夸张。我靠，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组队打劫吗？长河道尊皱眉道：“前辈不是说让我等带上吃饭的家伙吗？这些就是啊。”林玄清一脸黑线，指着身旁的电饭锅说道：“让你们带上吃饭的家伙，是让你们带上碗筷，懂吗？”众阁主看着冒着热气的电饭锅，老脸一红，尴尬道：“原来是这个吃饭啊！我等正道多年，几十万年没有吃过饭了，一时间理解错误，还望前辈多多担待。”说罢，他们快速把自己的刀枪棍棒收入袖口中，然后拿出五花八门的器皿。林玄清见状，也懒得和他们计较了，他蹲下身子，静静地等待电饭锅烹煮结束。众阁主则是围成一圈，仔细打量着林玄清身前的电饭锅，神情各异。此锅不简单啊！长河道尊一眼就看出了电饭锅的奇特之处，暗暗传音众人道。一旁的洪峰道尊、清河道尊等人也早就发现了，纷纷点头。没错，此锅的底部有一股很强大的混沌之力在不断旋转，好似漩涡一般。108位副阁阁主听到洪峰道尊等人的讲解后，倒吸一口凉气。各位道尊，难道这口外观怪异的铁锅是混沌至宝？众道尊点了点头，传音道：“定是混沌至宝无疑，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前辈用混沌至宝来烹煮。”说到这里，众阁主的目光全部汇聚到了冒着热气的电饭锅上，耐心地等待林玄清掀开。又过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电饭锅发出滴的一声。林玄清知道黄豆粥已经煮好了，此刻他缓缓打开锅盖，一股米饭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系统给的优质大米啊，这可真是香啊！林玄清拿着一个木勺，将电饭锅里面的粥翻了几下，香气变得更加浓烈，弥漫整座测试广场。众阁主目不转睛地盯着电饭锅里面的粥，垂涎欲滴。
这是什么等级的大米啊？太香了吧！老夫已经38万年不曾进食过谷物了，但今日这一锅粥，竟然让我有一种想要连锅都吃掉的冲动。众阁主完全被林玄清煲出来的义气黄豆粥所征服，自觉将手中的器皿换成更大的。诸位阁主，你们快看，那个黄黄的是什么？一位副阁的阁主提醒道。众阁主看着粥里面金灿灿的黄豆，惊呼道：前辈把古神之种给煲了！古神之种出现在粥里面，对这群阁主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们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食材的，关键是这玩意儿能吃吗？林玄清用勺子从电饭锅中飘出一颗古神之种，然后用牙齿咬了咬。这颗古神之种已经煲得很烂了，在林玄清口中就像面粉一样入口即化，看来是熟透了，口感还可以。林玄清自言自语，并且细细品味了一番古神之种的味道，沙沙的有一股豆香味儿，确实很像黄豆。然后他对众阁主说道：今天煮的粥不是很多，要保证每个人都吃到，所以一人只能盛一小勺。众阁主点头，拿着盛饭的家伙很自觉地在测试广场上排成一条长龙。开饭了，开饭了！这个场面非常像林玄清前世食堂打饭的场景。另一边，从太明古界出发的明神一族3位神王，此时刚刚探查完太玄古界，他们感到非常疑惑，因为太玄古界之中竟然一个觉醒的明神一族古神都没找到。不对啊，我明明记得上个纪元终结的时候，我族起码有4000族民沉眠太玄古界啊，他们人呢？就算尚未觉醒，也不可能一颗古神之种都找不到吧？3位神王中，为首的名叫古扎的神王百思不得其解。他左边的名叫古鲁的神王问道：会不会是他们提前觉醒了，提前离开了太玄古界？不可能。右边的名叫古热的神王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如果他们提前觉醒的话，应该会立刻与我们联系。况且我们并未感应到他们的图腾，说明他们绝对不可能已经觉醒了。混沌时代，每一个古神族都有图腾，图腾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感知同族的手段。比如他们明神一族拥有着象征冥界的图腾，在手臂上激活之后就可以相互定位。没错，图腾未亮，说明他们还在沉眠之中。古扎认同这个说法。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在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变故？此言还为之尚早。古热摇头道：等我们探查完太虚古界之后再下定论吧。三弟所言极是，大哥还是先去太虚古界看了之后再说吧。古扎点了点头，然后带着手底下的60位部族首领一起朝着太虚古界进发。此刻63位强大的古神忽然出现在天幕之外，惊动了正在虚空中休憩的太虚古界意志。又有敌袭！老者佝偻着身子，从虚空内部悄悄打开一个口子，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天幕外的古扎等古神。这老者定睛一看，发现这63人的修为貌似比之前那头妖虎都还要高，全都是觉醒的古神。我的妈呀！打扰了，打扰了！太虚古界的意志再一次选择摆烂，缩回了虚空中，任凭明神一族的古神们进入中州。不过和黑星虎不同是的，古扎等古神进入太虚古界之后，并没有招摇过市，而是选择悄悄探查，因为他们很清楚，传说中可以令世界终结的超凡意志，貌似就在这太虚古界的某个人族势力中。古热，用图腾感知一下族民们吧。古扎吩咐道。古热举起左臂，激活大臂上的冥界图腾，散发出微弱的紫黑色光芒。他闭上双眼，感受明神一族在太虚古界中的位置，还是一无所谓。还是没有？难道真的出变故了？古扎有些着急了。毕竟这一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明神一族的族民们带回去。若是空手而归又找不到原因的话，他们3个根本没有任何脸面去见神皇查图。大哥，要不要启用明神燃血阵？古鲁提议道。古扎思考片刻后，沉声说道：只能如此了。所谓明神燃血阵，是明神一族专门用来寻找失散族民的阵法。此阵法共需36位拥有神权的族民，施展时他们必须各自献出一滴自己的古神精血，用于给养阵眼。待到精血燃烧殆尽，失散族民的具体位置信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在大阵中央。此刻，在古扎的命令下，古鲁带着另外35位明神一族的首领，全力施展此阵法。霎时间，天昏地暗，隐隐有明光绽放。大阵中央，长生仙阁古色古香的画面渐渐浮现。大哥，找到了，他们好像都在这个被称之为长生仙阁的人族势力中沉眠。古鲁兴奋说道。长生仙阁？太玄和太虚2个古界，我族一共有接近8000族民沉眠，竟然全部都在这长生仙阁之中，这有些蹊跷啊。古扎看着空中长生仙阁的画面，皱眉道：大哥，过去看了不就知道了。一旁的古热轻描淡写的说道：如果有什么蹊跷，区区人族势力而已，灭了就是。对，三弟说的没错，人族势力不足为惧，或许是我多心了吧。古扎示意古鲁停掉明神燃血阵，不过为了谨慎起见，大家还是要屏蔽自己的古神气息，化妆成人族修士，悄悄前往这个长生仙阁。尽管古鲁和古热等人都觉得没有必要，但他们还是照做了。于是63位明神一族的古神们来到长生仙阁后，像做贼一般的站在苍穹上窥探着。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林玄清那巨大的灵晶雕像，这直接把古扎给吓了一大跳。要不是古鲁和古扎拦着，他差点就脚底抹油遁走了。这不就是那个灭杀了明神的超凡意志吗？他的雕像在这儿，岂不是说明我等自投罗网了？大哥，不要慌，稍安勿躁，这只是一座雕像而已，他本人未必就在这个人族势力中。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寻找族民们。在古鲁和古热的劝说下，古扎暂时平复了心境，然后他站在云上，
快速扫视长生仙阁，从12主阁到108副阁，最后古扎在测试广场上发现了古神之种的踪迹。然而测试广场上面的画面简直不要太美，众阁主一人手捧一碗，正在开开心心吧唧吧唧地嚼着黄豆粥。古扎大惊失色，一眼就看出碗里面的黄豆是明神一族的古神之种。卧槽，大哥怎么了？古扎突然一句卧槽，让古鲁和古热两人一个机灵。如果他们没有记错的话，自己的大哥古扎从混沌中诞生以来，从来没有爆过一句粗口，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大哥古扎如此惊慌失措的表情。大哥，你在长生仙阁中看见什么了？见古扎还愣着，古鲁和古热赶紧追问道。古扎双目无神，指着长生仙阁测试广场的方向，惊恐道：二弟三弟，我们明神一族全军覆没了。古鲁和古热两人一听，立刻顺着古扎手指的方向看去，随后他们如愿以偿地看到了测试广场上林玄清等人开饭的画面。长生仙阁100多位阁主此时正肩并肩地捧着饭碗喝粥，脸上还洋溢着满足且幸福的灿烂笑容。太好喝了，想不到古神之种经过熬制后能够散发出如此清新的香气，老夫真想再干一碗啊。没错，此粥不仅鲜美无比，同时还蕴含着庞大的混沌古神之力。哈哈哈哈，本座卡在河道境巅峰30万年了，今日终于能够一举突破了。不行，老夫已经憋不住了，要喷出来了。我也是，我也憋不住了，必须要立刻闭关，必须。测试广场上，众阁主喝下一气黄豆粥后，老脸都涨得通红。这个画面林玄清简直不要太熟悉，这是即将窜息的前兆啊。于是林玄清赶紧挥手说道：所有阁主速速离去，切勿在此地停留。众阁主一听，知道这是林前辈在提醒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去消化着粥中的古神之力。阁主们把碗里面的米汤舔干净后，噌的一声就返回了阁中闭关。片刻后，长生仙阁的各座阁楼内猛然迸射出120道紫黑色的巨型光柱，这些巨型光柱直冲云霄，正好击中苍穹上正在偷窥长生仙阁的明神一族的63位古神。卧槽！这一瞬间，古扎和古热两位神王发出了和大哥古扎刚刚一模一样的惊叹，随后他们一个踉跄从云层上摔了下来。林玄清正在用勺子刮着电饭锅里面剩下的粥，敏锐的亡灵一眼就看到了从天而降的明神一族古神们，他惊呼道：师尊快看，有人从上面掉下来了。林玄清抬头一看，还真是如亡灵所说，天上密密麻麻的掉下来了好几十个修士。轰隆，63位古神重重的摔在测试广场上，霎时间尘土飞扬。古扎等人赶紧从地上爬起来，然后紧紧靠在一起，他们紧张地看着林玄清，额头上冷汗直冒。谁都知道，眼前这个手中握着饭勺的男人，就是击杀了明神的超凡意志。大哥，现在怎么办？要逃吗？古热悄悄传音古扎道。古扎吞了吞口水，手心手背全是汗。逃？怎么逃？三弟，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他早就发现我们了，早就发现我们。古热恍然大悟，明白大哥古扎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们方才躲在云层上窥视长生仙阁，虽然收敛了古神气息，但对超凡意志这样的存在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他们被光柱击中也不是偶然，而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刻意为之。想到这里，古热后背微微发凉。既然如此，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古鲁捏紧了拳头，实在不行，大哥你先逃吧，我和三弟断后跟他拼了。冷静，莫要自乱阵脚。古扎呵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真的要杀我们，为何刚刚不动手？两人被古扎一语惊醒。对哦，如果超凡意志真的想杀掉他们，绝不会等到现在。也就是说，他还有其他的目的。古扎示意所有人都先冷静下来。诸位，稍安勿躁，且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平复心境后，这群古神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直勾勾的盯着林玄清。这么多陌生修士忽然出现，林玄清本来一开始还挺纳闷的，但当林玄清看到这群修士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时，他终于懂了，这是来要饭的。准确的说，是来讨要林玄清电饭锅里面的黄豆粥的。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热情好客。任务目标：用剩下的一气黄豆粥招待对面的陌生人，并监督他们喝下去。任务奖励：名声值翻倍卡星号20。看到系统面板上突然弹出来的任务，林玄清更加确定了，这群陌生的修士就是来骗吃骗喝的。哎，没办法，这粥确实很香。林玄清原本还想留一点给自己老婆张柳依的，但系统都发布任务了，也只好先满足任务要求了。毕竟他这次只烹煮了一部分优质大米，手中的古神之种也还有2000多颗。算了，下次再单独给老婆煮一锅。林玄清自言自语，然后看向古扎等人：你们人有点多哦，若是每人一碗的话，肯定是不够的。一共63个人，我算算哦。林玄清在脑海中简单的做了一下乘除法运算，正好，那就盛7碗吧，9个人1碗。你们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古扎等人愣住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林玄清是什么意思。林玄清见他们都不说话，心想应该是同意了，毕竟都是一群蹭饭的，还敢有意见，属实是没有情商了。带碗了吗？算了，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没有。王林，取7只碗来，为师给他们添粥。王林从乾坤袋中取出7只陶碗，林玄清一勺一勺的刮，将电饭锅中剩下的粥平均分到7只碗中。小三儿，过来帮忙，把这几碗粥端给那边的前辈们。好的，师尊。到这里，古扎等人才看明白，林玄清是要让他们喝粥。古热端着唐三递过来的粥碗，看着里面明晃晃的古神之种，愤怒传音道：
大哥，这碗里可都是我明神一族的族民啊！这个恶魔竟然强迫我们同族相识！大哥，同族相识这种荒谬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古鲁端着陶碗，同样也是愤怒不已。古扎低头看着碗中那粒粒分明的金色古神之种，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哼，还是不喝。一个两难的选择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选哪一个都是一种折磨。林玄清看着他们端着碗迟迟不肯开动，还以为是拘谨，于是微笑道：“不用客气，赶紧喝吧。”这不说还好，一说直接让很多明神一族的古神应激了。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大哥，我要跟他拼了！住口！那可是连至高无上的明神都能杀死的超凡意志，难道你们想要白白送死吗？古扎喝止住古热等人，明神一族的古神们面面相觑，心中顿时打了退堂鼓。没错，面对强大无比的超凡意志，他们口中所谓的鱼死网破，真的只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古扎叹了一口气，继续传音道：“诸位，事已至此，我们只能选择妥协了。若是你们再死在这里，那我明神一族恐怕真的就要从12神族中除名了。”古扎的这句话令他们有些伤感。原本这一次他们是来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接族民们回去的，可他们哪里想得到，明神一族数千沉眠的古神就这样荒谬的死去了。古扎说的没错，如果他们再因为冲动在这长生仙阁中全军覆没的话，整个明神一族就只剩下渣屠神皇一人了。与超凡意志的最终决战还未开始，明神一族就一个人都不剩了，一定会成为12神族中的笑柄的。诸位，喝吧。古扎看着众人，无奈说道。作为表率，他第一个端起粥碗，在边缘处抿了一口。他一脸痛苦，将碗中零零散散的古神之种吸入喉中。同族相识的负罪感让他难以下咽，差点吐了出来。大哥，古热和古鲁见到大哥古扎做出了如此的牺牲，直接泪目了。剩下的60位古神首领也是一样，此刻都闭上眼睛，清一色的泪流满面。看着这个场面，林玄清疑惑不已。他暗暗想着，太夸张了吧？这粥确实味道不错，也不至于喝一口就哭成这样啊。丁，美食任务一期黄豆粥已完成，签到翻倍卡星号20。丁，隐藏任务热情好客已完成，名声值翻倍卡星号20。2个任务同时完成的声音在林玄清耳畔响起，一堆翻倍卡成功发放到系统背包中，一共40张翻倍卡呀，可惜目前无法叠加使用。林玄清猛然发现背包里面翻倍卡都好多了，之前做任务送的3倍卡都还有没用的，现在又一次性来了好几十张，只能先存着了，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用吧。林玄清自言自语道。此时古扎等人也喝完了碗里面的粥。师尊，他们已经喝完了。王林收了陶碗，对林玄清说道。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吩咐唐三和王林把锅碗都洗了。唐三和王林都是吃过苦的孩子，刷锅刷碗极为擅长，3下5除2，他们2个就把电饭锅刷得亮堂堂的。而古扎一群人则是捂着肚子，艰难地站在测试广场上。林玄清见状，知道他们肯定也是要窜稀了，否则表情不可能这么难看。你们若是憋得难受的话，不必强撑。林玄清摆手说道。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古扎等人一听，知道自己有机会脱身了，他们立刻催动古神之力，不顾一切地逃离长生仙阁。一溜烟的功夫，他们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林玄清抬头仰望着天空，喃喃道：跑得真快，也不知道这群陌生修士来自哪个宗门。明神一族的这63位古神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全速返回太明古界。一路上，他们反复回想起自己在长生仙阁被逼无奈喝粥的画面，肚子里面就翻江倒海。尽管有一说一，那个粥的味道确实还不错。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古热痛哭流涕，将手指伸入喉咙之中，想要将吃下去的古神之种给呕出来。其余明神一族的古神也纷纷效仿，把手指给伸了进去。然而一期黄豆粥早就被消化殆尽，他们想要吐出来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一路上明神一族的这群古神只能不停的干呕。大哥，同族相识，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渣屠神皇啊？古热一拳捶到自己的胸口上，垂头丧气的说道。其余古神首领也是一样，此刻都停了下来，纷纷把头低下。古扎无奈的看着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办了。这次不仅没有将族民们带回去，还被迫进行了同族相识，他们绝对会被查图重重的责罚。沉默开始在他们之间蔓延。大哥，既然如此，我们不如索性逃了吧。古鲁的提议打破了众人之间的沉默。逃？古扎疑惑地看着他。二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战在即，我们明神一族作为12神族之一，怎么能就这样逃走了？古鲁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现在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大哥，你还不明白吗？那个超凡意志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他只是略微出手，就差点将我们整个明神一族灭族。若是全力以赴的话，其后果简直无法想象。古鲁的一番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古扎作为领导者，认同了他的说法。没错，明神已亡，明神一族的族民们也全军覆没，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与林玄清进行对抗。或许混沌古神们的灭超凡意志计划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此刻，古扎拍了拍古鲁的肩膀，叹息道：哎，有查图在，我们又能往哪里逃呢？大哥是担心我们被他用图腾找到。古扎点了点头。古鲁呵呵一笑：大哥，这个好办。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不如就在太虚古界找一处偏僻的天域苟着如何？在太虚古界藏身。古扎疑惑问道：二哥，
会不会风险太大了？古扎皱眉说道：没错，万一被那超凡意志发现，我们岂不是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面对古扎和古热的质疑，古鲁自信满满的说道：大哥勿忧，那人既然放我们离开长生仙阁，就说明他根本不打算杀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唯独需要担心的就是查图的追捕。但查图又怎么能想得到，我们别的地方不躲，就躲在超凡意志所在的天域呢？古鲁继续说道：退一万步讲，就算他通过图腾找到了我们，敢不敢来太虚古界又是另外一码事了。众古神们听了古鲁的一番话后，纷纷点头，认为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于是古扎决定就按照古鲁的方针去做。但问题又来了，太虚古界下界天域繁多，他们又应该躲在哪一个天域之中呢？因此古扎提问道：三弟，你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偏僻天域指的是哪一个？古鲁解释道：方才赶路时，我已经用天机占卜法推算过，在太虚古界的下界天域中，有一处灵气贫乏的天域，乃是上上之选。灵气贫乏是哪个天域？古鲁淡淡一笑，嘴里吐出4个字：黄沙天域。古扎等人听到之后微微一怔。古鲁补充道：根据天机显示，这个黄沙天域之中有一处十分贫瘠的沙漠，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但巧就巧在此沙漠之中正好有一座村庄，可供我们藏匿。哦，还有这种地方？古热惊讶道：大哥，我们不如就苟在这个村子中吧。古扎思考片刻后，选择相信古鲁的推算，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就由二弟带路吧。说罢，冥神一族的古神们全部都藏匿了古神气息，伪装成了凡人。随后在古鲁的带领下，他们全速前往黄沙天域。另一边，黄沙天域自从黄石镇的水源被敖丙改造后，圣人村的村民们修为与日俱增，其中村长唐昊更是突破到了武灵境界，成为了圣人村有史以来的第3强者。黄石镇的河道真仙们得知这个劲爆消息后，纷纷跑来圣人村祝贺，并且带了不少贺礼，因此今日的圣人村显得格外喧嚣。哈哈，唐村长，恭喜恭喜了！天道殿以敖丙为首，上百真仙拖着2大车贺礼从沙漠中疾驰而来。唐昊笑脸相迎：敖老兄，你来就来吧，何必送这么多的礼物？敖丙摆手笑道：只是一些普通的物件而已。天道殿的河道真仙们附和道：没错没错，都是些很寻常的东西，不算太值钱。哦，是吗？唐昊也没有多想，便派遣村民把贺礼押送到村子的仓库中去。毕竟黄石镇的居民大多都是逃避战乱而来，身上就算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恐怕也早就被抢光了。但其实唐昊不知道的是，那2大车的贺礼都是敖丙从天道殿的宝库中精挑细选的，随便一件都是鸿蒙级的宝物。毕竟唐昊的儿子唐三是林前辈的弟子，前途不可限量，给他爹送点鸿蒙道宝什么的，很合理吧？宴席马上就要开始，诸位快快入座吧。唐昊亲自带着敖丙入座。不过敖丙屁股都还没坐热，黄石镇中阴阳塔的河道真仙们也尽数赶来了，和敖丙一模一样，他们也拖了2大车的礼物前来祝贺唐昊晋级武灵。哈哈，唐村长，恭喜您成为这方圆几千里内唯一的武灵强者呀！阴阳塔的2位道尊姿态摆得很低，上前拱手祝贺，颇有一种晚辈见长辈的感觉。唐昊见状，赶紧起身回礼。他看着阴阳塔众修士送来的2大车贺礼，惭愧道：只是武灵而已，在这圣人村算是光宗耀祖了，但在整个皇朝当中不值一提，而且你们没有必要送这么多礼物的。2位道尊一听，立刻反驳道：唐村长哪里的话，武灵修为可是我等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境界呢，而且这些都是一些普通物件，只是看上去多，其实不值什么钱。唐昊看向来阴阳塔众修士，暗暗想着，确实啊，对于绝大多数凡人来说，武灵强者确实已经恐怖如斯了。诸位快快入座吧。唐昊正要带领他们入座，沙漠之中又来了2队新的人马。坐在宴席上的敖丙定睛一看，发现是乾元谷和坤元谷的河道真仙们来了。他们的队伍特别长，一共拉了8大车的贺礼，比天道殿和阴阳塔送的还要多。紧接着天地人3大神宗的河道真仙们也来了，他们更为夸张，光是鸿蒙道丹就直接拖来了整整8车。好家伙，这是把宗门内的宝库都搬空了吧？敖丙喃喃自语，心想这群人为了巴结唐昊真是下了血本。而唐昊此时面对如此多的贺礼，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大家都太热情了啊！唐昊感叹一句，然后走过去亲自迎接。众修士一顿彩虹屁后，纷纷表示这些东西都不算值钱。村长，宴席已经备好，可以开饭了。一位村民来到唐昊身边，轻声说道。唐昊微微一笑，看向来自黄石镇的众修士们，问道：应该都来齐了吧？敖丙等人正要回答，他们突然发现沙漠之中又来了一个队伍。这个队伍一共有63人，面孔看上去都十分陌生，不像是周围的村落的村民。各势力的修士们立刻警觉起来，毕竟陈羽皇、玄黄道主还有乾元道主曾经都吩咐过，一定要保住圣人村的宁静。大哥，看到了吗？前面那个小村落就是我通过天机计算出的最佳藏身之处。古鲁兴奋地指着前方，对大哥古扎说道。古扎略微探查了一番圣人村周围的状况，发现此地确实如古鲁所说，灵气匮乏到了极点。很好，大家暂时就在这里住下吧。古扎等人伪装成凡人，进入圣人村中，看到了敖丙等人。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小村子里面今日怎么会聚了这么多的人？而且敖丙等人看他们的眼神貌似有些不对劲。大哥，怎么回事？这群人族为何用这种眼神盯着我们看？古热十分不解，悄悄传音古扎。古扎也感到诧异，暗暗想着，难道这儿的凡人不欢迎外来人？你们是何人？还不等唐昊开口，
敖丙缓缓走到他们面前，率先询问道：“来圣人村之前，古渣就有言在先，要古神首领们都扮成凡人，免得节外生枝。”于是，对于敖丙的问题，古渣只说他们是古家村逃难来的凡人，他是老大，古鲁是老二，古热是老三，其余人均是古氏的族人。敖丙催动修为，仔细探查一番后发现，古渣好像没有说谎，确实是没有修为的凡人。看来是我多心了。敖丙确认他们没有危险后，坐回了原位。其余河道真仙也纷纷收回袖口中暗藏着的武器，重新在宴席上聊起天来，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唐昊得知古渣等人也是逃难而来，立刻上前拉着古渣的手说道：“古老哥，一路上逃难辛苦了，赶紧过来坐下吃点东西吧。”您是？古渣没有想到这个小村子竟然如此好客，上来就要拉着他们一起吃饭。哦，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唐昊，是这个村的村长。唐昊微笑着说道：“原来是唐村长。”古渣对唐昊行了一礼：“今日贵村如此热闹，莫非是有什么喜事？”唐昊正准备回答，却被旁边的一位来自天神宗的河道境修士抢先了。你们刚来，不知道唐村长他老人家前几日刚刚突破至武灵境，成为了黄石镇方圆几千里的第一强者。听见第一强者几个字，唐昊老脸一红，有些挂不住了。他摸了摸后脑勺，笑道：“什么第一强者，都是乡亲们调侃而已，诸位不必当真啊。”武灵？听见这个境界，明神一族的古神们微微一愣，果然是灵气稀薄的地方啊，区区武灵而已，竟然就是什么所谓的第一强者了。看来这里是来对了。古渣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唐昊见他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还以为被武灵这个强大的境界给吓到了，于是他赶紧说道：“你们来到圣人村，千万不要拘谨，也不要有什么压力，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好。而且武灵境也算不得什么，相信你们有朝一日也能达到的。”说罢，唐昊拉着古渣的手往宴席中间走去，他带着古渣等人坐下，然后示意后厨把做好的主食给盛上来。一口热气腾腾的巨大砂锅被两位村民抬了出来。唐昊指着大砂锅，呵呵笑道：“因为缺水，我沙漠子民平日都是食用一些牛羊马肉，燥热得很。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有敖老哥他们的帮忙，村子已经完全不缺水了。你们看。”说到这里，唐昊示意两位村民把巨大砂锅的盖子给揭开，一股扑鼻的米饭香气席卷而来。古渣等人闻到这个味道，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一碗金灿灿的黄豆粥被唐昊捧在手中。古老哥，实不相瞒，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此乃黄豆粥，营养极其丰富，是沙漠之中难得一见的美食啊。古渣看着碗里面的粒粒分明的黄豆，一脸黑线。其余古神也是一样，此时脸色极为难看，并且还有点反胃。唐昊大笑道：“诸位不要客气，今日黄豆粥管够，随便喝。”随后，一碗又一碗满当当的黄豆粥被端到了古渣等人的面前。另一边，太明古界神座之上，查图迟迟收不到古渣等人的回复，顿觉有些不太对劲。按照预定的计划，现在古渣他们应该带着族民回来了吧？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一点消息？直觉告诉他，古渣等人可能出现了什么变故。于是查图立刻激活左臂上的冥界图腾，试图联系他们。渣图通过激活后的图腾，虽然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古渣等人的位置，但让他疑惑的是，古渣一行人为何在太虚古界一动不动？而且无论查图怎么联系，古渣那边都没有任何回复。太虚古界？难道说……渣图忽然想起，林玄清，也就是杀死冥神的超凡意志，好像就在太虚古界之中，欺人太甚。霎时间，渣图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古渣一行人肯定是遭遇到了林玄清，然后被林玄清关押在了太虚古界之中，而这很明显是一种挑衅，同时这也是在对整个冥神一族下战书。身为冥神一族最后的神皇，渣图无法忍气吞声，他暗下决心，就算杀不了林玄清，也必须要将古渣他们给带回来，否则整个冥神一族都将成为其余神族口中永远的笑柄，而他自己恐怕也会永远抬不起头来。重铸冥神一族荣光，吾辈义不容辞。渣图一巴掌重重地拍到了神座上，混沌至宝级别的神座直接裂成了两半，然后他冲破云霄，义无反顾地朝着太虚古界全速前进。与此同时，长生仙阁中系统的声音忽然在林玄清耳畔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秒杀神皇。任务目标：冥神一族的神皇渣图即将抵达战场，请宿主做好准备，将其秒杀。任务奖励：抽奖功能大升级。神皇查图。”林玄清站在测试广场上，抬头仰望着苍穹之上。忽然间，长生仙阁风起云涌，天空瞬间阴沉下来，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师尊，这是……亡灵看着空间裂缝中飞出来的无数黑色生魂，顿时想起了炼魂狱中所经历的一切。林玄清搓了搓手，微微一笑：“徒儿不必惊慌，有人来送人头了而已。”林玄清话音落下，空间裂缝之中伸出一只恐怖的黑色的手掌，那手掌遮天蔽日一般落向长生仙阁，压迫感十足。面对如此场面，亡灵和唐三两人因为修为太低，差点喘不过气来。何人竟敢擅闯我长生仙阁？长生仙阁的120位阁主同时大喝一声，然后化为道道流光，嗖的一声冲天起。在一气黄豆粥的帮助下，他们已经领悟到了古神之力。120位阁主同时出拳，与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黑色巨掌站在一起。轰隆隆，轰隆隆，如同惊雷炸裂一般，那只巨型手掌被阁主们打得千疮百孔。此刻，正在域外战场暗中窥探长生仙阁的查图内心猛地一颤，惊讶道：“
这些人族修士为何会使用无名神一族的古神之力？难道说……茶图决定再试探一下，于是发动神拳。长生仙阁的空间裂缝之中出现了第二只黑色巨掌。众阁主见状，再次凝聚古神之力。诸位阁主，合力攻击那道空间裂缝，那里才是源头。清河道尊主动冲了过去，朝着空间裂缝就是一掌。其余阁主分成两路，一部分人抽身抵御拍下来的黑色巨掌，另一部分人则是随着清河道尊一起轰击空间裂缝。砰砰砰！在阁主们眼花缭乱的轰击之下，黑色巨掌和空间裂缝一起湮灭。果然，这些斑驳的古神之力全部都来自无族的族民。试探的结果让渣土感到非常的震惊。混沌古神之所以凌驾于万物生灵之上，其根本原因就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神力和神权。然而现在他看到的，在没有古神恩赐的情况下，这群人族修士居然窃取了他们冥神一族的神力，并且化为己有。这是冥神一族乃至所有神族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恐怕这也是那超凡意志的手段。茶图透过天幕凝视着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站着的林玄清，喃喃自语。随后他催动古神之力，穿越天幕，亲自降临到了长生仙阁。此刻只见苍穹之上倒悬着一条黑色的长河，里面游荡招数不尽的亡灵，并伴随着无数凄惨的悲鸣。这是神权冥河，冥神一族掌控的10大神权之一。茶图身披魂甲，手持长枪，威风凛凛地站在水面之上。长生仙阁的120位阁主抬头仰望着忽然出现的茶图，顿时大惊失色，因为他们发现此人的修为无法被看破，而且浑身上下都环绕着极为恐怖的古神之力。茶图居高临下，口吐神言：“吾乃冥神一族茶图，尔等人族蝼蚁，见到本皇还不跪下？”仅仅只是一句话，众阁主们就不由自主地想要臣服于茶图。林玄清见状，立刻飞身上去，大喝一声：“好家伙，你是当我不存在是吧？”茶图早有准备，立刻从脚下汲取冥河的力量。霎时间，冥河就好像沸腾了一般，成千上万的亡灵在里面痛苦的挣扎。茶图高举长枪，强大的古神之力全部汇聚一点。林玄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枪间跳动着十分强大的黑色气息。超凡意志，你是神的敌人，吾将亲手将你杀死。茶图冷冷说道，然后直接将长枪扔向林玄清。长枪势如破竹，划破空间，掀起惊涛骇浪。茶图自认为这一击就算杀不死林玄清，也至少能将林玄清重伤。毕竟当年他就是靠这一招才稳坐冥神一族4大神皇的位置。然而林玄清只是微微一抬手，就轻描淡写的来了个空手接白刃。什么？茶图知道超凡意志的强大，但没想过竟然如此强大。刚刚那一枪，哪怕是12主神来了也不敢硬接，但林玄清却做到了，而且是毫发无伤。你很惊讶？长空中，林玄清把长枪拿在手中，淡淡说道：“抱歉，在长生仙阁中我是无敌的。管你什么神王、神皇，在长生仙阁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因为林玄清很早之前就从系统那里获得过一个被动技能，长生仙阁中无敌，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被动技能不死不灭。有这2个强大的被动，你区区神皇而已，拿什么资格拼？难怪你能杀得了仓促降临的冥神。茶图看着林玄清云淡风轻的样子，想起冥神被杀的场景。在他看来，林玄清能杀得了冥神，但未必能杀得了已经完全觉醒的他。因为冥神当时只是以一名实力低微的人族作为媒介降临，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远远不如全盛时期的1%。于是下一秒，茶图意念一动，将整条冥河中的亡灵都吸收得干干净净。他的面目开始狰狞，身上的魂甲也变得越来越厚。冥魂神枪，收！茶图沉声一喝，试图以无上神力收回林玄清手中握着的长枪。然而他哪怕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都不能使林玄清手中握着的长枪动上分毫。怎么回事？茶图耗尽了所有神力，而且还有神权冥河的全部加持，居然毫无作用。此状况出乎意料，他开始有点慌了。林玄清摇了摇头，叹道：“都说了，长生仙阁内我是无敌的。算了，还是直接把你给秒了吧。你的名字是茶图吧？从现在开始，你就叫主神了。”丁，检测宿主正在使用秒杀主神的新概念1和新概念2被动能力，正在生效中 loading。生效成功，茶图已正式更名为主神，并且视为真正的主神。你升职了，开不开心？林玄清微笑着看着茶图，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让他一脸懵逼。你在搞什么鬼？虽然林玄清好像什么也做，但茶图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悸油然而生。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主神能力，随机特效匹配中 loading。丁，火尖枪特效匹配成功。火尖枪哦！在系统特效的加持下，林玄清抢来的冥魂神枪此刻燃烧起了熊熊烈火。茶图见状大惊失色，立刻想要逃走，因为他发现冥魂神枪上燃烧着的火焰是古神一族的克星永恒之炎。混沌时代，永恒之炎连主神都烧死过，可谓是极其恐怖。此刻林玄清举起火尖枪，朝着茶图扔还回去。茶图惊慌失措，朝着天幕之外疯狂逃窜。他现在很后悔自己不自量力，跑到长生仙阁来找林玄清的麻烦。如果再给茶图一次选择的话，他绝对会直接循着图腾的定位，想办法悄悄地救走古渣等人，绝对不能碰到永恒之炎。他这样想着，一个呼吸的时，就逃离了太虚古界，来到了一片虚无的域外战场。
然而林玄清扔出来的火尖枪就好像有自动追踪功能一样，一直跟在他尾巴后面。查图躲闪不及，火尖枪咔嚓一声戳到了他的屁股上。啊！他惨叫一声，体内的蛊神之力开始快速流逝，随后永恒之炎瞬间将他吞没殆尽。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隐藏任务，秒杀神皇。抽奖功能正在升级中，升级成功。叮！由于宿主成功升级抽奖功能，额外免费赠送一次抽奖。这就死了呀！测试广场上，林玄清仰望天空，自言自语道：“见外敌已退，阁主们纷纷落到林玄清身旁，然后给林玄清行礼。前辈就长生仙阁于水火之中，如此大恩，请受我等一拜。”叮！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群体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大幅增加，名声值加成120。我靠，1200万！林玄清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反复确认这个数字。叮！宿主本次传播的对象都是后天蛊神级，因此增加的名声值相对较多。系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林玄清没有犹豫，赶紧打开背包，点击之前得到的名声值3倍卡，使用成功。系统面板上的1200万名声值瞬间翻了3倍，来到了3600万这个惊人的数字。可恶啊！林玄清咬牙切齿地看着背包里面剩下的几十张名声值翻倍卡，想用却用不出去。如果能让我叠加使用，这一波名声值将绝杀。可惜加不得，他自言自语，非常的不甘心。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叮！神皇查图的蛊神之种已掉落，请问宿主是否要使用众神之棺将其埋葬？使用众神之棺进行埋葬。”林玄清想起来了，上次击杀冥神之后，爆出来了一个叫做众神之棺的东西。只不过这玩意儿的介绍写得很神秘，林玄清一直都没搞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系统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埋葬蛊神之种的作用？叮！已自动扣除点名声值。林玄清就知道，这谢系统一看到他有名声值后，肯定要薅一波。不过现在他可是千万级别的大款，扣这么点不痛不痒，洒水了。叮！利用众神之棺埋葬蛊神之种，可以剥夺蛊神生前拥有的神权。那剥夺后的神权可以继承吗？叮！只要拥有相应等级的神力，就可以进行神权的继承。既然如此，那就埋了吧。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冥神一族神皇级蛊神之种已埋葬。叮！相应神权正在剥离中，请宿主耐心等待。面板上众神之棺的状态变成了使用中，后面还有一串长长的倒计时。林玄清看了一下，倒计时结束的时间是3天之后。这么久？算了，等一等也无所谓了。刚刚系统升级了抽奖功能，然后又送给了林玄清一次抽奖的机会，所以他决定先抽一下试一下水。如果有好东西的话，他这3000多万名声值可不是盖的，抽奖能抽到手抽筋。另一边，太乙谷界中，正在进行卜算的离神一族大祭司紧握着手中的神杖，脸色骤然大变。在他身旁，一共站着3位12神族的神皇以及9位神王。大祭司，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见大祭司脸色如此难看，同时开口问道。冥神一族的图腾已经消失了。大祭司沉声回答道。什么？众古神一脸的不可思议。大祭司，您没开玩笑吧？图腾消失，岂不是意味着冥神一族的主神还有神皇都陨落了？大祭司皱眉道，尽管我也很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但这就是事实。从今往后，12神族只剩下11个了。众古神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都很清楚，能够做到灭杀整个冥神一族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超凡意志。海神一族的神皇捏紧拳头问道：大祭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众古神的目光此刻全部都汇聚到大祭司身上。他思考片刻后回答道：失去冥神一族的力量，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提前了。那些散落在各个古界尚未觉醒的族民们，诸位神王可派遣相应的部落首领将他们给带回来。此事一定要尽快去做，以免夜长梦多，被那超凡意志所察觉。9位神王听罢，点头回应道：是。随后大祭司又对3位神皇说道：目前尚缺8位神皇还未觉醒，你们就与我一起前去寻找吧。至于主神降临所需要的媒介，我早已经备好，诸位不用担忧。说罢，众古神按照大祭司的吩咐，朝着各个古界进发，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与此同时，林玄清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抽奖，功能饮料星号1，果然还是熟悉的味道啊。林玄清就知道，这系统再怎么升级，抽出来的奖励永远都是这种东西。从健胃消食片到功能饮料，全是他前世司空见惯的物品。不过，林玄清发现这瓶功能饮料的介绍貌似有点牛逼。功能饮料，使用者可短时间提升2个大境界，无任何副作用。打架喝一瓶，精神一上午。2L 豪华装，你值得拥有。提升2个大境界哦，没有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境界都能短时间提升。林玄清思考了一下，这哪里是功能饮料啊，这简直就是那个什么歌呀！这种无差别的境界提升，可以说是神药中的神药了。虽然对于他本人来说，喝这玩意儿意义不大，但如果给长生仙阁的阁主们灌几瓶，岂不是能大大提升整体战斗力？毕竟林玄清还要仰仗他们去各大古界收割蛊神之种，完成主线任务3呢。不愧是升级后的抽奖功能，抽出来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实际功能简直无敌。系统，我要继续抽奖。抽奖功能虽然升级了，但抽一次奖所消耗的名声值还是1000点。林玄清手握3000多万名声值，是时候尽情的挥霍了。奖励：功能饮料星号1箱。第一波10连下去，系统直接爆出来了一整箱功能饮料，一共24瓶。再来。
林玄清两眼一亮，立刻进行第二个10连。奖励：小熊饼干星号1箱，有新东西了。林玄清点开相应的介绍，发现这小熊饼干也有点东西。小熊饼干，使用者可以消除任何负面状态，无任何副作用，一口酥脆，口口酥脆，奶油口味，快乐无极限。这个也不错啊。林玄清看了相应的介绍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这个小熊饼干一袋就有几10片，而1箱约有30袋，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连续2次抽出好东西，让林玄清上头了。接下来他一口气下去，直接搞了100个10连抽。奖励 Q 糖果味糖星号3箱，奖励旺仔小馒头星号5箱，奖励肥仔快乐水星号10箱，奖励鲜香辣条星号3箱，奖励林玄清前世十分熟悉的零食饮料，1箱又1箱的堆在了他的面前。看过介绍后，他发现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是极品灵药，吃下去的效果都不比功能饮料差。看着测试广场上堆成小山奖励物品，林玄清不由得感叹一句：好家伙，都可以开小卖部了。王林和唐三两位徒儿凑了过来，看着成堆的零食，好奇问道：师尊，何为小卖部？这些东西就是小卖部吗？林玄清被2个傻徒弟给逗乐了，微笑道：所谓小卖部其实就是一种小型商铺。原来如此，那师尊是打算售卖这些宝物？王林和唐三虽然不知道这些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但能够看得出来，这里所有东西都十分不凡。为师的确打算在长生仙阁内开一间小卖部。林玄清回答道：你们2个就负责日常的打理吧，不过你们可不允许偷吃哦。林玄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长生仙阁的修士们去其他古界收割古神之种。他打算发放一种兑换券，用于兑换小卖部中的各种零食，而兑换券的发放数量就由收割到的古神之种数量来评定，收割的古神之种数量越多，得到的兑换券就越多。至于相关零食的定价，林玄清决定先按照前世的经验来划分，比如一瓶功能饮料，大概卖个5兑换券就差不多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林玄清把制作兑换券和开设小卖部的任务交给王林和唐三2人，然后他从堆成小山的零食中搬出了2箱方便面，递给了他们。王林，小三儿，此乃极品零食，吃1袋就可以提升不少修为。袋子背面有相应的食用说明，可以干吃，也可以泡着吃。你们1人1箱，算是为师犒劳你们的。王林和唐三抱着沉甸甸的整箱方便面，躬身说道：多谢师尊。林玄清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吩咐道：去吧，把这些东西都搬走，把小卖部支棱起来。王林和唐三轻挥衣袖，把全部箱子都收进乾坤袋中。随后他们立刻动身，在测试广场附近用陵墓修建房舍。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古神之种收集者2。任务目标：继续从各个古界寻找寄宿在修士体内的古神之种，在其觉醒之前将其取出。收集进度0。任务奖励：随机增加1条秒杀主神的新概念。林玄清正准备通知玄黄道主和陈宇皇派人去收集古神之种，第2个收集者的任务就来了。他暗暗想着，干脆把长生仙阁的修士们全部都聚集起来，宣导一下小卖部和兑换券的事情算了。此刻正在给张柳一看门的陈宇皇和玄黄道主突然接到了林玄清的传音，2人相视一眼，说道：主人忽然让我们召集长生仙阁全部修士前往测试广场，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他们给张柳一说明情况后，迅速前往12主阁敲响了仙钟。叮铃铃，刺耳的钟鸣声传遍整座长生仙阁，弟子们纷纷从仙阁中探出头来，惊呼道：不对劲，问道石和问镜石不是已经碎了吗？怎么还要月考？玄黄道主催动道主境修为，吐出阵阵仙音，仙阁内所有阁主和弟子速速前往测试广场。长生仙阁的诸位阁主才刚刚返回仙阁闭关，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在玄黄道主的征召之下赶来了测试广场。难道又有强敌入侵？长河道尊、洪峰道尊等人撸起袖口，来到林玄清面前蓄势待发。林玄清咳了一声，说道：诸位稍安勿躁。很快，其余所有弟子均降落到了测试广场，按照以前月考的模式站成了数个方阵。玄黄道主和陈玉皇确定没有遗漏之后，飞到林玄清身旁，说道：主人，仙阁所有修士尽数在此。林玄清微微点头，示意他们2个站在自己身边来。此刻众修士保持安静，目光全都汇聚到林玄清身上。林玄清负手而立，开口说道：我简单的说2句。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林玄清把在长生仙阁开设小卖部并且发放兑换券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众修士听了之后一片哗然。收集古神之种可以获得兑换券，前辈，您说的这个小卖部可以兑换哪些东西？有阁主疑惑问道。林玄清对着正在测试广场旁搭建小卖部的王林喊道：徒儿，拿1袋 Q 糖果味糖过来。王林按照吩咐拆开盛装 Q 蛋果味糖的纸箱，小心翼翼地取出1袋，拿到林玄清面前。众修士立刻把目光汇聚到王林这边，仔细观察着他手中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袋子。这是林玄清都还没有拆开，诸多阁主就已经发现了这所谓的 Q 蛋果味糖的不凡之处。他们很清晰地看到，那花里胡哨的小袋子里面蕴含着极其狂暴的能量，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一般。难道这古怪的袋子里面装着的是混沌级的灵药？众修士正在猜测之时，林玄清嘶溜一声把包装袋给撕开，青色的晶莹剔透的 Q 蛋糖果映入众人眼帘，每一粒都散发着惊人的能量。此物对于处于突破边缘的修士有极大的作用。林玄清从里面取出1粒软糖，捏在手指中央，只需服用1粒，
境界的桎梏立刻就会消失，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前辈，您的意思是，这是一种类似于破境丹的灵药？修士们震惊道。林玄清点了点头，回答道：没错，但和破境丹不一样的是，此堂没有等级的差异，任何境界的修士均可食用。换句话说，哪怕你是道尊巅峰，服用一粒亦可突破其桎梏。林玄清的一番解释，让长生仙阁的所有修士都沸腾了。无视境界差异的破境丹，而且还没有副作用，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任何修士只要拥有它，哪怕天赋再差，也能突破到道主境乃至更高的境界。神药，这绝对是神药啊！测试广场上，众修士眼中绽放着金光，但还是有一些较为谨慎的修士持有怀疑态度。林玄清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赐出去一粒果糖，当场让一名处于悟道境巅峰的弟子突破到了合道境。眼见为实，这一刻再也没有任何修士敢质疑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神药的价格。于是有阁主激动问道：请问前辈，这个扣糖果味糖需要多少兑换券才能获得呢？林玄清微微一笑，比出3根手指：300张？不是3张。按照林玄清前世的经验，这玩意儿也就卖个3块钱而已。3张兑换券就能换到1粒吗？简直不要太值啊！如此说来，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呢。测试广场上，听到具体价格后的修士们第二次沸腾起来。3张兑换券，按照林玄清的规定，只需要收集3颗古神之种就可以得到。他们上次在太玄古界和太虚古界2界收集古神之种，有不少人都收集到了10颗以上。如果运气不错的话，搞不好能换到好几粒。长生仙阁的修士们已经跃跃欲试，随时都可以准备出发。林玄清则是反驳道：你们会议错了，不是3张兑换券1粒，难道是3张半粒？如果是6张兑换券1粒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林玄清摇了摇头手指，纠正道：3张兑换券是1整袋的价格。测试广场上的修士们听到林玄清说出这句话后，脑袋上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1整袋？没有搞错吧？喂，保守估计，那一袋里面至少有10粒以上吧？林玄清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强调道：你们没有听错，就是3张兑换券1粒。事实上，除了这种糖之外，还有不少效果不亚于它的物品出售，而且这些物品的价格也不会很高，基本上都需要花费个位数的兑换券。因此，诸位请努力收集古神之种吧。话音落下，众修士们心中已是燥热无比，他们赶紧催动修为，化为数道流光，争先恐后的朝着其他古界飞去。一直老老实实站在林玄清身旁的陈玉皇和玄黄道主两人见到其他人都出发了，忍不住问道：主人，老奴可否也？林玄清轻声说道：去吧。两人二话不说，噌的一声就窜上天去，瞬间消失在林玄清的野之中。看来大家都很有干劲啊。林玄清如是说道。他暗暗想着，现在长生仙阁的120位阁主都拥有古神之力，实力堪比后天古神，也不愁打不破别的古界的天幕。3日后，真鱼古界，海神一族的3位神王带着48位部族首领屹立在天幕之上，百思不得其解。大哥，不对啊！上一个纪元中，我族幸存的5000族民应该都沉睡在此界，为何激活图腾却无法定位呢？3位海神一族的神王中，排名老3的巴卡疑惑问道。大哥巴布凝视着真鱼古界，皱眉说道：或许出现了某种变故吧？难道是超凡意志已经察觉到了？二弟巴比想起了冥神一族的事情，这种可能性极大。巴布吩咐众古神首领，既然如此，启动海神燃血阵吧。是。众首领齐声答道。然后在巴比的带领下，一共36位海神一族的古神献出一滴自己的精血，开始施展此阵法。一道蓝色的金光忽然绽放，指向遥远的太虚古界。大阵中央，长生仙阁古色古香的画面渐渐浮现。大哥，找到了，他们在太虚古界的一处名叫长生仙阁的势力中沉眠。巴比兴奋道。太虚古界，长生仙阁，这不太对劲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地好像是大祭司提到的超凡意志的老巢。巴卡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巴布沉声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将那5000族民给带回来。大家谨慎一些，屏蔽自己的古神气息，化妆成人族修士前去探查吧。海神一族的混沌古神们快马加鞭，横渡数个古界，来到了太虚古界之外。他们站在天幕之上，惊动正在沉眠的太虚古界意志。虚空中，老者探出头来，惊道：怎么又来这么多的混沌古神？他数了一下，一共51位，和上次的63相差不多。算了，反正有长生仙阁在，老夫睡了。老者这样想着，随后缩了回去，任凭巴布等人进入太虚古界之中。毕竟现在长生仙阁有古娜娜黑暗之神坐镇，他这个太虚古界的意志基本上就是吉祥物了。海神一族的古神们在巴布的提醒之下，伪装成了悟道境左右的人族修士。此去长生仙阁一定要低调，绝对不能暴露。巴布这样说道，然后率先进入了中州地界。海神一族其余古神相继跟上，很快就和他一起来到了长生仙阁。站在长生仙阁上空，首先映入海神一族古神们眼帘的就是那巨型的林玄清雕像。大哥，这难道就是那超凡意志的雕像？苍穹之上，巴卡凝视着雄伟的林玄清雕像说道。看来这里的人族修士已经投靠了超凡意志，我们必须要更加小心才行。巴布再一次提醒道。众古神点了点头，然后跟随巴布、巴比还有巴卡3位神王一起悄悄降落在长生仙阁之中。他们屏蔽了身上的古神气息，改变了容貌，
并且换上了和长生仙阁弟子一样的服饰。二弟、三弟，你们分别带领一些人前去探查我族民的下落。八部指着长生仙阁的各个阁楼，切记一定要低调，不要让那超凡意志察觉。是，大哥。巴比和巴卡同时回应道。然而他们正准备出发，就看到不远处一大群长生仙阁的弟子火速赶往测试广场。巴布凝神一看，发现这些人族修士的手中好像都握有他们海神一族的古神之种。这是我族民的古神之种。巴比和巴卡也发现了，震惊道。巴布赶紧说道：快，我们跟过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话音落下，海神一族的古神们齐刷刷地飞了过去，跟在弟子大军后面。来到测试广场后，巴布等人看到了长生仙阁的这些人族修士排成了2股长长的队伍。他们先是将手中的海神一族的古神之种换成一种特制的纸张，然后再拿到旁边的一座刻有长生仙阁小卖部牌匾的小木屋里面去。海神一族的这群古神不是傻子，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是在用他们族民的古神之种兑换物品。看着长生仙阁的这些人族修士脸上那满足的笑容，巴比和巴卡勃然大怒，岂有此理！这些蝼蚁一般的人族，竟然把我族的族民当成以物的道具，奇耻大辱，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没错，在混沌时代，从来都是古神奴役人族，把人族当成交易的商品。然而，在这长生仙阁之中，竟然出现了人族把古神当成交易物的事情，这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耻辱。眼见这种情况，巴布和巴卡两人已经准备撤去伪装，对测试广场上的仙阁弟子动手，但巴布却是异常的谨慎，直接把他们给拦了下来。大哥，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何要拦我们？两人胸中的怒火熊熊燃烧着，非常不解地看着大哥巴布问道。巴布却是叹了口气，拍着两人的肩膀说道：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的古神之种可不止我们海神一族一个种族啊！什么？经过巴布的提醒，巴卡和巴比两人惊奇地发现，那些排队的人族修士手中确实还有天神一族和魔神一族的古神之种。天神一族和魔神一族的古神之种也在他们的手中，这说明了什么？巴布皱眉说道：这说明那超凡意志早已察觉了大祭司的计划。这……巴比和巴卡两人瞬间冷静下来，凝视着不断从小卖部中出来的人族修士。大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巴布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逃！没错，只有赶紧逃走，方才有一线生机。巴布神色凝重，看着手下的古神首领们，那超凡意志不动声色就除掉了12神族之一的冥神一族，现在又这么快的动作就找到了我海神一族、天神一族还有魔神一族的所有族民。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恐怕大祭司那边还没有完成所有神皇的觉醒，12神族的族民们就已尽数被那超凡意志所掌控了。说到这里，巴布话锋一转，而且你们有没有思考过，那超凡意志既然找到了我族的古神之种，但为何没有立即毁灭，而是让这些人族修士用来交换物品呢？巴卡和巴比两人听到这个问题后，心头忽然一颤。大哥，你是意思是这是一个陷阱？没错。巴布猛地点头。我12神族每一族都有特殊的燃血阵，用于寻找失散的族民。那超凡意志恐怕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以古神之种作为诱饵，勾引我们上钩。巴布一席话，两人醍醐灌顶。他们庆幸刚刚自己在大哥巴布的阻拦下没有出手，否则他们这51人恐怕全部都要死在长生仙阁之中。说不定那邪恶的超凡意志现在就在长生仙阁的某处，悄悄地盯着测试广场的动静。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巴卡环视四周，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巴比则是紧张问道：既然如此，大哥，我们应该往什么地方逃走？要返回太乙古界与大祭司会合吗？巴布摇了摇头，表示这个地方很不合适。他解释道：大祭司的计划已经没有可能成功了，所以返回太乙古界不过是等死而已。那大哥的意思，去其他古界躲着？这样做的话，万一被大祭司发现……巴布摆了摆手，说道：无妨，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大胆的想法？大哥的意思是……海神一族的古神们纷纷将目光汇聚到巴布那严肃的脸上。巴布忽然微微一笑，说道：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何不就苟在太虚古界呢？太虚古界？巴卡和巴比震惊了。大哥，你没有开玩笑吧？太虚古界可是超凡意志的地盘，藏身在此，岂不是随时都有可能被他发现？巴布摇了摇头，说道：此言差矣。方才我用天机秘法卜算过，太虚古界之中有一个灵气极其稀薄的天域，而那天域之中的一处沙漠十分贫瘠，却又罕见的有一座凡人村庄。超凡意志手段通天不假，但又怎能想到我们堂堂混沌古神会和凡人待在一起呢？沙漠和凡人躲在一起，灯下黑。听了巴布的解释后，巴卡和巴布两人觉得有些道理。是啊，他们可都是混沌古神，却苟在凡人的村庄里，谁能想得到？而且躲在太虚古界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逃避大祭司等人的追踪。到时候就算大祭司带着神皇找上来了，巴卡他们也可以把锅甩在超凡意志身上，逃脱责罚。海神一族的古神们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跟着巴布一起逃了。大哥，你说的那个天域叫什么名字？巴布口中吐出4个字：黄沙天域。黄沙天域吗？巴卡想了一下，说道：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走吧。众古神首领点头，齐声说道：是。然而话音刚落，巴卡背后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巴卡猛然回头，竟然看到林玄清面无表情地站在他面前。卧槽！林玄清的突然出现差点把他的魂都给吓出来了。
海神一族的古神们神经立刻紧绷起来。林玄清则是挠了挠头，淡淡说道：“抱歉，打断你们聊天了。”巴布猛地反应过来，我尼玛，好像刚刚谈话的时候忘了用对内转音的方式了。这岂不是说那些话全部都被这超凡意志给听到了？完蛋了！巴布喃喃自语，脸色变得异常难看。林玄清从袖口中拿出 LV2 的精神杵，一棒槌敲在一名古神首领头上，叮咚，就像打地鼠一样，这名古神首领的脑袋直接开花了。巴卡大惊失色，一击就秒杀了一位我族的首领。林玄清人狠话不多，第二棒槌猛地挥舞而来。三弟，快逃！巴布大吼一声，朝着林玄清的方向催动古神之力袭去。林玄清根本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朝着巴卡的脑袋砸去。叮咚，轰隆，几乎是同一时间，巴布击中了林玄清，而林玄清也砸到了巴卡的脑袋，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巴卡暴毙了，而林玄清安然无恙。测试广场上顿时尘烟四起，海神一族的众古神首领没有犹豫，立刻朝着天幕之外飞去。有名神一族的前车之鉴，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和林玄清交战。而林玄清呢？此刻他忽然从弥漫的烟雾中飞了出来，拿着精神杵朝着他们的脑袋一个又一个的砸去。在长生仙阁内，林玄清是无敌的，所以这群海神一族的古神首领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逃出升天。林玄清如同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敲爆了他们的脑袋。海神一族整整48位古神首领，仅仅数个呼吸的时间就全部被林玄清杀死。天空中，他们的神力渐渐流失，一颗又一颗红色的古神之种被林玄清收入囊中。地面上此时也只是剩下巴布和巴比两位神王还活着而已。大哥，现在怎么办？巴比惊恐地看着天空中刚刚发生的一切，紧张道：“跟他拼了！”巴布催动古神之力，准备发动神拳，与林玄清鱼死网破。跟我拼了！你有这个实力吗？林玄清从天空中俯冲下来，好似流星坠地一般，气势如虹。此时此刻，巴布和巴比两位神王高举左臂，同时发动海神一族10大神拳之一的海王。但令他们意外的是，神拳的发动莫名其妙的失灵了。什么情况？测试广场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林玄清嘣嘣两锤，巴布和巴比立刻变成2具尸体。他收下他们的古神之种，看了看古神之种收集的进度，收集进度9551，只差最后400多了，应该很快就能完成了。林玄清手中拿着乾坤袋，喃喃自语道。与此同时，一直躲在云层之上暗中观察的天神一族古神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大哥，还好你有先见之明，看出这是那超凡意志抛出的诱饵。海神一族的3位神王，还有48位首领就这样被杀了，难怪冥神一族连图腾都消亡了。这超凡意志果真不是我们能够对抗的。天神一族的2位神王吞咽着唾沫，相视一眼。既然如此，那就逃吧。诸位首领，你们可有意见？天神一族一共32位古神首领全部摇头，没有任何意见。他们现在只想早点逃离长生仙阁这个是非之地，躲避超凡意志的视线。常言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决定就藏匿在太虚古界，来一个灯下黑。就在太虚古界？大哥，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啊？无妨，方才我已算定，在这太虚古界之中有一个灵气非常稀薄的天域，而那天域之中的一处十分贫瘠的沙漠，罕见的有一座人族村庄。我们只需要伪装成凡人，躲在其中。那超凡意志又如何能想得到？众古神听了这个解释后，觉得很有道理。堂堂混沌古神躲在极为偏僻的天域，和凡人厮混在一起，这肯定没人能想得到的。大哥，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吧。天神一族的古神们正要遁走，另外一处厚重的云层中央，魔神一族的古神们纷纷探出头来。诸位老哥，请带上我们。我靠！魔神一族一堆古神突然从云层中探出头来说话，把天神一族的古神们吓了一个机灵。好家伙，感情你们也在这偷偷窥视长生仙阁啊！诸位天神一族的兄弟，你们应该是准备去黄沙天域吧？带上我们一起呗。天神一族的2位神王看过去，发现魔神一族的2位神王和32位首领都在。好吧，往黄沙天域逃，其实大家都懂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也没有拒绝。不过，正当他们准备撕裂空间离开之时，另外一朵厚重的云层之中又传出了一道声音：“诸位老哥，请不要丢下我们！”天神一族和魔神一族的众古神们纷纷将目光投过去，发现那朵云层中齐刷刷地探出40多个脑袋。我靠！这一次是2个神族同时被吓了一个机灵，因为他们看到泰坦神族也在。泰坦神族的2位神王加上42位首领，像下面包车一样从云层后面出来，与天神一族和魔神一族汇聚在一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吧？他们全部都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2大神族的古神们叹了口气，说道：“哎，都是被超凡意志逼的呀，大家一起走吧。”随后，天神一族的2位神王环视周围的云朵，传音道：“应该没有藏着的古神族兄弟了吧？”话音落下，无人回应。众古神心想，应该是没有其他古神族在了。一道通往黄沙天域的空间裂缝打开，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一共100多位古神全部进入其中，踏上自己的圣人村之旅。另一边，太乙古界，神族大祭司和3位神皇成功带回了12神族的另外几位神皇的古神之种。此刻，大祭司正手握神杖，给这些神皇的古神之种灌输古神之力。然而，他才刚刚开始，神杖上海神一族的图腾忽然暗淡了一些。
大祭司见状，立刻停止了灌输古神之力。在他身旁的三位神皇见他忽然停下，疑惑问道：“大祭司，发生什么事了？”大祭司微微皱眉，回答道：“海神一族的图腾暗淡了一些，巴布他们恐怕出现了什么变故。”听到这句话，三位神皇掐指一算，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按照既定的计划，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太乙古界才是。然而，三位神皇发现，不仅海神一族没有回来，他们手下的魔神一族、天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竟然都没有返回。难道他们全部都遭遇了什么变故？三位神皇立刻激活左臂上面的图腾，试图联系自己的族人。几乎是同一时间，位于黄沙天域的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古神们手臂上的图腾石被点亮。他们知道这是神皇在联系他们了。天神一族的兄弟们，神皇在联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泰坦神族的一众古神个子挺大，但胆子却有些小。天神一族和魔神一族同时回应道：“泰坦神族的兄弟们不要怕，神皇联系我们，我们装死不回复就行了。”泰坦神族的两位神王还是有些担心，可是古神图腾可以定位，万一他们找过来，无妨。魔神一族的两位神王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这里可是太虚古界超凡意志的地盘，大祭司和神皇他们只会认为我们是被超凡意志所囚禁了，万一大祭司他们来太虚古界找我们怎么办？泰坦神族的众古神们还是有些担忧。天神一族的两位神王实在看不下去他们这胆小的样子了，严肃说道：“我们有办法。”泰坦神族的古神们统统把目光投向他们，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办法。两位神王举起图腾已经激活的手臂，然后闭上眼睛催动古神之力。他们深吸一口气后猛然睁开双眼。神皇大人，救命！一声尖叫响彻云霄，然后在古神之力和图腾的共同作用下，跨越数个古界，传递到了大祭司和三位神皇的耳中。太乙古界中，天神一族的神皇听到手下两位神王的呼救声后，大惊失色。这是苍白和苍蓝的声音。糟了，他们果然出现了变故。他赶紧定位两人的位置，发现他们在太虚古界之中。太虚古界竟然是太虚古界。一旁的另外两位神王也相继完成了定位，发现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也都在太虚古界之中。他们居然都在太虚古界，这是否说明那超凡意志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计划？两位神皇看着大祭司说道。大祭司此刻也是满面愁容，摇了摇头。那超凡意志身上拥有超越混沌的力量，我无法通过神杖进行卜算，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苍白他们应该是被那超凡意志给抓住了。三位神皇相视一眼，神色凝重。大祭司，冥神一族全军覆没，再加上苍白他们被擒，若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计划恐怕难以完成了。毕竟要等所有主神降临，还需一些时日。大祭司看着三人，思考片刻后说道：“此言为之尚早，最终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在这诸天万界之中，我古神一族的族民共有10万以上在沉眠。那超凡意志就算手段通天，难道还能把所有尚未觉醒的古神们一网打尽？”听到大祭司都这么说了，三位神皇内心稍安。大祭司继续说道：“至于苍白他们被擒，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这你们立刻前往太虚古界，将他们给带回来，以振我古神一族之荣光。”三位神皇点头，然后站起身来。大祭司，你放心吧，我们三个同时出手，就算不能击杀那超凡意志，但全身而退应该不是问题。见他们三个如此自信，大祭司也是十分欣慰。毕竟在混沌时代，他们三个合力曾和海神一族的至高主神交战上百回合不败，所以这次他们前往太虚古界，问题应该不大。三位神皇话不多说，便开始前往太虚古界。一路上，他们不断联系苍白和苍蓝两位神王，但迟迟得不到回应。他们无法回应我们的联系，应该是已经落入那超凡意志的手中了。三位神皇这样想着，快马加鞭，全速前进。而另一边，太虚古界黄沙天域之中，泰坦神族的一众古神听到天神一族两位神王的尖叫后，直接傻眼了。好家伙，还有这种操作！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两位神王收回古神之力，无论神皇那边如何联系，他们都不可能再回应了。魔神一族的一众古神纷纷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还是老哥套路深，厉害了。”如此一来，就算三位神皇找了过来，应该也是先去找超凡意志的麻烦了。诸位，赶紧屏蔽古神气息，化妆成凡人下去吧。太虚古界、中州、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来来往往的弟子络绎不绝，林玄清手中的古神之种变得越来越多。收集进度：这一批弟子从凌霄古界回来后，林玄清的古神之种收集者2的任务直接超量完成了。丁，宿主已成功完成古神之种收集者2隐藏任务。任务评价 S。任务奖励：秒杀主神新概念星号1。来了，又有新的被动技能可以加入面板了。林玄清有些兴奋，立刻点击随机开始抽取一条新概念。新概念3，启用这个概念，宿主可以把其他任意拥有古神之力的生灵视为混沌古神。哦，这个可以。看着这个新概念3的介绍，林玄清是十分满意的。为何？因为之前林玄清就发现了，除了混沌古神之外，貌似其他种族的生灵也是可以使用古神之力的。最简单的2个例子就是长生仙阁的阁主们以及黑猩虎，他们不是混沌古神，但因为汲取了古神之种的力量，照样获得了古神之力。所以在林玄清看来，既然他们都能够获得古神之力，那么在这大千世界之中，肯定也有其他生灵有可能获得古神之力。之前林玄清的2个被动新概念1和新概念2都是针对混沌古神的，所以
万一林玄清在外面遇到不属于混沌古神却拥有古神之力的异类，那就100%死翘翘了。而这个新概念3正好填补了秒杀这种异类的空缺，林玄清终于可以做到真正的古神级别的无敌。林玄清给系统竖起了大拇指，赞叹道：“最近你越来越良心了，值得鼓励。”丁，本系统一直都很良心，宿主请不要说这种有歧义的话，谢谢。丁，检测到天神一族的神皇、魔神一族的神皇以及泰坦神族的神皇即将抵达长生仙阁，现发布任务，秒杀神皇。任务目标：宿主请自行做好准备，将即将抵达战场的3位神皇秒杀。任务奖励：签到功能大升级。哦，签到功能也要升级了。林玄清看着这条任务的奖励后，眼前一亮。签到功能自从他晋级求道境后，用处基本上就不是很大了。主要的原因就是签到得到的奖励都很拉胯。如果是丹药，基本上都是一些圣丹和地丹；如果是灵宝，差不多也就是地宝，偶尔能获得一些求道级的鸿蒙道宝。这样的奖励对于现在的林玄清来说，远不如抽奖功能垃圾的不行。而林玄清比较看重的签到修为，由于功能没有升级的原因，一次性签到得到的修为也少得可怜。就算用上了双倍卡，估计也要签到个1-2年才能晋级悟道境。天神一族、魔神一族还有泰坦神族，你们3个神皇赶紧来吧！和上次一样，林玄清抬头仰望着苍穹之上，期待着他们的到来。说曹操就到。霎时间，长生仙阁又一次风起云涌，天空瞬间阴沉下来，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测试广场上正在排队的修士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空间裂缝，只见那空间裂缝之中赫然出现一只布满苔藓的巨人。那巨人的身躯遮天蔽日，比山川都还要宽广，压迫感十足。他俯瞰大地，一脚踩向长生仙阁。面对如此场面，众修士略微有些慌乱。这是傀儡还是什么？如果是傀儡的话，到底需要多少灵晶才能催动一次啊？所有修士都能看得出来，这巨人并不是活物，但和修炼界较为常见的傀儡比起来，貌似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不同就是，那巨人的整个身躯都充斥着一种混沌的气息。眼看着巨人的脚掌就要落下，长生仙阁内30多位拥有古神之力的阁主立刻冲天而起，他们高举双臂，用尽全力地支撑着巨人的脚掌，阻止他摧毁长生仙阁。然而仅凭他们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巨人所对抗，所以很快他们就要支撑不住了。看来只能用刚刚兑换的功能饮料了。危机之中，一位阁主从袖口中取出一瓶花了5张兑换券才换来的功能饮料，他用嘴打开瓶盖后，直接一口炫完。其他阁主见状，纷纷效仿，也从袖口中取出一瓶功能饮料。吨吨吨，一饮而尽后，众阁主的丹田翻江倒海，整个身体都开始发热。这一刻，他们的头发全部变成了金色，身体周围也环绕着一道金色的火焰。不愧是小卖部最畅销的顶级灵液，这一瓶下去，老夫明显的感觉得到体内充满了洪荒之力。众阁主喝了一起黄豆粥后，实力本来就堪比后天古神，现在又有功能饮料的加持，他们的修为短时间内连续突破了2个大境界，堪比古神首领。切！众阁主额头青筋爆发，将巨人的脚掌用力往上顶。天幕之上，正在窥视长生仙阁的3位神皇见此一幕，惊讶道：区区人族修士竟然能爆发出堪比神族首领的力量，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长生仙阁不对劲，很不对劲。天神一族的神皇仔细观察了一番，说道：你们仔细看，这群人族蝼蚁运用的古神之力有很明显的冥神一族的气息。在他的提醒下，另外2位神皇也发现了这一点。冥神之力吗？难道说这件事情与冥神一族的消失有关？3位神皇相视一眼，脸上的震撼之色更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只能说明这些人族拥有某种可以窃取我古神一族神力的手段，并且还能化为己用。人族数量庞大，此等手段若是广泛流传，将来必定能够威胁到我古神一族。3人深吸一口气后，决定亲自下去抓走几个人族修士，一探究竟。虚空之中，一直暗中窥视天幕的太虚古界意志已经麻木了，他眼睁睁地看着3位神皇降临中州，一点办法都没有。唉，时代变了呀！老者长叹一声，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管这天幕之事，反正也拦不住，不如下班摆烂。另一边，长生仙阁之内，在众阁主齐心协力下，那只参天巨人直接被顶到了半空之中。林玄清悠闲地走到小卖部柜台，正在排队的长生仙阁弟子自觉给他让开。然后林玄清对服务员王林和唐三说道：2位徒儿，给为师来几包5香瓜子。王林和唐三2人微微一愣，然后屁颠屁颠地从货架上取下了林玄清要的东西。师尊，给。林玄清拿到手中，面对围观的修士们微微一笑。待会儿这里可能会有一场大战，所以小卖部暂时停止营业一会儿。这里有一些5香瓜子，大家一人抓一把，在旁边坐着等等。林玄清说罢，嘶溜一声撕开5香瓜子的包装袋，拿到众修士面前。前辈，这……众修士低头看着林玄清手中的5香瓜子，犹豫到底该不该拿。林玄清见状，直接往他们手上倒，大家千万别客气，不够还有。众修士赶紧对林玄清行礼，躬身道：多谢前辈。他们每人拿到一小把5香瓜子后，按照林玄清的要求，全部退到测试广场的左侧。前辈真是好啊，10张兑换券才能换到的5香瓜子，居然直接送给我们。虽然道主已经仙逝，但有前辈庇佑，我长生仙阁更胜以往啊。没错，前辈虽是混沌古神的身份，但对我们人族修士一视同仁，真是我们的幸运啊。修士们手里捧着5香瓜子，
肩并肩靠在一起闲谈起来。这五香瓜子据说只需1粒就能提升十分可观的悟性，你们刚刚拿到多少粒？有修士忽然问道。大概100多粒吧。刚刚林玄清给他们倒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就已经预估过数量了。其实我总觉得前辈给我们这么多，应该有更深的用意。没错，你们还记得吗？刚刚前辈说过，有一场大战即将发生。众修士抬头仰望着天空，正在与巨人交战的阁主们若有所思。片刻后，他们之中有修士懂了。我明白了，前辈的意思是让我们以这五香瓜子的药力增加悟性，然后去观摩稍后的大战。其他修士听到这话后，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与此同时，古神族的3位神皇已经降临长生仙阁。霎时间，长生仙阁上空出现3道散发着混沌气息的巨型圆门，其颜色各异，分别是一白、一黑和一绿。人族蝼蚁，竟敢窃取无族之神力，该杀！天地间响彻着3位神皇的声音。斑驳的古神之力如同万千利刃一般刺进众阁主的耳膜，让他们不得不退回到测试广场上。王林和唐三两人捂着耳朵，紧张问道：“师尊，这是什么？”林玄清负手而立，淡淡回答道：“没事，又有人来送人头了而已。”话音落下，那3道不同颜色的巨型圆门渐渐开启。只见白色的巨门中涌出成千上万长招数对翅膀且头顶光环的鸟形态，谓之生灵；而黑色巨门中则是成群结队走出来一种常有黑角、眼睛血红的邪恶生灵。至于最后的绿色巨门出现的，全都是和之前入侵长生仙阁一模一样的参天巨人，足足有20多只。阁主们看着这一切，知道这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了。林玄清示意他们退下，然后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这一刻，手里捧着五香瓜子的长生仙阁弟子们赶紧用嘴剥开瓜子壳，开始嗑起来。前辈要出手了，快，我们一定要好好领悟，不辜负前辈的期望。苍穹之上，3位神皇俯视着冲上来的林玄清，神力涌动，去杀了他！他们口吐神言，3道巨门涌出的生灵如同潮水一般杀向林玄清。林玄清紧握精神杵，丝毫不惧，直接冲了进去，如同大江大河中的弄潮一般。林玄清在里面一砸一个，杀的是昏天黑地。测试广场上，长生仙阁的弟子们嘴里的瓜子一粒接着一粒，疯狂的提升悟性。我已经磕了30多粒了，竟然还是无法从前辈的战斗中领悟到丝毫。这算什么？我已经磕了50多粒了，连前辈的动作都还没看清。我的五香瓜子全部用光了。这位道友有没有多的？能不能允我几粒？道友，这五香瓜子人人都只有1小把，哪里会有什么多的？不过道友无需忧虑，没有瓜子人，还有瓜子壳。说到这里，众修士均露出灼热的目光，低头看着脚下散落一地的瓜子壳。天空中，林玄清势如破竹杀到了3道巨型圆门前，随后他用力挥舞着精神杵砸了上去。轰隆！巨响之中，3道巨门骤然破碎，如同山峦崩塌一般，巨门崩裂的碎片朝着大地散落。苍穹之上，3位神皇见此一幕，震惊无比。天界之门、魔界之门和泰坦之门，居然就这么被毁了。所谓天界之门、魔界之门和泰坦之门，是3大神族中10大神权排名第1的神权。这3道巨门分别连接了3处混沌之外的界域，开启时可召唤其中的强大生灵，而他们作为界域之间的通道，是坚不可摧的。按理来说，就算是12主神同时出手，也没有任何可能将其打碎。可林玄清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怎能不让他们感到震惊？此刻，由于巨门的崩坏，他们3个的神力也就完全丧失了作用。那些从巨门中涌出的生灵，渐渐地化为了泡影，然后消失不见。林玄清趁着这天神一族、魔神一族还有泰坦神族的这3位神皇还在长生仙阁的范围内，赶紧瞬移到他们跟前。3位神皇见林玄清忽然出现，顿时有些惊慌失措。他们刚刚亲眼见识到了林玄清的恐怖，所以现在十分后悔当初听从大祭司的话，赶来太虚古剑。你们3个叫什么？林玄清站在他们面前，没有直接出手，而是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你想要干什么？3位神皇感到有些意外，但不敢大意。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很自觉地向后面退去。没什么，就是了解一下。林玄清微微一笑，让他们浑身一颤，感到有些毛骨悚然。我古神一族的威名，其实你想知道就知道的。3位神皇虽然不明白超凡意志为何要问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猜测这里面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说的。不说就不说呗，急什么？林玄清脸上的笑容消失，伸手指着他们3个。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叫主神了。丁，检测宿主正在使用秒杀主神的新概念1和新概念2被动能力，正在生效中 ，loading。生效成功。天神一族、魔神一族、泰坦神族3位神皇已正式更名为主神，并视为真正的主神。恭喜你们都升职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3位神皇一愣，一股莫名的心悸油然而生。你在搞什么鬼？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主神能力，随机特效匹配中 ，loading。丁，永恒之炎特效匹配成功。永恒之炎。林玄清看着手中精神杵忽然冒出来的火焰，感觉这有些似曾相识啊。这个火焰特效和上次的火尖枪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完全相同。随机匹配还能匹配到同样特效的，林玄清合理的怀疑这一波系统绝对是偷懒了。不过这永恒之炎不愧为古神克星，3位神皇只是看了一眼，就立刻疯狂地朝着天幕之外逃窜。
永恒之炎，居然是永恒之炎！冥神和渣图就是这样被烧死的吗？绝对不能被这火焰碰到！林玄清朝着他们逃走的方向用力扔出精神杵，精神杵好似一支火箭，迅速自动追踪过去。啊！苍穹上3位神皇的屁股被精神杵重重的击中，他们的神力立刻开始流逝。永恒之火点燃了，把他们的屁股点燃，然后呈燎原之势瞬间蔓延全身。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最后的神皇就这样死在了太虚古界之中。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隐藏任务，秒杀神皇。签到功能正在升级中，升级成功。叮！由于宿主成功升级签到功能，限时开放签到倍数无上限活动，时间限制30s。系统面板上出现一串红色的倒计时。林玄清一看，赶紧打开背包，疯狂点击使用签到翻倍卡。1张、2张、3张，背包里面40张签到翻倍卡被林玄清一扫而空。这是多少倍了？2反斜杠 U003D。林玄清看着签到界面几何级数增长的倍数，只能用可怕来形容。系统，签到吧。林玄清吞咽着口水，小心翼翼地按了上去。叮！宿主签到成功。由于本次奖励修为量过于巨大，正在紧张计算中 ，loading。计算成功，奖励已发放。在系统声音出现的瞬间，林玄清忽然感到无穷无尽的灵气在疯狂地涌入自己的丹田，而他的丹田此刻就像无底洞一般，好像无论多少灵气都能完全吞噬。求道境破，悟道境破，合道境破，道尊境破。仅仅只过去一个呼吸的时间，林玄清的修为就从求道境突破到了道主境。测试广场上，连地上的瓜子壳都吃得一干二净的长生仙阁弟子们，看到林玄清不断突破，顿时有所开悟。那些本来就处于突破边缘的弟子们，在这一刻跟随林玄清一起突破了。不过，由于林玄清这次签到得到的修为量十分巨大，因此他的突破还远没有停止。叮！检测到宿主没有古界界印的加持，系统已自动为宿主跳过界主境、道主境破。这一瞬间，林玄清直接受到古神之力的洗礼，跳过了界主这个境界。叮！检测到宿主众神之关中查图有关神权已成功剥夺，系统正在为宿主融合神权。冥神一族的神皇查图的所有神权，在系统的帮助下从众神之关中取出，然后融合进林玄清的体内。后天古神、先天古神、古神首领、神王、神皇。又一个呼吸的时间，林玄清的修为已经攀升到了神皇巅峰，距离至高主神只有一步之遥。叮！由于宿主目前没有至高主神的神权，突破已停止，剩余修为已自动为宿主储存。林玄清缓缓睁开眼睛，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身体。这便是混沌古神的力量吗？不愧是海量经验，一键升级，真是爽到爆炸啊！林玄清能够很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体周围环绕着磅礴的古神气息。叮！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古神之种已掉落，请问宿主是否要使用众神之冠将其埋葬？埋葬，当然要埋葬。林玄清果断回答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天神一族、魔神一族、泰坦神族神皇及古神之种已埋葬。叮！相应神权正在剥离中，请宿主耐心等待。由于这一次是3颗神皇级的古神之种，因此神权剥离的倒计时也变成了之前剥离查图时的3倍，一共有9天。不过林玄清也不着急，毕竟他现在已经获得了冥神一族查图的所有神权。叮！由于宿主此前击杀3名混沌神皇，在长生仙阁造成了极大影响，名声值再次增加，名声值加星号456，名声值加星号38。这么多人，一共才600多万点名声值。林玄清在空中俯视着测试广场的修士们，略微摇头。这个数字若是放在以前，林玄清会觉得已经很多了。但自从上次他从120位阁主身上搞到3000多万名声值后，忽然就觉得这也不过如此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次和上次比起来，击杀的混沌神皇明明更多，然而增加名声值居然还不如上次。系统啊，你老实说，是不是吃回扣了？叮！宿主凭什么误人清白？本次名声值计算规则合理合规，没有半点克扣，好吧？那你解释一下，上次一个阁主可以刷10万，这次怎么才5万？叮！羊毛出在羊身上，宿主在一批人身上重复刷分，效果当然是递减的啊。听了系统的解释，林玄清想了一下，也不是没有道理。反复逮着一批羊薅，理论上来说确实会越来越少。嗨嗨，看来是我错怪你了。算了，先翻个倍吧。林玄清打开背包中，点击使用了一张名声值翻倍卡。翻倍之后，原来的600多万变成1000多万，这个数字看起来就要舒服很多了。他继续问道：不过系统啊，这个羊毛到底要多久才能重新茂盛起来呢？叮！宿主不必忧虑，本系统为了尽快让宿主完成名声值自由，已准备好全新方案。叮！美食任务鲜甜热豆浆已发布，任务目标，请宿主在收集古神之种的过程中，持续制作鲜甜热豆浆，并邀请超过1000名和道境以上的修士饮用。任务特殊道具：现磨豆浆机星号1。任务奖励：名声值功能大升级。磨豆浆啊，这个挺简单的。林玄清降落到测试广场上，话不多说，直接从背包中取出系统发的豆浆机。已经把5箱瓜子壳都横扫一空的长生仙阁，一众修士们纷纷围观过来。他们对林玄清躬身行礼，感激林玄清又一次拯救了长生仙阁。当然，还有林玄清赐给他们这次观摩战斗的机会。随后，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林玄清拿出来的豆浆机，十分好奇。
前辈，您这是？阁主们见过林玄清之前用过的电饭锅，其品级极其之高，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而这个形状有些怪异的灵宝，比起那电饭锅来，貌似也是不遑多让。此刻，王林和唐三也靠了过来，看着自己师尊的举动，顿时联想到了他煲粥时的场景。哦，你们两个来的正好。林玄清一边鼓捣豆浆机，一边说道：“带人去打点灵泉来，为师要煮点东西。”两人一听，心想师尊果然是又要煮饭了。徒儿领命。王林和唐三正要提桶去打灵泉，但马上又被林玄清叫住：“等等，这次你们要多打一点灵泉来，至少要搞个20桶以上。”是，师尊。去吧。林玄清目送他们两个离开后，然后对围观的一众修士说道：“你们手里面若还有蛊神之种的，赶紧兑换了，等会儿我有用。”此前喝过义气黄豆粥的阁主秒懂，赶紧将剩下的蛊神之种拿出来。其余修士见状，均把自己压箱底的蛊神之种拿了出来。他们本来是打算存着下次兑换的，但林玄清既然说需要，肯定就不能再私藏了。这些蛊神之种我就收下了，至于兑换券，到时候你们自己去找我2个徒儿拿。林玄清发现，这次返回长生仙阁的几百修士兜里面，加起来居然还有2000多蛊神之种。如此一来，现在他手里一共有15000多颗了，至少能煮个几桶豆浆吧。反正不够喝也无所谓，毕竟派出收集蛊神之种的修士还有很多都没回来。一般来说，打磨豆浆之前，豆子应该泡一下，这个是蛊神之种，应该不用了吧？丁，请宿主放心大胆的打浆。林玄清点了点头，很快，王林和唐三2个工具人就将打好的20桶灵泉给带了回来。师尊，您吩咐的灵泉一共20桶。林玄清打开豆浆机的盖子，从乾坤袋中倒进去几百颗蛊神之种，差不多了，徒儿，来，往这里面倒水。王林提起1桶灵泉，按照林玄清的要求倒满了整个豆浆机。林玄清关上盖子，准备开始打浆。和电饭锅一样，这个豆浆机不需要通电，直接就能开启。林玄清按下启动按钮，豆浆机里面的刀片开始呜呜的转起来。围观的修士们见到此幕，纷纷感叹道：“不愧是前辈拿出来的顶级灵宝，竟然如此轻易的就将蛊神之种给搅碎了。不过，蛊神之种堪比混沌至宝，前辈为何要将其摧毁呢？”这群修士不食人间烟火，自然看不懂林玄清这样做的目的。师尊这是在磨豆子。站在林玄清身旁的王林解释道：“只不过当年在村子里，我们都是用磨盘来做的。”原来如此。修士们看着豆浆机中不断搅拌的蛊神之种，不由自主地吞了吞口水。原来在前辈眼中，蛊神之种就只是豆子吗？他们想起刚刚林玄清在苍穹上和那3位神皇交战的画面，只能用恐怖如斯这个词来形容。前辈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古娜娜黑暗之神这个名号，在他们的心中变得越来越神秘且强大起来。蛊神之种全部打成白浆之后，豆浆机便自动开始烹煮起来。师尊果然是在做豆浆。王林喃喃自语：“没错，为师这次准备做1000人份的豆浆。”林玄清把装有蛊神之种的乾坤袋交到王林手上，这豆浆机怎么用？你应该已经看明白了吧？原来这件灵宝名叫豆浆机吗？王林听见这个名字，感慨道。他在想，每一次师尊拿出来的顶尖灵宝，譬如高压锅、电饭锅，名字听上去虽然都挺奇怪，但却十分贴切。林玄清微笑地说道：“徒儿，这剩下的就由你来做吧。”师尊放心，徒儿定不辱命。王林接过乾坤袋，一脸严肃。林玄清心想，这傻徒儿磨个豆浆而已，至于这么一本正经吗？哦，对了，为师还有一件东西忘了交给你了。林玄清忽然想到上次得到的太玄戒印还没交给王林，于是拿了出来。师尊，这是？王林看着林玄清手中那方方正正散发着无穷大道之力的玉印，疑惑问道。林玄清解释道：“此乃太玄戒印，算是为师对于你最近勤奋修炼的奖励。”太玄戒印。王林虽然现在还未证得求道境，但在长生仙阁待了这么久了，没吃过猪肉，总是见过猪跑的。关于戒主之印，乃是一戒之主才能拥有的至宝，他早已听别人讲过。师尊，这太珍贵了，我修为尚浅，才刚刚地境，还地境又如何？王林不敢接下太玄戒印，正要拒绝，就被林玄清打断了。你是为师的徒弟，早晚有一天能突破到主境，甚至更高的境界。区区戒印而已，为师让你拿就拿着。况且当初为师收你为徒时，给你的拜师礼实在有些上不了台面，和你堂师弟的比起来差远了。说到这里，林玄清看了一眼唐三，唐三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道：“大师兄，师尊当时收我为徒时，的确给了我好几千件鸿蒙道宝。”几千？王林听见这个数字，一时间愣住了。在妖神域时，一件鸿蒙道宝就能让各大势力争得头破血流。你跟我说，你光拜师礼就收到了好几千？是啊，大师兄。唐三接着说道：“除了几千件鸿蒙道宝之外，其实师尊还给了好几万枚鸿蒙道丹，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宝物。”王林听完，直接无语了。他感觉自己的这个小师弟绝对是在炫耀。身为大师兄，之前手里唯一拥有的鸿蒙道宝还是天逆珠子，结果还被那个冥神弄走了，没了。当初收到的拜师礼也只是一本龙神大帝传承的七色混沌经而已。这玩意儿在下界天域确实还算顶级功法，但在上界这个动不动就拼大道之力的世界，就显得非常不够看了。王林想来想去，越来越觉得一句话很有道理：人比人，气死人。既然如此，这个太玄戒印他说什么也要收了，拿来把你。在长生仙阁一众修士羡慕的目光中，王林果断接过林玄清手中的太玄戒印，并收到乾坤袋里。然后他心里说道：“多谢师尊赐宝。”林玄清摆了摆手，
表示这不算什么。徒儿，对于你来说，借主也只是过渡而已。你先打豆浆吧，为师去看看你师娘。说罢，林玄清在众人的目送下离开了测试广场，朝着主阁的方向走去。黄沙天域圣人村，号称为武林强者之后，沙漠周边的一些妖兽就再也威胁不了打水的队伍了。相反的，现在圣人村会定期组织村民主动前往沙漠中猎杀一些低阶的妖兽，所以没过多久，村子里面就又有村民突破至武灵境了。黄石镇上，敖丙等人得知圣人村又有武灵境诞生后，再次带着礼物前来祝贺。一时间，圣人村热闹非凡，一群和道真仙又搞了不少宝物大车小车的往村里面运。面对这个场面，已经在村子里面住上了一段时间的明神一族古神们十分不解。他们曾偷偷探查过敖丙等人的修为，竟然个个都是和道境之上。和道境在人族修士中已经算作真仙了，出现在如此偏僻的村落中，本来就非常的不合理了。但他们居然还给区区武灵送礼，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大哥，你说这圣人村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宴席上，古鲁环视四周，端着酒碗说道。古扎摇了摇头，然后一饮而尽。人族村落而已，能有什么秘密？一旁的古热撕下一个羊腿，递给古鲁。二哥，不要多想了，给你一个腿吃。这段时间，我前去黄石镇打探过了，那边确实居住了不少人族的合道境以及到尊境修士，但平日里和凡人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如果圣人村附近真的有什么秘密的话，他们应该早就动手了。古鲁把羊腿拿到嘴边，若有所思。关于古热的分析，其实他也说不上有什么毛病，但他心中总有一种不好预感，感觉这圣人村不能久待。希望是我多想了吧。古鲁喃喃自语，然后狠狠地啃了羊腿一口。宴席继续进行着。与此同时，沙漠之中，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那100多号古神也来到了圣人村外。他们全部都屏蔽了自己的古神气息，伪装成了凡人。唐昊向外一看，发现竟然有如此多的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村子之中。看来最近皇朝之间的战争越来越严重了呀。唐昊长叹一口气，心想这次竟然一次性来了这么多人。3大神族的古神们走进圣人村，看见村子里热闹非凡的场景，稍稍有些吃惊。他们正要询问，唐昊主动走了过来。你们应该都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的吧？古神们确认眼神后，顺着唐昊的话点了点头。果然如此，今日的宴席才进行一半，你们来得正好。唐昊极为热情地带着他们往宴席上走。古神们四下张望，观察着参加宴席的人族。看到一半，他们忽然发现好几十张熟悉的面孔。这不是明神一族的兄弟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3大神族的古神们看到了席间正在疯狂炫羊肉的巴扎等人，古扎等人也看到了一脸茫然的他们。你们怎么在这儿？天神一族的神王苍白惊讶说道。古扎放下羊腿，将同样的问题还给他们。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唐昊挠了挠头，疑惑地看了一眼古扎，然后又看了一眼苍白。你们认识？苍白顿时发现自己刚刚差点说漏嘴了，于是快马加鞭道：以前我们两家的村子距离得近，确实认识。你说是吧，古兄？古扎站起身来，配合着苍白说道：没错，唐村长，他们是苍家村的，距离我们古家很近。这一波解释天衣无缝，他们自认为没有任何破绽。唐昊拖着下巴沉思片刻后，微笑道：原来如此，那还真是有缘啊。见事情已经混了过去，古扎和苍白等人都长舒一口气。只是当古扎坐回席位之后，一旁的古热忽然问道：大哥，我们是古神啊，为何要跟一个武灵解释呢？古扎这才意识到，这段时间住在圣人村中，好像已经完全和这群凡人同化了。嗨，三弟，你忘了，我们来圣人村时就说过，一定要低调行事。得知苍白一行人和古扎认识，唐昊便带着他们和古扎他们坐在一起。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古老哥，你们老乡重逢，肯定有很多话要讲，我就不打扰了。唐昊主动敬了一碗酒，然后离开了。见村长唐昊离开，3大神族的几位神王立刻暗中传音古扎3兄弟，严肃说道：你们明神一族因为图腾消失，已经被大祭司从12神族中除名。3兄弟听见这个消息后，非但没有发怒，反而是嬉皮笑脸的回答道：图腾而已，消失了就消失，没什么的。你们居然还笑得出来？苍兰眉头紧皱，然后一巴掌拍到餐布上。难道你们就不打算回去继承渣图的神权，冲击神皇之位？3兄弟呵呵一笑，抹了抹嘴上的油渍，淡淡说道：不想。苍兰听到这个答案，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因为明神一族如果能出现一位新的神皇，他们立刻就能重回12神族之列。如果是他的话，他一定誓死捍卫神族的荣耀，让图腾重现世间。巴扎看他有点激动，于是扔了一个果子给他。苍兰兄，这种果子被人族称作哈密瓜，很甜的，吃一个吧。苍兰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果子，然后又看了古扎一眼。古扎，你这是什么意思？让你吃瓜呀，还能有什么意思？古扎面带微笑，语气也是十分平和。苍兰一拳打碎哈密瓜。古扎，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想重拾明神一族的荣耀吗？此刻，一旁的古鲁终于看不下去了，插嘴说道：苍兰，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你都逃到这圣人村了，还在这儿谈什么荣耀不荣耀的，心里没有一点逼数。你，古鲁一番嘲讽，让天神一族的苍兰有些怒了。苍白见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呵斥道：苍兰，够了。苍兰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因为怒火中烧，差点就卸去了凡人的伪装。我只是……苍白摇了摇头，然后将他的手臂放下。
古鲁兄说的没错，我们都逃到这里来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荣耀了。那超凡意志手眼通天，我们当务之急是避免暴露自己的古神气息被他算到。太虚古界，中州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一众修士围着王林，看着他打出来的一桶又一桶乳白色的豆浆。古神之种明明是金色的，打成碎末和灵泉混合后，再进行简单的烹煮，竟然通通变成了乳白色。修士们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木桶中豆浆散发出来的浓香，感到无比的心旷神怡。哦，这乳浆的气味太令人陶醉了。没错，仅仅只是闻到就能够感觉得到其中蕴含着的磅礴的古神之力。如果可以的话，真想把这乳浆全部吞到嘴里啊！这群修士的虎狼之词让王林感到无语。他关掉豆浆机的开关，然后果断将这20桶豆浆给盖住，不能再让这群人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唐三师弟会被带坏的。王林喃喃自语，同时催动修为，将煮好的豆浆全部收入乾坤袋之中。唐师弟，事情已经办成，该通知师尊了。王林拿着乾坤袋和唐三一起朝着主阁的方向走去，而林玄清现在正和张柳一待在一起，并且从小卖部带了不少零食过来。老公，这些是什么？张柳一挺着肚子靠到林玄清身旁，看着桌上的一堆零食问道。林玄清解释道，这些东西叫零食。零食？零食？林玄清纠正道，所谓零食就是凡人在茶余饭后吃的食物。原来如此。张柳一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觉得有些新奇。他伸手从桌上拿起一包番茄味道的薯片，追问道，这零食看上去虽然有些奇特，但其中似乎蕴含着巨量的大道之力，远胜鸿蒙道丹。林玄清微笑说道，老婆，你拿的这包零食名叫薯片。薯片？难道是玄灵地鼠制成？张柳一立刻就想到了这种鸿蒙级的灵植。林玄清摇了摇头，不是玄灵地鼠，但和它的原材料其实和这个什么地鼠差不了太多，都是长在地底下的。林玄清把张柳一手中的薯片包装袋撕开，一片又一片点缀着红色番茄调料映入眼帘。他从里面拿起一片，喂到张柳一的嘴里，一股酸酸的、咸咸的味道爆炸般的冲击着张柳一的味蕾。这个味道好好吃哦，好吃吧？林玄清宠溺地看着他的脸，好吃你就多吃点。林玄清疯狂投喂张柳一，桌上的一堆零食很快就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张柳一的身体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他的修为直接跨越了2个大等级，从求道境来到了道尊境。除此之外，林玄清看到道侣功能面板上的紫4那一栏也增加了不少的点数，其余天赋那一栏出现了暴击，直接从大地天赋来到了道主天赋。吾儿灵腾有道主之姿。林玄清忽然大笑道。张柳一听到此言后，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他也能明显地感受得到，在食用了大量零食后，自己腹中的胎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公，我还能再多吃一些零食吗？张柳一依偎在林玄清的怀里，轻声问道。林玄清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回答道，老婆，我让王林和唐三在测试广场上面开了个小卖部，你若是还想要的话，随时去那里拿就好了。林玄清正说自己的这2个徒儿呢，王林和唐三2人就已经来了。师尊，豆浆已经全部做好了。王林老老实实的站在门外，传音道。哦，已经做好了。林玄清吩咐他们2人进来，2人一人提一个木桶，有些拘谨的站在门口。师尊，一共正好20桶，还有18桶已经封好，收到了乾坤袋中。林玄清走了过去，低头用勺子从桶中舀出一勺，稍微品尝了一番。这个味道还要比一般的豆浆浓郁不少，都有点像豆奶了。林玄清很满意，然后又舀出一勺，让身边的张柳一尝。张柳一轻抿一口，脸色瞬间微红。老公，这是什么灵液？竟然如此美味！而且这灵液之中似乎还蕴含着磅礴的古神之力。林玄清笑着回答道，这是豆浆，不过不是豆子做的，而是古神之种做的。老婆，你觉得味道不错的话，这2桶就留下给你吧。张柳一听到林玄清要将这2桶豆浆全部留给他，他的脸变得更红了。老公，这个灵液应该很珍贵吧？你给我这么多，林玄清轻轻捏了捏他那红润的脸蛋，打断了他。你现在身子弱，需要多补一补，只是2桶豆浆而已，要是不够，下次我再让王林给你磨一些。林玄清都这样说了，张柳一也没有办法再反驳，欣然收下了这2桶豆浆。只不过刚才林玄清的话让王林不得不想吐槽一番。好家伙，师娘这修为，师尊你告诉我他身子弱。又寒暄几句后，林玄清带着王林和唐三离开了主阁。师徒3人回到测试广场，并从乾坤袋中取出了2桶豆浆。由于测试广场这400多修士都磕过5香瓜子，悟性发生了显著的提升，所以他们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修士都进入了合道境，满足了喝豆浆的基本条件。本来林玄清是打算给4桶的，但张柳一那里占了2桶，所以就只能少给2桶了。毕竟那是老婆，任何资源都要优先供给。至于这些合道真仙嘛，少给一点也无所谓了。你们应该都有酒杯或者茶杯吧？前辈，有的。200多合道真仙赶紧取出鸿蒙级的酒杯或者茶杯。林玄清点了点头，让王林和唐三2人给他们满上。2桶豆浆平均分成了200多份，一人一杯。众合道真仙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眼底绽放金光。多谢前辈赐豆浆，不必多礼，赶紧喝了吧。林玄清挥挥衣袖，淡淡说道。这群合道真仙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随后，古神之力开始在他们的丹田中旋转，让他们不得不盘坐下来吸收。任务进度2321千。林玄清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的数字，还差700多个。我想想看，
这个美食任务要1000以上的和道真仙饮用做好的豆浆，长生仙阁目前所有的加起来都还不够。短暂的思考过后，林玄清想到了一个地方，没错，那就是黄沙天域。他还记得自己当初在圣人村与叶璇交战之后，陈宇皇和玄黄道主曾带领过不少和道真仙、和道尊与太玄古界的其他修士厮杀。后来林玄清才从2人口中得知，这些和道真仙还有道尊全部都被他们安排到了黄石镇，用来保护圣人村。那就去一趟圣人村吧。师尊，你要回村子了吗？唐三听到林玄清打算去圣人村，激动问道。林玄清摸了摸他的脑袋，微笑道：没错，为师准备带你回家看看。唐三喜出望外，拉着王林的手兴奋说道：大师兄，师尊要带我们去我家了，你还没去过呢。上次太玄古界的那个界主叶璇想要吞并我们太虚古界，就是师尊正好在那儿，才将他们给一网打尽的。听到这话，王林想起了林玄清交给他的太玄界印，终于明白其源来了。难怪唐师弟此前说师尊给了他几千件鸿蒙道宝，原来是与太玄古界发生了战争。他暗暗想着，心中非常想去看看那古界战争的战场。此刻林玄清2只手一直提起一人，大步流星地朝着黄沙天域进发。由于他现在修为已相当于混沌神皇，速度奇快无比，所以就不需要人字拖的帮助了。另一边，圣人村内3大神族的100多号古神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凡人之间的生活。这几天唐昊亲自带着他们耕种土地，猎杀妖兽，以及前往黄石镇打水。而此刻他们正和冥神一族的古神们一起顶着骄阳耕种土地。天神一族的神王苍白杵着锄头，发出由衷的感叹：凡人的生活虽然单调，但却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真好啊。其他古神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站起身来用脖子上的白布擦了擦汗水。如果能一直这样，其实也挺好。古神的身份不要也罢，哈哈哈。田地中到处都是欢快的气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林玄清已经带着王林和唐三来到了圣人村口。爹，我回来了。唐三跟随林玄清从天而降，站在圣人村口处兴奋呐喊。由于他现在是求道境修为，所以这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直接影响了整座圣人村。他的声音震耳欲聋，并且还蕴含着不少大道之力。而此时的圣人村内正在劳作的村民们听见这个声音后，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力气仿佛都比平时大了好几倍。这个声音好像是小三儿的，我听着也像是小三儿的。小三儿修炼归来了，这声音中好像有一种很特殊的力量。村民们挺直腰杆，杵着锄头，一边擦汗一边说道。村长唐昊赶紧催动自己武灵境的修为，快速朝着村口跑去。很快他就见到了唐三。小三儿，真的是你啊！唐昊没有想到唐三这才离开村子没多久就回来看他了。至于唐三，虽然已是求道境修为，但古龄毕竟不足10岁，所以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还只是一个孩童而已。因此当他与自己的父亲唐昊相逢时，直接就扑进了唐昊的怀里，喜极而泣。爹，我想你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唐昊紧紧抱着小唐三，然后看向不远处负手而立的林玄清。他永远都记得不久前沙漠中的那个黄昏，林玄清一人斩杀数千仙人的场景。仙人，是您。唐昊放下唐三，正要对林玄清行礼，林玄清立刻打断了他，说道：村长不必客气，无需行礼。好的。林玄清丝毫没有世外仙人的架子，这增加了唐昊不少的高感度。这位是……唐昊行礼之后，看向了站在林玄清身旁的王林。不等林玄清和王林开口说话，唐三主动介绍道：爹，这是王林王师兄，和我一样都是师尊的徒弟。师兄？没错，我比唐师弟早入门一些时日，算是大师兄。王林看着武灵境的唐昊，也没有任何大帝的架子，主动对他行礼。唐昊见状，连忙慌慌张张的回礼，因为他看得出来王林的修为深不可测，恐怕至少也是5宗强者。其实刚刚唐昊也悄悄探查过唐三的修为，发现自己竟然也看不穿，所以他猜测现在小三儿的修为至少也是5皇了。5皇强者可纵横皇朝，恐怖如斯。村口不便多聊，唐昊便热情地带着林玄清和王林进入村子里面。与此同时，田地里面那些辛苦劳作的村民此刻也相继前来迎接唐三。许久不见，圣人村的村民都非常想念唐三，热热闹闹地围了过来。哈哈哈哈！我就说吧，刚刚那声音准是小三儿的。小三儿，好久不见，你牛爷爷想你了。小三儿哥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准备去沙漠里面抓蛇呢。村民们见到小三儿真的回来了，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十分热情。一旁的王林看着这一切，也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不过和唐三不同的是，王林已经背井离乡多年，如果他突然回去的话，恐怕几乎已经没人认识他了。圣人村的小朋友和唐三嬉闹起来，唐昊轻咳了2声，说道：仙人看着呢，你们别太过。村民们这才意识到上次那个神通广大的仙人也在，于是立刻恭恭敬敬地跪地拜见。我等拜见仙人。村民们低着头颅齐声说道。林玄清微微点头，示意他们起来。村民们依照林玄清的话都站起身来后，唐昊马上对他们吩咐道：仙人大驾光临，大家快去准备晚宴，好酒好肉全部都上起来。众人一听，这是又要大摆筵席了。是，村长，我们这就去办。说起宴会，圣人村这段时间办了好几场了，主要就是唐昊和几位村子中的长者突破到了武灵境的原因。有了前面几次的经验，他们这次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于是很快就搞得像模像样起来。林玄清也不客气，带着王林一起找了一个位置坐下，静静等候美味佳肴呈上来。另一边，天神一族、魔神一族、
泰坦神族以及冥神一族的古神们很快也收到了村子正在举行晚宴的消息。他们联想到之前圣人村出现的唐三的声音，议论纷纷起来。方才那道声音虽然十分稚嫩，但其中却蕴含着不少大道之力。古扎分析道：依我看来，那人的修为应该在求道境和悟道境之间。其余几位神王点了点头，表示认同古扎的想法。没错，的确是一名地境之上的人族修士，但修为不会太高。不过说来也怪，这村子的最强者明明只是武灵而已，但每次宴会都有道境的人族修士造访。天神一族的神王苍白说道：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至今都还没有看懂。管他什么奥秘，终究只是人族村落而已。魔神一族的神王听罢，不屑说道：话虽如此，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苍白严肃道：其实在这一众古神之中，不只是神王苍白，也有不少古神首领和他的感觉一样。他们一直都觉得圣人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只是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此刻一直沉默不言的泰坦神族神王此刻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道：多说无益，村子里面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我们不如赶紧去吧。没错，先去看看吧，或许这次造访圣人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族修士而已。说罢，在诸位神王的带领下，古神的大队伍整齐划一地从村西往村东走去。宴席上牛羊肉都是一整只的往上面端，看得林玄清是心里直痒痒。徒儿，等会儿开宴之后多吃一些。林玄清回忆起上次留在圣人村吃席的过程，那羊肉堪称是一绝。王林有些疑惑地问道：师尊，我们不是来分发豆浆的吗？您……林玄清微微一笑：先吃饭。对于这个回答，王林的疑惑更甚了。师尊不远万里，迫不及待地从长生仙阁来到黄沙天域，为何现在却一点也不急了呢？其实林玄清只是想炫一顿，再做任务而已。正当王林疑惑之时，不远处乌泱泱一片的古神们全部来到了宴席上。唐昊笑脸相应，说道：老古啊，你们终于来了，全村就差你们了。古扎微笑道：村长，我们刚刚有点事来晚了，不好意思。然后他环视四周，疑惑问道：不过村长啊，今日因何事举行晚宴啊？提起这个，唐昊笑容更甚，哈哈哈哈，老古啊，你们方才难道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古扎一听，知道唐昊想要说的就是那志同的声音了。他微微点头。唐昊一把拉起古扎的手，然后带着他往林玄清坐着的方向走去。古扎身后的冥神一族古神们相继跟上，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几位神王见状，也率领古神首领们跟在后面。村长，你这是？老古，我带你见个人，你就知道了。唐昊带着古扎穿越人群，很快就来到了林玄清的位置面前。此刻唐三和王林两人正端坐在林玄清身旁，等待宴席的开始。唐昊伸手指着唐三，自豪说道：老古，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唐三。刚才你们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小三儿的。说到这里，唐昊又指向王林，这位是小三儿的师兄，王林王师兄。至于中间这位，更是重量级。唐昊正准备介绍林玄清的神通广大，然而他忽然发现古扎等人的表情有些不对劲。他们看着端坐在位置上的林玄清，就像老鼠看见了猫一样，一脸苦涩。老古，你们和林仙人认识？唐昊见古扎一行人看到林玄清后，全部都愣住了，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古扎现在心中像吃了屎一样难受，不知道怎么回答。尼玛，怎么没有任何征兆，超凡意志就追到黄沙天域来了？一旁的古鲁和古热两人此刻也是异常的紧张，额头上冷汗直冒。他们传音古扎：大哥，我们被发现了，要逃吗？古扎立刻否决了这个提议，反驳道：逃？往什么地方逃？我们明明屏蔽了古神的气息，而且完全伪装成了凡人，都被这超凡意志发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威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敢确信，若我们现在当着他的面逃走的话，必死无疑。古扎的一通分析让古鲁和古热放弃了逃跑的想法。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提议，也只是抱有一种侥幸而已。大哥，那现在我们怎么办？两人不甘心问道。古扎摇了摇头，传音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其实除了冥神一族外，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100多位古神，此时心情也是一样的紧张和难受。林玄清抬起头来，看向冥神一族的古神们，有些出乎意料。他暗暗想着，这不是之前在长生仙阁来蹭吃蹭喝的修士吗？怎么又跑到圣人村来了？联想他手中的10多桶豆浆，林玄清立刻懂了。好家伙，这群不会是为了蹭一杯豆浆特地追过来的吧？你们……林玄清想要拒绝古扎他们蹭吃蹭喝，但他才刚刚开口，一众古神就齐刷刷的跪了下去。这场面比林玄清进村时村民们的下跪都还要整齐。前辈，古扎的眼神泪汪汪的，其中充满了对活下去的渴望。林玄清一眼望去，下跪的人全是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唉，徒儿，取2桶豆浆出来吧。林玄清叹息一声，吩咐王林从乾坤袋中取出2桶豆浆。其实他一点也不想给的，但这群人都渴求成这样了，他决定还是稍微给点吧。而王林现在也终于明白，师尊来到圣人村后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的原因了。原来师尊早就预料到了，之前来长生仙阁蹭粥的前辈们都在这个地方。不愧是师尊啊！王林感叹一声，然后把取出来的2桶豆浆放到地上，并且打开了上面的盖子。跪在地上的古扎等人马上就闻到了从木桶中飘出来的豆浆香气，抬头一看，直接开始怀疑神圣。这是我古神一族的古神之种榨成的汁水。望着木桶中金灿灿的豆浆汁液，古扎惊呼道。
他身后的古鲁和古热同样震惊无比，那些都是海神一族的古神之种。冥神一族的后面，天神一族的神王苍白传音过来，他们把上次海神一族进入长生仙阁后全军覆没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冥神一族的古神们听完后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超凡意志杀死了海神一族的3位神王和全部首领，然后亲自将他们的古神之种做成了这种乳白金黄色的汁液。超凡意志简直欺我古神一族太甚！古鲁和古热两人怒火中烧，差点就叫出声来。此刻，林玄清站起身来，对跪在地上的古扎等人说道：“你们人比较多，这2桶豆浆可能稍微少了一些，但没关系，一人1口还是有的。”林玄清示意王林给他们平均分一下，一旁的唐三则负责给他们分完。王林从袖口中取出一把木勺，在他高超的技艺下，2个木桶的豆浆不多不少的全部分完，保证了每一位古神都有豆浆喝。师尊，全部都分好了。王林将空桶收回，对林玄清说道。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古扎等人，趁热喝，风味更佳。古扎等人双手捧着碗，心中五味杂陈。大哥，这超凡意志根本就是在耍我们，你还能忍吗？古鲁和古热想起上次林玄清强迫他们喝下同族煲成的清粥，愤慨传音道。古扎的10个手指头紧紧地扣住陶碗，闭上眼睛，低头一饮而尽。大哥，你怎呢？古鲁和古热两人看着古扎喝下豆浆时那痛苦的表情，差点泪目。他们身后，天神一族、魔神一族和泰坦神族的古神们低头看着碗里的豆浆，不由自主地想要干呕。海神一族的兄弟们，对不住了！众多古神首领们强忍着恶心，学着古扎的样子，一鼓作气喝了下去。吨吨吨，鲜甜的豆浆顺着他们的喉咙流入胃里，然后在里面翻江倒海。同族相识，我竟然同族相识了！古神们垂头丧气地看着手中的空碗，默默流下泪水。林玄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暗暗感叹道：“看来这豆浆味道确实不错呀，这么多人都喝哭了。”不过，让林玄清感到疑惑的是，这群来自上界的修士喝完豆浆之后，为什么美食任务的进度没有丝毫的增加？这有点不对劲啊！系统出 bug 了。林玄清质疑系统道：“丁，本系统绝不可能出现任何 bug， 请宿主收起你的怀疑，谢谢。没有漏洞。那这个任务的进度为什么没有增加啊？刚刚不是有差不多200河道真仙级别以上的修士饮用了豆浆吗？”林玄清摊手，来了个3连问。丁，宿主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神皇了，麻烦宿主自行探查一下他们的修为，谢谢。修为不就是河道？林玄清话只说到一半，就立刻探查出古扎等人的修为。他这才发现，这群蹭吃蹭喝的人压根就不是人族修士，而是一尊又一尊拥有古神之种的古神。大意了啊！林玄清缓缓从位置上站起身来，杀气渐显。而跪在地上的一众古神此时也意识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几乎和林玄清一起同时站起身来。林玄清凝视着他们，脸上没有一丝情感，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宴席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无比。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这超凡意志好像要杀我们啊？古鲁和古热心惊胆战的传音古扎，浑身都是冷汗。古扎此时也是一样，小心脏砰砰狂跳。古鲁和古扎见大哥古扎一动不动，着急道：“大哥，你说句话啊！”在他们的身后，天神一族的苍白、苍蓝2位神王也是一样，被林玄清忽然显现出来的杀气给镇住了。他们旁边的泰坦神族神王哆哆嗦嗦地说道：“或许是我们哪里做的让他不满意，我们都已经喝下海神一族的汁液了，这超凡意志还要怎样？”紧张的气氛中，魔神一族的2位神王绷紧神经说道。此刻，林玄清朝着他们缓缓走去，同时从袖口中取出精神杵。古扎等人一看，顿觉大事不妙，立刻催动神力：“诸位，快逃！”古扎大吼一声，100多位古神首领像惊慌失措的乌鸦一般向着4面8方飞走。林玄清也催动神力，苍穹之上，一条黑色的大河倒悬出现。冥神一族的古神们见到此幕，震惊无比。这不是查图神皇的神权冥河吗？为何超凡意志也能够使用？难道说……震惊之中，他们同时想起了长生仙阁内那些拥有古神之力的人族修士。既然人族都有能拥有古神之力，超凡意志杀了查图之后，获取他的神权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林玄清意念一动，冥河中游荡着的无数魂灵如同暴雨一般落下。与此同时，他腾空而起，握紧精神杵，砸向古扎。古扎一边要面对冥河黑魂的袭击，同时又要躲闪林玄清的攻击，他根本无法做到。仅仅一个照面而已，林玄清就砸碎了他的脑袋，并且躲着了他体内的神王级古神之种。大哥！在古鲁和古热的惊声尖叫中，古扎的神力沉入沙漠之中。超凡意志，我跟你拼了！愤怒中，古鲁和古热古神之力爆发，2把黑色的长枪被他们握在手里。林玄清淡淡说道：“上次想要跟我拼的，坟头草都已经3丈高了。”去死！古鲁和古热大喝一声，然后分开，握着长枪朝着林玄清一前一后刺来。林玄清不紧不慢，挥动精神杵和他们2人硬碰硬。黑色的长枪与精神杵交战在一起，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响彻天地。电光火石之间，林玄清操纵冥河中的无尽的魂灵，将他们2个给团团围住。这一刻，无数双黑色的手臂抓向古鲁和古热2人，将他们的身体死死地抱住。林玄清神力涌动，挥舞着精神杵重重地砸向古鲁。古鲁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挣脱冥河魂灵的束缚，但无济于事。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玄清手中的金神杵落到他的脑袋上面，然后砰的一声炸开，古鲁的脑袋被砸得粉碎，胸口处神王级的古神之种被林玄清夺走，体内的神力统统归于沙漠之中。二哥，林玄清人狠话不多，击杀了古鲁之后，马上又用金神杵砸向古热。古热惊恐地看着林玄清，自知必死无疑。千钧一发之际，冥神一族的古神首领们催动神力，朝着林玄清扑杀而来。他们各自施展出自己拥有的冥神一族的神权，霎时间，天地之间出现了上百尊凶神恶煞的邪灵恶鬼。这些邪灵恶鬼面目不一，但都极其丑陋。他们张开血盆大口，几乎快要吞没整个苍穹。林玄清见状，立刻操纵冥河中浑浊的黑水，磅礴的冥河之水倾天落下，瞬间把这百尊邪灵恶鬼洗涤殆尽。古扎、古鲁还有古热三位神王与神皇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更何况是这群古神首领。霎时间，林玄清如同鬼魅一般游走于他们之间，不费吹灰之力便砸碎了他们的脑袋，取走了他们体内的古神之种。不远处正在逃窜的三大神族古神们回头看见这一幕，几乎都吓破了胆。冥神一族竟然就这么全军覆没了。然而他们还来不及感叹，林玄清便回身朝着他们飞来。他们见势不妙，想撕裂空间逃走，但因为苍穹上有林玄清施展的冥河神权，所以周围这一片天地完全被锁死了。糟了！天神一族的两位神王苍白和苍蓝看着林玄清越来越近，惊慌喊道：“诸位首领，快快散开，切记被他手中的杵砸中！”话音刚落，林玄清就已经用手中的金神杵砸死了两尊天神一族的古神。看着如同死神降临的林玄清，三大神族100多位疯狂地逃离圣人村的领域，但林玄清又怎么会就这样让他们逃走？他再次操纵滔滔不绝的冥河之水，朝着他们倾泻下来。这一瞬间，圣人村内正在置办宴席的村民们停下脚步，抬头仰望着天空中发生的一切。这是作为凡人的他们第二次看到神迹，其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一次。武林境的唐昊看见那铺天漫地的冥河之水，不由自主地吞咽着口水。他站在唐三的身边，小声问道：“小三儿，你给爹透一下底，仙人的修为究竟有多高？”自从唐昊晋级武林后，他对于灵气的感悟已经有质的变化。以前他还只是武师的时候，虽然知道武王、武皇的强大，但却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强大。但现在不一样了，武林境的唐昊完全可以理解灵气化意的武王和武皇，只是他目前还无法做到将灵气融会贯通到那种地步而已。然而今日苍穹之下的林玄清施展出来的冥河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甚至是超脱了他的想象，因为他看到了冥河那如同地狱一般的场景，而这种场景除了在传说中出现过以外，别无其他的存在了。面对唐昊的提问，唐三稍微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师尊的修为，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大概就像大海一样无穷无量。”和大海一样？唐三点头，继续说道：“我现在和师尊比起来，就像是生存在大海中的一条鲸鱼，虽然看上去身形巨大，但和大海相比微不足道。”唐三没有见过林玄清的上限，所以他把林玄清比喻成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大海，把自己比喻成里面的一条大鱼。唐昊听完之后，深吸一口气说道：“原来如此，这么说来，像我这样的武灵境，差不多就算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了。”爹，以你目前的修为，其实连小鱼都还算不上。小三儿，我都武灵境了，连小鱼都算不上。唐昊听到唐三这样说，忽然又觉得有点理解不了。武灵强者，即便在整个皇朝中也是一方强者，享有极高的地位，怎么就连一条小鱼都不是了呢？一旁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王林，此刻突然开口说道：“唐师弟说的没错，以村长您目前的修为，确实还算不上小鱼，充其量最多可能算一条小虾米吧。”小虾米还只是充其量，最多可能？唐昊惊了，他难以相信武灵境真的有这么不堪。如此说来，对于凡人来说，仙人岂不是就是真正的神明？王林抬头仰望着苍穹上不断陨落的古神们，淡淡说道：“唐村长，你说的神明是指的他们吗？”三大神族的古神首领们像下饺子一样从苍穹上陨落到沙漠之中，大量古神之力四散开来。丁，检测到宿主连续击杀上百位古神首领，金神杵再次进化 ，LV2 金神杵 ，LV3 金神杵。哦，竟然又进化了！林玄清一边屠戮三大神族的古神，一边点开系统面板查看金神杵进化后的信息。LV3 金神杵拥有强大的弑神力量，即便没有修为，也能杀死神皇级及其以下的混沌古神。没有修为也能杀死神皇级的混沌古神。比较鸡肋啊，这个升级。林玄清自己本来就是神皇级的修为，即便金神杵不升级，也能轻易杀死神皇级以下的混沌古神。至于神皇以上，他有秒杀挂，也用不上这金神杵了。想来想去，林玄清决定日后送给还未出生的儿子或者女儿做礼物吧。此刻，天神一族、魔神一族以及泰坦神族的古神首领们都已经死得一干二净了，唯独还剩下苍白等6位神王还活着。林玄清第3次操纵冥河中的黑水，朝着他们落下。6位神王以神力护体，穿越冥河之水，想要最后一搏。林玄清则是伸手汲取全部冥河之力，气息瞬间攀升到了顶点。天地间隐隐约约出现一尊巨大的黑影。苍白等人一看，惊呼道：“这是冥神一族的至高神权冥王！”没错，几乎吸干了冥河之力的林玄清气息，已经几乎无限接近至高主神了。之前渣图曾经也做过这件事，只不过被林玄清一招秒了而已。此刻，天地间巨大的虚影怒目狰狞地看着苍白等人，一张遮天蔽日的巨掌呼啸而来。6位神王同时大喝一声，那巨掌之下忽然出现3道颜色各异的屏障。
白色的屏障名为苍天神杖，黑色的屏障名为夜魔神杖，绿色的屏障名为山峦巨禽杖，是3大神族10大神拳之一的防御类神拳。轰隆，巨掌重重地拍在上面，发出如同炸雷般震耳欲聋的声响。圣人村修为低微的村民，即便用手堵住了耳朵，耳膜仍然还是被刺破了，鲜血从他们的耳窝中流淌而出。唐三和王林2人赶紧拿出疗伤的丹药给他们服下。唐昊的状况稍稍好一些，但仍然损伤到了耳膜。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他感叹一句后，服下了唐三递给他的丹药。苍穹上，林玄清发现冥王神拳无法击碎6位神王联手施展出来的3种屏障，摇头自言自语道：“看来还是得用精神杵啊！”说罢，他在冥王巨影的掩护之下冲了过去。苍白等人见到林玄清手握精神杵杀来，想要脱身，但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一旦撤去屏障，就会瞬间被冥王的巨掌给拍成粉碎。死定了！泰坦神族的2位神王率先被林玄清用精神杵击杀，紧接着就是魔神一族的2位神王。天神一族的苍白和苍蓝2位神王的脑袋正要被林玄清砸碎时，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叮，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混沌古神的起源。任务目标：搜魂最古老的混沌神族天神一族神王，从他们的记忆中了解混沌古神的起源。任务奖励：做其进阶单星号100。混沌古神的起源。”看见系统面板上的新任务，林玄清猛地收回精神杵。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的苍白还有苍蓝2位神王，见到林玄清忽然停手后，赶紧催动神力，全力逃亡。不过林玄清马上抹杀了他们仅有的希望。冥河中的魂灵如同狂风暴雨一般袭去，把他们2个包裹得严丝合缝，并且束缚了他们的古神之力。林玄清脚踏白云，朝着2人的方向走去，冥河中的魂灵自动为他让出一条道来。苍白和苍蓝2人还在里面挣扎，但却无济于事。他们惊恐地看着林玄清的逐渐靠近的身影，失声喊道：“超凡意志，你不要过来啊！”林玄清没有理会他们，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隐藏任务提到的古神起源，对混沌古神搜魂。林玄清自言自语，他仔细思考片刻后，疑问道：“系统啊，你确定古神也有生魂？搜魂的前提是要拥有生魂。然而古神诞生于混沌，和人族还有妖兽完全不同，这样也会拥有生魂吗？”系统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叮，宿主放心，从广义上来讲，混沌古神仍然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灵，所以他们依旧拥有类似人族和妖兽生魂的魂魄，是吗？林玄清此刻已经来到了苍白和苍蓝身前，那我直接用搜魂秘法就可以了。叮，宿主大胆搜索即可。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伸出2只冰冷的手掌，放到苍蓝和苍白2位神王的头顶。你要干什么？苍白和苍蓝感到林玄清的手掌中有一股特殊的神力涌出，然后顺着他们的头骨流入了脑干之中。啊！伴随着2声惨叫，无数来自于混沌时代的记忆涌现。林玄清仔细探查着他们的记忆，脸上的表情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原来混沌古神竟然来自另一边，泰冥古界主神觉醒祭坛。古神大祭司手握神杖，浑身神力涌动，在祭坛中央来来回回地做着一种神秘的仪式。他时而宁静，时而痛苦，时而坐定，时而手舞足蹈。在他身前，一共有11个从各个古界抓来的稚童，赤裸着身子被绑在祭坛之上。这些稚童都被他用古神之力催眠，全部都紧闭着双眼。忽然间，他高举神杖，大喊一声：“伟大的至高主神们，灵媒已经为你们备好，请降临吧！”这一刻，整个祭坛周围都燃起蓝色的冷火，看上去极为阴森恐怖。大祭司抬头仰望天空，只见苍穹之上隐隐约约出现了11双眼睛，他们正用一种至高者的姿态审视着泰冥古界的一切，包括大祭司使用的祭坛。记忆祭坛中央被绑着的11名稚童，按照大祭司的操作，整个仪式进行到这里，12神族剩下的11位至高主神就会降临到这些媒介身上。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苍穹上的11双眼睛很快就消失了。怎么会？大祭司以为是自己注入的古神之力不够，于是赶紧弥补，但他几乎快要把自己的神力抽空了，也没能再次上11位至高古神的双目在苍穹上出现。至高主神降临仪式失败了。大祭司坐到地上，一种不祥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明明已经挑选了人族中最合适的灵媒，为何没有一位伟大的至高主神成功降临呢？他反复确认自己刚才所做的仪式是否有误，没有纰漏，仪式完全正确啊！大祭司无法理解，一切都正常的前提下，仪式竟然会失败。想来想去，他最后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至高主神们不是不能降临，而是不愿意降临，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可是问题又来了，至高主神们为什么不愿意降临？明明现在正是与超凡意志决战的关键时间。大祭司忽然虎躯一震，超凡意志？难道说至高主神们不愿意降临，是因为恐惧超凡意志？这一想到超凡意志，大祭司又立刻想到了派出去的神王和古神首领们。苍白和苍蓝他们离开泰冥古界已经很久了，怎么还没把族民们带回来？不仅是他们，魔神一族、泰坦神族竟然也未归来。大祭司立刻拿起神杖，把神力注入其中。只见神杖之上，天神一族、魔神一族、泰坦神族和海神一族的图腾都一样暗淡无光。怎会如此？大祭司见此一幕，大惊失色。图腾暗淡无光，预示着他们可能已经全部死了。不行，我要亲自前往太虚古界一趟。大祭司凝视着苍穹，眼神中散发着坚毅。身为混沌时代被众神推选出来的大祭司，
他承担着复兴古神一族的重担。如今至高主神尚未成功降临，12神族的其他古神们也都全军覆没的话，他难辞其咎。超凡意志，大祭司飞向天幕，嘴里面一直念叨着林玄清。而此刻，黄沙天域圣人村的上空，苍白和苍蓝两位神王因为被林玄清抽干了魂魄，一命呜呼。林玄清则是从他们的记忆中读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没有搞错吧？混沌古神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林玄清降落到圣人村，喃喃自语。与此同时，在他的脑海中，任务完成的声音响起。叮，隐藏任务混沌古神的起源已完成，坐骑境接单星号100。师尊，你怎么了？王林见林玄清若有所思，上前一问道。林玄清这才发现自己走神了。没什么，为师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而已。他坐回宴席之中，端起一碗果酒一饮而尽。唐村长，宴席可以重新开始了吗？唐昊赶紧吩咐村子的村民们重新开宴。美味佳肴一盘又一盘的被端了上来，林玄清先吃为敬。王林和唐三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顿时觉得师尊那种世外高人的样子消失了。林玄清抓起一只大羊腿，微笑道：“为师刚才剧烈运动了一番，现在食欲正佳。”晚宴上，林玄清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思考着混沌古神的起源。他回忆起自己从天神一族2位神王的魂魄中看到的画面，总觉得那些都极不真实。思来想去，林玄清忍不住问道：“系统啊，你确定混沌古神就是那么来的？”丁，宿主不是自己亲眼看到了吗？可这也太草率了吧！堂堂混沌古神诞生之日一点逼格都没有，而且我只听说过女娲造人的，没听说过女娲造神的。没错，在苍白和苍蓝的记忆中，林玄清很清楚地看到，12神族的祖先其实都是混沌时代的一道看不太清的金色虚影给造出来的。那道金色的虚影随意抓起一团混沌，像捏泥巴一样简简单单的就把混沌古神的祖先给捏出来了。这个画面就跟林玄清前世听过的女娲造人的故事一模一样。系统，其实你早就知道混沌古神的来源吧？林玄清追问道。那道金色的虚影是不是就是这个玄幻世界最终的 BOSS？ 丁，宿主你想多了。哦，创造古神的金色虚影居然不是最终 BOSS？ 林玄清觉得有些不对劲啊，一般故的结尾不都是干死隐藏大佬就结束吗？丁，本系统可以明确告诉宿主，那不是最终 BOSS， 请宿主放心。丁，因为这是玄幻世界，玄幻世界是追求无限套娃的。套娃？林玄清忽然觉得有些不妙。丁，没错。丁，本系统可以简单给宿主透露一下，混沌古神之上还有好几十个境界。听到这句话后，林玄清无语了。他原本以为完成主线任务3后就是真正的无敌了，结果你现在给我来的还有几十个境界，搞了半天这都是套路啊！不玩了，不玩了！林玄清小手一摊，直接准备摆烂。系统啊，你要不然换个宿主吧，怎么样？丁，林玄清看着自己身旁的王林和唐三，说道：“我这2个徒儿都还不错，特别是王林，你不如寄宿他吧。”丁，林玄清继续说道：“如果你觉得王林和唐三不行，找紫战天那小子也可以。”丁，正在为宿主简化世界观中 loading。说到这里，系统面板忽然出现了一个进度条。林玄清定睛一看，好家伙，系统居然在更改这个世界的设定。神劫之地已移除，边界之地已移除，无始之地已移除，世界观已完成简化。丁，目前已将古界设定为最高级别的世界，至高主神设定为最高等级的境界。系统一连串删除了10多个地图，把林玄清都给看呆了。系统啊，你的权限这样牛逼的吗？另一边，神族大祭司带着数百万头横骸，跨越域外战场的一片虚无而来。他很清楚超凡意志的强大，所以做出了充足的准备。除了这群横骸之外，他还穿上了无上神铁制成铠甲，用来防止自己被永恒之眼所伤害。当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在出发前饮用了混沌时代留下来的至高古神之血，把自己的气息强行提升到了神皇级巅峰。和林玄清发生交战后，他还可以使用燃血秘术，燃烧体内的至高古神之血，让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媲美至高主神。这样一来，就算他无法杀死超凡意志，至少也有机会逃走。当然，这一次他前往太虚古界的目的，主要还是想弄清楚古神一族的同胞们究竟怎么样了。此刻，横渡数个古界的大祭司已经来到了太虚古界的天幕之外，数百万头横骸吐出粘液，啪了到了天幕上去。霎时间，整个太虚古界的中州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各大势力的修士们纷纷抬头仰望上空，被忽然出现的恐怖未知生物给震慑住了。这是什么生灵？看上去如此的恶心！后土道主望着天幕之外蠕动的横骸，皱眉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古籍中记载的混沌古神的宠物，名为横骸。”勾陈道主解释道：“横骸？”坤元道主惊讶地看向勾陈道主，那不是传说中以人族为食的神族生灵吗？勾陈道主微微点头，脸色有些难看。天幕之上忽然聚满如此多的横骸，对于我太虚古界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灾害。快，我等速去长生仙阁，寻求那位前辈的庇护。几位道主化为流光，在黑暗中穿行，往长生仙阁的方向飞去。此刻，大祭司站在天幕之上，用自己手中的神杖轻轻一点，天幕就像脆弱的玻璃一般四分五裂，数百万头横骸如同肉球一样滚落到中州。轰隆，一头又一头身形巨大的横骸落到中州的人族仙城之中，横冲直撞。各大仙城的河道境城主带领城防军围杀过去，
立刻就会被横害的深渊巨口所吞没。河道真仙都走不过一个回合，如此恐怖的画面印刻到了仙城中的普通修士心中，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双腿发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很快就被成为了横害的食粮。苍穹之上，大祭司古神之力涌动，吟唱着一种极其古怪的歌谣。这吟唱声响彻整个中州，如同利刃一般屠戮着和道境以下的修士。那超凡意志还不出现吗？大祭司俯瞰着太虚古界中州，暗暗想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州很快就会成为一盘尸山血海，变成惨烈的人间地狱。虚空之中，太虚古界的意志躲在里面，悄悄地看着这一切，瑟瑟发抖。这一段时间，老者也见过不少觉醒的古神进入太虚古界了，但从未见过这般恐怖的。而且他还带来了数百万头以人族为食的横害。完了完了，这下完了！老者急得直跺脚。就在这时，长生仙阁的数十位阁主一飞冲天，催动古神之力杀向大祭司。大祭司凝视着从长生仙阁冲杀上来的阁主们，发现了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情：这些人族修士为何能够运用我古神一族的力量？他喃喃自语，仔细观察后决定出手试探一番。大祭司停止吟唱那古怪的歌谣，整个中州瞬间宁静下来。地面上各大仙城和仙宗幸存的人族修士见状，还以为那耳边的折磨终于结束了。然而下一刻，大祭司挥动神杖，中州的苍穹之上凝结出无数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笼罩着大地。准确地说，这其实不是雨点，而是某种红色的血滴。血滴从天而降，霎时间狂风呼啸，血雨滂沱。这是一场弥天血雨，而且这血雨与一般的雨滴不同，它带有剧烈的腐蚀性。地面上的人族修士只要沾到一丁点，哪怕是使用大道之力护体，也会顷刻间腐烂。啊！短短的数个呼吸内，中州大地上哀嚎遍野，人族修士接二连三地倒在滂沱的血雨中，然后被横害吞下残骸。这是什么怪雨？明明没有丝毫大道之力，为什么可以洞穿我用大道之力形成的防御？恐惧在各大仙城中蔓延，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难道你们刚刚没有听到那奇怪的吟唱吗？还有这身形巨大且丑陋无比的怪物，这一切都是古神的力量啊！古神在绝大多数的修士脑海中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即便太虚古界之中有一座古娜娜黑暗之神的雕像供他们顶礼膜拜，但那只是林玄清编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古神。没有见过，自然就没有敬畏。混沌时代距离现在实在是太久远了，人族修士们早就忘记曾经被古神支配的恐惧了。然而今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中州，终于让他们想起来，人族曾经只是古神的奴隶而已。因此，有不少修士在这场血雨中迷失方向，道心崩溃，并且在痛苦的呐喊中放弃了抵抗。而天空中的战场，此刻长生仙阁的数十位阁主也被这血雨给拦住了。每一滴血雨中都蕴含着恐怖的古神之力，并且还带有某种未知的神权。他们无法靠近大祭司，因为越靠近大祭司，血雨就越密集，越凶猛，所以他们只能被动地催动古神之力防御，在长空中撑起一道巨型的屏障。血雨冲刷着这道巨型的屏障，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诸位道友，一定要撑住啊！阁主们青筋爆发，眼角淌血，使出了浑身解数。果然如此。穹顶上，大祭司低头探查了一番阁主们撑起的这巨型屏障，心中的答案已然明了。这些人族修士所使用的古神之力，不仅有冥神一族的古神之力，同时还交杂着海神一族的。也就是说，他们运用了某种手段，偷走了我古神一族伟大的力量。大祭司思考到这里，稍稍有了怒意。混沌古神凌驾于万物生灵之上，其古神之力同样如此。而现在，如同虫子一般的人类，混沌时代只配做古神奴隶的低贱种族，竟然敢窃取本来只属于主人的东西，这一切在神族大祭司的眼中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与此同时，他必须要对全部人族做出审判。血雨中，大祭司握紧神杖，身体散发着神光，他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中州大地，口吐神言：人族偷窃古神之力，罪无可恕，吾乃神族大祭司现段等进行审判。大祭司的声音响彻天地，瞬间传遍整个中州。紧接着，苍穹之上猛然降下数道恐怖的惊雷，轰隆轰隆，剧烈的雷声仿佛天崩地裂、山呼海啸一般，震慑着地面上每一位修士的心。这是天劫！全力抵抗血雨的阁主们抬头仰望着穹顶，看着那可怕的惊雷，喃喃自语。他们从未见过这声势如此浩大的雷劫，而这雷劫一旦降落到地面，他们敢确信中州将会摧枯拉朽一般被毁灭。另一边，黄沙天域圣人村中，林玄清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准备带着王林和唐三前往黄石镇。毕竟他这一次来黄沙天域，主要就是为了完成美食任务。不过，林玄清正准备离开圣人村时，系统的声音忽然在他耳畔响起：叮！检测到太虚古界中州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现为宿主派发紧急任务。紧急任务英雄登场已发布，任务目标：立刻返回上界，击杀入侵者神族大祭司，守护太虚古界，完成一次盛大的英雄登场。任务奖励：彼岸之舟星号1。神族大祭司正在入侵中州。林玄清看到这个紧急任务后，眉头微皱。这么说来，老婆现在有危险。张柳依现在还在长生仙阁呢。林玄清决定赶紧返回上界。师尊，怎么了？王林很敏锐地发现林玄清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担忧问道。太虚古界中州发生了一些事情。林玄清回答道：为师要先回去一趟。师尊，中州发生什么事了？此事现在不便细讲，等为师处理完后再说。对了，
你们两个也不要闲着。林玄清严肃吩咐道：“去一趟黄石镇，把剩下的豆浆分给镇上的河道真仙或者道尊，就说是我的意思。”是，师尊。王林和唐三两人本来是打算跟着林玄清一起返回太虚古界的，但既然没让他们去，他们也不好再过问，只好领命前往黄石镇。林玄清不带上他们，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而已。毕竟他们的修为现在还太低，如果对上神族大祭司，可能会遭到不测。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几乎微乎其微。去吧。林玄清满意的点了点头。记住，分完豆浆后先返回圣人村。说罢，师徒三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圣人村。村长唐昊本来还在为他们三人准备房间，等回过神来后，忽然发现他们全部都不见了。仙人就这样离开了。唐昊仰望着夜空，自言自语道：“太虚古界，中州。”漫天的雷霆落下，将紧张的气氛推到了极点。各大仙城和仙宗内，数以百万计的修士渐渐闭上双眼，等待着自己即将死亡的命运。千钧一发之际，长生仙阁内，一只威风凛凛的幽冥巨虎一跃而起。他催动古神之力，让自己的身体不断变大，直到笼罩整座长生仙阁。没错，黑心虎出手了。林玄清离开长生仙阁时，曾命令他保护张柳依。现在整个中州都有难，他自然要挺身而出。面对那从天而降的恐怖雷霆，他就算是被悍然劈死，也要守护住长生仙阁不被毁灭。这是穹顶上神族大祭司的双眼立刻捕捉到了黑心虎，他洞察着黑心虎身躯内流动的古神之力，震撼无比。这怎么可能呢？大祭司凝视着黑心虎，震惊道：“这居然是冥神的古神之力！12主神之一的冥神死在了超凡意志的手中，这一点大祭司是知道的。可是冥神的古神之力为何会出现在一头畜生的身上？大祭司百般不解，于是准备亲自下场去看。他撤走了长生仙阁上空的雷霆，并朝着黑心虎的方向降临。不过太虚古界其他地界上空的雷霆依然存在，然后无情地落下。长生仙阁的几十位阁主此刻决定放弃对血雨的防御，孤注一掷，替中州扛下这滔滔怒雷。古神之力如同蛛网一般交织，然后无限延伸。大祭司一边降临，一边冷眼看着这一切。在他看来，这群人族修士不过是飞蛾扑火，螳臂当车而已。他可是神皇巅峰，区区古神首领级别，甚至还不到的人族修士，就算来再多，也无法抵挡着雷霆一击。然而，令他更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几十位阁主从袖口中掏出一大瓶奇怪的水，然后倒入嘴里，迅速吞入腹中。什么？大祭司很清楚地看到，这群人族修士在喝下那瓶奇怪的水后，气息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攀升。原本还不到古神首领级的阁主们，瞬间提升到了神王级。此刻，苍穹下神力交汇而成的网变得坚不可摧，雷霆落在上面，就像落到了海绵上一样。几十位神王同时联手施展的防御，大祭司无法轻易撼动，除非他现在就开始施展燃血秘术，短时间内让自己的气息媲美至高主神。不可能，这不可能！大祭司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忽然在空中停下。人族修士可以炼制出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或者灵液，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并且在混沌时代他还见过。可那些所谓的丹药和灵液，历来在古神一族的眼中只是垃圾而已，因为从来没有一种丹药或是灵液可以让古神的气息攀升，更何况直接攀升2个等级。人族，告诉我，你们喝的是什么？大祭司面对一众阁主，再次口吐神言。不过这次由于阁主们的修为暂时提升到了神王级，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你说这个吗？此乃前辈所赐的功能饮料，没见过吧？其中一位阁主从袖口中又取出一瓶来，言语中满是自豪。功能饮料，这是何物？大祭司是混沌时代存活时间最长的古神之一，见识极广，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卜算能力。可这个什么功能饮料，他竟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他匪夷所思。说时迟那时快，大祭司调转方向，朝着阁主们飞去。他想去抢那位阁主手中拿着的功能饮料，一探究竟。阁主们见势不妙，同时出手抵挡。两方的古神之力撞击在一起，苍穹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地面上伤痕累累的勾陈道主等人见到长生仙阁的阁主们和大祭司势均力敌，趁此机会振臂高呼。修士们心中希望重燃，在道主们的带领下对恒亥发起了反攻。黑心虎退回长生仙阁，守在张柳依所居住的主阁之外，不动如山。这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功能饮料带来的修为提升时间是有限的。高强度的交战之中，大祭司很快就发现这群人族修士开始虚了。与此同时，地面上与恒亥厮杀的修士们也一样，很快就落入了下风。功能饮料不过如此。大祭司举起神杖，一道银白色的激光射出，冲破了阁主们的防线。由于气息跌落，一半以上的阁主在这一击下重伤。大祭司乘胜追击，再次释放出刚才一模一样的落雷。那一位为何现在都还未出现？太虚古界的意志一直藏在虚空中偷看这场战斗，老者一直期盼着长生仙那位古娜娜黑暗之神的出现。然而这场战斗持续了如此之久，林玄清仍然未前来救场，这是否意味着这位神族大祭司实力还在古娜娜黑暗之神之上呢？所以当老者看到第二次落雷出现后，彻底绝望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如果太虚古界彻底被毁，我应该要消失了吧？老者捏紧拳头，心中非常不甘。就在这时，虚空之中忽然出现一双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者一个机灵，
哆哆嗦嗦地回头望去，一张熟悉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没错，是林玄清，林玄清来了。您终于来了。老者见到林玄清，如同见到救星一般，泪流满面。林玄清负手而立，站在他身旁，淡定地说道：“不，其实我早就来了。”早就来了？老者十分不解，林玄清为何要这么说？他暗暗想着，既然您早就来了，为何不立刻出手阻止那神族大祭司呢？难道眼前的这位古娜娜黑暗之神真的不是神族大祭司的对手？林玄清看出了老者的疑惑，又一次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林玄清淡淡说道：“英雄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登场的。丁，恭喜宿主成功达成盛大出场的英雄登场条件，本次任务的隐藏奖励已解锁。”隐藏奖励终于解锁了呀！林玄清刚刚一直在虚空中蹲点不出手，就是因为系统告诉他最关键的时候出手会有额外的奖励。虽然这个奖励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但系统保证过不会亚于彼岸之舟。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虚空中，林玄清第3次拍了拍老者的肩膀，轻声说道：“哦，好的。”老者畏畏缩缩地往后退了2步，然后看着林玄清的背影渐渐远去。他总感觉这个场面有点不对劲，但他又说不出来为什么。此刻，神族大祭司操纵着落雷，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朝着中州大地席卷而去。地面上幸存的人族修士已经陷入了无限的恐惧与绝望之中。求道境、悟道境、合道境、道尊境，甚至是道主境，在这种灭世级别的雷霆中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就像蚁群中的蚂蚁，有些弱小不堪，还有些稍微强壮一点而已。可惜的是，再强壮的蚂蚁也不可能撑起比自己大无数倍巨石，而那猛烈落下的雷霆就是这样恐怖的巨石。中州完了，我们完了！老夫修道300万载，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笑话而已。大道之力在古神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毁灭吧，累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麻木、不甘、恐惧、崩溃等各种情绪充斥在修士群中。他们抬头仰望着苍穹，或许还期盼着太虚古界有奇迹的发生。幸运的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身穿白袍、长发飘飘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修士们极目望去，那张面孔再熟悉不过了。长生仙阁内有一座巨大的雕像，传说那座雕像的主人是一位名为古娜娜的主神。太虚古界绝大多数的修士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位古神，但他们都曾无数次在那座雕像下面顶礼膜拜。林玄清的面孔早就深入了每一个修士的心中。林玄清舒展的张开双臂，云淡风轻的拥抱滚滚落下的雷霆。叮，被动触发，已成功免疫神族大祭司的攻击。霎时间，落雷就好像从来都不存在一般，倏然消失了。穹顶上见到此幕的大祭司一脸的不可思议，超凡意志出现了，而且实力超乎了他的想象。因为即便是12主神在世，刚刚的落雷也不可能不能掀起半点水花。冥神就是死在他的手里的吗？大祭司自言自语，手中的神杖握得更紧了。超凡意志作为古神一族勇士的仇敌，现在他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林玄清此刻则是静立长空，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中州大地上，修士们望着林玄清那伟岸的背影，一时间齐刷刷地跪了下去。他们仿佛已经忘记自己身边还有横害在肆无忌惮的吃人。奇迹真的发生了，那位传说中的古神降临了。我等拜见古娜娜黑暗之神。跪拜的喊声山呼海啸一般席卷整个中州，久久不能平息。叮，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群体超高质量的名声值传播，名声值报表增加中，名声值加1000，名声值加7000。系统面板上名声值的数据此刻就像抽风了一样在疯狂的增加，短短数个呼吸之内就增加了整整1个亿。1个亿按照林玄清前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小目标，然而小目标才只是刚刚开始。面板之上，林玄清的名声值还在不断的增加，丝毫没有停止的征兆。2亿、3亿、4亿，这下怕是把整个太虚古界的高阶修士都给榨干了吧。惊人的海量名声值把林玄清给看呆了，他不由得暗暗感叹，还得是英雄的盛大登场啊，给人的印象果然是最深刻的。名声值的数字最终定格到了7个亿，林玄清赶紧去商城兑换了一张3倍卡，把它翻倍到了21个亿。21个亿搁在以前，林玄清自己都不敢想象。看来长生仙阁的小卖部可以扩建了呀。林玄清觉得用这些名声值抽奖的话，估计能抽出一个百货超市来。不过这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击杀了这个神族大祭司。当然，中州大地上到处都是的横害，也需要全部解决掉。系统，我还要买点东西。林玄清再次点开系统面板上的商城，找到了一件很熟悉的商品。混沌级剑位消食片星号1，他花费了100万点名声值购买了一瓶比较顶级的剑位消食片，然后他把剑位消食片扔给了趴在长生仙阁内的黑心虎。主人，这是什么？黑心虎用2只巨爪捧着散发着混沌气息的剑位消食片，疑惑问道。林玄清传音道：此乃极品丹药，可增强你的消化功能。消化功能？黑心虎忽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没错，就是让你的消化得更快一些。上次你不是吃过这横害吗？我要你将地面上所有横害都清理干净，如果吃撑了，就服用一片瓶子里面的丹药。林玄清又传音众阁主，吩咐道：你们需要配合黑心虎，尽快清理掉所有横害，明白吗？众阁主齐声回道：是。黑心虎则是看了看远处大地上那密密麻麻的横害，顿时凌乱在风中。主人啊，你确定要我把所有的横害吃干净吗？加油，你可以的。林玄清微微一笑，黑心虎感觉自己妈了，但既然是主人的命令，
他也无法拒绝。众阁主催动古神之力降落到中州大地上，把横害往黑猩虎的方向赶去。黑猩虎张开自己的深渊巨口，一头又一头的横害被他吞入腹中。林玄清看着地面上数量不断减少的横害，微微点头。接下来就是秒杀这个神族大祭司了。穹顶之上，神族大祭司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迟迟没有出手。下一刻，林玄清如同闪电一般冲杀过来，使他惊慌失措。糟了！等到大祭司反应过来的时候，林玄清手握金神杵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两人同时催动古神之力，林玄清的金神杵和大祭司的神杖碰撞到一起，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声响。两人在苍穹上连续交战了10数个回合后，大祭司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惊讶地发现，超凡意志目前表现出来的真实实力，好像和他也差不了太远。只有神皇的实力，这怎么可能？大祭司保持谨慎，且战且退，继续试探林玄清。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冥神一族不可能被超凡意志灭族。但又是10数个回合后，他已经彻底确认，超凡意志的真实实力就是神皇巅峰。竟然真的只有神皇巅峰？难道说是因为之前和冥神的战斗导致他受伤了？哈哈哈哈！此乃天助我也！大祭司大笑一声，随后神力涌动，把林玄清一把架开。紧接着，他发动神拳，将周围的空间拉入到某种领域之中。林玄清环视四周，看到周围燃烧着一圈蓝色的火焰，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没错，这是神族大祭司的专属神拳——混沌祭祀。超凡意志，吾乃神族大祭司，现将对你进行审判。大祭司用神杖对准林玄清，口吐神言。林玄清收回金神杵，默默想着，看来只凭我目前的真实修为，最多只能和这个大祭司五五开啊。没错，刚刚林玄清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目前的真实实力能达到什么地步而已。所以他表现出了神皇巅峰的修为，和大祭司相差无几。可悲的是，大祭司当真了，他认为自己真的能够和林玄清五五开。他甚至认为，如果自己染血的话，可以做到轻松碾压林玄清。燃血秘术开！大祭司大喝一声，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混沌祭祀的领域内，那蓝色的冷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了。超凡意志，你妄图灭绝五古神一族，罪不可恕！大祭司的神杖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为混沌祭祀的领域竖起一堵高墙。忏悔之墙将审判你的所有罪恶。去！林玄清周围环绕着的蓝色火焰迅速靠拢，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在强迫林玄清主动靠近高墙。当然，这一切只是大祭司的想象而已。林玄清的被动已然触发，大祭司的一切手段都不会对他造成丝毫影响。因此，现场真正的画面是混沌祭祀形成的领域直接消失了，而林玄清则是站在长空中一动不动，甚至还有点想笑。果然是个神棍啊！林玄清摇了摇头，叹息道：“由于神权被破，大祭司遭到了严重的反噬，口中狂吐鲜血。”他看着毫发无伤的林玄清，眼神中充满着茫然和不可置信。这可是堪比至高主神神力的混沌祭祀，你只是神皇巅峰而已，为什么会？大祭司话刚说到一半，林玄清便打断了他：“因为你太弱了。”丁，已自动将神皇级的神族大祭司认定为主神，秒杀主神能力成功开启，随机特效正在匹配中 loading。丁，特效永恒之炎已匹配成功。林玄清的掌心中凝聚出一团他十分熟悉的火焰，又是这个永恒之炎。系统啊，你这随机是假随机吧？直接都不装了，有点过分敷衍了哦。丁，宿主将就用一下，这个永恒之炎专克混沌古神的。哎，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了，反正杀了就是。林玄清直接将掌心燃烧着的永恒之炎扔向大祭司，大祭司见状，手无足措的用神杖去挡。可那永恒之炎仿佛拥有智慧一般，在接触到神杖的瞬间，立刻分裂成2团一模一样大小的火焰。什么？这永恒之炎居然还能分裂？大祭司大惊失色，赶紧往后退去。他知道自己一旦触碰到它，将必死无疑。可让他万万没想的是，身后的2团永恒之炎竟然牢牢地跟着他，仿佛像拥有生命一般。这一下，他彻底慌了。神拳混沌仪式，大祭司果断扔出神杖，苍穹上凭空出现了一个祭坛。他试图用这祭坛吸收走永恒之炎，毫无疑问的是，他失败了。2团永恒之炎将混沌仪式中的祭坛烧成了灰烬，神杖也没能幸免。绝望，该轮到他了。2团永恒之炎分别钻进了他的2只眼睛之中，猛烈的燃烧让他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嚎叫。这声音响彻天地，整个中州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地面上的人族修士们遥望着这一切，感到无比的震撼。他们把永恒之炎看作神火，而那神族大祭司已被神火燃烧殆尽。丁，紧急任务英雄登场已成功完成。彼岸之舟星号1。丁，由于宿主达成盛大出场条件，额外获得隐藏奖励。彼岸罗盘星号1。林玄清点开系统奖励的2件道具，查看信息。彼岸之舟，登临此舟，可横渡混沌，抵达传说彼岸。彼岸罗盘，划船不一定需要江，但一定需要罗盘，它会为你指引彼岸的方向。一艘船和一个指南针。林玄清看完这泛泛而谈的介绍后，顿时有些失望。搞了半天就得了个这系统啊！我还以为你这个什么彼岸之舟是什么无敌灵气呢，结果连个品级都没有。还有啊，这船和罗盘可以横渡混沌，可混沌在哪儿？丁，一切终结后将回归混沌。系统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严肃，也很冰冷。林玄清微微一愣，
他还记得系统曾经说过，混沌古神的觉醒将预示着纪元的终结。之前他一直没有思考过纪元终结后会发生什么，而现在系统明确地告诉了他，世界将会重回混沌。混沌是什么？林玄清忽然问道，是一片虚无吗？丁，混沌就是混沌，不是虚无。啊，好吧，换一种问法，如果不登临彼岸之舟，抵达传说彼岸，会发生什么？丁，这个问题宿主到时候就知道了。系统啊，我最讨厌两种人，你知道是哪两种吗？第一种人就是话说到一半突然就不说的人。丁，那第二种人呢？默了。丁，林玄清歪嘴一笑，所以系统啊，要不你还是讲讲传说彼岸。丁，其实宿主想知道也不是不可以。系统面板上蹦出来一个名声值扣除选项。丁，只要扣除全部名声值，宿主即可知晓你想要的全部答案。林玄清一听，好家伙，20多亿名声值你打算直接扣光？抢银行是吧？你不想说就算了，我还不想听了呢。说到这里，林玄清话锋一转，系统，神族大祭司爆出来的古神之种，用众神之冠埋一下吧，谢谢。神族大祭司神皇级古神之种已埋葬，众神之冠开启，林玄清刚刚得到的大祭司的暗红色古神之种埋入其中，相应的神权开始进行分离。与此同时，黄沙天域、黄石镇上，王林和唐三两人已经将剩下的所有豆浆给分了出去。敖丙等人捧着散发着古神之力的鲜甜豆浆，咕噜咕噜的一饮而尽。任务进度12341千。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美食任务鲜甜热豆浆，名声值功能正在升级中 loading。哦，豆浆任务已经完成了。王林和唐三这两个小子干得不赖啊。林玄清正在查看众神之冠神权玻璃的情况，美食任务完成的声音忽然就从他耳边响起，也不知道这个名声值功能升级后会是什么样子。林玄清还记得系统曾经说过，这个功能升级后就能让他实现真正的名声值自由。这一瞬间，系统面板发出金色的光芒，极其耀眼。来了来了，我的名声值终于要自由了吗？升级成功，名声值功能已移除。升级成功的一瞬间，林玄清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账户上20多亿的数字变成了零蛋，紧接着整个名声值那一栏竟然直接消失不见了。此刻林玄清的脑海中出现一连串的句红色问号，我靠，系统你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说好的功能升级呢？说好的名声值自由呢？我还是第一次见升级把功能都给移除了的，逆天。系统的这一波操作，林玄清只差一点就破口大骂了。丁，宿主不要急，稍安勿躁。呵呵，林玄清冷笑一声，鄙视这个狗系统。丁，宿主你误会了，本次移除了名声值功能才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名声值自由啊。什么意思啊？林玄清问道。丁，很简单，从现在开始，抽奖和商城购买道具不再需要使用名声值进行兑换。林玄清脸色稍变，不会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丁，没错，就是宿主理解的那个意思。丁，现在的商城功能和抽奖功能已经成为了内购破解版。哦，破解版。听到这3个字的林玄清瞬间热血沸腾。前世他玩过不少内购破解版的游戏，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于是他现在赶紧打开商城去验证，看看到底是不是如系统所说。果不其然，在林玄清点开商城功能后，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不再标注价格。抽奖功能也是一样，无论是单抽还是10连抽都不需要名声值了。也就是说，我现在想兑换多少都无所谓了。丁，是的，宿主如果愿意把商城搬空都可以，而且抽奖功能可以抽到宿主手软，开不开心，意不意外？林玄清二话不说，打开商城就开撸。商城最上面那一排的所有物品，他直接来了个乘999，然后刷刷刷点下确认，购买成功。天地造化丹星号999，玄极混沌丹星号999，扶桑神木星号999，擎天撼地鼎星号999，风鸣断神剑星号999，一大堆混沌级的丹药、灵植、灵气全部购置到林玄清的背包之中。林玄清看着背包内这金灿灿的一切，兴奋道：“还真是破解版啊！系统，不好意思，刚刚确实是我急了，错怪你了。”丁，宿主不必道歉，本系统不是小气的系统。想不到你太挺大气的。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林玄清马上又切换到商城中，把那些顶级的物品全部兑换了999个。不过由于系统内置的背包空间有限，很快就装满了。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林玄清一连搞了这么多混沌道宝和丹药，都还没来得及去看他们有什么功能，他准备先返回长生仙阁慢慢研究一下。此刻他从苍穹上缓缓降落，中州大地上的人族修士们见状再次俯首跪拜。而黑心虎那边在长生仙阁的几十位阁主的帮助下，差不多已经吃了10万只横害了。虽然有林玄清给的健胃消食片帮助消化，但黑心虎还是有点顶不住了。他的肚皮圆圆鼓鼓的，长起来比山峦还要高大。主人啊，我真吃不下了。黑心虎看着远处仍然密密麻麻的横害，泪流满面。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在林玄清的耳畔响起：丁，恭喜宿主触发坐骑培养任务吞噬进化，任务目标吞噬超过50万头横害，积累进化能量。任务奖励坐骑极限进化一次。林玄清击杀神族大祭司后，本来想腾出手帮一下黑心虎的，主要是这横害的数量确实有点多，他也不忍心继续看着黑心虎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但谁又能想到系统又发布坐骑培养任务了呢？哎，这一顿看来你不吃也得吃了。林玄清叹息一声，然后降落到长生仙阁中自己的那座雕像上，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黑心虎。加油，老黑子！林玄清从系统商城中又兑换了999瓶混沌级的剑位消逝片，直接扔给了黑心虎。这些剑位消逝片全部都给你，你要继续吞噬横害，数量必须达到50万只以上。50万？主人，我……黑心虎听到这个数字后直接妈了，50万头横害，这非得把他的胃给张破了。此事没有商量，你必须要完成。林玄清突然严肃道。黑心虎见状，只好听从命令，继续吞噬海量的横害。1个时辰过去，横害的数量锐减，几乎只剩下1/3。而黑心虎也终于艰难地达成了林玄清给出的命令，吞噬了接近60万只横害。他的身体因为吞下的横害数量过多，而变得非常巨大，大概有30多个仙城的面积。糟了，好像来反应了。黑心虎催动古神之力，巨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刚刚他在吞噬横害的过程服用了太多瓶剑位消逝片，所以现在急需找个地方坐下来排泄。你们快看，那神虎飞起来了！因为黑心虎吞噬横害是在变相的拯救太虚古界中州的修士，所以这些被救下来的修士早已把他当成了神虎。他们抬头仰望着黑心虎，心中默默地感激着。黑心虎遮天蔽日一般掠过数个仙城，迟迟找不到一片合适的空地。完了，有点憋不住了。苍穹上，黑心虎用2只前爪捧着肚子，自言自语道：他现在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距离自己1泻千里，只差临门一脚了。林玄清这边，系统完成任务的声音响起。叮，坐骑培养任务吞噬进化已完成，坐骑极限进化正在进行中 ，loading。这一瞬间，黑心虎那巨大的身躯开始慢慢缩小。噗，这是一道有味道的声音。长空中，黑心虎由于身体缩小，如释重负。不可描述的玩意儿，好像下雨一般，哗啦啦的从天而降。地面上，距离黑心虎最近的几10个仙城倒霉了。那些抬头仰望天空的人族修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倾盆大雨落到自己的脸上。长生仙阁的一众阁主遥望着这离谱的一幕，一脸黑线。舒服了，终于舒服了呀！变回正常大小的黑心虎泛着红晕，一脸满足的样子。叮，恭喜宿主，坐骑黑心虎成功完成极限进化。血脉真9幽暗冥神虎。林玄清打开预售功能面板，吐槽道：合着极限进化后，血脉就只是增加了一个神字啊。名称黑心虎，修为后天古神，血脉真9幽暗冥神虎，潜力24，超凡，变异是。黑心虎额心上的神纹向着全身延伸开来，散发着很明显的暗紫色光芒。林玄清吐槽归吐槽，但黑心虎极限进化后，有着这暗紫色光芒的加成后，看上去要更加威风一些了。其实还不错。林玄清关闭预售面板，看向远处苍穹上的黑心虎，只是不知道血脉极限进化后战斗力增加了多少。某个未知的领域之中，神族大祭司一命呜呼后，48口古老的石棺被一道神力给掀开，里面沉眠着的48位混沌古神猛然睁开双眼，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震天动地。这一代的大祭司死了。沧桑而古朴的声音从石棺中传出，环绕在整个领域上空，久久不能平息。紧接着，48个面色如蜡、骨瘦如柴的老者从石棺中爬出，他们身上其实一丁点生气都没有，只是一具又一具活死人罢了。可即便如此，这些老者身上仍然环绕着磅礴的古神之力，丝毫不亚于已经死去的神族大祭司。岁月荏苒，沧海桑田。我原本以为我们这群老骨头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了，没想到我古神一族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48位老者之中，看上去最为古老的那一位开口说道，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古神一族诞生以来的第1任大祭司。没错，这些沉眠在石棺中的老者便是混沌时代古神一族已经死去的历代大祭司，加上被林玄清击杀的那位，一共7749位。此刻，这些老者从石棺中飞出，围成一圈，盘坐在半空中。他们全部闭目冥想，开始卜算古神一族的天命。然后卜算过后的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我古神一族的命定之数，为何与上个纪元毁灭之前计算的相差如此之多？这不可能！一时间，历代大祭司都异常的激动，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因为在他们的卜算之中，混沌神族再也没有一丁点希望，终归在这个纪元结束之前消亡殆尽。而上一个神纪元，他们的卜算还是拥有40%左右的希望存活下去。第1任神族大祭司摇了摇头，安慰道：卜算的结果未必准确，那超凡意志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战胜。虽然他这样说，但其他大祭司都明白，卜算出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这不是他们当中一个人看到的结果，而是所有人同时看到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准备最后一搏，毕竟他们还有最后的后手没有使用。方才我已卜算过，12主神之中只有冥王已故，也就是说，还有11位至高主神可以助我们与那超凡意志进行最后一战。众大祭司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开启降临仪式吧。说罢，他们释放神力，在中央竖起一座雄伟的祭坛。主神降临仪式有2种，其一就是用人族修士作为媒介降临，其二就是现在他们在做的，用自己的死灵躯体作为媒介降临。当然，用第2种方式降临主神，他们自己的意识便会消失。不过，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在混沌时代就定下的后手。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请求你们降临。
48位老者破口大喊，祭坛上燃起熊熊火焰。未知领域上空，11双无比深邃的眼睛先是出现，然后马上隐没。怎么回事？为何至高主神没有降临？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再次请求你们降临。48位神族大祭司见召唤没有成功，再次举手呐喊。在磅礴的神力的注入下，中间的祭坛第二次燃起熊熊烈火。不过，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召唤主神降临，竟然连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未知领域上空平静如水，怎么回事？这次明明注入了更多的神力，为何至高主神们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们一眼？难道说是我们的召唤仪式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这个未曾预料的结果，历代神族大祭司们乱成一团。不对，祭坛没有问题，我们的仪式也没有任何问题。其中一位大祭司反复确认后说道。其余大祭司相视一眼，心中忽然有一种极其不妙的感觉，莫非是至高主神那里遭到了某种力量的阻拦，因此才难以降临？想到这里，一众神族大祭司恍然大悟，同时开口说道：超凡意志。第一任神族大祭司紧锁眉头，看来那超凡意志早就计算到我们的存在了，只是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阻止了至高主神们的降临。围坐着的神族大祭司们纷纷摇头，因为他们都无法对超凡意志进行卜算。第一任神族大祭司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只能使用备用方案，强行让至高主神们降临了。其余大祭司听了，微微点头，也只能如此了。所谓强行降临，指的是双倍乃至3倍的献祭他们的死灵躯体。这个方案只有一次机会，不成功则成人。此刻，历代大祭司们很默契地站起身来，他们单手铺在胸前，坚定地高喊道：为了古神一族的荣光。随后，其中一位大祭司义无反顾地扑向燃烧着的祭坛，他献祭了自己，化为了祭坛烈火的燃料。快，往祭坛中注入神力！第一任神族大祭司大喝一声，其余所有人拼尽全力地往祭坛中输送古神之力。在神力的加持下，祭坛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了。一众神族大祭司趁此时机，齐举双臂，开始了第3次呐喊：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再次请求你们降临。话音落下，天空中没有丝毫反应。第一任神族大祭司见此一幕，赶紧说道：下一个，快跳进去！于是，第2位大祭司站了出来，然后义无反顾地扑向祭坛。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再次请求你们降临。大祭司们第4次高声呼唤，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已经献祭了2位大祭司了，竟然还是没能让至高主神降临。这超凡意志的手段果然不能轻视啊！第一任神族大祭司握紧拳头，咬紧牙关说道：可就算你再强大，也不可能磨灭我们想要反抗你的决心。诸位，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下一个！话音落下，历代大祭司众志成城，自觉排成了长队。为了古神一族的荣光，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大祭司扑向祭坛，化为灰烬。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再次请求你们降临。这一次，未知领域上空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双深邃的眼睛。大祭司们见状，兴奋道：有效果！于是，第4位大祭司果断朝着祭坛飞扑过去。祭坛又增添了新的燃料，里面的火焰直接变成了火柱。伟大的至高主神，吾以神族祭司之名，再乘5次，请求你们降临。天空中，第2双至高主神的眼睛浮现。哈哈哈哈！超凡意志阻拦至高主神降临的手段已经被我们瓦解了，我能感受得到那股力量在渐渐消失。诸位，再加把劲，我们一定能成功的。第一任神族大祭司看到了希望，内心狂喜。紧接着，第5位、第6位以及第7位大祭司同时扑向祭坛的火柱，余下的历代大祭司就像复读机一样，高喊着再乘6次，请求你们降临。天空中，第3双主神的眼睛渐渐浮现，已经有3位至高主神冲破超凡意志的阻拦了。快，下一个！第8位大祭司跳了出去，为祭坛新添了一把火。继续，不要停下！后面的大祭司相继跟上，扑通扑通的连续跳入火柱之中。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大祭司献祭自己，他们呼唤主神降临的口号也变成了再乘15次，请求你们降临。终于，在第36位大祭司跳入火柱之后，11位至高主神的双目全部在空中显现出来。还活着的12位大祭司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如释重负。虽然很极限，但我们成功了。是啊，我们一共还剩下12人，足够做至高主神们强行降临后的媒介了。第一任神族大祭司抬头仰望着天空，激动道：来了！11道颜色各异的落雷从天而降，汇聚到中央祭坛的火柱之上。除第一任神族大祭司外，剩下的11位大祭司主动引落雷入体，他们的身体瞬间恢复年轻，脑袋上的头发也变成了落雷的颜色。除此之外，他们的胸前长出了各式各样的神纹，并且渐渐覆满全身，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第一任神族大祭司见到至高主神们全部附身成功后，泪流满面的跪了下去。伟大的至高主神，恭喜你们重获躯体！他暗暗想着，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作为最古老的大祭司，他的使命终于完成了。在超凡意志的重重阻挠下，强行完成降临仪式，这怎么说也算个力挽狂澜吧。然，获得了躯体的11位至高主神此刻脸色非常的差，他们缓缓走到跪着的第一任大祭司面前，沉声说道：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大祭司听见这句话，横竖感觉有点不对劲。要说强行完成召唤仪式，确实是一件好事，可是为啥听起来这么瘆得慌？一时间，周围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第一任神族大祭司想了很久之后，
决定打破这微妙的气氛。他小心翼翼地说道：“伟大的至高主神，完成召唤仪式，本来就是我们历代大祭司应该做的事情。诸位主神大人的不吝赞美，让我受宠若惊，实在是不敢当啊。”大祭司自我感觉良好，但站在他面前的11位至高主神脸都绿了。你妹夫的，你老小子听不明白好赖话是吧？我们那是在夸你吗？其实，自从冥神被林玄清嘎了之后，这群至高主神就决定放弃对抗超凡意志了。所以，当这群从石棺里爬出来的神族大祭司进行第一次降临仪式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被阻拦的不能降临，而是压根就不想降临。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历代神族大祭司全都是纯纯的二愣子。这群二愣子竟然主动献祭自己的死灵躯体，强行增强祭坛的力量，把他们给硬生生的拽下来了。靠！海神握着沙包一样大的拳头，叮咚一拳，直勾勾的打在跪在他面前的大祭司的脸上。这一拳蕴含着雄浑的古神之力，直接把神皇巅峰的大祭司打退了几百米，他的脸也因此红肿的连他妈都不认识了。第一任大祭司是最古老的古神之一，直接诞生于混沌，其实没妈。海神大人，您为何如此啊？数百米开外的大祭司左手捂着肿成猪头的老脸，万分不解地问道。海神气愤地回答道：“你还好意思问？若不是看在你也是原初古神，刚刚那一拳你已经死了。”面对如此愤怒的海神，第一任神族大祭司很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记得在混沌时代，自己也没有得罪过海神啊。为了得到其中的答案，他决定将目光投向海神身旁的另外2位至高主神天神和魔神。然而，这2位现在也是一样的跨着个脸，眼底燃烧着的怒火丝毫不亚于刚刚暴捶了他一拳的海神。天神和魔神2位怎么看样子也想捶我的样子，不对劲，很不对劲。这是大祭司的第一想法，因此他赶紧又将目光投向性情温和的泰坦巨神和晨曦女神。12至高主神中，泰坦巨神和晨曦女神最为平易近人，他们应该会告诉我其中的缘由吧。大祭司这样想着，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2位至高主神居然性情大变。更夸张的是，大祭司竟然从他们2位的身上看到了隐隐约约的杀气。泰坦巨神还有晨曦女神，你们为何？大祭司吞咽着口水，浑身冒汗。这一瞬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是惹怒了所有至高主神。无奈之下，大祭司闭上双眼，默默地等待至高主神们的责罚。虽然他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至高主神们。另一边，太虚古界、长生仙阁、测试广场，黑猩虎极限进化完成后，林玄清在中州所有修士敬仰的目光中，先去了黄沙天域一趟，把王林和唐三给接了回来。2人听说了神族大祭司屠戮中州人族修士的事情后，对此感到叹惋。不过这会儿的林玄清可没跟他们2个讨论中州大战的事情，他现在正在利用破解版的系统商城，疯狂地往自己开设的小卖部里面进货。王林和唐三2位乖徒儿看到堆得比林玄清雕像还高的各种极品丹药和灵气后，2只眼睛都瞪圆了。他们修为不高，虽然看不出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等级，但能够确认至少不会亚于道主级的鸿蒙道宝。因为王林的手中就有太玄戒印，但和林玄清拿出来的东西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师尊的宝物多得也太夸张了吧！2人一边感叹，一边按照林玄清的要求往小卖部里面存放。可是林玄清的袖口就好像无底洞一般，无论他们放了多少，马上又会有新的被拿出来。很快，小卖部的仓库就被填满了。师尊，你先别弄了，实在塞不下了。王林和唐三伸手阻止林玄清继续掏宝。林玄清摆了摆手，淡淡说道：“既然如此，就先扩建一下这小卖部再说吧。你们去通知一下仙阁中的弟子和阁主，让他们都来测试广场见我。为师要将整个长生仙阁打造成一座百货商城，你们2个主要负责此事。”百货商城，王林和唐三2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颖的词，虽然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大体意思他们还是能够领悟到的。于是他们立刻动身前往12主阁敲响钟声。叮铃铃，熟悉的集合钟声响起。中州刚刚才经历了一场关乎存亡的旷世大战，绝大多数弟子都还没有从里面走出来，但一听到是林玄清有事吩咐，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赶往测试广场拜见。毕竟林玄清击杀神族大祭司后，已经成了太虚古界的全民偶像，就连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也被他的英姿所折服。弟子拜见前辈。测试广场上，弟子们和阁主们五体投地，齐声拜喊。林玄清简单的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站起身来。随后他把自己要扩建小卖部的构想给所有人都说了一遍。这群弟子和阁主看着测试广场上推得比雕像还高的极品宝物后，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妈呀，不是混沌之宝就是混沌之丹，前辈这究竟是什么手笔啊？看到这些我才明白，原来我等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前辈说要开什么百货商城，难道是取自海纳百川的含义？什么海纳百川？依老夫看来，这叫应有尽有。没错，应有尽有。在阵阵讨论声中，王林和唐三带着他们前往中州各地砍伐灵木，搬运灵石。百货商城是个大工程，他们发誓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修建一座光芒万丈的建筑。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林玄清轻叹一声：民生值功能移除之前，应该问系统关于传说彼岸的事情的，亏了，整个民生值功能都被移除了，这相当于之前剩的几十亿民生值啥作用都没有。对于林玄清来说，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系统啊，问你个事儿。叮，民生值的整个功能都移除了，也算变相的扣除了全部民生值了吧？
林玄清嘿嘿一笑，要不你就把传说彼岸的事情讲一下呗。丁，达咩以宿主目前的任务进度，想要解锁传说彼岸的相关信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主动消耗全部名声值兑换。丁，但宿主现在的名声值为 No， 所以无法兑换。任务进度，你指的是主线任务？林玄清记得主线任务3的名字叫混沌之主，这个任务是让他尽快干掉全部混沌古神，成为无敌的存在。但是听见系统这么说了，难不成这个任务完成后还有和传说彼岸相关的任务？系统真有你的！林玄清竖起了大拇指，对系统表示了强烈的赞美，因为他忽然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谢系统给坑了。既然主线任务3不是最终任务，那相应的奖励肯定也不是真正的无敌。算了，无所谓了。思考片刻后，林玄清决定先去给自己的老婆张柳依送点商城里面的极品宝物。谁让这谢系统之前一直坑他的，他现在必须可劲儿的造，能薅回来一些是一些。很快，林玄清就来到张柳依的住所，他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尽量不打扰到她休息。不过这会儿张柳依并没有休息，而是静静地坐在窗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林玄清脚步很轻，缓缓地向她走去。他看到房间中央的桌上，之前他送的零食全部都被吃得一干二净了。老公，张柳依看到林玄清特地来看望自己，挺着大肚子兴奋地站了起来。林玄清则是赶紧上前去搀扶，生怕她动到胎气。不过以张柳依目前的修为以及腹中胎儿的修为，林玄清的这一波操作纯属多此一举。老婆，你刚刚在想什么？林玄清挽着她的手，一脸宠溺地问道。张柳依回想起林玄清在穹顶上大战神族大祭司的帅气画面，俏脸微红。没什么。真的没想什么吗？林玄清狐疑道。他刚才明明看到了张柳依坐在窗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讨厌！张柳依娇嗔一句，然后用小拳拳轻轻捶了捶林玄清的胸口。叮！恭喜宿主的道侣好感度已提升至满级，好感度1000%。什么情况？林玄清看着面前突然弹出来的道侣功能面板，愣了一下。简单扫视一遍后，他才想起来，原来道侣功能还有一个好感度的设定。原来是好感度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感度是根据互动刷起来的吧？但我这也没互动什么啊，怎么好感度直接满了？林玄清喃喃自语，内心有些不解。叮，给宿主解释一下，这是因为此前宿主的英雄登场彻底征服了他，导致他主动完成全部自我攻略。注意，道侣张柳依的性格发生改变，这也行啊。林玄清看到道侣功能面板上，张柳依的性格从仰慕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变成了只仰慕林玄清一人。哦，懂了。林玄清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然后他又吐槽道：可是这好感度即便刷爆了，也没什么用了吧？毕竟现在整个名声值模块都被移除了。没错，好感度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刷名声值倍数的。好感度为100%，张柳依装逼时，林玄清就能获得1倍的名声值；如果是1000%的话，林玄清就能获得10倍。可现在名声值功能已成历史，好感度自然也就失去相应的价值了。叮，宿主此言差矣，其实好感度达到满级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哦，比如，叮，好感度刷满后，道侣对宿主的态度将会是100%顺，所以接下来宿主无论想要对他做什么，他都会欣然同意。叮，比如宿主想在本系统的商城中兑换各种大尺度喷血服装，可以随时给道侣换上，而且绝对不会被拒绝。如果宿主正好挑中某些特定的服装，反而会让道侣异常兴奋哦。叮，再比如，如果宿主拥有某些特殊的癖好，现在也能够得到满足了。举个例子，若宿主想要让他对你的称呼改称为主人，他会马上甜美的喊出来哦。叮，还比如，停！林玄清比出一个暂停手势，让系统打住。虽然他现在老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本人一向正人君子，你说的这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叮，哦，真的吗？叮，可是宿主的脸好像很红，心率也很惊人，脑子里面的画面貌似非常劲爆。但系统这都知道。林玄清摇头三连，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叮，嘿嘿，宿主好像越来越兴奋了。系统，你凭什么误人家清白？老公，你怎么了？张柳依见林玄清的状态有点不对劲，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又红又烫，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什么。林玄清快速平复心情，然后转移话题。老婆，上次给你准备的零食吃起来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零食吗？一提起零食，张柳依有很多话想说，因为林玄清给的零食不仅美味，而且每一种的效用都非常逆天。老公，就是因为吃了你送来的零食还有豆浆，我现在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呢。对了，那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珍贵吧？林玄清微笑道，没事，只要你喜欢就好。可是你都给了我，那你自己？老婆，你不用担心我了，我这儿的东西还多得很呢。说罢，林玄清就开始在系统商城疯狂乘999了。林玄清翻到系统商城的食品那一栏，从上往下不停地兑换。虽然这些东西外观看上去都很普通，但其实和他前世超市里面买的东西没太大区别。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林玄清不管3721，全部都整上再说。反正这些东西全都是极品灵药级的，即便张柳依现在怀有身孕，也可以随意吃喝。而且这些东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仅能提升他的修为，还能提升父中子嗣的资质。林玄清低着头，把兑换出来的食物一箱又一箱的往桌下面放。很快，
整个房间内有一半的空间被各种散发着混沌气息的食品给堆满了。林玄清的这一波操作，直接把张柳一给看傻了。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夫君竟是如此的豪。更关键的是，林玄清这会儿还在往外面取东西呢，他的袖口就好像无底洞似的，怎么拿都拿不完。于是张柳一赶紧拉住他：“老公，我这已经快填满了，够了，这些就够了吗？”林玄清一边说话，一边又从袖口中取出一箱酸奶放到地上。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柳一的眼睛：“老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我这还有很多你没吃过的零食，再给你拿个10来箱吧。”说完，林玄清继续从袖中往外拿。张柳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然后堵住袖口，苦笑道：“老公，真的够了，不用再拿了。不，老婆，我还得给你整2箱补品，你现在正是需要补身子的时候。”“真的不用了，老公。”张柳依靠在林玄清的胸膛上撒娇道。他暗暗想着，这些都是混沌级的灵丹妙药，你再拿的话，估计得吃到猴年马月去了。哦，好吧，既然自己的妻子都这样说了，林玄清也只好作罢。不过他环视了一圈张柳一的房间后，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对了，老婆，我再给你换点家具吧。家具？家具。林玄清催动股神之力，一巴掌拍碎了房间中央的桌椅。这破玩意儿不太结实，我给你换一套。张柳一看着已经变成碎渣的梧桐金木桌椅，微微一愣。好家伙，这可是道主级的灵木制成的上品桌椅啊！莫说只是掌声仙阁了，就算是放在整个太虚古界当中，也都是顶级的存在。老公，你……张柳一刚刚缓过神来，林玄清就又走到他的床边，一脚将其踢垮。我靠，我的菩提古木床！张柳一见到同为道主级木床轰然垮塌，差点吐血。紧接着，林玄清马上又站在了他的梳妆台前，一拳连带着镜子给打破。接下来是柜子，然后是屏风。数个呼吸后，张柳一的房间内各种家具全部被林玄清给破坏掉，一个好的都没留下。就先换这些吧。林玄清用股神之力打扫房间，把地面上的碎木块和屑全部收入乾坤袋之中。随后，他在系统商城中挑选了一套由扶桑神木雕刻而成的精美家具。这是张柳一看到林玄清重新置办的整套家具后，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因为他看得出来，这些家具的原材料远超道主级。这是扶桑神木。林玄清把各种家具在房间内摆正后，对张柳一解释道。张柳一听到扶桑2个字之后，眼中忽然绽放金光，然后他立刻走到床边，蹲下身子，轻轻抚摸着上面的纹路。扶桑神木，居然是扶桑神木！怎么样，喜欢吧？张柳一连连点头，因为这已经不是喜欢能够形容的了。扶桑神木，传说中位于沧海的尽头，乃是金乌神鸟栖息的神树，据说只有1株，而它的等级，光是这个神字就能知道，既不是鸿蒙级，也不是混沌级。可就是这样珍贵的灵植，竟然被人砍伐后做成了一整套家具，简直是天下奇闻。面对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切，一个疑问涌上张柳一的心头，那就是自己的夫君究竟是谁？其实这个问题，当初紫霄圣地还没被毁的时候，他就思考过。一开始他只是以为林玄清可能是某个太虚古界的仙人转世而已。不过当他被魂虚古界的界主秦昊捉到炼魂域后，他对于林玄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那时候他认为林玄清至少也是道尊，甚至是道主都有可能。然而林玄清来到炼魂域后，很轻易的就秒杀了秦昊，同时还击杀了被秦昊召唤出来的混沌古神。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远远低估了夫君的真实实力。可问题在于，即便是混沌古神，也不可能强大到这种地步吧？秒杀至高主神，拿出混沌至宝，对于林玄清来说，似乎就和喝水一样简单。想到这里，张柳一缓缓站起身来，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亲口问一问自己夫君的真实身份。老公，我……张柳一面对着林玄清，心中已经激起了千层浪。林玄清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问道：“怎么了？是不喜欢这些新家具吗？”“不是的。”张柳一连连摇头。“不是。”林玄清这就有点搞不懂了，那是什么？他深吸一口气，稍稍缓和了一下自己的紧张，然后他终于把悬在自己心头的问题问了出来。“老公，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张柳一的这个问题一问出，房间内空气仿佛都凝结了。林玄清之前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张柳一问这个问题，难道说我是穿越者的事情暴露了？林玄清用手托着下巴，暗暗想着。张柳一见林玄清迟迟没有回答，于是说道：“夫君，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不说了。”林玄清微微一笑，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傻瓜，我只是在想该从哪里说起而已。”深思熟虑之后，林玄清给张柳一来了一波世界观的全面冲击。凡人手握这个名为手机的灵宝，竟然能做到轻松通讯2界，这种程度至少也应该是混沌至宝吧？如此珍贵的混沌至宝，在夫君的世界，竟然连凡人都是人手一个，有的凡人甚至还有2个乃至数个，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啊！什么手机、电脑、汽车、火车、飞机，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各种各样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林玄清都给他详细的讲了一遍。张柳一听得云里雾里的，不明觉厉。“老公，你讲的这些……”张柳一目光闪烁，一脸震惊的表情。“我听不懂，但大为震撼。”他暗暗想着，自己夫君讲到的这个名为地球的位面，定然是在太虚古界之上，要不然根本无法解释
为何凡人都能轻松拥有如此强大的灵宝？哎，科技的进步虽然给人带来了很多生活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毁灭，是一把双刃剑。说到这里，林玄清忽然轻叹一声。张柳一不解，追问道：“为什么？”林玄清缓缓回答道：“在我的家乡，曾经爆发过2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差不多就相当于所有古界中的凡人爆发的战争吧。林玄清又讲到了手枪、步枪、装甲车、坦克、轰炸机、战斗机、导弹等各种热武器。张柳一听了之后，更加感到震撼了。特别是林玄清提到的原子弹和氢弹，虽然其威力只能毁灭1-2个仙城，但竟然能批量生产，简直是恐怖如斯啊！凡人国度之间的战争尚且如此，那凡人之上呢？张柳一坐在床边，已经想都不敢想了。他也是现在才明白，难怪自己的夫君每次拿出来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奇特，原来那些东西全部都来自地球这个至高无上的位面啊！此刻，他轻轻地靠在林玄清的肩上，温柔地说道：“老公，如果可以的话，真想见识一下你说的这些。”林玄清低头看着他那红润的俏脸，总感觉他好像脑补了什么东西。另一边，无量古界，无量古界界主李天元正坐在界主王座上打盹，一众道主忽然冲了进来。界主，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啊！道主们急急忙忙，脸色都非常的差。李天元被这喊声惊醒，站起身来问道：“何事如此惊慌？”道主们纷纷说道：“禀报界主，刚刚我等探查到，有一群陌生修士正在破坏天幕。”什么？李天元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自从他坐镇无量古界以来，这么多年来，先后与周围的4个古界交战过，而他不仅没有败绩，反而还斩杀了这4个古界的界主，让无量古界的疆域扩充了数倍。10万载岁月过去了，看来有人已经忘记我李天元的威名了。李天元眼神凌厉，仿佛燃烧着火光。界主王座之下的道主们感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全部都小心翼翼地低着头颅。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竟敢来找死！李天元一声令下，带领一众道主踏破虚空，朝着域外战场的方向飞去。同一时间，长河道尊等40多位长生仙阁的阁主正在不紧不慢地剥离无量古界的天幕。清河师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古界了吧？灵剑道尊拿着装满了古神之种的乾坤袋，悠哉悠哉地说道。清河道尊凝视着脚下即将被洪峰道尊破坏的天幕，回答道：“没错，羽皇道主和玄黄道主已经返回长生仙阁复命，我们也要快点收集完无量古界的古神之种才是。”灵剑道尊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洪峰道尊和长河道尊那边。他们现在的修为都在后天古神之上，所以很容易就将无量古界的天幕打开一个缺口。就在这时，无量古界的界主李天元率领一众道主来到了天幕之下。他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天幕之上的长河道尊等人。李天元见天幕已被破坏，略微有些吃惊。尔等何人，竟敢入侵我无量古界？他大喝一声，手中大道之力齐显。作为老牌界主，李天元对于大道之力的领悟颇深。霎时间，烽火雷电4种大道之力朝着长河道尊等人铺天盖地而来。轰隆一声巨响之下，域外战场上浓烟四起。李天元指挥着身旁的道主们，吩咐道：“上去看看，这群人到底来自哪个古界？”一众道主面面相觑，畏畏缩缩的，有点不敢上前。界主，这些陌生修士的修为颇高，恐怕……怕什么？李天元握紧拳头，冷冷说道：“刚刚本界主亲自出手，他们就算不死，也是重伤。你们放心大胆的前去查看，然后回来给我消息。”道主们看着还未散去的浓烟，深吸一口气后缓缓向前。然而他们才刚刚动身，只见浓烟之中，长河道尊如同利剑一般冲了出来。道主们根本看不清长河道尊的速度，顿时惊慌失措。李天元见此一幕，自言自语道：“有点意思，竟然能挡下本界主的全力一击。”他催动灵气，施展出万钧神道，将力量汇聚到右拳之上。都闪开！此刻，李天元暴喝一声，右臂青筋爆发。他速度奇快，好似流光一般飞向域外战场。死！李天元挥动聚满大道之力的右拳，朝着长河道尊砸去。长河道尊见状，也挥动右拳砸向李天元。咚！伴随着一声闷响，长河道尊一拳就把李天元揍成了猪头。这是什么力量？域外战场上，李天元感觉自己的脸被一股远超大道之力的力量击中，然后差点昏死过去。他捂着红肿的脸，嘴里的牙齿七零八落的掉了出来。还好我只用了100万分之一的力量，差点把你给打死。长河道尊面带微笑的看着李天元。啧，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大道之力？100万分之一的力量？李天元听到长河道尊的话后，忽然想到了什么，然后他迅速转身，从域外战场朝着无量古界逃亡。长河道尊见状，催动古神之力，瞬间到了他的前面，堵住了他逃跑的路线。由于逃不回无量古界，李天元根本无法催动无量界印，无法催动无量界印，他也就不能瞬间转移到其他天域。此刻，李天元紧闭双目，将灵气收回丹田。长河道尊轻声说道：“界主这么快就放弃挣扎了吗？好吧，既然如此。”他话刚说一半，只见李天元忽然双腿弯曲，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晚辈有眼无珠，还请前辈网开一面，饶我一命啊！李天元泪眼婆娑，把天幕之下的一群道主给看傻了。好家伙，堂堂界主说跪就跪啊！刚刚你不还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吗？面对李天元的求饶，长河道尊打算放他一马。毕竟现在的他修为远超界主，碾死李天元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毫无乐趣。你先起来吧。长河道尊淡淡说道。
李天元听到长河道尊已经饶了自己，眼眶中的泪水瞬间就没了。他站起身来，面对长河道尊连居数躬，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与此同时，洪峰道尊那边浓烟也已散去，几十位阁主同时飞到李天元的身旁，把李天元围成一圈。而李天元也是这才发现，这些外来的修士的修为，每一尊他都看不透。你就是无量古界的界主？清河道尊注视着李天元的眼睛，让李天元压力山大。为了活命，李天元很自觉地将袖口中藏着的无量界印拿出来。回前辈的话，晚辈李天元正是无量古界的界主。很好，那先带我们下去吧。下去？李天元没听懂清河道尊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难道你们不是来入侵无量古界，抢夺无量界印的吗？不过，既然这些人暂时不打算要他的无量界印，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于是他屁颠屁颠地在前面为清河道尊等人引路，并让他手下的道主们赶紧跟上。虚空之中，一直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的无量古界意志的化身终于松了口气。他注视着清河道尊等人远去的身影，喃喃自语道：还好，还好，这群拥有古神之力的修士并没有打算摧毁古界。在李天元的引路下，清河道尊等人很快就来到了无量古界中州第一大势力黑白道宫。黑白道宫的长老们见到界主亲临，赶紧让弟子们备好灵茶招待。不过清河道尊他们并不想在无量古界过久的停留，于是让李天元撤掉灵茶。李天元赶紧照办，生怕惹到清河道尊等人的不悦。撤去灵茶后，李天元将清河道尊等阁主奉为上宾，而他自己则是率领一众道主坐在两侧。黑白道宫正殿此时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只要清河道尊等人不开口说话，李天元他们也不敢开口。片刻后，洪峰道尊问李天元，无量古界中一共有多少下界天域？李天元正襟危坐，回答道：回前辈的话，无量古界这几百万载岁月以来，一共吞并过4个古界，因此目前下界一共有79个天域。79个？洪峰道尊听到这个数字后，对身旁的清河道尊说道：清河师兄，这无量古界的下界天域数量有些多了。清河道尊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开行动吧。灵剑道尊传音问道：要不要带上无量古界的修士一起寻找古神之种？清河道尊仔细打量一番李天元等人后，摇了摇头，传音回复道：收集古神之众一事事关重大，只能由我们亲自去做。至于这无量古界的修士，让他们指明古界的方向即可。说罢，清河道尊便带领一众阁主，按照李天元所说的天域位置分头前往。李天元确认他们全部都离开黑白道宫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长舒一口气，然后命令黑白道宫的长老们奉茶。咕噜咕噜，李天元端起灵茶，喝了一杯又一杯。他肿起来的脸火辣辣的疼着，现在都还没消下去。道主们相视一眼，对李天元建议道：界主，如果要尽快对点消肿以及长出新芽的话，可用万灵宝丹。李天元大怒：什么万灵宝丹？本界主不需要。可是什么？众道主看着李天元那恐怖的眼神，赶紧闭嘴。紧接着，李天元继续嘴硬道：不过区区小伤而已，本界主只需稍加静养便能痊愈。还有，你们要记住，今日之事切不可对任何人提起，明白吗？道主们连连点头，并举手立下天道誓言。我们发誓，绝对不把界主您下跪求饶的事情捅出去。噗！李天元一口茶水喷出，他望着两侧信誓旦旦的道主，杀了他们的心都有了。本界主那是下跪求饶吗？那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好吧。而且这件事情的重点也不在于此吧。嗨嗨，本界主的意思是，今日遇到混沌古神的事情，不要透露出去。混沌古神？这群道主其实早就猜测长河道尊等人是觉醒的混沌古神了，只是李天元不说，他们一直都不敢确认。同时，他们也在猜测这些混沌古神突然造访他们无量古界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李天元目前心中所困惑的事情。他放下手中的茶杯，稍加思考后问道：诸位道主，依你们看来，此事是否与无量山有关？道主们稍加议论，统一意见后回应道：很有可能。这些古神对无量界亦没有兴趣，反而询问下界天域，定然是为了寻找某些东西。而我无量古界之中，要说什么对混沌古神都有吸引力的话，只能是那传说中的无量山了。可问题就在于，早在3年前，无量山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呀。李天元听完道主们的一通分析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没错，无量山早在3年前就毫无征兆的消失了。他也曾派人前去探查过原因，但无一例外都没有任何收获。界主，会不会是无量山已经重现世间了？有道主问道。李天元此刻心中也是这样猜想的，但不敢确定。这位道主接着说道：如果无量山真的重新出现了，那我们要不要也派人前去探寻其中的机缘？毕竟那可是传说中混沌古神诞之地啊。混沌古神诞生之地吗？李天元喃喃自语，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所有关于无量的事都只是传说而已。传闻无量古界在混沌开辟之前，位于整个混沌世界的正中心，而无量山则是屹立在混沌世界中心的一座参天巨峰，以天地阴阳为界。这世间一切生灵都诞生在无量山中，就连混沌古神也不例外。关于这则传说，无量古界曾经有无数修士趋之若鹜地前往无量山探查古神踪迹，但是均无结果。因此，李天元一直以为无量山乃混沌古神诞生之地，只是空穴来风而已。不过，3年前无量山的忽然消失，让李天元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些动摇了。
加上这次又来了这么多混沌古神，他又觉得这无量山的传说似乎是真的。只是如果这群混沌古神真的是为了无量山而来的话，他到底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机缘就在眼前，但风险未免有些太大了。李天元最终决定还是不去为好，毕竟修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拿下界主之位，要是嗝屁了就亏大了。同一时间，长河道尊等人正在如火如荼地搜寻古神之种。自从他们的修为突破到了界主之上后，已经可以催动古神之力感应古神之众了。因此不到半日的时间，无量古界下界的几十个天域，他们已经搜寻了个七七八八了。长河师弟，差不多了，我们去与洪峰师妹会合吧。清河道尊对身旁正在数古神之种数量的长河道尊说道。长河道尊点了点头，然后吩咐跟随他们一起的13位副阁阁主一起出发。一道空间裂缝被打开，他们15人瞬间就来到了洪峰道尊所在的百灵天域。此时洪峰道尊正位于百灵天域中的万魔教总坛，一指灭杀了56位地境修士。万魔教的半步求道境教主想要逃跑，也被他当场镇杀。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万魔教教主身死后，被关押在总坛的300多修士俯跪在地上，感谢洪峰道尊的正义出手。洪峰道尊催动古神之力，从万魔教死去的地境修士身上剥离掉古神之种后，淡淡说道：“不必谢我，我的本意并非救你们。”说罢，他正准备离开之时，长河道尊等人便撕裂空间而来。洪峰师妹，百灵天域的古神之种收集得如何？清河道尊从空间裂缝中走出，询问洪峰道尊目前的进度。洪峰道尊将刚刚拿到的50多颗古神之种放入乾坤袋中，然后扔给了清河道尊。加上这些，百灵天域一共找到了78颗古神之种。清河道尊发动神识清点了一番后，皱眉道：“整个百灵天域竟然只有不到100颗古神之种。洪峰师妹，你确定都搜查完了？”洪峰道尊回答道：“我与8位副阁主地毯式的搜寻过此片天域，应该不会有遗漏。”其实洪峰道尊自己也觉得百灵天域中的古神之种太少了。根据他的经验，下界天域中的古神之种数量基本上都在300左右。清河师兄，或许这个百灵天域是个意外吧？一旁的长河道尊开口说道。就在这时，俯跪在地上的300多百灵天域的修士中，忽然有人说道：“诸位前辈，请问你们是在搜集万魔教的魔种吗？”长河道尊等人将目光投去，发现说这话的是一位圣人境的白胡子老者。当然，若是论年龄的话，此人在长河道尊等人面前也算不上老。魔种？清河道尊走上前来，低头看着他问道：“你见过这个东西？”老者猛然点头，回答道：“晚辈见过。”众阁主相视一眼，清河道尊追问道：“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回前辈的话，当初晚辈被抓到万魔教的神山时见过。洪峰道尊也走上前来，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他：“你确定自己看到的是这种金色的古神之种？”这位圣人境的老者面对着洪峰道尊给的压力，仍然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千真万确，的确是此物。只不过我们都把这东西称之为魔种，前辈您却称它为古神之种。你口中所说的万魔教神山在什么地方？”老者身旁的一位武军境的老妇人抢着回答道：“前辈，神山就在这万魔教的总坛。”胡说！洪峰道尊身后一位长生仙阁的副阁主严厉道：“方才我们分明仔细探查过这万魔教的总坛，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神山。”没错，关于这一点，洪峰道尊也可以确认。他用古神之力搜查过万魔教的总坛，并没有发现有任何漏网之鱼。至于这两人口中所说的神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万魔教的总坛方圆100万里地界都是洼地，根本连一座山都没有。然而此时那老者和老妇人坚持神山就在万魔教的总坛，并且还有其他修士辅证。前辈，五方圣人所言非虚，当初我等也被抓到过神山之上，亲眼见到过这魔种。没错，我们都曾见过，还请诸位前辈明察啊。一时间300多位修士中，至少有1半以上表示自己曾经见过这古神之种。长河道尊见状，传音清河道尊等人道：“看来这百灵天域恐怕远远不止这78颗古神之众了。”清河道尊点了点头，也暗暗传音众人：当务之急是需搞清楚这神山的事情。经过一番询问后，清河道尊明白了万魔教的由来也跟这所谓的神山有关。其实之前百灵天域中并没有这所谓的万魔教，而是以10大圣地为尊。然而就在1个月以前，这千万里洼地之中，一座雄山忽然拔地而起，让整个百灵天域都生出了天地异象。10大圣地察觉到这横生的异象之后，立刻派遣众多修士前来探查，但最终都折戟其中。第一波派出去的修士没有返回，10大圣地很快便派出了第二波修士前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波修士去往那千万里洼地之后，也都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前后2次折戟引起了各大圣地的重视，于是第3次10大圣地一共出动30多位圣人，还有300多位武军境和2000多武宗境前往。他们本以为如此强大的阵容定然能凯旋而归，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一人成功返回圣地复命。10大圣地失去了如此多的强者，虽然不伤及根本，但损失仍然能够算得上很重了。于是各大圣地的圣主决定，他们要亲往千里洼地一探究竟。然而他们还未动身，就被30多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地境修士给拦在了圣地里面。那一日，风起云涌，电光火石，在30多地境修士的威压下，10大圣地的地境老祖纷纷出关与之决战。只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全军覆没罢了。10大圣地告破后，万魔教的名声瞬间传遍了整个万灵天域。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百灵天域半数以上的1等和2等势力全部被万魔教血洗。
只有极少部分势力能够勉强得以保存，但那也只是万魔教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此说来，那忽然出现的山峰就是你们口中的神山了？长河道尊疑惑问道。众修士连连点头，然后回答道：前辈，当初10大圣地告破后，但凡是5黄境修为以上的修士，如果没有被杀的话，都会被万魔教的修士带走。你是指他们会把你们带神山？是的。那他们带你们到神山去做干什么？长河道尊追问道。回前辈的话，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移植魔种。移植魔种？清河道尊听闻此话，从乾坤袋中取出一颗金色的古神之种。你是说这东西？五方圣人看向清河道尊手中的古神之种，毅然点头道：没错，万魔教之所以能够诞生如此多的地境大能，就是因为他们的体内镶嵌了这种魔种。当时我亲眼看到，一名5军境的修士，只要移植魔种后不死，就能立刻突破到地境。长河道尊等人相视一眼，互相传音道：难道说这万魔教是主动在觉醒古神之种？清河道尊示意跪在地上的300多修士站起来，随后他接着问道：既然你们大多数人都亲眼看到过万魔教的人在移植魔种，那你们可曾注意过神山上的魔种一共有多少？听到清河道尊的问题，修士们议论纷纷，嘈杂一片。片刻后，一位修为只有5黄境的中年修士举手说道：回禀前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神山之上至少有10箱左右数量的魔种。10箱？洪峰道尊皱眉道：你所指的箱子大概有多大？中年修士思考片刻后说道：那箱子据我推算，大概能装1万颗以上的魔种。什么？1万颗？不仅是洪峰道尊，此刻所有阁主听到这个数字后都震惊了。一个箱子都能装1万颗，那岂不是说神山之上至少还有10万以上的古神之种？你确定有那么多？洪峰道尊语气稍显强烈，追问道。中年修士正准备回答，他旁边的另外一位5黄境修士抢着回答道：可能还不止1万颗，因为那些箱子的大小都不太一样，有的会大上很多。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洪峰道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清河道尊等阁主也是一样，此刻最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就是神山到底在何处。既然你们都说神山上有如此数量的魔种，那谁能解释一下神山现在何处？洪峰道尊凝视着这群修士的眼睛。前辈，神山就在万魔教总坛啊！他面前的这群修士齐声回答道。洪峰道尊以为是自己提问有些不准确，于是重新问道：我的意思是，神山是如何消失的？他消失后又去哪里了？神山没有消失，他现在还在万魔教总坛。前辈，你们之所以看不见神山，是因为时间还未到。神山子时出现，辰时消失。诸位前辈若想亲眼见到神山现世，只需耐心等待即可。说到这里，长河道尊等人便和这些修士一起等到此时。很快，斜阳落下，夜幕降临。灵剑道尊这时也从其他天域收集完古神之种，前来与长河道尊他们会合。他得知万魔教以及神山之事后，先是惊讶，然后便是期待。其实不只是他，长河道尊等人也是一样，对这所谓的神山极感兴趣。时间1分1秒的过去，此时终于来临。前辈，快看，神山要出现了！在此时来临的瞬间，只见那空无一物的洼地中间迸射出无数道极其耀眼的光芒。霎时间，一座巍峨的山峰凭空出现，耸立在天地之间。长河道尊等人立刻催动神力，用秘术探查神山的情况。然而，这座神山就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竟然主动将他们的神力给弹了回来。这神山果然不简单。清河师兄，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洪峰道尊问道。要进入其中吗？清河道尊简单思索后决定，一部分人跟着他一起进去，剩下的人先带着收集完的古神之种返回长生仙阁。长河师弟，神山之事还请劳烦你回仙阁后告知前辈。长河道尊接过所有装有古神之种的乾坤袋，点了点头。清河师兄，此山多半与混沌古神有关，你们进入其中一定要多加小心。长河师弟放心，我们都不是鲁莽之人。长河道尊临走前，清河道尊从袖口中取出一枚特制散发着古神气息的令牌，交到他的手中。长河道尊拿着令牌询问道：师兄，这是？此乃我以神力炼制的飞迅子母令，一共有一母一子2枚。清河道尊解释道：你手上的这枚令牌是子令，可以用来接收母令传送的讯息。传音令牌？没错。长河道尊接着说道：只不过此物虽是我用大量神力炼制而成，但却只能使用1次。长河道尊小心翼翼地将这枚子令收入袖口之中。他知道清河道尊将这个交给他，主要是为了遇到不测时能够将关键信息传出去。师兄保重。长河道尊躬身行礼，然后便带着一部分副阁主离开了百灵天域。等到长河道尊离去之后，洪峰道尊是5方圣人等人在前面带路，其他不愿意跟着进入神山的修士，洪峰道尊也没有强行让他们留下。此刻加上5方圣人在内，大约有30个左右的修士在前面为清河道尊他们引路。众人朝着熠熠生辉的神山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山峰外围。然而还不等他们进入其中，只听见神山之上一束黑紫色的光芒冲天而起，紧接着整座神山方圆数十万里的地界都响起了刺耳的轰鸣。快用防御秘法，不要被这声音所影响。清河道尊感知到这巨大的轰鸣声中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古神之力，立刻大喊。洪峰道尊和灵剑道尊同时催动古神之力，将众人都包裹在其中。不过这声音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2位道尊施展出来的防御屏障瞬间就被击穿，
负责引路的五方圣人等人因为修为太低的缘故，瞬间暴毙。即便是清河道尊他们，也被这轰鸣声百般折磨，七窍流血。这是神皇级混沌古神才能发出的攻击。诸位道友，快喝功能饮料！清河道尊再次大喊，阁主们纷纷掏出珍藏许久的功能饮料，吨吨吨一饮而尽。霎时间，他们所有人的气息开始暴涨，很快就来到了神王级。神山之上，一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一切，略微有些吃惊。由于气息暴涨到了神王级，清河道尊等人基本上可以在这轰鸣声的环绕中自由行动了。去！灵剑道尊仰望着神山之巅迸射出的黑紫色光束，然后一剑飞去。他猜测这轰鸣声就来源于这束突然出现的光芒。有神王级的古神之力加成，灵剑道尊自信自己能够一剑斩掉那光束源头的山石。然而谁都想不到，他的飞剑飞到山巅之时，还未接近光束，就已经断成了两截。什么？灵剑阁主的问苍剑竟然断了！阁主们惊呼，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结果。灵剑道尊本人此时也是眉头紧锁，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意外。清河师兄，我已用尽全力，问苍剑连接近此神山都做不到，难道说这整座山峰是一件神王之上的混沌至宝？灵剑道尊猜测道。清河道尊稍加思考后说道，是否为神王之上的混沌至宝还很难说，毕竟我们无法接近这座神山，看不清那束黑紫色光芒之下究竟有什么东西。一旁的洪峰道尊说道，既然如此，清河师兄，不如让我们再试一试。清河道尊点了点头，吩咐道，那这次我们同时出手，看看能不能将其毁掉。如若不能的话，也许就真如灵剑师弟所说，这座神山就是神王之上的混沌之宝了。说罢，清河道尊、洪峰道尊、灵剑道尊以及一众阁主同时催动古神之力，霎时间天地色变，数道古神之力直奔神山之巅，然后将夜空点亮。轰隆！清河道尊等人的合力一击发出震天动地、巨大的声响，甚至盖过了神山上传来的轰鸣。成功了吗？洪峰道尊遥望过去，猛然发现那道通天的光束之后，有一双恐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只见一身形巨大、身披黑甲、手持一柄巨大的黑色战斧的混沌古神从那道光束之后出现。尔等擅闯无足神山，死！他居高临下，如若君王一般睥睨着清河道尊等人。清河道尊如临大敌，立刻对身旁的一众阁主说道，诸位道友，此人恐怕是神皇巅峰，我们不是对手，快走！话音刚刚落下，神山之巅的那个巨人便挥动着战斧落下。糟了！清河道尊见状，体内神力涌动，朝着那从天而降的战斧飞去。他双手高举，掌心中凝聚出两团蓝色的能量球，硬生生地支撑着的斧刃。快走！清河道尊用尽全力抵挡着巨人的挥击，嘴角渐渐淌出鲜血。阁主们并未按照他的话逃走，而是合力朝着巨人杀来。你们！清河道尊本来想要靠自己拖住这巨人一些时间，让其他人赶紧离开的，因为在他看来，即便他们有功能饮料这样的极品灵液，能够短暂将近维持在神王这个等级，但也不可能是神山之上巨人的对手。此刻，神山之巅，那巨人停止挥动战斧，而是开始催动神力，发动神拳。只见神山周围顿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清河道尊等人环视四周，发现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黑暗中，巨人的声音再次在他们耳畔响起：“吾乃神山镇守，黑暗之神，现审判尔等人族之罪行。”黑暗之神。清河道尊等人听到这四个字之后，几乎同时想到了林玄清。什么情况？黑暗之神不是前辈吗？怎么这里又来了一个黑暗之神？于是清河道尊大声问道：“黑暗之神，你叫什么？”黑暗之中，巨人微微一愣，他暗暗想着：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问我叫什么？是想死个明白吗？不过既然有人诚心诚意的发问了，他决定大发慈悲的告诉他们：本神皇名为古纳。巨人如是说道。古纳。清河道尊听到巨人报出这个名字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少说了一个字？然后他摆出一脸疑惑的模样，问道：你确定自己是黑暗之神？听到清河道尊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巨人脸上的表情变得稍稍有些怪异。黑暗之中，他冷冷说道：我不是，难道你是？清河道尊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不好意思，刚刚没问好，我重问一下。我的意思是，你确定自己的名字是古纳，而不是古娜娜？古娜娜？什么破名字？清河道尊突然来了一句古娜娜，直接把黑暗中的巨人给整恶心了。作为血气方刚的雄性混沌古神，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有人说叠词。因为曾经在混沌时代，有一位同为雄性的古神爱上了他，对他死缠烂打，还问他吃不吃桃桃。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每次听到有人说叠词，都会联想到这位让他恶心心的雄性混沌古神的模样。要不然他也不用主动向12主神申请前来镇守这鸟不拉屎的神山。人类，你莫非是在消遣本神皇？此刻巨人的声音响彻整个黑暗领域。你们听好了，吾乃黑暗之神古纳，不是什么古娜娜。巨人自己说到古娜娜3个字的时候，又犯了一次恶心，胃酸差点都给吐了出来。然而清河道尊、洪峰道尊还有灵剑道尊却异口同声地说道：休要胡说，黑暗之神名曰古娜娜，乃是我太虚古界3岁小孩都知晓的事情。放屁！本神皇叫什么名字，吾自己还不知道，要你说。巨人急了，而且怒了，强大的神力威压朝着长生仙阁众人席卷而去，压制的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再说一次，吾乃神皇古纳，
是古娜。清河道尊等人坚持自己的看法，立刻反驳道：“哼，黑暗之神叫不叫古娜娜，我们还不知道，你唬不了我们的。”靠！巨人心态崩了，因为他除了讨厌有人说叠词之外，他还有强迫症。清河道尊一行人越是说古娜娜，他就越想把他们给纠正过来。古娜，本神皇是古娜，古娜娜，古娜，古娜娜，古娜，古娜，古娜娜。你看，你还说不是古娜娜？对于巨人最后脱口而出的答案，清河道尊、洪峰道尊以及灵剑道尊同时鼓掌表示赞同，而巨人自己则是瞬间捂住了嘴，脑子一时半会儿差点没转过来。等他反应过来后，清河道尊等一众阁主早已布置好破局大阵。只见黑暗之中36个方位一共出现了48道青蓝色的剑气，在清河道尊的带领之下，众阁主大喝一声：“天罡星手剑阵起！”霎时间，那48道青蓝色的剑气又分出96道一模一样的剑气，环绕在众阁主周围，形成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守护屏障。巨人知道自己刚刚被清河道尊他们耍了，所以此刻愤怒无比。区区人族蝼蚁，竟敢戏弄本神皇！莫菲尔等以为就凭这阵法就能挡住五谷神一族的天赋神权？没错，在巨人的眼中，即便清河道尊等人联合起来施展的阵法，在古神之力上已经可以堪比神皇了，但那毕竟只是人族修士的手段而已。无论是混沌时代，还是现在，人族修士的手段，在古神一族的眼中，和小孩子打闹没有任何区别。巨人意念一动，黑暗领域的范围便开始逐渐缩小。清河道尊等人虽然看不见黑暗领域缩小的过程，但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压迫感越来越强大了。这种感觉就好像有100万个苍穹塌了下来一般。天罡星手剑阵变！清河道尊奋力挥舞着左臂，命令阁主们改变剑阵的形态。上百道青蓝色的剑气开始旋转飞跃，最终形成了一张紧密的网，把众人给包裹起来。哼！巨人窥视着这一切，冷哼一声。黑暗领域的范围缩小的速度忽然变得飞快，很快就只剩下天罡星手剑阵形成的网的大小。长生仙阁的阁主们额头青筋爆发，持续往剑阵中注入神力，全力抵抗着黑暗领域的继续缩小。所有人都知道，一旦这黑暗领域全部缩进来，他们立刻就会被绞杀成一堆肉馅，最后什么也不剩下。这整个过程，如果从外部看的话，差不多就和黑洞坍缩一样，最后缩小成一个体积无限小的点。清河师兄，一定要顶住啊！灵剑道尊的五脏六腑开始有破碎的迹象，他的嘴角已经淌血。一旁的洪峰道尊同样如此，甚至比灵剑道尊还要糟糕。至于清河道尊和其他阁主，此时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生死厮杀，在修为不足的情况下，想要支撑下去，唯独依靠毅力和信念而已。守在黑暗领域之外的巨人用力一握，里面的压迫感又强大了3分。他看着还在苦苦支撑的众人，沉声说道：“人族修士居然能够将无族的神力运用这种地步，杀了尔等，反而有点可惜。不过尔等放心，吾会留下你们其中1-2股生魂，然后用搜魂之术查清尔等的神力究竟从何而来。”清河道尊知道他们可能已经没有机会逃走了，于是果断从袖口中取出了飞讯字母令的母令。他紧闭双目，利用神力将神山的所有信息灌输到令牌之中。紧接着，他马上咬破手指，将一滴鲜血滴入其中后，念动咒文催动。同一时间，正在赶路返回长生仙阁的长河道尊忽然感到袖口中的指令在不停的震动，于是他赶紧取出令牌，并快速浏览了一遍清河道尊的传讯。什么？百灵天域的神山之上，有一位自称古娜的黑暗之神？长河道尊大惊，他暗暗想着，难道此事和前辈有关？诸位道友，快随我速速返回长生仙阁。太虚古界，长生仙阁。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坐在床边，一直聊了很久，几乎忘记了时间。就在这时，房间之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咚咚，师尊，前元道主在外面等候，说是紫霄圣地已经重建的七七八八了。在门外禀报此事的是王林，他很小心，生怕打扰到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的休息。哦，紫霄圣地那边来消息了。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都有些兴奋，直接从床边站了起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紫霄圣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然后极为默契地朝着门口走去，然后推开房门。房间之外恭恭敬敬站着的前元道主看到林玄清出现后，立刻跪拜：“老奴拜见主人。”林玄清挥了挥手，淡淡道：“不必多礼，快起来吧。”前元道主缓缓站起身来，然后又对张柳依行了个重礼。张柳依浅浅一笑，就表示回礼了。随后他问道：“前元道主，紫霄圣地这么快就已经重建完成了？”前元道主躬身回答道：“回女主人的话，此次建设紫霄圣地其实一共只花了3日而已。”这么快？这个速度把林玄清都惊讶到了。毕竟第一次重建紫霄圣地的时候，在有那么多人下苦力的情况下，一共都还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前元道主解释道：“主人，紫霄圣地之所以修建的这么快的原因，是老奴擅作主张，将整个妖神域给统一了。老奴抽调了其他2等、3等势力的宗主和长老前来做工，才得以达到这个速度。”林玄清一听，好吗？原来你把天域中的势力给整合了，你做得很不错。林玄清微微点头，然后用手指在空中轻轻一划拉，一道直通长生仙阁的空间甬道就打开了。既然圣地已经完成重建，我这个老祖肯定是要回去看一看的。徒儿，你去叫上小三儿，让他和我们一起过去。王林应声道：“是，师尊。”然而当王林正要去叫唐三的时候，只见长生仙阁上空，长河道尊带领着众多阁主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前辈，
出大事了！长河道尊都还没降落到长生仙阁，就催动古神之力，焦急地喊道。他这一嗓子石破天惊，声音极大，差点把仙阁内矗立着的林玄清雕像都给震碎了。正在卧地睡眠的黑猩虎听到这声音之后，猛然醒了过来，还以为又有混沌古神来找茬呢。不过，当他看清楚是长河道尊等人归来后，马上又懒洋洋地睡了下去。他趴在自己的2只巨型虎爪上，用舌头舔了舔，最后打了个哈欠。一个呼吸后，长河道尊和一众阁主如同陨石坠地一样降落到测试广场。这动静比刚刚他吼的那一嗓子还要大，把很多长生仙阁的弟子都给惊到了。难道前辈不在长生仙阁？长河道尊站在测试广场四处张望，发现此地除了唐三和一众弟子在建设百货商城之外，根本见不到林玄清的身影。于是他赶紧朝着唐三走去。前辈呢？前辈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有要事禀报。长河道尊手中握着飞讯字母令的指令，并展示给正在一旁正忙碌着的唐三看。唐三见状，很容易就看出这一块用于传递信息的宝物。前元道主，这是清河师兄他们从无量古界的百灵天域传回来的信息。长河道尊还不等唐三问完，主动解释道。唐三见他的样子如此紧张，便猜测无量古界那边清河道尊等人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师尊目前是在师母那里，我带你过去吧。唐三放下手中用来修建百货商城的陵木材料，带着长河道尊一起前往张柳一的住处。在路上，长河道尊顺便整理了一下这次收集到的全部古神之种。林玄清和张柳一2人远远的就看到了长河道尊和唐三的身影。前辈，长河道尊迫不及待地飞到林玄清身前，然后将手中的乾坤袋和传讯令牌交了出来。这是乾坤袋里面装着大量的古神之种，对于林玄清来说不意外，但另外的这一枚令牌倒是让他有些好奇。长河道尊解释道：前辈，此乃清河师兄炼制的飞讯字母令的子令，里面有他从无量古界中传回来的信息。哦，原来是个传讯类型的灵器。林玄清点了点头，然后注入古神之力，开始读取其中的讯息。无量古界、百灵天域、神山、黑暗之神、古纳，一幅幅鲜活的画面瞬间涌入林玄清的脑海之中，让他感同身受。黑暗之神，古纳，林玄清是万万没想到，混沌古神之中居然真的有个黑暗之神，而且名字还真妖巧合，与自己当初随口一说的古纳那只差一字。丁，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神山之秘，任务目标，请宿主立刻前往无量古界的百灵天域，从神山镇守者的口中获取神山的奥秘。任务奖励彼岸之帆星号1。看来返回紫霄圣地的时间要推迟几天了。林玄清看到这个任务之后轻声说道。长河道尊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后眼前一亮，激动问道：前辈要现在前往神山救援清河师兄他们吗？林玄清点了点头，对此不可置否。如果在他到达之前，清河道尊等一群阁主还活着的话，救下他们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林玄清严肃地看着王林和唐三，为师要去一趟无量天域，你们2个就留在仙阁内继续修建百货商城。2人齐声回应道：是，师尊。随后他又看向张柳一，温柔道：老婆，我出去一趟，你在家乖乖等我哦。张柳一摇了摇头，说道：老公，我要跟你一起去。他这段时间天天宅在长生仙阁，早就宅腻了，这次有个机会出去逛一逛，他自然要跟着林玄清一起。听到张柳一要跟着自己一起去，林玄清拉着他的手说道：根据清河道尊传回来的信息，无量古界中的那个神山之上有一尊混沌神皇。虽然神皇对于我来说不足挂齿，但为了确保万一，要不然老婆你还是留在长生仙阁怎么样？林玄清主要是担心张柳一受到惊吓，对腹中的胎儿不好。然而张柳一听了他的话之后，却是笑着说道：老公，你忘记了，这段时间我的修为已经大幅提升，早就不是求道境了，而且我被修仙之人也没有凡人那么脆弱。他接着说道：想当初我也是被称作北海大帝的。北海大帝，林玄清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个称号了。当年他还没有激活系统的时候，北海大帝威名赫赫，一人就压得各大势力的地境老祖不敢冒头。然而谁又能想到，如此神威的北海大帝后来竟然投入了林玄清这个紫霄老祖的怀抱。是啊，我竟然差点忘记了，北海大帝当年也是个狠人啊。林玄清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张柳一的眼睛，张柳一也情意绵绵地看着林玄清，温柔道：最后还不是被紫霄老祖这个家伙吃掉了。2人你侬我侬，狠狠地现场秀了一波恩爱。一旁的乾元道尊等人看着这一幕，直接都给看傻眼了。他们暗暗想着，离谱，你们这么大岁数了，还整这么大的玩意儿干啥呀？不过此时最急的还得是长河道尊，因为林玄清和张柳一2人这一波迷惑操作其实挺耽误时间的。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等他们抵达无量古界的时候，清河道尊等一众阁主坟头草估计都几丈高了。想到这里，长河道尊发出了无奈的叹息：哎，清河师兄、红枫师妹还有灵剑师弟，你们放心，来年我会祭奠你们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过了好大一会儿，林玄清才和张柳一说好此次前往无量古界的所有注意事项。其实最后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的意思：离开长生仙阁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离开林玄清的视线。老公，你放心吧，我不会乱来的。林玄清点点头，然后看向长河道尊：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站在一旁发愣的长河道尊好不容易才等来了林玄清的这句话，心想前辈你终于决定动身了，差点泪目。他抬头凝视着天空，喃喃自语道：清河师兄一定要坚持住啊。说罢，长河道尊全身神力涌动，踏空而起。等等，
林玄清见状，赶紧喝止住已经腾空的长河道尊。长河道尊一脸疑惑地回头望着林玄清：“前辈，您还有吩咐？”林玄清没有回答他，而是意念一动。这一瞬间，长生仙阁内那座林玄清的雕像之下，正在趴着休息的黑猩虎忽然收到了他的传音：主人要去无量古界。黑猩虎接收到消息后，赶紧释放神力，让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变大。他一跃而起，朝着林玄清呼唤他的方向飞来。长河道尊抬头凝望着身形如同山峰、遮天蔽日而来的黑猩虎，忽然明白，原来前辈刚刚是在召唤坐骑。原来如此。说起坐骑，长河道尊其实也有，只不过修为和血脉都远远不如黑猩虎。此刻，林玄清挽着张柳一的手臂，慢慢悠悠地飞到了黑猩虎的后背上。这出远门还是得开车才对。长河道尊，你也上来吧。林玄清在虎背上伸出头颅，往下喊道：“哦，好的。”长河道尊小心翼翼地上到黑猩虎背上。他没有想到，林玄清竟然邀请他和自己同乘一只坐骑。其实林玄清只是想早点到无量古界而已。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也不想让长河道尊上来当电灯泡。老黑子，启动吧。林玄清轻轻拍了拍黑猩虎的背脊，黑猩虎立刻张开数对修长的翅膀，扇起一层又一层如同浪花一般的云海。咻！他的速度奇快无比，一个呼吸不到就离开了太虚古界，进入了空无一物的域外战场之中。好快！长河道尊抓紧黑猩虎后背上的毛皮，感叹道。其实他对于黑猩虎的认知并不多，只是大概看得出来黑猩虎的血脉非常不凡，但黑猩虎具体是什么血脉，他却是一无所知。毕竟太虚古界中从未诞生过如此外形的虎族妖兽。林玄清回头看了一眼略微惊讶的长河道尊，然后淡淡说道：“老黑子的血脉进化过很多次，就算是传说中的神兽也比不上他。”黑猩虎听见主人在夸他，得意说道：“主人，我要加速了。”说罢，他的速度立刻提升到了现在的10倍以上。这个速度已经不能用飞行来形容，因为黑猩虎已经快得像是在瞬移，从一个古界到另一个古界，弹指之间便能抵达。不愧是变异后的最顶级血脉啊！修为还不到神王就有如此速度。黑猩虎在域外战场不停地闪现，让林玄清大开眼界。他自认为，哪怕是他，如果只靠自己神皇级别的神力，根本无法达到这种速度。所以很快，他们就横渡数十个古界，来到了无量古界之外。同一时间，无量古界中州负责观测天幕的新手道主急急忙忙地降落到黑白道宫之中。界主，有大事发生！新手道主火急火燎地闯进界主李天元的居所，把正在镶牙的李天元吓了一大跳。他一激灵，手里最后一颗大道之牙直接给镶嵌歪了。靠！新手道主，你早不进来晚不进来，偏偏此时进来作甚？大道之牙乃是汇集了大道之力的道主级鸿蒙道宝，一旦镶嵌上去就很难再拔下来了。所以李天元现在的样子略显滑稽，他只要一说话，嘴里那颗镶歪了的牙立刻就暴露了出来。新手道主本来是很严肃的，但看到李天元的歪牙之后，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界主，天幕之外又来了几个陌生修士，又有陌生的外界修士。李天元听到这则消息后，拖着下巴，若有所思。因为他开口说话了，所以那颗镶歪了的大道之牙又给露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新手道主本来好不容易才强忍着不笑的，但一看到堂堂界主如此喜感，就忍不住又一次的笑了出来。界主，就是天幕之外好像来了3个人，还有一只虎。新手道主一边说一边笑，很难绷得住。李天元见状，勃然大怒道：“不许笑！”结果这一怒不自觉地让嘴巴张得更大了，场面也变得更加滑稽。新手道主双手捧腹，用尽全力憋笑，然而没有任何效果。界主啊，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忍不住了。你！李天元怒不可遏，伸出巴掌就要朝着新手道主拍去。新手道主见势不妙，赶紧转移话题：“界主，天幕之外来的几个陌生修士修为貌似很高，要不要前去迎接？”话音落下，李天元的巴掌呼啸而过，一把将新手道主打翻在地。这一击并没有用到多少大道之力，所以新手道主几乎没有受伤，只是脸被打肿而已。新手道主缓缓从地上站起身来，用左手捂住肿胀发烫的脸，委屈巴巴地看着李天元。李天元轻哼一声，说道：“不要以为转移了话题，本界主就不打你。这次只是小作惩戒，若再敢笑本界主的牙，定不轻饶。对了，你刚刚说到哪里了？”新手道主虽然脸肿了，但内心其实还是忍不住笑意。但为了避免自己再被李天元揍的另外一半边脸也肿起来，所以他强行用大道之力将脸上的肌肉给控制下来。界主，刚刚我们在讨论天幕之外的外界修士。新手道主解释道：“一共是3人，还有一虎，我都看不出来具体修为。其中有一位在最后面，我看得不太清。单论气息的话，有点像上次和您交手的那位混沌古神。因此我猜测，前面的2人应该也和他一样，是觉醒后的混沌古神。”一提起上次的事，李天元不由自主地轻轻抚摸了一番自己的脸。既然如此，我们赶紧前去迎接吧。李天元可不想再被打一顿了，所以他即刻动身，咻的一声就从黑白道宫中消失。新手道主紧随其后，催动着大道之力飞向天幕。此刻，黑猩虎在林玄清的命令下，缓缓靠近无量古界的天幕。虎背上的张柳一路望着广阔无垠的天幕，感叹道：“我们横渡域外战场，看过那么多的古界，其大小好像都没有无量古界广阔呀。”站在后面的长河道尊解释道：“这是因为此界的界主曾经吞并了周围的几个古界，所以其下界天域数量是一般古界的数倍。”哦，看来这无量古界的界主还挺厉害的呢。张柳一俯视着天幕，淡淡说道。
长河道尊继续解释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无量古界的界主好像是叫李天元来着。”他正在说李天元，李天元就带着新手道主赶到了天幕下方。他们抬头仰望着身形巨大的黑猩虎，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妖兽？本界主只是看了一眼，为何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恐惧感？新手道主也是一样，他同样被黑猩虎的变态血脉给镇住了。界主，我们还是赶紧上去迎接几位前辈吧。此言极是。李天元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挑，不小心又露出了自己的歪牙。而新手道主的左半边脸现在都还肿着，所以他脸上的模样其实和李天元差不多滑稽。两人就这样飞到了林玄清和张柳一的面前，然后躬身行礼。晚辈李天元，新手见过诸位前辈。林玄清定睛一看，脱口出一句卧槽，你们两个什么鬼？李天元和新手道主赶紧用手掌挡住半边脸，尴尬道：前辈，因为某些原因出了一些意外，还请多多见谅。林玄清是想多多见谅的，但这两人的模样实在是有点搞了，所以他也绷不住了，直接笑了起来。一旁的张柳一此时也捂着脸，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长河道尊伸手指着李天元，对林玄清和张柳一说道：这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无量古界界主李天元了。李天元抬头看向长河道尊，想起了之前被他胖揍的场景，于是尴尬的笑了笑。对，晚辈正是无量古界的界主。哦，是这样啊。林玄清微微点头。李天元看得出来这里林玄清的地位最高，恭恭敬敬地问道：不知前辈来无量古界所谓何事？林玄清云淡风轻地回答道：也不算什么大事，过来杀个混沌神皇。原来如什么混沌神皇？李天元反应过来后惊声道：他曾在一些古籍中看到过混沌古神等级的划分，混沌神皇已经是仅次于至高主神的等级了。而这位看上去平易近人的陌生前辈，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说出要杀一位混沌神皇，那岂不是说他就是传说中古神一族的至高主神之一？震撼，太震撼了！李天元既震撼自己管辖的古界中觉醒了神皇级的混沌古神，也震撼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一位疑似的至高主神。区神皇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李界主，麻烦你们两位让一让，本座要下去了。林玄清若无其事地说道。李天元猛地扯了一下新手道主的衣袖，两人保持微笑，很自觉地站在一边。长河道尊，你在前面带路吧。是，前辈。长河道尊从黑猩虎的背上跳了下去，然后催动体内的古神之力，朝着百灵天域的方向就是一掌。这一掌如同银河落九天一般，将百灵天域外围的天幕给击碎。无量古界的意志化身躲在虚空之中，偷偷盯着猛地一劈的长河道尊，敢怒不敢言。李天元和新手道主更是看傻了，原来这才是这位前辈的真正实力吗？一击就粉碎一个下界天域的天幕，恐怖如斯啊！百灵天域外围的天幕被击碎，黑猩虎驮着林玄清和张柳一急速下落，瞬间就消失不见。长河道尊紧随其后，一时化为一颗流星消失。域外战场上，新手道主看着李天元，小声问道：界主，这几位前辈往百灵天域去了，我们要跟上去吗？李天元想都没想，直接回答道：去，当然要去。可是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引起前辈们的不悦？新手道主有些担忧，毕竟这算是在跟踪林玄清了，万一被发现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然而李天元现在脑子里面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准确的说，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跟踪的行为会被发现。常言道，富贵险中求。李天元周身灵气运转，大道之力涌动。我辈修士如果贪生怕死，何谈正道长生？这新手道主，你若不愿意与本界主同去追寻这个机缘，那就赶紧回黑白道宫去吧。李天元说到这里，噌的一声朝着百灵天域的方向飞去。新手道主见状，咬了咬牙，也催动灵气跟了上去。毕竟百灵天域只是一下界天域而已，但居然能够引来号称可以轻松拿捏神皇的林玄清，这件事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百灵天域中的某处地界定然存在某种无上机缘。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面对着这样的诱惑，又怎么能不动心呢？界主，你等等我啊！另一边，神山之巅，清河道尊等人联手起来，与巨人古纳僵持了一天一夜，终于是油灯枯竭了。清河师兄，看来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灵剑道尊用手拭去嘴角的鲜血，不甘心地说道。一旁的洪峰道尊也是一样，身受重伤。清河道尊服用完最后一颗疗伤丹药后，将体内仅剩下的古神之力全部释放出去。霎时间，神山之上的仿佛如烟火绽放一般。灵剑师弟、洪峰师妹，还有诸位阁主，你们快走！清河道尊大喝一声，决定用自爆修为的方式掩护其他人逃走。古纳见状，冷笑道：人类，以你的修为，即便自爆，最多也不过是在这神山之巅上掀起一丝水花而已。那再加上我呢？灵剑道尊果断站出来，同样将体内全部的古神之力释放。灵剑师弟，你……清河道尊想要阻止灵剑道尊，但被洪峰道尊给拦下。洪峰道尊凝视着不动如山的古纳，视死如归道：清河师兄，要死一起死。随后他也释放神力，准备和灵剑道尊一起自爆。居高临下的古纳依旧冷眼看着这一切，不屑一顾道：即便是你们三个加起来又能如何？那再加上我们呢？此时剩下的所有阁主都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他们全部人都释放出自己体内最后的古神之力，准备与巨人古纳同归于尽。这一刻，神山之巅所有的神力汇聚在一起，如同一轮太阳一样耀眼。与此同时，林玄清等人恰好来到了神山上空。长河道尊见到那如同太阳一样火光四射的神力球，惊道：前辈，
不好，清河师兄他们正在准备自爆。他猛地向下俯冲，以迅雷之势进入神山的范围。古娜的嗅觉很敏锐，立刻就意识到了闯进来的长河道尊，还有漏网之鱼。古娜抬头一看，发现长河道尊正猛然杀向自己。于是他弹指一挥，神山之上的一颗黑色神石划破长空，飞向长河道尊。长河道尊凝视着朝他飞来的黑色神石，发现里面蕴含着极为强大的混沌之力。他知道，如果被这颗黑色石头打中的话，必然是生死道消，绝无生还可能。于是他赶紧催动神力，将其避开。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颗黑色的石头竟然会自动跟踪他。什么？长河道尊大惊失色，紧接着就被击中。啊！他惨叫一声，然后径直地落下山去。扑通！一声闷响下，长河道尊掉落到了清河道尊等人的面前。清河道尊等人本来马上就要自爆了，但看到长河道突然出现，忽然一愣。长河道尊则是用手摸了摸屁股上流淌的鲜血，然后长舒一口气，还好，只是屁股开花了而已，并未伤及下体真正的要害。随后他看向清河道尊等人，微笑道：“诸位阁主，你们好啊！”“好个屁！”清河道尊破口大骂道：“长河，我不是让你赶回长生仙阁吗？你回来干什么？”“清河师兄，你们先别急。”长河道尊一边用神力修复自己的屁股，一边用手指着天空：“你们看，谁来了？”清河道尊等人抬头一看，黑猩虎那庞大的身躯将整座神山给笼罩。林玄清一袭白衣，负手站立在其背上，看上去是威风凛凛。前辈，哈哈哈！师兄，还好师弟我赶来的及时，要不然你们刚刚自爆了，岂不是亏大了？清河道尊瞪了长河道尊一眼，说道：“长河师弟屁股不疼了？”神山之巅，黑猩虎张开血盆大口，将清河道尊等人释放出来的古神之力一口侵吞。金色的光芒骤然消失，天空回到了最初的黑暗。林玄清俯视着古娜，淡淡问道：“听说你就是黑暗之神？”古娜仰视着林玄清，如临大敌。身为神皇巅峰的他，一眼就看出黑猩虎后背上的林玄清同样也是神皇巅峰。但问题就在于，古神一族的所有神皇他都认识，唯独没有见过林玄清。难道说……古娜握紧手中的巨斧，稍稍有些退缩，因为他已经猜出这个正在质问他的男人，应该就是传说中超凡意志的化身。林玄清见他没有回答，于是从黑猩虎的背上跳了下去。古娜见状，挥动巨斧，重重地砍向林玄清的头颅。林玄清缓缓地走向他，根本没他的攻击放在眼里。防御的被动触发，古娜的巨斧碎裂成整整7块。他瞪圆了双目，不可思议地看着发生的一幕。亘古之精淬炼成的神斧就这样断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看着林玄清缓缓走向自己，古娜慌了一批。虽然他从混沌时代以来，主要的任务是镇守神山，并未见过超凡意志的真实实力，但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至少也见过猪跑，所以他其实也非常的清楚超凡意志究竟有多恐怖。别看林玄清表面上好像只有神皇巅峰的修为，但真实实力恐怕能够将自己给瞬秒了。此刻古娜一直往后面退，直到退到了悬崖边上。如果他再往后面踏一步，立刻就会踩空。现在该怎么办？对了，绝境之中，古娜忽然心生一计，他果断催动神力，朝着地面就是一掌。这一掌猛烈异常，直接在神山上拍出来个窟窿。古娜当机立断，像一只鼹鼠一样，双手合十跳了进去。林玄清定睛一看，感叹道：“好家伙，土行孙啊，你是！”神山之下围观的清河道尊等人见状，高声喊道：“前辈，这不是遁地秘术，而是在转移领域。”转移领域？林玄清凝视着被古娜劈开的窟窿，果然发现里面大有乾坤。只见漆黑的窟窿之中有一股特殊的法则之力，这种法则之力与百灵天域有一种很明显的排斥感，里面和外面如同两个世界一般，有点意思。林玄清微微一笑，然后跟在古娜的后面一起跳了进去。下落的过程中，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就像域外战场一样，只是一片虚无。但在尽头处有一股暗淡的微光，而且里面还散发着极其古朴的混沌之气。古娜拼尽全力往那发光的位置赶去，并且大声喊着：“历代大祭司们，救命啊！”同一时间，未知领域中被历代大祭司以献出生命为代价才召唤出来的11位至高主神，此时刚刚商讨出来一个决定。没错，他们决定从这一刻开始，将永远放弃讨伐超凡意志的计划。那超凡意志实力简直太逆天，无曾亲眼看到。冥神那家伙不到2个回合就被夺了心头重了。海神回想起当初还未被召唤之前，以游离态存在于世间时，在魂虚古界看到的一切。虽然那时候的冥神并不算是全盛状态，但被秒杀多多少少能看出超凡意志的恐怖之处，所以他敢断定，即便他们11个联手起来，恐怕也是给林玄清送菜。海神说的没错，魂虚古界那一场吾也看过了，冥神不堪一击，被那超凡意志玩弄于股掌之中。对面的天神摇头叹息道，在他身旁一向高傲的魔神也低下了头，很不甘心地说道：“按照原计划，巫族的族民本应该全部觉醒了才对，但却被超凡意志算到，提前一网打尽。面对这样的怪物，吾等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没错，没有任何胜算，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说，那超凡意志现在会不会已经算到我们躲在这里，正在朝着我们的位置赶来了呢？要不然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苟着吧。至高主神们议论纷纷，越说越对林玄清感到恐惧。
因为犯了错而被主神们责罚俯跪着的第一任大祭司听着这一切，感觉自己好像幻听了一样。什么情况？11位至高主神，曾经站在混沌时代顶点的古神们，竟然在讨论该躲到什么地方去，这也太怂了吧！大祭司听不下去了，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诸位伟大的至高主神啊，当初不是你们自己说的要重铸古神一族的荣光吗？”11位至高主神把目光汇聚到大祭司的身上，同时开口道：“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大祭司无语了，还有这种说法的？不过躲在这个地方，再怎么说也应该是安全的吧？正当他们所有人都这样想着的时候，一道呼救声忽然传进他们的耳朵当中：“历代大祭司们，救命啊！”这声音由于距离很远，所以他们都听得不是很清楚。11位至高主神抬头看向未知领域的天空，发现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缝隙。这个缝隙让他们所有人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如果吾没有记错的话，这未知领域的入口处应该在神山吧？海神拖着下巴皱眉说道：“当初吾等沉眠之时，曾让古娜那小子镇守此处。”泰坦神说道：“仔细听这声音，好像的确是他哦。他在喊什么？”魔神竖起耳朵仔细听，听上去怎么这么像是在呼救？经过魔神这么一提醒，其余至高主神也发现了，古娜好像确实是在求救。混沌时代，古娜在众多神皇中虽然无法排进前3，但前10还是有的。能让怕成这样，难道说……至高主神们相互对视一眼，恍然大悟。他们几乎是同时涌动神力，惊声尖叫道：“快堵住这被打开的入口！”然而他们这么做已经晚了。古娜奋力穿越未知领域被打开的裂缝，脑袋已经率先钻了进来。历代大祭司们，快苏醒吧！他扫视着未知领域的正下面，想要将历代大祭司沉眠的石棺给打开。不过他话刚刚说到一半，忽然发现下面一个石棺都没有，等待他的是11位至高主神的巴掌，以及第一代大祭司惊恐的眼神。我靠！古娜惊叫道。11位至高主神神力爆发，一共22张巴掌拖住他的脑袋，卯足了力气往外面推。古娜就这样卡在缝隙中，脑袋朝下，屁股朝上。林玄清下落到一半，看着这滑稽的画面，略微感到疑惑。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直捣黄龙。任务目标：进入下方未知领域之中，击杀全部至高主神。任务奖励：彼岸地图星号1。至高主神。”林玄清看着弹出来的任务面板，歪嘴一笑：“好家伙，还有意外收获！伟大的至高主神们啊，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我啊？放我进去，快放我进去啊！不，千万不要放他进来，快用神力将领域的缝隙给堵住。对，古娜，你找死别带上我们啊！”11双手掌疯狂往外面推，将古娜的脸挤压得面目全非。古娜则是卯足了气力往里面挤，短时间内两边就这样僵持着。林玄清落到古娜身后，伸出右腿对着她的屁股就是一脚。哎呦！古娜痛声叫道，感到自己的屁股火辣辣的疼。与此同时，未知领域里面的11位至高主神也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赶紧增加神力封堵。由于林玄清担忧自己一脚直接将古娜给踢死了，所以刚刚并没有启用秒杀技能。正因如此，目前仅有神皇巅峰的林玄清才没有一脚把古娜给踹进去。毕竟里面11位至高主神不是吃素的，神力之和远远大于林玄清。不过面对这种情况，林玄清也有办法。此刻他传音外面的清河道尊等人，让他们进来。数十位阁主加上张柳一降落到这漆黑的通道之中，来到林玄清的面前。前辈，清河道尊等人对于林玄清出手救援感激涕零，林玄清则是示意他们看向被卡在缝隙中的古娜。众阁主定睛一看，惊讶道：“这不是假冒前辈的巨人古娜吗？怎么只露出一个屁股？”张柳一看着这滑稽的一幕，不由得捂嘴笑道：“看来他是逃命的时候卡在这里了呀。”林玄清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他卡在领域的缝隙中了。我叫你们过来，主要是想让你们帮个忙。”林玄清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古娜卡在此处的具体原因。清河道尊等人听后恍然大悟，原来他之所以卡在这里，是因为缝隙的另一边有至高主神的存在在阻止他进入。至高主神啊，包括清河道尊在内，对于至高主神的认知只在古籍和传说之中。传说混沌时代，古神一族一共有12位至高神，只是不知道这未知的领域之中一共觉醒了几位。此刻，一众阁主全部深吸一口气，然后同时抬起右腿，对准古娜翘起来的屁股。他们有些犹豫，因为他们在担心里面的至高主神。林玄清给众人加油打气，握着拳头说道：“诸位阁主，来吧，用力踹吧！”阁主们眼睛一闭，齐声说道：“是，前辈。”话音落下，灵剑道尊率先踹了下去，毕竟他在古娜的手中吃的苦头最多。由于灵剑道尊的修为不够，所以即便他用尽了体内的古神之力，也没有办法踢动卡在缝隙里面的古娜分毫。这一脚踢下去，古娜的屁股只是稍微摇晃了一下而已。灵剑师弟，你这踹的也太轻了吧？洪峰道尊一看，摇了摇头道。灵剑道尊摊开手掌，表示他也不想的呀。洪峰师妹，刚刚并非是灵剑师弟用力太轻，而是这巨人古娜屁股上的肉太厚，所以破不了防御。清河道尊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如这样，我们一起踹下去，定能成功。”清河师兄说的对。灵剑道尊竖起了大拇指，给清河道尊点赞。下一刻，所有阁主一起踢腿，刷刷刷地踢到古娜的臀上。古娜巨肥的臀在清河道尊等人如同狂风暴雨袭击一般的猛踢之下，左右摇晃，如同果冻一样。未知领域内11位至高主神的压力倍增，
因为他们同时感觉到古娜的体内有几十股古神之力在冲撞。外面好像出事了。天神低着头探查了一番古娜体内传来的古神之力，这股神力应该来自冥神一族。果然，古娜这小子引来的就是超凡意志，我们已经暴露了。至高主神们通过神力的类型判断出林玄清就在外面，此刻全部人都慌了一批。为了阻止超凡意志来收割自己，他们更加拼命地阻止古娜进入未知领域了。只要能够堵死这缝隙，5等就还要机会。魔神将神力灌输进古娜的躯体，开始吞噬外面清河道尊等人的神力。其余至高主神照做，纷纷释放神力。在两方的角逐中，最倒霉的就是卡在中间的古娜了。他的上半身被至高主神们挤成了肉饼，下半身被踢成了肉饼。领域外面的长河道尊看着古娜那已经被踢烂了的翘臀，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屁股。他默默感叹道：原本我以为自己就是最惨的了，没想到还有更惨的。数十个呼吸过去，一众阁主光是踢腿都已经踢累了，他们的动作越来越慢，体内的神力也所剩无几。灵剑师弟，加油啊，不要辜负了前辈的期望。清河道尊见灵剑道尊两手叉腰，打气说道。灵剑道尊也很想继续踢下去，但体内的神力实在是不允许他这样做了。其余阁主现在的情况也大差不差，几乎都快要力竭了。张柳依看到大家都是这种情况，果断问林玄清：老公，你还有恢复古神之力的灵液吗？毕竟在长生仙阁的时候，林玄清取出各种各样的极品宝物，可是连眼睛都不眨的。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林玄清先是看了古娜烂糟糟的屁股一眼，然后邪魅一笑，立刻从袖口中取出鸡大箱子矿泉水。老婆，恢复类的灵液，管饱。说罢，他撕开纸箱上面的胶带，一瓶又一瓶纯净的矿泉水映入眼帘。此物名为100亿岁山牌矿泉水，只需喝一口，立刻就能恢复全部已经消耗掉的古神之力。诸位阁主，你们先歇一下，一人过来拿一瓶。清河道尊等人停止踹击，排成队伍到林玄清面前，老老实实的领水。未知领域内，11位至高主神忽然感到外面传进来的古神之力消失，疑惑问道：神力戛然而止，难道说超凡意志已经离开了？然而下一刻，如同洪水倾泻一般的神力猛然地灌入古娜的躯体之中。众至高主神惊呼：完了，大的要来了！砰！在100亿岁山牌矿泉水的加持之下，几十道神力摧枯拉朽一般崩开了古娜的翘臀。里面的11位至高主神拼尽全力的阻挡，才勉强没让古娜的身体给挤进来。啊！古娜发出酸爽且销魂的痛苦叫声，响彻整个未知领域。她的屁股就像春回大地时蓬勃绽放的桃花一样，彻底的裂开了。卧槽！看到这一幕的林玄清不由自主的爆了粗口，因为画面实在不要太美。张柳依都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了，直接扑进了林玄清的怀抱之中，将头给埋住。至于清河道尊等一众阁主，他们可不管古娜的翘臀有没有开花，反正可劲踢就完事儿。于是还不等古娜用古神之力疗伤，几十只脚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踹了下去。啊！哦！啊！一！五！玉！古娜每遭受一次踹击，就要痛苦的嚎叫一次。这种程度的力量，对于神皇巅峰的他来说，虽然并不致命，但也足够折磨他的精神，让他崩溃了。未知领域这边，11位至高主神发现外面的攻势越来越猛，不由得疑惑起来：怎么回事？外面传进来的神力不减反增，这不合理啊！难道说超凡意志有什么手段，可以无限制的恢复那群人的神力？如果单单对比神力的总量的话，仅一位至高主神体内的神力就比清河道尊等人的总和都还要多上数百倍。但问题就在于，清河道尊等人有林玄清兜底，可以无限制的恢复古神之力，而这群至高主神则是什么都没有。他们被历代大祭司以生命的代价召唤出来，连降临的身体都还没熟悉，哪里又有什么恢复灵药？因此，在外面清河道尊等人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的持续冲击下，他们迟早会竭力而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不如放那超凡意志进来吧。海神，你说什么？10位至高主神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提出这个建议的海神。海神赶紧解释道：诸位，我的意思是，我等继续这样耗着，体内的神力得不到补充，早晚会精劲亡。所以，与其这样慢性等死，我们不如联起手来，最后一搏。说罢，他率先撤掉施加在古娜体内的神力，开始积蓄力量。这超凡意志确实强大无比，但我们11位联手，未必不能杀出一条血路。没错，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要强。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剩下的10位至高主神也相继撤去神力，尽可能的开始保留力量，准备与林玄清进行决战。此刻，由于只剩一边在决力，古娜就像被冲进下水道的水一样，扑通一声滑进了未知领域之中。未知领域的缝隙被彻底打开，林玄清等人透过洞口看到了里面的11位至高主神。这11位至高主神每一位的颜色都不相同，比如海神，他的身体布满了深蓝色的神纹，有点像浪花的形状；而魔神则是一团又一团漆黑的圆形神纹，看上去就好像地狱中的业火一样。至于其他至高主神，身上的神纹都各有各的特色，特别是那天神，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要不是系统提示，林玄清还以为他穿了隐身衣。这些就是传说中混沌时代的至高主神。清河道尊凝视着如同深渊一样的未知领域，紧张说道。其余阁主也都有些紧张，额头上不自觉地冒出了冷型。不过好像有点不对啊。一旁的灵剑道尊数了一下人数，发现一共只有11位。古籍中明确记载过有12主神，为何只有11个？很快他就发现了未知领域深处俯身跪着的第一任神族大祭司，恍然大悟道：哦，原来下面还有一个，
但她为什么跪着？张柳一本想解释一下明神已经被自己的老公灭杀了的，但她还来不及开口，林玄清就跳下去了。这一瞬间，未知领域中的至高主神们同时汇聚神力，朝着林玄清轰杀过来。磅礴的神力在半空中形成一道又一道五颜六色的利刃，好似狂风呼啸一样咻咻飞来。林玄清丝毫不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闲庭信步一般靠近他们。只见半空中的各种类型的神力遭遇林玄清后，顷刻间化为了齑粉。什么？竟然连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来！魔神看着毫发无伤的林玄清，心中大惊。他一直都知道超凡意志的强大，但他并不明白超凡意志究竟强大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一开始他还以为，如果他们11位主神同时出手，或许能够稍稍影响到林玄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样的结果不仅让他大吃一惊，更是让他陷入了绝望。既然如此，只能先6为敬了。魔神暗暗想着，然后发动魔神一族的特殊神权魔奴。只见他的脚下凭空出现一团邪恶的黑气，渐渐变化为一个老者的形象。位于缝隙之上，也就是未知领域之外的张柳一还有清河道尊等人，只是看了一眼，就看出魔神召唤出来的老者有一股很明显的血煞气息。这种气息达到如此浓厚的地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者之前杀过无数的人。老奴拜见魔主，魔主受比。老者弯膝跪下，正在给魔神拍彩虹屁的时候，直接被魔神给打断。魔神张开双腿，啪的一下就坐在了老者的肩膀上，就像小孩子坐在大人身上一样。魔奴，快带着无冲出去！魔神慌张说道，随后一巴掌拍在老者的后背上，就像驾驭坐骑一样驱使着。咻！一阵风从林玄清的耳畔掠过，看上去凶神恶煞的魔奴和魔神竟然用这种方式逃走了。这一幕不仅是清河道尊等人看呆了，剩下的至高主神们也看呆了。卧槽，魔神竟然脚底抹油逃了！说好的与超凡意志决一死战的呢？天神、海神，你们说这算什么？泰坦神话说到一半，忽然发现本来就是透明身体的天神早就真正透明了，海神则是变成了魔神鼻子里面的一滴鼻涕，早就和魔神一起溜了。你大爷的！泰坦神破口大骂，表情异常难看，因为他发现11位至高主神中，除了他和药神2个之外，刚刚那一瞬间全部都溜了。神与神之间基本的信任呢？泰坦神看着比他还要老实的药神，无奈摊手。而林玄清此时已经开启了秒杀至高主神的能力，施展出来的永恒之炎点亮了整个未知领域。泰坦神和药神见状，在漫天的永恒之炎威逼之下连连后退，最后退到了古纳和第一任大祭司的身前。第一任大祭司正在给屁股开花的古纳疗伤，抬起头来看着这一切，大惊道：这难道是我古神一族的天敌之火永恒之炎？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混沌时代，所有我们发现过的永恒之炎都已经被全部扑灭了，难道说还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找到的？而且永恒之炎不是不能被掌控吗？超凡意志是如何做到的？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大祭司的心中，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不仅仅是他，泰坦神和药神也是一样感到匪夷所思。而林玄清则是有些嫌弃这个永恒之炎的特效，因为这段时间他已经用过好多次了，早就审美疲劳了。但这谢系统偏偏就要给他随到永恒之炎，也不知道为什么。算了，现在装逼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林玄清低头凝视着未知领域中的4个混沌古神，自言自语说道：还是凑合着用吧，争取早点完成主线任务3才是。说罢，他伸出右手，对着下面的泰坦神和药神，去！一声令下，漫天的永恒之炎就像是拥有生命一样，形成了2条火龙，发出撕裂的龙吟。泰坦神和药神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切，想要继续往后面退，却发现已经退无可退。火龙好似陨星一般坠落，势不可挡地冲击着未知领域，连周遭的空间燃烧起来。形势危急之间，泰坦神立刻发动神权大陆之躯，这是泰坦一族的至高神权之一，号称绝对防御。此刻，他的身躯顷刻间膨胀了数十万倍，变得比山川都还要巨大。如果不是因为未知领域的空间有限，加上泰坦神目前神力并不是很足，不然大陆之躯这个神权可以让他的身躯无限膨胀。大祭司仰望着泰坦神遮天蔽日一般的身躯，喃喃自语道：12位伟大的至高主神中，防御力以泰坦神为最。永恒之炎虽然可怕，但应该无法轻易击穿大陆之躯吧？没错，混沌时代初期，神族混战之时，第一任大祭司曾经见过泰坦神的大陆之躯。当初仅凭他一人就挡住了3位至高主神和上万神族联军的攻击。然而他话才刚刚落下，只见那2条火龙如同2根通红的撞针一样钻进了泰坦神施展的大陆之躯中。轰隆！这个画面并不是大祭司能够想到的。准确的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号称防御力之最的泰坦神会如此不堪一击。仅仅只过去了一个呼吸，泰坦神的躯体变得4分5裂，整个人的气息也开始迅速衰落。药神，快救我！痛苦之中，泰坦神施展出来的大陆之躯在不断的萎缩。药神听到求救后，马上施展至高神拳对他进行治疗。万物回春，起！药神意念一动，体内神力涌动起来，一道又一道布满生机的青色光辉洒落在泰坦神的躯体之上。大祭司见状，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药神留在了这里，否则泰坦神就……他话刚说到一半，就发现泰坦神的气息非但没有恢复，反而在加速跌落。怎么回事？就连药神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万物回春会起反作用。药神，救我，救我呀！泰坦神被永恒之炎不断的折磨，身体被灼烧的千疮百孔。大约7个呼吸过后，他的气息完全消失。泰坦神
死了！大祭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堂12主神之一的泰坦神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死了。药神惊恐地看着泰坦神萎缩成枯枝落叶般的尸体，喉咙中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超凡意志的实力比他们一开始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无数倍。现在该怎么办？药神陷入了急切的思索之中。拼命肯定是拼不过的，逃命还有机会逃走吗？药神感觉这两种方案肯定是必死无疑，于是他仰望着上空的林玄清，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前辈，晚辈愿意永世为奴，还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药神说这话时，顺便还给林玄清磕了几个头。他的这一波操作，直接给一旁的大祭司给看傻了。大祭司做梦都想不到，药神竟然会跪地求饶。活久见，真的是活久见啊！未知领域外面的清河道尊等人看着下跪哀求的药神，不由得摇头感叹。张柳一将目光投向林玄清，似乎是在询问林玄清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林玄清此刻也摇了摇头，然后淡淡说道：“如果是平时没有这个任务的话，本老祖或许会饶你一命，毕竟你是药神，感觉还挺有用的。”跪着的药神听到林玄清这样说了，便知道自己肯定必死无疑了。虽然他并不明白林玄清口中的任务是什么意思。此刻，永恒之炎变化成的2条火龙回归漫天的火焰中，与之融为一体。下一秒，无数的火球朝着药神落下。药神，小心！大祭司见状一跃而起，企图替药神挡下一部分火球。然而，他连手中的神杖都还没有握紧，就被这永恒之炎燃烧成了灰烬。这又是何必呢？药神紧闭双眼，已经放弃了抵抗。另一边，逃出升天的海神、魔神等至高主神，此时已经离开了无量古界。但他们来到域外战场后，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何处躲避，所以他们现在又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一起，开始商讨对策。然而七嘴八舌之后，他们迟迟不能拿定一个确切的主意，因为无论躲在哪里，好像都无法逃脱超凡意志的眼睛。片刻的沉默后，海神忽然灵机一动：“诸位，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哦，海神，你有何计策？”一众至高主神都将目光汇聚到海神的身上，疑惑问道。海神淡淡一笑，说道：“常言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不如来个灯下黑，如何？”灯下黑？至高主神们面面相觑。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返回无量古界，重新躲回百灵天域？这未免也太大胆了吧！海神摇头，摆手说道：“现在返回百灵天域，基本上就等于送死。我想到的计划当然不是这个。”至高主神们舒了口气，追问道：“既然如此，这个灯下黑，莫非指的就是太虚古界？”这群至高主神都不是傻子，排除一个答案之后，很快就想到了海神所说的地方。毕竟他们都很清楚，超凡意志的化身就诞生于太虚古界中的妖神域中。没错，就是太虚古界。诸位意下如何？海神询问众至高主神的意见。至高主神们低头沉思，片刻后议论起来。太虚古界要想灯下黑的话，无非就是2个地方，一个是长生仙阁，还有一个就是紫霄圣地。但问题就在于，即便吾等伪装成里面的弟子，风险还是太大，容易被超凡意志发现啊。是啊，超凡意志的算力何其恐怖，眼力又是何其超群，到时候吾等恐怕屁股都还没坐热，就被他给发现了。海神环视着众至高主神，说道：“诸位，为何不让思维更开阔一些呢？”海神，你的意思是？至高主神们停止议论，再一次将目光汇聚到海神的身上。海神自信一笑，解释道：“方才逃命的途中，我已经计算过了，在太虚古界之中，有一处极其偏僻的地界，此地沙漠环绕，灵气稀薄，人迹罕至。我们若是伪装成凡人前往，不说安然无忧，苟了3年5载的，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高主神们一听，立刻施展神力进行演算。果不其然，太虚古界之中真有这样一处上佳的藏身之所。好计策啊！一众至高主神如释重负，脸上笑容浮现。在他们看来，苟在海神所说的这个地方，确实是上上之选。首先，此地属于太虚古界，严格意义上来说也算灯下黑，只是没有长生仙阁和紫霄圣地那么黑而已。超凡意志不容易想到，他们的胆子如此的大，竟然敢躲在这里。其次，这个地方灵气稀薄，人迹罕至，只要老老实实伪装成凡人，超凡意志探查不到神力，就不会轻易被发现。最后，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在那里苟个3、5年的话，到那时基本上也恢复到了全盛状态，便可以想办法重新开辟领域藏身了。诸位，全速前往太虚古界，吾等都有光明的未来。同一时间，李天元和新手道主2人偷偷摸摸的来到了神山附近。由于担忧被林玄清等人发现，所以他们一直没敢主动探头，而是远远的躲在一处矮小的灌木丛中。2人趴着身子，透过枝叶的缝隙看向神山之巅，刚刚发生过的那场大战一直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混沌神皇之上的战斗，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李天元感叹道。一旁的新手道主也是一样的感觉。虽然林玄清面对古纳是碾压的态势，但依旧足以震撼人心。界主，那些前辈好像都追进去了，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无量山？新手道主询问道。没错，在无量古界，这座所谓的神山其实就是当初突然消失的无量山。面对这个问题，李天元想都没想便回答道：进，现在就进。无量山从灵域天域中消失，现在又突然在百灵天域中出现，其中定然有天大的机缘。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今日就是我们的成神之日。大千世界中，修士利用灵气进行修炼，其尽头只是到主境而已。
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只有争取得到古界的承认，获得古界界印后成为界主。然而界主之上再无任何境界，这一直困扰着无数走到了这一步的修士。直到他们从古籍中得知了这个世界曾经有古神存在，混沌古神不仅拥有神力，而且还掌握着一种超越大道之力的法则之力，名曰神权。这对于每一个想要突破极限的修士来说，都是不小的诱惑。而李天元正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即便他知道神山中可能危机密布，但他还是选择放手一搏。这一刻，他催动灵气，身体腾空而起，如同利剑一般迅速飞向神山之巅。新手道主则是化为一道流光，紧随其后。两人来到神山之巅，一眼就看到了古纳劈开的如同深渊一样的裂缝。这是新手道主蹲下身子，俯视着裂缝中的黑暗。界主，这好像是一个通道，只不过这通道漆黑无比，其中还蕴含着某种未知的强大的能量。新手道主伸手去探了探裂缝中的空间，贸然下去的话，可能会遭遇危险。无妨。李天元走上前来，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界主，新手道主没有想到李天元竟然如此果断。他看着黑暗深渊中渐渐消失的李天元的身影，咬了咬牙，算了，死就死吧。说罢，他闭上眼睛，像投井一样倒着进入了裂缝中。扑通，两人在黑暗中自然坠落，片刻后就像落水一样发出了扑通的响声。未知领域中，林玄清此刻正好秒杀了药神，系统的声音响起：至高主神击杀进度3/12。清河道尊等人来到林玄清面前，恭恭敬敬地问道：前辈，另外9个现在应该已经逃出无量古界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追？林玄清摆了摆手，表示暂时先不慌，追杀他们9个。清河道尊见状也没有多问，毕竟林玄清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这个古纳掌握着一些神山相关的信息，我先了解了再说。林玄清话音刚落，李天元和新手道主咚的一声砸到了他的面前。怎么是你们？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拍了拍脑袋，站起身来，环视着林玄清以及清河道尊等人，略显尴尬。这两人本来是想偷偷摸摸溜进来寻求机缘的，结果却和林玄清撞了个正着。诸位前辈，如果我说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你们信吗？李天元眼神飘忽不定，畏畏缩缩地说道。新手道主连连点头，紧张道：没错，界主和我只是路过而已，路过而已。林玄清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两人的眼睛，让两人焦躁不安。尽管林玄清并没打算把他们怎么样，但还是让他们感到压迫感十足。你们？林玄清凝视片刻后，正准备询问，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还没等他说完，就顶不住压力，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前辈饶命啊！晚辈只是一时间鬼迷心窍，从未有任何想要与前辈夺机缘的想法。两人痛哭流涕，完全没有道主和界主的样子。机缘？林玄清听到这个词后，略微感到奇怪，于是追问道：你们可知此地是何处？虽然林玄清的这句话并没有任何质问的语气，但李天元和新手道主还是理解成了这是在怪罪他们，因此两人哭得更卖力了，生怕自己下一秒就被林玄清给嘎了。前辈恕罪，前辈恕罪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啊！李天元的哭喊声响彻整个未知领域，连下面屁股开花的古纳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林玄清听得有些烦了，呵斥道：堂堂界主，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差不多得了，赶紧给本座闭嘴！下一秒，李天元和新手道主川剧变脸，哭声戛然而止。林玄清见状，暗暗想着：好家伙，收放自如，这表演能力比小鲜肉起码强上100倍啊！嗨！林玄清清了清嗓子，本座并未打算杀你们，起来吧！李天元和新手道主喜出望外，赶紧站起身来，躬身行礼，多谢前辈不杀之恩。不过，你们说是来寻求机缘的，是何等机缘？林玄清问道。两人相视一眼，有些疑惑道：前辈，难道您不是来这无量山获取机缘的吗？无量山？林玄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座神山真正的名字，立刻好奇起来。前辈不知道无量山的传说？李天元和新手道主惊了，他们两个原本以为林玄清等人前来无量古界就是奔着无量山的传说来的，毕竟林玄清这一行人可全都是混沌古神啊，而这无量山又是混沌时代的正中心。说下去，林玄清本来是准备从古纳那里先获取有关神山信息的，但看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好像也知道一些，于是先问了他们。两人思索片刻后，由李天元来解释：前辈，传闻这无量山在混沌时代位于整个世界的正中心，据传第一位混沌古神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哦？林玄清追问道：那你可知这第一位混沌古神是谁？李天元摇了摇头，有关无量山的所有传说均无文字记载，而是由无量古界中的修士世代相传，因此有关第一位混沌古神的说法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过说到这里，李天元忽然顿了一下，不过什么？前辈，你应该会放过我的吧？李天元冷不丁的来了这么一句。林玄清脸色稍变，正准备回答他，却被张柳一抢先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他的态度非常强硬，把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都吓了一跳。两人看向张柳一，发现他的修为也不可小觑，气势只弱于林玄清一人而已。前辈，我现在就说。李天元感觉林玄清身旁的张柳一应该不是很好惹，所以现在变老实了。他组织好语言，继续说道：前辈，第一位混沌古神其实也只是猜测而已。
毕竟我们并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古神。什么意思啊？围在李天元周围的清河道尊等人开口问道。李天元看向众人，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因为关于他的传闻一共有2个版本，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到底是诞生于混沌之前还是之后。混沌之前。林玄清听到这4个字后，立刻想到了这段时间系统任务奖励的道具，比如彼岸之舟、彼岸罗盘什么的，通通都带一个彼岸，而这个彼岸很明显就属于混沌之外，要不然也不用叫这个名字。系统，要不你解释一下？林玄清在脑海中与系统联系，然而系统好像在装死，什么也不回答。而系统的这个表现其实也在林玄清的预料之中。前辈，关于混沌之前的版本曾经在我无量古界中轰动一时，因为这说明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非是最大的世界，所以当初有不少修士前来无量山寻求真相，想要找到传说中的天外之天，但他们都失败了。事实上，当初晚辈也派人去寻过，最后发现无量山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峰而已，里面什么也没有。此事不了了之，后面大家都更多的相信另外一个版本，说无量山在混沌时代曾是第一位古神诞生之地而已。李天元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尽数告知了林玄清，林玄清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让他暂时退到自己身后。未知领域中此刻还存活着一位混沌古神，有关神山的秘辛他或许知道的更多。于是林玄清踏空而行，缓缓向下走去。下面屁股开花的古娜绝望地看着向他而来的林玄清，想要逃走，但却无能为力。你想要干什么？古娜恐惧道。林玄清回头用手指了李天元一下，然后淡淡说道：刚刚他提到的关于神山的事情，你应该也听到了吧？说说吧，神山之中到底有何奥秘？神山？什么神山？我不知道。古娜眼神飘忽不定，拒绝回答林玄清的问题。林玄清摇了摇头，无奈只能用搜魂大法。然而当他正准备动手的时候，脑海中忽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叮，宿主请注意，神山之秘这个任务无法使用搜魂秘法完成，如果宿主执意使用，此任务将自动生效。竟然不让用！林玄清手都快放到古娜的脑门上面了，系统居然把搜魂秘法给禁用了。叮，友情提示一下宿主，黑暗之神古娜的屁股现在很脆弱，如果宿主能保持高强度摧残的话，他肯定能口吐真言。林玄清看向古娜伤势未愈的臀部，恍然大悟道：系统啊，原来你好这口啊，口味有点重哦。叮，既然系统都这样提示了，林玄清也不好不试一下。他阴冷一笑，然后从袖口中掏出精神杵。古娜见状，忽然感到一阵凉意。你就算打死吾也不会说的。呵呵，不说是吧？来人，把他给本座绑起来。林玄清一声令下，清河道尊等一众阁主齐刷刷地飞了下来，他们围住古娜站成一圈，嘴里反复念叨着某种咒语。少时，一众阁主的脚下延伸出一条又一条黑色的影子，朝着古娜包裹而去。古娜想要挣脱，但奈何她臀部遭受了重创，神力流失的太多，所以完全无法与清河道尊等人抗衡。这是什么东西？古娜看见这些影子渐渐爬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上，惊恐无比。清河道尊得意道：此乃我长生仙阁开阁祖师所创之阵法，名曰黑玉杀阵。黑玉杀阵，如果只听名字的话，这阵法好像确实有点东西。但林玄清越看这玩意儿越熟悉，心想长生仙阁的这个开阁祖师莫非是星路吧？不过这阵法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林玄清只要古娜被束缚住就够了。此刻林玄清嘿嘿一笑，拿起精神杵对准了古娜的屁股。古娜看着林玄清手中仿佛冒着寒光的精神杵，恐惧地吞了吞自己的口水，说道：你别。他话还没说完，林玄清咚的一声将精神杵砸下。啊！这一杵砸在古娜的臀部正中央，让他感到无比的酸爽。林玄清问道：关于神山的事情，现在打算说了吗？古娜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嘴硬道：本黑暗之神是不会屈服于你的淫威之下的。哦，是吗？林玄清加重气力，第二杵又砸在了古娜的翘臀上。哦！古娜感到自己的臀部火辣辣的疼，再次尖叫。林玄清又问了一次：这次打算说了吗？古娜脸上肌肉紧绷，依然还在嘴硬：士可杀，不可辱。然而他话音刚落，林玄清的第三杵就落了下来。呜呼！便随着古娜的惨叫声，林玄清的第四、第五杵也打了上去。只见他的屁股如同秋天的菊花一般灿烂地绽放着。围在古娜四周的清河道尊等人看着古娜血肉模糊的臀部，都有点不忍心看下去了。太惨了，实在是太惨了。长河道尊又一次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心想如果这是自己的话，估计早就求饶了。咚咚咚，当当当，林玄清就像是在打肉丸一样，风风火火地敲打着古娜的屁股。他很好地控制着力道，每一击都是恰到好处，防止古娜毙命。当然，为了防止他自爆，林玄清还在系统中兑换了一种名为捆心圣锁的锁链，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共3个连5鞭过后，古娜终于忍不住了，开口求饶道：别打了，我说。林玄清收起精神杵，看着他的眼睛，微微叹道：你小子要是早点说，不就不用挨这顿打了吗？古娜咬牙切齿地看着林玄清这云淡风轻、若无其事的脸颊，心中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当他一想到林玄清手中的精神杵，立刻就淹了。我全部都说。古娜现在也不自称无了，因为他作为神皇的骄傲，现在已经全部都没有了。他将自己知道的有关神山的一切奥秘全部告诉了林玄清。林玄清听了之后大为震惊。
因为他听到了一个万分熟悉的名字——盘古。林玄清一把抓住古娜的衣襟：“你确定神山的第一位镇守者名字叫盘古？”林玄清忽然发作，把古娜给吓出了冷汗。他不明白盘古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吗？为何能让超凡意志如此的激动？的确是叫盘古。古娜小心翼翼地确认着这个名字。林玄清意识到自己刚刚好像有些过于激动了，这才缓缓地放下古娜。世界之大，重名也是有可能的。他喃喃自语，然后示意古娜继续说下去。可谁知古娜接下来说的一切更是让林玄清感到脊骨发凉，因为他先后听到了伏羲、女娲、共工、颛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果说盘古只是巧合的话，那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又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林玄清的表情变得异常的严肃。他追问古娜：“你的意思是，其实在混沌时代，神山之上还有许多诸如盘古这样的古神？”古娜点了点头，没有否认。林玄清接着问道：“那他们人呢？为何12主神之中并没有他们？”面对林玄清的这个问题，古娜显得有些诧异，因为在他看来，这不应该从超凡意志的嘴里问出。这个，古娜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林玄清。林玄清则是再次抽出了精神杵，逼问道：“有屁快放！”古娜见状，畏畏缩缩地回答道：“他们都陨落了，死了。”“怎么死的？”古娜看着林玄清，心想：“你这是明知故问啊！神纪元终结之前，不是你亲自出手灭杀的吗？”“是你杀死的。”古娜观察着林玄清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说道。林玄清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玄清的态度有些强硬，古娜还以为自己说错话了，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这个……他目光闪躲，快速思考该如何回答林玄清的问题。上一个神纪元终结时，盘古等一众混沌古神，明明就是你亲手灭杀的呀，为何现在的样子像是完全不清楚一样？难道说超凡意志的这道化身记忆不是完整的？此刻，林玄清又一次抓起古娜的衣襟，急切问道：“你确定盘古等一众古神全部都死于我手？”古娜轻轻点头，回答道：“确实如此。”再次确认这个答案后，林玄清稍稍有些恍惚了，他一把扔下古娜，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个世界中出现盘古、女娲、伏羲这样的古神就已经足够让林玄清觉得意外了，更让他觉得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古神竟然全部都陨落在他的手中。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林玄清穿越到这个玄幻世界一共才100余年而已，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了紫霄圣地。要不是系统突然出现，他连太虚古界都不曾到过，更别说什么混沌时代了。等等，想到这里，林玄清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系统，他喃喃自语：“对啊，自从我获得系统之后，走过的路好像全都在系统的安排之下。从紫霄圣地到太虚古界，再从太虚古界到这座神山，所有的任务其实最终好像指向了一个目的——屠神。”林玄清脱口而出这2个字，声音略微有些大。一旁的清河道尊等人听到之后，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因为他们看到此时的林玄清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前辈刚刚说的2个字好像是屠神。林剑道尊重复了一遍林玄清的话。清河道尊立即呵斥道：“林剑师弟，慎言！”林剑道尊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于是赶紧用神力将自己的嘴暂时给封上。前辈所做之事，不是我等能够揣测的。诸位，我们只需要静心辅佐就是了。长河道尊和洪峰道尊2人分别传音身后的阁主，让所有人不要议论刚刚林玄清说出来的屠神2字。众阁主微微点头，然后将自己刚刚听到的话烂在了自己的心里。张柳依有些担忧林玄清的状态，伸出双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温柔问道：“老公，你怎么了？”林玄清这才反应过来，刚刚自己好像有点吓到大家了。“哦，没事，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林玄清解释道。张柳依轻嗯一声，也没有过多去问林玄清所说的屠神的事。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隐藏任务神山之秘，彼岸之帆星号1，解锁词条神山。系统面板上有关神山的任务完成了，一个红色词条弹出，吸引了林玄清的目光。林玄清打开这则词条，只见上面赫然写着2个大字：天柱。天柱。林玄清继续看下去，一行金色的小字逐渐浮现。神山又称天柱，亘古之前就存在于世上的擎天之柱，至今已历80个神纪元。80个神纪元。如果林玄清没有记错的话，古娜刚刚所说的盘古是存在于上个神纪元的混沌古神，也就是说，在他们所经历的混沌时代之前，其实还有80个未知的时代。这则信息对于林玄清来说，震撼程度不亚于刚刚听到盘古等古神名字的时候。80个神纪元，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其实这群所谓的混沌古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批原住民，在这之前肯定还有其他的生灵存在。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曾经还存在过80个神纪元，那为何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就像混沌古神在他们还没有觉醒之前，人族修士也是可以从古籍中得知一些信息的。系统，你好像玩的有点大啊。林玄清在心中对系统说道，但系统并没有回复。这其实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毕竟这谢系统一直都是这样。林玄清暂时先把这件事情抛在一边，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完成古神之种的收集。他脸色一变，再次从袖口中取出精神杵，只不过这次他对准的不是古娜的屁股，而是脑袋。古娜见状，
恐惧感再次油然而生。你不能这样！他能够感觉得到，这次林玄清的身上环绕着无穷的杀意。林玄清没有理会他在说什么，直接开启了秒杀能力。丁，检测到宿主正在使用秒杀主神能力，新概念已经启动，已自动将神皇认定为至高主神。丁，随机特效永恒之炎已匹配成功。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出现，林玄清手中的精神杵火焰缭绕。唉，又是永恒之炎。林玄清叹息一声，心想这系统果然又偷懒了。古娜惊恐地看着精神杵上熊熊燃烧着的永恒之炎，不断地在黑域杀阵中挣扎。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已经全部都告诉你了，你不能杀我！古娜想要求饶，但林玄清不准备打算给他任何机会。他挥舞着精神杵，一杵正中古娜的脑门。古娜的脑子就像爆炸的花火一样四溅开来，场面略微有些血腥。一颗红色的古神之种飞到林玄清的手中，然后被他放入了众神之棺里面。当然，之前死去的泰坦神和药神，以及第一任神族大祭司的古神之种也在众神之棺里面。好了，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林玄清吩咐清河道尊等人。清河道尊等人看了一眼古娜的尸体后，跟在林玄清身后离开。高耸入云的神山在这一刻忽然开始晃动。前辈，这座神山好像要塌了。清河道尊飞到天上去，凝视着摇摇晃晃的神山说道。林玄清站在黑猩虎的背上，很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神山开始崩坏。这个场面有点像一根柱子突然倒塌了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围观的众位阁主都不明白，为何他们才刚刚准备离开，神山就开始坍塌。张柳依凝视着天空中渐渐出现的裂痕，指着说道：“老公，快看，苍穹似乎正在裂开。”裂开！林玄清顺着张柳依手指的方向看去，果不其然，整个百灵天域都好像在开始瓦解了。天域中的灵气朝着苍穹裂开的地方不断外溢，渐渐形成凶猛的狂风。站在林玄清身后的李天元和新手道主直接看傻了，因为以他们的眼界，灵气外泄，说明百灵天域即将成为一个废弃的天域。神山上的岩石四分五裂，朝着大地不断的落下。与此同时，天空的裂缝变得更加巨大了。众人极目望去，竟然能看到百灵天域之外的其他天域。前辈，这突然发生的一切，难道和刚刚的那位冒充您的混沌古神有关？洪峰道尊紧锁眉头，内心不安道。他所说的自然就是神山的镇守者黑暗之神古娜了。毕竟在药神和泰坦神被灭杀之后，神山都没有任何变化，唯独古娜死去后，神山立刻便开始碎裂倒塌。不过此事是否与古娜有关，林玄清也不得而知。他抬头仰望着苍穹上逐渐扩大的裂缝，询问系统道：“系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系统默不作声，没有对林玄清做出任何回答。林玄清猜测，要想搞清楚这一切，只能等主线任务3完成之后才能知道了。于是趁着神山还未完全倒塌，林玄清展开神识搜查了一番。果然不出他所料，神山之中竟然还有许多漏网之鱼之前没有找到。一共7个古朴的木箱在林玄清神力的操纵下从神山的各处飞出，最后来到他的手中。打开一看，这7个木箱中尚未觉醒的古神之种加起来还有数万之多，而且这几万古神之种其中1半以上都是红色的，这说明这里面起码有1半的古神等阶在后天古神之上。原来真正的大部队都在这里。林玄清感叹一句，然后挑出其中等级比较高的古神之种，全部埋入众神之棺中。他感觉这一波种下去，到时候能种出不知道多少神王级的古神之种来。如果运气不错的话，估计神皇都能来不少。现在应该只差最后的那9个至高主神的古神之种了。林玄清把剩下的1半的古神之种收入乾坤袋中，喃喃自语道：“前辈，你们打算离开了吗？”李天元看着百灵天域不断破碎的苍穹，总有一种乌亮古界快要完蛋了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询问林玄清，想要知道这一切的答案。林玄清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不离开还能干嘛？难道你要留我吃夜宵啊？”李天元听到这句话后微微一愣，一时间竟然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此刻林玄清传音黑猩虎，让他带领着众人先返回长生仙阁。黑猩虎得令后，浑身神力涌动，扶摇而上，一眨眼便冲出了无量古界，来到了虚无的域外战场。前辈，我们就这么离开了吗？黑猩虎的背上，长生仙阁的一众阁主有些担忧百灵天域正在发生的一切。林玄清摇了摇头，回答道：“当然不是。那前辈您为何？”“这是因为本座暂时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灵剑道尊立刻反应过来，追问道：“前辈，您的意思是当务之急是逃走的那9位至高主神？”“没错。”林玄清点头，继续说道：“等本座灭杀完所有的至高主神后，神山突然倒塌的原因，或许就能渐渐浮出水面了。”百灵天域中，林玄清离开了已经有10来个呼吸了，李天元还没有从发愣中缓过来。他反复思考林玄清临行前说过的话，嘴里还不断的念叨着：“吃宵夜，吃宵夜，吃宵夜。”新手道主，你说前辈离开之时，为何要说这么一句听上去毫无意义的话？李天元觉得这句话毫无意义，是因为修炼之人根本不需要进食，特别是像他这种境界的修士，都有好几百万年没有沾过一点食物了。新手道主凝望着即将完全崩坏的神山，思索片刻后回答道：“界主，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前辈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注意时间？”“时间？”“没错。”新手道主正色道：“宵夜，宵夜这个词虽然是加餐的意思，但同时也指明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界主，试想一下，凡人食用宵夜一般在什么时候？”李天元想都没想，脱口出道：“一般在亥时上下。”
对，亥时。新手道主说道。而现在又是什么时辰？现在应该已是寅时左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新手道主此时一脸懂歌的样子，让李天元好像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明白了，无量山崩坏的原因，前辈应该只是没有明指而已。这一切的答案恐怕会在接下来某日的亥时左右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等就够了。新手道主点头，非常认可李天元的这几句话。好，那我们就先等。李天元下定决心，主动回到一开始两人趴着的灌木丛的位置。新手道主紧随其后，跟本他一起趴下去。两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神山倒塌，百灵天域崩坏，只为等待下一个亥时的出现。而另一边，太虚古界的黄沙天域之中，海神等9位至高主神已经成功抵达圣人村了。不过他们才刚到，就被眼前的这一幕所惊到了。海神，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里是一片荒漠的吗？云层上一众至高主神发现这片地界灵气极其充裕，而且花草丛生，根本没有半点荒凉的感觉。其中位于正中央的村子，绝大部分村民的修为更是在河道境以上，只有少部分人是武灵。这反常的一幕让海神无比的纳闷。他疑惑道：我不知道啊。圣人村内，龙神大道尊敖丙带着一众河道真仙正在汗流浃背的开垦荒地。其实他们之前基本上都喝过林玄清熬制过的豆浆，修为早就提升到了后天古神的境界了。但秉承着低调做人的原则，他们一直隐匿着修为，所以在外界看来依旧是河道真仙的样子。同志们，加把劲，今年粮食肯定能大丰收的。敖丙光着黝黑的膀子，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表情。在他身旁，其他原来也是天道殿的长老们同样呵斥呵斥地挥舞着锄头，干劲十足。如果单单从外表上来看，绝对不会有人想得到这群人其实是修仙者。大道尊，放心吧，保守估计，今年的产量至少是去年的100倍以上。敖丙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村长唐昊带着一行村民从远处返回圣人村了。这段时间，由于每日饮用灵泉，再加上有敖丙他们赠送的各种丹药，唐昊的修为已经成功达到了武王境。至于其他村民，绝大部分的修为也提升到了武灵境界。村长回来了，大家暂时先停一停手中的活儿。敖丙见状，对众人说道，然后将锄头插在地里。众人赶紧用白布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水，恭恭敬敬地等待唐昊的归来。唐昊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改善圣人村的环境，所以村民们背上大包小包的货物基本上全部都是灵植。他踏空而行，迅速掠过圣人村的上空。敖丙等人看到他飞过，很自觉地躬身喊道：我等恭迎村长回村。这声音响彻云霄，连云层上正在偷偷窥视的至高主神们都听见了。魔神见状，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道：这村子什么毛病？一群河道境以上的修士给一个小小的武王行礼。位于圣人村上空的唐昊听到敖丙等人在喊他，他赶紧降落下来。敖丙等人见状，欲要做拜见之礼。敖老哥，你太见外了。唐昊赶紧抓住敖丙的手，阻止他们行礼。敖丙摇头回道：村长，您现在可是这西北30城的第一强者，堂堂武王，我们怎能不拜见呢？对啊，唐村长，我们怎能不拜呢？一旁的一位天道殿长老附和道：要知道，整个皇朝一共都才几十个武王而已。圣人村位于3个皇朝的交界处，原本只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但由于唐昊的突然崛起，这片地界也渐渐得到了周边势力的关注。皇朝内部的一些宗门的宗主曾亲自来圣人村请过唐昊，希望唐昊能够去做长老。有些小一点的宗门，武王境甚至直接可以做太上长老。当然，除了宗门之外，3大皇朝的皇室也曾亲自派人来邀请过唐昊，希望能得到一位强大的助力，在战争中多一些筹码。不过这些都被唐昊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没有自己的儿子唐三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的一切其实都来自林玄清这位仙人。仙人没有发话，他如何敢擅自逞能离开圣人村呢？敖老哥，还有诸位兄弟，你们真是折杀我了。唐昊回驳道：大家同为圣人村出力，何来高低贵贱之分呢？敖丙听到这句话后微微点头，他暗暗想着，唐村长的心性还不错，如果继续这样保持下去，修炼到地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既然如此，那我们都不拜村长您了。敖丙等人笑着说道，然后拿起锄头继续开始开垦荒地了。唐昊看着圣人村外围这一片又一片被开垦好的田地，心中充满着欣慰。圣人村越来越好了呀。这几个月来，圣人村在众多村民以及黄石镇赶来的真仙的帮助下，几乎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可耕种田地增加了30多倍，绿化面积更是增加了夸张的200多倍。放眼望去，圣人村东南西北4个方向，方圆10数里，一片生机盎然，绿植郁郁葱葱，还要继续努力才是啊。唐昊自言自语道。随后他跟着赶回来的村民们一起，将带回来的灵芝种子暂时放回村子中的仓库。此刻云层之上，海神等一众至高主神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下去。古怪，太古怪了！如果无推算准确的话，这沙漠中的灵气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灵芝生长啊。是啊，而且这村子里面的村民明明都是修士，为何画风和凡人一样呢？难道说这是一个陷阱？至高主神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将圣人村的反常情况和林玄清联系了起来。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逃亡的路线一直在超凡意志的计算之中？天神看向众神，不安问道。魔神骑着胯下的魔奴说道：天神，你多虑了吧？超凡意志如果真的算到我们逃亡的终点在此，那为何只在此地安排这么点人族修士？
魔神说的不无道理。海神站出来说道：“如果这是个陷阱，仅凭这些连神力都没有的人族修士，根本无法拦住吾等。神力是人族修士与混沌古神之间的天堑。如果这些至高主神准备抹杀连神力都没有的人族修士，那么这些修士不但会暴毙，而且连消息都无法传出去。”然而就在这时，圣人村里面忽然涌出好几百个修士，他每人的肩膀上都挑着扁担，扁担的两头分别是2个水桶。这是云层之上的至高主神们看着下面成群结队的修士大惊，因为他们看到了这几百个人族修士竟然全部拥有神力，而且有的人已经堪比后天古神。诸位天道殿的道友，你们辛苦了，来喝点灵泉吧。这几百修士全部都来自黄石镇，曾经都受过灵玄卿的恩惠，喝过豆浆的。敖丙等人见到送水的来了，纷纷放下锄头，拿着水瓢饮用灵泉去了。吨吨吨，一大瓢灵泉被一饮而尽，敖丙等人终于放松下来。他们原本隐匿的修为也在这一瞬间完全暴露出来。这些人族修士竟然全都拥有神力，至高主神们犹如惊弓之鸟。糟了，我们中计了！陷阱，这绝对是个陷阱！至高主神们惊慌失措，催动古神之力准备逃窜。由于这群至高主神的神力量过于庞大，霎时间圣人村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轰隆！正在喝水的敖丙等人抬头看着渐渐阴暗、雷声滚滚的天空，赶紧将身旁的锄头给扛起来。咦，刚刚天气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要下雨了？敖丙一脸纳闷地说道。站在他身旁的一位昆元谷长老说道：“这段时间村长栽种的灵芝比较多，或许是因为这个影响到了气候吧。”敖丙点了点头，觉得这说的有些道理。圣人村周围原本是一片沙漠，不知多少年都没有下过一滴雨，但自从改善了环境之后，天地之间的灵气基本上每时每刻都在往这边聚集，因此气候也不再那么极端，变得适宜起来。不过若是平时的话，下雨固然是美好的，但这会儿敖丙他们的荒地还没有开垦完，就显得有点天公不作美了。今日是今日毕。敖丙握紧拳头，抬头望着乌云说道：“诸位道友，不如施展法诀，将这些乌云驱散如何？”其实敖丙就算不说，其余人也是这样想的。众人点了点头，然后举起锄头，齐刷刷地朝着天空中的乌云发动神力。此刻天空中隐隐约约出现一张巨掌，轰然拍向躲在云层后面的一众至高主神。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藏身之处竟然已经被下面的人给发现了。不好，吾等已经暴露！诸位不要再犹豫了，快撤！魔神骑着魔奴的肩膀，开足马力，咻的一声就飞了出去。海神还是和上次一样，化为了魔神鼻孔中的一滴鼻涕，搭着顺风车逃走。至于其他至高主神，基本上和魔神还有海神的情况差不多，一溜烟的逃走了。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他们就穿越了数个天域，突破太虚古界的天幕，来到了虚无的域外战场之中。来到域外战场之后，他们重新汇聚在一起，暂时停止逃窜。他们应该没有追来吧？魔神心有余悸的回头看着太虚古界，喘着粗气说道。他坐下的魔奴沉声道：“主人，方才老奴逃跑之时探查过，他们并未追来。”那就好，那就好。不仅是魔神，其余至高主神听到这句话后都是长舒一口气。如果单论境界实力，他们根本不怕圣人村的敖丙等人。退一万步讲，就算圣人村里面的所有人族修士联合起来出手，他们对付起来也就是一巴掌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敢赌。以超凡意志的那诡秘莫测的实力，如果他们真的出手，也许下一秒就会被定位。一旦被超凡意志定位，就算杀了这群人族修士又有什么用呢？此刻9位至高主神互相凝视着对方，眼神中充满了迷茫。诸位，现在怎么办？率先打破沉寂的是天神。黄沙天域肯定是不能待了，那群人族修士已经发现我们，估计很快就会将消息告知超凡意志。天神旁边的灾厄神一脸衰样的说道。众至高主神一致看着一向孤高的灾厄神，惊奇的说道：“灾厄神，想不到啊，你居然说话了。”灾厄神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笑道：“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吗？懂的。”至高主神们同时点头，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灾厄神这具至高主神已经整整一个神纪元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了，因为灾厄神这一族的天赋神权很逆天，只要一开口，即有灾厄的降临，所以一般来说，众神都是不想让他开口说话的。曾经在混沌时代，药神就和灾厄神打过一架，原因就是药神嫌弃灾厄神一直带来灾厄，导致身为药神的他手忙脚乱，天天996，整整10万年没怎么休息过。毕竟药神的权柄均和治疗相关，是古神一族的医疗神。但再强大的神也有顶不住的一天啊！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药神杀上了灾厄神族，玩命的想要缝上灾厄神的嘴。于是从那时开始，灾厄神便从话痨神变成了自闭神。他与药神约定，不到万不得已，以后绝不说一句话。不过药神那家伙估计骨灰都已经被扬了吧。提起药神，至高主神们长叹一声，他没能和泰坦神一起及时的逃出来，让这个队伍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诸位先不谈这些了。海神话锋一转，当务之急，吾等还是需要尽快制定下一步的计划。至高主神们看向海神，无奈道：“超凡意志早有防范，吾等还能逃往何处？大家总不能再掉头返回无量古界吧？”海神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倒未必。”哦，海神，难道还有其他去处？海神点头，严肃道：“没错，以目前的情况，吾等至少有2处地点可以藏身。”2处？
一众至高主神面面相觑，不明白海神这是什么意思。海神反问道：诸位，可试想一下，那黄沙天域的人族修士将吾等的信息告知给超凡意志后，会发生什么？你的意思是？至高主神们一听，立刻就明白了海神的意图。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样。海神微笑道：超凡意志得知吾等逃离太虚古界后，定然以为吾等不会再返回了。既然如此，吾等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再入太虚古界呢？虽然那黄沙天域是不能去了，但还有长生仙阁和紫霄圣地。如果吾等前去伪装成一名普通的宗门弟子，超凡意志如何能想得到吾等如此大胆？海神向着至高主神们分析其中的道理，他们听了之后觉得这个计划可行。返回太虚古界，藏身长生仙阁或紫霄圣地，还是太危险了些。非也，常言道，富贵险中求。吾等可都是至高主神，怎可连这点魄力都没有？那既然如此，我们应该选择哪个地点藏身呢？长生仙阁还是紫霄圣地？海神低头沉思片刻后说道：长生仙阁的规模比紫霄圣地大些，更容易藏身。先去长生仙阁吧。在海神的提议下，一众至高主神下定决心返回太虚古界。于是他们催动神力，嗖的一声进入了中州大陆，朝着长生仙阁的位置前进。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动作都被藏在虚空之中的太虚古界意志化身看在了眼里。乖乖，当老夫不存世吧。太虚古界的意志现在有林玄清撑腰，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怂了。等那个回来了，有你们好果支持。说这话时，他施展大道之力，凝聚出一只雪白色的飞蛾。这只飞蛾隐匿性极强，可以用来跟踪海神等至高主神。去！他沉声一喝，飞蛾立刻沿着至高主神们的方向飞去。而另一边，长生仙阁测试广场上，来来往往的弟子络绎不绝。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王林和唐三两人按照林玄清此前吩咐过的计划，开启了超市的开业大酬宾。今日无论弟子还是阁主，只要来逛一逛超市，都能在门口领一瓶250ml 的矿泉水。当然，矿泉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为了得到矿泉水，这群修士一股脑地涌了过来，差点把超市门口的宣传牌匾都给踩碎了。不要抢，慢慢来，大家都不要抢啊！王林一边发放矿泉水，一边维护着现场的秩序。王小界主，我还没领，给我一瓶吧。王小界主，我也没有，先给我一瓶。王小界主，我也是。修士们人头攒动，纷纷伸手向王林要水。他们对王林的称呼也很特别，是叫他小界主。所谓小界主，其实是众修士对王林的一种客气的叫法。这是因为他师承林玄清，手中只长着太玄界印，但境界没有达到道主境，为表敬意和套近乎，于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这样叫他。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啊！王林拆开了一箱又一箱矿泉水，一直不停息的在发放。他身后的唐三则是拿着一枚鸿蒙道宝级别的圣域咆哮令，相当于大喇叭，在费尽气力的宣传：开业大酬宾，好礼送不停，全场买一送一，敢买我就敢送，团购更享5折优惠，你还在等什么？这一连串的话全都是林玄清临走前教的。唐三一直都觉得这些词怪怪的，有些难以启齿，但碍于这是自己师尊的命令，所以只能扯着嗓子在这不知疲倦的吼。此刻，这些话透过圣域咆哮令被放大了无数倍，几乎让整个中州都能听见。长生仙阁的超市开张了，阴阳塔、乾元谷、坤元谷等中州大势力的弟子听到唐三的声音后，同时惊讶道：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宗门，但下一秒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立刻前往长生仙阁。霎时间，整个中州上空汇聚了黑压压一片修士，他们的目光中充满着渴望，内心正在砰砰狂跳。快，一定要尽快赶到长生仙阁，不要让别的宗门占得先机了。没错，此机缘机不可失，我等的修为能否继续突破，就看今日了。这些从四面八方前往长生仙阁的修士口中所说的机缘，其实指的是捡超市扔出来的不要的垃圾。长生仙阁超市所售卖的所有食物，吃完之后都是要扔到指定的垃圾桶里面的，这个规则也是林玄清指定的，众人不敢违背。于是每过一段时间，王林和唐三两人就会清理一次垃圾，用特制的垃圾袋打包，然后扔到仙阁之外的垃圾填埋坑里。中州各大宗门的修士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派人打探了王林和唐三扔垃圾的时间，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日历表。只要一到点，他们就会第一时间争先恐后的前往填埋坑，将里面的垃圾给薅出来。前一段时间，阴阳塔的一位悟道境巅峰的执事，就是因为从垃圾堆中捡到了半块妙翠角，才得以一举进入合道境。云层之上，9位至高主神才刚刚来到长生仙阁，就被周围渐渐靠近的修士数量给震惊了。我靠，这什么情况？海神看着这一幕，惊呼道：难道吾等又被发现了？这不可能吧！坐在魔奴肩上的魔神吞咽着口水，同样被四面八方如同蝗虫过境一般的修士给震撼到了。超凡意志太可怕了，没想到他连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的计划都算到了，这还是陷阱，我们必须赶紧离开。天神说这话时，身体已然完全透明。其余至高主神相互之间都有默契，在中州的修士还未抵达长生仙阁之前，催动体内神力，准备逃往域外战场。和圣人村时的一样，尽管他们已经在刻意控制神力了，但还是影响到了中州的天气。这一瞬间，长生仙阁上空乌云密布，雷声滚滚。测试广场上还在发放矿泉水的王林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上忽然出现的乌云，疑惑道：竟然下雨了！超市开业的第一天是阴雨天，真是可惜啊。他话音刚落，领到矿泉水的一些阁主拱手说道：王小界主无忧，我等出手将这云雾驱散就是。说罢，他们立刻催动神力，
朝着海神他们逃走的方向发动而去。一张巨大的手掌浮现在苍穹之上，正好落在了9位至高主神的头顶。不好，他们已经定位了5等的位置。诸位，不要犹豫了，赶紧走位上界！魔神驾驶着座下的魔奴，撞破天幕，仓皇逃窜。海神也和前2次一样，变成了魔神鼻孔中的一滴鼻涕，搭了个顺风车。天神一直都是透明的，其实他才是第一个逃跑的，只是别人都没发现而已。至于其余的至高主神，虽然步子晚了点儿，但其实算是紧随其后。回到域外战场，一众至高主神喘着粗气，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应该没有追来吧？魔神回头看向太虚古界，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座下的魔奴回答道：主人，老奴已经探查过，他们并未追来。那就好，那就好。9位至高主神长舒一口气。诸位，现在怎么办？短暂的沉默之后，天神撤去了自己隐形的身体，从透明中现形。一众至高主神非常有默契地将目光投向海神，期待海神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毕竟在他们9位至高主神中，就属海神的智慧最高了。事实上，前2次逃跑的规划也都是海神制定的，虽然效果不太好而已。然而，连续2次被超凡意志看穿，一向睿智的海神此时也显得有些不自信了。至高主神们现在看着他，他也同样看着这群至高主神。海神，如果连你都没有办法的话，恐怕这偌大的世界再无5等的容身之地了啊！灾厄神焦虑地说道。至高主神们听到这句话后，立刻白了灾厄神一眼，然后喝道：闭嘴！灾厄神一个机灵，本想反驳什么的，但想起自己的特性，最终决定还是不说话了。海神思考良久后，凝视着太虚古界，开口说道：诸位，如果非要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藏身地点可供5等选择，只是就怕诸位不敢了。众至高主神你看看我看看你，纷纷说道：现在乃危急存亡之际，还有什么敢不敢的？海神，你有什么就说，5等自然会权衡利弊的。海神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明说了吧。这个藏身地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至高主神们思考着海神这8个字中的含义，很快就想到了他说的地方。海神，你的意思是5等再次返回太虚古界？没错，再次返回太虚古界，而且是直达紫霄圣地。海神说这话时仿佛信心十足。大胆，果然很大胆。魔神自言自语道，但海神此言并非没有道理。常言道，事不过3。超凡意志计算能力再恐怖，也不可能会想到5等连续2次被发现后还决定返回太虚古界吧。其余至高主神连连点头，也认同魔神的说法。海神则是补充说道，根据冥神当时的情报，紫霄圣地似乎并没有什么强大的人族修士，所以5等也不必担忧，重建后的紫霄圣地可能会有拥有古神之力的人类。到时候5等就算被紫霄圣地的人族修士识破，也能在他们发出消息之前将其尽数斩杀。好方略，的确是好方略。听到这里，就连一向比较高冷的邪神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赞叹了。他夸赞了海神的计划后，兴致勃勃地说道：既然如此，5等何不赶紧动身？好，那5等现在就动身。一切讨论完毕后，9位至高主神第3次进入太虚古界，朝着妖神天域，也就是曾经的北海天域进发。然而他们的这一切的决定早就被虚空之中躲着的太虚古界意志化身听得清清楚楚。老者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竟然还敢返回老夫的太虚古界，胆子是真的大。前辈，您放心，这一切动向尽在老夫的掌控之中。说罢，他第2次催动大道之力，朝着紫霄圣地的方向投出一只携带信息的飞鹤。同一时间，从无量古界离开的林玄清等人正在快马加鞭地赶回太虚古界。黑猩虎横渡数个古界，不停闪现，动作极其敏捷。前辈的坐骑速度之快，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清河道尊等人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等级的坐骑，不由得感叹道。长河道尊一脸臭屁，仰头道：清河师兄、红枫师妹，还有灵剑师弟，前辈的坐骑我已经坐了2次了哦。3人白了长河道尊一眼，齐声说道：屁股不疼了？长河道尊摸了摸之前被古娜打伤然后摔得很惨的屁股，尴尬一笑，然后转移话题道：前辈返回太虚古界后要先去妖神天域吗？妖神天域？经过长河道尊这样一提醒，林玄清这才想起，在离开长生仙阁之前，前元道主曾说紫霄圣地已经重建完毕了。那就先去紫霄圣地吧。林玄清稍稍思索后，决定采纳长河道尊的建议。追杀至高主神的任务没有时间限制，而且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他们的位置，没那么快就能完成。既然如此，还不如先回紫霄圣地，看看紫战天那小子把紫霄圣地建设的怎么样了。黑猩虎接收到林玄清的命令后，微微调整了航向，并且加快了速度前往妖神天域。毕竟他也有好久没有见过黑小虎和花小莲了，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儿媳现在过得怎么样。此刻，另一边的紫霄圣地中，紫战天正在和前元道主2人对弈喝茶。尽管2人的修为相差非常之大，但前元道主丝毫不摆架子。一颗黑子落下，紫战天问道：前元前辈，老祖大概还有多久才会返回圣地？前元道主落了一颗白子，然后拔掉一颗黑子，回答道：主人并未说明具体的时间，不过请紫圣主放心，主人临行前说过，等事情办完之后就会返回圣地的。紫战天微微点头，正欲落下又一颗棋子，只听见圣地之外忽有雷声大作。于是他和前元道主2人赶紧起身，快速走出紫霄宝殿，才发现圣地上空有天地异象出现。这是紫战天修为不高，看不出这异象有何门道。
前元道主则是立马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对紫战天解释道：“圣主，这天地异象似乎是某种大道之力汇聚而成。”大道之力。就在这时，那苍穹之上乌云滚滚之中，一只飞鹤裹挟着雷电瞬间冲出。紫战天大惊失色，因为这飞鹤蕴含着非常恐怖的能力，而且貌似是冲着紫霄圣地来的。正在闭关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也感知到了这股恐怖的能量，一跃而起。大胆孽畜，竟敢擅闯圣地！两人挡在飞鹤前面，试图阻止，但飞鹤似乎听不懂他们的话，然后朝着紫霄峰俯冲而去。紫霄圣地的修士们抬头仰望着，飞鹤就像流星一般滑落到紫霄宝殿上。紫战天正欲闪躲，前元道主却主动出手，将飞鹤给生擒下来。只见飞鹤在前元道主的手中变化成了3个字：有内鬼。内鬼？什么内鬼？紫战天凑了过来，看着前元道主手中的金色大字，疑惑问道。前元道主稍微搓了搓手，上面的有内鬼3个字便像沙尘一样消失不见。紫圣主，此乃飞鹤传书。前元道主解释道，使用此法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位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紫战天喃喃自语，还是第一次听到太虚古界拥有实体。前元道主简单介绍了一番，将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比作为更高级的天道化身，紫战天很快就理解了。原来如此。紫战天微微点头，但仍然有所疑惑。前元前辈，不知这内鬼究竟是何含义？我小小的紫霄圣地，何德何能让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如此提醒？前元道主稍稍皱眉，然后说道：看样子应该是和主人有关了。古界的意志化身既知圣地中有内鬼潜伏，但并未出手，只是提醒，说明此内鬼不容小觑，连他也无法与之抗衡。紫战天听了前元道主的话，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在这时，半空中的苏晴雪和烈阳老祖降落下来。圣主，前元前辈。方才那飞鹤落入紫霄宝殿之上后便消失不见，不知。紫战天摆了摆手，解释道：两位长老不必忧虑，只是一则传讯信息而已，并未威胁到圣地的安全。哦，传讯信息？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对视一眼，感到诧异。他们两人暗暗想着，这传个讯息需要用这么大的动静，连天地异象都给整出来了。紫战天耐心解释后，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才明白过来，原来那是太虚古界的意志在传讯，难怪这么有逼格。圣主，既然这位意志化身提到我圣地之中有内鬼，我们要不要派人将其监视起来？烈阳老祖提议道。苏晴雪也是持有和烈阳老祖一样的意见，他看向前元道主，问道：前元前辈，您意下如何？前元道主深知紫霄圣地中潜在的敌人异常强大，监视就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于是他点了点头，对圣主紫战天说道：紫圣主，两位太上长老之言极为合理，不如现在就派遣一些心腹前往搜索内鬼。然而紫战天丝毫不慌，对着3人微微一笑道：苏长老、烈阳长老还有前元前辈，你们多虑了。哦，3人同时疑惑道：圣主何出此言？紫战天继续说道：三位，不知你们有没有想过，圣地中有内鬼，为何老祖并没有第一时间前来圣地清除？老祖向来算无一策，这小小的内鬼而已，难道他就算不到吗？苏晴雪和烈阳老祖对视一眼，然后说道：圣主，你的意思是，这其实是老祖故意而为之？没错。紫战天拍了拍胸脯，胸有成竹地说道：老祖定然早就知道紫霄圣地有内鬼了，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动作，说明老祖他老人家在钓鱼，放长线钓大鱼。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就连见多识广的前元道主都被紫战天这一通分析给说服了。是啊，主人计算能力何其恐怖！前元道主喃喃道：当初我还未认主之前，主人随随便便就可拿捏我和玄黄道主等人。既然如此，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即可。紫战天点头，然后吩咐苏晴雪和烈阳老祖：两位长老，事情就说到这里吧，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去吧。苏晴雪和烈阳老祖拱手行礼道：那我们就回去继续闭关了。说罢，两人化为一道流光，朝着紫霄峰旁边的一座仙峰飞去。与此同时，紫霄宝殿外面，此时一群修士汇聚到了这里。这些修士的修为参差不齐，上至圣人下到武灵都有，之前都是各大势力的长老或者执事。自从前元道主帮助紫霄圣地一统妖神天域后，这些修士全部都归顺紫霄圣地了，成为了紫霄圣地的长老或者弟子。此刻，他们一窝蜂的汇聚在紫霄峰上，都是被天地异象中的那只飞鹤吸引过来的。我等拜见圣主。紫战天站立于紫霄宝殿门口，面对着这匍匐一片的圣地修士，示意他们不必多礼。密密麻麻的修士全部站起身来，随后又对前元道主行了一礼。前元道主没有说话，而是在审视人群之中有没有异样。而此时的人群嘈杂一片，海神等一群至高主神其实就躲在里面。其中，海神伪装成了一位武皇境的外门执事，其余8位至高主神则均是伪装了武灵境的外门弟子。他们之所以选择伪装成外门弟子，主要还是为了显得不那么的起眼。这紫霄圣地果然没有陷阱了。人群的最末尾，海神露出了计谋得逞的笑容。位于他两侧的8位至高主神暗暗传音道：只是不知道方才那天地之间的异象是否和超凡意志有关啊？诸位，你们现在已如惊弓之鸟，需要好好调整一番了。海神劝说道：方才那所谓的天地异象只是大道之力形成的而已，怎可能与超凡意志有关？海神正这么说时，位于紫霄宝殿大门口的紫战天也这样对下面的修士们说道：诸位道友，方才所出现的天地异象并无特殊预兆，无需忧虑。而那飞鹤只是一种大道之力凝聚出来的异兽而已，现已被前元前辈伏诛。
修士们本来还在揣测那飞鹤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什么灾厄的象征。不过听了子战天这么一解释后，众修士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得知天地异象的真相之后，这密密麻麻的修士们准备行礼告别。混在人群中间的海神传音众至高主神道：“你们看吧，吾就说这只是普通的大道之力而已。”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之间，只见紫霄圣地的上空又一次出现天地异象。这一次乌云四散，整个天空都好像被撕裂了一般。紫霄圣地的修士们抬头望去，看到一只插翅巨虎从裂缝中窜出，而那巨虎正是和黑猩虎，他的后背上驮着林玄清和张柳一等人。海神和其余8位至高主神看着这一幕，脑子突然好像就要缺氧了一样。这个身影，这股气息，是他。至高主神们远远地遥望着黑猩虎后背上站着的林玄清，顿时惊慌失措。不合理，这完全不合理啊！超凡意志怎会直接返回紫霄圣地呢？难道他从一开始就预判了吾等的预判？海神握紧拳头，喃喃自语。其余至高主神的表情同样紧张无比，手心中全部都是汗水。黑猩虎掠过长空，然后对准紫霄宝殿，缓缓落下。紫霄峰上霎时间飓风呼啸，众多修士都用手臂将自己的口鼻给捂住。诸位道友，快快躲开，黑长老要降落了！紫霄宝殿之前，紫战天扯着喉咙大喊，声音传遍整座紫霄峰。修士们吃惊地看着黑猩虎那威武庞大的身躯，然后自觉地让开。他们并非紫霄圣地的元老，所以只听说过圣地中有一位地位不亚于圣主的护宗长老，但从未亲眼见过。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猩虎黑长老。想不到黑长老竟然是一位旷世大妖，这修为至少也应该是大地境吧？众修士议论纷纷，开始猜测黑猩虎的具体修为。有猜他是7阶地境的，有猜8阶地境的，也有猜9阶地境的。总之，黑猩虎浑身散发出来的气息远超他们的眼界，所以基本上都猜测黑猩虎是一位高阶地境的妖帝。然而人群之中有一位圣人境巅峰的修士忽然反驳了众修士的说法，引来了不少目光。地境，黑长老的修为至少在求道境以上。众修士一看，说这话的是原药神教的小教主药尘。当年北海天域中，药神教与月神教以及阳神教并称3大神教，风光无限，不知多少修士想要拜入其中。只可惜药神教惹到了一位恐怖的存在。据说当时药神教隐世不出的第1代老教主都出手了，但最终还是棋差半招，死于那位神秘人的手中。药神教红覆灭之后，小教主药尘在众多长老的掩护下被送了出来。若不是紫霄圣地一统了北海天域，这位小教主可能一生都要隐姓埋名。如今这位昔日的药神教小教主现在已经成为了紫霄圣地天药峰的峰主，在众修士心目中拥有极大的威望。既然药峰主都这样说了，黑长老的修为定然是地境之上了。没错，药峰主说话我是信的。众修士拍着药尘的马屁，药尘不以为意。他更在意的是站在黑猩虎背上负手而立的林玄清。诸位道友，黑长老的修为固然高绝无比，但你们可否看到黑长老背上站着的那位？药尘示意众修士仔细观察。众修士顺着药尘的话仔细看去，果不其然，看到黑猩虎背上居然负手站立着一位白衣飘飘的大能，以黑长老为坐骑，是紫霄老祖。紫霄老祖重返天域了。妖神天域的这些修士虽然大多都没有见过黑猩虎，但基本上都认识林玄清。毕竟当初紫霄圣地举行婚典时，整个北海天域中有头有脸的修士都来祝贺了。你们快看，北海大帝也在上面，回来了，都回来了。张柳一当初名震天域，以帝号北海为天域命名，何其的不可一世。然而强大至此的北海大帝最终还是败在了紫霄老祖的手中，成为了紫霄老祖的道侣，成就了一番旷古烁今的佳话。在紫霄圣地众修士的欢呼之中，黑猩虎稳稳地降落到紫霄峰上。林玄清挽着张柳一的手臂，一跃而起，来到紫霄宝殿正门。紫战天见状，赶紧跪地行礼，高声大喊：弟子紫战天恭迎老祖回山。底下站着的修士们看到紫战天都跪了，也都齐刷刷的俯跪下去。9位至高主神混迹其中，此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怎么办？吾等要不要趁此机会逃了？逃？往哪里逃？众目睽睽之下，吾等若逃，岂不是自投罗网？可是如若不逃，难道吾等要给超凡意志跪下？这至高主神们相互传音，七嘴八舌在商讨是逃还是跪，迟迟没有结果。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族修士跪下去，如果他们再不做决定的话，很快就会暴露在人群之中。于是海神一咬牙，第一个屈膝跪下。海神，你……邪神不敢相信，一向铁骨铮铮的海神竟然如此果断地跪下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吾跪拜超凡意志，只是暂时妥协而已。海神低着头轻声解释道。站在他身旁的魔神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第二个跪了下去。魔神，你也……海神说的对，吾等只是暂时妥协而已，不算辱没了五谷神一族的荣耀。没错，此乃卧薪尝胆之计。其余至高主神也用这个说法麻痹自己，然后果断跪下了。邪神环视四周，见只剩自己还孤零零地站着，最终也立马跪了下去。弟子拜迎老祖。紫霄峰上，众修士齐声喊道，响彻云霄。乾元道主距离林玄清最近，直接跪在林玄清的身前，行礼道：老奴拜见主人。面对如此宏大的阵仗，林玄清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给愣住了。稍稍缓和后，他才发现自己名号原来真的已经深入北海天域中每个人的心中了呀！嗨！此刻林玄清看向跪地一片的紫霄圣的修士，清了清嗓子：
由于没有准备稿子，对于他这种不擅长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的人来说，短时间内还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按照前世的经验，他在想到底是该说众爱卿平身呢，还是说家人们辛苦呢？由于林玄清迟迟没有开口，导致隐藏在人群之中的9位至高主神内心一颤。怎么回事？超凡意志为何什么也不说？难道他已经发现5等了？一连3个问题出现在这只高主神们的脑海中。不对，超凡意志如果早就看穿了5等的伪装，直接动手就是，何须使用这等手段？也就是说，超凡意志只是知道5等藏在人群之中，但并不知道具体是谁。果然，20多个呼吸后，林玄清还是没有说一句话。至高主神们心脏狂跳，额头上的汗水像雨水一样哗啦啦的落下。诸位，一定要顶住，千万不要暴露出任何马脚，稳住，务必要稳住啊！林玄清闭口不言，凝视人群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导致9位至高主神脸上的表情像便秘一样难看。跪在他们周围的一众紫霄圣地修士看见后，好心问道：“几位道友，你们的脸色不太好啊，要不要服用一些丹药？”至高主神们猛地摇头，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生怕被林玄清给看到。站在紫霄宝殿正门之前的林玄清此时终于憋出了一句话：“诸位道友不必多礼，都起来吧。”紫霄峰上的众修士一听，赶紧站起身来。当然，海神等一众至高主神也跟着人群站了起来，没有丝毫显眼的地方。他们自认为行事天衣无缝，没有被超凡意志给发现。然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收徒任务，炼药童子。任务目标：收下紫霄圣地天药峰新晋峰主药尘为徒，时间不限。任务奖励：炼丹术自动反馈功能解锁。”哦，竟然又触发收徒任务了。林玄清看着系统面板上忽然弹出来的收徒任务，还是略微有些惊讶的。因为自从林玄清发现系统貌似在下一盘大棋之后，他就开始装死，什么都不说了。但今日返回紫霄圣地，竟然主动发布任务了。林玄清点击了任务奖励这一栏的所谓炼丹术的反馈功能，看了看上面的介绍：炼丹术自动反馈功能，弟子炼1丹，师傅炼10丹。此功能可自动获得弟子10倍的炼丹术，弟子炼丹术越强，宿主的炼丹术就越强。原来是个类似于自动获取弟子修为的功能，只不过替换成了炼丹术了而已。感觉还不错呀。林玄清果断接下了任务。不过这个炼药童子的姓名真的是叫药尘吗？这个名字林玄清一眼就能看得出，他绝对是个丹术天才。伴随着林玄清接下任务，他的双眼自动被系统赋予了扫描功能，并且在人群中锁定了药尘这个人。药尘不卑不亢地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眼神中有种别样的坚毅和清澈。如此年龄，已经有了圣人境巅峰修为，看来这第3个弟子的修炼天赋也不错呀。林玄清不由得感叹一句，然后轻轻放下张柳依的手，朝着药尘的方向踏空走去。紫霄峰上，众修士见到林玄清亲自走了过来，既兴奋又紧张。他们兴奋的是自己能近距离看到紫霄老祖那傲人的风姿，紧张的是当年紫霄老祖一言不合灭杀众多半步求道境的威严。不过对于这群人族修士中伪装隐藏着的9位至高主神来说，这就不是什么兴奋和紧张的事情了。对于他们讲，林玄清就如同噩梦一般缓缓而来，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恐惧。超凡意志为何忽然走了过来？难道他真的已经发现5等了？海神惊慌无措，身子略微有些倾斜，差点没站稳倒了下去。他身旁的其他至高主神也大差不差，面对不断靠近的林玄清，身体上就好像有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林玄清越来越近，他们就越来越难受。当林玄清距离他们不到10丈的时候，9位至高主神的双腿竟然同时软了，他们的双腿抖得非常厉害，就像弹簧一样。周围的一些人族修士发现了他们的异象，好心问道：“几位道友，刚才就看你们的脸色不太好了，真的不需要服用一些丹药吗？”至高主神们第2次猛地摇头，随后悄悄把脸侧了过去。诸位，超凡意志距离5等已经不到10丈了，然而还没有出手，这说明什么？海神传音众至高主神，这说明到目前为止5等的伪装是极为成功的，超凡意志并未发现5等。众至高主神仔细一想，确实是海神所说的这个道理。超凡意志之所以这样做，恐怕还是在钓鱼罢了。诸位，一定要顶住啊！切记不要露出任何马脚，只有如此，5等才能有一线生机啊！9位至高主神互相传音打气，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一动不动。林玄清负手在空中漫步，压根就没注意下面海神等一众至高主神的动向。他现在的眼中只有系统指定的第3个好徒儿药尘而已。于是他就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与这群至高主神擦肩而过。超凡意志并没有发现5等，哈哈哈哈！5等成功了，成功了！见林玄清从自己头顶掠过，几位至高主神心中窃喜，但海神依旧是一脸严肃，警惕说道：“诸位切不可大意，这未必不是超凡意志在让5等放松警惕。放松警惕？对啊，这也有可能是超凡意志的计策，5等绝不能上当。”几位至高主神一听，赶紧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继续处在原地一动不动。旁边的人族修士们第3次询问他们：“诸位道友，真的没事？”9位至高主神继续猛然摇头，这次连节奏卡点都是一模一样的。林玄清朝着药尘的方向漫步走去，药尘也发现林玄清好像是奔着自己来的，因此在林玄清还未落下之前，药尘就已经双膝跪地作拜。自从药尘加入紫霄圣地后，听说了紫霄老祖以远古7族祖魂为原材料炼制魂丹的故事。传闻魂丹已经接近鸿蒙道丹，
而且用到的丹炉也是极其珍贵，因此这件事让他大为震撼。从那时候开始，他便以紫霄老祖为榜样，没日没夜的修炼和钻研丹术。然而他再怎么进步，发现与传闻中的紫霄老祖的丹术依然相差甚远。所以当初他也曾幻想过，有朝一日若能亲眼见到紫霄老祖，无论如何都要拜他为师。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如何能忍得住？弟子药尘愿拜老祖为师，还望老祖成全。药尘扯着喉咙喊道，声音响彻人群。丁，恭喜宿主已成功完成收徒任务炼药童子。林玄清懵了，什么情况？这就完成了？好家伙，这是送上门来的弟子啊！林玄清刚感叹一声，系统奖励就已经成功发放了。丁，炼丹术自动反馈功能已成功解锁，正在为宿主反馈弟子药尘的炼丹修为。林玄清看着系统面板上多出来的一个炼丹术修为进度条，发现它正在不停的上涨。丹道一途和修炼差不多，境界也大差不差。比方说，炼丹师若能熟练炼制王级丹药，则被称之为丹王。同理，若是能炼制出皇级丹药，自然就是丹皇了。一般的凡国皇朝中，能够达到这种炼丹水平的修士屈指可数。比较出名的是云岚皇朝中的丹王古河和黑角皇朝中的丹皇寒风。而能够炼制出宗级、军级甚至是圣级丹药的炼丹师，在曾经的北海天域中，基本上都被药神教给垄断了。至于林玄清目前收下的3弟子药尘，正好就是一位圣丹师，而且已经达到了圆满境界，只差一步就能突破至地丹师。因此，林玄清系统面板上的进度条也就顺理成章地涨到了圣丹师的境界。紫霄峰上，周围的众多修士此时全部将目光投向药尘这边，然后议论起来：“药峰主好胆啊，竟然敢当面跪拜老祖为师！”“是啊，是啊，老祖若不喜，该当如何？”药峰主虽然天资卓越，但那也只局限于妖神天域而已。若是在整个太虚古界里面来看，应该也不过如此吧。这些修士基本上都是为药尘捏了一把冷汗，打心底认为药尘的这个行为十分冒险，极有可能让老祖不喜。然而林玄清的回复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他降落到药尘面前，摆出经典的负手而立的高人姿势，淡淡说道：“痴儿，起来吧。”跪在地上低着头的药尘听见林玄清的这句话后，心中狂喜，根本压抑不住。他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地说道：“多谢老祖成全弟子。”林玄清见药尘如此激动，内心暗暗想着，只是收徒而已，不至于开心成这样吧。不过既然是拜师，自然是要有拜师礼的。林玄清稍加思索后，从系统商城中挑选了一件混沌至宝。当他将这件混沌至高取出来的瞬间，整个紫霄圣地都被五颜六色的火焰所包围住了。众修士仰望苍穹，看着这熊熊烈火，惊异道：“老祖这件异宝究竟是什么等级？竟然只是取出就引出了如此华丽的天地异象。这些火焰流动似水，似沙，似星空，就像是活物一般，让人感到既美丽又窒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修士们看着周遭美轮美奂的天空，不由自主地靠拢在一起，既神往又感到害怕。然而身为炼丹师的药尘却对于这些流动的火焰非常的熟悉，因为这全部都不是普通的火焰，而是异火。他喃喃自语道：“盖闻天地之间存有上百种异火，乃是火中异术，火中帝皇。异火现，群火拜服。”林玄清微微点头，随后将手中炙热的轮盘交到药尘的手上。药尘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这是给他的。师尊，这是……他吞吞吐吐，有些不敢接过林玄清递给他的轮盘。林玄清和蔼笑道：“尘儿，这是为师送给你们的拜师礼，快收下吧。”拜师礼！周围的修士们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后惊讶不已，这是什么样的手笔啊？仅仅只是拜师就送这种天地异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要拜师。人群之中，一位看上有些苍老的妇人对着林玄清跪了下去：“老夫也要拜师，必须要拜师。”这位老妇人刚跪下，她身旁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也跟着跪了下去。几乎是同一时间，紫霄峰上近万修士通通跪了下去。位于紫霄宝殿正门前的紫战天看到大家都这样做了，也极为不要脸的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老祖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么多年了，你也收下我为亲传弟子吧。”前元道主若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是林玄清的奴仆，其实他也是想拜一拜的。至于海神等9位至高主神，此时为了活命也都跪在了人群之中，随大流拜林玄清为师。忍，一定要忍住！想必这也是超凡意志的手段，吾等切记不要露出任何马脚。海神一边跪地磕头，一边对身旁的其他至高主神传音道：“放心吧，海神，超凡意志此等手段，岂能骗得了吾？”魔神不由分说，磕得被海神还要凶猛。剩下的至高主神见状，也都咚咚咚的磕着，尽量不露出任何可疑的地方。不过，对于紫霄峰上突然发生的这一幕，林玄清又懵了。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群好说歹说也是活了几千上万年的修士，竟然这么的不要脸。药尘拜个师，你们全部跟风是吧？尔等岂可如此？林玄清保持着老祖的威严，质问跪地不起的修士们。修士们心中一颤，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好像做的有点过了。林玄清乘此机会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说道：“尔等都起来吧，切不要再说拜师的事情。”众修士无奈起身，很多人心中仍然有些不甘。林玄清继续对药尘说道：“尘儿，此轮盘名为异火广场，一共容纳了108种异火，与其中乃是一件混沌至宝。”异火广场。药尘握着炽热的轮盘，双手都在颤抖。好霸气的名字，以广场之名容纳天下之异火，这等宝物简直是鬼斧神工啊！林玄清见药尘如此喜欢，心想这个拜师礼送的算是对了，毕竟是炼丹师嘛，
肯定对异火感兴趣的。晨儿，你是为师的第3个徒儿，在你之前还有2位师兄，分别叫王林和唐三。等圣地举行完开山典礼后，为师就带你去见你的2位师兄。药尘在众修士炙热的目光中，将异火广场收入袖口之中，然后行礼回道：“是，师尊。先到为师身边来吧。”林玄清踏空而行，药尘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紫霄宝殿正门外的长廊上。紫霄峰上，在众修士的注视中，药尘把异火广场这件混沌至宝收入了袖口之中。刹那间，紫霄圣地上空的天地异象消失不见，那些满天的异火好像从来都不存在一样。修士们倒吸一口凉气，暗暗感叹异火广场的奇异之处。见老祖降临，紫战天赶紧站起身来，和乾元道主一起侍奉在林玄清身左。药尘作为新收的弟子，则是站位于身右，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林玄清凝视着山峰上数以万计的修士，本来是准备来一个开宗典礼的开场白的，但由于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起头，一时间又愣住了。这一愣，对于林玄清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混在人群之中的9位至高主神来说，就有些糟糕了。他们见到这一幕，再一次的紧张起来。诸位，超凡意志又在施加手段了。如果吾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用神识搜查吾等，大家切记不要上当。海神非常敏锐，果断屏蔽了自己的五感。其余至高主神见状，小心翼翼地规避着林玄清的眼神，然后同样屏蔽了自己的五感。超凡意志，吾等绝不会让你得逞的。长廊之上，林玄清沉思许久，一连想了10好几个呼吸后，才开口说第一句话：“大家都辛苦了。”他实在是没有口才的天赋，所以只能憋出这个开场白了。但即便如此，紫霄峰上还是传来了修士们山呼海啸一般的声音。他们齐声回应道：“回老祖的话，不辛苦啊！”由于林玄清没有压制修为，刚刚他的这句话中其实蕴含着神皇级的神力，在无意间席卷了整座圣地。对于这些没有成就古神之位的修士来说，这句话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听出其中奥妙无穷的神力。但是对于海神等一众至高主神来说，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怎么回事？为何超凡意志忽然施加了神力威压？糟了，屏蔽了修为，吾有点顶不住了。至高主神们为了藏身于紫霄圣地，一开始是把修为压制到了武灵境界的。区区武灵，面对林玄清这样神皇级的神力，就如同摧枯拉朽袭来的潮水一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要想活命，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开修为境界的压制。只有重回至高主神之境，他们才能无惧并且抵抗林玄清的神皇压力。魔神和天神很快就忍不住了，他们率先解开了五感，然后又解开了修为。这一瞬间，紫霄圣地上空出现了黑白2团恐怖的气团，铺天盖地一般袭来。怎么回事？为何又出现天地异象了？修士们抬头仰望着黑白2团压迫感十足的气团，以为是林玄清又拿出了什么天地异宝。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引发这天地异象是源头在人群之中的2个武灵境小辈身上。外门弟子为何会引发如此异象？难道是觉醒了什么神体不成？修士们注视着魔神和天神，发现他们的修为正在不断的攀升。武灵境、武王境、武皇境2位至高主神解开修为之后，一路攀升，很快就突破至地境。地境，这是什么神体？竟然能让武灵境的小辈一步登天？正当这群紫霄圣地的修士疑惑之时，海神等其余至高主神也终于忍不住解开了压制住的修为。刹那间，苍穹之上又出现了7中颜色不一如同混沌的气团，而海神等至高主神的修为也瞬间来到了地境之上。眼见9位至高主神全部现身，众修士们终于明白，这并非是什么神体，而是他们压制了修为。换句话说，这9人并非紫霄圣地的弟子，而是偷偷潜入圣地大能。至于他们解放后的修为究竟有多高，在场的所有修士之中根本没人能看得清。众修士只觉得眼前9彩的光晕如同幻觉，然后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他们身上环绕着的好像不是大道之力，而是一种更为玄妙的力量。难道说是传说中才存在的神力？有些见多识广的修士曾经从乾元道主那里听来过有关混沌古神的事情，他们看到9位至高主神现身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忆起此事。神力？那岂不是说他们都是古神？修士们听到古神现世，顿时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然而位于林玄清左侧的紫战天以及乾元道主却是丝毫不慌，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笑容。内鬼已经现身，紫圣主，还是你懂啊？乾元道主暗暗传音道：“果然如你所料，这一切都在老祖的计划之中啊。”紫战天一脸臭屁，得意的回应道：“哈哈哈哈，乾元前辈，晚辈不过是跟着老祖有些时日罢了。”乾元道主点了点头，对紫战天表示认可。虽然紫战天的修为不咋地，但论跟着林玄清的时间来说，还是要比他久不少的。师尊，那山巅的9位潜入圣地的大能，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古神？位于林玄清右侧的药尘看着忽然现身的9位至高主神，略微有些紧张。林玄清点了点头，淡淡说道：“确实是混沌古神。”听到自己师尊肯定的回答之后，药尘更慌了。师尊，这……一旁的乾元道主和紫战天看着脸色极为难看的药尘，嬉皮笑脸道：“药道友，无需担心，老祖主人会出手的。”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立威任务，人前显圣。任务目标：以最帅的方式击杀9位至高主神于紫霄圣地。本系统将自动进行装逼评分。任务奖励：彼岸之奖，数量根据等级判定而发放。又是彼岸类型的道具，加上传奖，应该已经凑齐了全套的航行道具了吧？林玄清看着这个任务的奖励，顿觉得系统的密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腾空而起，居高临下，如同王者一样审视着脚下的至高主神们。装逼，本老祖是在行的。林玄清如是说道。林玄清负手而立，面无表情，给了下面的9位至高主神极大的压力。他们抬头仰望着林玄清，仿佛他才是至高主神，而他们不过是主神脚下匍匐前行的蚂蚁一般。超凡意志，你真要赶尽杀绝吗？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之中，海神怒目圆睁，对话林玄清。林玄清闭口不答，保持沉默。其实，如果他现在回复海神还好，这样反而能让这群至高主神的压力小一些。毕竟林玄清只要开口，说明此事都还有的谈。然而，林玄清就像是一座冰冷的大山一样，沉默地屹立着，让他们感到绝望。海神，看这样子，超凡意志是不打算放过吾等了。站在海神身后的几位至高主神几乎是同时传音过来，语气中充满着颓靡。海神握紧拳头，无奈说道：“如果超凡意志真的要赶尽杀绝的话，吾等也只能合力杀出一条血路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也只能如此了。”一众至高主神点了点头，然后纷纷将目光投向林玄清，眼神中充满着坚毅。林玄清还是沉默无言地立于苍穹之上，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的变化。1个呼吸，2个呼吸，3个呼吸，时间在微妙的呼吸声中一点一滴的流逝，每一次呼气吐气都让9位至高主神的胸膛感到爆炸一般的压力。紫霄峰上，一众紫霄圣地的修士此时也是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他们也在思考，老祖究竟打算是战，还是放这群陌生的修士离开。只不过谁也不知道的是，林玄清压根就不是在考虑要不要放走他们的事情。他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其实是在不停地抽取系统兑换的秒杀特效。特效永恒之炎匹配成功，特效永恒火莲匹配成功，特效永恒火龙匹配成功。林玄清在腾空的瞬间就已经开启了秒杀至高主神的能力了，但系统直接给匹配了一个永恒之炎的特效。这个特效最近林玄清都用烂了，几乎每次秒杀混沌古神都是用的这个，所以他决定换一个。然而系统就好像抽风了一样，无论他怎么换，匹配到的总是永恒之炎，就算不是，那就是什么火龙、火枪、火莲啥的。系统，你有没有搞错？现在只有这一种特效了是吧？连续刷了大约100次之后，林玄清终于是忍不住吐槽了。叮叮，宿主想要用其他手段装逼的心情本系统非常的理解，但要想彻底灭杀混沌古神，只能使用这一种类型的特效。永恒之炎，系统弹出了一则有关永恒之炎的介绍。永恒之炎，混沌诞生之初，与古神一族同时诞生的神火，是古神一族天生的克星，因永恒不息，故而被称之为永恒之炎。所以说，其实不是你不想随机出更多的特效，而是你没有了，对吧？林玄清嘴角微微上挑。系统啊，你拉了呀？叮，什么？宿主不要乱说，这是因为混沌古神确实只能用这种方式灭杀，怎么能叫拉呢？叮，本系统功能强大，乃是众多系统中最出众的一个。系统巴拉巴拉一半天，林玄清噗呲一笑，别解释，都懂。叮，宿主你，哈哈，急了。叮，既然如此，本系统现在就给你匹配最牛逼的特效，让你灭了这个世界算了。已黑化。林玄清看着系统面板上出现了无数个红色的警告，心想这系统不会一发疯真的把所有古界全部给毁灭了吧？霎时间，紫霄圣地上空出现一座巨大的金色牢笼，这牢笼外形如钟，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从天而降，压迫感十足。林玄清看着这金钟牢笼，虽然强大无比，但看上去并不像可以毁灭世界的样子。下面的9位至高主神见状，赶紧催动古神之力，朝着四面八方逃窜。超凡意志出手了，诸位不要犹豫，快快躲开！海神大喝一声，强大的古神之力在他头顶掀起了惊涛骇浪，宛如银河落下一般冲刷住落下来的金钟牢笼。然而那牢笼上面的神秘气息，好像是以古神之力为食一般，几乎是一瞬间就将海神的古神之力吞噬殆尽。什么？见到此幕的海神大惊失色，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吞噬古神之力。另外8位至高主神也是一样，他们还没有飞起来，就被金钟牢笼吞噬完体内所有的古神之力。无的神力啊！牢笼之中，至高主神们的神力流逝后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痛苦地叫喊着，眼神中充满着不甘心。紫霄峰上的一群人族修士吞咽着口水，心有余悸地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刚才那位海神施展出来的力量，如果不是有着金钟牢笼笼罩的话，莫说是紫霄圣地了，恐怕整个妖神天域，甚至是太虚古界都会被彻底击毁。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那是一股强大到天地灵气都在颤抖的力量。一个照面而已，师尊就抓住他们了。药尘很早之前就听说过林玄清的强大，但听说和见过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当他看见混沌古神就这么被林玄清轻描淡写镇压后，心底的震撼难以言表。紫战天在他身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药道友不必惊讶，这都是老祖机操。”对对对，机操而已，机操而已。乾元道主也附和道。此刻，牢笼之内，至高主神们一边哀嚎一边挣扎，因为他们现在不仅失去了神力，血肉也在慢慢的被金钟牢笼所剥夺。超凡意志，只凭如此，你杀不死吾等的！灾厄神强忍着痛苦，嘴硬大喊：“不好！”众主神见到是灾厄神在说话，赶紧一股脑扑上去堵住他的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话？快封死他的嘴！星号咕噜人民币@。灾厄主神被几位至高主神联手堵住口鼻，差点喘不过气来。紫霄圣地的弟子长老们看着这滑稽的一幕，简直是颠覆了三观。什么鬼？
这群潜入圣地的人不是混沌古神吗？为何像一群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是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一位估计要被其他几人给憋死了吧？修士们议论纷纷，形态各异，有给灾厄主神打气的，有给海神等至高主神打气，甚至有人直接在金钟牢笼外开启了赌局，赌灾厄主神能不能挣脱其他主神的魔爪。而此刻被按得死死的灾厄主神终于是忍不住了，他涨红了脸，一巴掌拍到了海神的脸上。海神没有想到灾厄主神会做出如此动作，根本没有闪避，所以左半边脸直接被打肿了。灾厄，你干什么？海神大怒，破口大骂。灾厄主神根本不管那么多，举起巴掌又是一掌甩到了魔神的脸上。魔神被这重重的一掌击中，整个人一激灵。灾厄主神，你疯了！灾厄主神继续挥动巴掌，啪啪啪数掌挨着打到一众至高主神的脸上。一群至高主神捂着红肿的脸，不可思议地望着灾厄主神，眼神瞪得像铜铃。灾厄主神，这种时候了，你竟然打不等？难道说你想投靠超凡意志？灾厄主神站起身来，一脸怨气地看着海神等至高主神，赫然说道：无受够了，多少一年了，你们一直不让我说话，一直不让。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说这话时，灾厄主神的声音很大，几乎响彻紫霄峰。站在紫霄宝殿正门外长廊上的药尘听到灾厄主神的话后，很是不解。药尘皱眉问道：这几名混沌古神怎么好像起内讧了？乾元道主对于至高主神有一些了解，解释道：药道友，你有所不知啊，古籍之中曾记载过混沌时期一共有12位至高主神掌控着世间万物的至高神权，在这其中听闻有一座灾厄之神专掌灾厄这种神权，只要这位灾厄之神开口，世间就将会降下十分恐怖的灾难。乾元道主指着金钟牢笼中的灾厄主神说道：看这个样子，他们如此极力阻止此人说话，说明此人就是传说中的灾厄之神。12至高主神，灾厄之神。药尘只有区圣人境的修为，对于混沌古神只有只言片语的了解，此前从未听说过什么至高主神。因此当他听见灾厄之神可以一言而降下灾难的时候，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惊，因为这似乎是一种言出法随，远超任何法则之力，甚至是大道之力。然而如此恐怖的至高主神竟然被自己的师尊轻描淡写地压制在那金色的牢笼之中，那师尊的修为岂不是超过了至高，堪比混沌，甚至超越混沌的存在？师尊！药尘将仰慕的目光投向林玄清，林玄清顺势撩了撩自己的秀发。徒儿，看好了，为师接下来将会彻底炼化这群蝼蚁。说罢，林玄清将自己的身体继续交给系统代打。只见林玄清的手心之中凭空出现一柄长枪，而这柄长枪出现的瞬间，紫霄峰上空再一次出现了天地异象。紫霄圣地的修士们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出现天地异象了，他们只是吞咽着口水，静静地看着林玄清装逼。刹那间，林玄清摆出一个投标枪的动作，朝着下方的金钟牢笼奋力投出这柄长枪。长枪划破空气，如同星辰一般坠落大地，掀起了滔天气浪。金钟牢笼之内，海神等至高主神缓过神来，望着从天而降的长枪，咬着牙嘶声呐喊：超凡意志，仅凭如此，你是杀不了吾等的。长枪有一瞬间穿过金钟牢笼，随后化为万千星光，像烟花一样在里面绽开。海神等一众至高主神由于失去了神力，根本无法施展任何神权阻挡，只能任凭着这星光洞穿自己的躯体。啊！紫霄峰上第二次传来了9位至高主神痛苦的嚎叫，这些星光钻进他们的身体之中，不仅摧毁着肉体，同时还在啃食着他们的精神力量。我的身体，我的神体似乎在湮灭。短短3个呼吸的时间，一众至高主神就发现这些星光有些不对劲了。他们低头时，亲眼看着自己的神体在不断的从这个世界之中消失。这不可能，不可能！魔神、天神、邪神等全部至高主神露出了惊恐的眼神，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然而却无能为力。除了永恒之言，这个世界之中根本不可能有第二种东西能杀死吾等。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海神发出了自己最后的疑问，随后整个躯体全部化为了泡影，在无尽的折磨中永远消失在世间。下一个是魔神，他与自己的魔奴一起在悔恨中成为灰烬。接下来是天神，然后是邪神，而最后一个正好就是灾厄之神。9位至高主神全部在金钟牢笼中湮灭，这夸张的一幕让周围看热闹的修士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林玄清的时候，不自觉地跪了下去。老祖，无敌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人前险胜任务，彼岸之江星号1。退出系统代打状态后的林玄清看见任务完成后，满意的收下了彼岸之江这个道具。系统啊，原来你还是有其他特效的吗？林玄清调侃了一句，随后装备降落下去。然而他正准备动身时，整座紫霄圣地忽然开始剧烈的晃动。这是紫战天低头看着脚下即将崩塌的紫霄峰，大惊失色。不好了，老祖，紫霄峰快要塌了！乾元道主也附和道：主人，老奴感知到大地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丁，由于12至高主神全部死亡，妖神天域的法则正在崩坏中。在大地震战的同一时间，因为林玄清已经灭杀完所有现存的混沌古神的原因，主线任务3完成的系统声音也在他的耳边响起。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主线任务3混沌之主，终极技能正在发放，正在为宿主提供无敌状态。无敌状态添加成功，恭喜宿主成为混沌主宰，所向披靡，无人能挡。伴随着系统的声音，林玄清面板上出现了无敌2个字，在他的状态栏里。系统啊，你最好真的是无敌。
林玄清自言自语，不由得吐槽一句：毕竟这系统之前一直都不怎么靠谱，老是想着在他的身上压榨。不过这次的无敌，林玄清明显能够感受得到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对这天地之间的感知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紫霄圣地弟弟猛烈颤动的原因。此刻紫霄峰上的修士们全部腾空跃起，而林玄清身旁的乾元道主则是再次惊呼道：主人，大地之中的东西似乎是一条巨龙。没错，在紫霄峰轰然坍塌的那一瞬间，大地之中倏然钻出的是一条身形庞大的黑龙。更准确的说，这是一条形似龙这种生物的巨型怪兽，因为它身上的爪子不下10个，看上去就好像是龙族变异了一样。很快这条黑龙便飞向了天空，而它飞越紫霄峰的那一刻，妖神天域的天道从云层中跌落下来，朝着地底坠落。是的，天道化为了人形，然后坠入深渊。与此同时，紫霄圣地的所有修士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天地之间的灵气在缓慢的流逝。这是什么？药尘呆呆的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切，不由得吞咽着口水。天道陨落，天地灵气流逝，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混沌归一？乾元道主毕竟是当初站在太虚古界顶点的众多大能之一，这么多年来他对古籍有着很深的研究。地脉黑龙腾空，天道陨落，灵气四散，这种种现象正好就对应着古籍中记载着的混沌归一的故事。混沌归一，林玄清对于乾元道主的话感到疑惑，于是问道。乾元道主皱眉看向林玄清，解释道：主人，老奴曾在众多混沌时代留下来的古籍中看到过目前状况的描述，也就是所谓的混沌归一。传闻混沌归一，首先是天域卷缩回古界之中，然后古界再卷缩回混沌之中，空间坍塌。林玄清脱口出这4个字。乾元道主听到后微微一愣，然后点了点头，不愧是主人，这个描述似乎比混沌归一更加直观。林玄清心想，这他喵的不就是前世他听过的物理概念吗？虽然他前世并不是什么学霸，但宇宙大爆炸理论还是听过的好吧。传说宇宙一开始是个点，然后不知道为啥就爆炸了，空间开始膨胀，最后又因为某些原因达到一个临界点后，空间开始坍缩，然后重新回到一个点的状态。好家伙，原来混沌归一就是这么个归一啊！忽然间林玄清又想到了系统这段时间发布的任务，然后发放出来的奖励，这些奖励全都有个统一的前缀彼岸，而且总的来说就是发放的一艘巨船。林玄清将其和混沌归一联想起来，很顺利的就得出一个答案。系统这家伙是要让我乘坐所谓的彼岸之船，然后在空间完全坍缩之前穿越起点冲出这个世界。那这样一来，他刚刚得到的无敌还有个屁用啊！不愧是你。林玄清又一次感到自己被坑了。系统啊，真有你的，这都行啊！林玄清想黑一黑系统，但发现自己心中已经默默黑了系统不知道多少次了，都快黑出感情了。丁，正在为宿主发布主线任务4登临彼岸，任务目标，请宿主驾驶彼岸之舟，率领你的臣民穿越混沌登临彼岸。注意，所有古界完全坍缩的时间只有7日，请宿主尽快完成此壮举。只有7天的时间驾驶宇宙飞船跑路。林玄清没想到这混沌归一的时间如此的紧迫，稍稍有些惊讶，但想了一样，这其实也很正常，毕竟宇宙坍缩的速度是可以超过光速的，而且有可能越到后面速度越快。师尊，快看，这条黑龙正在吞噬圣地。林玄清正在和系统交流时，药尘忽然指着黑龙的脑袋大声喊道。因为就刚刚一眨眼的时间，这条巨型的黑龙如同黑洞一般，把紫霄圣地的10多座圣峰全部给吸入了肚皮之中。圣地中的修士们有不少圣人，武军更是成百上千，怎能容忍一头畜生如此毁坏刚刚修建完成的圣地？于是他们全部催动修为，朝着这条黑龙杀去。剑法、刀法、雷法等各种法诀朝着黑龙的躯体猛烈落下，其威力巨大，足以毁灭妖神天域中任何一座宗门。然而令众人惊异的是，他们卯足气力的全力攻击，竟然连黑龙的丝毫都没有伤到。确切的说，是这些攻击直接被黑龙给吸收掉了。黑龙就像吞噬紫霄圣地其他的圣峰一样，不断的吞噬着修士们的攻击。这怎么可能？紫霄圣地的圣人们、武军们都看傻眼了，因为他们不仅攻击被黑龙吸收了，体内的灵气此刻也被黑龙给锁定，然后全部吸入腹中。这种感觉就像是灵气从他们的体内掉了出来，最后落入到深渊之中。老祖，救我！这一刻，成百上千的修士朝着林玄清呼救，而林玄清则是从系统中取出了之前获得的道具彼岸之舟。彼岸之舟被林玄清握在手里，其实并不大，就像一艘玩具船一样，但林玄清能够感知得到，这艘巴掌大点的玩具船里面的空间巨大无比，可能比整个太虚古界都还要大。于是他轻轻将彼岸之舟扔了出去，然后沉声道：收。伴随着林玄清收的声音，紫霄圣地的所有修士全部被他收进了彼岸之舟当中。地境、圣人、武军，无论修为高低，全部被这艘小船给吸了进去。当然，所有修士都意识到了，这是老祖在保护他们。晨儿，你也去。林玄清微微一笑，意念一动，位于他身后的药尘也顺着气流飞了进去。乾元道主和紫战天喊了一句要道友，然后紧随其后。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紫霄圣地的所有人全部被送进了彼岸之舟。黑龙见状，似乎非常不甘，对准彼岸之舟就是一撞。然而他那庞大的身躯足以撞毁山川大地，却无法对彼岸之舟造成一丝损伤。不过黑龙一次撞击之后并未放弃，
而是开始持续对彼岸之舟进行撞击。霎时间，紫霄圣地象声大作，传遍整个妖神天域。这条黑龙还挺执着的。林玄清负手而立，淡然地看着黑龙。就在此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丁，主线任务4评价系统已开启，拯救生灵数量，目前评价 D。评价系统。林玄清看着面板上新弹出来的信息，端着下巴若有所思。这么说来，这个主线任务4就是看最终能拯救多少人族或者妖族的修士了。刚才他把紫霄圣地的修士们全部送进了彼岸之舟，差不多就是3万左右。而整个妖神天域、整个太虚古界，还有其他天域和古界加起来，不知道有多少生灵呢？想要把数十个古界的生灵全部塞入彼岸之舟里面，林玄清忽然觉得有点刺激，是怎么回事？正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黑龙终于发现彼岸之舟坚不可摧，凭他根本无法突破。于是他转头就走，朝着妖神天域的其他大洲飞去。林玄清见状，赶紧动手镇压。孽畜，而往何处逃窜？他大喝一声，苍穹上立刻天雷滚滚，将黑龙庞大的身躯笼罩其中。黑龙在里面横冲直撞，竟然挣脱了林玄清布下的天罗地网，冲了出去。林玄清见到此幕，吃惊道：系统，我这个无敌是假的吧？丁，宿主已成混沌之主，确实是无敌了，毋庸置疑。那你解释一下，为何本老祖没有秒杀掉这条黑龙？丁，丁，这是因为这条黑龙的诞生超脱了混沌，并不属于混沌中诞生的生灵。系统这句话说完，面板上又弹出了新的信息，名称混沌吞元龙。基本信息：诞生于彼岸的未知巨龙，以混沌中的灵气为食，其体型会随着灵气吞噬的数量而逐渐增大，并且没有上限。以混沌中的灵气为食。林玄清看着这黑龙的介绍，略微有些动容，这听上去有点碉堡啊。他没有想到，这条长得有些奇怪的巨型黑龙胃口竟然这么大，把混沌当成食物。这也难怪，这条黑龙一开始从地底钻出来的时候，天地之间的灵气就开始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条黑龙的体型确实越来越大了，比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了至少3倍。看样子，这条混沌吞元龙是准备前往天域中的其他大洲吸食灵气了。说到灵气，林玄清首先想到的就是妖神天域中的修士们。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修士，其实都是靠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进行修炼的，这一点和这混沌吞元龙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在混沌吞元龙的眼中，诸天万界中的修士们相当于一个又一个的灵气聚集体，就好像薯片一样嘎嘣脆。怪说不得，当我用彼岸之舟收了紫霄圣地的弟子后，这条黑龙那么的不甘，像发了疯一样对着撞，原来是抢了他的薯片啊！林玄清现在也明白了系统为何要发布主线任务4了。林玄清现在是这片混沌的主宰，理应拯救自己的臣民。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和这条黑龙进行时间赛跑，先与他把生灵们塞进彼岸之舟当中。既然如此，那就来吧。说实话，林玄清对于彼岸之外还是有点好奇的，就像上一世他对宇宙之外是什么好奇一样。于是此刻，他单手托起彼岸之舟，在长空中跟随着黑龙遨游妖神天域。很快，林玄清便和黑龙一起来到了北洲。北洲的修士们抬头仰望着苍穹，看到遮天蔽日的黑龙之后，惊愕无比。这是什么？他们惊叹的同时，发现天地之间的灵气开始疯狂的流逝，他们自己体内的灵气也一样在不断的减少。很快就有修士发现，这一切反常的现象都和那苍穹中的黑龙有关。是那条黑龙，他窃取了5等的修为。一位5军境的修士暴怒无比，拔剑冲上云霄。也是他冲上云霄之后，才发现，在黑龙的背上竟然还有站着一个人。很快，越来越多的修士发现了黑龙后背上的林玄清，这是紫霄老祖。他们纷纷将目光凝聚到林玄清的身上，同时也发现了林玄清单手托着的彼岸之舟。此刻，黑龙发出阵阵龙吟，然后对准大地上汇聚起来的修士冲了下去。修士们面对如此庞然大物袭来，心生绝望。千钧一发之际，林玄清扔出彼岸之舟，以迅雷之势把大地上的100万修士给塞进了彼岸之舟当中。黑龙不甘，立刻调转方向，朝着北洲另外一处人族汇聚的地方俯冲下去。林玄清冷哼一声，单手托着彼岸之舟，然后再用另一只手将黑龙的龙须提起。黑龙第2次发出阵阵龙吟，只不过这一次是痛苦的吼叫。北洲大地上数以千万的修士看着林玄清肉搏黑龙，震撼无比。紫霄老祖真当是世间无敌啊！修士们纷纷发出感叹，同时他们也被黑龙表现出来的一切所震撼。这条黑龙，即便是紫霄老祖都无法灭杀，究竟又是何物？此刻，黑龙一个神龙摆尾，挣脱了林玄清单手的束缚。林玄清见他已经挣脱，立刻再将彼岸之舟给扔了出去。收！林玄清大喝一声，北洲千万修士全部被收入其中。拯救生灵数量，目前评价 D。整个北洲的修士全部被林玄清送入彼岸之舟后，黑龙发出了剧烈的咆哮，这疯狂一般的吼声震碎此处的天幕，天道的化身直接虚弱的滚落了下来。林玄清面不改色，提起龙须就是一顿暴揍。黑龙不断挣扎，又与林玄清大战了10数个回合之后，向东洲飞去。林玄清见状，紧随其后，也不敢有所怠慢。毕竟这次任务需要收纳的生灵数量极多，刚刚收纳了上千万的生灵，评价等级竟然没有多少变化。黑龙继续飞行，所到之处灵气枯竭，万木枯萎，山峦崩裂，江河倒流。妖神天域中的一些修为较弱的散修和凡人很难躲过这场旷世浩劫，一命呜呼。我这个无敌
连一头小长虫都治不了，也叫无敌。林玄清一路看去，越来越觉得这系统狗得很。说好的混沌之主，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结果整出来一条混沌之外的吞元龙来。短短半刻钟后，东周到了，与北周如出一辙。黑龙立刻开始吞噬修为较为强大一些的修士。林玄清还是和刚才一样，一边与黑龙肉搏，一边甩出彼岸之舟，将绝大部分生灵收入船中。东周修士就像尘埃一样，全部被吸了进去。系统的声音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拯救生灵数量，目前评价 D， 又收下了数千万的生灵，但任务的评价等级还是没变。林玄清大胆的猜测，恐怕把整个妖神天域的生灵全部拯救下来，也不会有多少变化。毕竟妖神天域只是太虚古界众多天域中的一个而已，而整个混沌世界分离后，又形成了数十个古界。黑龙又为吞噬到生灵体内的灵气，第二次开始发狂咆哮。这一次，妖神天域的天幕再次破碎了1/4，天道的另一部分化身也滚落了下来。不过，虽然黑龙并未吞噬掉绝大多数生灵体内的灵气，但却吞噬了天地之间的灵气，而天地之间的灵气才是整个妖神天域中最主要的部分。正因如此，黑龙因为吞噬了足够多的灵气，此刻的身躯已经比在北周的时候还要巨大数十倍，这未免有些夸张了。林玄清暗暗感叹，他表示自己还没有见过这么能吃而且还长得这么快的动物。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这混沌吞元龙能够养殖的话，用灵气喂食，产肉率嘎嘎多，可比养猪强多了。而且这可是混沌之外的生灵啊，并且还是以灵气为食，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比龙肝凤髓强多了。当然，这个想法林玄清也只是图一乐而已。他目前还没有能够杀死这黑龙的手段，饲养起来危险系数太大。此刻，黑龙继续奔走，朝着妖神天域另外的方向飞去。林玄清继续跟在后面，开启下一波拯救生灵计划。妖神天域在短短的1个时辰之内全部沦陷，4大部洲加上中州，再加上海外诸岛以及万妖之地，所有生灵全部被林玄清送入了彼岸之舟内部。黑龙也在这个时候完全粉碎了妖神天域的天道化身，整座天域终于开始粉碎。林玄清站在长空之中，冷眼望着这一切，心中也有某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妖神天域，或者说是北海天域，这可是林玄清穿越过生活过上百年的地方，可以说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然而这个第二故乡彻底成为了灵气枯竭的荒芜死地。好，黑龙继续咆哮，而此时他的躯干已经有数倍妖神天域直径那么长。他腾空跃起，将妖神天域缠绕在一起，就像缠在一颗珠子上面的蛇一样。下一秒，整座天幕破碎，妖神天域彻底消失在太虚古界之中。林玄清在黑龙强大的威压之下，朝着太虚古界主界的方向飞跃，而黑龙也缠绕到了另外一座天域的天幕之上。磅礴的灵气被黑龙贪婪的吸收，林玄清立刻扔出彼岸之舟，砸向他缠绕的那座天域之中。拯救生灵数量，目前评价 D。林玄清又拯救了另外一座天域的绝大多数生灵，然而任务评价的等级依旧没有变化，只有生灵数量的这个数字在不断的上涨。黑龙的身躯再次变大，这一次他整个身躯盘起来的体积看上去已经比他下面的天域还要大了。这黑龙成长的速度是真的快啊！林玄清已经没办法抓住他的龙须与他搏斗了，因为现在他们两个的体型对比太过悬殊，就像沙漠和沙漠中的一粒沙。好，黑龙的龙吟声持续不断，他很快就盯上了下一座天域。林玄清只能先他一步，把里面的生灵尽可能的救走。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最后来到了太虚古界最偏僻的天域——黄沙天域。而此时，黄沙天域中的所有修士和凡人正抬头仰望着天空，因为黑龙那巨大无比的眼球几乎跨越了整座天域的空间，如同盯着深渊一样盯着他们。这到底是什么？黄沙天域黄石镇还有圣人村的修士们惊叹了一声之后，天幕瞬间化为了粉末，天道化身不堪一击，落入大地，消失不见。唐昊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与圣人村的其他村民一起等待死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玄清的彼岸之舟再次大发神威，黄沙天域中的亿万生灵如同潮水一般被吸入里面。哎，没想到小三的家乡就这么毁了。林玄清单手托住彼岸之舟，摇了摇头。这混沌吞元龙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太虚古界了吧？果然不出林玄清所料，在吸收完黄沙天域的天地灵气后，他立刻飞向了太虚古界主界。而此时太虚古界的意志躲在虚空之中瑟瑟发抖。老夫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才送走了混沌古神，为何又来了如此恐怖的黑龙？累了，毁灭吧，快点的吧。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阻止，于是闭上了双眼，静静等待毁灭的命运。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躲在虚空中瑟瑟发抖，另一边黑龙已经完全把躯体覆盖到了整座古界之上。黑云压层层欲摧，霎时间太虚古界半数以上的空间都被混沌吞元龙所笼罩。与此同时，位于长生仙阁中的众多阁主还有帝全部汇聚到了测试广场上空，他们仰望着天空中巨大的黑色生物，啧舌惊叹，这是某种未知生灵，这未免也太大了吧。回到长生仙阁的洪峰道尊等人看着这匪夷所思的现象，内心急促不安，因为他们从这未知的巨物上看出，其中蕴含着的灵气已经是不可计数，太恐怖了。这等灵气量拥挤密布，看上去就好像是把下界的数个天域都吞噬了一般。清河道尊喃喃自语，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身旁的几位道主已经在准备联系林玄清了，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尽快联系主人。众人面面相觑，倒吸一口凉气。而此时，本来正在安心养胎的张柳依也离开了房间，腾空而起，
来到众人面前。长生仙阁的所有人见到张柳依驾到后，纷纷在空中单膝跪下，以表示尊敬。恭迎阁主！众修士齐声喊道，声音震天。自从长生仙阁的阁主长生道主陨落之后，长生仙阁就一直没有新阁主。原本众修士是想要拥林玄清为阁主的，但林玄清修为通天彻地，早已是整个太虚古界的共主，甚至是所有古界的共主，所以他们心中已经默认了林玄清的地位无限之高。因此，长生仙阁的阁主是不是林玄清都已经不重要了。而作为林玄清道侣乃至妻子的张柳依，虽然平时也是深居简出，但众人早已经把他视为古界第二人，所以称呼张柳依为阁主，不仅不为过，反而还叫亲了。张柳依环视四周跪下的修士，抬手说道：“诸位道友，不必多礼，都起来吧。”曾经在下界妖神天域之时，张柳依化名无极，为北海大帝，也是如此被众人拥护。这种场面对于他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了。众修士纷纷起身后，他又望向苍穹之外那黑压压一片的未知生灵躯体，淡淡道：“此生灵似乎是一条巨龙。”一旁的洪峰道尊颔首说道：“阁主明察，吾等也都猜测，这是一条巨大的龙身。尽管没有人能看得清楚这未知生灵的躯体究竟有多大，因为以他们的视角去看，苍穹之外就是黑压压的一片，毕竟混沌吞元龙实在是太过于巨大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隐隐看出一些端倪，因为那巨大的躯体非常的光滑，有点像鳞片。你们猜测没错，这就是一条巨龙，名曰混沌吞元龙。”混沌吞元龙，洪峰道尊等人惊讶道：“没错，这是一条来自混沌世界之外的黑色巨龙，以天地灵气为食物，以万物众生为食物。”张柳依的第二句话更让众修士感到震惊。混沌世界之外，众修士喃喃自语，一些古籍不是记载，世界诞生之前，天地只是一片混沌吗？整个世界都混沌产生，混沌之外，怎么可能还有生灵？清河师兄，你也说了，只是一部分古籍如此记载而已。这也恰恰说明，混沌之外拥有某种超凡的世界，也不是没有可能。混沌之外还有一个未知的超凡世界，这对于诸如清河道尊，甚至是陈玉皇这样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老人来说，不知道有多震撼。他们曾经差不多都已经是站在太虚古界顶点人了，以为混沌古神的传说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了，想不到现在居然还有。此刻，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张柳依，他们想要询问张柳依，这混沌吞元龙既然来自混沌之外，为何又能闯入这个世界？然而张柳依也只是摇摇头，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关于混沌吞元龙的所有信息，全部来自于自己的夫君林玄清。是的，林玄清此时正在太虚古界之外的虚空战场中，一边默默审视着黑龙，一边对张柳依传音：“诸位道友，此混沌吞元龙的目标是整座太虚古界，我等不可力敌。”张柳依伸手指着苍穹：“我夫君已在古界之外准备，稍后将使用大神通将诸位全部接走。”这里所谓的大神通，自然就是彼岸之舟了。陈玉皇听到这句话后，吞咽着口水问道：“主人准备将我们所有人全部接走？”张柳依点头：“没错，不仅是你们，夫君打算用大神通把整座太虚古界所有的修士全部接走。”此话一出，其震撼程度不亚于他们第一眼见到这混沌吞元龙时候的感受。把整座太虚古界的人全部接走，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太虚古界各个州域全部加起来，何止是兆亿生灵？此等手段，又是何等的逆天神通啊！众修士震撼之余，苍穹之上，黑龙的躯体终于开始颤动了。轰隆隆，黑龙只是轻微扭动着躯体，整座太虚古界就响起了滔天巨雷。霎时间，苍穹之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天地之间的灵气快速流逝，无数的灵木灵花开始迅速枯萎。啊！位于太虚古界中央的阴阳塔中，数十名和道境以上的修士感到丹田中的灵气瞬间消失，并且痛苦无比。同一时间，不只是阴阳塔、乾元谷、坤元谷、天地人三大神宗，还有另外3座仙阁，有不少修士都突然失去了体内的灵气，被苍穹之上的黑龙吸收。没错，黑龙因为吞噬了10数下界天域的灵气，变得比之前强大了不少，所以这次他才刚刚动身，太虚古界中就有不少修士成为了他的灵气食物。长生仙阁的修士们因为有超市的存在，唐三和王林在张柳依的安排下取出了不少灵石，用于补充仙阁内修士的损失的灵气，这才没有让他们变成废人。但是如果仅是如此，长生仙阁将和其他势力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稍微晚一些陷落而已。另一边，太虚古界之外，林玄清抛出了彼岸之舟。林玄清对彼岸之舟中注入了不少的灵气，因此这彼岸之舟进入天幕之后，速度奇快，没有主神级的修为，根本看不清彼岸之舟的飞行轨迹。所以仅仅只是一瞬间，彼岸之舟就来到了太虚古界的边缘地带，率先接走了这里生存的修为较低的修士和妖兽。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彼岸之舟又来到了太虚古界的次级地带，在东南西北4个大洲之间来回穿梭。无数的生灵被彼岸之舟捕捉，其中包括各大仙城、无数家族，还有所有的2等、3等的太虚古界仙宗。他们还正在绝望的时候，彼岸之舟忽然出现一股奇特的吸引力，直接就将他们给吸入其中。拯救生灵数量，目前评价 C。 林玄清负手而立，静静地注视着脚下的太虚古界。系统的声音忽然出现，他看到任务面板上的等级发生了改变，从 D 直接跳到 C 了。林玄清凝视着拯救生灵的数量，自言自语说道：“这基本上算是快要拯救整个太虚古界的生灵，再加上太虚古界下界所有天域的生灵了。按照这个进度，接下来还有数十个古界，全部生灵都送到彼岸之舟里面，任务等级应该也无法跳到 S 级吧？”林玄清感到疑惑，但此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了。
混沌吞元龙此刻发出一声巨吼，让整座太虚古界的天幕倏然破碎。随即，他张开了那如同天穹深渊一般的巨口，露出恐怖凶狠的獠牙，对准太虚古界一口咬了下去。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吃苹果一般。偌大的太虚古界就是这个苹果。林玄清见状，必须要阻止他的行动，于是他迅速扑杀上去，站在了黑龙的后背之上。黑龙的后背巨大无边，林玄清站在上面就如同站在一块无垠的黑色大陆上一样。为了阻止黑龙的身躯继续压迫太虚古界，他只能施展神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和黑龙一样大。系统啊，我现在既然无敌了，那我随便施展修为都可以吧？丁，宿主开心就好。得到系统的回复，林玄清开始在脑海中想象自己的身躯和黑龙相差无几。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开始发生等比例的膨胀，变得越来越巨大。法天象地，不，这种神通和林玄清目前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此刻，林玄清的一个指甲盖差不多都有黄沙天域那么大。嘿嘿，小黑蛇，现在看来你也不怎么大嘛。林玄清嘿嘿一笑，原本无比巨型的混沌吞元龙此刻在他面前还就真的只相当于一条小黑蛇。如果按照正常比例来计算的话，小黑蛇差不多不到8厘米。而黑龙也没有想到林玄清竟然能够强大到这种地步，他是靠着无数的天地灵气才成长到这种体型的，为何眼前的这个男人只凭神通就能做到如此？这不合理。黑龙只能加快速度吸收太虚古界的灵气，太虚古界内部一片颤动，就连彼岸之舟都有些摇摇欲坠。林玄清立刻伸出一根手指，将它给按在虚空之中。吼！黑龙再次发出剧烈的咆哮，但与之前相比，这次更多的像是一种无奈。小黑蛇还想跑？林玄清加大力度，把它死死地按住。与此同时，太虚古界中的彼岸之舟在持续地接纳里面的生灵。林玄清也很清楚，在这混沌形成的世界之中，他虽然无敌，但杀不死黑龙没有用，因为这条黑龙无时无刻都在吸收这片世界的灵气。有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可以按住黑龙的躯体，那为何不把黑龙的活动范围直接给限制在太虚古界附近？如此一来，其他古界不就可以避免灭顶之灾了吗？其实这个方案，林玄清一开始就思考过了，他得到的答案是否没有可行性？为何？因为林玄清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黑龙吸收天地灵气不仅仅是在吸收距离他最近的古界的灵气。换句话说，目前的黑龙只是主要在吸收太虚古界的灵气，这并不代表他无法吸收到其他古界的灵气。就拿距离太虚古界比较近的太玄古界来说，其实已经有不少灵气被他吞入腹中了。所以，即便林玄清用尽办法将他给压制在此地，但还是无法阻止他最终吞噬掉整个混沌世界。差不多了吧？林玄清感知了一下彼岸之舟的状态，目前的彼岸之舟已经飞到长生仙阁了。长生仙阁是林玄清设定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到了这里，就代表太虚古界的生灵已经接纳了99%以上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是，彼岸之舟来到长生仙阁后，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带走张柳一等人，而是在上空悬浮停了下来。张柳一见状，神情严肃道：“诸位道友，这是夫君的彼岸之舟，大家快快进入其中避险。”彼岸之舟，众修士抬头仰望着这看上去并没有太多不凡的小舟，感到不可思议。陈宇皇心中暗暗想着，主人就是用这件神器装走了整个太虚古界的人，那这件神器里面的空间岂不是有整个世界那么大？开辟一方小世界，其实不少大能都能做到，但要开辟一个和主世界一样大甚至更大的小世界，这就有点天方夜谭了。更何况这小世界还能容纳古神级别的修士进入，这说明这方小世界里面的法则也是不亚于这方主世界的。因为如果小世界的法则太弱，根本承受不了混沌古神级别修为的修士进入其中，他们只要一进入，小世界就会立刻坍塌崩坏。不愧是主人啊！林玄清的手笔再次刷新了陈宇皇等人对他的认知。众修士老老实实的排着队，井然有序的登上彼岸之舟。王林和唐三两人确认完长生仙阁所有修士都登上小舟之后，护在张柳一两侧一同进入了其中。而林玄清感知到长生仙阁众人全部安全上船后，增加了一根手指镇压黑龙。好家伙啊，你确实长得有点快了。林玄清看到，这才短短数个呼吸的时间，小黑蛇居然长粗了2-3倍。如果按照正常的比例来计算，之前的混沌吞元龙的身躯相当于林玄清的一根大拇指那么粗，而现在的他已经粗了好几倍，大概有个10来厘米粗了。而太虚古界此时在林玄清的眼中就像虚空中的一颗小玻璃球。此刻位于虚空裂缝之中的太虚古界一直见到黑龙完全被林玄清压制住，赶紧从里面飞了出来。他奋力朝着更加巨大的林玄清呼喊：“前辈，请带我一个！”林玄清凝视着自己手指尖上的太虚古界，其实根本看不到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但林玄清能够听见他的呼救声，于是让彼岸之舟飞回来的途中，顺便把他也带上了。丁，恭喜宿主成功拯救古界意志，任务拯救生灵数量系数星号2。哦，林玄清看到自己的任务面板上，拯救生灵数量那一栏出现了极其显著的变化。拯救古界意志可以翻倍啊！林玄清淡淡道。这样说来，后续的古界我都得顺便带上他们了。拯救一个古界意志，任务结算的拯救生灵数量就直接翻了个倍，那接下来数十个古界全部都带上，那得是指数级别的爆炸啊！所以林玄清突然又觉得，这任务最终的评级达到 SSS 级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刻，由于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彻底与太虚古界断开了联系，整个太虚古界在这一瞬间彻底崩坏。霎时间，太虚古界之内天崩地裂，很快就变成一片虚无。而混沌吞元龙此刻还在不断的膨胀身躯，
因为他已然吸收了周围数个古界不少的天地灵气了。黑龙吸收灵气的速度还是超过了林玄清的预估。林玄清这会儿才刚刚收回彼岸之舟，黑龙的身躯又比之前粗了数倍，导致现在他必须要用一整个手掌才能将其按住。好家伙，这么快又大了这么多了！林玄清刚说完这句话，黑龙就像泥鳅一样从他手底下滑动逃出。只见巨大无比的混沌吞元龙撞破了虚空战场，并且张开巨口，深吸一口气。这不是普通的吸气，混沌吞元龙这一吸，直接将旁边的太玄古界给吸了过来。整座太玄古界就像空气中漂浮的尘埃一样，轻飘飘地靠近黑龙。林玄清见势不妙，赶紧赶在太玄古界被黑龙吞噬之前扔出彼岸之舟。彼岸之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遁入太玄古界的各个下界天域，开始接纳生灵。1个、2个、3个，太玄古界周围的10数个下界天域中的生灵，很快就被彼岸之舟吸纳入其中。跟本老祖比速度，小黑泥鳅，你还差点。林玄清胸有成竹，巨手一挥动，把混沌吞元龙直接给拍了出去。黑龙无法抵挡林玄清那气势如虹的拍击，只能无奈发出巨吼。还好，本老祖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林玄清吐槽了一句，这黑龙就只会叫。黑龙或许是听出了林玄清这句话的含义，顿时雷霆大作。他再次张开巨口，用尽全力吸收周遭古界的灵气。而这一次，黑龙的动静把林玄清都给惊讶到了。只见虚空战场之中，周围10几个古界全部朝着黑龙的方向飘了过来。这种场面就像漫天的繁星都朝着一个方向奔去一般。伴随着这诸多古界越来越靠近黑龙的原因，黑龙所吸收的灵气也越来多。因此，即便黑龙还没有吞噬任何一座古界，他的身躯又庞大了10数倍。现在，混沌吞元龙的大小和巨大化的林玄清对比起来，已经相当于蟒蛇了。为了压制住他，林玄清只能继续施展神通变大，继续保持绝对的体型优势。可是，黑龙越来越庞大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了。因为各个古界散落在混沌世界当中，黑龙通过庞大的吸力将古界全部给吸了过来。林玄清现在就算是变得再大，也没有多少意义了。此刻，无量天域中，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还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忽然感到天地都开始旋转起来。界主，发生什么事了？新手道主原本趴在草丛里面都快要睡着了，这突如其来的天旋地转让他陡然清醒。李天元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还在思考林玄清临走时留下的深意，于是淡定回道：新手啊，不要慌乱，或许这就是那位前辈留给我们的机缘啊。新手道主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扶着旁边的石头缓缓站起身来。他抬头望向苍穹，能够明显看出天地之间的灵气在朝着天外的方向汇聚。界主，你快起来，这不像是什么机缘啊。新手道主说话有些断断续续的，因为他此刻的内心已经慌了。他比李天元要清醒不少，能够看得出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机缘，而是劫难。新手，这一切都是那位前辈的安排罢了，吾等只需静静等待。李天元还是继续趴在草丛里面，对自己挠不出来的机缘深信不疑。但就在这时，无量古界以及下界所有天域的天幕直接破碎了。这一刻，无论是李天元和新手道主这样的古界大能，还是下界天域中的地境圣人，他们全部都能用肉眼清晰地看到巨量的灵气朝着虚空战场中的一个固定的方向飘过去了。而且这天地灵气散失的速率越来越快，继续这样下去，最多1个时辰，无量古界就会成为一座死界。界主，没有什么机缘，这是天地浩劫，快走！新手道主不管那么多了，一把抓住李天元，带着李天元往灵气四散速率较慢的方向飞去。就在这时，整座无量古界天外出现一颗巨大的眼球，凝视着大地。这是什么怪物？新手道主见到这恐怖眼球的一瞬间，四肢突然就软了下去。李天元也是这个时候才明白，好像这确实是一场天地浩劫，因为那颗恐怖的眼球此刻正牢牢地盯着他。灵气四散，天幕破碎，恐怖巨眼。李天元幡然醒悟，整个人和新手道主一起木讷在长空之中。作为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老怪物，李天元曾见过无数的天地浩劫，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场浩劫如此的恐怖。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也超出了这个混沌世界的认知。新手，我没有看错吧？李天元的声音忽然变得颤抖。新手道主摇了摇头，脸上愁容密布。界主，这颗巨眼似乎确实是盯着我们两个。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不明白这巨大的眼球到底是什么恐怖生灵，他们也不明白这颗巨眼为何要牢牢锁定他们两个。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看猎物。李天元凭借直觉感知到了这股危机的根源，准确是说更像是食物。没错，混沌吞元龙的这颗巨目就是在观察食物，它不断放大缩小的瞳孔就是在扫描整座无量古界中强大修士。越强大的修士灵气越多，质量越高，在他的眼中也是最美味的，所以他一定会率先吞下李天元，然后顺带把新手道主给吞了。同一时间，林玄清正在快马加鞭的用彼岸之舟接收各个古界的生灵，拯救生灵数量。任务评价 B。 这片刻的时间，林玄清已经拯救了10个古界的生灵了，具体的数量累计起来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在任务面板上都显示不全了。系统啊，我在想啊，你这个数字这么长，为啥不用科学技术法？林玄清一边操纵彼岸之舟，一边忍不住吐槽系统。丁，本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数据的绝对准确，宿主你点开省略号就能看到全部位数了。好吧，林玄清想着这有必要吗？但系统这样坚持，那就随便吧。吼！混沌吞元龙还在暴躁狂吼，
因为林玄清基本上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吞噬生灵。别看他已经吞噬了如此多的灵气，但那99%都是来自于天地之间的修士和妖兽，只吞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这种感觉就像你看见眼前是一顿终极无敌大餐，但却只能无奈嚼几颗花生米，一口肉都捞不着啊！混沌吞元龙急了，所以当最后只剩下无量古界的时候，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吃到。他豁出去了，对着无量古界咬了过去。哪怕接下来林玄清打碎了他的牙齿，拔掉了他的舌头，他也要吃到里面的生灵。而林玄清呢？林玄清不慌不忙，操纵彼岸之舟飞往最后一个古界无量古界。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以及无量古界中其他修士正处于绝望之中，突然之间，他们的头顶飘过一颗璀璨的流星，彼岸之舟发出剧烈的光芒，照亮了天幕破碎后的无量古界。新手道主看到这颗流星之后，就好像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手舞足蹈地指着苍穹之上说道：“界主，你快看，这颗流星一般的神器似乎正在接收古界中的难民。”李天元回过神来，同样也发现了彼岸之舟高悬在自己的头顶。他看着如同太阳一样耀眼的彼岸之舟，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神器，但他确实能够看到这艘神奇的小船在不断的接纳古界中的修士。而且最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艘神奇的小船看上去并不大，但却能装下无穷无尽的生灵。这个场面只能说明这艘小船里面有一方独立的小世界。虚空之中，混沌吞元龙还不甘心，想要一口撕碎彼岸之舟，但当他咬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无量古界之外有一道能量屏障。这道屏障坚硬无比，混沌吞元龙无论怎么撞都撞不破。这是林玄清故意这样设计的，就是想要气这黑龙，让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拯救无量古界中的生灵。收！林玄清对于彼岸之舟的使用越来越娴熟，所以没用多少时间就接走了所有无量古界中的生灵。当李天元和新手道主两人最后进入其中后，系统任务面板上的数字和等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拯救生灵数量，任务评价等级 S。 没错，到了这个地步，任务结算等级还只是 S 而已，并没有达到上限。系统，这不是基本上全部生灵都被装进彼岸之舟了吗？林玄清疑惑道，为何还只是 S 而已？丁，宿主请注意，这个任务需要宿主横渡彼岸才算最终结算。听到这句话后，林玄清一下就懂了。好吧，现在任务才算完成一半而已，他需要带着所有人全部横渡混沌的彼岸才算圆满完成任务了。可既然是要横渡彼岸，那混沌的尽头到底在哪里？彼岸之地又在什么方向？丁，友情提示一下宿主，在大海上航行，水手一般都是用罗盘和地图定位方向的。罗盘和地图哦。系统不提醒林玄清还真差点忘了，这彼岸道具其实是一套的。当初他做完几个任务后，系统分别奖励了彼岸之舟、彼岸罗盘、彼岸之帆、彼岸地图还有彼岸之桨。根据系统刚才的提示，他取出了彼岸地图还有彼岸罗盘。彼岸地图上其实什么都没有，就像一张白纸，但当林玄清把罗盘放上去后，地图的一个角落突然浮现出一个黑点，而这个黑点就是传说中的混沌尽头。随后林玄清再把罗盘握在手中，罗盘的指针轻微的转动后固定住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应该往这个方向开船咯。林玄清说罢，开始缩小身躯，渐渐变得比彼岸之舟都还要小。他脚踏虚空，缓缓降落到彼岸之舟的桅杆上。王林、唐三还有药尘，你们三个各带1000万修士出来划船。话音落下，林玄清取出彼岸之桨，而这彼岸之桨瞬间就变成了上一只。随后他又取出彼岸之帆，催动法力将其挂在船杆上。全体都有，准备起航。全体都有，准备起航。林玄清一声令下，原本躲在彼岸之舟内部小世界的王林、唐三还有药尘三人分别带着黑压压一片修士冲了出来。这场面堪比上学下课，一群人往食堂里面疯狂冲刺的画面。师尊！王林三人来到林玄清面前，跪地拱手道。林玄清微微点头，将彼岸船桨分发给众人。王林、唐三还有药尘，你们三个带着他们开始划船吧。三人听到命令后，立刻动身，将黑压压的一片修士分成了3拨人。其中以王林为首的3000万圣人境界以上的修士位于彼岸之舟的左侧，而唐三则是带着另外3000万圣人境以上的修士位于船的右侧。至于药尘，他带着大约4000万圣人境修士操控彼岸之舟前进的方向。没错，目前的彼岸之舟甲板上一共有超过1亿的圣人境修为之上的修士。这种场面浩浩荡荡，简直是旷世奇观，不亚于他们头顶游动着的混沌吞元龙。几十个古界的修士全部加起来，圣人境以上的修士是真的多啊！林玄清不由得感叹道。他想起前世偷偷看西红柿小说网上面的玄幻小说，到后期了基本上都是大地多如狗，圣人遍地走的，这都不能算遍地走了。林玄清继续说道，这简直用恐怖来形容了，实在是太多了。在林玄清感叹之余，彼岸之舟上空，混沌吞元龙忽然吐出一口浊气，这口浊气蕴含着惊人的能量，远隔无数里，竟然已经让彼岸之舟甲板上的修士们站不起来。他似乎也明白了，林玄清让这么多的生灵出来，应该是想要冲出这个混沌世界。而与此同时，位于混沌之外的某个地方，到处都氤氲着金色的霞光，一位浑身都散发着金光的未知大能正通过额头上的天眼，仔细注视着眼前1001个混沌世界发生的一切。其中位于他左边的333个混沌世界已经被混沌吞元龙毁灭，而他右边的333个世界以及他头顶的333个混沌世界也差不多快要接近毁灭，一共999个世界，完全按照他既定的计划在发展。可唯独他最关心的，
也就是他指尖的那个混沌世界，虽然也在渐渐毁灭，但仍然拥有一丝生机。没错，这个混沌世界就是林玄清所处的地方，而1001个混沌世界中的最后一个位于他的头顶。这个混沌世界处于他的世界盲区，即便是他完全开启自己的天眼，也无法观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是的，这些耀眼的金色光芒其实是他的牢笼，他被这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锁在了其中。确切地说，他是诞生在这无穷无尽的金光之中，所以他无法挣脱自己的摇篮。而他那头顶的那方混沌世界，第1001个混沌世界，从他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处于未知之中。即便他派出了混沌吞元龙尝试将其毁灭，但那方混沌世界仍然无法进入轮回。所以有时候他也在恐惧，他在恐惧这连他都无法控制的混沌世界中潜藏着什么可以威胁到他的东西。毕竟其余999个混沌世界都进行了无数次的轮回，甚至是他指尖上的混沌世界也一样。而最后这第1001个混沌世界还一次都没有轮回过。不过目前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指尖上的这方混沌世界，因为他隐隐约约看到林玄清的体内有一股连他都无法看清的力量。另一边，彼岸之洲上，林玄清面对混沌吞元龙吐出来的浊气，用神通撑起了一道屏障。当屏障把彼岸之洲包裹起来后，甲板上的一众修士背后的压力瞬间就消失了。他们赶紧拿起彼岸船桨，在王林三人的指挥下开始奋力挥动。几千万只船桨同时滑动，彼岸之洲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只一个瞬间，彼岸之洲便移动了超过上万个古界直径的距离。简单的说，刚刚那一下相当于古界破碎之前从太虚古界直接前往无量古界的距离。因此众修士这才感受到这方混沌世界究竟有多广阔。原本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无量古界就是最为边缘的古界了，但其实尽头远不止如此。转向，药尘带领的4000万修士主要负责彼岸之洲的方向，他们相当于是舵手。虚空无穷无尽，必须要有精确的方向，才能更快地抵达尽头，横渡彼岸。当他一声令下，这4000万修士奋力向左滑动船桨，彼岸之洲顺利往右边前进。林玄清手中的彼岸地图此刻出现了一个新的小点，这个小黑点应该就是彼岸之洲目前的位置了。林玄清低头仔细观察，他没有想到刚刚上亿修士如此奋力的滑动，居然在地图上才前进这么一丁点。看来混沌世界真的很大啊。混沌吞元龙看到彼岸之洲向右侧转动方向，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更卖力的阻止了。他和林玄清不一样，他不需要地图，也知道这方混沌世界的出口在什么地方。他暗暗想着，如果这方混沌世界的生灵全部逃了出去的话，他一定会被主人大卸八块。于是他面对林玄清来了一个神龙摆尾，巨大的黑龙尾巴扫在彼岸之洲外围的屏障上，使得里面的彼岸之洲发生了剧烈的晃动。全体注意，抓紧传言，千万不要掉到虚空中去了。王林大喝一声，声音传遍彼岸之洲，每个人都全力抓紧船身。可即便如此，强烈的震战之下，还是有人掉了出去。毕竟他们绝大多数的修为有限，根本无法抵挡如此猛烈的摇晃。圣人境和大地境在这一刻真的是连狗都不如。这些掉入虚空中的修士毫无疑问瞬间便成为了黑龙的口粮。而这些修士掉下去之后，船舱中很快就有新的修士顶上。其实混沌吞元龙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阻止彼岸之洲的前进，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想要打乱彼岸之洲前进的方向。毕竟混沌世界之大，只要前进的方向稍微错了一点，就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最后无法前进到出口，横渡彼岸。可问题就在于林玄清手里有地图，而罗盘刚刚他也交给了药尘。只要罗盘在，无论混沌吞元龙如何行动都是没有用的。他们横渡彼岸的方向很快就会被修正，最终横渡彼岸的时间只是早晚而已。没错，早晚而已。混沌吞元龙连续尝试过几十次后，渐渐放弃了。他也看出来了，这些刺激生灵的手中一定有这方混沌世界出口的具体位置。于是他发出如同蝙蝠超声波一样的声音，在空中传播。这种声波可以阻断虚空，是他最后的手段。只见林玄清身前不远处，彼岸之洲的正前方，虚空忽然像瀑布一样向下滚落。这个画面很奇特，让林玄清感到震撼。虚空竟然还能流动！林玄清现在可是混沌之主，是这片世界无敌的存在，但即便是他，也无法做到让虚空像流水一样流逝。这股力量显然超过了混沌世界的认知。林玄清知道，这也应该是他最后的底牌了。转向！面对如此困境，药尘再次让众修士调转方向，企图绕过去。但混沌吞元龙不是傻子，你要调转方向，我自然要在另外一个方向阻断你前进的道路。于是经过数次调转之后，彼岸之洲的周围终于完全变成了连虚空都不存在的虚空。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空间内，所有人无法感知到方向，也无法感知到距离，甚至是无法感知到时间。一切的一切好像都消失了。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家都还存在，彼岸之洲也还存在。这到底是什么？位于甲板下层下世界中的张柳一，还有前元道主陈玉皇等人，透过林玄清开启的窗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惊叹一声后，彼岸之洲忽然发生湮灭。是的，湮灭。就连林玄清都没有想到，系统奖励的道具在这一刻瓦解了。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林玄清突然看到船舱的小世界开始渐渐湮灭，里面的生存空间在指数级的减小。而甲板之上，彼岸之洲的桅杆也开始摇晃，原本挂好的船帆现在也渐渐破碎，就像被火焰灼烧了一般。
丁，宿主，这是因为系统的声音出现，但他这次居然是欲言又止。林玄清赶紧追问道：因为什么？丁，这是因为他出手了。他？林玄清听到这个字后，内心忽然一怔。系统所说的这个他究竟是谁？在这片世界到底有什么人能够无惧系统，甚至是威胁到系统？系统，你不是号称吊炸天无敌的吗？林玄清看着船体继续挖掘，稍稍有些着急。无敌的你连这个都搞不定。面对林玄清的质疑，系统忽然高声反驳：丁，宿主，请不要瞎说，损坏本系统的声誉。本系统乃是系统之中的集大成者，怎么可能如此的弱鸡？船体加固补丁已发布，船舱修复补丁已发布，船身动力系统更新中。连续好几个补丁在系统的提示音下打到了彼岸之舟上，原本快要瓦解崩坏的彼岸之舟开始缓慢的修复，并且变得比之前还要坚固。位于小世界中的张柳一以及无数的修士们看见小世界又开始恢复了，顿觉大喜。他们发自内心的跪在地上，对林玄清顶礼膜拜。而林玄清此刻严肃地对药尘三人发号施令道：继续前进，不要浪费时间。三人得到命令，立刻指挥上亿修士重新滑动船桨，即便前方还是看不见方向，也看不见距离。果然，在彼岸之舟被加固之后，他们竟然顺利地冲出了这片封锁地带。当他们冲出来后，混沌吞元龙瞬间变得萎靡不振。此刻，所有修士全部抬头看着船顶游荡虚空的混沌吞元龙，发现他体内的灵气在一点一点耗散。是的，是耗散，而不是消散。这些灵气从黑龙的体内飘出，但并没有重新回到世界之中，而是消失了。这条巨龙，这是要死亡了吗？甲板之上，人群之中，一位奋力划船的悟道境修士疑惑道。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修士开始疑惑。一段时间后，他们所有人内心的疑惑全部都变成了兴奋。没错，这条混沌吞元龙在大概半刻钟之后真的死了。他体内的灵气全部耗散，他的躯体变得干瘪，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死了，真的死了！哈哈，这条可恶的巨龙被我们耗死了。所有修士在黑龙的双目彻底闭上后变得沸腾。从天域陷落到古界崩塌，再到登上彼岸之舟，横渡彼岸，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这么长过。哪怕是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道主、界主，他们也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紫霄老祖的话，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等待自己的结局究竟是什么。而这也让他们再次感知到林玄清的深不可测。那些熟知林玄清的修士，从一开始到现在，不断的刷新自己对林玄清预估的上限。例如前元道主在初见林玄清的时候，只是以为林玄清是一个联合道境都不是的小角色，但很快他便意识到林玄清可能是古神转世。但随着对林玄清越来越多的认知，他渐渐发现林玄清的修为远超他的想象。林玄清是先天古神，是神王，还是神皇？当12只高主神被林玄清灭掉后，他发现还是低估了自己认下的这个主人。可当他以为这就是林玄清的极限的时候，混沌吞元龙出现了。混沌吞元龙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因为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世上有什么生灵可以吞噬诸天万界。而林玄清扔出彼岸之舟拯救众生，其神通广大，竟然还要远超这条巨龙。直到最后，这条巨龙被活活耗死。主人，您到底是？对于众修士的顶礼膜拜，林玄清早已习惯。只是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明生值这个功能了，不然这一波耗死了混沌吞元龙，不知道要增加多少。不要停下，继续全速前进。林玄清再次发号施令，彼岸之舟甲板上划船的修士们士气旺盛到了极点。刷刷刷，在亡灵三人的指挥下，彼岸之舟的速度比之前快了10倍不止。彼岸地图上，彼岸之舟的小黑点在迅速的往前窜。按照这个速度，林玄清预估最多只需要36个时辰就能横渡彼岸。同一时间，混沌之外，未知的金光之中，那位被金光禁锢住的未知大能脸色略微有些难看，因为他知道自己指尖上的这方混沌世界对于他来说已经脱离了掌控，但是他还可以补救。他催动自己的无上天眼，审视着混沌世界中的林玄清。站在彼岸之舟甲板上的林玄清忽然感到一阵心悸，好像有什么人在偷偷观察我。林玄清的感知很敏锐，因为在这方混沌世界中，他是王者。即便这金光之中的未知大能的威能远超混沌世界的限制，但依旧瞒不住他。果然，片刻之后，这股莫名的心悸消失了，取代而来的是无尽虚空中出现的一根手指。这根手指很大，按照比例对照，比全盛时期的混沌吞元龙还要大上100倍。但由于距离彼岸之舟很远，所以彼岸之舟上的众修士都能窥见全貌。师尊，这是一根手指。亡灵三人示意众修士暂停前进，然后来到林玄清身边。林玄清微微点头，说道：“这根手指从彼岸而来。”彼岸？三人异口同声喊出这2个字。随后，他们冷静下来，追问道：“师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无妨，继续前进，自有办法。林玄清站在船头，负手而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是，师尊。既然林玄清都这么说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切依然在他的计算之中。亡灵三人是这样脑补的，彼岸之舟船上的其他修士也是这样脑补的。其实林玄清哪有什么计算，面对彼岸而来的大能威压，他不需要任何套路，以力破之即可。没错，混沌之主在混沌世界中是无敌的，哪怕你是超越混沌的力量，林玄清也是一样无敌。亡灵三人对着甲板上的修士继续发号施令，
彼岸之舟再次全速启动。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行驶下去，最多只需要1刻钟就会和那根惊人的手指相撞。这艘船能够抵挡那根手指的威力吗？船舱内有修士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混沌吞元龙已经足够可怕，当时差点就把彼岸之舟给毁了。虽然他们的修为很低，但也能看得出来，这根来自彼岸的手指带来的威胁远超那条黑龙。彼岸之舟继续急速前进，那根手指相向而来，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并且那根手指的速度还在加快。差不多了，林玄清淡淡自言自语，面对这根比彼岸之舟不知道大了多少兆亿倍的手指，迎面飞去。彼岸之舟上，所有修士注视着林玄清远去的背影，心中默默祈祷。刹那间，手指如同擎天柱一般落下，是大力沉，光是余威就拥有摧毁古界的力量。林玄清就那么径直地飞了上去，然后也伸出了一根手指。叮，检测到宿主正在使用混沌之主的能力，正在为宿主匹配心中所想的特效 loading。叮，特效匹配成功。林玄清飞到这根巨指的指尖边缘，远远的看上去，他整个人只有一个小黑点那么大。船上的修士们决眦欲裂，想要看清楚林玄清的状况，可林玄清现在距离他们实在是太远了，即便是长生仙阁那些拥有了古神之力的阁主们，也无法看清楚林玄清的具体状况。打个比方，如果你站在地球上，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条件下，让你看清楚冥王星上面的一粒沙子，你能看得清吗？这些拥有古神之力的阁主目前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但很快这种情况就发生改变了。只见那根巨大的手指下，林玄清的位置忽然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这突然迸发出现的光芒在一瞬间便照亮了这整片虚空，其亮度就像宇宙中一颗超新星发生了爆炸一样。彼岸之舟上的修士们赶紧捂住双眼，如果他们直视这光芒的话，一定会瞎掉。林前辈出手了，修士们不敢去看具体的情况，但心中已经出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他们每个人想象中的画面或许有些不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林玄清出手必定是屌炸天的。然而他们哪里知晓，林玄清这爆炸的特效全部来自于他的手指，确切地说是中指。是的，他面对来自这彼岸的未知大能的手指，竖起了自己的中指。使了乐！林玄清口吐芬芳，右手中指直接将这根巨指给顶了回去。混沌尽头的彼岸中，浑身金光的未知大能浑身一哆嗦，因为刚刚林玄清的这一指就像一根尖针扎在了他的右手食指上，剧烈的痛感从他的手臂传导到大脑，让他欲言又止。变数，绝对的变数！他现在已经确信，这第一千方混沌世界中诞生了一个足以威胁到他的麻烦。于是他陷入了短暂的思考之中，究竟要耗费巨大的代价直接毁灭这个混沌世界，还是静静等待这个变数从里面出来？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宁愿背负巨大的代价，也要将林玄清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区区刺激生灵竟然敢在他面前竖中指，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那句使了乐虽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他能感觉出来这句话的含义是嘲讽，并且极有可能是一句很爆炸的嘲讽。使了乐这4个字竟然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旋，甚至是他越是回忆这4个字，其中的画面感就越来越足。他能够感受得到，每当他的脑海中出现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张看上去稍微有些夸张的脸浮现。无暇的金光中，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以至于在下一秒，他不顾自身反噬，缓缓挪动了手臂。之前说过，他是诞生在这片金光之中的，这片金光既养育了他，同时也禁锢了他。因此，对于他来说，改变自己身体的形态，即便是很小的改变，仍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于是，在他手臂移动的瞬间，遍地的金光就如同无数的刺一样，不断的折磨他的身体。他的双腿在这种作用下，竟然开始腐朽了。没错，他移动的是手臂，但反噬却是从身体的下半部分开始的。如果他做出更多的动作的话，这种反噬就会从下往上，一直蔓延到他的全身。不过，好在目前移动的身体部位已经足够帮助他毁灭林玄清所处的混沌世界了。他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拍，就能让这第一千方混沌世界彻底化为尘埃。当然，他拍下去的瞬间，反噬会更加剧烈，有可能会蔓延到他的膝盖上来。但既然决定将林玄清这个变数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就一定会去做。顷刻间，他的手掌落下，如同拍皮球一样重重地击打在混沌世界上。同一时间，林玄清还有彼岸之舟上的修士们感应到了末日的来临。那根巨大的手指确实被林玄清击退了，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整张手掌。这张巨掌笼罩着整个混沌世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落下。叮，检测到屏蔽一切规则的力量出现，请宿主立刻逃离此地，横渡彼岸。系统的声音如约而至，这一次他竟然是让林玄清逃。屏蔽一切规则的力量，林玄清被系统的这句话所惊讶到了。其实早在混沌吞元龙第一次差点摧毁彼岸之舟的时候，林玄清就注意到，或许系统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无敌，在彼岸之地或许就有那么一个逆天的存在，连系统都要忌惮3分。果不其然，在这张巨掌出现之后，系统的这一句话让林玄清确认了这个猜测。按照系统的意思，这张手掌遮天蔽日，所笼罩之处屏蔽了一切规则，就连系统设下的规则都完全屏蔽了。也就是说，系统给林玄清设定的混沌之主，号称混沌世界中无敌的外挂，在这一刻失效了。丁，宿主请不要误会，本系统之所以这么说，是在敦促你快点完成横渡彼岸的任务，绝不会是。系统这一波嘴硬实在是太蹩脚了。
林玄清轻叹一声，随后说道：“急了不是？”定，算了，先不谈这个了。林玄清遥望着还未完全落下的手掌，继续说道：“这手掌笼罩着整个混沌，该往什么方向投？”丁，宿主不用担心，本系统自动帮宿主解决这个问题。彼岸之舟正在升级中 ，loading。短暂的3个呼吸后，彼岸之舟是船身出现了一层装甲，船身的两侧各自安装了3000多万口炮管。丁，彼岸之舟已经升级完毕，请宿主尽快离开混沌世界，横渡彼岸。系统再次催促林玄清赶紧起航。林玄清听得出来，这系统虽然再次加固了彼岸之舟，但应该还是没有底，并不能完全对抗这张从天而降的巨掌。全体都有，速速起航！现在不是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林玄清话不多说，对着亡灵3人摆出前进的手势。亡灵3人自然也是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开始指挥众修士奋力滑动船桨。轰隆隆，这张巨掌掠过虚空，虚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让人感到恐惧。彼岸之舟上，所有修为低于道主境的修士此刻全部失去了修为。我的修为消失了！是这张巨掌，它切断了我们与丹田的联系。修士们惊慌失措地摊开双手，发现体内的灵气全部不再流动。如果把丹田比作水池，经脉便是水管，灵气就像水流一样顺着经脉在周身流动。但此时的情况是，他们丹田中和经脉中原本应该流动的灵气，现在全部都凝结了。是的，凝结，灵气居然像水一样凝结成了冰块。这怎么可能？这是何等力量，简直匪夷所思。原本应该在奋力划船的上亿修士，因为现在失去了修为，根本无法再举起彼岸之桨了，所以彼岸之舟也就失去了动力。尽管船上还剩下一些拥有古神之力的修士，比如长生仙阁的一众阁主，但人数毕竟太少了，因此彼岸之舟停了下来，而巨掌直接拍在船身上。快，全部进入船舱的小世界中！林玄清一声巨吼，但有很多修士都来不及躲闪了。他们现在不过是一群凡人而已，移动的速度很慢，哪怕只是承受那巨掌的掌风，也是一个死字。果然，这一巴掌下来，直接拍死了几千万修士。林玄清掠过彼岸之舟，穿越巨掌的缝隙，施展大神通，将甲板上剩下的修士全部扔进船舱里面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亡灵3人。师尊，勿用担心为师自有安排。林玄清示意亡灵3人不必担心自己，因为他发现，虽然系统说这巨掌能够屏蔽一切规则，但其实他还是拥有神皇的修为。砰！彼岸之舟刚刚才加固的装甲，只一下就粉碎了1/3，力量不小啊！林玄清清空了甲板上的修士之后，朝着彼岸之舟的船尾飞去。那巨掌似乎发现了林玄清的意图，赶紧分出2根手指，试图阻断林玄清的去路。林玄清没有理会，他全力冲向船尾。还好当初获得了一些修为，不然失去了系统给的外挂，这次还真就凉了。林玄清面对船尾，做出推船的姿势。是的，他要推着彼岸之舟前进。林玄清双手撑住彼岸之舟，丹田中的灵气在滚滚咆哮。可以说，在这巨掌的笼罩之下，除了他一人之外，这方混沌世界没有第2个人可以使用灵气了。这是因为系统的作用，巨掌只屏蔽了混沌之主的外挂，但并没有屏蔽掉林玄清的神皇修为。但神皇修为能推动彼岸之舟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区神皇级修为，就算能够推动彼岸之舟，又能有多快的速度？更不要说让彼岸之舟穿过这无边无际的手掌范围了。不过，以神皇之力无法横渡彼岸，那就使用更高的修为。当初林玄清斩杀了那么多的混沌古神，曾经种下的古神之种几乎都还没有使用。本来林玄清是打算将这些成熟的古神之种留给紫霄圣地的弟子使用的，但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面对这个连系统都有点够呛的大危机，他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很容易就狗带了。于是，在林玄清默默推动彼岸之舟的同时，无数的古神之种进入了林玄清的体内。在这些古神之种中，后天古神和先天古神最多，其次是神王和神皇，最少的自然就是12主神的古神之种。当然，在这里效果最好的自然是12至高主神的古神之种。他们的古神之种数量虽然最少，却给林玄清贡献了最多的修为。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吞噬至高主神之种星号1。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吞噬神皇级古神之种星号1。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吞噬先天古神级古神之种星号100。定。顿时，系统面板上出现了无数的提示语，这些提示语差不多和弹幕一样，一条又一条接连而过。林玄清的修为从混沌神皇来到了至高主神，拥有了无上神权，而他此刻的状态也和之前大不相同。拥有至高主神媲美的修为后，林玄清对于混沌世界的感知更深了。他发现这些至高主神虽然拥有极其强大的神权，但这些神权其实都来自混沌深处，而这个混沌深处隐隐约约指向了彼岸地图中标记的混沌尽头。这些力量归根结底其实是来自于混沌之外彼岸之地，这是林玄清的猜想。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是无法将彼岸之舟送出去。林玄清知道，如果这些力量的源头真的来自于彼岸的话，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挣脱头顶的这张巨掌的。毕竟这巨掌的本体所理解到的力量绝对远超于至高主神的力量，并且极有可能至高主神的力量也来自于这巨掌。继续突破，这些还不够。林玄清剩下的古神之种还很多，他还在不断的吞噬。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吞噬至高主神之种星号1。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吞噬神王级古神之种星号10。定，古神之种不断的被林玄清消耗，
而他头顶的那张巨掌伸出来的2根手指，此刻改变了方位，朝着船尾落了下来。林玄清见势不妙，赶紧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一些保命用的道具。丁，宿主成功兑换太古龙魂铠甲。丁，宿主成功兑换彼岸之盾。丁，宿主成功兑换苍天保护屏障。一件又一件超越了混沌规则的道具被林玄清从商城中取出，其中太古龙魂铠甲被他披在身上，用于自保；彼岸之盾则是立于上空，作为第2道屏障。最后的苍天保护屏障是一种大型法阵，用来保护彼岸之舟。可以说，这是林玄清在匆忙之中兑换出来的最合理的道具了。因为这里的每一件其说明信息上都标注着十分显眼的红字“彼岸道具”，但是彼岸道具能抵挡住这从天而降的手指吗？2根巨指铺天盖地而来，就像恒星落到了大地上一般，重重地砸到彼岸之舟上。苍天保护屏障在顷刻间破碎，连一个呼吸的时间都没有撑到。什么？不是彼岸级的道具吗？怎么脆得跟纸一样？面对恐怖的威压，林玄清稍稍有些心惊，但还是在有条不紊地吞噬剩下的彼岸之中。丁，这是因为宿主兑换的彼岸级法阵，其实和这股力量比起来，确实相当于一张纸。丁，而且手指能够戳破纸张，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林玄清，苍天保护屏障破碎，手指的威压侵入第2道屏障，来到了林玄清刚刚才制冷起来的彼岸之盾上。林玄清心想，这玩意儿名字中都带给彼岸，应该要比刚刚那法阵靠谱吧。咔嚓，一声清脆但剧烈的声音出现，林玄清头顶的彼岸之盾竟然像玻璃一样碎裂了。好家伙，这玩意儿比刚才那法阵都还离谱，竟然连半个呼吸都没有撑住。系统，你这他喵的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吧？这么脆的！林玄清不由得大骂吐槽，因为下一秒这威压就要落到他的身上了，而他现在已经有点不相信身上披的铠甲能够抵挡这威压了。果然，巨指的威压直接碾碎了彼岸之舟的桅杆，上面的风帆瞬间成了一堆碎屑。船舱小世界中的众人默默地注视着虚空中孤身一人的林玄清，心中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特别是张柳一，此时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轰隆，犹如雷霆大作，巨指的威压全部汇聚在一起，碰撞成一点，精准地落向林玄清。千钧一发之中，林玄清从系统商城中一连取出了10件彼岸级道具。10件应该够了吧？林玄清抬头凝视着上方，10件彼岸级的防御道具叠在一起，用来抵挡巨指的威压。砰砰砰砰砰砰，响声接二连三进入林玄清的耳朵。这些彼岸道具无一例外的被击破了，挡住了。林玄清清晰的看到，威压虽然势如破竹，但在击碎第8个彼岸道具的时候，明显减弱了90%，而到第9个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威力了。当威压到第10个彼岸级的防御道具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把前面破碎的苍天保护屏障和彼岸之盾加起来，这2根手指的威压破坏了11件彼岸道具。11件彼岸级的道具才抵挡了2根手指的普通一击，这彼岸之地的幕后黑手有点东西。林玄清虽然感叹这未知大能的手段通天彻地，但面对现在的情况，他已经不慌了。毕竟换算下来，平均 5.5 件彼岸道具抵挡1根手指的力量，其实不贵。为啥？因为系统商城里面的道具，目前林玄清可以随便拿啊。尽管彼岸级的防御道具并不是很多，但林玄清大概看了一下，系统商城里面保守估计还有几百万件。是的，你没有听错，几百万件。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这些道具都是无限的，只是一种道具兑换光了之后，它会进入一个冷却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冷却时间的缘故，林玄清才估算出了几百万这个数字。彼岸之地2根手指的威压没能杀掉林玄清，显然超出了未知大能的预料。他此刻很惊讶这个小小的刺激生灵为何能取出这么多超越了混沌规则的道具。他诞生于金光之中，自然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刚才林玄清拿出来的10多件东西全部都拥有金光的力量。他还是保持着沉默，但与刚才不同的是，他变得更加愤怒。如果说林玄清竖中指对他造成的愤怒值是10的话，现在他的愤怒值至少已经超过了100。他必须要搞清楚金光的力量，这个刺激生灵是怎么得到的。于是第2波威压很快就来了。这一次他不再保留，整张巨掌对准了林玄清，全部拍了下去。当然，这里所说的拍下去还是指的威压。疯狂的威压又一次汇聚在了一处，朝着林玄清的脸无情地落了下去。由于刚才林玄清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会儿的他已经吞噬了一大部分的古神之重了。此时他的力量已经来到了至高主神的极限，原本混沌古神族拥有的所有神权，现在尽数属于他了。也是这个时候，林玄清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推动彼岸之舟了。走你！面对巨掌落下来的无穷无尽威压，林玄清暂时没有理会，而是奋力推动着彼岸之舟。彼岸之舟在这股推力之下缓缓启动，但速度奇慢。不过这个速度也在林玄清的预料之中，因为这表面上只是在推动一艘小船，但实际上是在推动一个小世界啊！以至高主神的神力，让一方容纳无数人的小世界前进，已经是奇迹了，还是差一点。林玄清继续吞噬剩下的古神之种，并且同时通过系统商城兑换防御用的彼岸道具。拼财力的时机到了。林玄清话不多说，按照 5.5 比1的比例取出了50件防御用的彼岸道具。不要问林玄清为什么多取出来了这么多，因为有钱任性。当然他绝对不是因为怂才多取出这么多的，绝对不是。50件彼岸道具有法阵，有兵器，有符箓，他们全部列成一条直线挡在林玄清的前面。巨掌的威压瞬间击穿了10件彼岸道具的防御，
摧枯拉朽一般。但和之前一样，林玄清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威压的力量已经减少了很多。果然，当剧长击破第25件彼岸道具之后，余下的威压只剩下一层。这仅剩的一层威压是绝对不可能破坏掉剩下的彼岸道具的。林玄清趁着这个机会施展修为，再次推动彼岸之舟。彼岸之舟在虚空中第二次徜徉起来，朝着预定的路线前进。此刻，位于彼岸之地金光中的未知大能不顾更多的反噬，挪动了另外一只手臂。在他看来，如果一只手不行，那就两只。同一时间，彼岸之舟船舱内的众人忽然发现，他们的头顶出现了第二只巨大的手掌。还来！林玄清冷冷一笑，干脆直接摊牌。一件又一件彼岸道具被他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他一次性取出了1万件彼岸道具，这1万件彼岸道具横在虚空之中，对彼岸之舟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条类似天河的链条。于是，尽管这位位于彼岸之地的大能使出了双手，但还是无法奈何林玄清。他连续几个巴掌下去，一共就敲碎了100件彼岸道具，但他需要承受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金光从他的脚底不断往上蔓延，此时已经快要覆盖到他的膝盖。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试图将林玄清扼杀在混沌世界之中，就必须动用更多的手段。但同时的，他也会面对更多的反噬，这个代价太大，他承受不起。金光蔓延到膝盖，他尚且可以通过岁月的洗礼去缓慢调理，但如果一直没到腰部往上，他也要面临生命的危险。他依然保持沉默，不过现在的他愤怒已经褪去，他现在只能等待林玄清从第1000个混沌世界中出来了。于是他挪动双臂，将自己的2只手掌从这方混沌世界中收回。林玄清抬头看见2只手掌在缓慢后退，有些疑惑，怎么回事？这就退回去了。他自认为，虽然这1万彼岸道具看上去数量挺多，挺唬人的，但如果真要一直拍下去，估计也就不到半个时辰就能全部毁掉。这彼岸之地的幕后黑手就这样放弃了，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丁，恭喜宿主吸收完全部古神之种，修为正在突破中 ，loading。正当林玄清思考的时候，系统提示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哦，古神之种全部吸收完了。林玄清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发现修为已经到了至高主神的临界点。突然间，他的丹田之中所有的神力和灵气全部汇聚成了一个球，紧接着这个球不断的坍缩，渐渐形成一个黑点，到最后这个黑点破裂开来，绽放出一道金色的光芒。修为突破成功。丁，恭喜宿主成功突破至彼岸境。林玄清的丹田绽放金光的同时，系统面板上他的修为这一栏更新了，他的修为从至高主神上升到了彼岸境。彼岸境横渡虚空，即为彼岸，达到此境界，寿元不灭，神通无限，吞吐之间便是一方世界。原来至高主神之上叫做彼岸境，虽然这个境界的名字听上去也不差，但林玄清总觉得有些草率。好家伙，横渡彼岸就叫彼岸境是吧？那为啥不叫横渡境？当然，吐槽归吐槽，林玄清还是感受到了彼岸境和至高主神境明显的不同。首先，他的丹田里面的那道金光和以前的神力以及灵气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简单的说，这金光中储存的能量远超神力和灵气。林玄清粗略估算了一下，这拇指大小的金光团，起码就有一个古界的灵气能量全部加起来那么多。这种变化就有点像原来还在烧锅炉的村民突然掌握了核动力炉一样。如此庞大的能量要推动彼岸之舟，简直就是跟玩一样。林玄清已经跃跃欲试，他想要知道彼岸境的威力究竟有多强大。于是他朝着彼岸之舟的船尾就是一推，彼岸之舟在这一瞬间咻的一声窜了出去，如同火箭。我靠，我都还没有用力就跑这么快。其实林玄清刚才只是轻轻推了一下，大概用了全力的1成而已，因为他害怕自己没控制住力道，直接把彼岸之舟给毁了。可结果却是让他没有想到，如此随意的一推，居然让彼岸之舟的速度达到了之前的几万倍。由于没有巨长的阻挡，彼岸之舟在虚空中畅通无阻。船舱的小世界内的修士们修为已经回来，所以也能够承受彼岸之舟这样的速度。林玄清赶紧跟上去，心想按照这样的速度，原本需要几日才能横渡彼岸的时间，现在估计只需要1-2个时辰了。而另一边，此刻的彼岸之地，那位沐浴在金光中的大能正在处理自己双腿的反噬。当然，他同时也注视着林玄清的动作。林玄清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远超之前，这让他很好奇。通过天眼，他看到了林玄清丹田里面孕育出来的那一小撮金色的光芒。这金色的光芒虽然不多，但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就是和他身旁的这些金色光芒一样的创世之光。创世之光，这是他对这种金光的叫法。因为这些金光不只孕育了他，同时也孕育了这1001个混沌世界。可是为什么区区一个次级生灵能自己产生创世之光？他依然保持着沉默，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沉默中满含着震惊。再有大约2个时辰，不，也许是1个时辰，这个原本不起眼的次级生灵就要从这方混沌世界中窜出来了。在林玄清没有突破至彼岸境之前，他想要拿捏林玄清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现在林玄清拥有了创世之光的力量，他就不敢断言自己还能如此轻易的灭杀林玄清了。因为他和林玄清不同，林玄清似乎是以创世之光为力量的源泉，而他却是视这创世之光为牢笼，一个是利用，一个束缚，这怎能让他不担忧？更要命的是，他无法确认林玄清从混沌世界中出来之后，修为会不会还有突破，因为这里的创世之光无穷无尽，万一他一来到这里，将其全部吸收进丹田中，增强实力怎么办？犹豫不安渐渐在他心中蔓延。1个时辰的时间转瞬即逝，虚空中林玄清毫不费力地推动着彼岸之舟前进，
比他预估的时间还要早的来到了混沌世界的尽头。他手中的彼岸地图，彼岸之舟的那个小点儿和混沌尽头的小点重合了，而他还有彼岸之舟上的所有修士，此刻看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壮丽奇观，有点像光晕，也有点像彩虹。林玄清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看到的一切，各种色彩全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环，光彩炫目，耀眼无比。船舱内的一众修士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切，所有人都愣住了。彩虹海，赵毅修士中不知道是谁说出了这么一个词，像彩虹形成的海洋，这个比喻其实很恰当。这里就是林前辈所说的混沌世界的尽头吗？穿越这片色彩斑斓的区域，我们就能抵达传说中的彼岸。尽管彼岸之舟还没有穿越混沌尽头，船上的修士们就已经开始沸腾了。这里可是彼岸啊！彼岸到底有什么？是危机四伏的地狱，还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天国？没有知道，林玄清也不知道。所以他们所有人既紧张的兴奋，同时也感到一种未知的恐惧。张柳一透过船舱的窗口，微笑着望向船尾的林玄清。林玄清注意到了他，同样也还以微笑。两人互相注视，短暂的时间过去，林玄清示意船舱里面的人们出来。甲板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汇集在一起，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的蚂蚁在攒动。彼岸之舟的空间很特殊，甲板上看上去空间并不大，但实际上相当于10几个太虚古街那么大。所以，即便所有人全部来到上面，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站。此刻，林玄清飞到甲板上空，摆出经典的姿势，负手而立。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发号施令道：“全体都有，准备横渡彼岸。”话音落下，王林、唐三还有药尘3人立刻指挥修士们拿起船桨。是的，林玄清要让所有人共同见证这横渡彼岸的伟大时刻。起航！王林高声嘶喊，胸中的激动完全按捺不住。彼岸之舟缓缓前进，朝着那巨大的彩色圆环行驶而去。彼岸之地，金光中的未知大能此时也绷紧了神经，目不转睛地盯着混沌世界的出口。他要在林玄清这群刺激生灵出来的瞬间将其灭杀，不会给林玄清任何的机会。混沌的虚空之中，彼岸之舟距离出口越来越近。此时，他们身边的世界从漆黑深邃的虚空变成了一幅彩色的图画。这些滴滴点点的色彩蔓延着，比星空还要璀璨和美丽。如果要做一个确切的比喻的话，这种感觉就像置身在各种色彩涂抹着的油画之中。前进4！药尘高举手臂，示意所有水手卯足马力，不需要任何的转向。甲板两侧上翼的修士紧握住彼岸之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遗余力地前后波动。彼岸之舟的速度越来越快，距离那壮丽的圆环越来越近。当他们越靠近圆环的时候，感觉到的色彩就越艳丽。与此同时，当他们距离圆环一定距离的时候，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斥力。这种斥力让彼岸之舟的船身震颤，甲板上的桅杆开始曲折，近乎断掉。位于甲板上空的林玄清也感受到了这股明显的斥力，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整个混沌世界在排斥他们一样。因为包括林玄清在内，这里的所有生灵全部诞生于这片世界之中。生灵诞生于世界，自然要受到世界的束缚。所以，当他们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的意志会本能地拼尽全力去阻止他们离开。可是，这片混沌世界的意志真的能够阻止林玄清他们离开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彼岸之舟已经被系统加固过，船身周围还有那么多的彼岸级的防御道具呢。因此，即便彼岸之舟的船身此刻已经开始震颤，但它依然还在前进。周围漂浮着的彼岸级防御道具在混沌世界强大的斥力噼里啪啦的破碎，就像过年时候鞭炮的响声一样。1件、2件、3件、10件、100件、1000件，彼岸之舟周围的彼岸级道具不停地粉碎，震荡出强大的气浪。这些气浪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强大的能量竟然让圆环周围的色彩都有些紊乱了。不要犹豫，继续向前！药尘再次挥动手臂，示意众修士划船前进。修士们刚才差点恍惚，被药尘的声音惊醒之后，这才继续卖力摇动船桨。彼岸之舟保持着刚才的速度，距离圆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在大约1刻钟之后，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圆环中间那散发着金光的小出口了。诸位道友，快看，出口！我们要到出口了！甲板上已经分不清是谁喊出了这句话。是的，现在他们已经看到出口了，混沌世界真正的出口。水手们更在卖力了，船体在虚空中再次加速。而林玄清遥望着那小出口中溢散出来的金光，若有所思，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金色的光芒竟然和自己丹田中的金光同源。系统，这金光究竟是什么？林玄清想到呼唤系统，希望系统能够给他一个确切的解释。可系统在这会儿突然保持沉默，就好像宕机了一样。系统不给回复，这再次让林玄清感到惊讶，因为按照系统的尿性，不会如此淡定。横渡彼岸，彼岸镜，幕后黑手，金光。林玄清反复念叨着这几个关键的词语，脑海在不停地思考。可他已经来不及思考了。当彼岸之舟已经足够接近出口的时候，原本混沌世界带来的排斥力，在这一瞬间突然变成了吸引力。那方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的小出口，就好像黑洞一样，在疯狂地拉扯着林玄清和彼岸之舟。林玄清和彼岸之舟一起，在这股巨大的引力下急速下坠。诸位道友，快快抓住周围的扶手，不要被这引力给甩了出去！长生仙阁的众位阁主在甲板上提醒着中众修士，但他们的提醒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强大的引力将许许多多修为低下的修士生生地从彼岸之舟中甩了出去。100万、1000万、1亿、10亿、100亿、1000亿，人族、妖兽以及各个种族修为低于悟道境的生灵全部难逃一劫。哪怕
他们见势不妙，躲进了船舱的小世界中。这股强大的吸引力似乎不受任何限制，就像一个过滤器，只要你的修为低于某一个阈值，就必须要被甩出去。林玄清的任务面板上，横渡彼岸这个任务的评价陡然降低，从 SSS 掉到了 S， 并且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可现在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拯救那些修为较低的生灵们的性命了，因为他们被吸引力甩出去的一瞬间，就化为了一团血雾，消失在了这色彩斑斓的大圆环之中。这一刻，林玄清似乎突然悟到了，为何这混沌世界的出口拥有如此巨大且璀璨的一个圆环？难道说，这色彩绚烂的圆环其实就是这世界中无数的生灵血雾的汇聚形成的？林玄清微微一怔，是的，血雾。不同种族的生灵血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并非都是红色。例如鬼族，他们的血液大多都是绿色，而修罗族基本上都是蓝色。林玄清放眼望去，惊奇地发现，这圆环周围的颜色正好可以和所有种族血液的颜色一一对应起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方混沌世界可能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轮回，曾经不知道多少岁月之前，肯定也有无数的生灵来到过这个地方，在这里留下了无比悲壮的一笔。不过现在并不是悲伤的时候，他们正在急速下坠，此时已经彻底接近混沌出口的核心。这一刻，周围的世界在引力的作用下，完全变成了一条又一条的狭窄细线。十几个呼吸过后，这些细线渐渐缩成了一个点。在十几个呼吸过后，这些点在他们的眼中不停地晃动。最后十几个呼吸过后，这些小点也消失了。彼岸之洲周围的彼岸级防御道具全部损毁，被碾压成了粉末。刺目的金色光芒映入了所有人的眼帘。林玄清带着这片世界还活着的生灵来到了彼岸之地。彼岸之地究竟是何种存在？这个问题，当林玄清和其他所有人真正踏足此地的时候，终于解开了。传说中的彼岸之地，除了充斥着无边无际的金色光辉之外，竟然什么也没有。林玄清等人原本猜测，彼岸之地有可能会是一座大陆，也可能是一颗星球，还可能是和太虚古界一样的空间。但当事实摆在他们眼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金色，到处都是金色，耀眼的金色，透明的金色，弥漫的金色。这些金色切割了这世间的一切法则，时间、空间、五行、阴阳，导致林玄清他们站在这里都是格格不入的。是的，他们和彼岸之洲是彼岸之地唯一存在的物体，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岛屿，悬浮在汪洋的大海之上。传说中的彼岸之地啊，这里就是传说中世界的尽头吗？为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什么都没有？这些金光是什么？看上去就好像最为纯净的能量体。甲板上，修士们睁大了眼睛，东张西望，仔细又谨慎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此时的他们就像刚刚才咕咕坠地的婴儿一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师尊，那两张巨掌应该就来自这个地方吧？王林虽然也好奇彼岸之地的一切，但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当时阻止他们的那两张巨掌。林玄清微微皱眉，因为他刚才已经探查了周围差不多上亿里的空间，并没有发现除了他们之外还活着的生灵。是的，林玄清突破至彼岸境之后，神识探查的范围呈指数级的增长。如果他愿意的话，莫说上亿里，百亿千亿里也是可以探查的。师尊，王师兄，会不会是因为彼岸之地太大了，所以那幕后之人目前距离我们很远？药尘凑过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乾元道主和其他几位原来太虚古界的道主此时也来到了林玄清身旁，都觉得药尘说的有些道理。就在这时，系统完成任务的声音响起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主线任务4，登临彼岸，评价等级 A， 奖励正在发放中，请宿主耐心等候。听到熟悉的系统声音，林玄清稍微愣了一下。刚才在横渡彼岸之前，系统一直在装死，现在终于出来了，那个问题应该要回答了吧？林玄清抓住这个机会询问道：系统，这金光究竟是什么？他现在虽然也很关心主线任务4的奖励，但更关心的还是这金光是什么。可系统就像没有听到他说话一样，自动过滤了这个问题，继续为林玄清发放奖励。叮，奖励发放成功，创世之金星号1，一颗无色的宝石出现在林玄清的眼前，并且自动排斥了周围的金光。林玄清见系统没有要回答的意思，只好叹了一口气，开始打量这特殊的晶体。师尊，这是什么？创世之金漂浮在林玄清身前1尺的距离，周围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林玄清查看了一下创世之金的介绍，创世之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创世之金顾名思义，乃是创造世界的本源晶体。创造世界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林玄清接过这只有拇指大小的无色结晶，说道：可是这和开辟小世界有啥区别？修士吞吐天地灵气，修炼到一定境界后，就可以掌控空间法则，开辟独立的空间。比如悟道之前的张柳一、北海大帝，他的行宫之中其实就有他开辟出来的暗示。当然，地境的修士修为还是略低了一些，对于空间的运用还很浅薄，自然开辟不出很大空间。当年的张柳一其实最多也就可以开辟出紫霄圣地那么大的空间。不过到了悟道境之上，例如乾元道主这样的道主境，可以开辟的独立空间就非常可观了。当初到主境的乾元道主用尽全力的话，至少可以开辟出一个皇朝那么大领土的空间。再比如一些等级很高的炼器师，也可以炼出来一些拥有独立空间的鸿蒙道宝或者混沌之宝。例如亡灵奇遇得到的天逆珠子就是这个类别的宝物。丁，修士开辟出来的空间本质上来说还是处于主世界法则之下的次级空间。面对林玄清的这个疑问，系统又开口解答了。丁，就拿天逆珠子举例，一件鸿蒙道宝，其中的法则虽然超越了下界的天域，但始终受限于魂虚古界。
林玄清也没有继续纠结金光的问题，他听了系统的解释后说道：“这么说来，这创世之金可以创造出不受限任何规则的世界。彼岸之地呢？彼岸之地的规则也限制不了。”丁，没错，就是这么牛逼。系统给了林玄清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随后，他立刻发布下一个任务。丁，宿主触发最终任务。丁，最终卷，创世神话。任务目标：使用创世之金、混沌之气、不朽金光、规则之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安置好所有生灵，完成移民。注意，本任务不设置任何时限，也没有任何奖励，宿主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完成。系统面板上最后一个任务是用非常醒目的红色字体发布的。林玄清只一眼就从这个任务中看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不朽金光。原来这金色的光芒叫不朽金光。刚才系统一直不回答的东西，林玄清在任务描述中找到了答案。创造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世界，要用到这些金光。可是他该如何收集这些金光？还有里面提到的混沌之气又是什么？是混沌世界中的一缕气息，还是混沌世界中的其他东西？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混沌世界啊，总不能再返回去吧？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规则之骨，更是让人一头雾水。规则的骨架，这玩意儿听上去太抽象了吧？系统，要不然你再解释一下？林玄清询问系统，希望他能够具体说明一下这些东西具体该怎么得到。可系统只是弹出了几件东西的简约描述：混沌之气，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混沌之气，上凝为天，下沉为地，万物始分。不朽金光，能量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相互转化。不朽金光，世间万物的一切能量。规则之骨，世界的基本运转一定遵循某种模型。规则之骨，世界运行的骨架。对于这些描述，其实系统就算是不给出来，他目前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了。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需要知道这几样东西该从哪里得到。就像玩游戏，有一些极品道具必须要某些 BOSS 才能爆出来，那你好歹得告诉玩家该打哪些 BOSS 吧。师尊，您怎么了？王林等人看到林玄清喃喃自语的样子，疑问道。林玄清回答道：没什么，为师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主人可是在想接下来该如何安置众人。前元道主就像林玄清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一眼就揣测出了林玄清的心思。没错，林玄清现在的确是在思考该如何安置所有人。彼岸之舟里面的空间虽然很大，自成一方独立的小世界，但灵气的总量却是有限的。强大的修士寿元虽然可以接近无限，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吐纳天地灵气的。没有灵气，修士就会死去，更不要说传宗接代了。系统发布了最终任务后，林玄清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所以，系统你才发布了创世任务吗？林玄清再次阅读了一遍创世任务所需要的几样东西：创世之金、混沌之气、不朽金光、规则之骨。他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徒儿，你们三人各自带一队人去找几样东西。虽然是一头雾水，但也不至于是寸步难行。林玄清觉得，既然系统已经列出这几样东西了，那这彼岸之地肯定是存在的。王林，你带一队修士去想办法收集一下周围的这些金色光辉。药尘，你带一队修士回头去看看混沌世界的出口还在不在。唐三，你和长生仙阁的诸位阁主一起去周围探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存在。林玄清分别发布任务，王林三人应声接下。很快，彼岸之舟的甲板上大约有1000万多修士在王林和药尘的带领下出发了，而唐三则是和长生仙阁的众多阁主一起朝着更深的彼岸探索。显然，林玄清的想法是让王林一队人想办法收集所谓的不朽金光，药尘那边则是看看混沌世界的出口有没有提到的混沌之气。至于唐三这边，之所以要他和长生仙阁的阁主们一起去，是因为他隐隐约约觉得找寻规则之骨最为凶险，需要一些修为更高的修士去探索。毕竟长生仙阁的众阁主是拥有古神之力的，有不少神王级实力的人存在。看着王林等人不断的远去，彼岸之舟甲板上的众生此时也收回了对彼岸之地的好奇。登临彼岸的兴奋感已经消失殆尽，现在的他们开始嘈杂，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地方的恐怖之处。这里没有灵气，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里，肯定会死的。修士们中间传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一句，会死。修士修长生，其实心中最恐惧的就是死亡。如果说横渡彼岸还不能活下去的话，他们之前所努力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徒劳？他们不想。于是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汇聚到了林玄清身上。他们看到林玄清派了王林等人去四周打探，心中无比希望能够一个完美的结果。可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的。王林他们已经出去了很久，仍然没有消息。因为彼岸之地没有时间的概念，甲板上有很多修士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强行计时。5个时辰了，他们还没有回来。11个时辰了，还没有任何消息吗？已经整整2日了，好像对于修仙者来说，几日时间其实很短，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已。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中，却显得尤其漫长。7日已经过去，王林等人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甲板上，人群之间开始蔓延出一股焦虑，甚至是焦躁。有人猜测，王林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不过，这一切还是在林玄清的预料之中的。林玄清坐镇彼岸之舟，同时也在用神识不断地探查周围的情况。7日下来，他的神识已经覆盖了周围几千万亿里，王林等人探索的程度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其实林玄清不只是在寻找创世需要的那几样东西，同样的，他还在探查之前那幕后之人。只是他想不明白，当时那2张巨掌背后之人为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按理来说，林玄清等人横渡了彼岸，
不是正好落入他的下怀吗？带着这个疑问，林玄清继续用神识探查。时间继续流逝，很快1个月就过去了。王林等人还没有返回，林玄清也还没有找到那幕后之人的任何线索。紧接着3个月过去了，彼岸之舟甲板上的修士们如坐针毡，精神状态极差。最后本年过去了，林玄清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王林等人这半年来会不定期的派人返回汇报他们的情况，同样也是一无所获。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林玄清站在彼岸之舟上方，注视着脚下有些挣扎的人群，突然间发现这或许是一个陷阱。这里真的是彼岸之地。想到这一点，林玄清的后背忽然隐隐发凉。后知后觉了，后知后觉了。林玄清闭上双目，脸色不太好看。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这里的确是彼岸之地，毕竟系统任务都完成了。但是这不代表他们真正登临了彼岸，因为这里很有可能是那幕后之人布下的一个永恒的牢笼。永恒牢笼，林玄清想到这个词后恍然大悟。难怪他们来到彼岸之地后没有被那幕后之人围追堵截，难怪林玄清无论怎样用神识探查，在这所谓的彼岸之地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其实被困在牢笼里面，对于林玄清来说这不算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被困在这样的地方，系统竟然没有提示。正是因为系统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他们才在此地待上了1整年，才发现异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林玄清只好先传讯让王林等人返回。王林等人收到林玄清召回的讯息后，立刻带着所有人全速返回。甲板上，彼岸之舟的众多修士也被林玄清告知了这个信息。他们被关在了一座未知的牢笼之中。这个消息先是让众人感到惊异，随后是恐惧。他们恐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牢笼居然让强大如斯的林玄清林前辈过了1整年的时间才察觉到。顿时间，甲板上的赵毅生灵焦躁不安，这份焦躁在人群中不断的传递，愈演愈烈。林玄清没有管他们，因为面对目前的困境，这种焦躁是管不住的。而且林玄清现在也没有功夫管他们，当下之急是尽快找到这未知牢笼的出口。看来这彼岸之地的那位幕后之人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个牢笼之中。林玄清低着头陷入了沉思之中。那么这座牢笼究竟是阵法，还是什么其他的神通，亦或是某种彼岸级的法器？林玄清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都没可能。阵法和神通，这是他们这种修士使用的手段。这位幕后之人乃是彼岸之地的某种存在，恐怕不大可能使用这2种手段。而且这位未知的幕后之人究竟是不是人都还要另说，毕竟他也有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意志，就像天道化身一样。至于彼岸级的法器，林玄清想想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如果只是彼岸级的法器的话，以系统的能耐不可能检测不到的。而且说实话，彼岸级这个等级实在是太低了，林玄清自己就能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一大把出来。对了，系统。想到这里，林玄清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系统这里。自从系统发布主线任务4以来，一直都有点畏畏缩缩的，和往常的状态不太一样。要知道，以前的系统可是狂的一逼，动不动就是秒天秒地秒空气。但最近所有关于彼岸之地的信息，林玄清问起来，系统都是支支吾吾的。于是林玄清再次呼唤系统，希望从他这里找到答案。系统，出来解释一下吧。他叫了一声，系统并没有应答，只是系统面板孤零零的显示着。又装死，童子啊，几天不见，这么拉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以前系统在他面前总是牛逼哄哄的，这会儿林玄清见他有点怂，故意笑话他。果然，毕竟是高度智能化的系统，激一激还是有用的。当他听见林玄清笑他拉的时候，立马就应声了。丁，本系统什么时候拉过？宿主不懂，沉默是金，本系统是在。还不等系统说完，林玄清立刻追问道：童子，那你现在就说吧，这牢笼怎么破？丁，破不了，没那个能耐。还是说，其实你在那幕后之人的眼中是个弟弟？丁，宿主你不懂，其实……哦，我懂了，连弟弟都不是，是弟中弟。林玄清好不容易看到系统这么的怂，总得好好把握机会，狠狠的嘲笑一波。可系统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林玄清心头猛然一颤。丁，宿主，事已至此，本系统也就不瞒你了。丁，宿主猜测的确实不错，目前你们是被困在那人设下的牢笼中了。这个牢笼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很难解释其具体是如何存在的，所以并不像阵法那样有阵眼可以破解。丁，但是宿主你要知道，虽然这永恒的牢笼是某种超凡的手段，不太容易解开，但并不意味着本系统就解不掉了。其实宿主你永远可以相信本系统的，只是……说到这里的时候，系统稍微停顿了一下，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继续说下去。丁，本系统不是不能解，而是不愿意解。丁，因为这牢笼一旦解开，宿主就要直接面对他，而他，系统提到的他，自然就是林玄清心中所想的幕后之人。当系统说出那个人是谁的时候，颤动的心跳让林玄清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林玄清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那个人的身份让世界上最大胆的编剧也不敢这么编写。可事实偏偏就是这样，林玄清就算再不相信，也得相信。没错，那个所谓的幕后之人，其实就是林玄清自己。准确的说，是100多年前的林玄清，是穿越到这个玄幻世界之前的林玄清。这真的是这样？林玄清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顿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不真实。然后他又看向彼岸之舟，看向彼岸之舟甲板上沮丧到极点的人们。他还看向了周围，
那茫茫无际的金光。丁，宿主，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打破这个牢笼的。丁，彼岸之舟的中储存的灵气至少还可以支撑这些生灵存活1000年，宿主你也可以在这最后的1000年时间内享受美好的穿越生活。丁，本系统的商城兑换功能将永远对宿主开放，定期刷新各种道具。丁，当然，宿主也可以趁着这1000年的时间，尽全力寻找除了创世之金的另外几件道具，完成创世任务。创世任务，林玄清的心跳越来越快，脑袋也越来越晕。他嘴里面反复念叨着创世任务这4个字，想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到最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林玄清的眼神迷茫，是因为他记起来了很多东西，这些记忆是他这具身体前世记忆中缺失的那些碎片。难怪最后一个任务是创世任务。林玄清苦笑，他已经明白了一切。系统，你是希望我留在这里的吧？哦，不对，确切的说，你本来就是我的意志。定。林玄清抬头，虽然上方并没有天空，从一开始，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穿越到了所谓的玄幻世界。这个世界虽然五颜六色，很真实，但却有巨大的破绽。修士们飞天遁地，劈山断海，凭什么在林玄清面前，统统都是秒杀？秒杀大，秒杀界主，秒杀至高主神，甚至如果林玄清想的话，可以秒杀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生灵。这其实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本来就是林玄清的梦境中而已，在梦境中，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所以林玄清是超凡意志，别人不是。丁，宿主，其实每一次轮回，你的这具意识都会降临在1001个混沌世界中的一个。丁，幕后的你每次都在寻找你的这具意识，所以这1001个世界一直在不断的轮回。系统提到了轮回，他告知了林玄清，在林玄清所处的梦境之中，一共有1001个子梦境，也就是混沌世界。而这些混沌世界之中，又分为几十个2级梦境，一般被称为古界。至于古界下面的3级梦境，也就是所谓的下界天域了。林玄清的这具意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轮回了无数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彼岸之地的另外一具自己的意识。林玄清自己的2个意识，就像猫捉老鼠一般，一直维系着一个微妙的平衡。这得益于林玄清的这具意识，每次都悄然躲在一处3级梦境之中。这一次轮回的他，藏身之处在妖神天域之中，整得和盗梦空间似的。林玄清无奈摇头，自嘲一笑：什么子梦境、2级梦境、3级梦境的，这只不过是他这个懦夫逃避现实的手段罢了。此时的林玄清已经完全想起来这场梦境诞生的原因了。林玄清本名林凡，只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而已。他和绝大多人一样，按照父母定下的既定轨迹念书，然后将来平凡的过完一生。从小学到中学，然后再到大学，林玄清的人生没有任何波澜，因为几乎所有人的人生都没有什么波澜。大学毕业后，他和其他人一样找工作、租房子，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实习期还没过，就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被公司无故辞退了。家境并不殷实的他，只能继续新的一份工作。虽然新的工作和以前并没有太多差别，被领导阴阳怪气，他只能忍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父母也渐渐老去，家里面需要用到的钱会更多。是的，和每个人一样，他也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可是这样的责任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直到老父亲重病去世的那一晚，他酩酊大醉，他不明白为什么平凡的人生总是那么的坎坷。于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决定得过且过，不爱惜身体，生活作息不规律，所以他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再打扮自己，所以平时经常随意穿着一个拖鞋就出门。当然，逃避现实最好的解药是游戏和小说，因为在那里他能够短暂的忘记一些痛苦。时间悄然流逝，终于在某一个夜晚，他迷迷糊糊的入睡，再也没能醒来。他只记得那一晚，他那年迈的老母亲拖着沉重的身躯，焦急地拨打急救电话的样子。是的，这一晚他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无比玄幻的世界。得益于经常看网络小说，所以这个玄幻世界什么都有，有修炼等级，各种宗门，各式各样的桥段。得益于游戏，他拥有了自己的外挂系统，里面有商城，有抽奖，有类似于点券一样的名声值，当然还有任务面板。因为胃病，所以他第一个从系统里面抽到的道具总是健胃消食片。因为他不修边幅，所以人字拖和白背心在这里是如同至宝一样的灵气。一切的幻想都来自于真正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给出的神级道具总是那些生活中看似很不起眼的东西，什么洗发水、沐浴露，什么功能饮料，什么豆浆稀粥。此刻林玄清伸手去触摸眼前的茫茫金光，自言自语道：彼岸之地，难怪我要叫你彼岸之地。这些金色的光芒其实只是无尽的迷雾，是梦境与现实的分界线。一旦林玄清下定决心打破这迷雾，他便能真正的横渡彼岸，回到现实世界。系统提到的1000年光阴，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他最后的生命而已。在那里，他剩下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或者是几个时辰，甚至只剩几分钟。但这里是梦境，梦境的时间和现实总是不同的，但再不同也在缓慢流逝。1000年是这里可以支撑的极限，一切只看林玄清自己如何选择。丁，宿主是否要选择打破牢笼？如果宿主决定的话，本系统可以立刻接触此地的限制。林玄清摇了摇头，他现在还没有想好。他低着头看向甲板上的张柳依，然后缓缓落了下去。他收敛了心境，收拾了脸上迷茫的表情。甲板上的修士纷纷给林玄清让道，张柳依微笑着迎了过来。老公，是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张柳依靠在林玄清的肩膀上，轻声问道。在林玄清面前，他永远都是这副模样，
也不怕被周围的其他修士看到。林玄清点了点头，也报以微笑。这幕后之人确实有点手段，不过问题不大。张柳一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低头轻轻抚摸着腹中的胎儿。修道之人的子嗣和寻常凡人不同，怀胎的时间长短不定。比如这名的哪吒，殷夫人怀了3年0.6个月。诸位道友，暂且返回船舱小世界，本座已有破解之道，勿要惊慌。林玄清对甲板上所有修士宣布道。林玄清当众说出这个消息，无疑是在所有人心中打下了一针强心剂。但是由于大家都在船上困了1年了，加上人数众多，总会有一些人还有一些担忧。其中就有来自无量古界的几位道主。无量古界除了界主李天元之外，现在彼岸之洲上还有13位道主境的修士存活。其中除了新手道主之外，剩下所有道主都有些怀疑林玄清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暂时平复大家焦虑的心情。至于是不是真的有破解之道，他们认为林玄清大概率是没有的，但又碍于林玄清的威严，所以他们也不敢直说，只能旁敲侧击。林前辈，您的破解之法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千灵道主在众人的推让下鼓起勇气，从人群中跃起，来到林玄清身前，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个问题一出，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林玄清的回答。如果林玄清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估计刚才林玄清的话确实就是为了稳定住大家而已了。林玄清听到问题，转头看向低着头的千灵道主，给了千灵道主巨大的压力。他有些担心，万一林玄清若是性格暴戾，一招将他杀了都不稀奇，都没地方说理去。李天元见到气氛有些微妙，赶紧上前替千灵道主打圆场。林前辈，千灵道友多言了，还望前辈恕罪。新手道主见状，也赶紧上来求情。毕竟千灵道主是无量古界的人，而李天元和新手道主和林玄清有过一面之缘，所以他们希望能让林玄清网开一面。然而林玄清听到李天元和新手道主的求情，并没有发怒，而是大笑。李界主放心吧，本座没那么无聊。林玄清理解这一切都是他的梦境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了。看着这些生灵，每一个都是梦境虚构出来的，和他们置气没有任何意义。况且这个问题也没有顶撞到他，他也没有必要发怒。多谢前辈。那李天元一把拉住因为恐惧而身体微微颤抖的千灵道主，朝着人群中退去。但他们还没有走2步，就被林玄清给叫住了。等等，这吓了千灵道主一大跳，导致他整个人都是一激灵。前辈，您还有什么吩咐？千灵道主早知道的话，哪怕众人再怎么推让他，他也不询问林玄清这个问题了。这位道友不必过于紧张。林玄清心平气和地说道，让你等一下，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好奇，所以本座决定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前辈真的有破解之法了？听到林玄清这么说了，千灵道主一扫之前心中的阴霾，巨大的压力也随之而去。林玄清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其实对于本座来说，打破这区区牢笼只是弹指之事，并没有什么难度。众人看着林玄清，能够从林玄清的语气和姿态中看出，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大话。虽然本座的确是花了1整年的时间才发掘出此地的不对之处，但诸位道友无需担心，这只是因为一开始本座并未往这个方向去想而已。林玄清伸手对着远处随便指了一个方向，诸位道友请看，这里便是这座巨大牢笼的出口。众人顺着林玄清手指的方向远眺过去，看到前方弥漫着的金光，并没有发现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于是一位和道境的修士鼓起勇气问道，前辈，既然这个方向就是出口，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行驶吗？这也是众人想要迫切知道答案的问题，所有人都渴求着林玄清的回答。林玄清没有否认，微微点头。这一瞬间，彼岸之洲甲板上的修士们都沸腾了。在未知的焦躁中，林玄清只是给他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仿佛就让他们从地狱回到了人间。林玄清示意众人安静，修士们立刻噤若寒蝉，冷静下来。虽然此牢笼的出口在这个方向，但本座还是需要告诉大家，要想所有人顺利离开，还需要一些时日。当然，如果只是我要出去的话，自然是易如反掌的。林玄清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如果只是他自己要离开此地，那简直不要太简单，分分钟的事情。但如果是要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就不那么容易，要花上不少的时间了。但时间对于这群合道境以上的修士来说，并不算什么，只要有希望，1万年、2万年、3万年都没有任何区别。前辈，能否告知以彼岸之洲的速度，大概要多久才能抵达这个牢笼的出口？林玄清不假思索回答道，大概1000年。1000年？修士们听到这个数字，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只是1000年而已，还好，不算太久。对，只要能够离开这个鬼地方，莫说是1000年，哪怕是1万年又能如何？这群修士脸上的阴霾彻底消失了，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耐心地等下去。但他们哪里知道，这1000年的时间其实就是林玄清现实世界中最后的时间。林玄清其实并没有勇气打破这虚幻的梦境，所以他决定先留在彼岸之洲的小世界中悠闲的生活，等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要离开的时候，再和另外一具自己的意志相见好了。话已说完，诸位道友，请返回船舱小世界之中吧。林玄清示意众人可以回到船舱里面去了。修士们纷纷点头，然后有序地进入其中。老婆，我们也进去吧。林玄清看向张柳一，然后挽着他的手。张柳一轻轻点头，和林玄清一起缓缓向船舱内走去。1000年的时间对于凡人来说很长，林玄清打算将船舱里面的小世界打造成一个真正丰富的世界，然后再找机会完成系统的最终任务吧。创世任务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打破这个梦境，
离开彼岸之地。彼岸之洲的小世界里面，其实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所以林玄清进入其中后，最先发布的命令是让这些修士去搞建设。毕竟这小世界很大，不亚于数个古界之河，只要合理利用起来，花点时间在这里重建紫霄圣地非常简单。建造需要的材料，林玄清其实也不缺，因为系统的商城永久对他开放，他可以任意兑换。不过任意兑换虽然很爽，但总让林玄清有一种不真实感。因为说白了，这里只是他的意志虚构出来的世界，一切的物质本来就来自于他的想象。3天后，王林等人从外面返回了彼岸之洲。他们回来之后发现，才过去这么一点时间，船舱内的小世界里面竟然已经建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紫霄圣地。这是按照林玄清的要求一比一复刻的，一模一样，和妖神天域中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黑猩虎和黑小虎懒洋洋地趴在山门之外，就好像妖神天域从来都没有毁灭一样，悠然自得。爹，其实一直待在这小世界里面也挺不错的。黑小虎舔了舔自己的虎掌，望向远处继续等比例修建北海地宫的修士们。黑猩虎望向云霄深处的太虚宫，叹息道：主人想要重建一个妖神天域，也不知道究竟。他和没心没肺的黑小虎不一样，他总觉得林玄清的这个举措有些奇怪，毕竟他是林玄清的坐骑，对林玄清的了解比一般人都要多。在他看来，主人这样做很可能是想一直留在这船舱的小世界中，并不像要在1000年后离开的样子。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为了让女主人的子嗣有一个更好的降生环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自己多心了。黑猩虎希望是后者，而不是前者。1个月过去，在众人合力修筑下，不仅仅是北海地宫，就连妖神天域里面的其他圣地也等比例建造出来了。这群和道境以上的修士建设起来速度非常的快，抬手之间便能造山，转眼之间就能填海。林玄清带着张柳一来到小世界的苍穹之上，望向下方矗立着熟悉的景色，淡然道：应该最多只要1年的时间，就能完全重现妖神天域的格局了。张柳一点了点头，然后轻抚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我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老公，孩子的名字就是你上次说过的那个吗？张柳一很自然地想到，当初林玄清离开天域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如果生下来的是个男孩，就叫他灵腾；如果是个女孩，就叫他狠人大帝。虽然张柳一一直觉得这有些草率，而且意义也有些不明。如果说灵腾这个名字有腾扬天下的意思，那这个狠人大帝是什么鬼？这压根就算不上一个名字吧，最多只能算过帝号。所以张柳一一直觉得孩子名字的事情还是要林玄清仔细思索一下再决定。然而林玄清面对这个问题一脸皮相，他用手托着自己的下巴，看上去好像是在认真思考的样子，但实际上是在回忆一些特殊的名字。老婆，你觉得灵腾不是很吉利，那取名叫林浩怎么样？林浩？张柳一还是不明白为啥林浩就吉利了。紧接着林玄清又说出了另外一个名字，叫灵动也行，将来必定有出息。林玄清看上去很不正经的样子，让张柳一好奇这些名字都来自于何处。于是张柳一追问道：老公，老实交代，为什么要给宝宝取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林玄清挠了挠头，心想总不能告诉你，其实这些名字大有来头，基本上都是主角的命格好吧。想了一会儿后，林玄清最终决定还是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孩子的名字吧。张柳一看出了林玄清脸上表情的变化，他知道自己的夫君现在应该是认真了。林玄清闭上眼睛，想到了现实中的自己。现实中的他其实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他有孩子了，到底要给孩子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直到他倒下不醒的那一天。此时林玄清缓缓睁开眼睛，深沉地望着张柳一，轻轻说道：老婆，我想到了2个好名字。张柳一一脸期待，耐心地等待林玄清的答案。林玄清缓缓说道：林梦，还有林静。林梦、林静，张柳一轻声念叨着梦境。老公，为何要取这个词为宝宝的名字？林玄清笑而不语。忽然间，张柳一感到自己的腹部极其的绞痛，他浑身一软，差点瘫了下去。林玄清赶紧扶住他，询问道：老婆，怎么了？是不是孩子在动？张柳一一脸苦涩，艰难地点了点头，说道：老公，宝宝好像要生了。修为越高的女修，子嗣临盆的时间往往都是十分怪异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修为越高，血脉越好，诞下的子嗣就越能引发天地异象。而张柳一肚子里面的孩子还没有降生，这彼岸之洲的小世界里面就已经开始显示出异象了。只见重建的紫霄圣地周围忽然霞光四起，云雾漫天，灵气飞旋。林玄清抱着张柳一缓缓下降，这些异象就一直跟在他们的身后，绚烂无比。这奇异的景象自然是惊动了下面的修士，他们纷纷抬起头来，看向这漫天的祥瑞。这是大能子嗣诞生的异象，是林前辈和张前辈的神子要诞生了。霎时间，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很快就传遍了地面上所有各个种族的修士。所有人都明白这位神子的诞生意味着什么。原来紫霄圣地和长生仙阁的修士们立刻开始动身，准备神子降生的大礼。紫战天决定必须要在新建的紫霄圣地中大摆1月的筵席，用来祝贺这个伟大的日子。紫气东来，好兆头啊！林玄清脚踏祥云，落到新修的太虚宫中，将张柳一轻轻抱到床上。按照常理来说，凭借张柳一的这一身修为，产子根本不会有什么痛苦。但问题就在于，自从林玄清登临彼岸后，他的血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林玄清是经脉寸断，修为难以精进，后来随着系统的介入，他的修为提升了不少，经脉也随之修复。
自从他突破到主境后，他的血脉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类似于他看过的某一本玄幻小说里面的情况，主角获得强大无比的修为之后，全族的血脉都会发生进化。所以张柳一怀胎才会如此的痛苦，因为他腹中的子嗣血脉强大到了这个世界的顶点。毕竟林玄清现在可是彼岸境，除了那幕后的另外一具林玄清的意志之外，这天底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的修为有他高了。此刻那些原本在大兴土木的修士们全部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已经飞到了紫霄圣地外围。紫战天和乾元道主带领着长生仙阁的众多阁主如火如荼地准备神子加冕大典。一旦林玄清和张柳一的子嗣降生，他们就会立刻为其加冕。所谓神子大典并不仅仅是个由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曾经也有不少大能的子嗣被整个古界加冕为神子。相较于大教的道子，那更多的是一种称号，而一界的神子则是一种祝福。这种祝福是极一界的修士用其愿力去加持，有点类似于信仰之力。被愿力加深后的神子，无论是气运还是修炼速度，都比寻常要快，因为这代表了一界的意愿。除非整个界域的所有修士都遭受重创，或者这个界域出现了某种变故，这种愿力才会消失。本来如果混沌世界没有毁灭的话，他们本来可以集齐几十个古界的愿力为林玄清的子嗣加持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叫神子了，而是要重新取一个名字了。如今只剩下彼岸之舟船舱里面的这个小世界还存在，他们只能以这个小世界来进行神子大典，稍微有些可惜了。毕竟这彼岸之舟一旦破碎，里面的小世界也就相应的破碎了，愿力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但有总比没有好。紫霄圣地积极的准备着，太虚宫内的林玄清也在焦急的等待着。太虚宫外，王林、唐三、药尘三人身为林玄清的亲传弟子，彻夜不息的守候和巡查着。虽然如今的紫霄圣地不可能有什么可疑分子，也不可能有人胆敢对林玄清动手，但他们还是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件事。张柳一卧在床上，10几名和道境以上的产婆服侍在两侧为其接生。夫人，神子血脉非凡，一定不要放弃啊！产婆们一边接生，一边用言语鼓励着痛苦的张柳一。张柳一额头上的汗珠浸湿了枕头，咬着牙齿，手臂紧紧抓着床沿。夫人，再加把力气，神子就快要出来了。林玄清听着里面不停用力的声音，想着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这让他不得不去想，现实和梦境有那么重要吗？在这里，他有美若天仙的娘子，马上也会拥有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而且还有众生的拥簇，再加上整整1000年的光阴可以挥霍。而在外面，他的那些压力依旧会存在，而他的寿命也最多不过100载而已。两者对比起来，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该怎么去选。再想想，还是再想想吧。林玄清没有立刻做决定，他现在最期待的是自己的孩子降生。大约3个时辰过后，终于他和张柳一的子嗣咕咕坠地了。夫人，恭喜，是龙凤胎！产婆们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2个血脉逆天的子嗣降临。与此同时，紫霄圣地上空，紫气东来的天地异象更加明显了，一片片祥云目不暇接地朝着太虚宫汇拢。一位产婆从里面出来，对林玄清说道：“前辈，恭喜！”林玄清立刻拉开帘子，看到此时的张柳一正怀抱着他们的2个孩子。张柳一毕竟是古神级别的大能，尽管因为诞下这2个子嗣元气大伤，但很快就恢复了不少。此刻的他红光满面，非常的兴奋。老公，快看，我们的孩子正好是一男一女。剩下的产婆们自觉地离开，将空间留给林玄清他们2人。林玄清来到张柳一的身旁，轻轻抱起其中的男孩，说道：“老婆，你辛苦了。”他想到了这2个孩子还未降生之前，他自己取的2个名字，林梦和林静。果然，因为这2个名字，张柳一诞下了2个孩子。这一瞬间，又让林玄清觉得这个世界也并非是那么的真实，因为这实在是太巧合了。林玄清心里面想的是一男一女2个孩子的名字，然后他就真的得到了这2个孩子。老公，你怎么了？张柳一很快就察觉出林玄清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劲，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林玄清恍惚了片刻，回过神来，微笑道：“没什么，大喜的日子，有些不知所措了。”尽管林玄清表现得云淡风轻，语气上也没有太多的波动，但以张柳一对他的了解，能够猜到他并没有说实话。是不是太累了？张柳一温柔说道。林玄清摇了摇头，然后把怀中的孩子放下。老婆，没事，放心吧。说罢，他便转身离去，留下张柳一一个人在房间之中。林梦和林静2位神子一生下来就是先天古神的境界，这个消息传遍了整座紫霄圣地。不少修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惊叹，然后是自嘲。好家伙，不愧是林前辈啊，这血脉太强了。其实这才对嘛，以前古界还在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神子一生下也不过只是求道境而已，哪里能够算得上真正的神子？就是新手道主所言极是，只是2位神子一生下就是先天古神之境，这实在是让吾等汗颜啊。是的，2个婴儿一生下就拥有古神之力，而且是真正的先天古神，这让这些修炼了数万年的道境修士感到无地自容。龙生龙，凤生凤，这投胎也是一门学问啊。众人这样感慨，只见太虚宫外负责守护的王林、唐三还有药尘3人朝着紫霄宝殿的方向飞去。神子新生典礼立刻就要开始，容不得耽误。因为按照古籍记载，神子大典只能在婴儿降生的2个时辰内举办，所以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神子在诞生之前，主人家早就邀请了古界中的能够邀请到的所有大能，以客卿的身份暂时住下。毕竟谁也不知道如此强大的神子具体诞生的时间，万一错过了最佳收集愿力的时辰，后面可就没有办法补办了。当然，林玄清这里
就不存在这个情况。毕竟船舱内小世界中的修士们一直都准备着这一日，很多人的贺礼早就准备好了。只是这些贺礼拿出来，林玄清看不看得上，就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果不其然，在亡灵三人飞入紫霄宝殿之后，还不到1刻钟的时间，紫战天还有乾元道主等人就发出了请帖。漫天的请帖从紫霄宝殿中飘散而出，朝着紫霄圣地的各个角落落下，同时更多的请帖飘向了紫霄圣地外围。修士们抬头仰望着漫天飞舞的红色请帖，感叹道：紫霄圣地真是大手笔啊！这些请帖所用的纸张应该都是混沌至宝吧？没错，这次神子大典的请帖是用一种混沌级的神木研磨成木浆晾晒后制成的。当然，这混沌级的神木自然是来自林玄清系统商城里面的道具。请帖纷纷落入人们的手中，紫霄宝典之上，清河阁主运转体内神力，声如洪钟。诸位道友，收到请帖者，速速登山。请帖的数量并不是无限的，一共只是3亿多张而已。小世界中的修士数量远超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封请帖都弥足珍贵。神子大典，所有人都想亲眼一观，但只有拿到请帖的人才能够登山，因此不少修士已经抢夺起来。那些抢到请帖的修士迅速遁走，朝着紫霄峰上飞去。另一边，林玄清独自坐在太虚宫顶，看着如同流星驶过前来观礼的修士们，心中并没有那么多喜悦。此刻的他，内心更多的情感是一种无助的空虚感。丁，检测到宿主的心境有些不稳，请宿主尽量调整心态，否则会影响到小世界中时间的流逝。系统的声音在林玄清的脑海中响起，提示林玄清一定要稳住。虽然这里只是虚无的梦境，但他在这里的心境如果破碎掉的话，真正现实中的心跳就可能立刻戛然而止。林玄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紫霄峰周围越来越多的修士，这些人就像一个又一个蚂蚁，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丁，警告，由于宿主的心境持续不稳，小世界中时间的流逝加快，原本1000年的时间已经骤减了一半。丁，警告，请宿主立刻在商城内兑换彼岸级的固心丹，目前小世界的时间只剩下450年。系统面板主动在林玄清的眼前弹出，上面巨大的红色警告2个字非常醒目。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也在不断地提示着林玄清，希望林玄清尽快挣脱心境的泥沼。然而，林玄清依旧保持沉默，似乎就像是根本没有听到系统的声音一样。片刻后，当系统的提示的时间骤减到只剩200年的时候，林玄清突然淡淡说道：系统，不用提示了，对陪我说说话吧。系统机械的警告声戛然而止。其实我刚才就想通了，只是内心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而已。就算我留在这小世界中1000年，可终究有一天，我必须直面现实。我舍不得这个世界，同样也舍不得那个世界。丁，宿主。林玄清舍不得这个多姿多彩的玄幻世界，同样也无法割舍那个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他享受到了别样绚烂的人生，在哪里埋葬着他全部的情感。如果选择就这样沉沦1000年的话，外面的老母亲当会是多么的伤心欲绝。系统，说说吧，外面的那位我的另一具意志实力究竟如何？林玄清的心境在这一刻完全稳固住了。丁，宿主的另外一具意志拥有这个世界的最高权限，严格来说和本系统其实同源。林玄清点了点头，说道：也对。虽然林玄清的力量全部来源于系统，但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来自于他自己。因为系统就是他意志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林玄清曾经喜欢玩游戏，所以才抽象成了一个系统而已。而彼岸之地的那位，本质上来说也是他，所以那位的力量就是林玄清加上系统的力量。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吧。林玄清站起身来，仰头望向苍穹，望向船舱之外的永恒牢笼。另一边，彼岸之地的无穷金光中，那位突然感知到自己设下的永恒牢笼似乎出现了撼动，而他也在这个时候不再保持沉默。他低头看向胸前巴掌大小的方块空间，自言自语道：原来这一世的你逃到了第1000个混沌世界之中。他和林玄清之间的博弈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追溯到这彼岸之地诞生之前。这漫长的岁月中，林玄清大约在他手中逃掉了10万多次。原本他以为这一世的林玄清会逃到他头顶那第1001个世界转世，因为这样可以完美的逃过他天眼的探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林玄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难怪在你的丹田之中拥有和彼岸之地一样的金色能量，我早就应该想到的。说话之间，只见他掌心中的小方块突然开始瓦解，就像沙堆一样垮掉。是的，他布置的永恒牢笼正在缓缓的破灭。彼岸之舟船舱的小世界内，本来重建好的紫霄圣地也在渐渐消失。紫霄圣地中，紫战天一众人正在准备开启神字大典的时候，紫霄峰忽然开始剧烈的晃动。这种感觉让每个人都很熟悉，因为前不久他们才经历过一次。没错，是混沌吞元龙在作祟。彼岸之地的林玄清的另外一具意志见到林玄清在破解着永恒牢笼，于是他往这船舱里面的小世界里面送入了上千条混沌吞元龙。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1条，而是1000条。除了之前被林玄清除掉的那一条混沌吞元龙之外，他把剩下的所有混沌吞元龙全部送了进来。面对自己的另外一具意志，他绝不能掉以轻心，出力就必出全力。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林玄清在他的手中逃掉了数万乃至数十万次，他已经完全记不清了。这次他必定要拿下林玄清，让林玄清彻底死在里面。林玄清站在太虚宫顶，遥望着紫霄峰的情况，1000条黑龙破土而出，这场面极其恐怖。曾经一条混沌吞元龙就能灭掉紫霄圣地乃至整个妖神天域，更不要说现在有1000倍之多。紫霄宝殿附近收到请帖的修士们睁圆了眼睛，
吞咽着口水，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这是那黑龙？怎么可能？那条黑龙不是已经死了吗？是那幕后之人出手了，他已经发现我们的位置了。修士们惊慌失措，想要逃，但无处可逃。1000条混沌吞元龙疯狂地吮吸着这方小世界里面的灵气，周围的各种灵物瞬间腐烂。师尊你在吗？亡灵从紫霄峰上飞向太虚宫，在外面焦急地喊着。他的性格一向很沉稳，但这1000条混沌吞元龙同时出现，还是给他整不会了。林玄清居高临下，低头看着亡灵，没有回答。他隐匿了自己的身形，只要他不解开，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亡灵连续叩了几十下太虚宫的正门，还是没能得到林玄清的回复。他焦急万分，直到张柳依推开了大门。亡灵怎么了？张柳依还沉溺在神子降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师母，快通知师尊，有外敌入侵紫霄圣地！亡灵伸手指向远处盘旋在上空的密密麻麻的混沌吞元龙，脸上的表情非常难看。张柳依顺着这个方向看过去，大惊失色。这是那条黑龙？和其他修士一样，张柳依也无法相信，那黑龙居然没死。但仔细思考了一下后，他认为这应该不是那条黑龙，因为这更像是一个族群。很明显，那幕后之人出手了。看来这小世界也不安全了。张柳依很快就冷静下来，对亡灵吩咐道：“你先去敲响圣钟，带着所有人先离开船舱的小世界。”亡灵拱手应了一声后，立刻朝着圣钟的方向飞去。是的，和以前的紫霄圣地一样，这次重建后也有一口负责警报的大钟，只不过这口钟的品级不是圣级，而是彼岸级。这是林玄清从系统商城里面兑换的，一旦敲响，可以立刻通知整个船舱小世界中的所有生灵。1000条混沌吞元龙不断地吞噬小世界里面的灵气，并且紫霄圣地已经有不少修士被吞没。亡灵来到圣钟前面，抱起钟锥，用尽全力撞了上去。咚！一声巨响，如同炸雷，传遍整个小世界。这主要是为了通知小世界中那些没有前来紫霄圣地观礼的修士。毕竟数十个古界存活下来的修士那么的多，总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不愿意来凑这个热闹。还有一些原本就和紫霄圣地有仇的修士，也是躲在小世界的其他地方闭关。例如阴玄，这个人估计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就是当初在紫霄圣地挑大粪的那个。但是当他们听到亡灵敲响的圣钟后，立刻朝着紫霄圣地这边撕裂空间飞来。他们同样看到了1000条混沌吞元龙盘旋的壮景，心脏狂跳。快，开启防御大阵，一定要撑到前辈到来。几十亿修士同时出手，激活紫霄圣地的护山大阵。只见一道又一道天青色的光柱朝着苍穹喷发，继而联系在一起，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防御网。这套护山大阵当然也是林玄清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等级同样是彼岸级。几十亿修士同时出手，能将这套阵法发挥到极限中的极限，可以短暂的抵挡混沌吞元龙，毁灭紫霄圣地。然而这1000条混沌吞元龙虽然暂时无法毁掉紫霄圣地，但他们却能够畅通无阻地毁掉小世界中其他的疆域。紫战天等人一脸苦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天地一点点地被吞噬，然后陷落。亡灵敲响了圣钟之后，返回了紫霄峰，也加入到护山大阵的阵列之中。药尘朝着他飞了过来，急切询问道：“王师兄，师尊呢？”面对这个问题，亡灵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去太虚宫的时候，并未见到师尊。”什么？药尘以为自己听错了。王师兄，师尊不在太虚宫。不知道，我去的时候只有师母在，师尊不在。再次确认了一遍后，药尘心中顿觉不妙。两位神子降生之前，师尊都还在的，怎么这黑龙出现后就莫名消失了？药师弟，以师尊的威能，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亡灵沉声说道：“我猜测，师尊有可能已经和那幕后之人对上了，暂时无法腾出时间来我们这边。”药尘点头，同意亡灵的这个猜测。但林玄清真的在和另外一具意志厮杀吗？答案是否？此时的他依旧站在太虚宫顶，冷漠地望着这天地间发生的一切。丁，宿主确定要眼睁睁地看着这方小世界陷落吗？系统提醒林玄清，如果再不出手，下面的所有生灵都将化为尘土。林玄清摇了摇头，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算了吧，这一切本来就是虚妄，又何必强求？丁，既然宿主已经做了决定，本系统的使命也走到终点了。林玄清身前，系统面板上的字样缓缓消失，就像流沙一样飘散到长空之中。随后，林玄清的瞳孔变成了无比深邃的蓝色。系统消失了，确切的说，它不是消失了，而是和林玄清彻底融合在了一起。因为系统的所有能力本来就是林玄清的一部分，林玄清只是想明白了，将系统的能力拿了回来而已。此刻，他环视四周，周围的天地不断的陷落，好像无数的玻璃破碎了一样。猛然间，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不见，周围只剩下一个正在瓦解的方形空间。是的，彼岸之舟消失了，连带着小世界里面的一切消失了。紫战天他们死了吗？不，他们本来都不应该存在。尽管那一切在林玄清的眼中是那么的真实。你来了。突然间，林玄清的耳畔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抬头看去，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金色巨影若隐若现。是的，这就是林玄清的另外一具意志。林玄清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林玄清看着他，微笑回答道：“是的，我来了。这一次，你还打算逃走吗？”那道巨影询问道。林玄清摇了摇头，叹息道：“不走了，还能往哪里走？”巨影继续说道：“你应该知道，在我的头顶还有一方我看不到的混沌世界。如果你还想继续轮回的话，可以选择它。”巨影所说的混沌世界，就是第1001个混沌世界。
这个世界中究竟有什么，谁也不知道。林玄清还是摇头，摊手说道：“说真的，那个混沌世界没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吧，人类3岁以前的记忆，长大之后基本上都是记不起来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这第1001个混沌世界其实是你，不是我们婴儿时期的记忆混合体？”巨影脸上的表情略微有些变化，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一直无法用天眼看到的混沌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林玄清继续说道：“3岁之前的记忆沉眠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所以你一直无法看到。当然，其实我也没有办法逃进去。”巨影微微点头，同意林玄清的说法。既然你不选择再逃走，那就把你的命交给我吧。巨影转移了话题。林玄清依旧摇头：“老兄，把命交给你，那可不就彻底玩完了吗？其实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精彩的，我也还很年轻，就这么嘎了，有点划不来。”林玄清摆出了经典姿势，背着手面对着巨影。而且，你我之间死的也不一定就是我。巨影也认同林玄清的这句话，继续点头。然后他说道：“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林玄清还是摇头：“我们的决战就这么开始，岂不是过于草率了？至少也得让我做做热身运动，不是？难道你就真的不想看看，我们连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之中有什么？”林玄清伸手指着巨影头顶视野盲区的混沌世界，微笑说道。巨影先是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淡说道：“你有办法进去。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中是林玄清童年的记忆，巨影是林玄清的另外一具意志，自然也是想看一看的。更何况这无数的轮回，漫长的岁月，巨影从未看过那第1001个世界中究竟有什么。其实他也是极其好奇的。不过他如果能够进去，早就进去了，哪里会等到林玄清提出来？”林玄清再次摇头：“那个地方根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即便是我也无法进入。”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合作？在这无尽的岁月中，他曾经追杀过林玄清无数次，合作这种东西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太奢侈了。怎么，你不愿意？巨影很快给出了答案：“不，这一次可以。说吧，你想要怎么合作？”听到这句话，林玄清终于点头。他催动体内的力量，朝着巨影的方向飞去。巨影之前布置的永恒牢笼，此刻已经完全瓦解，所以林玄清这一路飞上去没有任何阻拦。他来到了巨影的头顶，站在那最后一方混沌世界的外面。第1001个混沌世界，从外观上看和其他1000个相比较没有任何区别。近距离看去，它是漆黑的、无序的、杂乱的。林玄清想要伸手去触碰，但当他放上去的瞬间，混沌世界就会立刻排斥。一般来说，混沌世界都会有入口的，对吧？林玄清询问巨影。巨影随即回答道：“但是这一个混沌世界，我的天眼看不见，所以我看不到它的入口在哪里。”我知道。林玄清确认混沌世界有入口，那就好办了。他从巨影的头顶跳下来，悬浮在巨影的面部前面。老实说，看着这么大一张自己的脸，实在是有点瘆人。林玄清吐槽道：“你刚刚说了，你是用额头上的天眼判断混沌世界有没有入口的，对吧？”巨影盯着林玄清，似乎想到了林玄清所说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要我的天眼？不是索要。林玄清微笑道：“准确一点来说，是带着你的眼睛一起进去而已。怎么样，这个合作是不是很简单？”巨影陷入了思考之中。如果他把自己的天眼交给林玄清，他的战力会削弱一部分，虽然削弱的不算太多。万一林玄清反悔的话，待会儿大战起来，他的胜算就会少一些。林玄清保持着微笑，他知道巨影现在在想什么。放心，我这个人很诚信的。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可以交换一只眼睛，如何？林玄清用手指着自己湛蓝色的左眼。这一刻，巨影终于不再迟疑。好，那开始吧。巨影和林玄清同时将手伸进眼球之中。巨影和林玄清同时将手伸进自己的眼球之中，然后用力将其挖掉。巨影挖掉了自己那颗巨大的天眼，林玄清则是挖掉了自己的左眼。林玄清左眼流出来的血液几乎覆盖了整张脸，看上去非常的狼狈。而巨影没有真正的实体，所以他不会流血，但却迸发出一种银色的光辉。来，把你的天眼交给我。林玄清直接把自己的眼球扔出去，巨影张开手掌将其接下。巨影看出了林玄清的诚意，也没有迟疑，直接把天眼扔向林玄清。原本巨大的天眼在距离林玄清很近的时候忽然变小，最终变得和正常的眼球差不多大。林玄清握住这颗天眼，然后按进了自己的左眼眶之中。你这颗眼睛还挺有意思的。林玄清把他的天眼移植到自己身上后，再看周围的一切，可以很轻易的看到那些混沌世界的光团中有一个银色的小点，而这个银色的小点，林玄清猜测应该就是巨影所说的混沌世界入口了。巨影也将林玄清的左眼按进了原来天眼的位置，他想看看林玄清的这只眼睛究竟有什么力量。原来如此，巨影从这颗湛蓝色的眼球中感知到了系统的力量，他也因此得知林玄清的全部底牌，至少他自认为这就是林玄清的底牌。林玄清也不多说什么，拿到天眼后迅速登上了巨影的头顶。当他再次观察这第1001个混沌世界的光团时，那个银色的小点就在光团的正上方。这里就是混沌世界的入口了吗？林玄清走向前去，深吸一口气。老实说，虽然他猜测这里面应该就是他3岁之前的记忆世界，但他其实并不确定。巨影通过某种联系和林玄清共享视野，终于这1001个混沌世界的全貌我也看到了。林玄清早就猜测到了，即便这颗天眼现在在他的脸上，
这巨影仍然有办法联系到。果不其然，他的视野被巨影所共享了。但这也不重要，因为他原本就说过，这算是他们两人一起去看这个世界。既然如此，那我便下去吧。林玄清轻声说道，然后朝着那银色的斑点飞跃进去。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在排斥着他的身体，似乎在告诉林玄清，这里的一切不是你应该来的。林玄清不顾一切，催动全力气力往里面爬，哪怕再大的阻力，如同刀割一般。林玄清才进去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遍体鳞伤，浑身是血。这种感觉和凌迟处死没有任何区别，并且还要更残酷一些。又过去几个呼吸，林玄清终于看到那银色的斑点好像变成了一个洞口。他欣喜若狂，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他真的快要进入其中了。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一道雷霆从他的头顶劈下。这雷霆和普通的法则完全不一样，林玄清身体接触的瞬间立刻就晕厥过去。巨影忽然失去了与天眼的联系，与此同时，失去意识的林玄清缓缓下坠。哇！一座偏远的小村庄内，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以往的宁静。这里的大炎王朝的边陲林家村，今日的林家村迎来了2件喜事，一是有仙人经过此地布下福泽，二就是村长家的孩子诞生了。村长，仙师不是说了吗？这次要在我们村里面招收一个炼丹童子。林凡正好又在今日降生，这或许就是天意啊。对，如果林凡能够拜入仙师门下，我们林家村就能出一个仙人了。乡亲们围在这个刚刚才出生不久的婴儿周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村长林山听得也是蠢蠢欲动，认为这的确是个机会。他把刚刚降生的林凡抱在怀里，轻声问道：林凡，如果你想要求仙的话，就眨一下眼睛。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林山的话音刚落，怀中的林凡就眨了眨双眼。林凡顿时大喜，他隐隐觉得这就是上天安排好的。而且林凡还有一个和其他孩子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下来2只眼睛瞳孔的颜色都不一样，左边的瞳孔是银色，右边的则是蓝色。村长，林凡眨眼了，果真是天意啊。林山点头，随后果断抱着孩子离开了屋子。此刻林家村族堂内，一位身穿白色道袍的仙风道骨的老者正襟危坐着，在他的旁边站着5个村子里面刚刚挑出来的低于5岁的孩童。仙师，不知这几个孩子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林家村的族老林曲小心翼翼地问道。老者仔细观察着面前的5个孩子，这些孩子面对老者非常的紧张，2只小手紧紧地攥着，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仙人，而且这位仙人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就在这时，族堂之外，林山抱着林凡跑了进来。仙师，咱们村子里面还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林山来到老者面前，紧张地摊开了手臂，将林凡抱给他看。老者看到林凡，先是一愣，然后内心狂喜。这个孩子，他看到林凡的2颗异色的瞳孔，很明显，这2只眼睛都非常的不凡，天生神童，而且还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神童。好，很好，你们林家村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啊！老者压抑不住兴奋，大笑道。林山虽然听不大明白仙师是什么意思，但能够从语气中听出自己的儿子林凡将来很可能非常的有出息。一旁的林曲问道：仙师，那这几个孩子？老者随意挥了挥手，示意林曲将面前的5个孩子带走。这几个没有仙根，留下这个孩子就够了。林曲叹了口气，然后打发这几个孩子离开族堂。仙师，那我儿，你说这小子？老者从袖口中取出一个木牌，上面刻着靠山宗3个字。从今日起，这小子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听见仙师收下林凡为徒后，林山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老者又从袖口中取出1袋银两，扔到了林山的手中。这里有100两银子，把它交给我吧。100两银子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里是一笔十足的巨款，如果拿来购置田产的话，整个林家村的田地全部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字。是，仙师。林山接过银两，兴奋地将林凡交给了老者。老者轻轻一挥手，只见襁褓中的林凡漂浮在半空之中，十分的神奇。他继续对林山交代道：我靠山宗位于大炎皇朝北部，距离此地大约有10万里之路程。从今以后，此子将追求仙道，或许数十载都不能返回林家村一次，你明白吗？林山点头，他身为村长，对于这件事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当年他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也曾有一位仙风道骨的仙师路过林家村，要在村里挑选一个孩子为做下童子。那一次全村一共有9个符合条件的孩子，林山也在其中，但最终挑走了林山旁边的那个孩子，仙缘与林山擦肩而过。那个孩子被带走的时候才5岁，现如今林山都已经年近40，他还没有回来过林家村一次。如今林凡拜入靠山宗，对于他来说有可能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后一面了。但林山不后悔，自己的儿子林凡拥有仙缘，能够追求那长生之道，比待在这小小的村落之中不知道要强多少。仙师，林山谨记。林山拱手与林凡最后道别。老者轻轻点头，又从袖口中取出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上面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凡物。此物是本座炼制的一种一次性的法宝，具有传讯的作用。白纸好像知道林凡的位置一样，自动飞到了林凡的手中。将来林家村出现危机的时候，你可在这张纸上写下讯息，老夫即可收到。林山小心翼翼地收下这张白纸，然后对老者深鞠一躬。老者觉得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于是一把抱住林凡，朝着族堂外面走去。林山大步跟上，当他刚刚跟到门口时，一只仙鹤从云层中飞了下来。老者带着林凡坐了上去，很快就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3年后，
靠山宗内门。一名稚童坐在一头青牛背上，手中拿着一卷书卷，津津有味地品读着。周围的内门弟子见到青牛驮着这只过来，纷纷自觉让开道路，但也有一些弟子鼓起勇气前去，想要请教一些修炼法门的问题。林师兄，上次我按照你教给我的方法重新修习了紫薇凝气诀第一篇，但还是出了一些岔子，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空？林师兄，我最近把通臂拳练到了第8响，如果师兄有空，能否指点一二？林师兄，前一段时间我在山下方室里面买了几件宝物，想要赠给师兄。一群16、17岁的妙龄少男少女团团围住青牛，叫一个只有3岁年龄的童子为师兄。这个场面看上去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青牛背上的童子修为远胜于他们，甚至和靠山宗的一些执事长老差不了多少。在靠山宗，一般的杂役弟子基本上只有炼体1、2重的样子，内门弟子大多则是在炼体5重以上，极少数达到了炼体9重。而此刻围着青牛的这群靠山宗内门弟子，修为基本上都在凝气境。10几岁的凝气境在大炎皇朝中已经可以算上品仙元了，但青牛背上的童子才3岁而已，就已经步入了元丹期。修仙一途境界大体分为炼体、凝气、运灵、元丹、合一、反虚、化神、渡劫、大成这9个。靠山宗绝大部分的长老就是元丹境，和这童子一个境界。而这个童子就是当年靠山宗太上长老苍青真人从林家村带走的林凡。至于林凡为何只用了短短3年就突破到了元丹境，这还得从苍青真人检查林凡的体质时说起。林凡天生神童，苍青真人查阅了各种典籍都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信息，所以他大胆猜测林凡的2只眼睛可能超出了这方天地的限制。果不其然，在林凡刚刚满月时，苍青真人发现林凡的左眼竟然可以主动吸收并且炼化天地之间的灵气。于是林凡什么都不用做，他就自动拥有了凝气境的修为。若不是身为婴儿的林凡体质太差，苍青真人担心林凡吸收灵气太多爆体而亡，或许林凡半岁不到时就可以突破凝气境。苍青真人用各种灵药液浸泡林凡的身体，然后时不时就在林凡身旁诵经讲道。有一天他忽然发现才1岁的林凡竟然主动修炼起了玄阳运灵经，这个画面简直颠覆了苍青真人的3观。他难以想象一个只有1岁的婴儿居然如此聪慧，看透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练成的道藏。后来林凡的修炼完全不再需要苍青真人的任何辅助，从2岁开始他就独自一人出入靠山宗的藏经阁修习了上百本法诀。至于那头青牛原本是苍青真人的坐骑，他见林凡喜欢就直接送给了林凡。诸位师弟师妹，今日我还有几本道藏没有看完，所以暂时抽不出身来。此刻青牛背上的林凡把书卷收回袖口中，稚嫩的脸上露出些许尴尬的笑容。而且师尊那边也有事情还需要我处理。听见林凡没空，这群凝气境的弟子顿时有些失望，摇头叹气的散开了。青牛哞了一声，旋即驮着林凡朝着太上长老洞府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林凡欣赏着周边美轮美奂的风景，总觉得有些虚幻的感觉。事实上自从林凡记事以来，他无时无刻都觉得靠山宗的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但他又找不出来具体哪里不真实，所以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己的错觉。毕竟一个2、3岁的孩子喜欢胡思乱想也很正常。可是真是如此吗？尽管林凡只有3岁，但他的心理年龄显然不止3岁，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自己的修为为何远超同龄人，甚至超过不少修炼了几百年的老怪物。这一切实在是太不真实了，就像梦境一样。很快青牛便驮着他来到了太上长老的苍青真人的洞府前。苍青真人此刻正明神养气，坐在洞府中的蒲团上打坐。青牛哞了一声，提醒林凡已经被送到了。本来闭着双目的苍青真人立刻睁开眼睛，然后挥动手边的拂尘，将青牛和林凡一起送进洞府。苍青真人身为靠山宗的太上长老，至今已经修炼了1800多年，其真实修为在反虚境巅峰，只差一步便迈入化神之境。这个修为在大炎皇朝是绝对的强者，几乎没有敌手。要知道大炎皇朝的国主也不过才反虚境初期而已。小凡，你来了。苍青真人一脸宠溺地看着林凡，示意他自己找个位置坐下。自从林凡记事以来，这2年来他时不时都会出入苍青真人的洞府，早就把这里当家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可拘谨的，逮着一个蒲团就坐下。青牛则是匍匐在林凡的身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次苍青真人和林凡之间的对话。小凡，最近修行可遇到什么不懂之处？苍青真人微笑问道。林凡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目前的修行进度和往常一样，畅通无阻，根本没有什么瓶颈。苍青真人点了点头，这个结果其实在他的意料之中。林凡的双目极其特殊，是极其强大的神童，有辅助修行的功能，这一点很早之前他就验证过了。苍青真人接着问道，既然已经到了元丹期巅峰，可否需要为师为你准备突破所用的丹药？林凡还是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是的，其实林凡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元丹期巅峰，只差半步就可以一举踏入合一境。这段时间他一直压制着自己的修为，不然他很早之前就应该突破了。一个3岁的孩童突破合一境，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在整个大炎皇朝的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超级天才。要知道靠山宗的宗主华天锋当初也是名动天下的顶级天才，修炼了几百年才勉强突破到了合一境界。不用也好。苍青真人叹了口气，把原本准备好的丹药扔到了青牛边上。青牛见状哞的一声表示大喜，然后张嘴把这颗黑色的药丸吞服腹中。青牛毕竟曾经是苍青真人的坐骑，
修为早就到了元丹期，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突破而已。毕竟妖兽突破和人族突破不太一样，一旦失败，所要遭受的反噬更加严重。所以青牛一直不敢迈出那一步。但是今日有了这苍青真人所赐的丹药就不一样了，他吞下这个丹药，缓慢吸收药力，最多只需要7749日就可以顺利突破到合一境。便宜了你这小牛犊了。苍青真人打趣了一句，青牛埋着脑袋又哞了一声。好了，说正事吧。苍青真人话锋一转，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林凡此时也正襟危坐，等待苍青真人讲话。今日苍青真人突然传林凡见他，的确有一件大事要告知林凡。这件事情关乎林凡的未来，原本苍青真人是不想告知林凡的，但犹豫很久之后，还是想着应该让林凡明白。此刻苍青真人沉声说道，小凡，如果可以的话，为师建议你最好不要突破到合一境之上。林凡微微一愣，师尊，为何？苍青真人长叹一声，随后从袖口中取出一本古籍。林凡接过这本古籍，看到封面上写着3个大字，混沌经。混沌经。林凡曾经翻阅过靠山宗藏经阁数次，从来没有见过这本道藏。苍青真人解释道，此经书是为师前一段时间云游大禹皇朝时，在一处秘藏中偶然得到的。林凡点了点头，然后缓缓打开经书，才翻到第一眼，他的2只瞳孔忽然微微收缩。这是……林凡有些诧异，因为这本混沌经的第一页上面竟然画着林凡的容貌。其实苍青真人第一次翻开这本经书的时候，也是和林凡一样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本混沌经的第一页画着林凡3岁左右的样貌，仔细观察，上面的各种细节都和林凡一模一样。师尊，此书上的画像真的是我？苍青真人没有说话，而是示意林凡继续翻阅下去。林凡赶紧翻到第2页，然后第2页的内容再次震惊到了林凡，因为第2页上面只写着2个字，林凡。这是我的名字。林凡难以想象，这样一本看上去十分古老的经书，居然记载了他的信息。他继续翻下去，从第3页到第10页，林凡看到上面全都是一种方方正正的陌生字体。这种文字不属于大炎皇朝，也不属于周边其他皇朝，所以林凡不认识。师尊，您游历天下，曾见过这种文字吗？林凡求问苍青真人，毕竟苍青真人活了1000多年，走遍了大陆的各个角落，希望他能够认出这种文字。然而苍青真人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认识。为师从未见过这种文字，但为师猜测，这些文字很可能来自我们这片大陆之外。大陆之外？林凡低头陷入了思考之中。在目前他的认知中，这片大陆是由13个皇朝共同组成的，再往外面就是无尽的海域了。藏经阁的古籍曾经记载过，靠山宗的第18代宗主曾想要得知海域之外是否还有陆地，于是化神期的他连续飞了300多年，也没有看到任何结果，并且这漫长的历史中，不仅是他尝试做过这样的事情，曾经还有渡劫期的大能，一连飞了几千年，最终无果而终。小凡，继续往后翻。苍青真人打断林凡的思绪，提醒道。听到苍青真人的提醒，林凡继续翻阅这本混沌经，从第10页开始，一直到第100页，林凡看到上面什么都没有。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的话，这几十页倒全都是金色的。师尊，什么都没有了。林凡觉得奇怪，如果这后面什么都没有的话，为什么要做这么多页？难道说这面记载的东西其实全部都遗失了？林凡正这样想着，可突然之间，他的左眼略微有些疼痛，他赶紧捂住自己的左眼，强烈的痛感差点让他叫出声来。小凡，你怎么了？苍青真人见林凡有些不对劲，立刻从蒲团上站了起来。林凡吞咽着口水，艰难说道：师尊，没事，只是我的左眼出现了一些状况。苍青真人来到林凡面前，低头看向林凡的左眼，他没有看出什么，这颗左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大概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林凡觉得这股疼痛感消失了许多。他再次翻开手里这本混沌经，他敢确定他的左眼突然发生这样的状况，是和这本书后面的几十张金色书页有关。那股金色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奇特的和林凡的左眼有一定联系。师尊，我的左眼似乎和这些金色有一定的渊源。林凡直接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苍青真人听后摇了摇头，有关林凡的这2只神眼，他知之甚少，所以林凡提到和这金色书页有关，他也没有什么头绪。对了，师尊，为何您刚刚说让我后面最好不要突破合一境？林凡回到了一开始的话题上，询问苍青真人。苍青真人挥动拂尘，一股清风徐过，林凡手中的混沌经继续往后面翻。这本经书一共有1001页，一直到最后一页之前，林玄清看到的都是金色的书页，直到最后这一页的内容映入林玄清的眼帘。只见第1001页上面画着另外一幅图画，这是一个人，一个身穿白色道袍，没有什么表情的人。这个人躺在床上，身体上插满了各种颜色的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失去了意识。林凡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人的床头有一张写有文字贴纸，尽管他还是看不懂这贴纸上的文字是什么，但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应该是一个名字。结合这本经书第1页和第2页的内容，林凡不由得想到，这张贴纸上面的名字会不会就是自己？师尊，难道说这幅画上的人也是我？这是未来的我的样子？林凡愈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如果这幅画上的人真的是自己的话，那么这本混沌经根本就不是什么道藏，而是一本预言书。苍青真人不敢确定，但他还是点了点头。其实当初苍青真人刚刚从秘藏中取出这本经书的时候，
看到这最后的一页，就猜测到了这是林凡未来的样子。他不知道林凡的未来遭遇到了什么，但很显然，这本书上的这个人快死了。结合前面的那些他看不懂的文字，苍青真人继而联想到，林凡很有可能是这片大陆之外的某位大能的转世。这也能解释林凡的神童来自何方，能解释林凡的修为为何上涨得如此之快。其实，在大炎皇朝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大能转世这样类似的事件发生过。就拿靠山宗来说，就出现过大成期的前辈重新转世的事情。早期的靠山宗，也就是第3位宗主，曾带领着宗门走上了大陆之巅，他的修为冠绝大陆，达到了大成期圆满。为了追寻更高的境界，他毅然决然突破大成期圆满，但等待他的自然是失败。自古以来，这片大陆从来没有一位修士突破到大成期以上，那些天资无敌的前辈们，到了最后一步，无一例外的都陨落了。靠山宗的这位也一样，只不过他留下了后手，将来再转世重修了一世。不过，大成期的大能转世，修炼速度远不及林凡。如果林凡也是大能转世，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凡一定来自那无尽的海域之外的世界。至于林凡为何降生到了这片大陆，苍青真人不明白，但他猜测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或许是被人追杀，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无论如何，这本混沌经在预言林凡的将来很可能会死去。所以，站在苍青真人的角度来看，他希望林凡不要再继续修炼了。就算继续修炼下去，最好也不要突破到更高的境界。因为如果林凡一直这样下去，或许很快就能突破到大成期，甚至是大成期以上。到那时，林凡会飞升吗？一旦林凡飞升，会不会就导向了这本预言书的结果？又或者说，也许林凡还没有修炼到大成期，只是化神渡劫的时候就被他转世之前的敌人所探查到了。总之，苍青真人不想让林凡冒这个险。如果可以，他宁愿林凡没有这些修为，只要在靠山宗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好了。毕竟林凡是他见过的最聪慧的孩子。但此时的林凡却不那么想。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他，那就是他总是觉得靠山宗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泡沫。林凡想要找到这一切的答案，现在这本混沌经就摆在他的面前，恰恰意味着答案或许已经浮上了水面。林凡想要继续修炼。师尊，他本想说出自己的想法，但看到苍青真人那忧心忡忡的神色，顿时又将话咽了回去。不过苍青真人很了解林凡，他自然知道林凡想要说什么。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苍青真人挥动拂尘，示意林凡带着青牛离开。林凡跪在蒲团上，对着苍青真人磕了一个头。师尊，请恕弟子不孝。说罢，他站起身来，拿着混沌经骑在青牛背上。青牛哞了一声，驮着林凡离开了洞府。林凡返回了自己的洞府。在靠山宗，只要达到元丹期，都是有自己的洞府的。只不过林凡才3岁，进入长老们所居住的仙山上开辟洞府，看上去有点不协调而已。一路上，林凡手中握着混沌经，反复的观看，希望还能看出一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无论怎么看，经书上记载的东西都还是那些，他还是没有任何头绪。要想搞清楚这本混沌经，最关键的还是需要读懂前面的这些方形文字。回到洞府后的林凡坐在蒲团上，自言自语说道。青牛趴在他旁边，已经安安静静的睡着了。可这些文字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难道真的和师尊所猜测的一样，这些文字其实来自于无尽海域之外？我会是那无尽海域之外的大能转世吗？林凡仔细观察这些方形文字，越看越觉得这些文字有某种艺术感。突然间，他的脑海之中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反应，这种感觉就像一道闪电从他的思维中穿过一样。他发现自己好像以前真的见过这种文字。林凡顿时紧锁眉头，然后从袖口中取出一支笔，尝试把上面的文字给誊抄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每誊抄一个字，这经书书页上面的文字就会少一个。这是什么情况？林凡把整本经书的所有文字全部誊抄了一遍，那些文字全部跑到了这些纸上，就像有某种生命一样。紧接着，这些文字忽然从纸张上跃动起来，齐刷刷地钻进了林凡的脑海。林凡感觉自己的右眼有些难受，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好像要突破了。竟然在这种时候突破！林凡压制自己的修为很久了，一直控制着自己修为上涨的速度。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些跳跃的文字竟然能冲破那股封锁，强行让他突破。洞府内，因为林凡的突破，顿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灵气漩涡。仙山上的天地灵气全部往里面灌，往林凡的丹田里灌入。林凡赶紧冥神打坐，调理周身经脉，让这暴躁的天地灵气循环运转起来。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爆体而亡。仙山上其他洞府的元丹期长老也感知到了林凡这边的异样，纷纷从洞府中飞了出来。有些长老已经闭关了上百年了，也因为林凡弄出来的动静太大，强行出关了。这时，太上长老的那个3岁的弟子在突破。林凡的名声早就传遍了整座靠山宗，这群长老羡慕的同时也感到嫉妒。3岁啊，才3岁啊，竟然马上就要突破到合一境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一些修炼了几百年的老骨头垂头丧气地看着这一切，心想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3岁合一境，照着这个速度修炼下去，岂不是刚刚加关就大成了？又或者说，林凡还能更快得超出他们每一个人的想象。洞府内，林凡将暴躁的灵气完全压制住，现在已经在丹田内合一元丹了。这个过程对于天赋仙元一般的修士来说，可能需要数日或者数月，但对于林凡来说，只需要1-2刻钟而已。其实林凡并不想现在就突破到合一境，
因为他其实听了苍青真人的话，对这混沌经最后一页记载的东西保持着警惕。如果要突破的话，他本来是打算最好在搞明白这一切后再进行的。可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林凡甚至隐隐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破到合一境，或许是某种冥冥中的天意。伴随着元丹彻底的合一，林凡的气息发生了暴涨。他大喝一声，其声响冲出洞府，震破天际。林凡这是已经成功了。这群靠山宗的长老本来只是打算看了热闹就离开的，因为谁都知道元丹突破到合一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林凡的修炼速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才2刻钟而已，竟然就顺利突破了。按照靠山宗的宗规，本宗有长老突破，其他长老是需要赠送一些贺礼的。虽然林凡并不是长老，但在众人看来其实也差不多。给一个3岁的孩童赠上突破合一境的礼物，无论怎么看都像是老夫没有睡醒啊。长老们纷纷取出一些拿得出手的贺礼，准备在洞府外面迎接林凡出关。可此时的林凡的洞府上空却出现了一些状况，一片片劫云忽然出现，随后对准林凡的洞府降下了恐怖的雷劫。什么情况？靠山宗的长老们抬头仰望着苍穹上乌气消森的劫云，大惊失色。因为劫云的出现一般只在突破到渡劫期的时候出现，林凡不过才合一境而已，为何会引来劫云？而且看这劫云的强度，似乎不亚于渡劫期大能突破时产生的劫云。诸位道友，这劫云应该不是林凡引来的吧？劫云暂未落下，所以众位长老也只是猜测，这劫云未必是冲着林凡而来。然而此话音刚落，云空中忽然闪过一道雷光，随后响起漫天的炸雷。众长老见状，赶紧催动丹田的灵气，朝着仙山外围飞走。因为他们从那雷光中感知到了危机，他们敢肯定，如果这雷光落到地面上，哪怕只是余波波及到他们，他们也必死无疑。洞府内，青牛忽然从地上爬起来，对着林凡哞了一声，他才提醒林凡赶紧离开这里，叫声中有一丝急切之意。但此刻的林凡却突然愣住了。刚刚突破了合一境后的他，脑海里面忽然多出了一些记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能够看懂那本混沌经上面的方形文字了。那种文字其实并非来自什么无尽海域，而是来自一个名为地球华夏的地方。林凡赶紧抓起刚刚腾抄出来的那些纸张，准备仔细阅读上面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但雷劫已然降下，直冲林凡的洞府而来。青牛知道，如果再不躲闪，林凡必死无疑。于是他直接驮起林凡，朝着洞府外跑去。青牛再次高声鸣叫，驮着林凡拼命地往外面逃。那第一道雷劫径直落到林凡的洞府处，直接把林凡的洞府给劈成了2半。林凡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头顶布满了恐怖的雷劫。青牛，这些劫云是冲着我来的？林凡不敢相信，他一个小小的合一境修士，如何能引动如此恐怖的劫云？一般来说，不都是渡劫期才会引来雷劫的吗？青牛连连摇头，他怎能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和林凡这个小不点儿，今天很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第一道雷劫落下，紧接着第2道雷劫奔腾而来。这一次，这道雷劫朝着林凡逃走的方向落下。青牛见到事情不妙，赶紧催动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强化奔走的速度。这一刻，他的速度不亚于合一境巅峰的妖王在仙山上飞快地奔跑。于是第2道雷劫也落空了。不过这道雷劫虽然没有劈中林凡和青牛，却劈开了仙山的一块峭壁。峭壁上的灵岩骤然粉碎，如同泥沙一样从高处滚滚落下。靠山宗的长老们回头看着仙山上发生的这一切，既庆幸，同时又有些担忧。他们庆幸自己逃得及时，这雷劫的余威并未波及到自己，同时他们又担忧林凡这个天赋逆天的孩子就这样死在雷劫之中。此事甚大，必须立刻通知太上长老。一位长老紧张说道，然后朝着苍青真人的洞府飞去。如今靠山宗宗主受到大炎皇朝的国主邀请，暂时不在宗内，所以一切大事都是由太上长老苍青真人决断。而且苍青真人本来就是林凡的师尊。青牛，我好像能够看懂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了。逃跑的过程中，林凡还不忘有关混沌经的事情。你跑慢一点，让我读一下上面具体写了什么。林凡的这个要求听得青牛脑子发烫，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慢一点？躲不过这一劫，就算你读懂了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意义？青牛不理会他，继续全速奔走，并且速度还在加快。林凡再次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劫云，只见第3道雷劫已经落下了。这一道雷劫的威能显然超过了前面2道之和。林凡猜测，如果这道雷劫还是无法劈中自己，第4道雷劫恐怕会更加恐怖。果不其然，青牛全力躲开了这道雷劫，雷劫落到了仙山中央的湖泊之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但同时引来了第4道威力更甚的雷光。于是林凡紧握着手中的白纸，从青牛的背上站起来。青牛，你自己逃吧，这雷劫是冲着我来的。青牛摸了一声，意思是他不会放下林凡。林凡凝视着落下的第4道雷劫，沉声道，你与我若不分开，肯定都得死。说罢，他一跃而起，朝着青牛逃走的反方向飞走。青牛万万没有想到林凡居然如此决绝，他又摸了一声，这一声的意思是林凡是个傻子。苍青真人都还没来，你就不能再挣扎一下吗？于是青牛立刻掉头朝着林凡追去。青牛现在的速度达到了合一境的巅峰，林凡虽然修为达到了合一境，但单论速度的话是远及青牛这样的妖兽的，所以青牛和林凡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大有追上的势头。与此同时，第4道雷劫直接将仙山给劈成了2半。小凡，速速到为师这儿来！林凡还来不及惊诧，
耳畔就传来了苍青真人的传音。他朝着这声音的方位看去，苍青真人正手持靠山宗的镇宗之宝，朝着这边驾鹤而来。青牛看到苍青真人手中的宝物，顿时觉得有了希望，兴奋地哞了一声。靠山宗当年第一任宗主之所以给宗门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他曾经和一头神兽签订了契约。这头神兽名为地藏通玄龟，大成期圆满的修为，守护了靠山宗97000年。可以说，只要这头神兽还在，靠山宗就是名副其实的靠山宗。当初有不少敌对宗门想要吞并靠山宗，有数次都是这头地藏通玄出手化解的。不过后来，这头神龟因为寿元将继而陨落，靠山宗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强大的靠山，渐渐沦为了2等甚至3等宗门。但是神龟虽然身死，但却给靠山宗留下了一身的宝物，其中最为强大的宝物就是神龟的龟壳。这龟壳堪比大成级别的防御灵气，可以抵御这片大陆上几乎所有修士的攻击。所以苍青真人一听到林凡招来雷劫的消息后，就将其带了过来，就是要利用这强大的龟壳帮助林凡化解这次危机。第5道雷劫落下，这一道雷劫的威力就连苍青真人都觉得可怕。他敢肯定，这道雷劫的强度一定达到了渡劫期。青牛卯足了气力，再次驮上了林凡，朝着苍青真人的方向奋力前进。苍青真人感觉时间已经有些来不及了，于是赶紧把宝物给扔了出去。青牛展开法天象地，以巨大的身躯接住飞过来的神龟之壳。哞！他再次鸣叫，示意林凡立刻抓起这宝物，将其挡在自己的身前。林凡没有犹豫，抓起龟壳举过头顶，噼里啪啦。果不其然，第5道雷劫虽然强大，但却无法洞穿堪比大成级防御灵气的神龟之壳。得救了！林凡发现第5道雷劫之力很快就彻底消散，疑惑问道。话音刚落，第6道雷劫应运而生。苍青真人看到这第6道雷劫，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非常难看，因为这道雷劫的威力已经超过了渡劫期，和大成期大致相当。难道这就是天道之怒吗？老夫的徒儿不过才合1境而已，为何天道要降下如此毫不留情的雷劫，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苍青真人不甘心，因为他隐隐觉得林凡很有可能躲不过这场劫难了。混沌经，一定是那本混沌经。小凡突破合1境后，莫非窥见了某些东西？第6道雷劫恐怖异常，和前面5道雷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对准林凡落下，光是划破长空的余威，就让周围的空气沸腾。诸位长老，速速离开靠山宗！靠山宗的长老们看到这无比恐怖的雷劫，全部都害怕了，他们如同惊弓之鸟一样四散飞走。苍青真人对着林凡大声喊道：小凡，快将丹田中的灵气注入到神龟之壳之中，这龟壳是大成级的宝物，理论上还能阻挡住这第6道雷劫，但林凡需要将自己丹田里面绝大部分的灵气注入进去，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他的威能。林凡听到了苍青真人急切的喊声，也没有多想，立刻扛起地藏通玄龟的龟壳，体内源源不断的灵气注入其中。只见这龟壳发出绿色的光芒，在云天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雷劫轰隆隆落下，在这道屏障上激起了千层火焰浪花。这一瞬间，靠山宗地动山摇，所有弟子都感知到了。长老洞府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外门弟子也好，内门弟子也罢，都被这剧烈的天旋地转所吓到了。以他们的修为，莫说过去帮忙了，连站都有点站不稳。难道是有大能入侵本宗了？弟子们纷纷猜测，仙山那边可能有大能降临，和长老们发生了大战。但下一秒，他们就抛下了这个想法，因为第7道雷劫出现了。准确的是，第7道雷劫根本不能算雷劫，而是覆盖了整座天空的雷电网。靠山宗的弟子们抬头望去，看着这巨大的雷电之网，仿佛天地都被包裹在了其中。这还是雷劫吗？靠山宗的长老们一路逃窜，头顶上的雷劫散开的速度比他们逃走的速度还快。而此时的苍青真人整张脸都失去了光泽，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如此恐怖的劫云。虽然他的修为不高，但他能够看得出来，这雷劫的一旦劈下来，恐怕大成期的修士也能瞬间劈死。天意，真的是天意。我早就应该知道，小凡的身份必定不凡，可谁能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凡。苍青真人一脸悲悯地看着林凡，自言自语说道。林凡坐下的青牛此时也吓尿了，难以想象，一头快要修炼到合1境界的大妖兽，居然会吓尿。哞！青牛发出短促的鸣叫，他再示意，或许这一次谁也逃不掉了。林凡也看不来了，无论如何，这天道都要让自己死去。既然如此，何不趁着最后的光阴，看一眼那混沌经上究竟写着什么内容？于是林凡翻开手中誊抄过的白纸，快速地阅读着上面的内容。然而这一读下去，林凡瞬间就愣住了。突破合1境之后的他不仅完全能够看明白上面的内容，同时他还想起了一些事情。他叫林凡，同时也叫林玄清。他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自一个叫做彼岸之地的地方。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充斥着他的脑海，让他的大脑感到一阵眩晕。就在这时，第7道雷劫已经落了下来。苍青真人见状，不顾一起地踏破空气而来，将自己丹田里面的灵气注入到龟壳之中。尽管他知道10有8九是挡不住的，但他想着能帮林凡争取一点时间，就多争取一点时间。师尊！林凡没有想到，在这种十死无生的境地，自己的师尊苍青真人竟然如此义无反顾地挡在了他的前面。苍青真人高举着龟壳，支起了一道比林凡还要巨大的屏障，守护着靠山宗。但雷劫的力量远超这道屏障，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龟壳就出现了一道裂痕。与此同时，苍青真人的嘴角也开始淌血，
师尊！林凡又喊了一声。他看着苍青真人的背影，两只眼眶不由得泪珠满盈。这是自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以来第2次落泪。苍青真人没有说话，只是回过头来给了林凡一个眼神。这个眼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让林凡赶紧逃，逃得越远越好，哪怕只要有一丁点的希望，也不要放弃。林凡能够读懂苍青真人眼神中的一切，但此时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师尊，我走不掉的。苍青真人听到这句回答后，瞳孔微微收缩，因为他从林凡的话中听出了林凡已经找到了混沌经上面的答案。此刻，林凡拿起混沌经，对苍青真人继续说道：师尊，这本书上所记载的一切，的确是关于我的。上面的那些文字，我现在能看懂了。尽管这些文字究竟来自哪里，我还是没有想起来。但上面的内容，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误的话，应该是记载着我3岁之前的记忆。师尊，今年我正好满3岁。说到这里，林凡叹了一口气，稍微顿了一下。过了大约2个呼吸的时间，他才继续开口：师尊，对不起，因为我让靠山宗遭受了如此弥天大劫。他话音刚落，苍穹之上第8道和第9道雷劫应运而生。这2道雷劫的力量，仅仅是略微看一眼，就能让人心惊胆寒。苍青真人见状，摇了摇头，淡然地放下了手中的神龟之壳。小凡，你果然来自这片大陆之外啊！可惜为师修炼了1000多年，也未曾见过大陆之外的风景。如果可以的话，真想亲眼看一看啊！苍穹之上闪烁一道白光，照亮了靠山宗方圆1000里的空间。这一瞬间，无论是林凡，还是苍青真人，亦或者那些长老和弟子，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茫茫的，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肉身湮灭在了这白光之中。哇！大炎皇朝边陲，一个名为林家村的小山村内，一个男婴咕咕坠地。村长林山兴奋地抱起这个婴儿，惊奇地发现孩子的2只瞳孔的颜色不太一样，异色的瞳孔很少见啊。村长，仙师不是说了吗？这次要在我们村里面招收一个炼丹童子。林凡正好在今日降生，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啊。对，如果林凡能够拜入仙师门下，我们林家村就又能出一个仙人了。乡亲们围在刚出生的婴儿旁边，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村长林山听了这些话后，也是蠢蠢欲动，认为这或许真的是个机会。林凡，你想不想求仙啊？如果你想求仙的话，你就眨眨眼，爹就送你到仙师那里碰碰运气。或许是巧合，也有可能是真的听懂了林山的话，他怀中的婴儿竟然真的眨了眨眼。林山顿时大喜，他隐隐觉得这或许真的就是上天安排好的。好，林凡，爹现在就送你过去。林山抱着刚出生的林凡，火速前往族堂。而此时的族堂内，一共有6名不到5岁的孩子，按照林家村族老领取的要求，乖乖地站成了一排。族堂之上，主位上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在仔细地端详眼前的这几个孩子。这6个孩子面对传说中的仙人，自然是非常的紧张，2只小手紧紧地攥着。就在这时，族堂之外，一个声音传了进来：仙师，咱们村子里面还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林山抱着林凡，快速跑到老者面前。老者看到林凡后，先是一愣，然后内心狂喜，这个孩子竟然是天生神童。他发现林凡的2只眼睛都极为不凡，而且还是2颗异色的眼睛。天生神童，并且还是2颗完全不一样的神童，我靠山宗，未来将出现一位正宗大能了。老者压抑不住兴奋，笑声充斥着整座族堂。林山虽然听不大明白仙师是什么意思，但从这如此兴奋的语气中听出自己的孩子林凡应该是一块当仙师的材料。一旁的领取插嘴问道：仙师，那本村的这几个孩子？他话还没说完，老者就挥了挥手说道：这6个孩子没有仙根，本座只要这个刚出生的男婴。领取叹了口气，只能无奈打发走这6个孩子离开。随后，老者从袖口中取出一块木牌，上面刻着靠山宗3个大字：本座乃是靠山宗太上长老苍青真人，从今日起，这孩子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靠山宗，林山听说过这个仙宗，似乎距离林家村很远，但无论怎样，小林凡算是正式拜入仙宗了，以后可以做仙师了。苍青真人又从袖口中取出1袋银两，扔到了林山的手中。这里有200两银子，算是本座收徒的见面礼了。200两银子，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可谓是一笔巨款了。整个林家村的祖产全部加起来，都卖不到这个数字。多谢仙师。林山接过银两，对苍青真人行礼。苍青真人轻轻一挥手，只见襁褓中的林凡立刻漂浮起来。然后他继续对林山交代道：我靠山宗位于大炎皇朝南部，距离此地大约有20万里之路程。此子入我门下，从今以后，或许10载乃至数十载都不能返回林家村一次，你明白吗？林山点头，自然明白求仙的代价。常言道，仙凡有别，凡人一旦踏上仙途，就很难再见亲人几次了。当年林山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有一位仙师路过了林家村，带走了村里面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这一去就是30年，杳无音讯。仙师，如果可以的话，我只要在我死去之前见凡儿一面就足够了。苍青真人轻轻点头，随后从袖口中取出一支狼毫笔，他挥动笔杆，在林山的额头上画了一个黑色的小点，然后这个黑色小点很快就消失了。本座已在你的身上画下了因果，有朝一日，若你说的情况真的发生了，本座在靠山宗亦能知晓，到时候本座自会遵守承诺，让他回来见你最后一面。听到苍青真人这2句话后，林山算是彻底放心了。多谢仙师成全。一切交代完毕后，老者挥动拂尘，把林凡揽入怀中。
然后他腾空而起，朝着足堂外飞去。一只仙鹤划破云空，飞到老者面前。老者带着林凡坐了上去，很快就消失在了林家村众人的视野之中。3年后，考山宗内门，林凡骑在一头青牛的背上，手中拿着一卷书卷，正朝着苍青真人的洞府行去。一群内门弟子见到林凡来了，鼓起勇气上前，将林凡团团围住，想要请教一些修炼相关的问题。但林凡今日受到苍青真人的召唤，有事抽不开身，一一拒绝了。3岁的他修为已经达到了元丹期，若不是有意的压制的话，他甚至立刻就能突破到合一境。也不知道自己的师尊苍青真人今日召见自己究竟有什么事情。他收起书卷，催促坐下的青牛加快速度，赶紧前往苍青真人的洞府。一路上，他望向周围的美轮美奂的景色，总觉得是那么的不真实。但是他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他觉得不真实。其实这种感觉不是他现在才有的，自从他记事以来，时常都会发生。除此之外，今日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隐隐约约觉得今日的这一切曾经好像发生过，真是奇怪了。林凡喃喃自语，仔细回忆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过，但却想不起来。哞！青牛发出一声鸣叫，示意林凡苍青真人的洞府已经到了。林凡回过神来，从青牛背上下来。苍青真人正在洞府中盘坐修炼，感知到林凡和青牛来后，关闭了洞府外的法阵。林凡一人一牛缓缓走入洞府，来到苍青真人面前。林凡没有任何拘谨，随意找了蒲团坐下。青牛则是趴在一边睡觉。师尊，今日召见，不知何事？林凡问道。苍青真人从袖口中取出一本道藏，递到林凡的手中。林凡低头一看，只见封皮上写着3个大字混沌经。忽然间，林凡生出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林凡看着手中的混沌经，那种强烈的既视感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这本道藏他明明没有在靠山宗的藏经阁里面读过，但为什么好像自己以前看过了一样？苍青真人见林凡拿到混沌经后，忽然愣住了，于是询问道：“凡儿，可是发现了什么？”林凡听到苍青真人的声音，这才从那种既视感中回来，回答道：“师尊，弟子发现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本道藏。”见过？苍青真人听见林凡如此说，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这本混沌经是他在一处秘藏中得到的，当初他打开读过，里面似乎确实记载了有关林凡的事情。师尊，确切的说，这本道藏我并未见过，只是一种既视感而已。只是这种既视感非常的强烈，和真的见过没有什么两样。林凡解释道。苍青真人更是感到震惊，他赶紧让林凡打开这本混沌经，想让林凡自己亲眼看看上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林凡打开这本所谓的经书，第一页便是一幅画像，这幅画像不是其他，正是林玄清的3岁时候的模样。师尊，这难道是我？林凡不敢相信，这本书的第一页准确无误地画出了自己的样子，而且是那么的惟妙惟肖。苍青真人沉声道：“凡儿，继续往下面看。”林凡翻开第2页，上面果然记载了自己的名字林凡。真的是我。林凡继续往下面翻，从第3页开始，都是一些他看不懂的方形文字。这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排布着，以林凡目前的学识，无法看出究竟是那个王朝的文字。师尊，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林凡询问苍青真人。苍青真人摇头，回答道：“凡儿，此文字为师也不知晓来源何处，但为师猜测，此文字很可能来自无尽海域之外的某个国度。”无尽海域之外？林凡没有想到，师尊不认识这文字也就罢了，竟然猜测这文字不属于这片大陆。结合前面自己的画像，一种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应运而生。苍青真人对着林凡点头，其实他的想法和林凡一样。师尊，这不可能吧？这本经书真的是预言书？苍青真人还是摇头，他并不敢确定。凡儿，是不是预言书为师并不确定，但为师可以向你保证，此书的确出自一个从未有人发掘过的秘藏。苍青真人的意思很明确，这本混沌经在他发掘之前，没有其他任何人发现的痕迹。这意味着这本书的作者当初的确预言了林凡的降生，并不是其他人的恶搞。林凡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就算是大成期的大能，也无法做到如此准确的预言。毕竟预言是要遭受天谴的。就凭这本经书的开头2页，如果预言为真，至少要几百个大成期修士同时遭受天谴，那可是几百个大成期修士，整片大陆加起来恐怕都没有这么多。为了预言一个叫林凡的小孩子，何故付出如此重的代价？除非林凡的重要性远超这几百个大成期修士，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预言者难道就没有后手，任由苍青真人一个反虚境的修士发现？想到这些，林凡对这本混沌经后面记载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从第11页开始，一直翻到倒数第2页，上面什么都没有记载。总共1000页的经书，除了前面零零散散的10来页，剩下的竟然都是空白。如果非要说这900多页上面有什么，只有颜色有些不同，是纯金色的。金色能代表什么？林凡暂时先不想这个，把混沌经翻到了最后1页。最后1页终于有内容了，但这内容让林凡有些不太舒服，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贴有自己名字的病人躺在一张铁床上，身体各个地方都插满了他没有见过的小管。我死了。林凡仔细观察着铁床上躺着的自己，发现骨龄并不大，只有30-40岁的样子。如果按照目前他修炼的进度持续修炼下去，再修30年，他至少也达到了反虚境以上。一个反虚境的修士，寿元几千载，在没有重伤的情况下，怎么可能34岁就快要死了？师尊，这到底作何解？
林凡合上混沌经，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苍青真人稍微顿了一下，然后说道：“凡儿，你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元丹境的瓶颈了吧？”林凡压制了修为，迟迟不突破。苍青真人一眼就看了出来，为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最好不要突破到合一境之上。苍青真人看着林凡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道：“师尊，您是意思是突破到合一境之上，我可能会遇到危险？”苍青真人叹了口气，随即解释道：“如果这本所谓的混沌经是真的，那么将只有一种情况最为可能，那就是你其实是某位大能转世，并且在那边拥有十分强大的敌人。大能转世，林凡知道一些，当年靠山宗就出现过大成期的大能转世重生、重修一世的情况。凡儿，你天生神童，修为增长的速度远超我们的认知，这其实已经辅助说明了你确实是某个大能转世。而且，正如同为师一开始所说，这本经书上面的文字来自无尽海域之外，你的真正来历很可能也是那边。”听了苍青真人的一番话，林凡陷入了沉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或许确实应该停止修炼了。苍青真人见林凡迟迟拿不准主意，于是挥动拂尘对林凡说道：“凡儿，此事勿要想得太多，你回去之后再慢慢思索吧。”林凡微微点头，对着苍青真人行了一礼后，从蒲团上站起来。青牛哞了一声，把林凡驮着在背上，一人一牛就这样出了苍青真人的洞府，朝着返回的方向飞去。一路上，林凡一直在思考苍青真人所说的话，不知不觉中，青牛已经驮着他回到了洞府。回到洞府后的林凡随意找了一个石板坐下，将手中的混沌经再次铺开。是否是预言书的事情，暂且先不去管。林凡还想看看这些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横看竖看，怎么看都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他想着用笔誊抄一下，然后带到藏经阁去对比一下其他古籍的记载。林凡从袖口中取了一些白纸，然后拿起笔。正当他准备誊抄的瞬间，他的脑海中一股强大的既视感猛然袭来。这是怎么回事？林凡低头看着自己手中握着的笔杆，好像这一切曾经在哪里发生过，但他却想不起来到底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过。林凡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落笔。按照混沌经上面的内容，林凡一字不落的工工整整的全部誊抄。神奇的是，他刚刚誊抄完这些方形文字后，原本书上的文字竟然全部都消失了。这些文字是活的。林凡仔细观察自己誊抄完后的纸张，他亲手写下的字原本是有一些细节和混沌经上不一样的，但此刻竟然和之前的一模一样了，真的是活的。林凡把白纸暂时放到石桌上，然后再次翻开混沌经。他现在对这本书更加好奇了，他隐隐觉得或许那900多页的空白也藏着某种信息。林凡打开这些金色的书页，细致观察。就在这时，这些书页中的金色竟然全部跑了出来，在洞府内绽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芒。这些金色光芒很快就全部钻进了林凡的左眼，林凡顿时感到大脑一阵眩晕，差点倒在了地上。青牛发现林凡有些不对劲，对着林凡哞了一声。林凡挥手示意自己没事，只是丹田中的灵气目前有些暴动。这些金光进入他的身体后，瞬间就流入了周身经脉之中，就像水流一样，最后汇聚到了他的丹田。他的丹田中的灵气正是因为和这金色的光芒交织在了一起，才变得异常的暴动。看来我已经无法压制住自己的修为了。林凡喃喃自语，心想这一切莫非真的是天意？自己的师尊从混沌经中看出了某些端倪，希望自己暂时不要突破境界，但当他马上就受到了这本混沌经的影响，必须强制突破了。如果他还继续压制修为，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爆体而亡。林凡没有办法，只能双手合于丹田之前，静静打坐调息。青牛趴在林凡身边，为林凡护法。洞府之外，因为林凡突破时的动静过于强烈，吸引来了不少靠山宗的长老。这是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林凡的洞府吧？这才入宗多久，竟然就要突破到合一境界了？长老们面面相觑，对3岁的林凡即将突破到合一境而感到震撼。之前赵长老从元丹境突破到合一境，元丹合一的过程一共是用了7日吧？不知道林凡林师弟一共需要用多久？元丹合一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靠山宗历史上记载的最短的一人是第7代宗主，一共只用了1日的时间。而当代最快的记录是一位姓赵的长老保持的，用了整整7天7夜才完成。7日的时间看上去很久，但这已经是罕见的天才才能做到的了。林凡的天赋世间无双，所以长老们都猜测可能会打平第7代宗主的记录。然而他们还是猜测的保守了。洞府之内，林凡一共只用了不到2刻钟的时间，就顺利突破到了合一境界。2个时辰不仅打破了靠山宗的记录，甚至打破了这片大陆的所有修士的记录。长老们感受到洞府内灵气的波动，脸上的表情除了震撼还是震撼。诸位长老，不要发愣了，快快拿出贺礼，给林师弟送去吧。就在这时，长老之中有人提醒道。一众长老这才回过神来，纷纷从袖口中掏出各式各样的贺礼，齐刷刷地朝着林凡的洞府飞去。洞府内的林凡突破到合一境后，一些记忆在他的脑海中凭空产生。他猛然发现自己好像看得懂那本书上的那些方形文字了。于是他赶紧打开自己誊抄好的白纸，将其铺在石桌上，准备仔细阅读。就在这时，苍穹之上一片片劫云忽然笼罩了林凡的洞府。洞府外面的靠山宗长老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合一境的修士能引来劫云。一般来说，这不是渡劫期修士突破时才会出现的吗？诸位道友，快快离开仙山！一位长老大声呼喊道。一道雷劫猛然劈了下来。洞府内，青牛感知到了危险，
急促地哞了一声。林凡此刻正沉溺在读懂这种方形文字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雷杰已经来了。我懂了，我全部都懂了。林凡忽然大声笑道，一些沉睡在他脑海中的记忆渐渐苏醒了。我是林凡，但同时我也是林玄清，我来自彼岸之地。这些文字记载的是我遗失的一些记忆。尽管林凡脑海中的记忆还有些不全，但他已经大概猜出了很多事情。他的确是大能转世，只不过并非来自无尽海域而已。青牛见林凡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坐在石桌前发癫，于是赶紧冲了过来，强行将他给驮在背上。此时的林凡又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既视感，不过和前几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既视感彻底激发了他的一些记忆。我想起来了，我全部都想起来了。林凡瞳孔收缩，一双手都在颤抖。雷杰正中洞府，千钧一发之际，青牛全速冲了出去，带着林凡躲过一劫。No！ 青牛长鸣一声，回头望向碎成粉末的山石，仍然心有余悸。林凡趴在他的背上，轻轻拍打了几下。青牛不必躲闪了，这雷杰躲不开的。他抬头望向乌云滚滚，如此说道。No！青牛驮着林凡，听到这句话后有点懵逼，这什么意思？才第一道雷劫就放弃治疗了？林凡叹了口气，持续望着云天上的雷劫，说道：“青牛，你不明白，我活不过3岁这个坎的。”林凡这会儿恢复的记忆越来越多，基本上已经记起来自己为什么又叫林玄清，以及因为什么才来到这个混沌世界中的了。当初他从彼岸之地坠入这个混沌世界后，受到了某种法则的力量，与这个世界的一切融入到了一起，导致他失忆了。但随着修为的增加，以及那本混沌经的提示，他已经想起来自己是来这里找寻3岁之前的记忆这件事了。青牛听不明白林凡的意思，只继续驮着林凡逃跑。同一时间，已经有长老前往了苍青真人的洞府，将林凡渡劫的事情告知给他。苍青真人闻言大惊失色，立刻拿着靠山宗的镇宗宝物驾鹤飞来。然而此时的林凡根本就放弃了挣扎，任凭雷劫落到自己身上。苍青真人刚刚赶到，第2道雷劫已经滚滚落下。青牛燃烧血脉的力量，强行提升自己的速度，让自己的速度达到了合一境妖王的水平，企图带着林凡逃到苍青真人身边。但林凡却是纵身一跃，从青牛的后背上跳下。苍青真人见状，急忙大喊道：“凡儿，你这是为何？”林凡高举着手中的混沌经，喊道：“师尊，弟子已经完全明白这本书上记载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了。”面对雷劫死亡的威胁，林凡不仅没有一丁点的绝望，脸上反而挂了不少笑容。苍青真人看见此幕，先是一愣，然后释怀：“凡儿，为师明白了。”苍青真人本想将手中的地藏通玄龟壳扔出去，但林凡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也便遵从林凡自己的意愿。此刻，林凡仰天大喊：“第1001个混沌世界的意志，我林玄清回来了！”说罢，他的左眼将混沌经里面的那些金色光辉全部炼化。彼岸之地那边，林玄清的另外一具意志忽然链接上了混沌世界中的林玄清。巨影透过林玄清的左眼，看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第1001个混沌世界的样貌。这个世界似乎和其他混沌世界没有多少区别。巨影的声音通过左眼的联系传递到了林玄清的脑海。林玄清微微一笑，说道：“那你就可大错特错了。”听到这个回复，彼岸之地中巨影微微一愣，他有些想不明白，这第1001个混沌世界明明就和其他1000个混沌世界极其相似，为何林玄清要说自己大错特错？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他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巨影透过林玄清的左眼，再仔细观察了一遍周边的环境，仍然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其他的那些混沌世界一样，有修炼者，有天地灵气，还有各个种族的势力。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像那些世界一样，除了下界天域之外，还有古界。这里就是一整片大陆，大陆之外就是无尽海域，无尽海域之外便是彼岸之地。所以说，你还是不懂。林玄清喃喃自语，这句话是对巨影说的。巨影保持沉默。下一瞬间，第2道雷劫猛然击中林玄清的额头，林玄清的身体顿时化为了一团泡影。他身边的青牛也渐渐消失，苍青真人的那张熟悉的脸也变成一缕青烟随风飘散。仙山上所有洞府都消失了，继而整座靠山宗也都消失了，甚至大炎皇朝也彻底化成了泡沫。第1001个混沌世界在林玄清明悟之后，像一团气泡一样啪嗒一声湮灭，而林玄清自己则是变回了原来身穿白衣的青年身体，重新返回了彼岸之地。他从巨影的头顶跳下去，然后按照承诺把镶嵌在左眼上的天眼还给了他。巨影也并未占林玄清的便宜，也将林玄清的那只眼球还给了他。两人都换回了自己的力量，和之前一样，在茫茫的金光中对峙。叮！恭喜宿主成功获取到混沌之气，混沌之气星号1。就在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忽然出现在林玄清的脑海。其实系统的力量就是林玄清本人的力量，之前他们也融为了一体。林玄清这一波操作，只是想回味一下当初做系统任务的感觉而已。所谓的混沌之气，其实就是第1001个混沌世界湮灭后的精华。这团精华在林玄清回到彼岸之地的瞬间收走了，巨影并没有发现。现在还剩下不朽金光和规则之骨这2件东西了。林玄清凝视着眼前的巨影，显然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这2样东西究竟是什么了。你已经准备好了？巨影看见林玄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淡淡问道。林玄清微微一笑，摊开手说道：准没准备好，不都一样吗？你我之间终究是有一战的。巨影赞同林玄清的话，也点了点头。你要战，那便战。林玄清忽然摆了摆手，笑着说道：不，还要再等等。还要等？巨影不明白，
好家伙，不是你自己要战的吗？这会儿突然又来一个不打了。林玄清继续说道：你我决战之前，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在那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中究竟知道了什么？林玄清提到了最后一个混沌世界，巨影思考片刻后同意让林玄清说下去。其实吧，最后一个混沌世界。林玄清说了半句话后忽然停顿了一下，他望着巨影的脸，巨影此时耐心地听着。可下一秒，林玄清忽然皮了一句：嘿嘿，最后一个混沌世界，那些记忆我不告诉你。巨影感到一阵无语，随后他的天眼射出一道银色的光线，穿过金光直奔林玄清。林玄清右眼绽放金光，看穿了这道光线的轨迹，将身扭开，这道光线直接打偏，把林玄清身后的一团金光打散。林玄清稍稍有些意外，因为他没有想到这家伙居然也搞偷袭。急了，林玄清还是和刚刚一样的表情，嘴里吐出这两个字。在巨影的眼中，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讽。你在玩火？巨影沉声道，似乎有些怒火。林玄清丝毫不在意，回了一句：那又如何？说罢，他催动体内全部修为，朝着巨影的天眼奔去。说实话，我还是习惯有系统在的时候。林玄清大声说着，他的右眼前分离出了一个系统面板。叮，系统2号正在上线准备中，请稍后。系统的力量本来就是林玄清的，他自己生成一个2号系统，其实也只是为了习惯而已。毕竟之前每一次秒杀大帝、界主还有至高主神，都是系统陪伴在他身边。不过重新分离出一个系统，暂时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在这期间，林玄清还是需要依靠自己去和这巨影肉搏。林玄清的战术很明确，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削弱巨影的力量。很显然，天眼便是他最容易取得的目标。只见林玄清身法快如闪电，嗖的一声来到了巨影的头顶。他手中出现一道银色光柱形成的利剑，然后对准巨影额头上的天眼猛然挥动，刺了下去。巨影早就预料到了林玄清会从这里出手，所以他也有所防范。他额头上的天眼在林玄清银色光柱刺下来的瞬间，忽然生出一道银色的方形屏障。这道屏障坚固无比，比林玄清之前兑换的那些彼岸级的道具强上不止万倍。砰！光柱刺到屏障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同时也震动出了一阵巨浪。巨浪朝着四周扩散，吹散了不少金色的光芒。林玄清的回合结束，接下来就是巨影的反击了。巨影迈动自己金光中的左腿，完全不顾反噬。只见林玄清的头顶出现一张巨大的脚掌，猛然落下。这个场面就和当时林玄清还在混沌世界中见过的差不多，只不过那一次是手掌，这一次是脚掌而已。林玄清并不慌乱，因为他现在也不是当时的他，可以还击的手段有很多。他直接飞身上去，也一脚踢了过去。两人的体型相差虽然非常悬殊，就像山峦和沙砾一样，但他们的力量却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撞上去的瞬间，整个彼岸之地都发生了颤动。轰隆隆，好似雷霆大作，这响声足以让人耳裂。大约3个呼吸后，巨影迈开右腿，2倍的力量踏向林玄清。林玄清见状，直接硬碰硬，学着以前看过的黄飞鸿电影，来了一个佛山无影脚。砰砰砰，电光火石之间，已经看不清楚林玄清的身影。两人大战了10数个呼吸，仍然没有分出胜负。巨影万万没有想到，恢复了记忆的林玄清竟然如此强大，短时间内和自己竟然不相上下。林玄清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其实林玄清说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和巨影之间其实是一体两面。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地球上林凡梦境中的自己，只不过具象的不同而已。但林玄清和巨影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已经决定斩杀了巨影之后要返回地球。叮，2号系统加载已完毕，宿主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林玄清的脑海中新系统的声音出现了。很好，系统，帮我把特效全部开起来，记住一定要帅，要拉风。叮，接受到宿主的指令，正在为宿主加载特效中 loading。叮，特效加载成功，请宿主确认。林玄清看到系统面板上加载出来的特效是一套战甲、一个头冠和一双靴子以及一个棍子。好家伙，全是这个特效！林玄清一眼就认出，这是孙大圣的锁子黄金甲、凤翅紫金盔、藕丝步云履和如意金箍棒。2号系统还得是你啊！这套特效，本宿主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之前的1号系统匹配的特效虽然也挺拉风的，但说实话，格局还是太小了。2号系统给出的这一套，简直是给到了林玄清的心坎上了。要知道，这可是孙大圣当年大闹天宫的装扮啊！林玄清点击确认，这一套帅气无敌的衣冠直接穿在了身上，然后他握紧如意金箍棒，喊了一句：再大些！如意金箍棒果然就和《西游记》里面记载的一样，随着林玄清的心意变大，再大些，再大些！林玄清继续喊着，如意金箍棒直接长得比巨影还高。带，吃俺老林一棒！林玄清大喝一声，巨型如意金箍棒朝着巨影的脑袋打去。巨影见势不妙，赶紧催动天眼的力量，再次支撑起一道屏障。砰！金属撞击的声音剧烈响着，林玄清持续棒打，不给巨影任何喘息的机会。有一说一，我 cosplay 这套装扮打你这个3只眼睛的，还真有点孙大圣和二郎神斗法的感觉。巨影的记忆没有林玄清那么的全，他有点不明白孙大圣是谁，二郎神又是谁。但他此刻清楚地认知到，林玄清的气势似乎有些势不可挡了。狼狈不堪的抵挡当中，他不由得会想起林玄清在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中说的话：你到底知道了什么？巨影如此问道。林玄清一边棒打巨影，一边笑着回答道：想知道吗？哈哈，其实告诉你也无妨。
在那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中，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只要我杀掉你，我便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世界。因为你死之后，这彼岸之地的金光就是回溯，而你身躯的骨架就是规则之骨。巨影听到这话后，怒道：“那我杀了你也一样。”是的，理论上来说，巨影杀了他也是一样的结果。但林玄清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那就是他们3岁之前的记忆，那里记录了林玄清，也就是林凡真正的身世。林玄清说罢，握紧如意金箍棒，对准巨影又是一棒。这一次，巨影不再被动防御，而是打算和林玄清硬碰硬。巨影口吐一口浊气，好似万千利刃一般从深渊中射出，直奔林玄清。林玄清金箍棒打在浊气上面，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此时此刻，两人都使出了吃奶的气力，在彼岸之地中斗的是天昏地暗。周围的金光被震动的四面飘散，然后又聚拢在一起，片刻后又被打散。巨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他发现林玄清越战越勇，似乎有一种他没有的必胜信念。原本他以为这一战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但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你到底明白了什么？巨影怒吼一声，林玄清已经突破了浊气，直奔他的眼角。轰隆，一棒子重重轰下，巨影的天眼迸射出鲜红的血液，朝着各个方向落下。顿时间，彼岸之地中好像下起了血雨。巨影发出惨烈的叫声，随即挥动右臂，朝着林玄清一掌拍来。林玄清拔出如意金箍棒，立刻后撤。巨影直接拍空，连林玄清的影子都没有捉到。林玄清见到形势大好，乘胜追击，又挥动如意金箍棒，朝着巨影的左眼打去。巨影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结果肯定和刚才一样。于是他完全不顾金光的反噬，朝着旁边移动了身体一大步，这才躲开了林玄清的这一棒子。林玄清看到他双腿的反噬已经没过了膝盖，大笑道：“看来这彼岸之地并不是你的主场啊。”没错，彼岸之地并不是巨影的主场，恰恰相反，彼岸之地对于巨影来说是一个牢笼。他在有限的空间内，哪怕移动一丁点，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噬。巨影凝视着林玄清，怒火已经烧上了心头。你我之间的胜负还有未可知，不要高兴得太早。说罢，他的2只手臂同时挥动，就像拍苍蝇一样拍向林玄清。林玄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巨影的这个攻击手段不仅仅只是拍击而已。巨影的2只手臂拍过来的瞬间，中间的空间明显出现了一股撕裂感，导致林玄清根本没有办法移动身体。这也就意味着林玄清势必会被巨影所拍到。轰隆，又是一声巨响，林玄清落入了巨影的2只手臂之下，被拍在了手心之中。哼！巨影冷哼一声，以为这一巴掌下去，就算拍不死林玄清，也能让林玄清半死。然而下一秒，他的一阵皱眉，因为他感到自己的2只手掌心中有一股剧烈的尖刺般的疼痛感。啊！巨影发出痛苦的嚎叫，然后被迫张开手掌。只见林玄清握紧如意金箍棒，把它当成尖针支撑在中间。哈哈，看来你并不知道孙大圣的这根定海神针有多硬啊！林玄清撑开巨影的手掌后，踏空飞向巨影的脑袋，对准他的左眼再次棒打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巨影赶紧口吐一口浊气，扰乱林玄清的路线。林玄清在这磅礴的浊气中耍起了棍子，浊气很快就消散得一干二净。巨影整张脸都傻了，他没想到还能这样玩的。林玄清嘿嘿一笑，将金箍棒插入到巨影的左眼之中。彼岸之地再一次下起了血雨。耍棍子也是孙大圣教我的。林玄清刺瞎了巨影的左眼后，果断后撤。他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先弄瞎巨影的所有眼睛，让他丢失视野后再进行最后一击。在某个游戏里，这个套路叫致盲。此刻，巨影失去了天眼，又失去了左眼，视野大幅度降低。林玄清开始飞快的移动，几乎是在彼岸之地中转圈圈了。巨影开启防御姿态，用最后一只右眼仔细地洞察着林玄清的位置。林玄清一边高速移动，一边仔细观察着巨影的视野的盲区。两人连续对峙了大约30个呼吸后，林玄清终于发现，只剩下一只眼睛的巨影有几个点是看不到的。第一个点就是巨影的头顶，这个点就算巨影3只眼睛都在，他也看不见。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巨影对于这个位置一直都有防范。第二个点就是巨影左边大概30度的位置，巨影只剩下一只右眼，即便他能够快速捕捉，但由于林玄清的高速移动，导致他只有60%的概率能够捕捉到。最后一个点就是巨影左边靠近膝盖的位置了，这个位置和第二个点有些类似，但巨影能够捕捉到的概率稍微高那么一些，大概有个70%的样子。先打哪里呢？林玄清嘴角微微上挑，引得巨影一阵心慌，因为巨影也发现了这几个弱点。切！巨影沉声喝道，只见他的身体周围出现了一圈黑色的火焰，这种黑色的火焰看上去就像来自地狱一样，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林玄清知道这是巨影的一种保护手段，但林玄清根本不管这些，因为他要攻击的位置，他敢确信巨影一定猜不到。叮！检测到宿主心中所想的特效正在为宿主自动生成中，伴随着系统清脆的响声，巨影的眼前忽然出现了2个林玄清，紧接着他的眼前林玄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终密密麻麻的差不多有上万个。这是分身？巨影看着自己周围一模一样的上万林玄清，紧张的吞咽着口水。1万多个林玄清同时大笑，周围的空间全都是回响。哈哈，孙大圣的法术就是多，吹一把猴毛就是一堆的分身。你猜猜看，哪一个是我的本体？巨影四下张望，根本看不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林玄清，因为所有林玄清不仅外貌装着一模一样，就连体内的经脉灵气还有神力都是一样的。
霎时间，1万林玄清同时朝着巨影飞来。巨影没有好的对策，只能将力量分摊，每个地方都进行防御。当然，他猜测林玄清最终还是会进攻他的视野盲区，所以他在那3个点位布下的力量会更多一些。然而林玄清的选择出乎了他的意料，林玄清根本没有打算去进攻巨影的视野盲区，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巨影的最后一只眼睛。是的，在这1万多个林玄清中，林玄清的真身径直奔向巨影的右眼，握紧金箍棒朝着上面猛地挥舞下去。巨影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可林玄清已经到了，他手中的定海神针已经落下来了。这一刹那，巨影感到周围天旋地转，紧接着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他彻底瞎了啊！巨影发出了无能狂怒，2只巨大无比的手臂疯狂地舞动，把林玄清的那些分身拍成粉碎。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失去视力的巨影在林玄清看来战力至少下降了1半，所以他认为这场决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向他倾斜。现在林玄清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待巨影的这一波无能狂怒彻底打完了再出手。此刻的巨影因为失去了最后一只眼睛，彻底的失控，他全然不顾金光带来的反噬，疯狂地挥动着手臂。林玄清就站在远处的金光之中，耐心地看着，直到关键时刻再决定出手。可能有人会问，以巨影的能耐，只是失去视力而已，应该还有其他方式判断林玄清的方位吧？比如一些经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双目失明的人，照样可以成为一代大侠。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巨影确实还有手段去确认林玄清的位置，比如听声辨位，或者通过身体的感知去探查周围环境的变化。但问题就在于，巨影的对手是林玄清，林玄清可以施展一些伪装，让他根本无法通过声音或者灵气去感知方位。就像现在，他感知到自己的周围有无数个林玄清，所以他才原地疯狂地挥动着手臂。差不多了，过了大约20个呼吸之后，林玄清操起如意金箍棒，准备给巨影最后一击。这一瞬间，巨影感到自己的头顶出现一股强烈的死亡威胁，他知道自己好像真的快要死了。可他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林玄清从第1001个混沌世界回来后会有如此必胜的信念。曾经他明明和林玄清交手过无数次，每一次林玄清最后都会仓皇逃走，去混沌世界中轮回重生。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他完全变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巨影停止了反抗。他想要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到底在里面得知了什么？林玄清一棒打在巨影的头顶，巨影的身体开始渐渐飘散。在他身体飘散的瞬间，彼岸之地的金光像尘埃一样落下。啊，你到底在里面知道什么啊？巨影极不甘心，但也的生命只剩下风中残烛。林玄清又给他补了一棒子，这一次他的身体彻底飘散了。彼岸之地的金光落到了大地上，堆成了小山。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朽金光了吗？林玄清看了一眼堆成山的金色尘埃，然后又看向飘散的巨影。在那道巨大的影子下面，果然有一副熠熠生辉的骨架。规则之骨应该就是这个了。1号系统发布的最后一个任务，其中需要集齐的4件东西，现在林玄清已经全部找到。创世之精、混沌之气、不朽金光和规则之骨，只要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是在林玄清没有找寻到自己3岁之前的记忆之前，他一定会认为创造所谓的新世界也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毕竟这里可是林凡的梦境，梦境中无论创造什么样的世界，都也只是梦境而已。但当林玄清得知自己真正的身世后，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林玄清从空中降落到地上，然后从2号系统的商城里面随意取出了一枚彼岸级的纳戒，成堆的不朽金光被他收入其中，规则之骨也是一样。然后他环视着只剩虚无的彼岸之地，顿时感到一种落寞，一切都结束了呀！林玄清要准备离开这梦境了。这一刻，他想到了在这片世界100年的光阴，想到了紫霄圣地，想到了长生仙阁，想到了很多。林凡、唐三、药尘3个徒儿好像就站在自己的眼前，道侣张柳一似乎就在自己的身边，还有紫战天以及长生仙阁的一众阁主，陈玉皇和乾元道主等一众拜他为主的修士也在。黑猩虎和黑小虎2只坐骑就趴在他后面，一个又一个身影在他的眼底一闪而过，终究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呀。其实林玄清还是有点舍不得，但这里只剩下林玄清孤身一人。巨影死去后，那些剩下的混沌世界也相继破碎，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林玄清再想逃避，也无法重新轮回了。丁，恭喜宿主完成最终任务，请宿主即刻使用创世之精、混沌之气、不朽金光和规则之骨。2号系统是林玄清自己重新生成的，但他的声音总是让林玄清想到那个总是坑自己的一个系统。系统，我现在必须离开了吗？林玄清收拾心情问道。丁，理论上来说，宿主还可以在梦境中待一段时间，大约还剩下多久？丁，由于宿主刚刚和另外一具意志的大战，导致现实世界中的宿主本体寿命再次减少，因此按照梦境与现实之间时间流逝快慢的比例，宿主目前大约还剩下50年的时间。只有50年了吗？50年听上去很多，但其实和之前的1000年相比已经相差太多了。这说明了现实中的林凡目前应该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如果林玄清没有及时离开梦境，那么现实中的林凡将会彻底脑死亡。当然，现实和梦境是相互依存的，现实中的林凡死了，这里的林玄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丁，宿主是否选择现在离开？林玄清低着头，简单思考了片刻，然后他问道：系统，你有办法恢复这片梦境中的混沌世界吗？其实林玄清询问系统，就是在询问自己的内心。
因为要想恢复混沌世界中的一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刚刚收集到的那4件东西。但是那4件东西其实是可以带出梦境的。如果林玄清选择在梦境中使用，其实是巨大的损失，毕竟梦境中的东西终究是虚幻的。丁，宿主确定想要恢复混沌世界？应该是想的吧。丁，宿主要注意，即便恢复了混沌世界，这里的时间也只剩下50年了。所以本系统建议宿主谨慎抉择，最好的结果是将4件创世物品带出彼岸之地。林玄清摇了摇头，系统的观点代表着他的理智，他自己的想法则是代表着他的感性。把这4件东西带到现实世界，虽然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让我美好的度过余生，但其实并没有太多意义。毕竟我这个人啊，天生就是害怕孤独的。林玄清这样说着，心中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丁，既然宿主想要恢复混沌世界，那么本系统将开启自动世界生成模式，请宿主耐心等待。系统的声音落下，林玄清那界中的混沌之气、不朽金光、规则之骨以及创世之精全部飞了出来。这4件东西漂浮在林玄清的头顶，就像4颗闪烁着光芒的星辰。首先是创世之精，创世之精是世界创造的根本，它悬浮在空中，以它为中心，就像一只纺锤一样，朝着各个角度发射光线。这些光线充斥着整个彼岸之地，将彼岸之地纺织成了一个巨大的蛛网。其次便是不朽金光，不朽金光是世间的能量，一个世界没有能量，这个世界就是虚无的，毫无生机的。这些不朽金光就像沙尘一样漫天飞舞，扩散开来，充斥着创世之精形成的巨大的网络。再来就是规则之骨了，规则之骨是世界的基本运转模型，任何世界都需要一个骨架才能支撑，万事万物都要遵循这个骨架带来的规则，比如要有时间，要有空间，要有重力，要有一切。最后是混沌之气，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混沌之气从创世之精的位置分成阴阳两半，上凝为天，下沉为地，随后万物相继出现，生灵孕育而生。林玄清站在原地，看着这世界自动生成的壮景，几乎是沉溺在了其中。这种感觉比他现实世界中玩世界建造类游戏要震撼多了，毕竟那只是游戏，这是他真正经历的事情，虽然是在梦境世界之中。短短数个呼吸，新的世界已经快要形成。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混沌世界只有一个，并非是1001个，因为这是按照林玄清的意愿自动生成的。那1001个世界是天方夜谭，而这唯一的一个世界是他的金色梦乡，真美啊！林玄清看着山川河流以及各种瑰丽渐渐形成，发出由衷的赞叹。丁，按照宿主的要求，系统正在1对1匹配太虚古界的构造、妖神天域的构造以及其他18个下界天域的构造，请宿主耐心等候。这次林玄清创造的世界并不大，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空间去度过这最后的时光，他只需要创造一个和太虚古界以及妖神天域一模一样的世界就好了，因为那才是他在这里最美好的回忆。提到这个，林玄清便又想起了紫霄圣地曾经被摧毁了数次，每一次被摧毁之后又重新建成，这一次他还要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紫霄圣地。又过去了10几个呼吸的时间，这个和太虚古界一模一样的世界终于算是生成出来了。包括太虚古界下界的那些天域，系统都是等比例自动创造，和之前相比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丁，新世界生成完毕，请宿主为其命名。林玄清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游戏账号取名字的面板，他不假思索，直接在上面输入了4个字：我的世界。林玄清只想要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他最珍贵的记忆。丁，恭喜宿主成功对新世界进行命名。世界命名完成后，彼岸之地渐渐陷落，因为这个全新的世界将是这片梦境中唯一的空间。林玄清站在自己创造好的世界上空，如同上帝一般凝视着脚下的大地。这个世界有天地灵气，有飞禽走兽，有山川河流，一切都有，唯独有一样东西还没有。这样东西不是其他，正是林玄清的那些故人们。于是林玄清缓缓闭上双眼，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一艘木质的大船，在这艘船的甲板和船舱里面站满了人。林玄清微笑着将目光投过去，甲板上面的张柳依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微笑着看了过来，手中拿着船桨的紫战天痴痴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不可思议地问道：怎么回事？我怎么还在太虚古界？其实不只是他，乾元道主等人也是一样，被眼前的一切给搞懵了。我不是已经跟随林前辈来到了彼岸之地了吗？怎么现在好像还没有出发的样子？之前发生的一切难道都只是幻觉？修士们相互看着对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王林、唐三还有药尘3个林玄清的徒弟则是迅速朝着林玄清的方向飞来。林玄清再次看到他们3个，感到非常的欣慰。师尊，我们是不是已经战胜了彼岸之地幕后的那个人？3人来到林玄清身边，异口同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林玄清微微点头，3人大喜，但喜悦的同时还有一些疑惑。师尊，太虚古界不是已经毁灭了吗？为何现在？药尘的话还没问完，林玄清便说道：这件事情解释起来很复杂，你们随我下去，我慢慢讲给你们听。说罢，林玄清带着药尘3人回到了彼岸之舟上。张柳依抱着怀中的林梦，温柔地喊了一句：夫君。林玄清不可能将事情的经过全部真实的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只是林玄清梦境中的人，告诉他们真相，这实在是过于残酷。总不能给他们说，其实只要林玄清随意想象，他们这群人就可以存在，也可以消失。这说出去实在是有点抽象，所以林玄清只说了个大概。他告诉彼岸之舟上面还活着的所有人，那幕后之人的确被自己击杀了，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过，由于他和那幕后之人大战，导致彼岸之地已经破碎，其他的那些混沌世界也相继崩坏了。所以，他们现在看到的太虚古界以及下界的10数个天域，都是林玄清用了某种秘法重新修复的。虽说和以前的看上去一模一样，但其实是不同的。听了林玄清的讲述，众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切终于是结束了。诸位道友，太虚古界目前百废待兴，请各位各自按照原来的区域划分去重建自己的宗门吧。林玄清一声令下，彼岸之舟上无数的修士化成了流光，朝着四面八方飞走。这个场面好像一道道流星划破天空一样，美丽至极。一些与林玄清有旧的修士和林玄清简单的道别之后，也相继离开了。半个时辰之后，彼岸之舟上只剩下了原来长生仙阁的100多位阁主，以及紫霄圣地中紫战天等寥寥数人。林玄清看着这群人，略微有些感叹。之前一场大战，不只是长生仙阁和紫霄圣地，所有那些修为较低的修士都死在了彼岸之地中。其实林玄清是可以帮助他们复活的，但他没有这么做。虽然这里是梦境中的世界，但新创造出来的世界是有基本的运转规则的，强行复活那些本来都死去的人，只会让这些世界变得非常的不稳定。这个世界不稳定，则意味着林玄清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中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所以他没有那么做。夫君，你在想什么？张柳依站在林玄清身旁，温柔问道。被林玄清复活后，他现在不再叫林玄清老公，而是夫君，这也是林玄清自己的设定。其中原因很简单，就是之前那称呼他听腻了。林玄清摇了摇头，两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要不要整合一下长生仙阁和紫霄圣地？毕竟现在长生仙阁和紫霄圣地基本上都不剩下什么人了。张柳依点了点头，说道：“全凭夫君安排。”王林，徒儿在，你和紫战天一起带着他们回到妖神天域，将紫霄圣地重建。是，师尊。王林接到林玄清的师命后，立刻开始动身。夫君，那我们呢？张柳依看着自己怀中的孩子，疑惑问道：“我们不回紫霄圣地吗？”娘子，魏夫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林玄清一脸神秘的样子，让张柳依非常的好奇。夫君，什么地方啊？哈哈，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说罢，林玄清挥动右手，一阵清风拂过，彼岸之舟自动飞了起来。林玄清驱使着这艘大船，带着张柳依和两个孩子在长空中翱翔。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太虚古界的边界。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有一道巨大的天幕阻隔着。只不过，现在天幕的外面没有虚空战场，也没有其他的古界了。张柳依远眺着前方漆黑的天幕，询问道：“夫君，这里就是太虚古界的尽头了吗？”林玄清摇头，回答道：“看上去是的，但其实不是。我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重新创造了太虚古界和下界的10数个天域之外，还创造了一个小世界，而这个小世界的入口就在这里。”张柳依顺着林玄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那漆黑的天幕之下果然有一个细微的光点，只不过这个光点很模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林玄清继续说道：“娘子，你知道魏夫为什么还要创造一个小世界吗？”张柳依看了一眼林玄清的脸，然后又看了一眼怀中的孩子。夫君，你是想让我们和孩子住在这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张柳依不明白，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林玄清微笑道：“娘子，你不是一直很好奇魏夫为何有如此强大的修为吗？”听到林玄清这句话，张柳依才想起当初初见林玄清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林玄清到底来自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他还是北海大帝，林玄清却能轻松灭杀和他一样的9阶地境。后来他好不容易飞升太虚古界后，又发现林玄清能够轻易地战胜混沌古神。直到现在，林玄清带领着古界生灵，将彼岸之地的那位通天大能击杀。这一切好像在说明林玄清的修为没有上限。那么自己的这位夫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才能有如此惊世骇俗的修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个问题本来他都已经忘了，现在林玄清主动提起，他自然是很想知道的。彼岸之舟继续前进，缓缓接近那个发亮的光点。在抵达光点的瞬间，张柳依忽然感觉到周围好像有五彩霞光在迸射。娘子，接下来你将看到的世界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张柳依很期待，轻轻嗯了一声。林玄清抓住了他的手，彼岸之舟嗖的一声进入了这光点之中。张柳依的眼前是无尽的光芒，耀眼的让他睁不开眼睛。他紧紧抓住林玄清的手心，心中既兴奋又紧张。他在想，自己夫君曾经所生活过的世界究竟有什么呢？这里会是一个更高的位面吗？这里所有人都拥有和夫君一样的修为吗？片刻后，刺目的光芒渐渐减弱，张柳依终于能够再次睁开眼睛了。他站在彼岸之舟上，俯视着下面，看到了一个和太虚古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里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林立，霓虹璀璨。张柳依俯视着下面的一切，被这景色所震惊了。他说不出来到底应该怎么形容自己看到的一切。科技文明堆叠出来的高楼大厦，对于张柳依这种玄幻世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在太虚古界或者说是妖神天域，无论是宗门还是修士居住的洞府，基本上都是木质的房屋。虽然这些木质的房屋也很美观，但和现在他看到的钢筋水泥大厦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些大厦都非常的高，很多都达到了100米甚至200米，太虚古界的建筑达不到这种高度的。夫君，这里就是你曾经所生活过的世界吗？张柳依抱着怀中的孩子轻声问道。林玄清点了点头，回答道：是，但也不是。张柳依有点疑惑，
夫君这是什么意思？林玄清接着说道，娘子，这个世界是我根据记忆创造出来的世界，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在太虚古界之中，相当于一个小世界。张柳依懂了，那夫君，这个世界和外面有什么不同？娘子，为夫带你看一遍，你就知道了。林玄清驱使着彼岸之舟，彼岸之舟在空中缓缓前进，长空中有不少客机来来往往。夫君，这是什么飞行法器吗？张柳依站在彼岸之舟围栏边上，看着周围不断飞过的大客机，好奇问道。他看到这种飞行法器的速度不亚于鸿蒙至宝，关键是里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载人。林玄清看着张柳依好奇的模样，觉得她非常的可爱，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张柳依俏脸一红，嘟囔着嘴说道，夫君，人家不知道吗？你又看我笑话。林玄清哈哈大笑，哪有，只是看我娘子刚刚的样子很可爱而已，哪里有看笑话的说法。张柳依用力揪了一下林玄清的胳膊，引得林玄清一阵疼痛。好了好了，不闹了不闹了。林玄清握着张柳依的手心，解释道，娘子，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在长生仙阁的时候，我曾经给你讲过我家乡的一些东西？听这么一说，张柳依这才回忆起来，当初林玄清好像确实对她讲过，所谓一孕傻3年这么重要的事情，她居然给忘了。张柳依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夫君，那这种法器都是当初你讲过的战斗机了？林玄清敲了他脑门一下，微笑道，傻瓜，你看这种法器像能够战斗的样子吗？这种法器准确地说并不是法器，而是科技创造出来的一种机器，它的名字叫客机，型号是波音7777，是专门用来搭载乘客旅行的。你仔细看，客机里面载着的人其实都是凡人。张柳依聚精会神，透过一架客机的窗户看到了里面并排坐的乘客们，果然如自己夫君说的那样，都是一些毫无修为的凡人。凡人乘坐堪称鸿蒙道宝级的法器，这未免太奢侈了吧？在太虚古界，哪有凡人拥有鸿蒙道宝的？莫说鸿蒙道宝，能有一件最低级的灵器就已经算是祖上烧高香了。毕竟在修仙界，这些资源都是被修仙者们垄断了的。林玄清示意张柳依看下面车水马龙的公路，张柳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很多堪比地宝的马车。夫君，这种和马车差不多功能的地宝，也是凡人旅行用的。张柳依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汽车，大约数了一下，光这一个区域起码就有上万辆。尽管他现在的修为已经堪比至高主神了，地宝对于他来说相当于玩具，但同时看到这么多被凡人使用，还是有些震撼的。娘子，这种机器叫做汽车。汽车，没错，汽车的作用比较广泛，可以用来旅行，也可以用来每日工作生活，算是我的世界中每个家庭必备的东西了。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一件地宝。张柳依彻底懵了，只是出行而已，这里的凡人竟然全部都用地宝，这未免太夸张了吧？林玄清微笑点头，继续说道，其实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些机器都是工厂量产的。工厂？张柳依虽然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但她能够从自己夫君的语境中听出，这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宗门炼器堂一样的地方。夫君要炼制如此多的地宝，这个工厂里面应该有不少高阶炼器师吧？他按照自己的经验推算，光这一片区域的汽车加起来所需要的地级炼器师起码要1万人以上。林玄清摇了摇头，说道，非也，工厂里面生产汽车的人也都是凡人而已，并非是什么炼器师。什么凡人？张柳依这下彻底炸了，制作这种等级的宝物只需要凡人就可以完成的吗？于是他指着云空上的一架波音7777问道，夫君，你难道想说这种堪比鸿蒙道宝的法器也是凡人炼制出来的？林玄清毫不犹豫地点头，这怎么可能？得到林玄清的回答后，张柳依觉得自己的三观彻底被颠覆了。好家伙，自己夫君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凡人都是什么怪物？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能炼制的？林玄清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解释道，娘子，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难道娘子还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之中是没有任何天地灵气的吗？张柳依刚刚看得太入迷了，经过林玄清的提醒，他才发现这里竟然真的是一点天地灵气都没有的。没有灵气，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人无法修行，不能修行，则说明这里所有人都是凡人。而林玄清口中所说的能够让凡人脱胎换骨的科技，又是什么逆天的东西？夫君，科技是一种炼器手法。他试探疑问，你可以这样理解，但还不够准确。所谓科技，其实是发现世界运转的规则，然后将其量化并且运用。发现世界运转的规则，然后再将其量化，最后运用起来。虽然林玄清的话很好理解，但张柳依却觉得这应该很难吧？如果没有达到一定修为，只凭凡人的一双凡眼，怎能发现这所谓的世界运转的规则？林玄清知道，只是这样粗略的解释，张柳依是想不明白的。毕竟张柳依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修仙文明的框架之中，不亲身体验过科技文明，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理解得到的。娘子，你跟我来。林玄清让张柳依把孩子暂时安置在彼岸之舟上，彼岸之舟他做了特殊的结界处理，这个世界的人看不到的，所以林玄清让他大可以放心。然后他拉着张柳依的手从空中纵身跃下，以2人的修为，这几千米的高空根本不算什么。他们落到地面上后，林玄清解除了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屏蔽，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2个了。此刻林玄清和张柳依手牵着手站在城市的商圈中央，周围的人们纷纷把目光投了过来，然后不由得从拿起手机拍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2个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可以真正用美若天仙来形容。快看快看，他们2个在 cosplay 什么古风剧里面的人物吗？
他们是情侣吗？长得好好看啊！一堆人把林玄清和张柳一给围住，一边录像拍照，一边窃窃私语。张柳一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些凡人手中拿着的奇特宝物，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夫君，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机器？没错，这个东西叫手机，主要是用来通讯的。当初在长生仙阁的时候，我曾讲过一次。手机吗？张柳一回忆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夫君曾经确实讲过这样东西。据说这个被称作手机的机器可以做到堪比鸿蒙道宝级传音符的功能，传音的距离相当于整个太虚古界一圈，而且还是无线使用的。夫君，既然这是一种传音的机器，那么他们这又是在做什么？张柳一是在问，为何这些人要把手机拿在手中对着自己，感觉怪怪的。林玄清继续解释道，这是因为手机其实不止传讯的功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现在他们在使用一种被称作摄像的功能，可以记录我们此刻的样子。说罢，林玄清带着张柳一走到人群前面，对着两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孩子问道，可以借一下你们的手机吗？这两个女生近距离观察到林玄清后，才发现林玄清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好看。林玄清的脸型还有皮肤精致的，简直就像是高度 PS 过的图片中走出来的一样。帅哥，你用我的吧。这两个女生还在发愣，旁边的另外一个女孩子主动把手机递了过来。林玄清冲着她微微一笑，然后接过手机，礼貌说了一句谢谢。这不说其实还好，一说直接就给他的脑子整冒烟了，就像宕机了一样。毕竟遇到长得帅到无敌的人，谁能抵抗得住呢？林玄清拿着手机打开上面的相机功能，给身旁的张柳一看。娘子，你看，就是这个功能了。张柳一就像小孩子一样好奇，瞪大了眼睛，显得十分可爱。林玄清趁着这个机会，直接来了一波两人的自拍。咔嚓，伴随着相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们两人的合影就这样保存下来了。林玄清打开相册，把刚刚拍下来的照片打开给张柳一看。张柳一看到手机屏幕上如此精致的自己的图像，整个人直接给看傻了。可以记录图像的灵气，在太虚古界也不是没有，但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鸿蒙道宝，哪里会是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小玩意儿？娘子，其实这手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到时候我们去买一部，你自己用一下就懂了。张柳一轻嗯一声，然后把手机还给了刚刚那个女孩。那女孩看到手机中多了一张林玄清和张柳一的合影，觉得自己今天简直是赚到了。随后她立刻点击分享，将这张照片转发到了朋友圈和微博上面。林玄清带着张柳一离开了这个地方，沿着街边往东边走去。与此同时，他们两人的照片很快就冲上了网络热搜，还引来了不少星探的注意。不过林玄清目前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张柳一迅速了解科技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暂时没有理会这些东西。他带着张柳一径直地走向城市的图书馆，在这里张柳一可以通过书籍去了解一切他想要知道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两人缓缓走进图书馆，周围本来在安静看书的人忽然就感到一股独特的气场。他们抬起头来，很快就被林玄清和张柳一的神仙气质所吸引了。两人无论走到哪里，其实都是这样，毕竟修仙者的气质容貌实在是太出众了。夫君，这里看上去有点像紫霄圣地的藏经阁。张柳一环视四周，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只是和紫霄圣地藏经阁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书籍全都是十分精致的纸质书，没有竹简。差不多吧，我们这边不叫藏经阁，而是叫图书馆。图书馆这个名词也是张柳一第一听到，他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只不过他对于图书馆有一些疑惑，这个世界并没有天地灵气，自然就不会有修行功法。如果说没有功法的话，这里的所有书难道都是记载的所谓科技的内容？林玄清示意他随便取一本书出来，张柳一扫了一眼旁边的书架，从上面取下来一本蓝色封面的书籍。只见这封面上写了两个四四方方的字，但他却看不懂。娘子，你等一下。林玄清拿过书本，用手轻轻一抹，上面的字瞬间就变成了太虚古界中的文字。数学？张柳一不明白这个数学是什么东西，不是应该是科技两个字吗？数学？夫君，这是什么书？张柳一看着这本蓝色书本的封面，虽然还没有打开看里面的内容，但总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肯定高深莫测，非同凡响。林玄清嘿嘿一笑，说道：娘子，你打开看看，你就知道了吗？张柳一在林玄清的注视下翻开了这本数学书的第一页，他看到的第一个知识点是学习认识自然数。自然数？他大概浏览了一遍，发现这书本上的内容其实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所谓的自然数，其实就和他平时数数时差不多，感觉很好懂。所谓数学，其实就是和数字有关的学问。林玄清指着书本上的内容解释道：娘子，你继续往后面看，应该就能明白为何为夫要先让你看这本书了。张柳一点了点头，继续读下去。很快，这一整本数学书他已经完全看完了。合上书本，张柳一仍然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这本书上面加载的学问实在是让人觉得有趣。光是数字这一部分，除了自然数之外，竟然还有质数、偶数、复数等分类，而且认识了这些数字的分类之后，进阶讲述了四则运算、方程运算。当然，除了数字的部分，还有一些图形几何的内容，认识什么是角，什么是直线，什么是线段，什么是射线，进而认识了所谓的三角形、四边形以及圆形。最关键的是，这些抽象的图形还可以通过一些公式去计算面积和周长，实在是太有趣了。夫君，这就是数学吗？是哪位前辈这做的？张柳一好奇问道。林玄清微微一笑，这其实是这个世界历史上无数数学家的心血，是凡人共同的智慧。夫君，你是意思是这些有趣的知识
竟然全是出自凡人之手。张柳一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太虚古界也不是没有类似数学的学问，比如当年各大宗派都有观星师，他们就需要研究一些术数。但显然，这些观星师所研究的术数和这个数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成体系。是的，纵观全书，张柳一发现这本书的内容都是一环接一环的，由浅入深，由简到难，实在是精妙绝伦。可是问题在于，这数学和所谓的科技有什么关联呢？夫君，虽说这本数学典籍上记载的内容十分不凡，但似乎和炼制宝物没有太多关系吧？林玄清立刻从旁边书架上拿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是橘黄色的封面，上面印有4个方形文字。林玄清用手一抹，这4个文字全部变成了张柳一认识的字。初等数学。张柳一很清晰地看到，这本橘黄色书本的封面上，数学2个字前面还有初等2个字。夫君，这本书也是数学？那是自然。杨子，其实你最开始读的那本数学只是入门而已，相当于练气期的功法，而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本书算是进阶。张柳一点了点头，心想这也很正常。在太虚古界，其实也有很多功法有进阶的功法，比如当年他修炼的黄龙剑诀是在下界妖神天域的一处秘藏中找到的，但其实在太虚古界中还有这本剑诀的总诀。此刻他手中捧着这本初等数学，缓缓翻开。不过这一次他读起来就和刚才有很大不同了。他发现这本进阶版的数学典籍里面很多内容都难了不止一星半点，比如最开始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方程，其实只有1元1次方程而已，但是到了这本书里面，不只有了1元2次方程，还有了2元1次方程。除此之外，他越往后面浏览，发现后面的内容更加晦涩难懂。还是拿方程举例，这本初等数学把方程这个概念进行了扩大，进而引出了函数。而函数这个大章节里面又分为各种不尽相同的函数。什么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都是小儿科，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才是重点。他光是简单阅读都觉得有点头疼了。林玄清在一旁仔细端详着张柳一的表情，觉得他时而面露难色，时而恍然大悟，非常有趣。这让他想起了当年在学校念书时候的场景，也是这般感觉。这便是这个世界凡人的智慧吗？张柳一番看到最后一页，心中有如惊涛骇浪。他难以想象一些抽象的数字和图像竟然能够研究到这种地步。虽然这本初等数学上的内容他大部分都没看明白，可是夫君，恕我愚钝，虽然这本进阶版的数学典籍内容更加玄妙，但我还是没有看出这和炼制宝物有什么关系。林玄清听到张柳一的话后，一脸坏笑。张柳一不明白自己夫君在笑什么，难道是在笑自己笨，看不懂这上面的内容吗？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所谓的初等数学只是中学课本的内容罢了。数学这栋摩天大厦上面，张柳一刚刚看的2本书最多只能算是地基而已。于是林玄清再次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这本书的封面是浅绿色的，还是4个方形的文字。林玄清用手一抹后，高等数学4个字浮现在张柳一的眼前。张柳一看到这4个字其实并不意外，因为既然有初等，必然就有高等。他从林玄清手中接过这本书，继续翻看起来。然而结果就是他不看还好，一看直接傻眼了。好家伙，这本高等数学是什么逆天典籍？里面的内容他除了认识那几个字母和数字之外，竟然一个都看不懂。什么拉格朗日中值，什么泰勒展开，什么无穷级数，什么微分方程，他表示自己的脑子都快要爆炸了。这太难了。张柳一知难而退，浏览了大约10分钟后就合上了书。林玄清一脸坏笑，张柳一用小拳头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夫君，你又在取笑我笨了。不许笑。林玄清哪里在取笑他，他只是觉得让一个修仙者看数学这件事很好玩而已。娘子，魏夫只是觉得你认真看书的样子很好看。林玄清宠溺说道。张柳一听了这句话后也不跟林玄清计较了，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夫君，这本高等数学虽然我完全看不懂，但我大概能看得出来，里面应该还是没有提到你说的科技吧。林玄清点头说道，那是当然喽，科技是一个很大的内容，数学相当于它的骨架。骨架？没错。林玄清看了看旁边的书架，大概扫了一眼，把一本物理书取了下来。娘子，刚刚你看了数学，现在你再看看这个。张柳一接过这本所谓的物理书，再次浏览起来。夫君，这本书，他才刚刚开始看，就发现这本典籍很不一般。这本名为物理的典籍，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世界运转的规则。比如里面讲到了物质主要分为固态、液态、气态以及等离子态，这种划分非常的准确，而且竟然可以囊括时间一些的物质。而且这本书讲完物质的形态后，进而讲解了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转化的。比如水和冰，它们是同一种物质的不同形态，在0摄氏度发生转变。除此之外，这本典籍上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运动的解释。张柳一惊讶地发现，物体运动的轨迹竟然可以通过公式进行准确的计算。夫君，这个牛顿实在是太聪明了。张柳一看到了牛顿提出来的经典力学，可以通过力这个概念完美的解释世界运转的规则。进而他又看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宇宙中的星辰的轨迹也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其实看到这里，他已经大概懂了物理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其实就是一种工具，是为物理所服务的，相当于基础，而物理才是揭示这个世界一切法则的学问。娘子，物理学的历史上，伽利略和牛顿相当于给我们打开了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扇全新的门，后面更多的物理学家进入了这个门中，带回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
这里的法拉第是他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进而造出了这个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虽然这台发电机只是雏形而已，但谁又能对一个婴儿进行苛责呢？是的，张柳一也发现了。这个叫法拉第的物理学家发现了电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后，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也就真正到来了。这个世界没有灵气，人们不能修炼，但却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震撼了。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电，就有了光。张柳一终于明白自己夫君所说的科技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林玄清见他已经明白了，于是指着另外几个书架说道：“娘子，其实无论是数学也好，还是物理也罢，你刚刚看到的书都只是我的世界文明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些书架上面还有很多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再进阶书籍，上面的内容对于我来说都相当于天方夜谭了。”张柳一看着林玄清手指的这一排又一排书架，倒吸一口凉气。他不得不佩服这个世界的凡人是何等伟大的智慧啊！其实物理后面又分出了很多分支，比如化学，严格意义上来说，诸如生物学这样的学问也算是物理的范畴。世间万物都有基本的运行规则，哪怕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所以为了研究这些东西，我们发展出了璀璨的科技文明。大到飞机，小到手机，这些东西都是科技的结晶，是前人无数智慧的累积。林玄清看着周围书架上数不尽的书籍，内心也是相当感叹。他不仅感叹人类的智慧，同时也感叹自己的真正的身世。在张柳一看来，林玄清或许就来自这样一个无比绚烂的科技世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初林玄清在彼岸之地进入了第1001个世界后，才恍然大悟，这个科技世界也不过是他3岁之后生活过的世界罢了。没错，他是3岁那年父母在医院的角落捡到的，他并不是自己父母亲生，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弃婴。而这个世界便是那第1001个混沌世界中描述的那样，那是一个修仙世界，但和太虚古界这样的修仙世界又有所不同。张柳一看到自己的夫君忽然开始发呆，于是用手敲了敲他的额头。夫君，你怎么了？是想起以前的事了吗？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柔。林玄清微笑着捧着他的脸，回答道：确实想到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然后他接着说道：娘子，现在你应该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了的吧？张柳一微微点头，他基本上已经懂了。林玄清最后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很厚的书，这本书的世界历史，张柳一读了之后就能彻底的了解人类文明了。但现在并不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林玄清想要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这个小世界的另外一面。当初他创造这个小世界的时候，一共创造了阴阳两面。林玄清3岁之后记忆的世界是其中一面，3岁之前记忆中的世界是另外一面。是的，当初林玄清在第1001个混沌世界中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所谓的林家村真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所谓的苍青真人也真的就是他的师尊，所谓的靠山宗同样真的就是他待过的宗门，包括那头青牛。严格意义上来说，林玄清确实是穿越者，只不过他是3岁的时候从一个修仙世界穿越到了科技世界，然后活了几十年后又做了这样一个关于修仙世界的梦。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的，为何他梦中的所有混沌世界都是玄幻世界呢？这正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相关的记忆啊。林玄清带着张柳一离开了市区的图书馆，然后他们回到了彼岸之舟上。张柳一其实不太明白自己的夫君为何突然要拉着他回来，这个科技世界中那么多新奇的东西他都还想看呢，真是可惜。夫君，我们接下来要回去了吗？张柳一把林梦和林静2个宝宝轻轻地放到摇篮中。林玄清伸手指着远方回答道：不回去，为夫带你去看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林玄清轻声说道：这个世界也是我生活过的世界，只不过是我3岁之前记忆中的世界。林玄清驱使着彼岸之舟，带着张柳一一起在云层中穿梭。远处的夕阳带着瑰丽的晚霞，美不胜收。周围是南去的大雁，并排着发出鸣响，云层中的雨滴滴落下来，好像晶莹的宝石闪闪发光。张柳一安静地依偎在林玄清的怀里，享受着这美好的宁静。娘子，马上就要穿越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了，抓紧我。林玄清提醒着他，彼岸之舟的速度开始加快了。张柳一轻轻嗯了一声，然后紧紧抓住林玄清的衣襟。彼岸之舟朝着前方全速前进，速度越来越快，直到超越了声音速度的几百倍。很快，张柳一便看到天空的尽头有一个金色的漩涡。幼年时期的回忆总是美好纯真的，所以林玄清在使用创世之金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入口处故意设置成了金色。彼岸之舟瞬间穿过这道金色漩涡，然后急速下坠。片刻后，彼岸之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在这里，天地之间充斥着灵气，和之前的科技世界截然不同。夫君，这里是？张柳一站起身来，遥望着下面钟灵毓秀的景色，问道。林玄清回答道：娘子，这里和太虚古界一样，是一个可以修炼的世界，但这里的修炼者和太虚古界有所不同，境界的划分也不一样。林玄清大概讲述了一下这个世界的构成。太虚古界是由多个子世界和一个主世界共同构成的，而这里却只有一整片大陆，大陆之外便是无尽的海域，没有尽头的海域，只有一片大陆，海域也没有尽头。夫君，那这个世界岂不是无法飞升？在太虚古界，下界的修士修炼到地境巅峰后，便能寻找方向突破到求道境，然后飞升到上界，但在这里很明显无法做到这样。林玄清点了点头，表示张柳一说的是对的。娘子，你看那边。林玄清示意张柳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张柳一看到这个方向的尽头似乎有一座宗门。
林玄清继续说道：“这座宗门名曰靠山宗，也就是魏夫幼年时曾经生活过的宗门。”靠山宗。张柳一听到这个名字，仔细回味，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点。这个宗门的第一代宗主一定很强大吧？不然他怎能可能给自己的宗门取这样一个名字？张柳一是这样想的，但他其实猜不到靠山宗的得名来源于一只龟。当然，这并不是林玄清想对他说的重点。娘子，你刚刚不是想问这个世界有没有飞升通道吗？答案是否？因为据我所知，靠山宗历史上就出过不少大乘期修士，这些大乘期修士尝试过各种办法飞升，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林玄清提到，靠山宗最强的一位大乘期的宗主飞升失败后重活了一世，然后又修炼到了大乘期，然而还是失败了。张柳一听了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慨。毕竟当年他还未遇见林玄清的时候，停留在9阶地境漫长的岁月，却找不到飞升的方法，有好几次他的道心都差点崩溃。不过林玄清马上话锋一转，其实这个世界有一个人成功飞升了，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林玄清说完这话后，忽然有些落寞，他对着碧蓝的天空轻叹了一声。张柳一也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夫君既然来自这个世界，那么肯定说明他成功飞升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夫君不是说过这个世界是他3岁之前记忆中的世界吗？难道说夫君从生下来就开始修炼，然后只用了3年时间就修炼到了大乘境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张柳一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想到了自己从一个小小的凡人开始修炼，然后一直到武宗、武君、圣人和地境，那可是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啊。关键是他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已经算是天赋异禀了。在妖神天域，不少地境修士都是花了上万年的时间才修炼上来的。现在你告诉我，你3岁就地境，这谁不傻眼啊？林玄清看出了张柳一在疑惑什么，他直接用手敲了他脑袋一下，把他从幻想中打醒。娘子，你瞎想什么呢？魏夫怎么可能3岁就修炼到大乘期了？我又没有外挂。外挂是什么？这个东西后面我们回到科技世界后你就知道了。总之，我是不可能3年就修炼到大乘期的，明白了吗？可是夫君，那你是如何飞升的呢？林玄清又敲了一下张柳一的脑袋，说道：笨，难道飞升就一定要修炼到大乘期吗？经林玄清这样一提醒，张柳一恍然大悟，他刚刚是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他认为要想飞升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境界达到才行。其实不然，要想飞升还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上界的大能带着你飞升。但考虑到自己夫君去的下一个世界是科技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大能，这种情况就排除了。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情况，自己的夫君在3岁那年遭遇到了某种变故，比如曾经妖神天域中有这样一个飞升到太虚古界的例子，一个凡人偶然进入了一个上界宗门布下的传送阵，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夫君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张柳一疑惑着盯着林玄清的脸，彼岸之洲距离靠山宗的地界已经越来越近。林玄清又敲了一下张柳一的额头，微笑道：娘子，你是不是想问魏夫是不是因为误入了某种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然后得以飞升了？张柳一反问道：难道不是吗？他实在是想不出一个3岁大小的幼童，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能有什么方法完好无损地飞升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时，靠山宗内负责值守的长老发现了渐渐靠近的彼岸之洲，带着几个执事踏进而来。他们挡在了彼岸之洲的前面，仔细观察了一番船上的林玄清和张柳一两人，发现竟然看不透他们的修为。两位前辈，前方是我靠山宗地界，还请暂时留步。领头的长老对林玄清两人行了一礼，然后阻止林玄清继续前进。林玄清对着他回礼，然后说道：这位长老，你不认识我，其实我也是靠山宗的弟子。说罢，林玄清便从袖口中取出一块刻有靠山宗3个字的木牌，扔到了这位长老的手中。这位长老仔细一看，微微皱眉。他身旁的几个执事看了之后，表情也是一样。这是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令牌。他们仔细辨别了这令牌的真假，发现没有丝毫的破绽。靠山宗的弟子令牌都是炼气堂的炼气师专门炼制的，里面暗藏了一些玄机的，类似于纸币的防伪标志，很难造假。而且这块令牌出自太上长老之手，独一无二，就更没可能是假的了。可是问题是，眼前这位前辈的修为看上去不在太上长老之下，他真的是太上长老的弟子吗？而且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他们不可能没有见过呀。前辈，能否在此地稍后片刻？我等需要一些时间辨别真伪。林玄清挥了挥手，并不在意在这儿等一些时间。多谢前辈。这位长老吩咐身旁的几位执事暂时留在此地，而他则是拿着木牌，快马加鞭的去了苍青真人的洞府。没过多久，这位长老便回来了。他恭恭敬敬地把木牌交还给林玄清，然后拱手说道：太上长老请前辈去洞府一叙。林玄清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可以走了。这长老对身边几个只是一个眼神，然后踏着飞剑离开了。等他们都走后，林玄清继续驱使着彼岸之洲，朝着靠山宗苍青真人的洞府前进。张柳一从林玄清的手中拿过那个木牌，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问道：夫君，这块令牌是弟子牌吗？没错，这是一块弟子牌，而且是靠山宗太上长老苍青真人的亲传弟子牌。苍青真人？张柳一心想，这位就是夫君的师尊了吗？是的，苍青真人。不过目前这个时间点，他还不是我师尊。林玄清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选取的时间点是在自己降生之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苍青真人还未前往林家村。
而此刻，盘坐在蒲团上的苍青真人手中拿着一块和林玄清一模一样的亲传弟子牌，仔细思考着。这块弟子令牌他还未给出去，为何外面会出现一块一模一样的呢？要知道，他也是前几日才刚刚将其炼制出来啊！而且，这个手持自己一模一样弟子令牌的人修为很高，却声称的确是他的亲传弟子，这又是什么情况？苍青真人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了。他拿起拂尘，对着旁边正在酣睡的青牛屁股上啪的就是一打。你这憨货，还在睡？另一边，林玄清将自己当年是如何被苍青真人收为弟子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张柳依耐心听完后，他们已经抵达了苍青真人的洞府上空。娘子，我们下去吧。张柳依点头，内心稍稍有些紧张，因为他现在和林玄清一起去拜访苍青真人，颇有一种见家长的感觉。林玄清没有多说什么，握紧他的手，进入了洞府之中。苍青真人的洞府，3岁之前的林玄清进过很多次，里面的格局他一清二楚。事实上，这个世界的一切本来都是林玄清通过回忆创造出来的，他自然了如指掌。两人来到苍青真人的面前，看到那头青牛也在。哞！青牛发出了林玄清十分熟悉的鸣叫。他在疑问，眼前的这2个人是谁，怎么进到苍青真人的洞府中来了？林玄清冲着他微笑，把他给吓得不轻，赶紧躲到了苍青真人的背后，偷偷地望着林玄清。青牛能够感受得到，眼前这一男一女修为不低，至少也是和苍青真人一个等级。师尊，我回来了。林玄清没有再管青牛，而是随意找了蒲团坐下，对着苍青真人磕了一头。苍青真人本想要阻止林玄清行如此大礼，但林玄清的头已经磕下去了。这位道友，你……苍青真人刚刚开口，马上就被林玄清打断。师尊，此事十分复杂，待弟子慢慢道来。林玄清把自己在彼岸之舟上对张柳依讲的故事再讲给了苍青真人听了一遍。苍青真人听完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林玄清提到了他是在一个叫做林家村的地方收了林玄清做弟子，而这个林家村位于大炎皇朝的边陲，确实是他准备前去的其中一个地方。他打算云游天下，寻找一个合适的童子继承他衣钵的事情，除了他自己，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但林玄清却是未卜先知了，所以这让他非常震撼。如此说来，道友真的是在下的弟子。师尊，你叫我小凡或者凡儿就好。林玄清面对苍青真人十分恭敬，然后他指着身旁的张柳依，继续说道：“这位是弟子的道侣张柳依。”苍青真人连忙对张柳依行了一礼，因为他发现这位张道友的修为也不低，很可能是渡劫期的大修士。张柳依有些紧张，也赶紧回礼。两人相互行礼，最紧张的其实还是苍青真人。好家伙，我自己都还没到渡劫期，你俩超过渡劫期的大能，这么客气干啥？要知道，在修仙界，实力为尊，苍青真人都没见过这种情况。那些前辈大能很多都是不讲道理的，动不动就是一指灭杀低段位的修士。其实，要是苍青真人知道张柳依和林玄清的修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无法束缚他们的程度，他估计心脏病都能吓出来。道友，不必如此客气，真不必。虽然张柳依是眼前这个自称是自己亲传弟子的人的道侣，苍青真人还是不敢怠慢。林玄清说道：“师尊，不必如此紧张。这次我回靠山宗，主要是想在这里生活一阵子。道友想要留在靠山宗？”苍青真人听到这句话后，整个人怔住了，然后他的内心则是极为兴奋，因为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如果能够留在靠山宗的话，靠山宗的实力将大增。莫说大炎皇朝了，就算是整片大陆，靠山宗或许都能排得上号了。林玄清点头：“师尊，我和娘子大概会留在靠山宗50年。50年？苍青真人觉得50年虽然不多，但也够了。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若真能护着靠山宗50年，只要他再稍微加一把力，应该能借此扩大不少靠山宗的势力范围。师尊，50年后我们将会离开宗门，到那时弟子还会告诉您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苍青真人听到这几个词，隐隐感觉不是什么好事。恕弟子暂时不能告知师尊，还请师尊不要责怪。林玄清叩首说道。苍青真人又傻眼了，不说就不说呗，为啥又要对自己磕头啊？他表示这真受不起啊。道友不必如此，不必如此。苍青真人站起身来，把林玄清扶起。两位道友能够庇护靠山宗50年，已经是靠山宗天大的机缘了。说罢，苍青真人挥动拂尘，示意青牛去给林玄清和张柳依两人安排洞府。青牛哞了一声，从苍青真人身后钻出来，试探地向林玄清走去。林玄清微笑着看着他，说了句：“青牛，以前你不是经常驮着我回洞府吗？怎么现在如此害羞？”林玄清这句话就像触动了青牛的某种神经一样。青牛忽然感觉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眼前这个前辈，只不过在混乱的记忆画面中，自己驮着的是一个小男童，并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哞！青牛又鸣叫了一声，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林玄清身边。他的修为和林玄清比起来虽然不算高，但毕竟也算是准妖王了，修为一催动还是非常的有气势。林玄清熟练地坐了上去，然后伸手向张柳依：“娘子，上来一起。”张柳依拉着林玄清的手一起坐了上去。青牛驮上他们两个后，按照苍青真人的命令出了洞府，朝着靠山宗长老仙山的方向缓缓飞去。一路上，林玄清观察着周围的景色，无奈叹了一口气。他叹气是因为这个靠山宗是按照自己在最后一个混沌世界中所见到的画面创造出来的，有很多记忆中模糊的地方，十分的粗糙。青牛也好，苍青真人也罢，他们其实也相当于是林玄清创造出来的。
换个角度说，他们是游戏中的 NPC， 只是比较高级智能一些而已。因为是 NPC， 所以靠山宗里面那些模糊的场景他们看不出来，但林玄清能看出来，所以他感到落寞。假的永远是假的，哪怕再怎么去重建，那还是假的。夫君，张柳依坐在林玄清的身后，又一次看到林玄清如此落寞的表情，不由得有些担忧。明明彼岸之地的幕后之人已经死了，现在正是美好无瑕的时光，夫君为何屡次叹息呢？娘子，我没事。林玄清从落寞中回过神来，然后伸手指着前方高耸入云的仙山。娘子，你看，这座直插云霄的仙山就是靠山宗的长老峰。当初我在靠山宗生活了3年，洞府是在山腰那个位置。林玄清详细介绍着这座山的来历，以及这座山上有哪些洞府，又有多少靠山宗的长老。青牛听了，心中默默想着，咋回事啊？怎么感觉你知道的比我多呢？林玄清比青牛知道的多，其实很正常。青牛比较懒散，当初基本上都是在苍青真人的洞府中睡觉，哪里有兴趣打听靠山宗的其他信息？也只有林玄清才会如此上心靠山宗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经常去藏经阁查阅各种典籍。很快，青牛驮着林玄清和张柳依便来到了仙山之上。原本按照苍青真人的意思，是打算给林玄清和张柳依安排山顶灵气最旺盛的那座洞府的，但林玄清坚持要半山腰边上那座空着的洞府，青牛也只好听从林玄清的意思。青牛哪里知道，这座无人居住的洞府其实就是当年林玄清住了3年的地方呢。进入洞府，林玄清牵着张柳依的手从青牛背上下来，青牛又摸了一声，示意林玄清他要返回苍青真人那里复命。林玄清挥了挥手，微笑着说道：“去吧，待会儿记得回来睡觉，我给你留一个大的蒲团。”青牛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才飞出了洞府。现在洞府内只剩下林玄清和张柳依2人了。这个洞府有些破旧了，主要是已经有很多年没人住过了。林玄清催动修为，把洞府中的灰尘一扫而尽。不过娘子放心，待为夫稍微打扫一番，你和孩子就能住进来了。夫君，我也来帮忙。林玄清点头，两人一起先是将整座洞府打扫得一尘不染后，再进行格局的改造。仙家洞府里面的空间其实很大，相当于一个微型小世界。林玄清和张柳依2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先是改造出了一条小溪，然后再加上几座亭子、一池荷花、几亩灵田。除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木桥、果园、楼阁等布置。这全部改造下来，对于凡人来说或许需要3-5年，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抬手之事而已。一切都改造完成后，林玄清又从系统中兑换了一些彼岸级的家具，摆放到了居住的房屋之中。一共3间房，他和张柳依1间，林梦和林静1人1间，差不多了。林玄清拍了拍手，还是比较满意。接下来就是他们一家人在这里过50年的悠闲的隐居生活了。2日后，在苍青真人的吩咐下，青牛来到了林玄清的洞府中。林玄清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所以提前给他安排好了房间，说好的一个大蒲团也给他布置好了。青牛卧在柔软的蒲团上放松下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就这样，一对夫妻2个孩子1头青牛悠然自得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着。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10年。这10年间，苍青真人在林玄清的指点下突破到了渡劫期，靠山宗也因此成为了大炎皇朝中的第1大宗门。林玄清和张柳依的2个孩子林梦和林静也长大了。大荒求天指练不到第3指的话，今天就不用吃饭了。小院子中，张柳依十分严格地教导着2个少年，因为过分严格，林梦和林静2人苦不堪言。娘亲，这大荒求天指也太难了，我们2个才10岁啊，就要练到第3指，这不可能啊！林静是男孩子，比较活泼调皮，也敢于和张柳依顶嘴。张柳依似打非打地敲了他脑门一下，说道：“10岁怎么了？你爹3岁都会了，你们还不会？那是我爹，我能和我爹比吗？”林静摸了摸额头，嘟嘴说道：“2年前，靠山宗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苍青真人在突破到渡劫期的时候，大禹皇朝3大宗门一共1800多位强者围攻了靠山宗。这1800多位强者中，虽说没有渡劫期，但其余顶尖战力比靠山宗多太多了。所以，即便靠山宗掌教从大炎皇朝皇室搬回来了救兵，仍然摆脱不了被灭宗的命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靠山宗内竟然还隐藏着林玄清这样的超级大能。那一日，林玄清在苍青真人的请求下出手，对着这1800多位所谓的强者就是一。没错，林玄清用的就是大荒求天指，这是当初他还在紫霄圣地的时候，秒杀妖神天域位面之子叶凡时用过的功法特效。当时林玄清一指放出，天地变色，1800多大禹皇朝的修士就像尘埃一样瞬间被湮灭。当时只有8岁的林静和林梦都看到林玄清装逼的这一幕，被自己的爹彻底给帅到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林玄清就成了2个小孩子的偶像。我要学爹的那个指法。当初林梦和林静豪言壮语，气势如虹，然而很快他们就打了退堂鼓，因为这大荒求天指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了。虽然他们生下来就有神力，其修为和悟性都远超这个世界上所有修士，但林玄清比较腹黑，故意让系统把大荒求天指的功法等级修改成了彼岸级。也就是说，他们目前修炼的是远高于他们自身修为的彼岸级功法。在没有外挂的帮助下，2年断断续续学到了第3指，已经很不错了。本来他们是打算不继续学的，毕竟太难了嘛。但张柳依不同意，坚持要让2个孩子学了自己夫君的功法，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很惨，达不到张柳依的要求就不能吃饭。说到吃饭，
其实对于张柳一还有林梦林静两个小家伙来说，不吃也是可以的，因为进食是凡人才需要做的事情，他们早就可以通过辟谷或者吸收天地灵气度过。但是林玄清表示，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10年来，家庭里面的炊事大权都在林玄清的手上。林玄清经常会做一些万年灵芝炒妖王这样的香气四溢的大餐，馋得他们流口水。所以他们和林玄清一样，养成了1日3餐的习惯，也深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真理。就这样，平静却不枯燥的时光缓缓流逝着。50年的时间，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就这样到了。这一天，当张柳一和往常一样打算叫林玄清起床的时候，却发现林玄清并不在屋内。他问了小院内修炼的林梦林静两人，发现他们2个也没有看到林玄清。顿时，张柳一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想起来了，50年前自己的夫君曾经说过，要在这个时候告诉苍青真人一些事情。于是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骑着青牛朝着苍青真人的洞府而去。青牛不明白今日女主人为何如此着急，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张柳一这样的表情。很快，青牛驮着他来到了苍青真人的洞府。进入洞府后，他果然看到林玄清在这里。夫君！张柳一着急走上前去，从背后一把抱住林玄清。林玄清回头微笑着轻抚着他的额头，就像安慰小女孩一样，娘子不要担心，为夫在这里。听到林玄清这么说，张柳一把林玄清抱得更紧了，因为他的内心总有一种感觉，自己的夫君好像开始距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事实上，他的直觉是准确的，因为林玄清今日就是来和苍青真人告别的。悠闲的生活虽然很美好，但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50年来，梦境世界越来越不稳定，林玄清创造出来的世界已经有很多区域发生了崩坏，只不过那些区域处在外围，张柳一和2个孩子一直生活在靠山宗，感受不到而已。最多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个世界就会彻底崩坏。与此同时，外面的科技世界以及之前创造出来的太虚古界和下界天域也会相继毁灭。所以林玄清不得不做出告别了。但在告别之前，他必须要告诉苍青真人还有张柳一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真相。是的，他们是林玄清梦中的人，虽然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师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或许有些无法相信，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林玄清一脸严肃，比寻常任何时候都要严肃。苍青真人不明白，张柳一也不明白，今日的林玄清为何忽然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道友，究竟何事，能让你如此？苍青真人重视道。林玄清抬头长叹一声，这声叹息中满是落寞和不甘。但很快，这些落寞和不甘就完全消散。林玄清的双目变得炯炯有神起来，他看向苍青真人，缓缓开口道：师尊，在我的故乡有一个传说，传说有一条叫做梵天的大蛇，头尾相接，巨大无比，而世界就是这条大蛇的身体，时间和空间在它的头尾相接处循环往复。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位梵天其实是一个婴儿，整个世界就是他的一场梦。林玄清娓娓道来，此刻已经十分平静。苍青真人和张柳一不傻，立刻就能听得出来林玄清的言外之意。这是一种类比，林玄清的意思是，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就和这位梵天做梦一样，是个虚幻的梦中世界。夫君，这个世界不是你用秘法开辟出来的空间吗？张柳一不相信林玄清这个说法，毕竟林玄清当初是亲口说过的，这个世界是他用创世之精这种绝世神物开辟出来的。苍青真人其实也不怎么相信，毕竟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真实，怎么可能是虚幻的呢？林玄清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现在的太虚古界、科技世界以及这个小世界的确都是我开辟出来的，但是这和我提到的梦中世界并不冲突。实际上，在这里，我就相当于无上主宰一样的存在。说罢，林玄清随手一挥，苍青真人的洞府忽然就消失了。这种消失不是破坏，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他们3个人坐在蒲团上面，周围是一片黑色的空间，黑色空间之外才是靠山宗的地界。苍青真人和张柳一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到了，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黑色空间内，真的好像什么都没有。他们敢确信，这片空间就是被林玄清给移除掉了。师尊，娘子，你们看到了吧？其实这里的一切都还在我的梦中。苍青真人有些颤抖地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去触碰黑色空间的边缘。他发现这空间的边缘有一层薄膜，就好像现实与梦境的分界线，而他无论怎样使用修为，都无法冲破这一层阻隔。师尊，没用的。林玄清解释道，在这里没有我的权限，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其实林玄清只要愿意，他打一个响指，这个世界就会顷刻间消失不见，当然也包括活生生的苍青真人。苍青真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亲传弟子说的似乎是真的，这个世界或许真的就是在他的梦中。苍青真人退后2步，摇了摇头后重新坐回了蒲团上。张柳一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也承认了自己的夫君所说的话很可能就是真的。只是张柳一还是有些不甘心，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那么他与林玄清朝夕相处的50年生活也是虚假的吗？林玄清继续说道：师尊，娘子，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开始崩坏了。崩坏？苍青真人和张柳一内心一怔，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吗？可现在一切不是好好的吗？为何林玄清会这么说？林玄清解释道，这里的世界想要稳定存在下去，需要外面的我一直保持着沉睡。事实上，外面的我因为某些原因重伤导致昏迷，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们听懂了。林玄清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现实中的林玄清是否还在梦境中，但这个梦境不是林玄清主动制造的，而是被动陷入昏迷中出现的。昏迷状态下的林玄清快要死了，梦境自然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林玄清说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苍青真人和张柳一听到这个如此之短的时间后，直接骂了。他们的脑袋此时空荡荡的，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林玄清的话是在宣布，他们所有人将在1个月后无条件的死去，连任何反抗的机会都没有。1个月，竟然只剩下最后1个月的时间了吗？苍青真人喃喃自语，不知道在想什么。张柳一依旧保持着沉默。其实，靠山宗位于我创造的世界中心，外围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崩坏了。说到这里，林玄清跪在地上，再次给苍青真人叩首磕头。师尊，请恕弟子不孝，没有办法拯救你们。苍青真人看着磕头的林玄清，长叹一声：“哎，凡儿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是苍青真人这50年来第一次叫林玄清凡儿，之前他都是叫林玄清道友。因为此刻他从林玄清的神态语气还有举动中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曾经或许真的是他的亲传弟子。对不起，师尊。林玄清埋着头，泪珠一颗一颗的掉到了地上。苍青真人没有再说话，而是挥动符尘将林玄清和张柳一给送了出去。此刻洞府之中除了苍青真人之外，还剩下那头青牛。刚刚林玄清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这头青牛其实也在听。他很怕死，但又和别人不同。青牛听了一会儿后，趴在地上，很快就呼噜呼噜的睡着了。苍青真人猛地拍了一下正在酣睡的青牛，骂骂咧咧道：“你这憨货，都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香？”青牛被苍青真人一巴掌给拍醒了，他哞了一声，好像在对苍青真人说：“主人，反正都是个梦，我们也睡着了，做个梦呗。”苍青真人觉得青牛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盘坐在蒲团上，丹田内的灵气一点点的逸散。林玄清刚被送出洞府，就感受到了洞府内苍青真人的灵气在一点点的消散。他猛地回头，想要进去阻止苍青真人，但却在洞口停下了脚步。他只是迟疑了片刻，就只是片刻而已。洞府内的苍青真人形容枯槁，在灵气全部消散后作画了。苍青真人身旁的青牛则是永远的陷入了沉睡。洞府外，张柳一从背后望着林玄清，沉默无言。过了好久，他才说道：“夫君，我们回去吧。”林玄清一脸苦笑，回道：“走吧。”同一时间，大炎皇朝以北，这片大陆的极北之地出现了无数头浑身弥漫着黑气的大型灵兽。准确的说，这并不是一种灵兽，因为它们并不是生灵，只是一种具象化的实体。它们的样子并不可怕，脸有点像牛，鼻子却像大象。如果非要说它们像什么的话，它们有几分像动。作品里面食梦兽，可它们要比所谓的食梦兽更加疯狂。此刻，这片极北之地，天地间的一切都被它们吞没，所到之处寸土不生。极北之地一些闭关的大能修士，在见到这种灵兽的瞬间，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湮灭了。除此之外，极南、极东、极西之地也是一样。这片大陆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被这种灵兽瓦解，无数的修士化为了虚无。至于太虚古界之下的妖神天域，其实也是一样。紫战天、王陵等人才刚刚重建完紫霄圣地，突然就有宗门长老发现妖神天域的空间正在一点点的坍缩，这立刻让他们想到了当初混沌吞元龙带来的危机，有些相似，但又不一样。区别在于这次的崩坏速度远超上一次，而且那种类似食梦兽的灵兽吞噬的是天地之间的实体，比混沌吞元龙吞噬天地灵气带来的观感还要震撼。靠山宗内，林玄清也感知到了妖神天域已经开始沦陷了。我的梦魇来了，他轻声自言自语，双手握紧了拳头。其实这些所谓的食梦兽，就是林玄清现实世界中缓缓消散的意识的梦境中的具象化。梦境中被这些灵兽吞噬的空间越多，则说明他现实中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夫君，张柳一依偎在林玄清的怀里，感受着最后的温存。他不想再去思考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只想守护住当下的一切，哪怕只剩下最后1个月的时间。但是林玄清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于是他猛然站起身来，紧紧抱住张柳一。娘子，我想试一试，能不能阻止他们？就算不能阻止，哪怕能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一点，也值了。张柳一感知到林玄清热烈的心脏，温柔道：“夫君，能带着我一起吗？”林玄清凝视着他美丽的眼眸，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好，我们一起去。”张柳一轻嗯一声，随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套宝铠，披在身上。其实这只是一套地级的铠甲，相当于9阶地宝，和他现在的修为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但这副铠甲的意义是别的所有铠甲不能比拟的。这是当初他还是北海大帝的时候，经常傍身的铠甲，曾经陪他征战了上万年。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他要披上这副铠甲。林玄清见状，则是更换了一身白衣。没错，这身白衣就是当初林玄清在紫霄圣地做太上长老的时候经常穿的那套。好久没有穿过这套经典皮肤了。林玄清调侃了一下自己，当初就是靠这一袭白衣装逼，真是怀念啊。娘子，我们走吧。张柳一点头，简单的和林梦灵静交代了一下，便和林玄清一起离开了这方小世界。另一边，紫霄圣地中，成片的食梦兽如同潮水一般涌向紫霄峰，周围的天地正在迅速的消失殆尽。王陵、药尘还有唐三人
各自带着一队长老在紫霄宝典的3个方向阻挡这群疯狂的灵兽。可问题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使用什么功法，亦或是法则之力，对这些灵兽都没有半点作用。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乾元道主活了这么长的岁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生灵。上次的混沌吞元龙都已经足够震撼了，这次竟然远超上次。灵气攻击没用，法则攻击没用，大道攻击没用，甚至连神力也没用。洪峰道尊眉头紧锁，不知如何是好。刚才他们一众长生仙阁的阁主支援紫霄圣地，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数神力倾泻而出，对这灵兽没有丝毫作用。他们就像上古典籍中记载的一种神兽饕餮一样，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看来只能撤了。紫战天敲响圣地钟声，发出了撤退的信号。紫霄圣地的所有长老听到这钟声后，立刻停手，跟随紫战天一起朝着上界太虚古界飞升。同一时间，其他10数个天域也是一样。他们发现这食梦兽根本无法阻挡，只好暂时避其锋芒，前往太虚古界。顿时间，之前彼岸之舟上所有的修士又一次齐聚在一起。太虚古界中，大家的脸色都很差，因为没人知道这灵兽什么时候会吞噬上来。现在该怎么办？众人面面相觑。很快，他们便想到了林玄清，而林玄清此刻早已经和张柳一起来到了太虚古界的天幕边缘。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从虚空中钻了出来，见到林玄清和张柳一后，拱手跪下。他正要开口诉苦，林玄清先说道：“目前发生的一切我已明了，但是要想阻止这梦魇的侵袭，还得再等等。”林玄清的意思很简单，这食梦兽从4面8方而来，他分身乏术，所以他要等他们将下界天域全部吞没后，来到太虚古界再出手阻止。太虚古界的意志化身对林玄清和张柳一又拜了拜，然后重新遁入虚空中躲起来。对于他来说，下界天域每消失1寸空间，他便要多一分难以忍受的痛苦。娘子，我们下去吧。林玄清与张柳一一起踏空而行，从太虚古界的天幕边缘处往下方人群汇聚的地方飞去。食梦兽目前还只是在蚕食下界天域，距离太虚古界沦陷还有一段时间。怎么样，师兄，能联系上师尊吗？药尘来到王林身旁询问道。王林摇头回答道：“师尊和师娘不知去向，我使用了传讯符，没有什么效果。”众人听到王林的话后，心情瞬间低落了很多。林前辈如果不在的话，只凭他们，恐怕最终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就在这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神力流动。他们继而抬头一看，发现苍穹之上有2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这是林前辈和张前辈。尽管林玄清和张柳一距离他们有相当的距离，但只凭林玄清和张柳一浑身散发出来的强大神力，就能清晰可辨。前辈回来了，太虚古界有救了。修士们翘首以盼，等待林玄清来解决这个问题。片刻后，林玄清落到了人群中央，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安静下来，等待林玄清的命令。林玄清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修士，大概看了一下，全都是熟悉的面孔。想到过一段时间就要与他们彻底的告别了，林玄清心中其实还是有些不是滋味。停顿了片刻后，他终于开口说道：“现在下界各个天域发生的事情，我已知晓。”众修士听到这句话后，仿佛是下了定心丸，忐忑不安的情绪也安定下来。果然，前辈早就知道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在林前辈的预料之中啊。可是前辈，下界天域中的那种灵兽究竟是什么？众修士中，一位道主境的女修士问道。林玄清点了点头，解释道：“这是灵兽，其实并不是实体，所以你们说它是灵兽不太准确。”不是实体？众修士面面相觑，议论起来。林玄清继续说道：“你们应该也看到了，下界天域中，他们是以天地之间的一切物质为食，甚至连空间都能吞没掉，其危险程度远超之前你们见过的混沌吞元龙。”修士们点头，回忆起初见那灵兽时的模样，实在是让人印象深刻。混沌吞元龙只是吸收天地灵气而已，他们竟然什么都不管，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与蝗虫过境差不多。师尊，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灵，又来自何处呢？王林皱眉问道。林玄清摇头，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准确给这群修士描述，毕竟那些东西只是林玄清本体的梦魇实体化而已。如果非要说的话，这种生灵，你们可以称他们为食梦兽。食梦兽？修士们不理解，这种既像牛又像象的生灵，为何要叫食梦兽？他们吃的不是天域中的物质吗？和梦有什么关系？众人不理解，但张柳一理解。张柳一看向说话的林玄清，无奈叹息一声：“主人，那这食梦兽有没有什么弱点？”人群之中的乾元道主问道。弱点吗？林玄清想说，梦魇这种东西哪里有什么弱点？这次他来清除这群食梦兽，也不过是最后一波罢了。要说梦魇真有什么弱点，那就是让现实世界中的自己醒来。只要自己醒来了，梦境就消失了，梦魇自然也就没了。不过这些话他自然是不会给乾元道主这群人说的。于是他胡乱编了一个弱点，这种食梦兽只能用彼岸之力攻击才有效果。你们之前应该已经试过了，无论是用神力还是灵力，亦或者法则之力，都没有任何作用，对吧？乾元道主和其他修士点头，他们之前阻挡那群食梦兽进攻紫霄圣地的时候，的确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没有丝毫作用。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说除了林玄清一个人以外，每人能够攻击这些食梦兽了？众人顿时又悲观起来。夫君，张柳一欲言又止。林玄清打开系统商城，从里面兑换出了一些彼岸级的宝物。你们没有彼岸之力没有关系，我这里有很多彼岸级的宝物。
众修士顿时眼前一亮。只见林玄清伸出手，从一个未知的空间中取出一件又一件散发着强大气息的宝物。这些宝物中有兵器，也有法器，同时还有一些阵法或是丹药，总之各种类型的宝物都有。林玄清就像不要钱一样，在那未知空间中无限取出宝物，扔到地上，最终堆成了一座高山。修士们连连后退，望向差不多和紫霄峰一样高的彼岸级宝物山，不由得吞了吞口水。这太夸张了吧！彼岸级的宝物，这里起码超过了1000万件，甚至更多。关键是林玄清还没有停下来。大约过了1刻钟，林玄清又堆起来10几座彼岸级宝物山后才停下来，差不多应该够了。林玄清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微笑道：“修士们已经被震撼得无以复加，哑口无言了。待会儿那些食梦兽进攻太虚古界的时候，你们就拿着这些彼岸级的宝物防身，如果受伤了，就抓几粒丹药吃一下。”林玄清吩咐道。修士们眼睛发亮，赶紧拱手回道：“是，前辈。”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能对食梦兽造成半点伤害，林玄清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他们有些念想罢了。当然，其实林玄清自己也想试一试，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法阻止这些梦魇侵蚀梦境的时间，那么他或许就能找到让梦境与现实独立出来的方法。想到这里，林玄清握紧了拳头。与此同时，太虚古界下界天域已经快要被梦魇蚕食的差不多了。妖神天域彻底陷落，黄沙天域彻底陷落，绯红天域彻底陷落，一个又一个天域化为了虚无的尘埃。而林玄清脚下的这片太虚古界大陆，则是突然发生了强大的震颤。太虚古界忽然发生强烈的震颤，让这群修士们感到惊慌。前辈，那些食梦兽要来了吗？有人紧张问道。同时已经有修士去拿林玄清取出来的彼岸级宝物。林玄清感知了一下太虚古界目前的状况，说道：“他们已经在啃噬我们脚下的陆地了。”竟然这么快！修士们不敢相信，下界10几个天域，那么广阔的空间，竟然才1-2个时辰就陷落了。一头食梦兽最多也不过一座房屋那么大，要在短短的2个时辰内将这多的天域吞噬，那现在的下界天域之中得有多少头食梦兽？1亿头、10亿头、100亿头？不，这个数字远远不够。修士们已经不敢想象，他们接下来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师尊，我们现在是否要退到天上去？王林紧锁眉头，看着脚下颤动的大地问道。林玄清点头回答道：“这些食梦兽应该会从大陆开始啃食，然后一直啃食到天幕之上。王林、唐三、药尘，你们3个带着他们去取那些彼岸级的宝物防身吧。”林玄清挥了挥手，示意王林他们可以动起来了。王林接到命令后，立刻高声喊道：“所有人去取彼岸级宝物，然后往天上退1000丈防守。”是。修士们虽然有些心慌，但毕竟林玄清在，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彼岸级宝物，行动起来还是相当的快。他们大约只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整备，退到了距离地面1000丈的高空上。目前太虚古界一共还有大约10兆修士还活着，这个数字虽然和以前的几十个古界相比少了不止1星半点，但如果只看一个古界的话，数量还是很客观的。他们基本上每人都取到了2到3件彼岸级宝物，在1000丈的高空形成了一张无比巨大的人网。只是和接下来破土而出的梦魇相比，这张人网立刻就会显得非常的滑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轰隆轰隆轰隆！此刻太虚古界的大陆被下界天域的梦魇彻底的击穿，发出的巨响一阵阵如同波涛拍岸，让人心惊胆寒。空中的修士们死死地盯着地面，手中的彼岸级宝物攥得越来越紧。林玄清示意张柳依距离他近一些，否则他不敢保证能不能护住他。他们来了！伴随着王林的一声怒吼，无数的梦魇冲进了太虚古界，他们身上弥漫着的黑色气焰席卷着周围的一切，任何物质碰到他们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这就是食梦兽。张柳依跟着林玄清这一路回来，还没有亲眼见过这玩意儿，因此他看到恒河沙数的黑色食梦兽后，差点呆住了。娘子，不要惊慌！林玄清看到张柳依的状态有些不好，于是赶紧一把拉住了她的手。张柳依这才回过神来，将自己剧烈的心跳缓缓平息。这食梦兽的数量未免也太夸张了！1000丈高空，清河道尊等一众原长生仙阁的阁主也被这奇特的场面给吓到了。他们之前在紫霄圣地的时候，面对的食梦兽加起来最多也就10几万头，就已经是毫无反抗之力了。现在他们几乎要面对简直数都数不清的数量，还有任何机会吗？轰隆轰隆轰隆！梦魇破土而出带来的巨大响声此起彼伏，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一样。只见太虚古界地面100丈以下的空间已经全部陷落了，这才1刻钟而已，不，半刻钟而已，这群食梦兽就吞没了100丈的空间了。这太恐怖了！当初混沌吞元龙身躯盖过天际，带给他们的恐怖感犹不如现在的疯狂啃食世界的梦魇。系统，给我匹配攻击范围比较大的特效。林玄清观察了这会儿后，准备要出手了。丁，检测到宿主需要的特效范围过大，所以系统建议宿主更换攻击方式。更换。丁，更换进行中，战略核武器正在为宿主准备中。loading。娘子，你先退到王林那边去，魏父要出手了，恐波及到你。张柳依没有犹豫，立刻往1000丈高空飞去。战略核武器匹配成功，煤氢弹正在投放。只见半空中，林玄清的周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氢弹，一共10万枚，每一枚的当量都不低。去！林玄清左臂一挥，这些氢弹就像落雨一样，刷刷刷从天而降。轰！10万枚氢弹同时爆炸，覆盖面非常之广。
只见地面上一团又一团巨大的爆炸气团浮起，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千丈的空中，王林等修士看到林玄清的出手后，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攻击，如果是他们的话，估计顷刻间就会化为灰烬吧。那这些食梦兽呢？会不会有效？修士们聚精会神地盯着下面氢弹爆炸形成的气团，不到1秒的时间，那些食梦兽竟然全部冲了出来。和一开始一样，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去管，疯狂地啃食着。所以林玄清的这些攻击也被他们给吞没了。10万枚氢弹形成的大爆炸就这样彻底的消失，什么也不剩下。果然还是不行啊！林玄清低头看着下面黑压压的梦魇，轻叹道：“在自己的梦境中制造出来的力量再强大，也还是属于梦境的一部分罢了。”很快，这些梦魇侵蚀到了200丈的空中，太虚古界的空间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小。再试一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往后面撤一下吧。林玄清自言自语，系统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叮，煤氢弹正在投放中，请宿主稍后。所有人先往上面再退1000丈。”在这次攻击之前，林玄清让这10兆修士再退1倍的距离，以免误伤。毕竟这可是1000万枚氢弹同时爆炸呀！王林等修士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后退，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林玄清身体周围漂浮着的巨量核弹，1000万枚核弹在空中密密麻麻的漂浮着。看过刚刚林玄清的出手，王林等修士光是依靠想象，便能感受出这全部落下去威力有多大。去！林玄清沉声喝道，这1000枚核弹如同子弹一样咻咻射向那些梦魇。轰隆，轰隆，轰隆！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将下面的大地炸成了一片光的海洋。这声音一直持续着，直到过去了大约半刻钟，才渐渐平息下来。2000丈的高空，10兆修士聚精会神地盯着下面的爆炸，吞咽着口水。林前辈的这一击，应该把下面的大地都给炸没了吧？这爆炸的威力实在是太震撼了，修士们纷纷猜测那些食梦兽应该死了不少。但是接下来他们看到的一幕出乎意料，只见那些梦魇从爆炸的光团中冲了出来，然后回头对准所有光团来了一个暴风吸入。刹那间，狂风四起，把天地间的一切物质都吹得七零八碎，就连林玄清都有点支撑不住，赶紧往上面撤退了大概500丈的距离。林玄清看到这些梦魇迅速将爆炸的氢弹全部给吸入了腹中，丝毫不拖泥带水。这前前后后一共也就过去了大约20个呼吸，一切都戛然而止了。这怎么可能啊？2000丈高空中的修士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林前辈的攻击如此强大，竟然还奈何不了这些食梦兽吗？此刻的林玄清也觉得这梦魇也太变态了一些，1000万枚氢弹不说炸死一片吧，再怎么也炸死个几百只意思一下。结果倒好，这么的氢弹投放下去，连一头梦魇都没搞定，这也太没面子了。丁，友情提示宿主，由于刚才宿主在梦境世界中投放了太多核弹，导致梦境的稳定性减弱了30%。系统的声音响起，随之系统面板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梦境崩溃剩余时间19.34日。林玄清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一波操作不仅没能阻挡梦魇的进攻，反而给自己的梦境世界搞得更糟糕了。原本还有整整1个月才彻底崩溃的梦境，现在直接少了10天的时间，看来接下来不能再蛮干了。林玄清暗暗想着，随后又往后退了500丈。他凝视着下面加速蚕食太虚古界的梦魇，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阻止。夫君！就在这时，张柳依的声音忽然传到了他的耳边。林玄清回头一看，竟然发现张柳依的身体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娘子，你这是？林玄清惊人的发现，不仅是张柳依，包括王林在内的其他修士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此刻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变得模糊，若隐若现，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了一样。夫君，我这是怎么了？张柳依低头看着自己渐渐消失的双手，不可思议地说道。他明明没有接触到那群食梦兽，为何会有消失的迹象？林玄清顿时紧张起来。不用说，他也知道张柳依等人开始消失，肯定和梦境变得不稳定有关。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丁，宿主要想梦境世界变得更加稳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掉梦境中的梦魇。林玄清又回头看了看下面不断向上的梦魇，不由得捏紧了拳头。他身在梦境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击杀掉这些以梦境为食的梦魇，所以等待他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趁着现实世界中的自己意识彻底消散之前离开这个梦境世界，这样至少现实中的他可以活过来。如果林玄清继续留在这里的话，一共19天的时间，梦境不断被蚕食，意味着这具身体的意识也在渐渐枯萎。到了最后，他没能出去，现实世界中的他和这里的一切都会死去。再等等，再等等，或许会有办法的。林玄清喃喃自语，随后他挥手对张柳依说道：“娘子，你们再往后面退1000丈的距离。”张柳依本想对林玄清说些什么，但自己的夫君既然让他再退，他便听从命令往天上继续退。他和王林等修士往天上再退了1000丈后，果然那种若隐若现的消失感没有了，恢复正常了。哈哈，恢复正常了，刚刚吓死我了！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啊！修士们发现自己的身体一切恢复了正常，紧张感顿时消散了不少。看来刚刚应该是距离那些食梦兽太近了，受到了一些影响吧。有修士这样猜测，在人群中议论起来。张柳依则是若有所思。林玄清抬头看向上空恢复正常了的张柳依，心中暗暗想着，看来太虚古界3000丈以下的空间已经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了。修士们退到3000丈之上的空间恢复了正常，这就说你上面的空间还是完好无损的。
林玄清现在必须想办法，就算不能灭杀掉这些梦魇，至少也要让他们吞噬空间的脚步停下来。太虚古界的空间高度虽然有100万丈以上，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用不了2日就会沦陷。到那时，林玄清便只能带着他们前往科技世界，那里是最后一个还没有遭到梦魇攻击的空间。不过，正当林玄清这样想着，只见下方的梦魇群中忽然冲出来一头身躯远超同类的巨型梦魇。这头梦魇光是四肢就有10几倍的紫霄峰那么粗，身躯就更不用说，几乎和紫霄圣地的面积差不多大了。这是他们的王吗？3000丈高空上，修士们见到这头巨型食梦兽的第一眼就生出了这样的想法：梦魇之王？不，这根本不是什么梦魇之王，因为在这头巨型的梦魇的脚下，那无数的小型梦魇的中央，还有一头更大的梦魇。要知道，能够在2个时辰内啃食掉一整个天域，光靠这些梦魇是远远不够的。吼！一声巨吼响彻云霄，小型梦魇如潮水一样向着四面八方散去。这些小型梦魇像潮水一样散去之后，下方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天坑，在那天坑之中暴露出一头无比巨大的梦魇，正哼斥着热气。长空中，修士们看到这头哼斥着热气的超大型梦魇后，彻底震惊了。之前他们在混沌世界中乘坐彼岸之舟遨游的时候，曾经见过的最大生物就是混沌吞元龙了。当时那条混沌吞元龙的身躯超过了整个太虚古界，极为恐怖。这头超大型的梦魇虽然没有那条混沌吞元龙那么夸张，但带给他们的震撼也不亚于那条黑龙，因为这是食梦兽，吞噬世界之兽，压迫感要比单纯吸收灵气的黑龙要强上不止1星半点。吼！巨吼声就是源于这头超大型食梦兽，众修士光是听到这声音就感到心惊胆寒。林玄清凝视着这头巨兽，暗暗想着，这应该就是本体意识中最大的一个梦魇了吧。其实林玄清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最大的那个，但无论如何，这头梦魇只要张开嘴，便能吞噬掉太虚古界大约1/10的大陆。师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一向沉稳的亡灵见到这头超大的食梦兽后，手都开始颤抖了起来。他有一种莫名的直觉，就是他们所有人最终都要被这头巨兽所吞没。林玄清没有思考太多，对着亡灵那边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再往上面退1万丈的距离。亡灵等人接到命令后，只能往上面继续退。不到最后一刻，林玄清是不会让他们出手的。可问题就在于，这头超大的梦魇不会给林玄清这样想的机会。吼！又是一声巨吼，只见云空中忽然出现了无数的空间甬道。这些甬道被开启的瞬间，一头又一头小型梦魇山呼海啸一般扑向亡灵等人。这是林玄清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些梦魇居然拥有智慧，还是说他们吞噬了太多梦境空间后得到了进化？小型梦魇虽然只有一座房屋那么大，但由于数量太多，仍然让人感到恐惧。万丈高空上，很多修士因为一时恐惧，直接就被吞噬掉了。诸位道友，不要惊慌，快快结阵！亡灵大喊一声，将手中的彼岸级宝物拿起，注入灵气到其中。其余修士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按照阵法的布置催动灵气。以长生仙阁的100多位阁主为首，10兆修士一共分为了100多个巨型的方阵。这每一个方阵用的都是同一种名为36天罡星手的彼岸级阵法。没错，这个阵法就是林玄清当时从系统商店中兑换出的最强彼岸级阵法。准确的说，是施展的人越多，才最强的阵法。一共10兆修士，尽管分成了100多份，但每一个法阵中仍然有接近上亿的修士。这么多的修士同时点亮这套阵法，只见太虚古界的天幕之上出现了10分明亮的36颗星辰。这36颗星辰就是36天罡。诸位道友，天罡星是。伴随着阵眼的100多位阁主的一声命令，其余修士将灵气偏转到天罡星的位置。只见天幕之上那颗最亮的天罡星好像活了过来，朝着大地猛然落下。天雄星去！又是一声命令下去，天罡星周围的另一颗星辰也轰然落下，朝着这群梦魇飞去。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星辰在这群修士的操纵下滚滚落下，气势无穷。长空中36颗星辰飞行的轨迹绚烂无比，光是余威就比林玄清之前布置的核弹要强上不少。然而这些星辰落下后的瞬间，就被小型食梦兽尽数吞灭了。什么？修士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这里10兆修士共同出手的法阵，连太虚古界都能毁灭的大半的超级攻击，竟然连一头食梦兽都不能消灭啊！还不等他们去想太多，这些从空间甬道冲出来的小型食梦兽直接冲散了他们的阵型。10兆修士共同结下的100多座大型法阵，顷刻间就散了。惨叫声此起彼伏，修士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瓦解，然后消失。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你们别过来，别过来！无论是和道境，还是到主境，亦或是到主境之上的境界，在这群疯狂的食梦兽面前，人人平等。第一座法阵被冲破，阵眼的清河道尊陨落了。清河师兄，洪峰道尊看到清河道尊被一群梦魇分食的场景，愤怒到了极点。但他的愤怒没有任何用，因为下一秒就要轮到他了。第2座和第3座法阵同时被冲破，长河道尊和洪峰道尊同时陨落。然后是第4座、第5座、第6座。10兆修士，即便他们每人手中都有几件彼岸级宝物，在这群梦魇的面前都是完完全全待宰的羔羊。张柳一身处其中，看着不断陨落的修士们，内心茫然。他想要放弃了。一头食梦兽朝着他飞奔来，张开大口，想要一口将他给吞没。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间，王林、药尘还有唐三人同时飞向张柳一，并且高声喊道：“师娘，小心！”
张柳一从恍惚中回过神来，赶紧催动体内的神力，将手中的一件彼岸级的飞刃扔了出去。与此同时，王林三人也分别催动修为，将各自手中的彼岸级宝物施展开来。一共4道彼岸级的攻击，同时击向这一头食梦兽，似乎有一些希望。不，没有任何希望。这食梦兽只是张口，就像喝水一样，这4道攻击立刻就瓦解了。吼！下面那头超大型的梦魇之王再次怒吼。叮！检测到梦境崩溃速度加快，请宿主立刻退到10万丈高空。系统的提示声响起的瞬间，那头梦魇之王张开了深渊一般的巨口，周天万物如同流沙一样被他滚滚吸入。林玄清看着周围快速陷落的空间，微微皱眉。系统面板上梦境完全崩溃的倒计时加快了，原本还剩下的19日，现在只剩下15日了，竟然加速崩溃了。林玄清没有想到，这梦魇之王的攻击居然能够加快梦境空间崩溃的速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意味着他每攻击一次，梦境空间崩溃的倒计时就会减少一些？想到这里，林玄清忽然觉得自己不能按照系统所提示的那样暂时后退，规避锋芒。如果可以的话，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将这梦魇之王给就地斩杀了。伴随着空间不停的陷落，林玄清催动修为，手中赫然出现一把长枪。这把长枪没有品级，但上面燃烧着一种远超彼岸级的火焰。叮！已为宿主匹配火箭枪 Plus 版，耐久度100。系统面板上显示出林玄清手中长枪的名字。火箭枪他之前对战混沌古神的时候用过，但那个是普通版，这个是加强版的。此刻他深吸一口气，朝着梦魇之王的方向像投标枪一样将火箭枪 Plus 给扔了下去。这一瞬间，长空之中仿佛出现了一条巨龙在游荡。梦魇之王看到了林玄清投掷出来的火箭枪，不过他丝毫不在意这把枪刺中自己。只见火箭枪径直插入梦魇之王的皮肤之中，熊熊的火焰如同水花一样扑通一声消失不见。果然还是没有用。林玄清看见自己的进攻失效，心中暗暗想着，从理论上来讲，在这梦境世界中，他再怎么用尽全力，也不可能击杀这些梦魇的，除非林玄清能够找到不属于这个梦境世界的东西，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吼！梦魇之王周身弥漫着的黑色气焰冲天起，形成了一道道巨型气柱，直插云霄。苍穹之上，许多修士来不及躲闪，被这些光柱射中之后，立刻化为灰烬。叮！检测到梦境崩溃速度加快，请宿主立刻退到20万丈高空。系统的警告声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他直接让林玄清逃到20万丈高空中去。林玄清紧锁眉头，也觉得事情已经朝着他完全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了。下面的空间在急速陷落，这短短的几十个呼吸时间就沦陷了1000丈高的空间。照着这个速度发展下去，20万丈高空也只是暂时安全而已，最多不超过1刻钟的时间，这个高度的空间也将化为乌有。全部人给我往上面退！林玄清握紧拳头，当机立断。他一声令下，空中还活着的数兆修士一起朝着更高的天空飞去。此刻张柳一则是来到了他的身旁，脸色略微有些狼狈。刚刚他与一头小型梦魇纠缠，要不是有亡灵3人的帮助，恐怕自己这会儿已经命丧黄泉了。夫君，他望向林玄清的侧脸，深知目前的情况已经无法好转了。太虚古界原本需要数日时间才会彻底被吞噬掉，现在可能只需要1日不到就结束了，而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他与林玄清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了。娘子，不要担心，我会想办法的。林玄清抓紧张柳一的手，然而他自己的手十分的冰冷。张柳一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冰冷不来源于对这些食梦兽的恐惧，而是来源于一种不可抗力。这种不可抗力在提醒着现在的林玄清，让他必须尽快离开这梦境空间，否则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林玄清的身体会越来越冰冷，越来越僵硬，直到他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止。而那也就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他彻底失去了对梦境世界的控制权。人在快要死去的时候，意识会存在一个模糊的时间，这个模糊的时间，人无法控制自己大脑里面所想到的东西。映射到林玄清现在所处的梦境空间，对应的就是一种混乱，以及他目前表现出来的仿佛被冻住了一样的状态。所有人往后面退！林玄清和张柳一一起来到20万丈高空之后，主动将手给缩了回去，不让张柳一继续握住。张柳一想要说些什么，但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唯有战斗，还有一线希望。林玄清吩咐王林等人带着这群修士再往后面退一些距离，他才好出手。叮！检测到宿主正在使用攻击特效，本系统提示宿主的任何攻击都是无效的，请宿主保持理智。系统面板上出现了红色的警告字样。林玄清不管，他还想试试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没有任何作用的话，他就带着张柳一他们暂时往科技空间逃。此刻林玄清的手中出现了一套熟悉的装扮，这套装扮就是当初他在彼岸之地与自己的另外一具意识交战时所穿过的那套齐天大圣套装。林玄清手持如意金箍棒，脚踏七彩祥云，口中吐出一团氢气，这团氢气蕴含着磅礴的彼岸之地，似银河一样飞流直下，刮到了梦魇之王的身躯之上。刹那间，梦魇之王身体周围的黑色气焰被吹散了不少。机会来了！林玄清展开火眼金睛，当机立断，举起如意金箍棒，对准这梦魇之王的头就是一棒。这一棒是大力沉，划破空气，溅射的火光好似流星脱尾，咚，好像一块巨石落入水中。梦魇之王的巨头正中林玄清一棒。大大大！林玄清念动如意金箍棒的变大的口诀，顷刻间，这根棍子就长到了和梦魇之王的脖子一样粗。再大一些，再大一些！
林玄清觉得这还不够，持续念动着咒语，如意金箍棒继续变得巨大，直到最后完全盖过梦魇之王的身躯。这个画面就像一根大电的柱子踏到了一头牛身上，苍穹之上，修士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这下应该杀死他了吧？刚才林玄清的这一套虽然没有之前的1000万枚氢弹同时爆炸那么的震撼，但论攻击的威力是绝对远超了的。这10梦兽之王的黑气都被前辈一口气吹散了，这一下他必死无疑。正当有修士这么说，如意金箍棒下又是一声巨吼传来，吼！熟悉的巨吼响彻天际，摄人心魂。竟然还没死！苍穹上，修士们立刻摆出对敌的架势，开始布置阵法。林玄清则是仔细观察着下面的如意金箍棒，想要看看刚刚的攻击到底有没有伤到这梦魇之王。吼！梦魇之王的吼声此刻变得更加愤怒了，他翻动着身躯，将林玄清变大的如意金箍棒给轰然掀翻。林玄清瞳孔微缩，看到了一个震惊的画面。刚刚那一击不仅没有对这梦魇之王造成任何伤害，恰恰相反，他打下去的如意金箍棒断成了2截。好家伙，金箍棒都给吼断了！林玄清虽然说起话来云淡风轻，但心中其实十分的紧张。刚才那一击已经是这个梦境世界中能够使出来的最强一击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说明蛮干没有结果了。吼！梦魇之王再次怒吼，咆哮的气浪席卷了2000多丈高的空间，只一瞬间，这些空间就成为了漆黑的虚无。糟了！林玄清正准备继续往上面撤，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2只手臂变得更加的冰冷了。如果说刚刚他的手臂还只是没有多少温度的话，现在他的手臂就好像2个冰棒一样。夫君，张柳一只是用眼去看，就发现了林玄清的手臂快要完全坏死了。他想要去做些什么，但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林玄清看着焦急紧张的张柳一，保持着脸上的笑容，娘子放心，魏夫又不会死。没错，林玄清确实不会死，只要他在梦境世界完全崩溃之前离开，现实世界中的他就会重新恢复意识。所以对于他来说，自己哪怕手脚都不能动了也无所谓。但问题就在于张柳一他们怎么帮？虽然他们所有人都是林玄清自己在梦境中创造出来的，但毕竟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了。吼！梦魇之王不给林玄清和张柳一你侬我侬的时间，他在吞噬了3000丈的空间之后，又往上挪动了1000丈的距离。林玄清等人目前在20万丈的高空，梦魇之王现在最多才吞噬了1万丈的空间而已，看上去差距还特别的远。但实际上，这些距离最多只需要1个时辰就能追上。是的，就在刚才，系统又一次提示了林玄清。叮！警告，检测到梦境崩溃的速度持续加快，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快的速度。经本系统粗略的测算，太虚古界最多只需7个时辰的时间就会彻底沦陷。从一开始的几日吞没太虚古界，到后来的1日吞没太虚古界，再到现在不到7个时辰的时间，事情已经到了最坏的情况了。娘子，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了。林玄清没有犹豫，直接祭出了彼岸之舟，横在张柳一面前。与此同时，他吞吐一口气，将王林等数兆修士吹入彼岸之舟之中。诸位道友，太虚古界的沦陷已经无法避免，本座带你们到另外一个空间暂避锋芒。彼岸之舟甲板上，修士们听到林玄清的话后，内心一惊。另外一个空间，除了太虚古界和下界的10几个天域之外，林前辈还创造了新的空间。修士们议论纷纷，想到林前辈果然还是那个熟悉的林前辈，任何事情都是未雨绸缪，早就计算好了的。然而林玄清很想说，这都快大结局了，你们的脑补差不多可以停一停了。吼！梦魇之王再次巨吼，这一次他率领着无数的大型梦魇往上面移动了大约5万丈的距离，这个跨度非常之大，是刚才的10倍之多。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叮！检测到宿主本体一部分脑神经已经处于濒死当中，太虚古界的梦境空间即将彻底瓦解。在林玄清祭出彼岸之舟之前，系统才测算了一次太虚古界空间彻底崩溃的时间，大约是7个时辰的样子。然而这才过去不到半刻钟，崩溃的倒计时就成了即将2个字。我去，这也太快了吧！林玄清不由得吐槽了一句，但他转念一想，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外面他现实中的本体又出现了什么差池。林玄清没有办法，只能立刻驱使彼岸之舟起航。王林、药尘还有唐三，弟子在。与上次一样，你们各自率领一部分修士，用彼岸之桨把彼岸之舟给划起来。是，师尊。弟子3人领命后，立刻开始行动。这些还活着的修士自觉地分成了3个部分，从船舱中取出了放置好的彼岸之桨。划船，他们之中很多人之前是搞过一次的。当时那条混沌吞元龙在虚空中游动的何其之快，也只是将追上他们滑动的速度。这一次，这群梦魇的速度又有多快呢？诸位道友，务须留力，全速前进。王林站在船头，充当总指挥。他一声令下，彼岸之舟缓缓开始滑动。修士们握紧彼岸之桨，把体内的灵气全部注入其中，毫无保留。因此，这彼岸之舟才刚刚启动，速度就达到了之前的上限。林玄清和张柳一站在船舱顶上，环视着周围如同潮水一样涌来的小型梦魇，开始布置防护法阵。娘子，你留在船头，将这里的10万件彼岸级宝物按照阴阳五行的方位布置下来。魏夫去船尾，把另外的10万件彼岸级宝物与你的布置相接。林玄清吩咐道。张柳一领会后立即开始行动，20万件彼岸级宝物分别按照阴阳五行的顺序，很快就布置下来。这其实是一种消耗宝物的大型阵法，叫做阴阳五行灵宝天阵。这阵法不需要人力支撑，
每次受到强烈攻击后，只需要支付攻击等价数量的宝物就可以轻易化解。所以林玄清才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了20万件彼岸级宝物。他想着这个数量大概能对付一阵子了。毕竟当初与混沌吞元龙还有自己另外一具意志对峙的时候，也才消耗1万件都不到的彼岸级宝物。林玄清想得很好，但现实并那么美好。这梦魇之王的攻击，事实上远超之前的那条混沌吞元龙。彼岸之舟朝着一个方向全速前进，一共还没有驶出去多远，那头梦魇之王就做出了相应的对策。除了那群小型梦魇之外，梦魇之王对准彼岸之舟，吐出一口黑色的气焰，速度极其之快，径直喷了过来。林玄清见状，赶紧和张柳一一起进入船舱内部。呼呼呼，黑色气焰把彼岸之舟完全包裹起来，让林玄清等人失去了视野。阴阳五行灵宝天阵在这一瞬间触发，大阵中的20万件彼岸级宝物开始自动消耗起来，1件、2件、3件、10件、100件、1000件。林玄清惊人的发现，这黑色气焰的攻击是持续性的，大阵中的宝物在迅速减少。夫君，这投石梦兽之王似乎拥有智慧。张柳一脸色也非常难看，因为他看出来了，这梦魇之王是故意的。他知道自己暂时无法追上林玄清等人，那么就采取另外一个方针，先把彼岸之舟的防御给破了再说。这种操作其实也让林玄清稍稍感到惊讶。他原本以为这些梦魇只是一种意志的具象化而已，应该不会具有智慧这种特征，但现在看来，他显然是错了。娘子，不用惊慌，他暂时追不上我们。林玄清沉声道，然后示意王林等修士不必管外面的黑色气焰，继续往一个方向划船就是。王林等一众修士万众一心，继续全力催动修为，滑动彼岸之舟。彼岸之舟就这样在这团黑色的气焰中不停地前进，一直朝着科技世界的入口处飞去。与此同时，阴阳五行灵宝天阵中的彼岸级宝物也在不断的减少，这才过去不到半刻钟的时间，竟然已经减少到了只剩一半了。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林玄清都觉得离谱。这可是彼岸级的宝物啊！之前的 BOSS 全力攻击几个时辰，估计也只能摧毁几千件而已。这梦魇之王就吐了一口气，就摧毁了10万件之多了，这合理吗？哼！林玄清冷哼一声，其实消耗掉一些彼岸级宝物也无所谓，毕竟20万对于他来说只是洒洒水而已。他或许无法灭杀掉这些梦魇，但如果是比宝物的数量，他是绝对不会输的。因为系统商城中每一件彼岸级宝物下面的数量都是乘以，而一页就有好几十种，一共有起码10万多页。来吧，看看是你的口气大，还是我的宝物多。林玄清嘿嘿笑道，然后开始从系统商城中继续兑换彼岸级宝物。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彼岸之舟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梦魇之王的黑色气焰每一秒消耗不超过100件的彼岸级宝物，林玄清每一秒能补充超过1000件的彼岸级宝物。所以这会儿阴阳五行灵宝天阵中的宝物不停的消失，但还没有林玄清补充的快。这个场面不仅是张柳一看呆了，船上疯狂划船的修士们也看呆了。好家伙，林前辈，你的储物袋里面究竟有多少彼岸级的宝物？要知道，在他们登上彼岸之舟之前，林玄清就给10兆修士每人发了2到3件彼岸级的宝物，一共加起来有几10兆。现在林玄清竟然还能拿，好似无底洞一样。师尊，药尘作为林玄清3个徒弟之中拜师最晚的那个，对林玄清的了解其实不如王林和唐三。当他看到林玄清的这一波操作后，人都骂了：师尊这玩的是破解版修仙吧？你还别说，这梦境世界本来就是林玄清现实本体的意识，所以对于他来说，这还真他喵的是破解版修仙。林玄清看到了药尘那一副妈了的表情，安慰道：徒儿放轻松，此乃为师机操而已，勿 care。虽然药尘听不懂林玄清所说的机操和勿 care 是啥意思，但他能从林玄清脸上的表情看出，自己的这个师尊应该还能继续拿出彼岸级宝物。果不其然，彼岸之舟一直朝着科技世界的入口飞行，林玄清就一直持续补充彼岸级宝物。就这样，彼岸之舟一共飞行了大约1个时辰，林玄清拿出的彼岸级宝物已经在彼岸之舟的甲板上堆起了极高的山峰，这个高度差不多有个几万丈。要不是因为彼岸之舟周围的阴阳五行灵宝天阵的高度范围有限，林玄清还能继续往上面落。众修士挤在宝物山中，倒吸一口凉气。师尊，我们应该要到您说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了吧？王林被挤压的有点喘不过气来，断断续续说道。林玄清感知了一番，发现彼岸之舟的确已经抵达入口处了。然后他又感知了一番梦魇之王，发现他距离现在的彼岸之舟还有很远的距离，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追上了。只不过这包裹船身一圈的黑色气焰有些麻烦，林玄清暂时没有办法处理掉这古怪的气焰，只能持续维持阵法，驱动彼岸之舟进入科技世界的入口。我们的确到了。王林，下命令，暂时不要划了，为师会亲自驾驶彼岸之舟进入其中。王林点头，对着众人传音，众人立刻放下手中的彼岸之桨。林玄清把手臂放到船头的围栏上，强大的彼岸之力注入到了船身之中。彼岸之舟朝着林玄清所想的方向开始进入科技世界。林玄清来了，这是最后一个暂时避风的港湾，因为林玄清在彼岸之舟飞行的过程中已经感知到，科技世界背面的靠山宗所在的小世界已经被梦魇所吞没了。进！林玄清沉声一喝，强大的引力把彼岸之舟吸了进去。彼岸之舟开始急速下坠，甲板上的修士们有些站不稳，紧紧地扶着船上的围栏。咻！伴随着一声明亮的声响，彼岸之舟完全通过了进入科技世界的通道。由于处于2个不同的世界，船身周围的黑色气焰失去了梦魇之王的联系，渐渐消失。包裹着船身的黑色气焰完全消失后，
甲板上的修士这才第一眼见到林玄清所说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真面貌。他们就和当初张柳一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对空中来来往往飞行的白色法器十分的好奇。这个世界好像与我们所在的太虚古界十分的不同。有敏锐的修士一眼就发现了，这个小世界中似乎一点都不存在天地灵气。但让他意外的是，没有天地灵气，为何空中有这么多堪比鸿蒙道宝的高级法器？这些似乎都是飞行法器，其品级不低，但为何驱使他们的似乎都是凡人？很快就有人发现，白色客机驾驶舱中的飞行员清一色的都是凡人。他们睁大了眼睛，觉得这十分的不可思议。凡人操纵鸿蒙道宝，你在开玩笑吧？林玄清知道这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只好解释一遍：诸位道友不必大惊小怪，此物名为大型客机，是一种精密的机器，并不是什么法器。机器？众修士不理解，机器和法器两个词一字之差，究竟有何区别？林玄清摇了摇头，懒得解释，只好通过神识将科技文明的发展史传授给了彼岸之洲上的每一位修士。这些修士接收到林玄清的神识之后，立刻开始研读起来，然后很快就理解了这个世界的构成。他们先是不解，然后的恍然大悟，最后是惊叹，难以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地灵气，竟然也能发展得如此绚烂多彩。这个位面的凡人真是不凡啊！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觉得这里的凡人不应该叫凡人，干脆统称为超人算了。不过虽然众人议论纷纷，但他们并没有忘记，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付那些追来的食梦兽。他们逃到这个科技世界里面来，也只是暂时风平浪静了而已。王林来到了林玄清面前，询问道：师尊，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林玄清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上梦境完全崩溃的倒计时，发现只剩下12天了，又加快速度了。林玄清喃喃自语，感到有些棘手。王林，戴为师仔细思索一下对策。王林听到林玄清回复后，微微一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师尊有如此棘手的时候。但王林坚信林玄清肯定能找到破解那群食梦兽的方法，所以简单的行礼之后退到了一边。王林退下后，张柳一有些担忧地问道：夫君，梦儿和静儿还在？其实他刚才一直在担忧居住在靠山宗的林梦和林静两个孩子，只是这一路行来，他害怕打扰到林玄清，一直没有提起。现在他提起了这两个孩子后，林玄清内心忽然一怔。林玄清表示，他刚才全神贯注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宝物去了，根本没有去思考林梦和林静这两个孩子的事情。现在靠山宗所处的那一整片天地都被梦魇给吞噬了，这两个孩子自然也是死在了那里。不过这里是梦境世界，林玄清可以掌控梦境中所有人的生死。尽管他忘了导致林梦和林静 GG 了，但问题其实并不是很大。娘子不必惊慌，此事为夫早已经安排好了。林玄清对着空气打了响指，林梦和林静两人忽然出现在了彼岸之洲上，就站在张柳一身旁。张柳一见到两个孩子完完整整的站在自己面前，眼眶微微湿润。林梦和林静两人则是有点懵逼，心想这是啥地方？刚刚他们不是还在靠山宗和众长老一起厮杀那群牛身象鼻的灵兽吗？怎么两眼一黑就到这里来了？娘，两人怔怔说道。张柳一弓下身子，一把抱住他们两个。周围紫战天等修士见到两位神子出现，立刻拱手行礼道：神子、紫叔叔，还有诸位道主叔叔。这50年来，林玄清和张柳一虽然住在靠山宗，但偶尔还是会带着林梦和林静两人回紫霄圣地看一眼，有点像回娘家的意思。因此紫霄圣地的长老们都见过林梦和林静。爹，我们现在是在彼岸之洲上面。林静上前一步问到林玄清。林玄清微微点头。林静继续问道：爹，是您把我和林梦带过来的吗？方才我们还在和诸位靠山宗的长老一起清除一种奇怪的牛身象鼻的灵兽，根本杀不死。林静和林梦两人生下来就拥有神力，是当之无愧的神子。50年过去，他们的修为早就来到了神王之上，按理说不应该对付不了区区几只奇怪的灵兽。但让他意外的是，他无论使用何种神拳或者何种功法，都杀不死那种浑身冒着黑气的牛身象鼻灵兽。林梦也补充了一些细节，提到了靠山宗已经战死了不少长老了。林玄清内心默默叹息，他们两人哪里知道，莫说是靠山宗了，现在那里的整片大陆都已经全部被梦魇所啃食了。紫战天等人听了林静和林梦两人的讲述后，诧异道：两位神子也与那食梦兽交手过了。林梦和林静转头看向紫战天：紫叔，您说这灵兽叫食梦兽？紫战天看了一眼林玄清，然后回答道：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是听老祖讲的。实不相瞒，就在刚刚，我们才从太虚古界逃了出来。紫战天也大致讲了一遍他们在太虚古界的遭遇。林梦和林静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他们也是现在才发现，目前他们所在的世界并不是太虚古界，而是科技世界。科技世界，他们两人之前听林玄清和张柳一提到过，但一直没有来过，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踏足这里。如此说来，那食梦兽岂不是毫无弱点？爹，连您都拿他们没有办法吗？林静不相信，这食梦兽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就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办法杀死。林玄清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就在他们说话的这会儿，他忽然感知到太虚古界彻底陷落了。丁，检测到太虚古界已经完全被梦魇吞噬，梦境空间崩溃时间大幅缩短。太虚古界消失的瞬间，系统提示声音就再次出现。林玄清点开系统倒计时面板，看到上面的时间只剩下了最后7日，这前前后后一共连1日都没有过去，原本30日的时间竟然就只剩下最后7日了，这速度也太 TMD 快了吧！
林玄清这会儿其实已经无力吐槽了，因为梦魇吞噬了太虚古界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了。爹，您怎么了？林梦和林静发现林玄清的表情有些不对劲，疑惑问道。林玄清低头看着自己的2只手掌，发现他们已经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了。就在进入这片空间之前，他的2只手臂都还只是像冰棒一样被动的很硬，并不影响活动。然而现在他已经感受不到了。夫君，张柳依永远都是第一个发现林玄清的异样的，他急切地走上前来，抓住林玄清的2只手掌，心中极不是滋味。林玄清脸上依旧保持着微笑，对着张柳依温柔说道：“娘子，不好意思了，以后不能抱着你了。”林玄清不说这句话还好，这一说，张柳依的泪水瞬间就忍不住往下面掉。林梦和林静此时也发现了，他们父亲的2只手臂好像废了。爹，怎么会这样？林静不敢相信，神通广大的父亲竟然会被废掉双臂。那石梦兽果真厉害到这种程度。林玄清摇了摇头，示意林静不要惊慌。为父的2只手臂不是那石梦兽所伤，不是，除了那石梦兽之外，难道还有敌人存在？林静和林梦2人更加费解了。林玄清解释道：“非也，那些石梦兽以世界为食，而为父则是这些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他们每吞噬一部分空间，为父就会遭到一些不可逆的伤势。那父亲，这样说来，只要能杀掉那些石梦兽，重新将世界开辟出来，您的伤势就能好转了。”林玄清没有回答林静这个问题，因为要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他手臂失去知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梦境空间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这种破坏越严重，这个世界就越混乱，而他作为梦境中本体的意识，自然也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2只手臂只是开胃菜而已，等那些梦魇杀到了最后这个空间来，他应该很快就彻底动不了。趁着这短暂的空余时间，林玄清还有机会去找一些破解的方法。静儿、梦儿，先不说为父的事情了。林玄清将话题引到正题上，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早点找到关于这些石梦兽的对策。紫战天等一众修士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的情况可容不得他们喘息和悲伤。于是林玄清吩咐道：“诸位道友，本座不妨告诉各位，这石梦兽其实和梦境有关，它们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只靠修为是杀不死的。所以要想杀死它们，只能去找一些关于梦境的对策。”修士们仔细听着林玄清的话，丝毫不敢错过任何一点信息。而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科技世界，在这里曾经有很多凡人做过与梦相关的研究，如果真的有什么破解之道的话，或许就在那些研究之中。林玄清话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他们纷纷开口询问道：“前辈，您直接说吧，我们该怎么做？”林玄清环视着众人，继续说道：“很简单，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大型的图书馆，记载着这个世界研究出来的一切知识。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立刻前往各个城市的大型图书馆，去查阅有关梦境研究的资料。只要查到与梦魇或者石梦兽以及一些看上去可能相关的材料，立刻传音告知于我。”林玄清只能用这个方法了。如果说用玄幻的力量破解不了梦魇，那科学的力量呢？虽然他也不奢求这梦境世界能够永存下去，但只要找到一些可以延缓梦境崩溃的时间也足够了。林玄清说完，修士们立刻开始动身，丝毫不拖泥带水。彼岸之洲上还剩下数兆修士，他们化成一颗又一颗流星，在空中朝着四面八方飞行。一架客机上，乘客们透过窗户看到了天空中飞过的一个又一个修士，惊讶地抹了抹眼睛。我没看错吧？好像有人在天上飞。与此同时，地面上许许多多的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彼岸之洲飞下来的修士们。妈妈，我没做梦吧？这些是超人吗？数兆修士分工合作，来到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进入了每一座大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管理员完全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群古装帅哥美女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些保安前来阻挡，但被这些修士用灵气封住动作。一时间，各大记者将此事报道出去，每一个国家的头条新闻都是同一条：大量不明人士闯入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紧急调查中。而彼岸之洲上，林玄清感到梦魇距离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近了，他的双腿开始麻木起来。叮！检测到梦魇群接近最后一个空间的入口，请宿主立刻放弃挣扎，重回现实世界。系统的声音出现在林玄清的脑海。重回现实世界吗？林玄清正这样想着，只见天际的缝隙忽然冒出来了一股黑气。张柳依还有林梦、林静两人抬头一看，脸色大变。毫无疑问，那些石梦兽来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快就要穿过空间的通道了。林梦和林静直接催动神力，想要去堵住那条缝隙，但却被林玄清制止了。林玄清知道，他们这点神力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妹儿、静儿，你们退下，让为父来。林玄清吐出一口气，彼岸之洲上剩下的彼岸级宝物全部漂浮在空中。这些彼岸级宝物漂浮在空中，互相有规律的排列，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宝物之网。张柳依看得出来，这应该是另外一种阵法。去！林玄清沉声一喝，不知道多少件彼岸级宝物一飞冲天，朝着那天际的缝隙飞去。古话说，女娲补天，林玄清就要来给彼岸级宝物补天。只见那千万上亿的彼岸级宝物严丝合缝地排列着，贴在了天际的裂缝上，将那些黑气硬生生地顶了回去。爹，堵住了吗？还差一点。林玄清持续往上面输送彼岸之力，发现那天际的裂缝有一个小眼始终堵不住，双腿的麻木感越来越强烈，他忽然有些力不从心了。也许这是天意，也是必然。在林玄清泄力的瞬间，
那天际裂缝中的黑气好像瀑布一般飞流直下，冲刷向这片科技世界的大地。地面上不少人注意到了天上飘下来的黑色流火，惊呼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一群会飞的奇怪的超人出现在图书馆，现在天上又降下了莫名其妙的黑色流火，这让这个世界的普通人不得不想到，是不是要世界末日了？毕竟电影里面的世界末日基本上都有天上掉火球的场景，只不过这个是黑色的火球而已。彼岸之舟上，林玄清和张柳一等人看着不断下落的黑色流火，已经无力阻止，因为此刻林玄清已经瘫在了甲板上。是的，在空间通道被全面打开的瞬间，林玄清的双腿就彻底失去知觉了。本来林玄清想要用彼岸之力或者神力假装支撑起自己的身体的，但他惊讶地发现，彼岸之力和神力在这个时候竟然一点用都没有。他的双腿就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和自己以及这个世界彻底的失去了联系。夫君，彼岸级的丹药能不能治疗你的伤势？张柳一边全力往林玄清的双腿中注入神力，一边又用神力在甲板上翻找彼岸级的疗伤丹药。林梦和林静也在一边帮忙，疯狂地开始翻找。林玄清本想说不用找了，但他想了一下，还是算了，留给自己的这个傻娘子一点念想吧，不然她的泪水肯定会淌成一条小河的。娘子，你看天上的这些黑色流火，其实也挺好看的。林玄清靠在围栏边上，仰望着周天落下的火球，这样说道。张柳一不断往林玄清的双腿注入神力，却没有任何效果。其实他也清楚，这种伤势连自己的夫君本人都没有办法治疗，他的这点神力又能算得上什么呢？林梦和林静找到了各种彼岸级的丹药，拿给林玄清。林玄清示意他们两个停下，不用再白费力气了。妹儿、静儿，你们过来。林玄清的声音变得有些虚浮。林梦和林静鼻子忽然一酸，两人来到林玄清的身边，手中的丹药洒落了一地。梦儿、静儿，如果爹离开了你们，你们会怪爹吗？两人寂静无言，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哽咽住了。林玄清继续说道：“不要为爹伤心，其实爹是不死的，爹只是会去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你们，也没有你们的娘亲。”尽管林玄清的话的真正意思是他会回到现实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也是一种告别。现实和梦境的分界线往往都没那么清晰的，因为你很难说哪边是真实的，哪边又是虚幻的。林玄清和张柳一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在梦境中，那又如何呢？爹，您不会死的，不会。林静听了林玄清的话后，连连摇头，不相信自己神通广大的父亲会这样离去。林玄清其实也不想的，但他真的没有时间了，因为就在刚刚，梦境彻底崩溃的倒计时又缩短了。吼！天际的缝隙中忽然传出一声巨吼，这声巨吼响彻整个世界，把地面上的人们叫的是心惊胆寒。林玄清知道他的老朋友要来了，梦魇之王。只见长空之中，梦魇之王那只巨大的鼻子伸了进来，好像一棵巨树从天空到插入大地。轰隆，天旋地转，周围的空间开始混乱起来。林玄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眼前的张柳一还有林梦、林静两人开始变得模糊了。这个画面之前他在太虚古界的时候就看到过，这是距离梦魇太近了的标志。如果不想消失，他们就必须距离梦魇更远一些。就像在太虚古界的时候，林玄清是让他们往天上退。此刻，林梦和林静互相看着对方，然后伸手去触碰对方。爹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变得透明了？娘，您的身体怎么也变成透明的了？还不等他们思考，天际的缝隙再次传出一声巨吼。这一次，那被撕裂的缝隙随着巨吼一起彻底爆开了，就像一张纸被捅破，无数黑色的梦魇从天而降。叮！检测到大量梦魇接近宿主，请宿主立刻离开这里，返回现实世界。这时，系统最后一次提示，这次提示之后，系统声音彻底消失，系统面板也彻底消散了，一切都好像要结束了。地面上那么多的修士在图书馆里面疯狂查阅着和梦境相关的资料，但没有丝毫的进展。林玄清知道是时候做出最后的决断了，留在这里彻底的死去，还是回到现实世界之中。看着越来越模糊的张柳一，还有两个孩子，他还是有些不忍。可不忍又有什么用呢？空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距离梦境彻底崩溃，或许只剩下最后几个时辰了而已。现实世界中我的本体肯定遭遇了某种变故，才会导致意识丧失的如此之快。本来还剩下7日的，现在竟然就已经在彻底崩溃的边缘了。夫君，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就在这时，张柳一的一句话传进了林玄清的耳朵中。他看上去已经快要消失了，他脸上的微笑也快要彻底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中，除了已经作画的苍青真人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林玄清来自何方。他也早就准备好了与林玄清告别的那一天，只不过他没有想过两人会是以这样的画面告别，一个快要消失了，另一个瘫在地上。娘子，林玄清想要说些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张柳一的脸越来越模糊，整个身体也变得和水一样透明。其实不只是他，林梦和林静也一样，地面上那些图书馆里面不停翻阅资料的修士们也是如此。他们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轻轻飘飘的，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团灰烬升上天空。我这是怎么了？一座市级图书馆内，紫战天放下自己手上的书本，发现自己丹田里面的灵气开始乱窜，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除此之外，他还看到自己的双腿变成了和水晶一样的物质，晶莹剔透。我好像变成了石头。一旁和紫战天一起查阅资料的陈宇皇也是一样，
甚至比紫占天还要夸张，半截身子都成了水晶。另一座市级图书馆内，王林低头看着自己渐渐消失的双手，眼神中满是惊骇之色。王师兄，我是不是要死了？唐三毕竟还小，不像王林见过那么多的生死场面。当他看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消失的时候，忽然全身一软，靠在了书架旁边。王师兄，我丹田里面的灵气好像变得很重，变得很重很重。唐三又说了一句后，想起了自己已经故去的亲人。黄沙天域圣人村里面的那些村民，他们先与王林在上次与混沌吞元龙之间的交战中就死去了。王林没有回复唐三的话，而是透过洁白的窗户呆呆地看着天空中不停落下的黑色流火。同一时间，远在这个科技世界北部的一座小国中翻阅国家图书馆的药尘，此时也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对劲。他既不像紫占天、陈玉皇那样身体变成了晶莹的石头，也不像王林、唐三那样渐渐消失，他的身体只是单纯的与意识分离了。药尘原本手中拿着的厚重的书籍扑通一声掉落在地上，站在他周围的几个道主境修士也和他一样，突然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上。药道友，我等的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可否赠予我等一些丹药？药尘听到这些修士求丹的声音，连控制自己的眼睛去看他们一眼都做不到，又何谈能拥有能够治愈这种绝症的丹药呢？此时此刻，数百个国家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图书馆内，每一个修士都出现了相似的状况。继而整个科技世界的普通人也相继出现这些情况，大小诊所和医院突然爆满，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染上了一种什么样的怪病。可这哪里又是什么病呢？这不过是梦境世界即将彻底消失的前兆，是意识注定的崩溃罢了。彼岸之舟上，林玄清的大脑开始感到眩晕，两只眼睛渐渐开始失明，他已经有点看不清楚张柳一还有林梦林静两人的脸了。张柳一伸出透明的双手，想要抚摸林玄清的脸，下一秒他便化成了一撮细沙，随风飘洒。是的，张柳一彻底消失了，原因就是他距离梦魇之王最近，这里的梦境空间已经彻底崩坏。紧接着，林梦和林静两人也变成了泡影。在他们两人消失之前，林玄清看到他们好像想要对自己说什么，但是他们还来不及发出声音，就彻底消散了。吼！梦魇之王再次发出怒吼，苍穹之上，他的一双黑色的巨眼直勾勾地盯着已经动不了的林玄清。林玄清抬起头来，模糊的视线里面只有一团黑色。你 TMD！ 林玄清脖子青筋爆发，他几乎是用出了自己全身气力才吼出了这句话。霎时间，一根新的如意金箍棒出现，变成了一根擎天巨柱，顶在天际之上。梦魇之王见到林玄清的殊死一搏，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他那一双如同深渊一样的眼睛依旧冰冷地盯着彼岸之舟上面的林玄清。咔嚓，金属断裂的声音出现，这根全新的如意金箍棒和之前一样断了。下一刻，那若隐若现的天际终于全部打开了，无数黑色的梦魇从里面钻了出来，将整片苍穹染成了完全的黑色。原本这个世界是晴朗白天，现在突然变成了黑夜。地面上的普通人和林玄清一样，此刻发出了绝望的怒吼，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这样突然的化为乌有。科技世界中的各国上层果断做出了决策，都派出了自己国家最精锐的部队，试图抵抗这场浩劫。然而，在尖端的武器在这些梦魇面前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超音速战斗机在他们的眼里就如同玩具，高射炮和导弹更是连挠痒痒都不如。不得已的情况下，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共同决定使用封存了接近100年的核武器。可是这些国家的核武器再厉害，能比林玄清之前使用过的厉害？因此，那些原子弹发射出去后在空中炸开，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掀起。林玄清知道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如果自己再不离开这个地方，他的这条命也要搭进去。罢了罢了。此刻林玄清喃喃自语，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是殊死一搏还是走为上计？梦魇之王吐出一口浑浊的气体，沉向彼岸之舟。彼岸之舟上剩下的彼岸级宝物一飞冲天，开始一件接一件的自爆。彼岸级宝物爆炸，威力十分可观，不亚于核弹，但那也无法阻止这浑浊气体的侵蚀。长空中无数的彼岸级宝物爆炸开来，就像无数的烟火一样绽放。彼岸之舟上，林玄清望着这绚烂璀璨的画面，嘴角扬起了一条弧线。我也该回家了。滨江市区2环路第3人民医院住院楼，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从食堂打了一碗盒饭后，踉踉跄跄地回到了13楼。她很疲惫，整个身体都是酸的，但也只能咬牙坚持，因为她唯一的儿子满身插着管子，就躺在6号病房的3号床位上。老妇人缓缓走进病房，把饭盒轻轻放到病床旁边的柜子上，坐下喘了几口粗气。随后，她从上衣兜里面掏出今天的住院单据，呆呆地看着上面的治疗费用，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片刻后，她又把单据放回衣兜，随后她望向床头的检测心率的医疗仪器，看着上面那一条不太稳定的曲线。大概休息了一会儿后，她打开饭盒，拿起一次性筷子往嘴里面送饭。老年人平时都吃不了多少东西，更不要说现在了，所以这一盒饭她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因为她总觉得今天食堂的菜要么是没有味道，要么就是太苦了。就在这时候，穿着粉红色服装的护士进来了，她手上端着一个铁盘子，主要是一些安定类的注射药物，比如吗啡。老人家，刚才楼下在催改缴费了，待会儿您去交一下。护士站在病床旁边，拿起一根针管，伸进一个小玻璃瓶子里面汲取药物。她按照惯例提醒老妇人该去1楼交钱了。老妇人一顿一促的点了点头，轻声回答道：我知道，
我等会儿就去交钱。护士看了一眼针管里面的药液后，低头对准病人的手臂，缓慢推射进去。老人家，家里面还有人吗？后面应该大概率没有好转了，最好抓紧时间安排一下。在大型3甲医院中，每天都有病人离世，所以对于这些护士来说，这都已经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所以也别怪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好像没有什么情感，这是因为他们实在见过太多生离死别了。如果要通知道士做法的话，我这里有个号码，到时候您联系他就是。护士离开病房之前，给了老妇人一张白色的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是本地比较有口碑的风水术士，一般有人离世都会请他过来做法，接引亡魂，然后再把尸体拖到殡仪馆去。老妇人只是把这张名片放到了饭盒旁边，然后继续呆呆地看着床头仪器的心率跳动图像。这么多天过去了，病人早就不行了，不然也不会从 ICU 中接到重症病房。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勉强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而已，根本谈不上治疗。病人要想好转，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老妇人想着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时间双眼变得模糊起来。那心率跳动的图像此时也变得模糊，就好像长起来了一样。小凡，娘救不了你了。终于，老妇人哭出了声来。她活了70多年了，见过不少亲人离世，本来早就以为自己的心肠变得很硬了。然而到这最后一刻，她才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强。自己的孩子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就要走向终结，任谁也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水，他只能默默咽进肚子中。可就在这时，他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他忽然看到病床上自己的孩子左手食指好像动了一下。他用衣巾擦拭了自己眼角的泪水，猛然站起身来。动了，的确是动了，他没有看错，那不是幻觉。老妇人惊奇地发现，不仅如此，那仪器中跳动的心率真的开始上升了，并不是因为模糊才长起来了。这一刻，他的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抹了一下，那种强烈的感觉在他全身激荡。他立刻按响了呼叫护士的铃声。刚刚打针的护士才刚刚回去，就听到6号病房的呼叫，立刻返了回来。老人家，怎么了？他走进病房，正开口问老妇人，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住了。因为他看到病人的心率缓缓上升，最后竟然趋于稳定，达到了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这怎么可能？护士满眼震惊之色，随后立刻出去叫来了科室医生。科室医生来到病房后，第一反应是回光返照。不过当他仔细确认了林玄清的一些基本状态后，去掉了这个想法。心率正常，体温正常，瞳孔也正常，一切好像都恢复了正常。这太神奇了！科室医生惊叫道，完全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从医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象。这难道就是奇迹吗？医生激动地抓住老妇人的手，老人家，您的儿子奇迹般的活过来了。老妇人听到医生的确认之后，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尽管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并不清楚，可他也不需要清楚，他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儿子林凡真的活过来了。病床上，除了表面上医生护士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之外，其实林凡体内已经衰竭的五脏六腑也在神奇的复原。然后突然间，徐凡猛然睁开双眼，他看着病床旁边站着的医生护士，还有自己的母亲，一时间有些恍惚。我回来了。林凡嘴上带着呼吸机，说话声音被遮住了一些。他直接将其拔掉，然后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这个举动着实把医生和护士都吓了一大跳。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林凡大声呼喊，声音响彻整个病房。然后他竟然直接拔掉了身上的管子，下了病床。他一把抱住了面前的老母亲，然后闭上双眼。梦境中曾经发生的一切在他脑海中飞旋。医生看着完全和正常人一样活动的林凡，内心震撼得无以复加。林先生，您刚刚苏醒，最好不要。他还在想要给林凡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林凡却直接开口拒绝了。陈医生，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回光返照，待会儿我就办出院手续吧。林凡能活过来，完全是因为他的体质和地球的凡人不同。他来自陈医生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看着林凡如此坚定的眼神，只好作罢。2个小时后又确认了一遍后，林凡带着自己的老母亲来到了1楼，将剩下的医疗费用缴清。你好，我交一下钱。林凡，对，医保卡给我一下，还欠17000，刷卡还是？刷卡吧。橱窗外，林凡从钱包里面拿出银行卡，抬起头来。橱窗里，负责办理缴费业务的女职员也从电脑前转过头来，2人互相对视一眼。张柳一，你认识我？